王峥，你给我站起来！上我的课还敢睡觉！王峥迷迷糊糊的被人推醒，睡眼朦胧的站了起来。峥哥，你胆子是真大，老魔女的课都敢睡觉，您是真牛！王峥看着旁边的同桌，小小的脑袋顶着一头自来卷，圆脸小眼睛在做着鬼脸，看着说不出的滑稽。什么情况？这不是我高中同桌卷毛吗？高中毕业后就各奔东西了，刚上大学那几年还有些联系，后来大家都毕业了，有了各自的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打拼，渐渐的联系少了，关系就淡了。怎么现在还坐在我旁边？不对，老魔女，上课睡觉！王峥立刻清醒了过来，仔细看着周围的环境。讲台上的老师继续说道：“别以为你们现在还是高二就可以放松了，高考只有400多天了，现在是一天都不能耽搁，上课还敢睡觉？王峥，这节课你就给我站着上，好好的清醒清醒！”周围的同学都转过来看着王峥，有的偷笑，有的挤眉弄眼，幸灾乐祸。王峥看着眼前这些同学，脑海中的记忆慢慢的和这些人脸一一对应上了。王峥一时间有些不能接受，不对，肯定是做梦，不过这梦也太真实了。峥哥，做什么梦啊？还不肯醒呢？卷毛捂着嘴继续打趣王峥。卷毛，现在是几年多少号？王峥揉了揉脑袋，感觉脑子一下子有些混乱，一边有记忆在提醒他，他叫王峥，来自2040年，大学毕业后打拼了7、8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刚刚接受了注资，身价暴涨，正要走上人生巅峰。另一方面又有个记忆告诉他，他叫王峥，是一个高中生，因为压力太大头疼，上课睡着了。两种不同的思绪在脑海中不停地翻滚，一时间王峥头痛欲裂，唰的一下脸色惨白，冷汗淋漓。峥哥，你没事吧？你是不是睡懵了？现在是26年4月15号啊，你精神状态很不对，你不是要觉醒了吧？老师，王峥同学看起来身体不舒服，您快来看看。被卷毛称作老魔女的中年教师很快走了过来，摸了摸王峥的滚烫的额头，立刻说道：“你们先上自习，我带王峥同学去趟医务室。”很快就扶着王峥走出了教室。老师离开教室之后，同学们纷纷议论起来：“我峥哥这不是要自然觉醒了吧？这一下可牛大了！”卷毛吹起来是当仁不让，谁叫就他俩关系最好呢？哪有这么容易就自然觉醒？众所周知，觉醒普遍是在14至16岁，年纪越大，自然觉醒的概率就越小。我们大家都快16岁了，等到放暑假，学校就会统一安排去注射灵气基因药剂，运气好就觉醒天赋走5科，运气差就只能当提升身体素质了。就是新时代以来26年，全京南市30多万考生，一共就出了100来个自然觉醒的天才，哪有这么容易立刻就有同学出来泼冷水？话也不是这么说的，去年咱们一中不就出了一个直接保送帝都大学，还有今年2中的李瑶，13中的苏季又有同学出来接话。卷毛不服气，刚要继续开口，看到老师已经进了教室，立马低头装作在看书的样子。安静，不要再讨论了，继续上课。刚刚我们说到，看到老师已经回来了，开始继续上课，同学们也安静了下来。王峥躺在医务室的床上，慢慢让自己冷静下来，自己肯定是重生了。这里是自己的高中，但也不完全是，学校的格局和之前是不一样的，最起码以前是没有这么豪华的医务室的，还有这么多的校医。想到刚刚自己不认识的校医给自己检查过后，告诉自己是压力太大，精神消耗过度，让自己好好休息，王峥就忍不住在心里骂了起来。我辛辛苦苦打拼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公司有了点起色，每天在外面陪酒陪笑脸，才拉到的赞助和投资，一切都走上正轨了，马上就要开始享受人生。现在你告诉我，我重生了，所有的一切又要再来一遍，我不要啊，让我回去。发泄了半天之后，王峥也渐渐地接受了现实，回想对比着自己的记忆，王峥发现有很多的不同之处，还有之前卷毛说的觉醒也让他有些在意。而且这辈子父母好像职业有所不同，上辈子父母都是普通的人民教师，这辈子的记忆力母亲好像是什么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保密等级很高，从来不在家里谈工作的事情，虽然经常加班不在家就是了。父亲还是跟上辈子一样对待自己很严格，不但督促自己的学业，还强逼着自己锻炼身体，好像没有固定的工作，家庭主夫。很多记忆都是冲突的模模糊糊的，仔细回想就会头疼。王峥不得不放弃了回忆，起身往教室走去。回到教室里面早已空无一人，王峥看了下课程表，才发现接下来2节课都是体育课。好家伙，一个星期48节课，超过20节体育，剩下的才被语数外物化生史地政之类的评分。王峥大概翻阅了下课本，其他的都和前世记忆里出入不大，主要历史书和之前是完全不同。仔细观看完之后，王峥愣住了。公元2000年，在南极洲上空忽然出现一个大窟窿，科学研究者一开始都认为是大气污染导致的臭氧层破洞，开始呼吁全球节能减排，保护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地方也陆续出现这样的情况，1年时间内，全球范围内出现108个窟窿，这些窟窿有大有小，但大多出现在人迹罕至的名山大川、无人深海。随后异变开始发生了，野生的动物开始变异，有的体型变大，力大无穷，有的凶性大发，见人就咬，层出不穷的野兽伤人事件让国家疲于应对。而且进化后的野兽开始不惧刀枪，热武器也无法穿透它们的皮毛，就连导弹支流也只能将它们吓退，没办法产生实质性的伤害，仿佛有什么特殊能量在给予它们保护。好在野兽们不喜欢钢筋混凝土，也不会主动靠近人类城市，不过部分山区农村受灾十分严重，人口数量锐减，国家方面反应迅速，强制人民迁移进城市，武装部队护送，大量军人士兵送上战场，保护人民群众。即使这样，还是有许多人员牺牲，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争，要在灾情扩大之前把全部的受灾民众迁移进城市，无数战士血洒战场，政府甚至一度做出决议迁移人口至平原建立新城，让出全部山区森林的决定。然而乱世之下必有英雄辈出，就在这时，第一位人类进化者也出现了。此人本是一名武警人员，出警途中见异兽山猫伤人，造成数名群众受伤，更是咬伤了自己的战友，怒极之下自然觉醒了。觉醒后的他力大无穷，全身如被钢铁覆盖，只是徒手便勒断了山猫的脖子，拯救了战友的生命。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类开始觉醒，受灾也得到了有效的抑制，直到2005年，存在了5年的窟窿突然消失，就像它出现时一样。
从此，人类全面进入了觉醒时代，史称灵气时代。王峥迅速找到了重点，这个世界和前世的世界是不同的，历史的拐点就是2000年南极洲上空出现的窟窿，然后野生动物开始异变，再到人类体质得到增强，极少数人甚至觉醒出强大的天赋异能。这样的变化虽然是人类的危机，但也是人类的机遇。科学家通过各种研究发现，所有异变的源头就是天上的窟窿，其中有一种无法肉眼识别的粒子逸散出来，像是华夏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福地洞天，于是窟窿被正式定名为洞天，逸散出来的粒子被称作灵气粒子。受灾开始时，由于华夏面对各种灾害都有充足的紧急预案，基建速度更是无人可比，国家政府也是反应迅速，理所应当的受灾程度最小。白头鹰国损失惨重，更有政府要员喊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口号，号称只有强者才能获得生存空间，不由得让人感慨。我们的老邻居白熊国则是更加大胆，直接朝着无人区的洞天发射了一发大1万，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不过这办事风格不由得让人称赞一句，不愧是你啊，阿毛。由于各国都有人民开始觉醒，大家也都纷纷意识到了，只有觉醒者才能对付变异兽，于是国家一边开始征召各种觉醒者，一边也开始了对洞天以及灵气粒子的研究。也曾经有人提出过假设，洞天内是否是另一个世界，想过要去追溯灵气的源头，尝试进入洞天，但是很可惜，无论如何根本无法进入。洞天就这样屹立在空中，能够让人肉眼观测到，但是却仿佛不在同一个维度，根本无法触碰，飞机导弹都可以直接穿过，根本没有任何异常。直到洞天消失的那天，也没有任何人或者机构发现洞天真正的秘密。从那以后，科学家们开始把研究重心转到灵气粒子上来。经过研究表明，天空中出现的灵气粒子可以被人体被动吸收，但是不同人的体质不同，吸收的多少也不同。在人体内的灵气达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发生变异，从而诞生出不同的能力。大体分为几大类：元素类，控制元素，水、火、冰、风、雷等等自然元素；超人类，增强个人体质，被动增加身体素质或者获得超越物理极限的力量；精神类，增加精神力量、念动力、精神能量体等。所有灵气时代后出生的人类，个人体质方面远超常人，但是却极少出现能够自然觉醒的人类。于是科学家们有研究出可以注射的灵气基因，等到公民16岁成年后，可以自己选择是否注射。注射此类药剂有30%的几率可以觉醒天赋。此类药剂一生只能注射一次，且只能对灵气时代出生的人有效果，因为其从出生开始就在被动吸收灵气，身体有相应的适配性。而灵气时代之前的人一旦注射，无一例外都会对身体产生不可逆的负面影响，身体机能全方位下降，严重不适配者甚至爆体而亡。所以国家也是严格管控，成立专门的部门严禁此类药剂流入市场。对于灵气时代的人而言，这就是一次一步登天的机会，不仅对人体无任何副作用，而且最少也能增强个人体质。这里就要提到药剂觉醒和自然觉醒的差距了。根据人体所含的灵气值来区分异能等级，灵气值越高，使用出来的效果越强，可以使用的次数就越多，可以理解成游戏中的蓝条。根据灵气值的高低，一共分为 FA 几个等级，具体的灵气值区分却没有注明。不过这毕竟也只是本历史书，能有这么详细的信息已经谢天谢地了，王峥也没有过多在意。个人身体里的灵气总量决定着你对天赋异能的掌控和使用，自然觉醒的人是可以不断成长的，且最低都能达到 B 级。而通过药剂觉醒的能力者，不是说不能提升，而是过程很难，需要不断的突破自我极限，不停的压榨自己的潜力，即便如此，也很难跟上自然觉醒者的变强速度。归根结局一句话，自然觉醒这天赋更好，潜力更大。自然觉醒者在现在这个时代来说是十分稀有的，所以卷毛在说王峥有可能是自然觉醒时，才会有好几位同学出来泼冷水。王峥长叹了一口气，来到这个危险的世界，他心里是10000个不乐意，但是这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他也没办法，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系统，金手指，芝麻开门，阿瓦达啃大瓜。等了半天后，发现连教室的空气都沉默了起来。王峥慢慢摇了摇头，看来没有外挂啊，说好的穿越者的标配呢？随后王峥走向了操场，往自己班级的集合点走了过去。等到了操场，却没有看到体育老师，只看到自己的同班同学早就散开了，有的在跑圈，有的在打球，自律的人在撸铁。简单的活动了下身体，王峥也开始慢慢的跑了起来。跑着跑着越跑越快，出了一身汗之后，王峥发现自己现在这个身体素质简直可以吊打前世各路专业运动员。自己心里掐表，随便跑了跑100米是 S 左右，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学校里是个什么水平。京南一中是整个京南最好的学校，2中3中比起来也没有差太多，不过这是前世的记忆，也不知道现在是否适用。卷毛，别打了，你这投篮歪的就离谱，下来歇会。王峥把正在打球的卷毛喊了下来，投不进你突进去扣啊，瞎投什么呢？峥哥，你以为我是你啊？没人防我也是个免扣的主。不说了，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怎么还是来上体育课了？卷毛一脸的鄙视，还说我呢，你自己歪的更离谱，平时打球就你最毒。医务室里躺着太闷了，我感觉好点了就出来了。老师呢？怎么没见着？这马上就放学了，老马上节课带着跑了几圈就溜了。王峥心里翻了个白眼，这马老师还是和前世一样啊，体育课就是自由活动。卷毛，我刚才跑了几圈，好像感觉我又快了。我问你啊，咱们学校体育课成绩最好有哪些啊？我跟他们找找差距。卷毛听到立马比了个中指，跟谁炫耀呢？谁不知道咱们学校就你王大少体测成绩最好，跑得最快，跳得最高，你要找谁的差距？王峥没想到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接话。紧接着卷毛又开了口，咱们班跑得快点的就你，我杨洋，跳高好些的刘毅，王存心。那其他班呢？咱们一班就是成绩最好的了，你还想去其他班炫耀呢？你还是个人？卷毛鄙视完王峥之后拔腿就跑，王峥整整追着他绕操场跑了10几圈，最后卷毛实在跑不动了才肯罢休。打闹中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放学的时间，王峥心里却有些忐忑，
有些不知道怎么面对现在的父母，也怕自己兴冲冲的回家，结果自己跟前世住的根本不是一个小区，毕竟爸妈连职业都变了，换个房子似乎也挺正常的。心里想着乱七八糟的事情，脚下走的却不慢。等到了小区门口，王峥又犹豫起来，纠结着要不要进去。就在这时，有个声音传了过来：“王峥啊，放学了不回家，在小区门口干什么呢？小李跟我说门口有个人鬼鬼祟祟的，让我来看看。没想到是你小子。”随着爽朗的大嗓门，一位穿着保安制服的大叔了过来：“赵叔，是您啊？我这是钥匙不见了，在找钥匙呢，不然这门禁我也过不去啊。”王峥一看还是记忆里的保安，而且对方还认识自己，那也就不怕走错家门了。嗨，这事你跟我说一声不就行了，还能不让你进啊？赶紧回去吧，你爸刚回没一会呢。听到这，王峥立刻一背书包，一溜烟窜了进去，很快就上楼到了门口。王峥掏钥匙开门，熟悉的布置映入眼帘。虽然自己创业后就搬出去住了，但是父母却一直住在这里。王峥有空时也会回来住几天，倒也不陌生。进门就是客厅，熟练的丢下书包，看着在厨房忙碌的身影，王峥还是喊了一声：“爸，我回来了。”换鞋子、洗手，自己先去看会书，等会你妈回来一起吃饭。王胜荣头也没回，继续在厨房里忙着。妈今天这么准时吗？不用加班了。你们老师电话打到我这边了，说你今天上课精神状态不好，还去了医务室。你妈心里着急，就不加班了。你是怎么回事？上课还敢睡觉？是昨天没睡好吗？还是锻炼太累了？说到这，王胜荣停下了手中的活，转头望了过来，看着父亲还是和前世一样坚毅的脸庞，王峥没来由的一阵开心。可能是因为父亲比起记忆里年轻了10几岁。我没事，医生检查过了，说是精神力消耗过度，我在医务室躺了一会就好了。我听同学们说这有可能是要自然觉醒的症状，不过我也不确定。王胜荣虽然还是板着脸，但是眼睛里的笑意却是掩藏不住。这些事情我也不是很懂，等你妈回来之后问问她，让你妈明天带你去她的单位检查下，等会我给你们老师回个电话，给你请个假。正说着，门就被打开了，王峥的母亲李亮推门走了进来，还是记忆里的模样，不过比起老爸老妈看起来更年轻，因为前世老妈是老师，就算平时对待自己很温柔，却还是有种教师的威严，有时候甚至看起来比老爸还严肃。但是现在却完全不同了，说不上来的感觉，没办法形容。老妈的眼睛里就像是有光，吸引着人的目光一直关注着她，深邃的瞳孔像是有莫名的魔力。王峥顿时像陷入了沼泽中，无法自拔，身子一软就要倒下。王胜荣一个箭步冲了上来，一把扶住了王峥，缓缓地将他放倒在沙发上，然后赶忙转头问道：“怎么样？”李亮也是十分激动：“胜荣，我看差不多了，小峥身体里的灵气快要达到觉醒的临界值了。不过为了确定，明天我还是带小峥去单位里查查。”“好好好，我王胜荣虽然自己没能觉醒，不过确实好福气，娶了个觉醒者老婆，现在儿子也要自然觉醒了。好，今天我得好好的喝一杯。对了，肉呢？带回来没？我赶紧给做了，给这小兔崽子好好补补。”李亮随手一丢，把一个塑料袋丢了过去，翻了个白眼：“他是小兔崽子，你是什么？老兔崽子吗？”王胜荣毫不在意，就是他要是现在觉醒，我以后就是老兔崽子。说完就回厨房继续忙活去了。王峥感觉自己脑子里是天旋地转，头重脚轻的，好像醉酒了一般。他能看到面前父母在交谈，但是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也看不清他们的脸。过了好一会，王峥才清醒过来，连忙坐起身子，发现老妈老爸都在看着自己，怕他们担心，赶紧开口道：“爸妈，我没事，就是刚刚突然觉得有点晕，现在好多了。”王胜荣说道：“我知道你没事，赶紧过来吃饭，从小到大吃了这么多好东西，临门一脚了，可不能掉了链子。”等到王峥也上了桌，李亮才开口说道：“小峥，刚刚是妈妈在用精神力给你检查，你会感觉到晕眩，是因为你现在没有觉醒，没办法控制自身的灵气，在我给你检查时，身体本能的自动反抗，导致灵气和精神力消耗过大。虽然说这样直接用精神力给你检查是不太准确的，也会让你有些难受，但是我想你应该不会怪妈妈的，对吧？毕竟今天你们老师打了电话过来，妈妈也是太担心你了。”好家伙，王峥直呼好家伙，难怪工作保密等级那么高，难怪老爸之前说去老妈单位检查，而且精神力检查，这是异能对吧？也就是说我老妈是自然觉醒的能力者，最起码是异能等级 B 的大佬。王峥无奈地说道：“妈，你是自然觉醒的能力者，精神系的。”李亮没有回答，只是笑着点了点头。那你是什么等级的 ？B 级还是 A 级？老爸呢？别告诉我，老爸也是觉醒者。什么等级？告诉你也没用，等你以后也觉醒了，我就告诉你。不过你爸可不是觉醒者，他就是有点力气而已。难怪老爸以前对我那么严格。爸，我还是想说，我今年已经快16岁了，这个暑假学校就要安排统一去注射药剂，觉醒只有30%的概率。如果我是说，如果我真的运气不好，没能觉醒，你可不能再揍我了。王胜荣这时候却是笑眯了眼：“小兔崽子，我告诉你，你老子我没什么本事，不过你妈还是很厉害的。本来吧，我们打算给你准备一支70%成功率的灵气药剂，不过现在我们不打算给你用了。”王峥听到这话，瞬间眼睛就冒光了。70%成功率的灵气药剂，好东西啊，听都没听说过。小峥，距离你成年还有将近3个月，你是完全有机会能自然觉醒的。刚刚妈妈给你检查过了，你的灵气值已经快要达到觉醒的临界点了。明天我会带你去所里好好的检查一遍，在这3个月里，你自己也要好好锻炼，争取自然觉醒。你要知道，你们灵气时代这一辈人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最初的5年内没能觉醒，就是一辈子都没有觉醒的机会了。而你们一旦身体成年了，没觉醒的话，即使再怎么吸收灵气，也没办法让灵气上限获得增长了，所以才会在成年后用灵气药剂来博觉醒的机会。但是你也知道，药剂觉醒是有极限的，而自然觉醒代表的是更高的潜力。你接触的少，可能不知道，其实全国范围内每年自然觉醒的人都不在少数，只不过都提前被个大名校或者军部招走了。你也要对你自己有信心，你现在就差临门一脚了，而且你的基础打得非常好，妈妈也对你有信心，你一定可以的。李亮的这番话对王峥的冲击力是巨大的，王峥毕竟还没有适应这个新的世界，也没来得及仔细的思考。
自己的母亲本身就是灵气研究所的人，而且还是旧时代就自然觉醒的精神系大佬。自己这身体16年来，恐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了不少珍贵的资源，更何况如今还有3个月时间，爸妈也会全力帮助自己。如果这样都没信心的话，那还不如就做个普通人的2代算了。想到这里，王峥豪气大发，猛地一拍大腿喊道：“好，我一定能自然觉醒！”心里默默地补充一句：“最好是自然系，让自己过一把法爷的瘾。实在不行，跟老妈一样，精神系也不错。”好，有信心就好。男子汉大丈夫就是要有这样的志气。快吃，快吃，这可是你老子亲手做的益寿肉，你妈每个月就这么点份额，不要浪费。王胜荣不停地给王峥夹着菜，王峥闻着这肉的香味十分诱人，埋头就是干。不一会，一大盘肉全被他一人吃完了。就在这时，王峥看着自己视野里右上角有一行小字：灵气值100，下面还有一行灰色的小字：荆棘之心价，还有个加号，这不是摆明了就是让人点吗？王峥集中精神盯着那个加号，只感觉自己的身体在缓缓发烫，加也在慢慢的消失，荆棘之心几个字逐渐变亮，然后只听轰的一声，一股暖流就从心脏流向四肢，身上暖洋洋的说不出的舒服。王峥缓缓的抬头，我好像觉醒了，然后头一歪就不省人事了。眼前的这一幕把王胜荣和李亮也吓得不轻，毕竟谁也没见过刚说要努力觉醒就突然觉醒的人啊。李亮当机立断，直接用精神力托起王峥就要往研究所飞去。王胜荣一把拉住老婆的胳膊，摇了摇头，抱起王峥就往楼下冲。待到两人都上车后，一路朝着研究所开去。吱一声急刹，车停在了研究所的门口。李亮托起王峥就往里走，而王胜荣却没办法进去，只能在门口等着。李亮一路进入研究所内部，路上的安保人员看到是李亮也当作没有看见，一路刷卡深入研究所内部，直到把王峥放在检测仪上，启动仪器开始运作，李亮才松了口气。灵气值0100，已觉醒，效果未知。检测显示灵气耗尽，身体虚弱，被动吸收的灵气无法提供身体所需要的营养，所以才会昏迷。李亮把王峥从检测仪上转移到营养舱，加了几支营养剂之后，犹豫了半晌，还是对着营养舱内输入了一点灵气，只希望王峥能够快点恢复。操作完之后，李亮返回门口，把情况简单的和王胜荣说了下，就让王胜荣先回去了，自己则决定留下陪着王峥，等待王峥清醒过来。很快，李亮就回到王峥身边，先是把相关的数据都记录下来，然后又填写了一份表格，论自然觉醒与灵气上限的相互影响。毫无疑问，王峥是特例，之前所有的自然觉醒人员都是经年累月的锻炼中不断的吸收灵气，使得灵气的上限突破100，然后自然而然的觉醒天赋，甚至觉醒后还可以略微的增加一些灵气上限。但是王峥却不一样，他觉醒后虽然灵气上限并没有降低，但是所有的灵气被消耗一空，而且连身体的营养都被吸收了很大一部分，人更是直接昏迷不醒了。在看到王峥的检测结果显示能力未知时，李亮的心情也是忧喜参半。忧的是未知能力代表华夏没有人觉醒过此类能力，最起码数据库是没有记录的，自己怕没有办法帮助王峥开发和运用异能了。而且这次的昏迷很大可能也是因为天赋的特殊性。喜的是未知也代表着无限的可能，如果王峥能够靠自己走出一条路，那最起码作为此类能力者的先驱者，不说名留青史，但最起码名字进入教科书那是肯定的。李亮不停地写画画，不知不觉中天已经大亮，研究所里的人也开始陆陆续续多了起来。小张，你过来把数据实时记录下，如果他醒了，第一时间通知我。李亮随手喊过身边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研究员，然后又对着其他人说了一句其他研发部的所有人，5分钟之后会议室开会。5分钟后，会议室内坐着10几个不同的研究员，都在等着李亮开口。今天跟大家开会呢，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在昨天晚上，我的儿子成功的自然觉醒了，目前他正在我们的研究所内，检测结果天赋能力显示为未知，我想大家应该明白这代表着什么，我们京南研究所第一次发现了未知的觉醒天赋。李亮话音刚落，会议室里就炸开了锅。好呀，这是又为我国的异能数据库增加了一笔珍贵的记录啊。有人开口说道，不愧是李主任的公子，不但成功觉醒，而且还是一种新的天赋能力。有人拍马屁，李主任，贵公子现在在哪呢？已经开始做过能力测试了吗？具体什么是类别呢？未知的话，大概率是超人系的吧。这时又有一个老研究员开口了。李亮轻轻地扣了扣桌子，会议室里立刻安静了下来。这就是这次开会的原因了，资料我给大家发下去了，上面详细记载了此次自然觉醒的全部过程，而且是我本人在场亲自见证的，可以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向我提问。目前王峥还处于昏迷状态，我希望就此次案例，大家群策群力，大胆地提出猜想和假设，为以后此类型的觉醒者留下足够充分的应急方案。李主任，王峥已经醒了。小张敲响了会议室的大门。王峥刚刚清醒，看着视线里右上角的信息有些兴奋，果然金手指可能会迟到，但是绝对不会没有。之前显示的灵气值和荆棘之心的地方变成了个人信息，王峥按照之前的操作，集中精神心中默念个人信息，随即便打开了个人面板。体力值70110，灵气值20-100，体质11，影响体力值，防御力，力量9，智力8，元素适应性，精神7，敏捷8，反射神经。荆棘之心在被一次攻击命中后，对攻击者造成此次攻击10%的反射伤害，并且附加额外体力值1%的属性伤害。看着荆棘之心的详细介绍，王峥仿佛听到了心碎的声音，他的法爷梦破碎了，自己不但没有觉醒元素系的天赋，甚至不能算是防御性的能力，非要分类的话，挨打流。就在王峥感慨觉醒的能力不够强力时，李亮走了过来，小峥，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们再做一次检查，顺便测试下你的能力。王峥立刻跟在李亮后面又做了一次检查，灵气值21-100，已觉醒，能力未知。随后，李亮把王峥带到一间空旷的房间，正中央摆放着几个假人，四周还有一些锻炼用的器材，一看就是测试专用场所。小峥，试试你的能力，不过要注意控制，不要伤到自己。
妈，我能感觉到我的天赋是反伤类型，好像不是很强。王峥一边说着，一边开始尝试调动体内的灵气，激活自己的能力。王峥心里默念激活，只看见他的体表迅速生长出一条条青绿色的藤蔓，藤蔓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尖刺。李亮用手去摸了摸，这些藤蔓没有实体，手可以直接穿透过去，然后又对着王峥的胳膊轻轻地打了一拳，只见青光一闪，李亮感觉自己的胳膊也同样像是被触碰了一下，而且还有一些发麻。小峥，灵气消耗呢？开启异能后可以持续多长时间？王峥有些诧异，自己没有感觉到有消耗啊，数据面板里显示还是21/100。看着旁边在记录的工作人员，一时间王峥有些不知道怎么开口。这时候李亮也察觉到了王峥的异样，开口说道：“小张，你先下去忙吧，这边我亲自来记录就好，你们也都先去忙自己的事情，都不要围着了。”然后接过录用的 pad， 看着只剩下母子2人的房间，王峥小心翼翼地说道：“好像没有感觉到需要消耗灵气，我感觉这是个被动。”被动？李亮有些不理解，这个是游戏术语，就是我不需要主动操作便可以自动触发，我仅仅只需要选择是否激活能力就可以了，之后就可以一直维持在开启状态，而且我感觉好像还可以隐藏，不让他这么扎眼。紧接着，王峥开始调动自己的灵气，身上围绕着的藤蔓开始一根根的减少并且消失，最后还原成没有激活天赋的样子。小峥，你不要太过妄自菲薄，你的能力绝对不弱，任何一位觉醒者使用能力都是需要消耗灵气的。如果你的异能真的不需要消耗灵气就可以长期维持，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天赋。而且你要知道，没有弱的能力，只有弱的觉醒者。如果你能找对开发方向，肯定会很强的，就是可惜在此之前没有出现过相似的天赋，没有可以参考的案例，以后都要靠你自己了。李亮摸着王峥的头安慰道。王峥只是没能觉醒元素系天赋有些遗憾，而且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觉醒的天赋也未必是这个荆棘之心，如果是的话，那自己视野里看到的数据面板又算什么呢？妈，我明白了，我现在好，什么时候能回去啊？我还要上课呢。好，还有一些简单的测试先做完，然后妈妈就带你去吃饭，我让你爸来接你，今天就不要去上课了，你爸已经给你请好假了。随后又让王峥做了一些冲刺跑、摸高、卧推的项目才算结束。紧接着，李亮带着王峥去了食堂，还特意吩咐大厨炖了一些异兽肉。王峥也是确实饿了，很快就把食物一扫而空，随后在李亮的注视中上了王胜荣的车。上车后，王胜荣也没有再问关于异能的事情，看来老妈应该都跟老爸说过了吧。回到家后的王峥一头扎进了自己的卧室，又点开了自己的数据面板，灵气值23102，看到自己的灵气值上限竟然涨了2点，王峥猜测应该是和吃的异兽肉有关，毕竟昨天自己突然出现数据面板的时候，也是因为吃了异兽肉，看来以后要让老妈多弄一些。想着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满打满算也就10几个小时，就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自然觉醒的天才能力者，王峥顿时兴奋地蹦了起来，打开电脑搜索起相关觉醒者的信息。很快，一篇关于觉醒者的基础扫盲篇的帖子就进入了王峥的视线。自灵气时代以来，所有人都会被动吸收灵气，改善身体素质，并且缓慢地提升灵气上限。简单来说，人体就像是一个容器，你不停地吸收灵气，就有机会把这个容器扩大，容器越大装的灵气就越多。如果天赋足够好，容器扩充的足够大，也就是灵气上限达到100，就会自然觉醒。16岁成年之后就没办法扩充上限了，只能注射灵气基因药剂，借助药剂的力量让体内不足100的灵气发生异变，从而觉醒天赋异能。如果还是没能觉醒，就只能一辈子做个普通人了。而且就算是觉醒后，灵气上限也只能通过被动吸收灵气来提升，灵气的提升也能反馈给身体，提高身体素质，身体素质的提高又能促进灵气吸收，这样形成一个循环。不断的使用异能消耗灵气，也可以达到同样促进吸收灵气的效果。身体上的锻炼配合异能的不断使用开发，这也是目前主流的修炼方法。而自然觉醒者就要轻松得多，即使不锻炼，灵气上限也能得到快速的提升，这也是为什么各大高校都会抢着要招收自然觉醒者的原因了。觉醒者按照灵气值的上限来分等级 ，F 100 ，E 200 ，D 500，C 1000，B 2000，A 冒号5000。目前公布最高的等级就是 A 级，不过王峥猜测后面肯定还有更高的等级，只不过没有公布罢了。按照异能分级来算的话，王峥目前算是最低级的 F 级异能者，不过王峥也意识到了自己可能和绝大部分的觉醒者都不一样，因为他的异能是被动，而且无消耗。时间在王峥查询资料的过程中很快就流逝了，等到晚上8点多，李亮才下班回家，而且同样带回来了异兽的肉。王峥迫不及待就要自己去煮了吃，却被王胜荣赶出了厨房。好不容易等到出锅上菜，王峥立刻就大口吃了起来。如果猜测正确，那自己的实力就可以快速的提升了。3下5除2的把所有异兽肉都吃完，王峥兴奋的一拍大腿，数据面板里的灵气值已经涨到了103，直接上涨了1点。王峥1秒都不带犹豫，打算直接跟老妈摊牌，毕竟今天也看到了老妈在研究所里的地位，有老妈罩着，自己完全可以快速提升异能等级，而且自己也没有途径能够接触到异兽，异兽食材并不在市场上流通。妈，我吃异兽肉可以提升灵气上限。王峥直接说道。李亮却一下子没能反应过来，所有人都可以通过食用异兽肉来提升灵气上限。异兽本就是动物吸收灵气变异而来的，它们的肉质是含有灵气的，长期食用，灵气上限提升的也会更快。这些都是你上大学后会学习的知识。对了，你自然觉醒的资料已经提交上去了，估计很快也会有大学对你特招。目前国内最好的肯定是帝都大学和魔都大学，去哪里爸妈都支持你，你自己做选择。王峥摇了摇头，妈，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我刚刚吃完这一盘肉，我能感觉到我的灵气上限直接提高了，而且这是我今天第2次有这样的感觉了，第一次是在研究所吃完午餐后。如果您不放心，我可以明天再去一次研究所检测，不过我希望您暂时保密，我也可以配合您的研究，但是如果被外人知道，我不放心。至于您说的大学的事情，我也有考虑过，
京南大学也是全国顶尖的学校之一，如果您能够有充足的异兽肉提供，我就可以迅速提升异能等级了。而且留在京南，第一离家近，第二就算我的异常被发现了，还有您能保护我，我可不希望去帝都或者魔都还要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万一被人发现抓走切骗了怎么办？李亮看着王峥，发现儿子是真的成熟了，拥有这样特殊的天赋，第一时间想着的不是炫耀，而是先考虑自己的安危。不过该敲打还是要敲打的，不能让这小子太得意忘形了。现在没有被发现的异能多了去了，发现一例特殊的样本保护都来不及，谁说要被切骗了？胡说八道。不过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选择学校的事情先不着急，反正你还有2个月才放暑假，在研究所检测会有数据留存，明天我带一个小型的检测仪回来，确定这不是你感觉出错了，再谈其他的。王峥看到妈妈支持自己的决定，思绪直接起飞了，一天只要能多吃几顿，1-2年就能喂出个 A 级觉醒者。想到这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妈，这异兽肉是哪里来的？能大量获取吗？我刚刚算了下，我要是一天吃10顿，平均一天涨个10几点上限，1年就能上 A 级了。李亮直接打破了王峥的幻想，还是一天10顿？你当这异兽肉是大白菜吗？我给你吃的全是从我份额里扣的。我这样的后勤工作者，不上前线是很难获得大量异兽材料的，而且也不是所有异兽肉都可以吃的，每一种都是国家先回收，然后通过特殊处理后才发下来的。直接给你吃，你早就发狂了。早年间就有人吃过，直接就疯了。即使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我们对异兽的了解依然是远远不足的。我警告你啊，以后可不能随便吃没有处理过的异兽。当然，最好你也不要上前线，最好大学志愿也选个文科，做个后勤研究人员也不错。李亮说着说着就跑题了，王峥却是一盆凉水，从头浇到了脚。本来以为这能够直接起飞，没想到这捷径也没有这么好走。王峥还想着，就算从正规途径弄不到，老妈实力这么强，搞点最低级的异兽，先帮自己把前期渡过去，后面等自己异能等级上来了，就可以自给自足了。万万没想到，这些肉还要经过特殊处理，那看来这是彻底没戏了。王胜荣看见王峥低着头不说话，抬手就是一巴掌打在他的头上，只见青光一闪，王峥虽然是疼得龇牙咧嘴，王胜荣却也是感到自己头皮一麻。小兔崽子，我看你是要造反，还敢还手抬腿就朝着王峥的屁股踹去。突然又想到了他的异能，及时刹住了车。王峥挨了王胜荣2辈子的打，现在也硬气起来了，不躲不闪，大喊道：“我这是被动技能，自动触发的，关不了。你只要打我，就相当于打你自己，你要打就打吧。”李亮看见父子2人打闹，无奈的笑了笑，端着饭碗就要往厨房走。王胜荣见状，立刻抢了过去，陪着笑脸道：“哪能让你这大科学家的手干这些？我来就好。这小子刚刚觉醒，啥都不懂，你多跟他聊聊，免得他不知道天高地厚，闯出什么大祸，毁了前途。”王峥偷偷的给老爹竖了个大拇指，妈，你老说异兽、前线什么的，我们大家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过，异兽真的有这么危险吗？李亮心想，自己老公说的也有道理，虽然以后这些知识都会在大学里学到，但是看现在自己儿子刚刚觉醒，都想着1年成 A 级了，也怕王峥好高骛远，提起告诉他一些情况也不是坏事。你没有看到，是因为我们江南省处于平原地区，山少森林也少，原本野生动物就不多，现在的大江省、大蒙省、川蜀省、云滇省等内陆地区，很多以前的郊县农村已经完全被摧毁了，根本没办法生存，很多道路也完全被森林植被覆盖，城市之间连交通都变得十分不方便。而且自从洞天出现之后，地貌也有了变化，森林在不断的扩张，无数的军人和觉醒者都驻守在内陆，守护着城市，清理异兽。你也知道，自从异兽进化之后，热武器对异兽没有了效果，普通的子弹根本没办法穿透它们的皮毛，灵气子弹的研究也一直没有进展，只能靠着觉醒者来对付异兽。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免费提供灵气药剂，帮助大家觉醒的原因。听到母亲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王峥心想，现在的情况也许没有那么乐观，之所以查询不到这些消息，可能绝大部分都被屏蔽了吧，或许是不想造成民众恐慌，在这个不太安稳的年代，自己还是应该先苟着变强，最起码以后有能力保护父母。心里给自己定了一个稳中求强的小目标，王峥沉沉地睡了过去。今天是4月17号，王峥重生的第3天，要不是王胜荣拿着擀面杖喊王峥起床，那今天肯定要睡过头。王峥心里一阵嘀咕，都毕业多少年了，现在突然告诉我6点半就要上早自习，这不是折磨人吗？本来还想着高3再待1年的，现在想想还是早上大学算了，反正听说特招的试卷都特别简单，而且只考语文数学。一路打着哈欠进了教室，一大帮子的同学就都围了过来，倒是把王峥给吓清醒了。卷毛第一个就冲了过来，抢过王峥的书包，一副狗腿子的模样，大喊道：“都让开些，没看到我峥哥来了吗？这可是我们京南一中今年的第1例自然觉醒者。”周围的同学们也纷纷开口：“王峥，你真的觉醒了吗？是什么感觉？什么系的天赋？峥哥牛啊！平时就你身体素质最好。前天我们还讨论你是不是要觉醒来着，果然被我说中了吧？王峥，你是平时是怎么锻炼的呀？有没有什么窍门？对，给大家分享分享经验啊！”乌泱泱的一大堆人围过来，王峥感觉自己脑子都要被炒炸了，这消息传的也太快了，实在是难以抵挡同学们的热情，而且非要说的话，王峥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锻炼的呀？难道回答说就吃了一口异兽肉就觉醒了？这也太装杯了吧！而且这异兽肉一般人也吃不着呀。本着低调为准的原则，王峥也只能开口说到：“同学们，不好意思，我只是运气好，侥幸罢了。锻炼就是按照学校的方法，没有什么窍门的。本来大家也就是随便问问，谁不知道自然觉醒靠的就是一个天赋，真要靠锻炼就能随便觉醒，自然觉醒者早就烂大街了。”这时却有一个不合群的声音传来过来，不愿意说就算了，一个大男人真小气，搞得像过几天大家都不能觉醒一样。还有你们一个个都围过去干什么呢？马上就上自习了，热脸贴人冷屁股，很有趣吗？周围的同学们听到这话也是一脸的尴尬，最后纷纷回到自己座位上了。王峥自然是莫名其妙，抬头看去是前世记忆里的学习委员，两人基本没有交流过，姓张还是姓李来着，记不太清了，现在估计是心理不平衡吧。本来想着不跟这样的小屁孩多计较，但是看着这人一副你不说不行的模样，王峥顿时觉得惯不了他这臭毛病，看你穿的人模狗样的，怎么大清早出门不刷牙呢？
嘴巴这么臭，难不成是什么酸柠檬爆炸了？真酸啊！周围的同学听到王峥这么调侃人家，脸都憋红了，卷毛他们几个更是笑得四仰八叉。被王峥这么一通阴阳怪气，学伟立刻就爆炸了。大家都是同学，你不过就是先走一步，问问经验怎么了？这都不愿意说，你就是自私自利，不愿意帮助大家共同进步。王峥都被气笑了，没想到还真能遇到这种人，典型的我弱我有理啊！对，你说的对，继续说，你把我说高兴了，我就告诉你我的独家小窍门。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就算，我还不见得愿意听呢。学伟还以为王峥认输了，毕竟在他的观念里，他是站在大家的立场上为大家争取利益，只要坚持闹下去，肯定也会有人支持他的。王峥自己是没办法跟整个班级对抗的。算了，既然你这么坚持，我就告诉你吧。其实我的窍门很简单的。学伟的注意力瞬间就集中了起来，其他同学们也都安静下来，准备听王峥要说什么。窍门就是我的天赋比你好，我还有个自然觉醒的妈，你有吗？我猜你不一定有，不然你也说不出这么蠢的话来。现在重新去投胎应该是来不及了，不要我吃点亏，你喊我生爹，万一有效果呢？王峥讥讽的声音响了起来。哈哈，这次同学们再也憋不住了，一个个都放声大笑起来。你，学伟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全身血液都好像在往上涌，俗称上头了，一下子冲到王峥面前。王峥却是看都没看他一眼，缓缓地坐了下来，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你要考虑清楚哦，你只要敢碰我一下，我今天不把你揍得满脸桃花开，你都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学伟瞬间就冷静下来了，对比了下双方的战斗力，发现自己似乎真的拿王峥没有办法，万一真的他动手了，自己肯定不是对手，最后只能灰溜溜地跑回自己位置上去了。正式上学的第一天就遇到这的事情，王峥自己也是恶心坏了。这时候卷毛也来安慰王峥：“峥哥，没必要为这种人生气，一天到晚打小报告的主，还真以为大家都怕他呢。跟哥们说说啊，觉醒什么感觉？”王峥没好气到有个锤子感觉，吃饭吃着吃着就突然晕倒了，醒过来就发现觉醒了。昨天请假就是在家里倒着呢。方浩，你问问题都问不到重点。峥哥，你觉醒的什么异能啊？前排的刘毅和王存心也转过头来。方浩是卷毛的本名，超人系的，未知能力不在目前已知的能力库里，信息已经提交了，还要等待检测。王峥也不愿意多说，毕竟同学们都没觉醒，打算终结这个话题了，免得再说下去刺激到他们。牛啊，不愧是我峥哥，一来就整个新天赋，一代新的战神正在崛起。卷毛又开始尬吹，王峥实在听不下去了，送上一根中指，然后不再理他，拿出书本开始自习。刘毅和王存心看王峥不想再多说，也就转过去了。出了早上那一档子事之后，虽然同学们还是很好奇，但是也没有其他人再来找王峥了。王峥自己也是乐得清静。中间校长还带着教导主任来找过王峥，想要王峥做一个校内的演讲，王峥自然是推脱掉了。看着校长那张老脸，都快笑成褶子精了。王峥一阵恶寒，差点没忍住激活荆棘之心，反射着精神攻击了。好不容易熬到放学，王峥背起书包就跑，一收肉我来了。回到家之后，只有王胜荣在家，李亮还没回来，王峥只能自己回房间继续看书。人在等待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特别慢。为了提升实力，王峥宁愿饿着肚子，也要等李亮回来再吃饭。眼看着已经7点多了，王峥饿的是前胸贴后背，老妈怎么还不回来？我饿得不行了。王峥，出来吃饭。王胜荣的声音从客厅传来。王峥一脸欣喜地拉开房门，老妈回来了。你妈刚刚给我打过电话了，今天临时有事去魔都了，最快也要明天才会回来。你赶紧吃饭，吃完允许你休息一会，等我收拾完，我就带你下去跑步。啊，不是说好了今天会回来的吗？怎么突然就去魔都了？那我的易瘦肉怎么办？还有啊，爸，吃完饭都8点多了，还要出去跑步。我是自然觉醒者，灵气上限是可以自动提升的，没必要这么拼命锻炼吧？在学校我已经锻炼很久了。王峥满脸的不愿意，自己不但没有易瘦肉吃，大晚上还要下楼跑步。王胜荣反手就是一个暴力小兔崽子，就你话多，有点天赋很了不起吗？只有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壮，才能更快速的吸收灵气，这是所有觉醒者都必须要做的锻炼，自然觉醒者也不例外。而且你要知道，你是在快满16岁的时候才觉醒，说明你的天赋其实并没有其他自然觉醒者好。真正的天才13、14岁就有觉醒的，别人比你早几年踏上觉醒者的道路。在这样的前提下，你还要放弃锻炼吗？王峥一边扒拉着饭，一边小声逼逼，但是我可以吃肉来提升灵气上限呀。等到王胜荣收拾好碗筷，无奈的王峥也只能换好衣服，跟着王胜荣一起下楼跑步去了。由于昨晚跑了个半死，回来之后洗漱完就直接睡了，睡得太早，导致今天起床5点多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起床后，王峥欣喜地发现数据面板中自己的灵气值又提升了1点，所以说在没有外力借助的情况下，自然觉醒者2天增加1点上限，很好，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王峥给自己打气。由于今天起得太早，时间充足，王峥慢悠悠地走到了学校，路上还在路边摊买了几根油条当做早饭，毕竟他的运动量这么大，不多吃点可不行。一进教室，卷毛又凑了过来：“峥哥，我跟你说，我感觉我也有可能要自然觉醒了。昨天回家后，我就总觉得身体里面有一股热流冲来冲去。你之前也有这样的状况吗？”“我是没有，我觉得你这是练了内功神功大成了。”王峥调侃着说道。上午都是文化课，王峥也没怎么仔细听，毕竟前世的记忆还在，他还是有些底子的，就只顾着自己默默地复习历史。在此期间，校长又来找了王峥一次，王峥也是无奈地拒绝了校长的演讲邀请。不过他也可以理解，毕竟今年2中和13中都早早地出现了自然觉醒者，1中也只有自己刚刚觉醒。不过好歹也是出了自己这一个，不至于让人说1中还不如其他学校。由于今天是周六，上午的课程上完后，下午就只有2节体育课。自由活动时，王峥和同班同学一起跑了几圈。按照之前卷毛的说法，自己虽然快点，也没有和同学们拉开很大的差距，但是现在自己已经能轻松地跑进100米10S了，而且在耐力上也明显比他们更好。卷毛伸着舌头，喘着粗气。
看着面色红润、没事人一样的王峥，峥哥，你也太畜生了吧！虽然之前你也跑得快一些，但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一点都不累啊。刚觉醒就能让人的体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你说那些 A 级的觉醒者，他们的身体素质得有多好？我是不知道别人身体素质有多好，但是你们几个体育成绩好的，就算不能自然觉醒，肯定在用药剂之后也会觉醒的。你现在的身体素质越好，就代表你身体里吸收的灵气越多，灵气越多，自然觉醒的成功率就越大。你们肯定也可以的。王峥说的也是实话，卷毛他们几个听到之后也松了一口气，毕竟人家已经觉醒了，家里还有个起码 B 级的母亲，对觉醒的事情肯定比他们更了解。本来大家都差不多在同一起跑线，现在王峥领先一步，说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峥哥，那是王叔叔吧？在对这边招手呢。卷毛喊道。王峥看到自己老爸跑到学校找自己，连忙跑了过去吧。你怎么来学校了？你之前不是说过周六下午就只有体育课吗？反正也现在也快放学了，赶紧跟我回去。你妈回来了，马上到家。王峥一听老妈回家了，赶紧跑回教室，背起书包就冲了出来，跟着老爸就出了学校。回到家后，看到老妈正坐在沙发上喝茶，面前茶几上大大小小的包裹放了一堆。王峥激动的大喊：妈，你终于回来了！李亮却没有理会王峥，而是转头吩咐王胜荣，这边一共有4种异兽肉，这边2种，一种是魔都研究基地饲养的风灵兔，这是培育出的第3代，一种是野生的风灵兔，另外2种，一种是牙狼，一种是土猪。你把这4种每样都选一份去做了，给小峥试试。王峥看着桌子上的袋子，大概每重3、4份的样子，心想这次发达了。又看见李亮拿出来一块电子手表，递给王峥，这个是国家最新研发的小型测试仪，没有其他的功能，只能测试你身体里的灵气容量，直接戴在手上就好，别弄坏了。研究里也没几块，目前还是测试版本，我特意申请来的。王峥接过测试仪，随手就扣上了，看着表盘上显示着104，然后问道：妈，这可是好东西啊，以后会普及吗？要是再把通讯定位功能加上，这不就可以替代手机了？而且对还没有成年的同学来说，更能直观的看到自己的灵气数值，甚至有可能增大自然觉醒的概率。现在检测点那么少，检测费用还贵得离谱。李亮没好气的骂道：轮得到你来关心这些？国家早就有相关的计划和发展方向了，以后成本降下来之后肯定要普及的。现在的测试点贵和少，那是因为测试点本来针对的对象就是觉醒者，大型的测试仪主要是测试和记录能力变化和相关灵力数据的。王峥一想，也是国家肯定比自己考虑的全，自己还是不要瞎操心了。于是又问道：妈，你昨天怎么突然去魔都了？李亮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打开之后，里面装着一枚水滴形状的结晶体，这是灵气结晶，非常珍贵罕见，只有在进化程度10分高的异兽身上才有可能产出。我这次去魔都就是为了换这一枚灵气结晶。王峥看着眼前珍贵异常的灵气结晶，陷入了沉思。这算什么？是前世小说漫画里的妖兽内丹吗？随即问到：这灵气结晶有什么用吗？李亮开口解释，灵气结晶是异兽全身精华所在。异兽在进化到一定程度后，全身的灵气过于庞大，就会形成灵气结晶。不同的异兽形成的结晶也会有所不同，但基本全是结晶状，颜色越深，灵气浓度越高。关于灵气结晶的运用，目前还处于研究当中。不过随身佩戴一枚，可以加强人体对于灵气的吸收，而且灵气本身是没有属性的，异兽的灵气与人类的并无不同，所以也可以吸收结晶内的灵气。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灵气结晶里的灵气也会慢慢的消散。所以虽然灵气结晶目前存量不少，但这毕竟算是一种消耗型资源，所以也是十分珍贵。我告诉你，我可是把之前所有的贡献点都拿出来兑换了这枚灵气结晶，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运用它，不要荒废自己的天赋。王峥心里有些感动，没想到这枚灵气结晶这么珍贵，随即又问到贡献点是什么。像我们这种长期处于后方的科研工作者，除了满足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以外，剩下的大部分福利待遇都会折算成国家贡献点。就像这次上报你这种新型的反伤能力，弥补了国家数据库的不足，就得到了贡献点的奖励。用贡献点可以兑换市面上不流通的珍贵资源，比如不同种类的异兽肉、异兽材料所做的武器防具、灵气结晶等。异兽材料还能做武器吗？王峥问道。当然可以，你也知道现在灵气热武器研究还没有什么进展，因为灵气一旦离体就很容易消散，没办法造成杀伤。而且并不是所有觉醒者都可以徒手对付异兽的，很多异兽它的防御力十分惊人，就比如这种土猪，不但皮毛坚韧，甚至可以使用灵气在身上附着土甲，如果不使用武器的话就难以造成伤害。想要穿透异兽的防御是必须要附着灵气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异兽身上的材料和部分金属融合所制作出来的武器可以极大的提升灵气的附着性，所以异兽的材料也是一种珍贵的资源。母子二人在客厅谈话，厨房的香气也传了出来，很快王胜荣就做好了第一份异兽肉端了上来。这个是饲养的风灵兔，先试试这个。李亮也停下了话头，示意王峥先把这一份肉吃了。王峥自然是不会拒绝，几分钟就把这一盘肉吃完。吃完之后，王峥只觉得肚子里暖洋洋的，很快手表上的数字变成了105。王峥看向自己的数据面板，灵气值一栏也显示105，这下成了。王峥虽然心里十分兴奋，却也没有大呼小叫，偷偷的瞄了一眼李亮。李亮现在是真的相信了，毕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灵气量就有所提升，这似乎并不能用巧合来解释。王峥紧接着吃完了第二份野生的风灵兔肉，灵气总量变成了106，看来野生和饲养的并没有区别。第三份牙狼肉吃完，灵气值变成108，第四份土猪肉110。王峥心里猜测，这应该是异兽的等级不同，所以肉里所含的灵气比例也不一样。王胜荣倒是比王峥还要兴奋，大喊道：我就知道这小子是个天才。随后问道：小峥怎么样，还能吃吗？还吃得下的话，爸再给你去做一些。王峥现在已经被撑的话都说不出了，感觉吃的肉都堵到嗓子眼了，连忙摇头。正常人这么吃2份就受不了了，他吃了4份，已经是极限了。
王峥心里暗自可惜，想着自己要是个大胃王，可能实力会提升得更快吧。李亮和王胜荣两人相视一笑，心里想着以后自己的工资和贡献恐怕都要变成肉，被王峥吃到肚子里去了。王峥伸手拿过水杯，猛灌了一口，一边从上往下顺着胸口，一边打了个长长饱嗝。妈，还有那什么灵气结晶呢？给我看看。李亮递过来的装有灵气结晶的盒子，刚要开口提醒王峥小心保管，不要随意在外面暴露，就看见王峥的手一接触到灵气结晶，瞬间深蓝色的结晶颜色在慢慢变浅，就像是褪色的颜料一般。而王峥手上带着的测试仪显示灵气值也在不断的提升，111兆113117220125，130一直提升到233才停了下来。一旁的李亮和王胜荣已经惊呆了。王胜荣关心地问道：小峥，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李亮比起普通人更能理解到这个情况的危险性，立刻用精神力定住王峥的身体。小峥，不要集中精神，放松身体，不要想着反抗，等会你可能会感觉到身体疼痛，妈妈会给你催眠，尽量减轻你的痛感。因为正常人在这么短时间内提升100多的灵气上限，甚至从 F 级升到了1级，灵气会自动反馈到身体，身体素质短时间内提升太多，人是没办法承受的，早就痛不欲生，甚至直接爆体了。不过很显然，王峥不是正常人，他像没事人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李亮也愣了，小峥，你的身体素质没有得到加强吗？没事啊，我也没有感觉到自己的体质有变强。王峥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素质有得到提升，疑惑之下打开了自己的个人属性面板，体力值110110，气值233233，体质11加，力量9加，智力8加，精神7加，敏捷8加，经济之星加。在被一次攻击命中后，对攻击者造成此次攻击10%的反射伤害，并且附加额外体力值1%的属性伤害。立体双 A 加灰，发现自己的个人属性都没有变化，只是后面都多了一个加号，最下面也多了一个立体双 A 的天赋，就和当时觉醒荆棘之星一样。李亮也是十分疑惑，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能如此快速的吸收灵气结晶里的灵气，难道快速吸收的代价就是灵气等级提升不能反馈身体素质吗？因为以前从没遇到这样的案例，李亮一时也有些拿不准。这时王峥小声的说道：妈，我感觉我又要觉醒了，如果等会儿我晕了，不要再把我送去研究所。随后集中精神点向了新的天赋。李亮缓缓打出3个问号，就没见过比自家儿子更离谱的人，吸收灵气跟玩似的，一天之内就从 F 级觉醒者提升到了1级，现在居然告诉他又要觉醒了。是的，没有错，又灵气时代开始的这20几年来，国内外这么多人也没听说过有人能觉醒2次啊。王峥现在也没有办法能够顾及到自家老妈的感受，果断的两眼一闭，晕了过去。王峥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暖洋洋的，就像泡在温泉里一般，好似有无数看不见的小手在给他做全身按摩。迷迷糊糊中，仿佛有无数色彩斑斓的光点往自己的身体涌来。就在王峥享受时，突然一股强烈的撕裂感传来。王峥觉得自己身体的每一根骨头、每一块肌肉，甚至每一个细胞都仿佛在被撕裂、揉碎，然后重新融合再组装起来。王峥疼得大喊一声，惊醒过来，看着依然守在自己身边的父母，王峥有些感动。李亮关心地问道：小峥，你还好吗？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王峥摇了摇头，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体力值110110，灵气值15-100，体质11，力量14，智力8，精神7，敏捷8。荆棘之星在被一次攻击命中后，对攻击者造成此次攻击10%的反射伤害，并且附加额外体力值1%的属性伤害。立体双 A 将自己体力的50%转化成力量，开启了一个新的天赋，力量比之前增加了5点。王峥并不知道这些数值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其他人的数值是多少，因为除了灵气值之外，在这个世界的力量体系中是没有对剩余几种属性划分等级的。人们看重的只有天赋异能，身体素质只是异能提升的附带品。王峥握了握拳头，感受着胳膊上隆起的肌肉，比起之前完全不在一个档次。王峥自己也知道，他似乎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觉醒者都有所不同，除了都有灵气之外，他好像只是一个没有觉醒的普通人，通过灵气开启一个个的状态，增加自己的实力，自己所有的能力都不用消耗灵气，灵气上限的提升也不会反抗给他更强的身体素质。王峥觉得自己就好像是游戏中的角色，获得灵气，开启技能，身体能力需要自己加点。李亮看着王峥半天不说话，拳头在这里捏了又放，放了又捏，连忙问道：你刚刚说的又要觉醒是什么意思？王峥看这次并没有觉醒什么其他的能力，只是力量有所增加，所以也只是含糊其辞说道：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当时有这样的感觉。毕竟他总不能说他能够看到自己所有的属性以及能力介绍吧？那你的灵气值总量怎么又重新变回100了呢？王峥心里猜测，自己可能每提升一个异能等级，都可以觉醒一个新的天赋或者说是技能。每次觉醒天赋又需要扣除自己的灵气值上限，可能需要扣除的上限有多有少，就像第一次觉醒荆棘之星的时候，自己总量只有100点，如果全部扣完，自己就变成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体内没有灵气的普通人。所以当时直接就晕了，而且身体也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状况。刚刚这次觉醒自己的上限是223点，如果扣除200的话，自己同样没有办法达到100点的觉醒者界限，所以这2次自己都晕了过去。当然，这也只是王峥自己的猜测，如果猜测正确的话，那下一次500点觉醒时，最好直接攒到600以上，到时候就能知道了。我好像是觉醒了新的天赋，所以才导致我的灵气值上限变低了，但具体是什么说不出来，只觉得应该是力量增加了，应该是力量型的天赋。说罢，王峥凭空挥了2拳。李亮觉得自己的儿子真的是个特例，仿佛之前所有对灵气还有觉醒者认知都被王峥打破了。王峥这时开口了：妈，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暂时先不要上报，毕竟我这样只是特例，
如果以后发现了还有跟我一样的天赋者，到时候我们再把信息上报，这样也比较安全。李亮心想，按照王峥现在这样的特殊情况来看，如果真的有人想要对他不利，自己能保住他吗？而且万一信息透露给其他国家知道了，有王峥这样的特殊觉醒者存在，也难免会有人想要把他扼杀在摇篮里。现在这个社会是以觉醒者为主的社会，每个国家都在争先恐后的研究，一方面是生活所迫，为了解决受灾，一方面也是怕自己落后就要挨打。毕竟有武器不用和没有武器，那完全是两个概念。就像艾教授说过的，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而现在的剑和大炮就是觉醒者。而王峥如果真的能够多次觉醒，并且快速吸收灵气，这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力量，难免有人会起别的心思。还是尊重儿子的意愿吧。如果最后实在没有相同的天赋者出现，那就等到他什么时候自己成长起来，有能力去面对这些危险的时候，再把相关的信息上报吧。在此刻，李亮是一位母亲，而不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好的，妈妈答应你，都按照你的想法来吧。看到母亲对自己如此的包容，王峥又感动又羞愧。父母对自己这样无私的爱自己，却还隐瞒着属性的事情。但是转念一想，自己已经很特殊了，如果全盘托出的话，万一自己的母亲担心找来其他强者给自己检查，暴露了自己是穿越者的事怎么办？王峥心里百感交集，咕肚子在这时发出了抗议。之前吃的所有食物好像都已经被消化一空，现在肚子又饿了。于是对王胜荣说：“老爸，再给我做一些吃的吧，2份就好，我现在又饿了。”王胜荣听到后，直接转身进了厨房。王峥也开始慢慢的在试验自己获得的新力量，一会挥2下拳，一会踢几下腿，又做几个俯卧撑。王峥想着要不要自己买个假人回来，学一些散打、自由搏击等，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有没有什么武技之类的。想到了就问，觉醒者和异兽都是怎么战斗的？有没有什么武功招式、内功心法？李亮没好气的回到，每个人的能力都是不相同，觉醒者都是需要配合自己的能力来战斗的，倒是有一些通用的躲闪的步伐、基础的冷兵器使用方法，不过这些都是大学之后的课程，觉醒者前期还是以锻炼能力为主，否则你身体素质不够也起不了作用。王峥大口吃着王胜荣刚端上来的异兽肉，又问道：“妈，以后还能弄到灵气结晶吗？妖兽肉呢？可以不限量吗？既然能够养殖了，多弄些应该不难吧？灵气结晶你暂时是不用想了，妈妈现在也没这个能力弄到，整个荆南研究所目前也只有1块用作研究的。至于异兽肉，最多也只能保证1天1次，这还得是我把全部的贡献点都算上才行。”王胜听闻有些失望，那以后不是没办法快速提升实力了。李亮都被王峥气笑了，你还要怎么快速？平常人别说吃看都看不着，你天天都能吃到，但是我吸收的比他们多啊。王峥反驳道，别人长期吃也只能略微的提升灵气上限，并没有显著的效果，我吃下去立竿见影呀。那我把你的情况直接上报，然后给你申请，看能不能给你申请来无限量的异兽肉和灵气结晶，你愿意吗？王峥连忙拒绝，那还是算了吧，目前我的实力太弱了，如果真的有人要把我抓去切片，我连反抗都没办法反抗。慢点就慢点吧，现在低调为主，安全第一。李亮看到王峥一副被迫害妄想症的模样，骂了一句老兔崽子生的小兔崽子。王胜荣一脸的无辜，嘴巴里嘟嘟囔囔的，他也是你生的？你说什么？李亮瞬间瞪了过来，眼睛里似乎还冒着光。王胜荣立刻认怂，我说你骂的对，这小兔崽子就是欠揍。时间不知不觉的来到了5月初，在这段时间里，王峥也是每天都认真复习，坚持锻炼，但是似乎王峥的锻炼并没有什么效果，灵气值也没有因为锻炼就有额外的提升。不过按照一些散打和搏击的视频练习，动作也是有模有样，虽然只是样子货，不过要真的被他打到一拳或者踢到一脚，估计也够呛，毕竟人家14点力量在这里呢。之前老妈带回来的肉早就吃完了，一共加了15点灵气上限。李亮也和之前说的一样，每天都会带异兽肉回来，不过应该都是最低等级的肉，每次吃完都加1点。值得一提的是，在灵气总值达到110以后，个人属性面板里体质、力量等属性后面又出现加号。王峥点了一次，发现每10点灵气值上限就可以提升1点属性。因为不管是荆棘之心的体质百分比反伤，还是立体双 A 的体质转变成力量，毫无疑问加点体质都是最优的选择。于是王峥把所有的灵气值都加在了体质上，现在的属性面板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体力值150，灵气值102左圆括号103加15加8加16减40右圆括号，体质15，力量16，智力8，精神7，敏捷8，荆棘之心略，立体双 A 略。看着自己15的体质和16的力量，王峥不禁感慨，因为太怕痛就全点防御。5月4号，放假结束的第一天，王峥正在教室里上课，教导主任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跟老师说了几句之后，就把王峥喊了出去。教导主任一改平时的严厉，对王峥十分亲切。王峥同学，现在帝都大学和魔都大学招生办的老师都已经到了我们学校，目前校长正在接待，他们都想见一见你，跟你聊一聊大学特招的事情。你呢，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正常去跟他们见一下就行，随便聊一聊。报考大学是人生的大事，不要随便做出决定，最好回去也跟家长商量商量。当然，你要是想再留校1年，我更是代表学校热烈欢迎。哈哈。王峥倒是没有想到，前世被同学们称作黑面阎王的教导主任还有这样的一面，点了点头，跟着他一起去了校长室。刚一进门，就看见一位青年老师迎了上来。这位老师穿着正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满脸的笑容，让人一看就心生好感。这位一定就是王峥同学对吧？不但长相帅气，体格也是1等1的好，不愧是自然觉醒的天才啊！你好，我是魔都招生办的老师，我叫郑奇。你的资料我们学校已经收到了，我们魔都大学对你有很大的兴趣，我也是带着很大的诚意来的，希望你能报考我们魔都大学。你也知道，魔都大学是我国最顶尖的大学，魔都作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学院风格讲究的是海纳百川，包容兼并，学校的师资力量非常庞大，对于你这种新型天赋也有着一定的研究，肯定能够帮你开发出更加强大的能力。而且魔都离荆南这么近，希望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我们学校。
王峥这边还没有插上话，这位郑奇老师就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又是恭维又是自夸。王峥前世也是久经商场的老油条，自然不会被这两三句就夸上了天。这时，校长身边另一位体态略胖老师也快步走到王峥身前：“王峥同学你好，我是帝都大学的招生办的陈浩。首先恭喜你能够自然觉醒，在得到你觉醒成功的消息之后，我是第一时间赶到了京南，不像某些人离得这么近也是刚刚才到。”郑奇听到这里大怒：“陈浩，你拐弯抹角的说谁呢？王峥同学，你不要听这个小人挑拨，我们学校得到消息的时间比较晚，但是绝对是第一时间就赶过来的。”陈浩却是不急不慢，被说成小人也一点都不生气。至于刚刚郑老师所说，魔都大学是我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我也是十分认可的。毕竟在我国除了帝都大学，排名第二的就是魔都大学了。再说师资力量和研究实力，帝都大学说第二，就没有任何大学敢说自己是第一。京南2中的李瑶和13中的苏季都已经被我们提前特招了，也希望王峥同学你能认真考虑一下，选择加入我们帝都大学的大家庭，一定不会让你后悔。毕竟刚刚郑老师也说了，魔都大学的消息流通比较滞后。你陈浩，别以为你这2年实力有些进步，就可以在我面前嚣张了。有本我们俩出去单练，耍嘴皮子算什么本事？郑奇一时不慎被陈浩抓住画饼挤兑，一时间气得两眼冒火，不是形容词，是真的冒火了。王峥心想，看来郑老师应该是元素系的火系觉醒者了。反观这位陈浩老师却是不慌不忙，连看都看他一眼，慢悠悠地坐了回去，端起茶杯，美美地啧了一口。王峥看着眼前这2位老师针锋相对，也感觉有些好笑。毕竟自己前世上的只是普通本科，也没有经历过被2大名校明争暗抢这样的场面，没想到在这一辈子却见识到了。看着面前郑奇和陈浩2位老师已经因为争谁是第一名校而争得面红耳赤，一中的李校长也在一边尴尬的陪笑，一边示意王峥赶紧过来解围。王峥也怕他们2个真在这里打起来，连忙开口道：“郑老师、陈老师，首先谢谢2位老师看得起我，邀请我加入帝都大学和魔都大学，但是目前我还没有想好具体要报考什么学校，因为我这次的觉醒比较突然，自己都没有想过我会这么幸运的自然觉醒，还能有这个荣幸被2大名校提前特招。虽然我现在的心情十分激动，但我也没办法立刻就做出决定，我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考虑，跟我的家人商量一下，毕竟不管魔都还是帝都，都是我梦寐以求的学校，选择任何一所学校我都不会后悔。也希望2位老师不要为了学生而伤了和气。”郑陈2位老师现在都暗自感到晦气，因为王峥的天赋是一种未被发现的新型天赋，研究价值特别高。也正是因为如此，研究所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到位，学校得到消息时间也就略晚了一些，自己已经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没想到还是碰到了对方。在目前这种状况下，肯定没办法让王峥确定就报考自家的学校，那也只能就给他留个好印象，希望他以后能对自己的学校有更好的认同感。于是郑奇抢先开口道：“这是自然，选择学校是人生大事，自然要好好考虑。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希望你考虑好之后及时联系，也十分欢迎王峥同学选择我们学校。”陈浩也紧接着说道：“王峥同学，你的想法我十分认同，选择学校不仅仅是自己的事，也确实应该跟家人多商量商量，毕竟要离开自己生活的城市，和家人分居两地。对了，说起来我跟你的母亲也是有一段时间的同窗之谊，想当年我们还是同一批进入觉醒培训班的同学，没想到一转眼连他的儿子都自然觉醒了。看到你们这些青年才俊，不得不让人感慨，我们都老了呀。回去跟你妈说下，老同学找个时间要上门拜访。”郑奇，王峥一时间有些同情地看着郑奇，说：“没人家会说，准备工作也没人家做得足，实质性的奖励也提都不提，活该李瑶和苏季一个都没捞着。”言尽于此，郑奇与陈浩也相继跟李校长告别。郑陈2位老师走后，王峥正打算跟校长再见，准备回去继续上课。这时又有一人推门进来，是一位穿着唐装的老者。这位老人精神矍铄，红光满面，鹤发童颜，一头白发梳得整整齐齐，一进门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就传了开来。再看自己的校长，已经笑着脸迎了上去：“楚校长，您怎么来了？王峥，快过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京南大学的楚天行楚校长。”楚天行笑着一指王峥：“我自然也是为了他而来。李校长，能不能行个方便，找个没人的房间，让我跟王峥同学2个人单独聊聊。”京南1中的李校长自然也是十分懂事，还找什么其他地方啊？您就在这聊吧，正好我还有个会，你们2位先聊。王峥，楚校长可是我们京南的招牌人物，跺脚，整个江南省都要抖3抖的存在，你可得给我招呼好了，可别乱说话。然后又对天行说道：“那我就先去忙，您慢慢聊。”随后就走出了校长室，并轻轻地带上了房门。王峥自然是听懂了校长的暗示，并没有先开口，反正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不错。楚校长看王峥低着头不说话，先找了个位置坐下来，然后对王峥说：“你也坐吧，随意些。你们刚刚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只不过你们正在聊天，我也不太想跟帝都大学还有魔都大学的人见面，就没有进来。我跟你母亲也是老相识了，她也跟我提起过你。听小李的意思，你似乎想留在京南上大学。什么？我妈是这样说的吗？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留在京南。您既然认识我妈，那肯定也知道她这个人虽然外表温柔，但是对我的教育管得太严格了，在家里更是说一不二，动不动就用精神力把我定住罚站。而且我爸也是3天2头的就要揍我。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脱离苦海去外地求学，还是帝都大学、魔都大学这样的顶级名校，我肯定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楚校长，你不要被我妈骗了，她说的话不代表我的想法，她这么说就是为了把我留在身边好，继续管着我。王峥一脸的难以置信，委屈的为自己辩解。楚天行其实早就来了，之前王峥和郑晨2人的交流也全都看在眼里，有一说一，老爷子对王峥的处事风格还是挺有好感的。但是现在看王峥一副打死都不承认的模样，也知道不能把他当做一个16岁的小孩来对待了。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好处，这小狐狸肯定不会改口留在京南。一想到今年京南出的另外2个觉醒者都已经跑到帝都大学去了，楚天行也不由得有些头疼。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跟你说吧，如果你来京南大学，直接免试，9月份直接去报到，
大一所有的实战老师随便你选。另外，我可以代表学校奖励你一把异兽材料打造的武器，而且只要你有这个能力，大学生武斗会的名额我也可以给你。王峥不屑地撇了撇嘴，除了一把武器啥都没有，画大饼谁不会？楚天行看到王峥这的表情，又开口道：“你有什么条件？你提。”这时，王峥开口说道：“我也没什么其他的条件，不过之前我妈给我换了一枚灵气结晶，我觉得挺好看的。校长要是能给我奖励10枚，我二话不说，明天直接拎包去京南大学报道。”楚天行被王峥噎得差点一口气没顺过来，你把灵气结晶当成什么了？菜市场里的大白菜吗？随便你挑，别说10枚，就连5枚，京南也没有哪个大学可以拿得出来。那就5枚。王峥改口也是十分的快，不可能最多1枚。那不行，4枚。没有4枚，3枚，不能再少了。如果3枚都没有的话，那我现在掉头就走，现在就去找京都大学的陈老师，他还是我妈同学呢。灵气结晶也不见得不能争取，其他所有的福利我都不需要，我相信凭我的实力，该有的我都能拿得到。王峥牙都快咬碎了，脸也憋得通红，一副不行就拉倒的模样。好，那就3枚。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你必须在所有大一新生中武试直接得到第一，否则灵气结晶我都会收回来。而且在你上大学的4年内，一定要为学校争取一次大学生武斗会的冠军，不论是团队还是个人都可以。楚天行一脸不舍地说道。一言为定。王峥立刻转怒为喜，变脸速度堪比川剧戏法，一口就答应了下来。还收回去，给我3分钟就给你吸收完了，我看你收什么？我这边还有老妈的一收肉供着呢，4年拿个冠军算什么？以后的事以后再说，退1万步说，就算真拿不到，难道我消化了的灵气结晶，你还能给我逼出来不成？对于楚天行提的条件，王峥是一脸的不相干。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就让学校把特招协议和灵气结晶给你妈送去，给你个忠告，新生的第一可没这么好拿，你这个暑假可要好好练练。说完，楚天行起身就走。王峥一点都不在乎，他觉得就是这楚老头心疼了，走之前还放狠话吓唬自己。再说了，到9月1号开学还有近4个月呢，他王大少在乎这个？不过王峥心里想着，既然自己也上岸了，还有2个月的高二，自己还上不上呢？还是不上了吧，一来留在学校刺激同学招人嫉妒，二来自己在家也方便锻炼。明天就让老爸帮忙去租个训练馆，然后也系统的学搏击术。王峥先是出门找李校长说了下自己的想法，李校长听到王峥愿意留在京南大学，也十分的开心。然后王峥又找到教导主任、班主任，还有自己各科的任课老师，都感谢了一番之后，回到教室收拾了书本，就自己默默的离校了。说来也巧，2次有事再回来，都是体育课，王峥也没有特意去和同学们打招呼，以后等他们都觉醒了再联系也不迟。王峥回到家后，就立刻跟王胜荣说了自己已经被京南大学特招，而且想要找个锻炼的地方，系统的学习搏击术。王胜荣自然是十分支持。只见他出去打了个电话，只花了10几分钟就搞定了。地点就在沿江东路的博悦拳击馆，拳馆的老板是我以前的战友，而且他还给你安排了一个金牌教练。虽然只是1级觉醒者，但是是超人系，练了10几年的散打和自由搏击，明天过去直接报你的名字就可以了。老板姓钱，要是遇到了记得叫声叔叔。王峥听到这里，自然心里也是十分高兴，忙给老爸竖了个大拇指，心里想着等明天先把灵气结晶吸收了，加点一波体质，顺便看看还能不能觉醒什么新的天赋，到时候再去拳馆学拳。很快就到了晚上，李亮也下班回家了，今天倒是十分准时，没有加班。王峥又把今天的事情跟李亮复述了一遍。不过在说到奖励了3枚灵气结晶的时候，李亮也是十分的诧异。京南大学虽然比不上帝都大学和魔都大学，但是楚校长的实力却一点不比2所名校校长实力差，甚至可以说京南大学的名校名头都是由楚校长一个人打出来的。他手上的灵气结晶也不会少，就只奖励了3颗。你没有多提要求，没有其他的奖励了吗？王峥听到这里，心里凉了一半，原来白天都是楚老头装出来的。于是问道：“妈，楚校长的实力和你比怎么样？你能打得过他吗？”李亮轻笑着回答：“楚校长的实力已经远超 A 级了，而且他是元素系雷系的觉醒者，年轻时好像也有过奇遇。听他自己说，在金香之地的野外吃过一种不知名的果子，精神力也变异得十分强大。虽然没有能够精神力实体化，但是一般的精神力觉醒者也很难伤害到他。你妈我只是普通的 A 级精神力觉醒者，而且长期从事科研工作，自然不是楚校长这样的实战派觉醒者的对手。”王峥听完，另一半心也凉了。妈，你有楚校长的联系方式吗？我想再跟他谈谈。李亮很快拨通了楚天行的电话，然后把手机递了过来。电话刚接通，王峥就听到楚天行中气十足的声音传了过来：“喂，小李，今天我已经见过你家儿子了，小伙子不错，是个好苗子，他已经决定来京南大学了。明天我让人把入学协议给你送过去，你到时候转交给他吧。”王峥连忙回答：“楚校长你好，我是王峥，谢谢您的夸奖。是这样的，我今天回家以后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校长说的十分有道理。既然要拿下这个新生第一，我肯定要好好的锻炼，免得去了学校给校长您丢人。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魔鬼训练计划，明天就开始执行。还有校长之前说的异兽材料制作的武器，能不能也明天一起送过来？我着急训练。”楚天行听到这话后，直接笑出了声：“是王峥啊，你不是说其他奖励都不需要吗？你还说以你的实力都能自己争取到，你的条件只有3颗灵气结晶吗？”王峥就当听不见楚老头的调笑：“校长您记错了，我说的是没有其他的条件，能用实力争取过来的肯定是武斗老师的选择权，还有武斗会的参赛名额，武器肯定是不包含在内的。其实有没有武器都无所谓，主要楚老头欺人太甚，白天指不定在心里这么嘲笑自己。”王峥咽不下这口气。那行吧，你要什么武器？楚天行绝对不再逗这小子了。王峥一手捂住话筒，扭头问向自己老妈妈：“什么武器最珍贵？”李亮想了想，回答道：“所有的武器也和异能等级一样，从低到高分别是 F 级到 A 级。武器都是使用异兽的材料和特殊金属融合制成的，材料等级越高，使用的材料越多，就越珍贵。”王峥瞬间反应了过来：“楚校长，我要一把锤子，长柄实心的锤子就好，
锤头要圆的，最好还带着刺，越重越好。是锤子啊，不是狼牙棒，而且需要等级是 A 级。楚天行想到了这小子会狮子大开口，直接一口回绝锤子可以，但 A 级材料不可能，只能给你 F 级。你才刚觉醒，给你高级的武器也是浪费。这时候王峥又开口说道：“校长，我们就没必要再这样讨价还价了。我说 A 级，你说 F 级；我说 B 级，你说 E 级；然后我说 C 级，你说 D 级，最后还是给一把 C 级的武器，绕来绕去的多累啊！您这么大领导，为一把武器多掉面子啊！我们各退一步，就给一把 C 级的锤子吧。我不是舍不得给你 C 级材料制造的武器，而是你得知道，等级越高密度就越大，武器的重量就越重。你才刚觉醒 ，C 级的武器你拿不动，你把握不住的。”楚天行说的语重心长。王峥现在是半个字都不信，这就不用您操心了，我天生神力，肯定能拿得动。不信你问我妈，她肯定不会骗你。楚天行无奈地说道：“行吧 ，C 级就 C 级，不过学校仓库里没有长柄的 C 级锤子，你这么着急锻炼定制，肯定也是等不及了。短柄的倒有一把，你要不要？”“要，我就要这个。”王峥说的是咬牙切齿，心里想着实在不好用的话，以后卖给学校再换。行，明天给你一起送过去。好的，谢谢楚校长。王峥笑眯眯地挂断了电话。李亮有些无奈，你这又是何必呢？一把 C 级武器对楚校长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你现在又用不上，我知道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是他这样的大人物，白天还坑我，不出这口气，我心里不舒服。王峥说的是义正言辞。由于已经不用再去学校上课，王峥第二天直接睡到中午才起床。吃完午饭后，就给老妈打了个电话，在得到特招协议、灵气结晶以及武器都已经送到研究所的回答后，王峥立刻让王胜荣带着他一起开车去了一趟研究所，把东西都拿回了家。回家后，王峥先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把武器，只看第一眼，王峥就知道自己又被楚老头坑了。此锤通体呈亮银色，锤形似瓜，比王峥的腰都粗，上面布满锤刺，总长度1米左右，看起来很是威武霸气。看造型，这很明显是短柄锤，一般都是双持，左右手各持一把。这只送来一把，明显是楚老头故意的。王峥搬起来试了试，都快100斤了，双手拿有些吃力，不过以后还能加点，到时候也不怕拿不动。紧接着，王峥打开了装有灵气结晶的盒子，一枚和之前李亮带回来的一样，蓝色水滴状结晶，另外2枚则是深红色菱形结晶。王峥先拿起这枚水滴状的灵气结晶，然后看着自己面板里灵气值开始不停的上涨，这一次灵气值涨到205点就停了下来。王峥心里大怒，想着这楚老头真不是个好东西，自己不就是反悔多要了他一把 C 级武器吗？就拿一个次品灵气结晶来应付自己。同样的灵气结晶上，一枚李亮带回来的加了整整123点，而楚老头给的这一枚只加了103点，两者相差了整整20点灵气值。看着这枚灵气结晶颜色已经变成完全透明，再也没有办法吸取任何一滴灵气，王峥气愤地把它丢到一旁。随后，王峥又拿起另一枚深红色的灵气结晶，数据面板里的灵气值又开始快速提升起来。而这一次，灵气上限足足涨了180点，灵气值也直接达到了385点，创下新高。很好，再接再厉。王峥又伸手拿向仅剩的一枚灵气结晶，打算一次性冲破500的界限，晋升为地级觉醒者。但这一次，在灵气数值达到499点后，就不再继续提升了。而最后这一枚灵气结晶颜色还是淡淡的红色，很明显还没有被吸收完。看着已经暂时没有办法提升的灵气上限，王峥猜测可能是因为身体素质不足，没有办法解锁第3种天赋，所以上限不能突破500点，于是便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数据面板。体力值150，灵气值499，体质15+，力量16+，智力8+，精神7+，敏捷8+，荆棘之心加。在被一次攻击命中后，对攻击者造成此次攻击10%的反射伤害，并且附加额外体力值1%的属性伤害。立体双 A+，将自己体力的50%转化成力量。王峥心想，先把荆棘之心点1级，看看有什么效果，毕竟是自己的第一个技能。看到灵气值直接从499变成399，王峥心痛的大喊：“一颗蓝色的灵气结晶就这么没了，直接扣了我100点！你要是没什么效果，我不是要亏死。”于是看向升级后的技能荆棘之心加，在被一次攻击命中后，对攻击者造成此次攻击20%的反射伤害，并且附加额外体力值2%的属性伤害。反射伤害和额外的属性伤害都翻倍了。如果我一口气提升到10级，会不会直接反射100%的伤害，而且还要附带我体力值10%的伤害？不过现在没有这么多灵气上限可以点，毕竟除了技能之外，属性也是可点数的大头，而且很大概率会和灵气上限一样，在到达一定程度后就不能再加了。再点1级立体双 A， 这次直接扣了200点上限值，面板显示灵气值199。立体双 A 将自己体力的60%转化成力量，瞬间属性里力量显示变成了18点。王峥感到自己的心里在滴血，自己这波操作已经输妈了。前期点立体双 A 实在是太亏了，消耗200点灵气值来点这技能，现在来看仅仅只是加了2点力量，如果用来加属性，这可是整整20点属性点。我真是个 S13，早就该看出来的，技能增加就是增加数值，前期的百分比提升远远没有直接加属性来的划算。王峥现在满脑子想着怎么及时止损，顺手把之前没有吸收完的灵气结晶给吸收完了，又增加了50点，达到了249点。看着自己大学卖身4年拿到的3枚灵气结晶全部吸收一空，王峥撇了撇嘴，想要赚灵气这么难，花起来却花得这么快，剩下几点干脆全部加到体力上算了。王峥直接在体力上连点5次，体力值200-200，灵气值199，体质20，力量21，智力8+，精神7+，敏捷8+。荆棘之心在被一次攻击命中后，对攻击者造成此次攻击20%的反射伤害，并且附加额外体力值2%的属性伤害。
立体双 A 将自己体力的60%转化成力量，将体质加到20之后，发现虽然灵气值还有199点，但是体质后面已经没有加号了，而且连带着力量也达到了21点，同样没办法再加点了。暂时没办法提升的话，那就先存着吧。王峥还是不太愿意加其他属性，毕竟加体质是1.6倍的成长，万一以后还有其他的联动技能，现在加点也会亏。王峥想着现在也没什么事了，干脆去老爸昨天联系的拳馆看看，于是直接朝着沿江东路的博越拳击馆跑步跑了过去。路程不算远，就2公里多一点。王峥很快便跑到了拳馆门口。进门后，王峥发现1楼应该是供会员们休息娱乐的场所，除了门口收银台之外，另外的空间摆放了几张沙发、茶几，再往里还有台球桌等娱乐设施。王峥径直走向收银台，可能因为是工作日下午没什么人，前台小妹直接趴着睡着了。王峥用手指敲了敲柜台，前台立刻被惊醒。你好，欢迎光临博越拳馆，请问你有预约吗？我叫王峥，昨天跟钱叔预约过，让我今天过来，直接报名字就可以。好的，王先生，您的教练现在还有课，半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您可以先随便逛逛，热热身，一会教练下课，我会带着他来找您的。3楼是浴室和更衣室，训练房在2楼。王峥接过钥匙，到了生蟹就上楼了，本身就是为了锻炼而来，穿的也是专门运动的衣服。上3楼之后，在衣柜里放下书包，转身就去了训练房。2楼的人不多，中央的擂台上有2个人正在激烈的打斗着。王峥随便找了个没人的角落，自己坐着拉伸和准备活动。过了没一会儿，前台小姐姐就带着教练走了过来。走近之后，王峥才发现教练身高1.9米还要多，比1.85米的自己还高了半个头，虎背熊腰，一身的肌肉虬结，穿着一件白色背心，被撑得鼓鼓囊囊。王峥，你好，我是你的私人教练，我叫丁远。你之前有接触过散打或者自由搏击吗？王峥摇了摇头，我只是跟着视频瞎练了一段时间，算是初学者。在了解了王峥的水平之后，丁远穿上护具，带着王峥就上了擂台。丁远拍了拍手上的拳套来，我们先测试一下你的力量和爆发力，你用全力朝我的垫子上打过来。王峥也没多想，屏气凝神，双膝微曲，转身拧腰，肩膀巨力，一记直拳就朝着丁远打去。只听砰的一声，丁远手掌一下就被弹开，连带着身子都被这一拳冲击力带得有些后仰。丁远心里有些惊讶，这力气可不小，比自己这个1级的超人系觉醒者都不差了，于是开口说道：王峥，你的力气很大，是力量型的觉醒者吧？看你的动作底子也不错，我们可以进度快些，每次4个小时，前2个小时我带你做基础练习，后面2个小时直接上实战，怎么样？你是教练，听你安排。王峥自然是没有疑问，实战也能更快的提升自己的实力。2个小时基础课程很快结束，丁远看着眼前的少年在大口的喘着粗气，不由得有些欣赏他的心性。他知道这个少年跟自己的老板有些关系，还是自然觉醒者。2个小时枯燥的基础训练，王峥一点都没有抱怨，没有偷懒，每个动作都力求完美，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的练习着。丁远递过来一瓶水，累不累？要不要多休息会？王峥摇了摇头，休息时间已经到了，既然下定决心要训练，那自然就要压榨出自己的每一丝潜力，迅速带好护具上了擂台。2人很快便交上手，起初丁远只是闪避，很少还击，别看王峥只是初学，动作就已经有模有样了，好几次差点都被击中。丁远双手护在脸前，摆出一副标准的防御姿势，突然一记刺拳点了出去。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不但打断了王峥的进攻节奏，更是直接打在他的额头。王峥往后一仰，后退数步。丁远停下脚步，没有继续追击，这是实战，我也会还击的，不要一味的进攻，还要注意防守，观察我的肩部动作，注意躲闪，节奏。丁远喊道：呼吸不要乱，再来。王峥晃了晃脑袋，摆好架势扑了上去。时间一晃就过了半个月，地点博越拳馆2楼。擂台上2道人影激烈的缠斗在一起，出拳扫腿，提膝架肘，你来我往，拳拳到肉，打得好不热闹。这2人自然就是王峥和丁远了。2人的拳头对碰在一起，丁远只觉得自己被震得生疼，看见拳馆老板钱瑞博走了过来，连忙喊停，跑到钱瑞博身边诉苦道：钱总，这活我是真干不了，这小子就是个怪物，这才学了几天就已经可以跟我打得有来有回了。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力量型觉醒者，力气比我还大，没想到这家伙是个属刺猬的。我打他，他没事，我受伤，你看看我这脸都成什么样了。丁远觉得自己很委屈。刚开始还好，王峥由于经验不足，一直被丁远压着打，后来慢慢的局面就开始转变了。王峥体力更好，防御更高，耐力更足，力气又大，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蛮牛，每次对练都把丁远折腾得够呛。无奈之下，丁远只能在对练时主动开启异能。丁远的异能是铁拳，可以消耗灵力，让自己的拳头变得坚硬如铁。一开始王峥还没有察觉，只是以为丁远以前没有使出全力，现在终于认可自己了，愿意全力跟自己对练。虽然被打了满头包，心里还是有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直到昨天，丁远自己不小心说漏了嘴，王峥才发现自己上当了。王峥这人那里是肯吃亏的主，于是从昨天开始，王峥也开启了自己的荆棘之心。这下受苦的就是丁远了。这时，跟在钱总身旁的另一位年轻人开口了：钱老板，这就是你们拳馆的金牌教练，连一个刚觉醒的小子都对付不了，贵拳馆如果只有这点实力，就想让我跟你们合作，怕是有点难啊。还没等钱瑞博开口，丁远抢先说道：你口气这么大，要不我们俩练练？青年更加不屑了，你连一个刚觉醒的小孩都打不过，你确定你想跟我练？钱瑞博连忙出来解围：小丁，不要乱说话，这可是魔都大学大4的高材生，更是去年全国大学生武斗会的100强高手。然后又对着青年笑着说道：韦少，就是因为我们拳馆的实力还不足，所以才需要请你这样的高手来镇场子嘛，代言费都好说，每个月抽几天来露个面就行了。花花轿子人抬人，杨伟只是魔都大学大4的学生，看到钱瑞博这么给自己面子，脸色顿时好转，生意先不谈，我先上去帮你们收拾这小子，免得到时候传出去说博越拳馆被一个刚觉醒的小子打穿了。钱瑞博还没来得及阻止，就只见杨伟身形一跃，在空中便化作一团橘红色的火焰，快速飘向擂台中央。
然后火焰又拟成人形，稳稳地落在了擂台之上。杨伟自然是有意卖弄，想着用王征来立威，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丁远心里也是一阵后怕，虽然看不起此人骄傲，单单这一手生化火焰自己对上恐怕是没有半分胜算。丁远现在是又急又怒，连忙跟钱瑞博说道：“老板，你快阻止他啊！这人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呢？万一把王征打伤了，可怎么办？”钱瑞博这时候也是十分后悔，这杨伟乃是荆南本地人，考上魔都大学后实力突飞猛进，再加上又是元素系的觉醒者，战斗力十分惊人，更是在去年武斗会个人赛闯进了100强。自己托人搭上线，就是为了找他给自己的拳馆代言，拉一拉在年轻人中的市场。没想到今天刚到拳馆，就被王征两人的打斗声吸引了过来。本以为这样的人物能有点最起码的城府，却没想到却是个这样的愣头青，连最基本的人情世故都不懂，欺负个高中生能显出什么本事？更何况王征还是自己好友的儿子。于是连忙喊道：“伟少，你误会了，这是我的后辈，只是来锻炼身体的。”杨伟打定主意要立威，所以并不理会，横跨一步一拳直接击向王征胸口。王征自然是莫名其妙，刚刚他一直在擂台上休息，并没有听见杨伟等人的对话，直到杨伟生化火焰飞上擂台，王征自然是满脸的羡慕，心里只觉得这能力可真帅。他可没想到杨伟会突然对自己出手，一时大意已经来不及躲闪，只能双臂横架在胸前硬吃下这一击。挡下这一拳后，王征心里有些诧异，看着韦少这么拉风酷炫的出场方式，自己都已经做好了被击退的准备，没想到这力道轻飘飘的，跟丁远比起来也差不了多少。杨伟心想，虽然自己只是随意一拳，并未认真，但是被王征这么轻松就挡下了，反而自己的手臂被震得生疼，一时间脸上有些挂不住，随即后退半步，一记凌厉的鞭腿轰了过来，速度之快，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击向王征的太阳穴。王征下意识伸出胳膊去挡，却被庞大的力道轰得侧飞出去。王征是听到了钱瑞博喊停的，所以刚刚没有第一时间反击，但是杨伟这狠辣的一脚也彻底把王征激怒了。还没等王征站稳肩膀，又被打中一拳。看着杨伟连珠炮一般的拳头袭来，王征不闪不避，大喝一声，反而迎着拳头往前冲去。电光火石之间，脸部连中数拳的王征猛地伸出双手抓住杨伟的肩膀，身子向后一仰，深吸一口气，然后全力朝着杨伟撞去。杨伟本能的想要躲闪，却发现肩膀被王征一双铁臂狠狠地箍住。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杨伟被巨大的冲击力撞得头昏脑胀向后倒去，王征却死死地抓住杨伟的肩膀不放。砰砰砰，第2下、第3下、第4下，杨伟脸上瞬间开了花，只觉得鼻头一酸，鼻血喷涌而出，满脸的眼泪鼻涕和鲜血混合在一起，就什么也看不清了。王征自己的额头也被杨伟的牙齿划破，鲜血瞬间就冒了出来，王征却不管不顾，顺势往后一躺，杨伟的上半身顿时不受控制的跟着向前倾倒，紧接着王征就地翻身，一只手反扭着杨伟的胳膊，并用膝盖顶着他的后腰，把他死死压在身下，对着他的太阳一拳、2拳、3拳。看着身下的杨伟已经被锤得失去了意识，王征这才缓缓站起了身，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趴在地上身体一抽一抽的杨伟，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这时额头的鲜血也顺着眉骨流到了王征眼睛里，王征抬手擦了擦，想想还是不解气，拧腰旋身飞踢，右脚带着风声狠狠地踢在杨伟的腰上。杨伟像个滚地葫芦一般，在台面上翻了10几个圈，咚的一声摔到了擂台下。王征舔了舔牙龈，吐出一口血水，叫你没事惹你爹。这时再看王征凶厉的目光里喷薄着无尽的寒意，哪还有半分高中生的稚嫩模样？台下众人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只有丁远喃喃的道：“武斗会100强。”就这，众人刚刚还在为王征担心，没想到瞬间局势就被反转，杨伟重伤被踹下擂台。钱瑞博反应迅速，立刻让丁远呼叫救护车，随后快步走到杨伟身边，手掌上冒出一团白光，四散成水滴状，笼罩了杨伟的身体。杨伟的面部血肉开始蠕动，很快便恢复如初，只是人还没有醒。然后钱瑞博又翻身上了擂台，同样凝聚了一团白光，轻轻一挥手就飘到了王征的头顶。王征看着头顶的光团淅淅沥沥的往下掉着光点，伸手去接，一下就钻进了皮肤里面，还没等抬手去戳一戳光团，那光团就已经自己消失不见。光点入体的一瞬间，只感觉暖洋洋的，额头的伤口处痒痒的，瞬间就止血了，不一会就光洁如初，连个疤都没留下。王征开口说道：“钱叔，没想到您还是个医疗系觉醒者，您这异能可真给力。”两人之前也是见过面的，自然是认识。王征转念一想，这也是意料之中，如果钱瑞博没有一点本事，怎么能在这寸土寸金岩浆地断开这偌大的拳馆？钱瑞博回答道：“早些年就因为觉醒了这治疗型的天赋，所以才被国家征召，认识了你父亲。后来受了伤就退了下来，开了这间拳馆。你以为这么大一间拳馆，能没有个专门的医疗人员？我要不是有这异能甘露，还真开不起来这拳馆。虽然我已经给你治疗了一次，但甘露只是补充你的生命力，有时间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别落下什么暗伤。今天这是我的责任，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我都看在眼里，打伤他并不是你的问题，后续的事我会摆平的，你就放心吧。不过回家最好休息几天，过几天再来锻炼。”王征看着自己数据面板里从190-200逐渐长满的体力值，点了点头，然后突发奇想的说道：“钱叔，我觉得你入错行了，你有这能力开什么拳馆啊？开个美容院，主打无痕祛疤，早发大财了。男人的钱有女人的好赚。”钱瑞博笑骂道：“别贫了，赶紧滚吧。”王征仔细看了眼杨伟的脸，随后就上楼洗澡，很快就离开了拳馆。钱瑞博看着王征离开的背影，不自觉的和记忆里的另一个人影重合起来，不由得感叹了一句：“虎父无犬子啊！”离开拳馆后，王征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滨江公园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看着公园里遛弯的老人追着跑着，尽情嬉戏打闹，仿佛有无穷精力的小孩，一切都那么的平静和美好。谁能想到这样的世界还有着无穷无尽伤人的异兽，更有比异兽还要危险的觉醒者呢？今天这算是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与人武斗，如果不是自己反应迅速，以伤换伤，保不准身受重伤的就是自己了。
毕竟杨伟踢向自己太阳穴的那一脚那么狠辣，一看就是生死搏杀惯了，根本不在意对方的死活，出手就是杀招。王峥已经从钱瑞博那边得知了杨伟的身份，大四学生都能出手如此狠毒，可想而知，这个世界上的觉醒者大学生也并没有那么安全。王峥很快便整理了思绪，想这么多有什么用？不惹我就算了，敢来惹我，一个个全部锤死！回家。等王峥慢悠悠地晃回家，已经6点多了。推门一看，爸妈都已经在家了。王峥正准备跟他们说今天发生的事，王胜荣就抢先开了口，武斗的感觉怎么样？你小子行啊！对方那个杨伟可是魔都大学大4的天才，虽然不是自然觉醒，可在大4的时候就能有 C 级觉醒者的实力，这速度已经跟很多自然觉醒者差不多了。没想到今天被你小子放倒了。李亮却开口道：“你别在这胡说八道，那是人家轻敌大意了，火系异能没发挥出来就被击倒了。如果真的用上异能战斗，小峥可不是人家的对手。小峥，你也要以此为鉴，觉醒者上了擂台比试就要全力以赴，千万不能因为同情或者轻视对方就放水流手。你今天的对手就是很好的例子。后续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你放心，他伤好后也不敢找你麻烦的。”王峥看爸妈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而且说的这么坚定，也就没有多说，默默的点了点头。他自然是知道自己的实力暂时还不是 C 级觉醒者的对手，今天也只是靠偷袭打了个先手。不过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王峥对自己充满信心。第二天一大早，王胜荣就把赖床的王峥喊了起来：“我把客房稍微改了一下，这几天你就先在家里锻炼。老钱说那个小丁教练用辞职威胁他，所以又帮你联系了一位防御型的觉醒者做你的陪练，过几天就去他的拳馆报告，到时候再喊你过去。”王峥一听十分无语，明明是丁远自己先使用异能的，现在却怪我把他打得太惨，这是什么道理？吃早饭之前，王峥先到客房转了一圈，房间地上铺着软垫，挂着2个沙袋，中央还放着一个拳击速度球，房间的角落里还堆着一些杠铃哑铃。王峥顺手把自己的大锤搬了进去，他总觉得自己在家里就会变懒，只想躺平，动都懒得动。既然暂时不能去拳馆实战对练，王峥想着那就研究下怎么提升属性吧。体力值200/200，灵气值26，体质20，力量21，智力8+，精神7+，敏捷8+。体质和力量目前还是不能点，那么先把剩余3种属性都点到10。王峥心中默念加点。智力10，没有感觉有什么变化，看来还得继续加。加了2点智力，扣了10点灵气值，最初体质11点，每提升1点就要扣10点灵气。那是不是说现在20点之后，每加1点需要的灵气上限就更多了？那技能是不是也越加越贵？王峥有些不愿意相信，你怎么跟小说里的外挂一点都不一样？人家都能打败对手，吸收对方的灵气，你怎么就不行呢？没办法，继续加点吧。精神使王峥感觉自己脑袋凉飕飕的，就连思绪都变快了不少，一些原生记忆深处早已遗忘的事情也被回忆起来。敏捷10突然增长了2点的敏捷属性，让王峥一下子无法适应，连走路都有些别扭。他感觉自己的思想和身体动作有些不协调，念头刚一动，身体瞬间就反应过来了，过了好一会才恢复正常。王峥心想，这敏捷属性太恐怖了，看来以后这个属性只能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加点。就在王峥点完最后1点敏捷时，视线里的数据面板突然一阵波动。等到平静下来，王峥就看见数据面板里多了一项新的功能，而且体质和力量又可以加点了。看来自己之前的猜测没有错，5维属性不能相差太大，不然就会出现单种属性无法继续提升。本来还想测试下能不能将灵气上限提升到500以上，觉醒第3种异能，可惜灵气值远远不够，只能以后再试了。体力值200/200，灵气值191，体质20+，力量21+，智力10+，精神10+，敏捷10+。基础功能扫描。王峥猜测新的基础功能很可能是全属性10点以后的奖励，以后20点、30点肯定还会开发出新的功能。集中精神在扫描2个字上点了一下，瞬间感觉脑海内升腾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无形之力。还没等王峥仔细体会，视线内又出现一排字：未发现扫描目标。王峥有些无奈，自己这金手指什么都好，就是没有配个说明书，什么功能都需要自己摸索。随手拿起自己的水杯就开启扫描，然后提示无法扫描，扫描失败。紧接着又试了自己房间里的桌子、椅子、电脑、课本，无一例外都是提示扫描失败。王峥仿佛想到了什么，立刻跑出了房门，看着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的王胜荣，心里默默地喊了一句扫描。顿时王胜荣的属性面板出现在了王峥的视线里。体力值250，灵气值99，体质25，力量58，智力15，精神5，敏捷25。看着自己老爸的属性，王峥有些无语，这叫力气大一点吗？除了精神每项属性都比自己高，难道自己老爸真是觉醒者？很明显自己老爸身上是有秘密的，但是既然爸妈对自己有所隐瞒，王峥相信肯定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自己暂时还是不要太过追究，避免给爸妈带来麻烦。等以后有能力了再问吧，希望自己尽快成长到可以给爸妈分忧的高度。王峥在心里立下又一个小目标。时间一晃而过，很快就到了6月底，明天就是7月1号正式放暑假了。王峥也在半个月之前就已经收到了京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考上大学也是人生中的一大喜事，所以王峥也是第一时间拍照发了个朋友圈。震惊！高2学生提前辍学，竟然收到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京南大学录取通知书点 JPG， 底下评论倒是热闹得很。卷毛，明天来震惊部报道。洋洋，我可能不是人，但你是真的狗。王存心，虾仁还要诛心。魔都大学郑老师终究还是错付了。留意，震惊！某高2辍学男青年发文炫耀，第2天就被人暗中打断了腿。
王峥回了刘毅一个呵呵。这次底下的评论变得十分整齐了。刘毅施主，你这次麻烦大了，阿峥这人小心眼。王峥心中暗自记下几人的名字，没有继续和他们胡侃。在这期间，卷毛也跟王峥联系过，约了几次去吃饭，王峥都拒绝了，只是推脱等他们觉醒完在一起庆祝，并让他最后几天不要松懈，坚持锻炼。毕竟没有几天，他们就要去注射灵气药剂了。卷毛自然是满口答应。最终金南一中也没有再出现第二个自然觉醒者，也不知道李校长心情如何。再看王峥自己，1个多月的时间，灵气值上限已经从191点涨到了249点。不过王峥却没有继续点属性，他有些犹豫，是先把至精敏先点到20解锁新的基础功能，还是追求极致，先把体力点到30点。按照王峥的猜测，体质点到30需要200点灵气上限，至精敏3项属性点到20则是需要300点，目前还不够，所以就暂时留着没有点。新功能扫描很不错，非常好用。王峥实验了很多次，可以检测出对方的5维属性、体力值、灵气值。未能觉醒的普通人5维属性均在10点以下，一级能力者丁远则是全属性10以上，力量突破了20点。每次使用都只需要消耗1点精神力，最多可以连续使用10次，之后如果继续强行使用就会头晕恶心，休息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恢复。对于灵气上限的提升，目前除了每2天1点的自然增长和坚持吃1瘦肉的1天1点，王峥也没有发现其他的方法。即使每天坚持大量训练，也没有能够额外增加灵气。不过也不能因为锻炼没有效果就放弃，至少自己的实战经验比之前多了很多。如果自己的数据面板能显示技能的话，估计徒手格斗的技能应该都提升好几级了吧。这天王峥正在进行今天的对战练习，猛地发现自己的力量属性提升了1点，这让王峥喜出望外。他的教练屈豪看见王峥愣住了，以为他累了，就停下了进攻的步伐，拍了拍王峥的肩膀，走到一边休息去了。屈豪就是钱瑞博给王峥找的新陪练，寸头国字脸，身高接近2米，平日里沉默寡言，性子有些憨厚，典型的东山大汉，地级防御型觉醒者，擅长拳击、柔术和摔跤。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王峥就扫描过屈豪的信息了，体力、力量2项属性高达30点，1等1的勇猛，王峥完全不是对手。因为屈豪从头到尾都没有使用过异能，所以王峥也没有激活过反伤，凭着一股子倔劲，努力吸收消化着对方的经验。王峥看着涨到22点的力量值，兴奋地在擂台上翻了几个跟头，因为他明白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虽然锻炼并没有给他提升增长灵气上限的速度，但是只要锻炼能够增加身体素质，其实效果是一样的。毕竟就算提升了灵气上限，王峥也需要用来提升属性。用实战对练来训练的话，力量、体质还有敏捷应该都能增加，就是不知道智力和精神该怎么锻炼。王峥甩了甩头，抛开这些杂七杂八的念头，双手用力碰了碰拳套，笑着对屈豪喊道：“豪哥，这么快就累了吗？继续。”屈豪看着在擂台上发疯的王峥，憨笑着摸了摸头。对于面前这个16岁的少年，屈豪是十分的欣赏和认可的。短短1个月的时间，自己的拳击、柔术和摔跤等技术都已经被王峥学了个七七八八。虽然屈豪觉得王峥有这方面的天赋，但更认为这是王峥努力的结果。这1个多月的时间，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8点，雷打不动，风雨无阻，没有一天缺席，也没有一次抱怨，完全按照自己制定的计划稳步前进，几乎每天都在超额完成任务。说句实话，连屈豪都觉得王峥太刻苦，太拼命了。在这个16岁的少年身上，他看到了一种叫做坚韧的品质。结束了1天的训练，王峥回到家中，父子2人简单的吃完了晚餐。李亮倒不是加班，3天前出发去帝都开会了，听说这次对于灵气的研究有了大的突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王峥倒没有那么矫情，3天不见就想妈了，毕竟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妈加班加的厉害，几天不见也是常有的事，主要是异瘦肉就快要吃完了，他本来就嫌弃自己的提升速度慢，要是还断了异瘦肉的供给，那真是比要他命还要难受了。吃完饭要消化，按照惯例下楼跑步，还是每天固定的路线。在拐入小区后面的小巷子之后，王峥突然耳朵动了一动，听到后面有沙沙嗦嗦的脚步声，便慢慢的停了下来。回头一看，只见外面巷子口昏黄的路灯下出现10几条人影，对方明显不怀好意，还摸清了自己的行动规律。王峥顿时紧张了起来，屏气凝神，准备看情况跑路还是动手。这时为首的大背头走了上来：“王峥同学，我们家少爷想跟您见一面，希望您赏脸一句。”王峥扫描一开，全能力低于10的普通人，紧锁的眉头渐渐松开，一脸惊讶地反问道：“谁是王峥？你认错人了吧？我叫王家。”听到王峥睁眼说瞎话，大背头身后10几个小弟手拿钢管、球棍围了过来。大背头笑着说道：“王少别开玩笑了，要是连人都认不清，还怎么出来混？”王峥也笑了：“混社会。”他本以为是杨伟找人来报复，但是杨伟是知道自己实力的，断然不会派这些人来送菜。现在他实在有些好奇，不知道自己是哪里得罪了人。大背头靠近2步后，就突然变了脸，猛地一脚当胸踹了过来。虽然对方看着挺菜，但王峥害怕有诈，微微侧身就躲开了这一脚，随后右腿前蹬，扭胯抬肘正中大背头胸口。只见大背头用比来时更快的速度倒飞回去，带到一片小地，挣扎半天也没能继续爬起来。一群小弟举着手里的武器，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敢上来。王峥看到对方如此不堪一击，哪里还等他们犹豫，直接荆棘之心一开，虎入羊群般冲进了人堆，不闪不避，也不用什么招式步法，一拳一个。转眼间又倒下4、5人，剩下几人看到王峥如此勇猛，直接吓得四散而逃。王峥看着自己200的体力值，长叹了一口气，真是太危险了，还好我技高一筹，差点就掉血了。见其他小弟已经跑远了，王峥并不在意，也懒得去追，慢悠悠的走到大背头面前，对着大背头的脸用力跺了下去：“混社会是吧？我让你混社会，我让你混社会！我说我叫王家，还要找我麻烦，还敢找我麻烦！”看着大背头已经肿成猪头一样的脸，王峥问道：“自己说吧，你可别让我失望，最好硬气一点。”大背头疼得满脸是汗，双手死死地抠住地面的缝隙，指节都有些发白。缓了半天后，从怀里掏出一个手机递了过来。
王峥看着手机上的照片，怒从心起。照片上赫然是卷毛被系住了2根大拇指吊在空中，只有使劲踮起脚尖才能勉强够到地面。鼻青脸肿，早就看不出人样了，身上也到处都是血迹。看着王峥，脸色变了又变，大背头冷笑一声：“城南公馆，半个小时内你不……”王峥眼中有戾气闪过，忽地抓起大背头的一只胳膊，干净利落的一扭一扯，不顾令人牙齿发酸的骨骼断裂声音，右脚重重地踏向他的另一只手臂。这一脚又凶又准，大背头的胳膊被踢到错位，不自然地向后扭曲。听着大背头在地上翻滚哀嚎，王峥只觉得十分聒噪，抬腿出脚，砰的一声，大背头应声昏死过去。迅速整理了一下思绪，王峥直接返回到了家里。王胜荣看着身上带着血迹的王峥，没有说话，平静地看着他。看着面前的男人，王峥把大背头的手机递了过去：“吧，有人抓了我的同学，要我半个小时内去城南公馆。”如果是之前，王峥是万万不敢把王胜荣扯进这样危险的事情当中的。不过自从看到自家老爹高达58点的力量值之后，就不再担心爸妈的安全问题了。毕竟 A 级觉醒者的老妈5维属性最高的精神值也只有66点。那你是怎么想的呢？王胜荣依旧很平静，仿佛只是在问他想吃什么菜。我想去，我觉得这伙人是冲我来的，他们摸清了我的夜跑路线，专门等到老妈不在家，然后再来袭击我。就算这次不去，下次还是想去就去。王胜荣直接打断了王峥的话，声音十分的沉稳，让人感觉到心安。王胜荣把车开得飞快，不一会就到了城南公馆门口。说是公馆，其实就是市区内的别墅区，车刚停在门口，就有门童迎了过来。王胜荣转头对王峥说道：“放心去吧，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用有所顾忌。”王峥一时间有些诧异，他本以为老爸会跟着自己进去，不过既然老爸敢这么说，那自然是有所依仗。王峥点了点头，随即推门下车。王峥先生对吧？请跟我来，我们少爷已经等候多时了。门童满脸堆笑，王峥却不愿意跟他多费口舌，示意他前面带路。虽然这里叫做公馆，却不是那种旧时代的小洋楼，而是偏中式风格的别墅群，里面小路弯弯绕绕，如果没有人带路，光靠自己还真的闯不进来。又走了数分钟，王峥已经十分不耐烦了，这才终于到了地方，没有多么富丽堂皇、金碧辉煌的装饰，普普通通的中式庭院。门童推开大门，领着王峥直接进了大厅，然后迅速退了出去。刚才走在外面，只觉得这房子不太起眼，进门之后才发现别有洞天，这个房子内部空间十分之大。王峥对吧？方浩现在挺惨的哟，你是来为他出头吗？就在王峥观察环境时，一个轻浮的声音传了过来。王峥走出玄关，抬眼望去，只见一男一女站在客厅中央。在看见女生的一瞬间，王峥的瞳孔猛地一缩，终于知道了是谁对自己这么恨之入骨，策划了这一切，甚至还要折磨卷毛来刺激自己。王峥的目光直接越过面前两人，看向后面被吊着的卷毛，他身上的伤比照片里还要严重，大拇指被吊着早已经肿胀的发黑，腿上还插着2只冰锥，鲜血还未流出就已经被冻得结成了痂，周围的皮肉全部翻开，被冻得发紫开裂。看着王峥逐渐凝重的表情，一个歇斯底里的声音传来：“王峥，当日你们几个在班级里如此羞辱我，可曾想到会有今天？自然觉醒很了不起吗？今天进了这门，你就别想出去。”是金南一中同伴的学伟。哇哦，张学伟好大的威风呀！自然觉醒是挺了不起的呀。还有你打算怎么不让我出去呢？王峥嘴上随口嘲讽着，心底默默地开启了扫描功能。男的灵气值230点，1级觉醒者，智力精神双高，分别是19、21点。让王峥感到意外的是，张学伟竟然也觉醒了，灵气值显示90、102，最高属性是智力13点。学伟气得大叫：“我信你！”随后双手各凝聚一团寒霜，瞬间凝结成2道冰锥，抬手就要向王峥刺来。这时那男人伸手一拦，开口说道：“王峥，听说你很嚣张啊，家里有个自然觉醒的长辈，就敢在学校目中无人，区区不才，父母都是自然觉醒者，当然我也是。微微是我女朋友，你欺负了她，我肯定是要帮她出气的。都是同学，我也不想做得太难看。你跪下来给微微磕3个头，今天就只废你2条胳膊，怎么样？”李微微急忙喊道：“凯哥，废2只胳膊就要放过他，这也太便宜他了，我看起码还要割了他的舌头。”男子却朝他微微点头，眼神示意其稍安勿躁。看着李微微手里的2根冰刺，王峥眼里闪过一抹凶厉之色，看来卷毛腿上的伤就是出自他手了，就因为教室里的几句口角，竟然把人伤到这个地步，如今不仅要自己跪地磕头自废双手，还要割了自己的舌头。王峥怕了，他是真的害怕了，这个女人是疯子，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不正常，他怕自己的心不够狠，怕今天要是不能彻底解决这件事，以后会永无宁日，所以今天李微微必嘘死，帮他出气，就你也配？李微微无故挑衅在前，这次出手伤人在后，你不想做得太难看，我却不想让你们太好看啊！王峥暴喝一声，迅速开启荆棘之心，双脚用力一蹬地面，朝2人电射而去。对面王峥暴怒的一拳，男子边退边道：“我段正凯这辈子最佩服硬骨头，你朋友算一个，你也算一个，希望你等会也能这么硬气，我比你爹都硬，有种别多吃我一拳！”王峥继续大喊大叫的朝着段正凯追去，一副愣头青的模样。段正凯刚要开口嘲讽，却看见王峥忽的止步，借助跑动的冲力拧腰转身，一记凌厉的鞭腿朝着李微微轰去。李微微只见一条黑影当头砸下，顿时躲避不及，被一脚砸中右肩，整条胳膊酸麻难当无力的耷拉了下来，手中的冰刺也滚落到地上，紧接着眼前一花，沙包大的拳头朝他面门而来。拳头带出的破空声震得他双耳嗡嗡作响，他根本避无可避，被王峥一拳轰飞，身体重重的砸在地面之上，脑袋一歪，立刻昏迷过去，另一只手里紧握着的冰刺也慢慢消融不见。王峥不屑地嗤笑道：“你女朋友好像又被我欺负了呢，你怎么不来给她出气了？”段正凯知道自己是被王峥给耍了，又羞又怒，一张脸涨得通红。王峥，这是你逼我的，你今天必死！随后双手不断地释放出灵气，灵气在空气中逐渐勾勒出一个法阵。
王峥看见段正凯，这明显是独条鳖技能呢，对方明显是法术型觉醒者，心想着不能给他机会，随即又朝着他电射而去。只见王峥小腿的肌肉全部球结起来，庞大的冲击力直接把地面踩出一个个小坑。即便王峥如此果断，还是没能及时阻止段正凯的异能释放。还没等王峥冲到他身边，灵气法阵里一跃而出2条青灰色的巨狼，半人多高，体型匀称，四肢修长，湿润的鼻子喷出白气，琥珀色的眼睛透露出无尽的凶狠，牙齿明显比正常的狼更长更锋利，伴随着粗重的喘气声，口中的咸水也不断的滴落到地上。看着自己召唤的异兽终于登场，段正凯也是得意的大笑起来。这2头牙狼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才培养出来的，每一头都有1级觉醒者的实力。王峥，你今天插翅难飞。王峥也是第一次见到异兽，心中不免有一些惊奇。听到段正凯介绍说这是牙狼，看起来跟普通狼也没有太大区别。开启扫描，却看到数据面板提示扫描失败，于是便小心戒备了起来。心里评估着牙狼的实力，想到自己还曾经吃过牙狼的肉，而且只是1级实力的话，应该不难对付。段正凯一声令下，2只牙狼一前一后，迅速向王峥扑了过来。王峥侧身躲开牙狼的扑击，右手顺势捏拳抡圆了，狠狠砸在牙狼的头上。巨大的力量直接把牙狼砸飞出去，王峥自己的拳头也被震得生疼，甩了甩被震疼的手，心中暗骂自己愚蠢。狼都是铜头铁骨豆腐妖，自己还打他的头，真是自讨苦吃。牙狼的速度很快，2狼同时攻击之下，王峥躲闪不及，没能躲过第2头狼的攻击，后背被猛地一抓，鲜血顿时流了出来。牙狼闻到了血味，瞬间凶性更甚。段正凯看到王峥受伤，心里大喜，立刻指挥2狼朝着王峥包围过来。王峥感受着背上的伤势，虽然看起来血流不止，但其实只是皮外伤，并没有伤到内部肌肉，体力值也仅仅只是降低了5点。想着自己今天空手而来，并没有带什么武器，身旁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道具，面对这2头牙狼有些吃亏，毕竟只能躲闪，招架就会被抓伤。不过还好，牙狼的攻击力并不足以完全破开自己的防御。看着2头牙狼配合默契，行动迅速，王峥立刻调整了对战思路，在其中一只牙狼扑过来时，主动把胳膊伸进了他的嘴里。感受着尖牙刺入皮肤的痛楚，王峥心中发狠，使劲把手往牙狼喉咙捅了进去，趁着牙狼吃痛想要后退，立刻翻身跨坐在他身上，另一只手使劲勒住牙狼的脖子，用尽全身的力气，身体带动着胳膊一扭，随着骨骼断裂的清脆声响起，这头牙狼被扭断了脖子，舌头吐得老长，已经没了气息。这时一股微弱的灵气顺着牙狼的尸体飘向王峥，不过王峥还在战斗，并没有注意。不等王峥起身，另一头牙狼直接扑到了王峥背后，一口咬住了王峥的肩膀。王峥顺势往后一倒，将全身的重量压在牙狼身上，牙狼吃痛后反而咬得更紧，丝毫没有松口的样子。无奈之下，王峥高举另一只手臂，握拳抬肘，狠狠地向后肘去，1下、2下、3下，一次比一次更重。那牙狼终于忍不住痛松开了嘴，还顺带从王峥肩膀上撕下来一块血肉。体力值150-200，王峥却不管不顾，直接朝着牙狼扑去，一手捏住狼吻，一手扯住一只后腿，沉下身子扎稳马步，大喝一声，竟将这块200斤的变异牙狼高高举起，不顾牙狼的挣扎扭动，将它狠狠地灌在地上。只见一圈灰尘扬起，地上甚至被王峥的蛮力砸出了一个大坑，牙狼顿时萎靡下来，嘴里血沫狂喷。王峥也不停手，抬腿猛踹牙狼的腰部，牙狼挣扎了几次，最终还是没能爬起来。王峥继续补了几脚，很快这头牙狼也步了同伴的后尘。段正凯这时已经吓傻了，心里早就已经把李薇薇这个贱人骂了半天。这 TM 的哪里是刚刚觉醒的能力者，有这种实力，自己一个失去了召唤兽的召唤师肯定是死路一条。心里已经十分后悔，明白是自己踢到了铁板。王峥此刻却有些欣喜，他终于找到了增长灵气上限的新办法。之前击杀第1头牙狼时还没有太在意，等干掉第2头牙狼后，明显感觉到有一丝灵气被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再看自己的数据面板，相比之前涨了整整10点灵气，所以说击杀异兽也可以提高上限。看来我以后的主战场还是要在前线，或者去魔都异兽饲养基地找个屠夫的工作。收起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王峥一脚踢开面前已经死透了的牙狼，先把卷毛慢慢的放了下来。他的情况不算太好，王峥也不敢做进一步的处理。不过这个世界有异能的治疗术，只要没有当场死亡，都是可以救回来的，就是一个恢复快慢的问题。王峥阴沉着脸，缓步朝着段正凯走去。现在倒算总账的时间了。反观段正凯早已被吓得瘫倒在地，不断的后退。段正凯看着一身血渍的王峥向自己走来，他肩膀上掉了一大片血肉，鲜血不停的往外涌，身上还有数道血痕，胳膊上甚至还有几个血洞，但他眼神却十分冰冷，连眉毛都不曾皱起，仿佛这一身的伤都和他无关。会死，真的会死，他绝对敢杀自己。段正凯心里不由得闪过这个念头。别过来，你别过来，我爸妈都是 A 级觉醒者，我可以给你钱，给你很多很多的钱，还有很多你没见过的灵果，要记，求你不要伤害我。王峥嗤笑道，你刚刚不是还说喜欢硬骨头，还要让我磕头吗？我记得还让我自废双手。段正凯立刻跪下，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求求你放过我。王峥一脚把段正凯踹了个跟头，然后一手掐住了他的脖子，把他提了起来，然后恶狠狠地说道，要我放过你也简单，继续召唤，再招一头异兽出来。王峥这是第一次看到召唤的能力，他看段正凯之前凭空召唤出来异兽，顿时来了灵感，想着只要他一头头的召，自己一头头的杀，那灵气上限还不得起飞喽。段正凯却给王峥泼了一盆冷水，表示自己办不到异兽不是凭空召唤的，他们是从幼崽开始就被我驯养，平时待在我的天赋空间里，需要的时候再把他们召唤出来，那我留你还有什么用？王峥卡 bug 刷灵气上限的梦想直接破灭，当胸一脚直接踹断了段正凯的几根肋骨，段正凯像炮弹一般倒飞了出去，撞在墙上滑了下来，鲜血从嘴角溢出，不断的咳嗽，看起来十分难受。
这时段正凯的眼里忽然闪过一丝欣喜，王峥耳朵微微一动，仿佛脑后有眼一般，直接转身伸出手掌，只见一枚冰锥旋转着刺破了王峥的掌心，但是却无法深入，被王峥的肌肉死死顶住，不能寸进。段正凯脸上的笑容立刻就凝固了，王峥随手一捏，这枚冰刺就被捏得粉碎。原来是那李薇薇已经清醒了过来，看见王峥背对着自己，李薇薇半趴着身子，用仅能活动的一只左手投射出了这枚冰锥。只见她此刻的眼神已经疯狂，表情狰狞，死死地盯着王峥。这次不行，还有下次；下次不行，还有下下次。总有一天我可以杀掉你，杀不了你，还可以杀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你最好永远的都守在他们身边。哈哈！王峥的眼神愈发冰冷，缓缓走到李薇薇身边，蹲下身子，温柔地捧起了她的脸颊，凑到她耳边低声说道：“原本只是同学间的几句口舌之争，你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呢？而且原本也是你先招惹我的，对吧？在我今天来这里之前，想过很多种可能，却唯独没有想到是你在背后主导这一切。而且你现在说的越多，只会越坚定我要杀你的心。你知道吗？从我进门看到你的那一瞬间起，我就决定了，今天一定要杀了你。”随后用力扭断了李薇薇的脖子，她脑袋如同一颗断裂的发条，拧了足足90度，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挂在了脖子上，眼睛瞪得老大，一脸的不敢置信，仿佛不相信王峥敢真的杀他，惨烈的难以表述。段正凯看到王峥杀鸡一般宰了李薇薇，吓得目瞪口呆，嘴里咳出鲜血，也毫不在意了，不断的重复着：“你不能杀我，你不能杀我。”一股腥臭之气传来，再一看段正凯裤裆里溢出了一滩水渍。王峥不屑地撇了撇嘴，看了眼数据面板里仅剩的120点体力值，只觉得自己有些拖大，今天太危险了，差一点就掉到半血以下了，以后做事还是不能冲动，回去以后得好好检讨。随后迈步朝段正凯走去，准备为今天的事情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小友，就到这里吧。这时一个声音传来，王峥转头望去，看见自己的父亲和一位老者同时走了进来。这老者又开口道：“段正凯是段家独子，如今主恶已除，还希望小友手下留情，饶他一命。”王峥虽然心中十分不满，对于老者的说法也是不屑一顾，但是看到自己父亲并没有出言反对，心中有些犹豫，于是把目光转向王胜荣投去。王胜荣满不在乎地扣了扣鼻子，之前就跟你说过，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用顾忌的。段正凯自然也看到了两人进来，虽然很想叫老者帮自己直接杀了王峥，但他毕竟只是嚣张了些，并不是真的傻子。虽然他不认识王胜荣，但在查王峥背景时也是看到过王胜荣资料的，虽然上面显示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伍士兵，但是看到老者和王胜荣两人并排站在一起，而且老者还是和王峥用商量的口吻对话，自然是明白这王胜荣绝对不像自己之前查到的那么简单，自己目前还是不能随便开口，以免引起王峥的过激反应。看着王峥的眼神逐渐冰冷，老者连忙开口：“段正凯的父母均是 A 级觉醒者，他的母亲更是和段正凯一样走的召唤流的路子，手下圈养了一大群异兽，战斗力十分可观。如果你现在杀了他儿子，他们以后肯定要找你报仇的。难道你能在你父母身边躲一辈子？就算你忍得了，能躲，可如今你爸的身体每次战斗都是在消耗生命力，你真的愿意让你爸妈陷入危险之中吗？”王胜荣连忙打断：“胡说八道什么呢？老子身体好得很。小郑，你不要相信他说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有额外的压力，老爸都支持你。”王峥仔细考虑了一番，这老者说话不似作假，毕竟看着老头和老爸的关系，段正凯的家庭实力，父亲肯定也了解，还有最后父亲连忙辩解的样子也很可疑。如果真的像这老头所说，父亲如今的身体状况不能战斗，那就暂且先饶他一命。而且刚才这老头也说了，他们家老妈也是召唤流圈养了大量异兽，要不先敲一波灵气结晶，等自己以后实力变强了再说。实在不行，等自己能力强了，到时候一家三口全给宰了。看着段正凯低着头，根本不敢看自己，来了靠山也一言不发的样子，王峥越来越觉得这人能屈能伸，是个人才，以后肯定是个威胁。看来以后还是得找个机会把他宰了。放过他也可以，不过我有个条件。有什么条件？你说。老者松了一口气，毕竟段正凯他妈花钱雇自己照顾他的儿子，现在要是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人杀了，那疯女人肯定也会恨上自己。要说直接用强武力保下段正凯，他自己都不信，他怕自己出不了这个门。心里想着自己只是个医疗系的觉醒者，如果只有王峥一人还好，但是现在王胜荣就在自己身边，这么近的距离，王胜荣真的要对自己动手，自己绝对撑不过30秒，能和平解决自然是最好。10枚灵气结晶，王峥眼睛都不眨一下。可以，我替段家答应了。就算是你们2位年轻人不打不相识了，小凯得罪了你，用10枚灵气结晶赔罪也是可以理解的。老者笑呵呵地回答道。王峥，每当我打出问号的时候，不是我自己有问题，而是我觉得你有问题。王峥的心里是猛的，妈蛋亏了，真就这么有钱呗？10枚灵气结晶还都不带还价的，还有我这位同学的伤也没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给他治好。老者一挥手，地面上瞬间凭空生长出2道藤蔓，藤蔓上的叶片青翠欲滴，越长越大，逐渐将卷毛包裹起来。另一道卷向了王峥，不过仅仅只是在躯干和胳膊上裹了几道，远没有卷毛那边严实可以了。10分钟后会自然枯萎，到时候你们身上的伤都会被转移到这藤蔓之上。王峥虽然感慨这异能的神奇，但还是继续开口问道：“最后我还想问李薇薇是怎么觉醒的？据我所知，目前还没到注射灵气基因药剂时间，而且她的天赋应该不是很好，是段正凯帮她换了一枚高阶的觉醒药剂，灵气浓度更高的那种。”老者对答如流。那我需要一枚同样的药剂补偿给我同学。可以，我会和灵气结晶一起给你送过来。王峥，我庞西校欠你一个人情，如果你以后到了京都有任何麻烦，都可以来找我。灵气结晶和高阶觉醒药剂对庞西校来说都是小事，只要把段正凯人保住了，今天这事就算是完美解决了。
毕竟只是死了一个段正凯才认识几天的李薇薇，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而已，谁会在乎？他段家有实力有背景，难道王胜荣和李亮又有哪个是好惹的？所以只要王峥和段正凯他们两个没出事，那就只是小辈之间的矛盾，会让他们自己解决，双方家长也不会撕破脸皮直接下场，这就是灵气时代的游戏规则。很快之前长出来的藤蔓就已经枯萎了，被风一吹就散成一片粉尘，消散在空气之中。再看王峥和卷毛身上的伤势也已经完全恢复，除了卷毛脸色有些苍白，人还没有清醒之外，已与常人无异。王胜荣看着事情已经解决，随意的挥了挥手，跟庞西笑打了个招呼，就让王峥抱起卷毛向门外走去。走到门口，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回头说道：“既然今天的事王峥已经做出了决定，老庞你也认可了处理方案，那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如果他与亚楠不服，可以直接来找我，但是万一后续还有神针对王峥的打击报复，那么……”呵呵。说完冷哼一声，径直出了大门。等到王胜荣几人都离开后，庞西笑开始为段正凯治疗伤势。段正凯这时才开口问道：“庞爷爷，那王胜荣很强吗？我之前查过资料，貌似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未觉醒，连您也不是他的对手吗？”庞西笑无奈地说道：“他确实没有觉醒，不过他并不是什么普通人。如果他真要搏命，别说是我，就算是你爸妈加上我一起，也只有给他赔命的份。我看他的儿子也不简单，很可能遗传了他的力量。我劝你以后最好不要再招惹他了，为这样的混人赔命不值得。”段正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点了点头，没再开口。看着昏迷中的卷毛，王峥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他并不认识卷毛的家，更何况卷毛现在处于昏迷当中，直接送回去也不太好，于是只能把他带回家中，丢在自己床上。安顿好卷毛之后，王峥决定跟自己的老爸聊一聊。老爸，他们不会赖账吧？那庞西笑是什么人？你们怎么认识的？他跟段家又有什么关系？他不会，也不敢。庞西笑也是我以前在前线认识的，他同样是被国家征召的觉醒者之一，因为是植物系的治疗能力，当时特别受到重视，所以见过几面。实力的话，现在应该也是 A 级了吧？因为他能力有植物系的特性，所以和于亚楠有什么合作吧？毕竟他们当年就比较熟，是一个小队的。不过你不用担心，他们不敢来找你麻烦的。王胜荣说的是满脸的唏嘘，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那您现在是什么实力？为什么他说您如果战斗就会消耗生命力？王峥继续追问。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的，王胜荣摆了摆手，犹豫了一下，然后解释道：刚开始那2年，天上的洞天还在，大部分觉醒者都是才刚刚觉醒，战斗力并没有现在这么强，对灵气的研究也才刚刚提上日程，各方面都还处于摸索阶段，而且人手严重的不足。为了尽快缓解受灾，国家开启了一项名为超级基因战士的计划，选出身体素质最好的战士进行改造，想要人工制造出觉醒者。这也是研究灵气基因药剂计划的前身。我当年运气不好，一开始没有觉醒，而且一门心思就想着增强实力，报效国家，所以也报名参与了这项计划。改造后虽然没有成功觉醒，但确实在实力上有了很大的提升。你也知道，在成为觉醒者之前，我们是没办法运用身体内的灵气的，但是改造过后的我们可以。虽然总量很少，但是配合上强大的肉身，是完全可以对异兽产生伤害的。但是由于当时的技术不全面，导致我们在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身体素质迅速下滑。越是激烈的运动，生命力流失的越快。因为有着严重的缺陷，所以这个计划被终止了。我们这一批人也退下来了。对于老爸的选择，王峥是有些佩服的。如果换成自己，不一定能做到这么洒脱。毕竟在洞天消失之前，所有人都有可能突然觉醒的。而老爸却放弃了这样的希望，毅然决然地投身到实验当中，牺牲自己为国家做出贡献。那您现在实战能力有多强呢？如果必须要战斗的话，王峥还是有些好奇。这我哪知道，我都多少年没动过手了。不过如果真的以命搏命的话，我能以燃烧生命力为代价，换取暂时的全能力翻倍。当年有不少战友就是这样牺牲的。王胜荣说的十分洒脱，眼角却偷偷的湿润了。他转过身去揉了揉眼睛，却发现王峥根本就没有看他。王峥现在已经被自己老爸彻底震惊了。卧槽，全能力翻倍，这是什么概念？回想着之前看到王胜荣的数据，足足有58点力量值，翻倍后就是116点，哪怕其他能力都不变，单凭这116点力量，恐怕就能打爆一切了吧。难怪已经是 A 级觉醒者的庞西笑今天也不敢直接对自己动手，这可不是游戏数值，这是现实世界，力量越强，速度就会越快，你跑也跑不过，追上之后就是一拳打爆。不过这是自爆的技能，王峥还是希望老爸永远都用不上。王峥回过神来，继续问道：那为什么段正凯家这么有钱，灵气结晶石没说拿就拿？王胜荣叹了口气，这主要还是怪我，你妈一开始也不是后勤的研究员，只是为了照顾我才和我一起退回来的，在大后方做研究安全，不会遇到危险，也不用战斗，我也可以多活几年，但是却没办法像在战场上一样获得那么多的资源了。段家那是在军方挂了名的，于亚楠的召唤能力也是极其适合在前线作战的，所以仅仅只是10枚灵气结晶，他们是拿得出手的。有时候自己想想也挺后悔的，明明还不算太老，身体也算得上强壮，却活得比80-90岁的老人还要小心翼翼。要不是后来有了你，我早就去战场上大闹一场了。男子汉大丈夫，自然要死得轰轰烈烈。王胜荣轻轻摸着王峥的头说道：老爸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再去战场了，所以以前才会对你那么严格，现在你已经长大了，老爸对你很满意，希望你不要怪我。王峥摇了摇头，轻声说道：老爸，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未知在等待着人类去探索呢。楚天行楚老头不就说自己吃过什么天才地宝吗？以后等我实力强大了，我也可以去战场杀敌，去异兽老巢探险，您未必没有恢复的机会。您现在得好好巴结巴结我，自己养好身体，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王胜荣瞬间脸色漆黑，二话不说，抬腿就朝着王峥踹去。啊！这时房间里传来一声大喊，听到房间中传来声响，王峥赶忙推门进去，看见卷毛满头大汗坐了起来。峥哥，这是在哪？是你救了我吗？虽然卷毛之前已经处于意识模糊的状态中了，但隐约中也好像听到了王峥的声音。是李薇薇那个贱人，
他一直怀恨在心，不知道从哪儿觉醒了异能，还有一个男的，他们把我关起来，打我，折磨我。王峥上前拍了拍卷毛的肩膀，安慰道：“我都知道了，现在已经没事了，李薇薇已经死了。那个男的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也被我打死了2只召唤兽，打断了几根肋骨，他的异能也暂时废了。”王峥并没有说出段正凯家里的情况，也并不想让卷毛再卷入这件事情里来。什么？死了？我之前好像看到你们在交手，难道？你不用有太大的心理负担，这件事并不全是因为你，而且对我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还帮你要到了赔偿，一支高级的觉醒药剂，李薇薇就是靠这个药剂才觉醒的，没有副作用，和学校安排统一的灵气药剂是一样的，只不过灵气浓度更足，觉醒的概率更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调养好身体，然后成为觉醒者。今天都已经这么晚了，你爸妈肯定担心坏了，你赶紧联系他们一下，今天就在这休息吧，明天一早我送你回去。第二天一大早，王峥就把忧心忡忡的卷毛送回了家，并且嘱咐他不要随便说出城南公馆的事情，觉醒药剂到了之后自己会联系他的。卷毛自然是满口答应，日子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自从李亮出发去帝都已经过了1个多星期了，他还是没有回来，因为严格保密，电话也打不通，让王峥有些担心。现在王峥每天都是从家到博越全馆2点1线，家里的异兽肉昨天就已经全部吃完了，没有了镜像，王峥的训练愈发疯狂了，让屈豪都有些心惊，担心王峥的身体吃不消。付出总是有回报的，虽然他的体质力量没有得到提升，但是由于增加了反应能力的训练，让王峥的敏捷也增长了2点，让王峥十分惊喜。因为还有几天就是学校安排注射药剂的时间了，卷毛也打过电话来问过，因为段家还没有把东西送来，所以王峥也只能让他再等一等了。王峥自己也有些着急，虽然说断了异兽肉的补给，但是等着10枚灵气结晶到了，自己能得到一波巨大的提升。7月9号又是新的一天，今天王峥很早就起来了，只因为昨天王胜荣告诉他庞西笑来了消息，说灵气结晶今天就会到。眼看着时间已经过了中午，王峥开始有些不耐烦了，无奈之下只能打电话通知屈豪，今天临时有事取消训练了。一直等到下午2、3点，庞西笑才到了王峥家。由于灵气结晶相较于普通物品太过珍贵，所以还是庞西笑亲自从帝都送过来的。一看到是庞西笑来了，王峥的脸上立刻就没有了不耐，笑嘻嘻的就要把庞西笑迎进屋内。庞西笑却连忙推脱，直接伸手递过来一个暗红色的盒子，10枚灵气结晶都在这了。觉醒药剂我已经以方浩的名义存在注射站了，注射地点就是你妈工作的研究站，你可以放心。我是因为本身就有任务，所以先去的研究站，免得你再多跑一趟，就干脆把药剂留下了。你让方浩到时候跟着学校一起去注射就行了，毕竟高等级的觉醒药剂并没有对外面公布。王峥自然是满脸堆笑，理解，我自然是放心庞老的，真不进来做会。我爸也在家的。庞西笑干咳2声，连连摆手，不用了，我还有事，得立刻回帝都，就这样吧，别送了。随即转身下楼，很快就没影了。王峥心里暗自腹诽，也不知道是给我的灵气结晶有瑕疵，还是被我老爸吓到了，这庞老头跑这么快，肯定有鬼。顺便给卷毛打了个电话，说明了下情况，然后就拿着盒子一头钻进了自己的房间。王胜荣虽然嘴上没有说话，假装在看报纸，但眼神却一直默默地关注着王峥。王峥回到房间后，连忙打开了盒子，只见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10枚灵气结晶，散发出五彩斑斓的光晕。盒子打开后，仿佛房间里的空气都清新了几分。王峥连忙拿出1枚吸收，灵气值瞬间从257上升到380点，提升了123点，还可以，能接受。然后继续拿起第2枚，灵气上限增长到499点，又卡住无法提升了。这枚灵气结晶很明显还没有吸收完，无奈之下，王峥只能先提升属性了。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打算先把每项属性都点到20点。体力值200/200，灵气值499，体质20+，力量22+，智力10+，精神10+，敏捷12+。吸取了上次加点的教训，王峥这次没有着急一次加满，而是一点一点的慢慢加，等到身体完全适应后才继续加点。先把智力提升到了20点，和之前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感觉。然后提升精神，提升的过程中也没有异样，只是感觉大脑一阵清凉，仿佛有一双冰凉的小手一直在抚摸着自己的头皮，给自己按摩，格外的舒服。呼，王峥晃了晃脑袋，长长的吐了一口浊气，只觉得神清气爽，思绪都变得灵动了不少。王峥没有着急提升敏捷，反而随手拿出一本书看了起来，看了好一会，猛地把书一合，开始回忆之前看的内容。王峥的眉头逐渐舒缓开来，之前所看的内容一字一句均浮上心头，甚至连每一处段落、每一个标点符号和章节页数都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以前解起来颇为困难的数学题和物理题，现在也是一眼就能看出解法。王峥兴奋地一拍手掌，看来精神力的提升也可以提升自己的记忆力，还有逻辑思维能力。最后就是敏捷了。王峥还记得上次提升之后身体出现的不协调，随即出了房门，到了自己锻炼用的小客房，每加1点之后都会起来活动下身体，跑步机上跑上一会，玩上一会拳击球，直到最后把敏捷也点到了20点。王峥只觉得一阵头重脚轻，等到身体完全恢复过来，只觉得仿佛周围的世界都变慢了，拳击球弹回来的运动轨迹清晰地呈现在自己眼里，很轻松就能躲开。不过自己还是有些不适应。王峥知道自己短时间内是不能再加敏捷了，这个属性和其他4种属性都不同，不能完全靠加点来提升。自己的反应能力提升太快，如果没有充足的锻炼来消化，甚至会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心里改变了加点规划，关于敏捷以后不能再攒属性点了，等自己的身体习惯了就加1点，然后继续锻炼，适应之后再加，在平时的锻炼中就带着把敏捷加起来，不能再像今天这样为了全属性提升而一次性加点了。等到王峥逐渐适应回来，再看自己的数据面板，在全属性都到20之后，基础功能一栏里出现了第2个功能，基础功能扫描储物。好耶，各种小说主角必备、梦寐以求的储物空间，现在他王峥也有了。
随着自己精神的不断集中，王峥似乎看到自己脑海之中有一个黑洞般的漩涡状空间，穿过黑洞，里面是一个长宽高都大约2米左右的正方体空间。王峥测试了下，只要自己用手触碰到的物品，意念一动就可以收入储物空间中。顺手把自己的大锤收了进去，随后就返回了自己的房间。看着自己剩下的219点灵气值，王峥顺手把之前剩下的那枚灵气结晶也吸收完了，又涨了30点灵气值。看起来这段家还挺大气的，灵气结晶里的灵气都不算少。王峥至今还对楚天行送来的灵气结晶里有一枚所含灵气较少而耿耿于怀，心里又暗自记上一笔，楚老头欠自己1枚灵气结晶1把锤子。第3枚吸收完419点，第4枚569点。看到自己的灵气上限顺利的超过了500点，王峥松了一口气，随即继续拿起下一枚灵气结晶。第5枚683点，这枚只加了114点，很好，小本子记上段正凯欠自己1枚灵气结晶了。第6枚吸收完正好799点，又没办法提升了。王峥心里计算着，这枚也只给自己加了116点灵气上限，又给段正凯记上一笔。把目光转向自己的数据面板，体力值200/200，灵气值799，体质20加，力量22加，智力20加，精神20加，敏捷20加，基础功能扫描、储物、荆棘之心加略，立体双 A 加略，圣光束加灰。终于出现了第3种异能，王峥毫不犹豫，直接加点。只见他的灵气值从799开始迅速滑落，数字的跳动快到王峥的已经看不清了。等回过神来，发现灵气值已经变成了299点。看来自己猜测的没错，觉醒第3种异能需要扣除对应等级的500点灵气上限。由于自己的上限之前超过了600，所以自己这次并没有晕过去。赶紧查看技能效果。圣光束对目标释放，少量恢复目标生命力，恢复10点正10%智力的生命值，一次使用加12点体力值，看起来不是很多。王峥随手对自己释放了一次，只见一道纯白色的光柱朝着自己笼罩过来，身体暖洋洋的十分舒服。再看自己的灵气值变成了289，299，王峥的眉头皱了起来，然后刷刷刷的又连续释放了3次。自己的第一个主动技能是治疗型的，也算不错，最起码可以保证续航了。但是这次释放圣光束需要消耗灵气，不过好在消耗的灵气是可以自然恢复的，而且释放是瞬发，也没有 CD。也就是说，只要王峥的灵气充足，他就可以不停的给自己治疗，而且根据之前的经验技能是可以升级的。圣光束想要升级，应该第一次就要消耗500点上限。王峥现在并没有打算提升它，但是以后就要多留一点灵气上限了，不能卡着100点的极限提升属性了。毕竟单次只能加12点体力值，王峥肯定还要点体质的，体质越高，体力值就越多，到时候单次的治疗量就很一般了。王峥拿出最后4枚灵气结晶，稍微有些心疼，随即开始吸收起来。前3枚都吸收完，一共增加了460点灵气上限，先花费了200点灵气上限，把自己的体质提升到了30点。王峥看着自己的身体瞬间膨胀起来，仿佛可以看到周围无数的灵气粒子疯狂地往自己的身体里涌来，甚至带动气流形成一个小型漩涡，他视线都有些昏暗下来。整个过程持续了近半个小时，王峥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撑得慌，随后只听到身体里传来撕拉一声，仿佛有什么被撕破了一样，瞬间就轻松起来，身体也渐渐地恢复了原样。等到房间里恢复了平静，王峥拿起最后1枚灵气结晶，叹了口气，直接将其吸收完，又增长了145点，灵气总值达到了704点。全部的灵气结晶都已经被王峥吸收完了，王峥现在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加体质，毕竟刚刚的异样有些吓到他了。不过犹豫了片刻，王峥坚定了决心，开始一点一点的继续加体质，31、32、33、39、40。在加到40点的瞬间，王峥只听到脑海里嗡的一声炸响，随即脑袋一歪，又晕了。王峥只感觉自己的身体陷入了沼泽地里，越陷越深，没办法动弹，然后瞬间清醒过来，感到身上黏黏糊糊的一股腥臭之气扑面而来，呛得王峥直打喷嚏，迅速推开窗户透气，然后直冲厕所。等到王峥清洗干净之后，只觉得神清气爽，仿佛身上卸下了几百斤的重担。身高倒是没有变化，还在185左右，但是体重比之前整整重了20斤，身体线条像是名匠用刻刀雕刻而成，皮肤如同瓷器一般白皙水亮有光泽，让原本就英武不凡的王峥显得更加出尘。王峥随意的在修炼室里活动了下身体，闭上眼睛，细细感受空气中的灵气粒子不断的往自己身上涌来，被吸收后又有一部分随着自己的呼吸排出，相较以往吸收灵气的速度明显加快了许多。又握了握拳，感受着自己身上传来源源不断的力量，王峥再也忍不住，哈哈哈大笑起来。体力值400/400，灵气值404/404，体质40，力量34加，智力20加，精神20加，敏捷20加，基础功能扫描、储物、荆棘之心加。在被一次攻击命中后，对攻击者造成此次攻击20%的反射伤害，并且附加额外体力值2%的属性伤害。立体双 A 加，额外增加体质60%的力量值。圣光束对目标释放，少量恢复目标生命力，恢复10点正10%智力的生命值。看着自己的数据面板，王峥现在膨胀无比，就自己现在这个状态，如果再遇到牙狼，他站着不动，牙狼都不一定能破开他的防御。顺手从储物空间中拿出自己的大锤，单手拎着这半人高的锤子，随便挥舞了几下，十分轻松。看来找出老头要另一把锤子的事情要提上日程了。目前还剩下404点的灵气值，王峥暂时不敢点了。第一是因为距离再次质变还有不少的距离，第二也是因为这次加体质有些吓到他了。王峥打算以后的属性点都在锻炼的日常中慢慢的加起来，心中畅想着美好的未来。无意间看到镜子中的自己，英俊而坚毅的面孔，修长又结实的身形，一手拿锤，一手圣光。王峥瞬间双眼失神，喃喃的说道：“完了，
我成圣骑士了。王胜荣拎着菜，哼着小曲推门而入，王峥当头一个圣光束扔了过去，把王胜荣吓了一跳，差点以为家里进贼了。等到王峥挨了一顿揍之后，才倒竹筒似的把事情都跟王胜荣交代了一遍。你说你的天赋其实不是反伤，而是治疗类的圣光术，反伤的效果只是因为给自己施加圣光术后的增益效果，对别人就只有治疗效果。王胜荣呆呆地重复着王峥说过的话。对，爸，你认为这套说辞怎么样？反正我也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施展过荆棘异能，我都是开的隐藏模式，唯一的一次施展还是在老妈的研究室。我只要说这是当时自己刚觉醒，没办法释放圣光术，只激活了治疗自己的被动效果。王峥趁热打铁继续说道，而且我这是新能力，国家数据库都没有数据，那还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总不能我以后都不用圣光术吧？这一能明显藏不住的。王胜荣有些无奈，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吗？小峥，你要相信爸妈是可以保护你的，没必要隐瞒吧。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现在这个世道这么危险，我不能把什么都放到明面上的。爸，您也知道我可以快速吸收灵气结晶，我以后肯定是要去前线的，您跟我妈总不能跟着我去冒险吧？而且您这身体条件，我不敢让您战斗，要万一真要有不怕死的要抓我去研究，难道让您去跟别人搏命吗？小心无大错。说到这，王峥顿了顿，爸，当给您释放圣光术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生命力得到补充？对您的伤有没有帮助？并没有太大的作用，这跟其他的治疗类异能似乎没什么不同，恢复是有恢复生命力的，但是没办法长时间的保存，过一会还是会流逝的。王胜荣被成功转移了话题。王峥点了点头，以后肯定会有别的办法的，您的恢复就包在我身上了。王胜荣笑着给了王峥一脚，抹了抹眼角，妈的，你这小兔崽子的破圣光术太刺眼了，行了，我的伤不用太放在心上，我这么多年不也过来了，挺好的。随后转身进了厨房忙活去了。王峥自然是顾及到自己老爸的面子，没有戳穿他。不过听到王胜荣说刺眼，王峥摸了摸鼻子，一脸的坏笑。博越拳馆，王峥对屈豪。王峥一来就叫屈豪开启自己的异能，再跟自己对练。屈豪一开始没当回事，只当王峥猪油蒙了心，歇了一天没训练膨胀了。直到防守时被王峥两拳差点打断小臂臂骨，才反应过来王峥并没有吹牛，随即开启异能，认真起来，把王峥当成跟自己同等级的对手了。虽然他不知道王峥怎么在一天内长这么大的力量，不过这也与他无关。这个时代探听别人的能力是很容易结仇的。豪哥，被打疼了吧？哈哈，让你开异能你不信？王峥膨胀的要起飞了，然后一时得意忘形，被屈豪狠狠的一拳砸在腹部，顿时不再说话，专心起来。屈豪也是打得尽兴，之前王峥的力量不如他，每次对练下手都需要注意收力，打得很不畅快。现在王峥的力量上来了，屈豪也不用再憋着了，使出自己的全力跟王峥对战。王峥也是打得畅快，自己经验少体质高，能挨揍。屈豪经验足，体质低了一些，不过他开了异能，力量上一个34，一个31，算得上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人打得难解难分。倒是把一边的丁远吓得够呛，心里想着王峥这进步也太快了，他自己私下也有跟屈豪练过几次，不管是力量还是体力，自己完全不是对手，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屈豪甚至都没有开过异能，自己完全不能对他造成伤害。1个多月前，王峥甚至不是自己的对手，要开反伤靠完赖才能赢，现在却能压着屈豪打了，这小子确实是个天才，不服不行。王峥自然是猜不到丁远在台下想什么，他现在心里只想着怎么击败屈豪。虽然自己成功的让屈豪使出了全力，但一时间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打赢他，除非开启荆棘之心打消耗战。屈豪的异能是硬化皮肤，通过灵气刺激迅速生长出多层角质层，增加皮肤厚度，起到降低痛感、增加防御的作用。两人的拳头再一次狠狠地撞在一起，砰的一声，仿佛擂台都要被震塌了。随即两人同时后退，拉开距离。王峥摆好防御架势，不停地喘着粗气，就好像一台破旧的鼓风机一样。他只觉得嗓子火辣辣的疼，汗珠不断地从脸上滑落，衣服也全都被浸湿了，都不用拧，随着脚步随便动2下，就会有汗水滴下来。忽然王峥计上心来，大喝一声：“信仰圣光吧！”一发圣光术对着屈豪当头照去。屈豪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王峥，听到王峥大喊，更是集中注意力，准备应对王峥的杀招。却没想越是小心，反而越是着了他的道。只见一团圣白色的光柱朝着自己的脸上照了过来，屈豪当机立断，只是闭上眼睛，双手还是呈防御姿势，迅速后退，朝着擂台边缘靠去。王峥好不容易创造出来的机会，哪里会这么轻易的放过？只见他右脚猛踩擂台，发出砰的一声，身体却顺势朝着左前方绕了过去，然后迅速出拳佯攻屈豪面部。屈豪视线还未恢复，听到风声就要伸手格挡，心里想着就算不能完全挡住，起码也能干扰王峥的攻击路线，哪怕拼着挨上一拳，只要能够拉开距离，等视野恢复后还有的打。没想到王峥出拳后看也不看，一猫腰直接钻到了屈豪身后，左手从屈豪的左肩上伸出，向着前面的颈部插入，用内侧腕部贴紧其咽喉，右手手背朝上，从屈豪的右肩上伸出，和左手扣紧。还没等屈豪挣扎，右腿抵着他的膝盖窝，猛地向后一倒，然后双腿迅速盘住屈豪的身子。到这时，屈豪的视野已经恢复了，不过王峥的裸脚也成型了。屈豪感受到自己的脑袋供氧不足，已经开始晕眩了，于是只能轻拍王峥的手臂认输了。王峥兴奋地放开屈豪，站起身子，对着屈豪伸出手来：“是我赢了。”屈豪一时竟无言以对，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能说出口。最后拉着王峥的手站了起来，心里只想着被王峥用自己教他的招数打败，也算自己教学出色了吧。只有擂台下目睹了全程的丁远不屑地啐了一口唾沫，心里骂到真是脸都不要了。看着王峥瞪过来的眼神，丁远连忙吹起口哨，装作一副路过的样子，晃晃悠悠地上楼去了。7月15号是金南一中统一安排注射灵气药剂的时间。等王峥慢悠悠地晃到灵气研究所，周围已经有很多人在等着了，一路上还时不时地看见有家长陆陆续续地赶过来。
看着就研究所外密密麻麻的家长群体，还有安保人员在外围警戒，维持秩序。王峥明智的没有过去，远远的站在马路对面的梧桐树下，不停的拿手扇着风。今南7月的天已经很热了，38度的气温，体表温度起码40度，这么大一群人围着，不停的往里看，也不知道能看见什么。研究所保密等级这么高，又不可能让这些家长进去，在外面自然也看不到里面的情况，围着也是白费力气。不过王峥想着前世高考时，当时父母特意都换了课，在考场外陪考，一时间心里有些百感交集。终于看到有人出来了，有人满脸笑容神采飞扬，有人愁眉苦脸嚎啕大哭。我终于成为觉醒者了，爸妈，我对不起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刚刚只是没有发挥好，我已经感受到异能了，再来一次肯定可以觉醒。王峥看到人群中的卷毛正在兴奋地跟他的父母说话，也发自内心的替他感到高兴。等到自己的班主任喊人集合，这才走了过去。这些学生可不能现在直接就走，还需要统一带回学校，然后才能解散。峥哥，这里！卷毛兴奋地大叫，随即王峥跟着班级列队上车回京南一中了。一般情况还算不错，不算王峥40几个同学觉醒了10几个，甚至超过1/3的觉醒概率了。一路上卷毛他们几个异常兴奋，说个不停，直到下车都没有停下。看着他们几个因为激动而涨红的脸，王峥大手一挥，恭喜大家觉醒成功。今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大家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吃喝玩乐一条龙，我请客。他们这群人为了觉醒，每天坚持锻炼，不停地压榨自己的潜力，数年如一日，凄惨的不行。如今好不容易熬到觉醒成功，一跃成为觉醒者，所有人都想好好放纵一下。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王峥这么幸运，从小就能吃到异兽肉，还能自然觉醒的。而且作为李薇薇事件的唯一受害者，卷毛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王峥内心还是有些内疚的，毕竟李薇薇主要仇恨的对象是王峥，而不是卷毛。虽然给他争取了一枚高级的觉醒药剂，不过就算没有这个药剂，按照他们几个平时的体测成绩，觉醒也不是难事。卷毛，你们之前约了我好几次，我担心影响你们锻炼都拒绝了。今天大家有一个算一个都觉醒了，你们选地方，为你们好好庆祝庆祝，不醉不归。烧烤、啤酒、KTV， 今天不醉不归。哇，不醉不归！众人都是十分兴奋，纷纷跟着附和，连带着同班其他几个同学都跟着喊了起来。最后人越聚越多，10几个成功觉醒的同学都围了过来。众人浩浩荡荡地朝着夜市走去。这时天还没黑呢，不过却没人在意了。一群都没喝过酒的厨，菜还没上桌呢，就先点了几箱啤酒，还有另外2位同学怂恿着卷毛又点了2瓶白的。王峥本来有心相劝，但是转念一想，这群家伙憋了好几年了，醉就醉吧，反正喝倒了，等会就往 KTV 一丢。才刚上来几个凉菜，卷毛就端着酒杯走了过来，轻声说道：“峥哥，我欠你一条命，我干了，你随意。”然后一杯白酒一口就干了，看着是豪气冲天，周围的同学也是纷纷叫好。王峥咂巴嘴，拍了拍卷毛的肩膀，也是一口干了，气氛顿时就热闹起来了。杨洋、刘毅、王存兴几人对视了一眼，暗自点头。只见刘毅拍了拍桌子站了起来：“王峥，你是我们班第一个觉醒的，而且还是自然觉醒，再过1个月你就要去上大学了，我们还要再上1年苦逼的高3，这顿饭也算是给你践行了，希望你以后鹏程万里，大展宏图。”随后也是一口喝了个干净。王峥笑眯眯的跟着一起干了一杯，然后王存兴也跟着站了起来：“峥哥，我这人不太会说话，但是意思是一个意思。”紧接着一饮而尽，王峥也是跟着又喝了一杯。杨洋立刻说道：“俺也一样。”王峥自然是看到了几个人之间的眼神交流，看着这几个家伙一副愣头青的模样，有一个算一个，全在自己的小本本上挂着名字呢，现在还敢自寻死路。卷毛也站起来怂恿大家都向王峥敬酒，理由也是一个又一个，比如王大少今天请客啊，京南一中自然觉醒唯一一人啊，京南大学高材生等等，高帽子是一顶又一顶，就连几位女同学都喝了不少，小脸红扑扑的，十分可爱。王峥自然是来者不拒，等和同学们都碰过一圈之后，就盯着卷毛几人猛喝。开玩笑，他前世本就是酒场老手，如今更是有着高达40点的体质作为依托，想灌醉他，把整个一班40多人全部拉来都不够。最终王峥还是没敢灌他们太多，2瓶白酒除了刚开始他们喝了一点，基本也是王峥自己解决的，不过大家还是有些醉了。卷毛的舌头都有些发直了。峥哥，你今天能来我很开心，我真的不怪你，更何况还是你救了我，我是真的感谢你。王峥有些感动，然后一脚把他踹了出去。妈蛋，说话就说话，吐我一身。清理好身上的污秽之后，王峥就叫了几辆车，喝醉的几人一手一个拎小鸡似的丢到了车上，送去了 KTV。 一进包厢，几个酒品不好的家伙就发起了酒疯，拿起话筒就吼，连平日里最乖的几位同学也都跟着又唱又跳，又哭又闹，可能是借着酒劲发泄着心中的压力和苦闷吧。毕竟酒醒后又要做回那个家长心里的未来希望，老师眼中的优秀学生。王峥心里也是十分复杂，自己很快就要跟这群同学们分道扬镳了，以后在各自人生的道路上还能有所交集的又有几人呢？自己终究只是他们人生中的过客罢了。第二天，当王峥睡眼惺忪的醒过来，洗漱完准备去客厅吃饭的时候，却发现餐桌上除了王胜荣给他留的早饭之外，还有一个信封。打开之后，里面是一张印着京南大学字样的邀请函，邀请王峥今天下午去一趟京南大学的国术馆。王峥随手对着王胜荣摇了摇信封吧，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怎么这么急？今天下午就要去啊？王胜荣头也没抬，昨天就送过来了，只不过你不在家，晚上回来的太晚，你自己没看到而已。王峥灌了一口豆浆，又狠狠地咬了一口油条，嘴里嘟嘟囔囔的，一看就说的不是好话。心里暗自想到，楚老头在开学之前找他肯定没什么好事，但是直接不去也不太好，而且他还欠自己一枚灵气结晶，一把锤子呢。王胜荣立刻把手里的报纸一摔，说了多少次了，嘴里有东西的时候不要说话。王峥立刻吓得脖子一缩，飞快的就跑了出去。王峥慢悠悠的在小区里闲逛，心里却猜测着楚天行这次找自己过去的原因，还煞有其事的准备了一份邀请函。不过一想，要是没有邀请函的话，京南大学的校门怕是也没那么好进。
心里打定主意要去看一看是什么情况，于是转身就回了家，背起书包，装上自己的录取通知书还有邀请函，就出了家门。临出门时，对王胜荣喊道：“不用等我了，今天不吃午饭。下午如果结束的早，我直接去博悦。”一路坐地铁到了大学城，和前世记忆里不同，各个校区的分布也不一样了。王峥绕了好一会，才到了京南大学的门口。一座几十米宽的菱形门，3间4柱火焰冲天柱式石方，下设栅栏门，左右接墙垣，方高10米，圆柱上下2节，前后10股加抱，2节相交，加10枪柱斜撑，一股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牌楼上雕刻着龙飞凤舞的4个大字：京南大学。如此恢宏气派，王峥不由得拍了张照片，纪念下自己第一次来到京南大学。靠近门口后，门卫大爷礼貌地拦住了王峥，暑假期间不接待游客，拍照在外面拍就好，不能影响还留在学校的师生。王峥顿时有些无语，被当成游客了，随即拿出自己的录取通知书，还有楚天行的邀请函。门卫大爷仔细地观察了半天，然后才放行，嘴里不停嘟囔着校长怎么会亲自邀请这小孩，眼神里还带着几分怀疑。王峥见状也不再多留，连国术馆在哪里都没有多问，径直走了进去。走在绿荫葱葱的内部道路上，路上零零散散的人不是很多，王峥随便找了一位学姐，问清了方向，就直奔国术馆去了。在校内走了7、8分钟，王峥才找到所谓的国术馆。这是一栋双层的老楼房，坐落在学院的最深处，和学校内其他的现代化建筑比起来，显得破旧很多。等进入馆内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场地十分空旷，偌大的场地内只有2名女生在训练，看着年龄都不太大。看着2人都在默默的训练，王峥看了眼时间才刚过一点，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1个小时，于是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仔细观察着他们。左边一人身材高挑，足足有1米8左右，面容精致，英挺的剑眉之下是一双稍显凌厉的眼眸，一头漆黑的长发被绑成高高的马尾，随着女孩的动作甩来甩去，时不时紧蹙的眉头又显得英气十足，正在和沙袋较劲。另一位外形条件也是极为优秀，身高1米6出头，一头俏丽的短发被染成了栗色，有着细细的眉毛，眼眸乌亮，圆圆的脸蛋显得娇小可爱。小圆脸看见王峥并没有上前和2人搭话，反而就在场边坐了下来，一蹦一跳的朝王峥走了过来。你好，我叫楚小满，是今年的大一新生，治疗系的觉醒者。我叫王峥，也是今年京南的大一新生，也是治疗系的觉醒者。王峥笑眯眯地回答道。听到王峥自我介绍也是治疗系，楚小满顿时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用手比划了一下王峥的身高，又戳了戳王峥胳膊上的肌肉。王峥，你这么大块头，竟然是治疗系？我怎么觉得你比欢姐还要能打？谁是欢姐？王峥的眼神瞥向练拳的马尾女孩。楚小满立刻点了点头，她叫吴欢，也是今年的新生，今年3个自然觉醒者就是我们3个了。吴欢，吴欢，看着他一脸生人勿近的样子，确实人如其名。楚小满一看就阅历不深，2人聊了没一会，所有信息都被王峥套出来了。楚小满，京南本地人，因为是24节气里小满那天出生的，所以就被起名叫了小满。今年刚满14岁就觉醒了，所以被特招进了京南大学。王峥回想着之前看到楚小满消耗完灵气之后，立刻就拿灵气结晶出来补充灵气的动作，心里立刻给他打上备注：大款，绝对的大款，家里最起码有几位上战场的觉醒者。众所周知，灵气结晶都是随身携带，被动增加吸收速度的，直接吸收灵气结晶里的灵气，会加速灵气结晶的消耗，并且不会对灵气上限带来实质性的提升。王峥之前看到楚小满的动作，心都在滴血。不过一想到这，王峥懊恼的一拍大腿，妈蛋，之前忘记搜段正凯的身了，他身上肯定也随身带着灵气结晶的。很好，段大少，你现在欠我3枚灵气结晶了。转头看向另一位女生吴欢，江南省海港人，15岁，还有1个多月就满16岁了，今年也是高2，和王峥同届，也是自然觉醒后被楚天行特招进京南大学的。因为海港紧邻东山，也带着一丝东山人特有的威武。不过根据王峥的观察，吴欢穿着朴素，运动鞋上也有明显的磨损，可能家里的条件不算太好。不过这姑娘确实很冷，到现在为止也没见她说过话。值得一提的是，王峥在前几天已经过了自己16周岁的生日了，所以他现在已经正式成年了。3人中不论是心理年龄还是身体年龄，他都是最大的。正在王峥满嘴跑火车逗着楚小满的时候，楚天行推门走了进来。王峥注意到楚小满满脸兴奋的想要跑过去，却被楚天行的眼神制止。吴欢也是立刻停下了动作，率先向楚天行问好，显得很是尊敬。王峥却是懒散的靠在座椅上，看着楚天行，等着他说明这次集会的意义。楚天行见状轻咳2声，开口道：现在人都来齐了，你们3位就是本届所有新生里天赋最好的3人了，也是唯3的自然觉醒者。王峥，你也知道你妈去京都开会已经快半个月了吧？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灵气研究有了突破，国家已经研究出好几种可以辅助修炼的丹药，准备新学期之后开始分配给所有有着觉醒者专业的学院。但是由于原材料不算多，野外获取难度较大，各种原材料的种植计划也才刚刚提上日程，虽然储备量不算少，但是要分发到全国这么多所大学还是远远不够的。王峥顿时来了兴趣，他之前就听到段正凯说过药剂的事情，当时他以为是高阶的觉醒药剂，所以没太在意，看来军方那边早就有相关的样品了。楚小满也连忙问道：那这跟我们3人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每个学校的学生人数都差不多，但是你们也知道觉醒者也有天赋高低之别，自然觉醒者就是比使用药剂觉醒的能力者上限高，而全国大部分的自然觉醒者也都被京都大和魔都大瓜分了。他们有意让这2所大学先做试点，然后在后期条件成熟后才向所有大学开放，但是这得到我们所有大学的反对，所以国家决定举办一次训练营。训练营？王峥有些不解，你们大佬之间谈不拢你们打呀，拉一群新生举办训练营有什么用？楚天行仿佛看穿了王峥的想法，笑着说道：利益分配不均肯定是无止境的扯皮，我们几位老家伙也差点都动了手，最后还是政府出面调解，表示既然都是学校，那就以学生的实力来决定，
哪家的生源质量最优秀就分得多，实力差就分得少，于是就有了这次训练营。意思是只要我们得到第一，就能拿到最多的资源分配吗？这次是吴欢开口。王峥是第一次听到吴欢说话，感慨道，就连声音都是冷冷清清的，可惜还是太天真了，毕竟只是一个15岁的小孩，没多少见识，京南成绩再好，顶天了争个第3。果然楚天行紧接着说到，没这么简单的，京都大学分 25%， 魔都大学分 23%， 除这2家以外的第一名拿 10%， 第2名拿 5%， 第3名拿 3%， 剩下最后的34所大学每加 1%。 吴欢还是有些不甘心，凭什么这样分配？这不公平。看着楚天行说话一直被打断，王峥实在听不下去了，开口说到，这个世界上哪有公平可言？要是这37所大学的校长实力都弱，加起来都比不过帝都和魔都大学，那连这1%都没有。但是吴欢还要开口，这次却被楚天行打断了。楚天行笑眯眯地对着王峥说道，王峥啊，每个学校新生中选择3位同学参加，我们学校就选你们3位了。我让你做队长，你可要好好发挥啊，我们京南不求第一，起码拿个第3，这个信心你可得有。以他的地位，自然是知道王峥的真正实力的，王峥之前的一系列战绩自然也瞒不过他的耳目。这一次的训练营，京南保3争1，我没说我要去啊，楚校长，我实力不行，能力有限，就不凑这个热闹了。王峥懒洋洋地说道。王峥在心里不停地鄙视楚老头，啥好处都不给，就想忽悠自己去给他卖命，门都没有。楚天行顿时急了，说话都有些结巴着，你不去这怎么行？咱们学校就你们3个自然觉醒者，你不愿意去，我们就少一个人了。楚小满没想到王峥会选择拒绝，于是赶紧上来劝王峥一起参加。吴欢更是一脸怒容，一个男生如此胆小怕事，连学校的荣誉和同学们的利益都可以选择视而不见，就你还自然觉醒，这天赋给你真是浪费了，我吴欢不屑与你为伍。王峥翻了个白眼，就当听不见，愣头青。楚天行看王峥不上钩，无奈之下只能说道，你有什么要求你提吧。王峥挖了挖耳朵，轻轻地吹了口气，我的锤子还少了一把，等会就给你送来。参加训练营总是有消耗的，最好有些可以补充灵气的东西，比如灵气结晶。王峥停下了话语，最后3枚了，你们只要参加1人1枚。楚天行果断答应。王峥眼看也差不多了，心想着细水长流，以后再慢慢的把楚老头的家底掏干净，于是开口说道，那行吧，我参加，包在我身上了。好，一言为定，这事就算成了。虽然我们学校就只有你们3位自然觉醒者，但除了京都大学和魔都大学，很多其他学校可能连3个人都凑不齐，你们的配置也是十分契合的。王峥顶在前面，吴欢负责输出，小满治疗恢复，简直完美。楚天行一脸兴奋，仿佛10%的药剂分配已经到手了。看着楚小满一脸欲言又止的样子，王峥却硬是要给楚天行泼冷水。只见王峥摸了摸鼻子，一脸憨厚笑着说道，校长，我怎么要顶在前面？我也是治疗类的异能啊，信仰圣光吧。随后抬手一发圣光束，朝着楚天行照了过去。楚天行一下子愣住了，没有躲闪，感受着圣光束带来的生命力，开口问道，你这异能什么情况？你不是反伤类的异能吗？王峥随口搬出了之前想好的那套说辞，给楚老头泼冷水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要先打个预防针，免得以后出现更大的纰漏。楚天行一时陷入了沉思，对自己使用除了恢复生命力，还能附加额外的反伤效果，不愧是未知的新能力。王峥，你的天赋很罕见，你要好好的运用，开发出更多的能力，搞不好以后还有额外的增益效果出现。王峥心里想着，我比你更知道有额外的效果，现在就还有一个体质加力量的效果呢，不过却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乖巧的点了点头。我去给你拿武器，还有灵气结晶，你们3个多聊聊，相互了解了解，练练配合。楚天行见王峥点头，笑呵呵的就走了。等到楚天行走后，楚小满立刻凑了过来，开口说道，王峥，没想到你真的是治疗系的觉醒者，我还以为你是骗我的呢，你可真厉害，还能给自己附加额外的效果，我就不行，只能单纯的治疗。而且我第一次见到有人能让楚校长吃瘪的。王峥什么人啊？立刻抓住了重点信息，心里疯狂吐槽，楚老头长得一副威武霸气的猛将模样，怎么能生得出来这么可爱的孙女？这时吴欢也走了过来，满脸的不屑，唯利是图。你身为学校的一份子，就应该为了学校去争取荣誉，而不是以此作为要挟，争取自己的利益。王峥觉得有些头疼，这女孩正直的有些傻，如果真的要带着她一起去训练营，那就不得不转变她的观念，不然以后肯定还有无数的麻烦。你知道楚校长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吗？如果不是对我的实力有信心，他为什么不换其他人呢？天赋又不代表即战力，对不对？就是因为他知道我实力强，可以拿到名次，给学校争取到利益，不然他为什么不让你来带队呢？吴欢正要开口，就被王峥打断，你先听我说完。争取来的利益是属于学校的，相较于全国10%的药剂分配，3枚灵气结晶算什么？你信不信我就算再翻10倍，校长也会答应？我们争取来的资源不是给我们用的，你信不信到时候就算是我们要用，肯定也要花相应的代价来换。而且谁知道这次训练营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危险？你见过真正的觉醒者战斗吗？你可以为了学校的荣誉牺牲自己的生命吗？就算你说你能，那你家人把你培养到这么大，就是为了要你无条件的为学校去付出去奉献吗？你这样对得起养育你的父母吗？吴欢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即使这样，你也不应该拿这个威胁校长。校长是什么实力你不清楚，我凭什么能威胁到他？再说了，我们3个人我就不说了，你刚刚也听到了，我妈是灵气研究所的主任， A 级自然觉醒者。楚小满立刻惊喜道，王峥，李亮主任是你的妈妈？你怎么之前没说呢？王峥敲了下楚小满的脑壳，别打岔，然后指着楚小满对吴欢继续说道，至于他，楚天行就是他爷爷。你呢？你家庭条件很好吗？你知道灵气结晶是什么吗？如果不是这次我给你争取，你用过吗？吴欢的声音已经低不可闻，低着头使劲地抠着自己的手指，一张脸涨得通红，灵气结晶我还是知道的，楚校长招我进来就奖励了3颗。顿时王峥觉得自己的肝都被气疼了，好你个楚老头，见面就发3颗灵气结晶是吧？好，
现在你欠我4枚了，我上大学4年，我就不信掏不空你。毕竟只是15岁的小女孩，没几句就被王峥绕进去了。吴欢自己想了半天，使劲的一跺脚，我说不过你，但是我就是知道你说的不对，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又跑过去对着沙袋撒气了，看他那咬牙切齿的模样，应该是把沙袋当成王峥在打。看到吴欢跑远了，楚小满才又凑了过来，捂着头问道：王峥，你怎么知道校长是我爷爷的？我可没对你说过。王峥笑眯眯的回道：就是你自己说的呀，不然我怎么知道呢？你自己忘记了吧？对了，你爷爷给了你多少灵气结晶啊？还有没有偷偷给你其他好东西？拿出来给我看看呗。楚小满看着王峥的笑脸，心里一阵哆嗦，他现在已经反应过来了，双手紧紧的捂住自己的口袋。我没有，你别打我的主意，你要是敢抢我的东西，我就叫爷爷揍你。说完冲着王峥挥了挥小拳头，然后跑过去安慰吴欢了。王峥自然不会真的这么没品，要抢一个小女孩的东西，他只是觉得楚小满傻乎乎的很可爱，逗他玩罢了。虽然他爷爷欠着自己的债。趁着这个功夫，王峥开始扫描起楚小满和吴欢的数据。吴欢15岁，体力值190，灵气值180，体质19，力量21，智力9，精神10，敏捷20。看身体属性，应该物理攻击类的选手，体质、力量、敏捷3种属性较高，看来平时锻炼不少，能在大学开学前就达到200以上的灵气值，只能说是又有天赋又肯努力了吧。难怪一直一副冷冰冰的模样，确实有骄傲的资本，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异能了。然后王峥又把目光转向另一位队友，这位更是重量级。楚小满14岁，体力值150，灵气值20290，体质15，力量9，智力26，精神23，敏捷11，14岁290点灵气上限。别问，问就是天赋加氪金。王峥心里感慨，人跟人的差距真的比人跟狗都大。自己的原身14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吃点异兽肉算什么？卡着未成年的尾巴才觉醒成功。再看看人家，灵气结晶当恢复药剂用。不过现在就另当别论了，自己的2个队友，一个肯努力，一个有天赋，自己就勉强当个安安静静的帅气挂逼。正在王峥心里得意的时候，楚小满拉着吴欢一起走了过来，开口说道：王峥，欢欢姐，我们3个很快就要一起去参加集训了，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得加强下了解。吴欢虽然表现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楚小满继续说道：我的异能是水系的治疗类型，效果是可以少量的补充生命力，可以治疗伤口，加速愈合。随后照出2团水球悬浮在王峥和吴欢的面前。王峥先是用手指戳了戳，然后把整只手都伸了进去，感觉凉飕飕的，水中明显含有大量的灵气粒子，不停地冲刷着王峥的手掌，感觉十分舒服。吴欢明显很好奇，也是有样学样，把手伸进去试了试，然后问道：灵气消耗怎么样？战斗中可以快速释放吗？速度呢？是需要准确命中伤口才可以恢复，还是只要碰到人就可以？这一连串的提问把楚小满问得愣住了。王峥的脑回路明显和常人不同，直接问道：这水可以喝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楚小满没想到王峥会这么问，很明显愣了愣，然后才低着头，咬着嘴唇，很小声的回答：应该可以喝的吧，我也没试过，不过这是用灵气引导空气中的水分子凝聚而成的，应该没问题。灵气消耗一般，我现在大概能连续不断的释放15次左右，速度不快，没办法在战斗中快速释放，因为我现在还不太熟练，还需要引导灵气蓄力，这个过程需要好几秒，而且必须要直接作用在伤口上才可以快速恢复。说到最后，声音已经轻不可闻了，仿佛很没有底气。吴欢看着眼前失落的楚小满，有些不知所措，有心想要安慰，却不知道怎么开口。他只是按照最危险的情况考虑，并没有想太多，也没有想到楚小满会因为自己的提问变得这么不自信。王峥直接用手捧起一把水，小心地尝了一口，哇，很可口呢。小满清泉有点甜，小满，我觉得你也不要上什么大学了，直接出去卖灵气水好了。而且这水里的灵气这么充足，长时间饮用说不定可以提高人的体质呢。我认为这可不比药剂差，要是真的有效果，那你可不得了了，以后你所有的学弟学妹都会感激你的。王峥随手放了一道圣光束，只见光柱瞬间穿过了水球，并且因为灵气被扰乱，水球也直接被打散，溅了一地。吴欢和楚小满连忙惊叫着避开，吴欢更是冲着王峥喊道：你干嘛？就不能提前说一声吗？王峥没有理会吴欢，咂巴嘴，有些可惜，我的圣光束没办法融合进你的水球里，我连噱头都想好了，圣光甘露，双系治疗水，自然觉醒的不二选择。楚小满还是忍不住了，噗的一声笑了出来。王峥，你真幽默，不过你说的有道理，我可以把你的想法给爷爷说一说，搞不好真的可以帮助别人自然觉醒呢。看着楚小满又恢复了活力，吴欢向王峥投来感谢的目光，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王峥暗自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小孩子就是好哄，有个屁的道理，就你一天就能凝聚这点带灵气的水，够谁用的？不过嘴巴上却是不能这么说的。这个长远的事情先不谈，就说说你的定位吧。很明显，只能作为后勤治疗存在了，负责战斗结束后的恢复。而且很重要的一点，证实了你的异能水球可以喝的话，那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最起码我们不会缺水了。楚小满立刻点头，王峥，你真聪明，看来我爷爷说的没错，他让我这次集训一定要跟紧了你，还说你是个不肯吃亏的性子，肯定。随即立刻反应过来，捂住自己的嘴，我什么都没说，你什么都没听到。王峥的脸色黑得吓人。吴欢，到你了，说说你的异能，还有擅长的方面，你怎么不先说？吴欢还是有些不服气。王峥有些无奈，揉了揉鼻子，吴欢，你别忘了我可是队长哦，也需要我来制定作战计划，你不听指挥，我完全可以把你换掉。你，吴欢生气极了，明明是觉醒最晚天赋最低的家伙，而且还唯利是图，但是自从他一来就被校长确定了队长的地位，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看到王峥一副懒洋洋的模样，就气不打一处来。
楚小满连忙过来安抚他，不让两人再争吵。最后，吴欢还是开了口：“我的能力是集中，短时间内提高反应速度和少部分力量，擅长综合格斗。武器呢？我看你们俩都空着手，都还没有学习过武器的使用吗？”王峥问道。吴欢摇头，楚小满却说道：“我练过一段时间的刀，不过放在家里了，今天没带。”王峥转头看向吴欢：“你最好趁着还有一段时间选择一样武器，哪怕短时间内不能入门，起码能增加有效的杀伤。如果真的有武器对战或者挑战异兽的环节，也不至于太过吃亏。”听到王峥说的中肯，吴欢这次也没有抬杠，缓缓点了点头。最后一个问题，听到王峥开口，两人都向王峥看了过来。王峥眼神中透露出无尽的凶狠。你们杀过异兽或者人吗？两个女孩都被王峥的表情和话语吓到了，齐齐后退一步，均是摇头。很快，王峥又笑了起来，仿佛与刚刚的凶狠完全不是一个人。这次的训练营恐怕不会太简单，我怕到时候会出现很多伤亡呢。自古财帛动人心，更何况是这么大一笔财富。虽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选我们这些新生来决定利益归属，有可能是我们才觉醒没成长起来，死了不心疼。王峥不屑地笑了笑，没等两人开口，就继续说道：“对于有心争夺第1到第3的学校来说，你们猜只是死3个还没入学的学生，换取全国10%的药剂资源，值不值得？”看到楚小满一脸的气愤，好似立刻就要上来咬人了。王峥笑着摸了摸他的头：“当然，我不是说楚校长，不然他也不会让小满也跟着去了。但是我们京南大学不这么想，不代表其他学校不会这么做。这次训练营我对你们没有其他要求，保护好自己。如果真的发生了冲突，我不喊停手，就给我往死里打。”说完之后，王峥自己一个人靠着椅子开始闭目养神。吴欢和楚小满也安静下来，各自默默地思考起来。楚天行随手拎着王峥的另一把锤子走了进来，把锤子递给王峥，看着王峥满不在乎的单手接过锤子，玩了几个锤花，满意的点了点头。一边的楚小满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这看起来比自己还要重的锤子就这么随意的在王峥手里挥舞，这家伙真的是治疗系觉醒者。楚天行仿佛毫不意外，又从口袋里掏出3枚灵气结晶，自己来拿吧，一人1枚自己选。看着王峥不为所动，吴欢和楚小满各自上前，一人拿了1枚。王峥，你不要了？怎么不来拿？楚天行问道。王峥心里暗骂着楚老头不是个东西，肯定是在试探他，这么贵重的东西揣在口袋里就拿过来了，也不用个盒子装一下。心里想着是不是自己对于灵气结晶的需求有些太过明显了，楚老头是不是知道我从段家也要了10枚灵气结晶，所以对我起疑心了？看着楚天行异样的目光，王峥只能硬着头皮慢慢把手伸了过去。王峥心里不停地默念：不要吸收，不要吸收，不要吸收，然后一把握住仅剩的这枚灵气结晶，迅速揣进口袋。在王峥强硬的意志力控制下，万幸这次并没有一接触就迅速吸收灵气。王峥默默地松了一口气，心里想着以后再怎么需要灵气结晶也不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看着眼前并没有发生什么异样，但是王峥明显一脸逃过一劫如释负重的模样，楚天行尴尬地挠了挠头，不知道王峥在发什么疯。楚小满趁机告诉楚天行王峥刚刚出的卖灵气药水的馊主意，顿时把楚天行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但是又不好直接发火，只能推脱，需要从长计议，还需要研究后才能下结论。吴欢也表达了自己想要学武器的想法，并问楚天行有没有什么建议。楚天行自己本身是用刀的，不然也不会让楚小满学刀，建议吴欢暂时先用刀试试，这几天也可以跟着楚小满一起学学用来应急，这就是所谓的临阵磨刀了。让他等以后正式开学以后，再根据自己的使用感觉来选择武器，毕竟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然后表示可以送吴欢一把一级异兽材料制造的长刀。王峥看着楚天行又送出去一把武器，气得直咬牙，心中暗骂着楚老头重女轻男，呸，老不休。楚天行看着王峥一个人在旁边嘀嘀咕咕，不知道念叨着什么，于是把王峥拉到一边说道：王峥，你也知道这次训练营并没有这么简单，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危险，你实力最强，记得照顾下小满和吴欢。楚天行的精神力很强大，之前国术馆里的对话他是听得一字不漏，他现在对王峥非常满意。实力强是一方面，最主要是脑子聪明，能看出很多隐藏在事物表象之下的东西。遇到危险我就丢出小满出去顶缸，反正你肯定有好东西给他保命。王峥满脸不屑。王峥瞪大眼睛看着楚天行，又想起了特招生一人3颗灵气结晶的事情，想着可能楚小满还不止3颗，再加上刚刚的送刀事情，顿时是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楚校长，我们来聊聊如果拿到名次后的奖励吧。楚天行，刚刚不是给过你一把锤子和1枚灵气结晶了吗？楚天行有些无奈，这王峥什么都好，就是太花钱了。你跟他说荣誉他跟你要资源，你跟他说奉献他现在就能退学。王峥狡辩，之前那是参加的训练营的活动经费，我不相信您不知道这次训练营谁有多深，我们要想拿名次，这就是在玩命。而且争取来的利益是学校的，又不是给我一个人用，真拿了名次肯定得有奖励吧，总不能让天赋最好的几位同学给其他的同学打白工吧，哪有这样的道理？楚天行很无奈，摊上一个这样的天才他能怎么办？不让他去训练营，先不说他自己乐不乐意去，要是他不去，自己孙女和吴欢争名次指定没戏，干脆别去了，安安心心混个1%的份额，总不能真的拿开除威胁他吧？要真是这样，京都大学和魔都大学能笑开花。而且就算逼着他去了，到时候出工不出力还是1%份额的命。训练营本身就有不少奖励，不然我为什么要把小满送过去？而且争取来的药剂大头肯定还是给你们几个用啊，这也是可以名留校史的荣誉。你看到王峥已经开始歪着头挖耳朵了，楚天行无奈的说道：你说吧，这次你想要什么？王峥立刻来了精神，鬼鬼祟祟的轻声说道：我听说前几年国家对洞天的研究有了进展，研究出了什么空间折叠技术。楚天行脸色大变，连忙呵斥道：胡说八道，你是从哪里听来的？随后声音又渐渐低了下来，这是连你妈都不知道，你到底从哪里听来的？听到楚天行怒喝，楚小满转过头来，偷偷的吐了吐舌头，对王峥做了个鬼脸。王峥心想：我听个屁听，我就是因为自己有，所以炸一炸你，哪知道你这么好骗。不过脸上却是不动声色，从哪里听来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您有没有什么储物戒、储物玉佩之类的装备？我这2柄大锤太显眼了，不好带，我准备扮猪吃老虎来着。到时候我伪装成治疗系的觉醒者，躲在后面，如果真有不长眼的冲过来，嘿嘿嘿。不等楚天行开口，王峥继续抢着说道：“而且我假装治疗系的觉醒者还有个好处，第一，我的圣光术释放速度快，可以及时治疗；第二，我会在后排和小满站在一起，如果真的有人想伤害小满，那他得先问问我那200多斤的锤子。第一名势在必得。”楚天行已经被王峥带到坑里去了，这确实是个好思路。不过吴欢一个人在前排顶不住吧？那就让小满拿上刀，3个人一起上，我就用搏击术混淆视听。一老一小2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各种阴招频出，不时传出2声音效，让吴欢2人感觉到毛骨悚然，一阵恶寒。不对吧，王峥，说了是拿第一才有的奖励，你怎么还想带着去呢？楚天行已经反应过来了，校长，这你还不信我？要是这样，我还拿不到第一，我自己提头来见。再说了，没拿到你收回去就是了。有好东西你不拿出来用，其他学校可不一定不用啊，到时候别人有我们没那还不吃大亏。王峥继续怂恿。楚天行一想也有道理，储物戒指我可以给你，但这东西非常珍贵，我也只有这一枚，你可不能给我弄丢了。制造储物装备需要一种特殊的异兽原材料，自从洞天消失后，这种异兽已经绝迹了，所以储物装备国家存量也不多。王峥拍着胸口打包票，我回头就找根绳子挂脖子上。您放心，我就算死了变成鬼，我也给您送回来。你小子是个祸害，可没这么容易死。不过你可得把他俩给我保护好了，要是他们出了事，等你回来，我扒了你的皮。现在快说，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我就是诈你的，我其实没听谁说。王峥有心想说实话，但是他不敢，他怕楚老头恼羞成怒，今天就电死他。只见王峥眼珠子转了转，随后缓缓念出一个名字：段正凯。楚老头怒气冲冲地推门就走，王峥背后偷偷地给段正凯画了个十字，希望人有事。想到之前楚天行很轻松就能拎起100多斤的锤子，心里想着他明明是元素系的觉醒者，怎么会有这样的力量？随即开启扫描，扫了一眼，体力值600/600，灵气值23002333，体质60，力量50，智力79，精神60，敏捷55。楚天行像是感应到什么，尖转头看了过来，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只有王峥一脸的目光呆滞，于是挠了挠头，转身离开了。卧槽！王峥因为自己的无知被震惊了，他心里一阵后怕。22333点的灵气上限，要知道5000点的灵气上限就是 A 级觉醒者了。一想到自己心里偷偷的把他骂了好多回，而且还好几次跟他讨价还价，总觉得自己在作死的边缘来回试探。王峥之前看过李亮的属性，最高的精神66，灵气上限8000点，当时觉得自己老妈已经很强了，没想到现在发现个更变态的楚老头。难怪老妈说自己肯定不是楚老头的对手，这楚老头的实力也太强了，近3倍的灵力差距，光用灵气堆都能把人堆死了，更何况他还是以暴力著称的元素系雷系觉醒者。还有谁能来解释下一个明显偏法系的觉醒者50点力量是闹哪样啊？全属性没有一样是低于50点的，这就是强者的世界吗？不过有一说一，楚天行还是人品不赖的，从来没有靠武力地位逼迫过自己，也没有因为自己不给他面子而黑过脸，反倒是因为楚天行一直表现的跟王峥一样的没脸没皮，所以王峥一直也没觉得他有多厉害。看来以后要好处要懂得适可而止了，今天表现的就不错，要不要考虑入赘他楚家算了？到时候什么灵气结晶、药剂没有，等到自己成长起来，还有什么好怕的？随即王峥把目光转向楚小满，神色古怪。楚小满长得也不差，就是年纪小点，从现在开始培养感情也来得及。而且这老头在自己扫描他的瞬间就扭头看过来了，感知也是强的可怕。看来以后实力较强的人还是要慎重选择是否扫描。不对，不能叫老头，要叫楚校长，不然楚老头的叫习惯了，万一哪天不小心脱口出了，那就真的祸从口出了。一定要谨慎啊！王峥开始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这可不是怂，这是出于对强者的尊敬。等楚天行走后，王峥立刻堆满笑脸，向着楚小满凑了过去。小满妹妹，问你个事哈，你爷爷平时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喜欢的古玩字画什么的？哥哥，我觉得校长对我们太好了，想着给校长送点礼物。楚小满只觉得王峥和自己的爷爷肯定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不然刚刚2个人在一边偷偷嘀嘀咕咕了半天，笑得一个比一个奸诈。楚小满心里暗想，难道他真的是我哥哥？不然怎么刚刚2人笑起来的一模一样的阴险狡诈？这时候吴欢凑了过来，他也听到了王峥说的话，顿时对王峥的印象有所好转。我们这次努力表现，争取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这就是对校长、对学校最好的回报了。我觉得这个礼物校长肯定喜欢。王峥使劲揉着自己的太阳穴，痛苦的敷衍道：对，这个我知道，而且我肯定能做到的。吴欢，作为队长，我现在就给你下达一个任务，把仅剩的几天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争取把刀法练习到入门，不要有所松懈。看到吴欢立马严肃认真起来，王峥又把视线转向楚小满。楚小满连忙说道：我没见过爷爷有什么兴趣爱好，他就喜欢打架，不是打人就是打异兽，他经常不在家的。王峥，距离训练营正式开始还有最后一天，明天就要出发，先去魔都集合，然后主办方安排统一去集训营地，8月1号正式开始集训，具体的地点还没有公布。王峥今天起了个大早，因为一会就要去做心理治疗。虽然他觉得李亮是在小题大做，是的，李亮在昨天就已经回来了，历时近1个月的会议终于结束了。此次会议前半部分最大的议题就是丹药的分配，确定好分配方式后，像楚天行之类的人员就先行返回了。后半部分就是各省份的研究所关于原材料种植问题的讨论，而且各省份的研究基地都领取了一些原材料的种子，准备回到当地的进行试种。李亮也是因此耽误了行程，多学习了半个月的相关知识。回家后，李亮第一时间关心起王峥的心理状态，毕竟王峥之前是亲手杀了人的。不过王峥在事后完全没有把这当回事，王胜荣也是大大咧咧的没有在意。
但李亮是个细心的人，他隐约地察觉出王峥似乎精神状态不太对，于是就有了这次的心理诊断。在经过一系列又长又无聊的问话、填表、做题、玩游戏等流程之后，王峥已经昏昏欲睡了。他看着自己储物空间内的4种药剂，回想着之前老妈告诉自己的相关信息。回元药剂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灵气的恢复，活血药剂短时间内少量恢复体力、理气调血，对内伤有较好的恢复效果。附体药剂外敷止血消毒，加速伤口愈合，对外伤效果拔群。聚灵药剂能够使得服用之人对外界天地灵气的感应更加敏感，吸收灵气的速度也会适量的增加。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这些药剂的名字都颇具古风，具体的制作方式也没有公布，一共就这4种药剂。虽然名字叫做药剂，但是却和觉醒药剂不同，这个不是注射用的，而是内服外敷的。其中回元、活血、聚灵3种药剂都是呈黑褐色药丸状，附体药剂是白色粉末状。每种药剂李亮也都只给了1份，不是舍不得给，而是真的没有。这次只是带了极少量的一部分样品回来，参照原材料做研究用的。能拿出这每样1份来，还是李亮看王峥马上要去参加训练营，怕他有危险，破例给他的。除了聚灵药剂和回元药剂以外，另外2种王峥都不怎么在乎，毕竟圣光术可比药剂强多了，从内到外生命力管够。而且他有种不好的预感，他感觉这些药剂可能对他会没什么效果。不过目前每样都只有1份，他怕浪费就没有试验。在王峥看着自己的储物空间胡思乱想时，另一个办公室内的杨月云看着自己的好友，却有些不知道怎么开口。没事的，云云你说吧，我有准备。李亮自然看得出杨月云有些犹豫。听到李亮的话，杨月云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开口道：王峥有精神病，我仔细问过他那次战斗时的情况，他甚至可以说出每一个细节，而且还记得当时对方的反应。而且在这之前，我找到博越拳馆要来了他第一次跟人战斗，还有平时训练的录像。根据录像的分析和刚才的诊断，王峥性格敏感、多疑、易怒，对周围的一切都缺乏信赖感，极度的以自我为中心。我刚刚问他，如果在路边看到一条狗，他能联想到什么？他告诉我，有可能是异兽，尽量躲开。如果实在躲不开，就先下手。我可以确定他有轻微的被迫害妄想症，并且伴有人格分裂的迹象。我仔细检查过他的精神力，他的精神力还算比较强大，但是明显不稳定。我怀疑他可能之前有过这方面的暗伤，这个是诱因。杨月云的话还没说完，李亮的眼泪就止不住了。他之前只是隐约觉得有些不对，王峥出手杀人之后太淡定了，表现得好像和他无关似的，所以才有这一次的心理治疗。但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李亮也开始责怪自己加班太多，没有能够很好的照顾到自己的儿子，而且想到自己和王胜荣之前对王峥的期望较高，也无形中给王峥增加了压力。李亮只能怪自己怪王胜荣，因为他自己作为精神系的觉醒者，如果王峥真的是受过精神方面的暗伤，他不可能察觉不到。唯一的一次精神力不稳定，还是因为马上就要觉醒了。李亮这边还在自责，杨月云连忙开口安慰道：你也不用太过担心，这也不需要做什么治疗，毕竟现在时代不同了，以后等他的精神力越来越强，会自己慢慢痊愈的。平时多陪陪他，多跟他交流，让他多参与社交就可以了。听到杨月云这样说，李亮也只能含泪点头。王峥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有异常，他只觉得来做这个诊断完全是多余，浪费时间，只是因为自己拗不过李亮，自己才来的。回家之后，李亮问王峥是否考虑过不去参加这次的训练营，他可以去和楚天行推掉这次集训。王峥才不答应，先不说已经收了楚天行的好处，而且他也想去见识见识同届的天才们到底有什么能耐，更何况空间戒指还没有拿到呢，等拿到以后就可以更好的隐藏自己的储物空间了。见到王峥坚持，李亮没有再劝，只是默默地递给王峥一枚灵气结晶。王峥没有多想接过来，顺手就吸收了。看着自己的数据面板，王峥现在是信心满满，体力值400，灵气值465，体质40，力量40左元括号16加24右元括号，智力21加，精神25加，敏捷24加，基础功能扫描、储物、荆棘之心加略，立体双 A 加略，圣光术略。之前楚天行给的灵气结晶已经吸收掉了，算上李亮刚给的这枚，一共增加了300点灵气上限。而且自从上次体质加到40点之后，自己的灵气吸收速度也翻倍了，现在可以一天一点的增加灵气上限。虽然最近的锻炼并没有停，但是却没有自行增长属性。王峥自己点了1点智力，5点精神，4点敏捷，一共花了200点上限。然后他试着点了一次力量，一次就只扣10点。王峥立刻激动的把力量直接点到了40点的上限。他原本只是觉得其他能力都增长了，力量一直没加过，想试一试，却没想到让他发现了意外之喜，找到了数据面板的漏洞。原本的34点力量值只有10点是自己的基础属性，另外24点是立体双 A 加上去的。然后自己加点力量时，还是按照基础只有10点扣除灵气上限，这下这个技能的重要性就无限提高了。虽然暂时还没有办法超过40点的上限，不过这已经为他节省下很多灵气值了。而且现在加点也贵起来了，属性点超过20之后，每次加点都需要20点上限。他现在甚至想把立体双 A 再升一级，让力量值突破上限。不过考虑到马上要去参加集训，这才按捺下激动的心情。第二天，王峥在自己的储物空间内准备了大量的清水、压缩饼干、高热量的食物等，然后找了个箱子把自己的大锤装了进去，让王胜荣开车送自己去了京南大学。今天先在京南大学集合，然后楚天行会安排他们3个一起去魔都。到了大学门口，王峥下车扛起箱子就直奔国术馆。这个半个多月来，门卫大爷已经跟王峥很熟悉了，没有再拦他，打了个招呼就放行了。王峥心里也是暗骂不已，每次都要到国术馆集合，这破楼那么远，自己还要扛着200多斤的箱子。等到了国术馆，王峥已经是大汗淋漓了。京南的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刚把箱子放下，吴欢就走了过来，也不说话，就用那双凌厉的眼眸看着王峥。王峥顿时觉得
京南的夏天更火热了。在这段时间内，王峥他们3人也是在学校内聚过几次，主要是想加深下了解和讨论怎么配合。王峥也想确定下这支小队的话语权。不过后来，王峥是能不来学校就不来学校，无他，吴欢太烦人了。这姑娘单纯的有些耿直，在第一次对战时，王峥开启反伤，直接站着不动让他打。在确定自己没办法给王峥造成伤害后，王峥反手一拳就把沙袋打爆了，然后他就自闭了。从那之后，每次见面他也不说话，就安静地盯着王峥，要求对战。王峥不愿意，他就继续盯着王峥训练，似乎是想找出王峥实力强大的秘密。如果王峥不在，他就自己一个人默默地练刀。楚小满已经找过王峥很多次了，想劝劝这个执拗的女孩，但是貌似没什么效果。好几次王峥都差点没忍住，想冲上去就扭断她的脖子，仿佛脑海里有另一个声音在不停地嘶吼狂嚎，但都是转瞬即逝。王峥也只当作是自己的错觉。不过王峥确实不太能应付吴欢这种类型的女孩，虽然算不上讨厌，但确实是能感受到对方带来的压迫感。其实王峥是有些佩服他的，短短半个月就能把手里的短刀玩得这么熟练，可以想到他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说到这把刀，一级合金制成，有些类似古代的直刀，刀刃笔直不弯翘，全长80厘米左右，单面开刃，刀尖锋利，单手使用砍刺为主，楚小满同款。不过王峥的眼神瞥向自己的带来的箱子，嘿嘿嘿地笑了起来。你要是今天还想跟我切磋，我们就上兵器，让队长看看你这半个月的进步。吴欢扭头就走，继续自己一个人加练去了。他只是好胜，又不是傻子。第一次见面就看见楚校长给了王峥一把大锤，那锤子比自己人都粗，本来就打不过，还跟他比兵器，一锤子下来，他这把小刀早就烂了。看着吴欢一个人回到角落，一遍遍地练习着挥刀的动作，王峥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时楚小满才靠近过来，指着王峥的箱子问道：王峥，这箱子里是什么？怎么这么重？王峥笑着把楚小满的头发揉乱，说了多少次了，喊峥哥，你怎么对吴欢就喊欢姐，好我就直接喊名字的，我可比他还大呢。楚小满恼怒地拍开王峥的手，你每次都欺负人，还想要我喊你哥哥，做梦吧你！略然后做了个鬼脸就跑开了。王峥也不在意，随便找了个哑铃，继续熟悉自己加了力量的身体。没过多久，楚天行就推开大门走了进来。王峥立刻跑到纸箱旁边，一脚踢烂箱子，一手一把大锤拎着就朝楚天行跑去。王峥扛着2把大锤在楚天行面前不停地晃来晃去。可以了，我知道了，给你。楚天行自然知道王峥是什么意思，看着王峥把自己晃的头都要晕了，十分不耐烦地递过来一枚灰色的戒指。王峥连忙小心翼翼地接过，这戒指仿佛是玉石制造，浑然一体，摸上去冰冰凉凉的，十分舒服。于是用自己准备好的绳子穿了起来，挂到了脖子上。集中精神一探查，就发现一个菱形的空间，1立方左右。王峥不屑地撇了撇嘴，顺手就把锤子收了进去。楚天行倒是有些惊讶，心中暗想，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快就上手了，看来他的精神力也不低，不然可没这么容易就能使用这储物戒指。看到王峥就这么凭空把2把大锤子变没了，吴欢和楚小满2人自然是诧异万分。楚满连忙3步并作2步冲了过来，一把拉住王峥的胳膊，晃着说道：王峥哥哥，你是怎么做到的？开发的新能力吗？吴欢的目光也是紧跟了过来，他现在把王峥作为自己要超越的目标，对王峥身上的发生的一切都十分好奇。眼下楚天行就在一边，王峥可不敢瞎闹，看着楚老头脸都黑了。王峥连忙抽出胳膊解释道：这是楚校长给我们准备的秘密武器，从现在开始我就是身体孱弱的治疗系觉醒者了，你们也别说漏了嘴。吴欢本能的想开口，然后似乎想到了什么，就不再理会王峥了。楚小满现在有了靠山，已经嚣张起来了，一手叉腰，一手戳着王峥的脑门。哥哥，谁身体孱弱了？你暗示谁呢？王峥下意识的回头，看到楚老头的头发已经竖起来了，板着脸，身上时不时闪过一道紫色的电光，噼啪作响。王峥顿时冷汗直流，爆发出12分的速度，冲进了更衣室。我要上个厕所，你们随意。等王峥把锤子放回自己的储物空间，又把一部分生活物资挪进了储物界，然后才出了厕所。王峥刚刚从厕所探出头来，还没来得及仔细观察，只见一只粗壮的手臂就搂了过来，一把夹住王峥的脖子，让他不能动弹。楚天行淡淡的说道：时间紧急，学校门口集合，你们俩收拾好赶紧过来，我先带王峥过去。不等2人回答，楚天行就一路夹着王峥全速冲了出去。王峥只觉得自己的脸都被风吹得变了形，浑身上下酸麻酸麻的，还没等回过神来，就已经到了大门口。楚天行随手把王峥一丢，然后开口说道：王峥，你身体素质好的出乎我的意料，而且力气也大得出奇，这很不正常，你以后最好定期检查，我担心你有可能遗传了你爸的力量，这虽然能让你在前期获得巨大的优势，但毕竟是有严重缺陷的。他们这一批人当年都死得差不多了，有后代的就更少了，更何况你爸还是其中的佼佼者。你的天赋异能很强，如果真的有遗传到你父亲的基因缺陷，那就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如今的科技水平已经比当年好多了，及时发现的话也不是没有治愈的可能。王峥一个趔趄差点没站稳，心里没好气的暗骂，我王峥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就是我天赋异禀，什么基因缺陷？是不好意思串台了，全靠自己的数据面板加点，怎么可能有什么基因缺陷？不过王峥还是点了点头，很明智的没有开口反对，然后随口问道：要不要跟我说说我爸以前的事情？我问过他们不肯告诉我。楚天行犹豫片刻，缓缓说道：这个不急在这一时，而且1-2句也说不清，等你回来有时间再跟你细说。昨天你妈有联系过我，跟我说了一些你的情况，我现在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可以选择不去参加训练营，我会找其他人代替你，我们金南今年不争了。王峥有些惊讶，他没有想到楚天行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以为最多就是让他照顾楚小满，保护好2个女孩而已。随后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好处我都收了，怎么能不办事？您要是不让我去，我可不退货的呀，东西还是都给你，你可以选择不去。楚天行也乐了，王峥咧开嘴，笑得十分洒脱，白给的奖励为什么不要？您这当校长的不要，我这当学生的可不能视而不见，这10%的份额必定是金南的，
我倒是想看看是什么天才人物能和我争。人敬我1尺，我还人1丈。王峥不是不知好歹的人，虽然他不知道李亮和楚天行说了什么，可楚天行虽然平时抠抠搜搜的，但是对自己也确实没话说，对他的关心也是做不得假的。王峥是一个念情的人，更何况王峥自己也确实想出去长长见识，一直以来他都待在京南，待在自己的舒适区，有父母给他撑起一片天，他现在也想看看这个真正的世界。所以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学校，这次他都非去不可。吴欢和楚小满从学校里走了出来，楚小满直接跳着挂到了王峥身上，满眼的小星星，一副迷妹模样。峥哥哥，你刚刚好帅。王峥顿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瞬间萎靡了下来，一脸的尴尬看向楚天行。吴欢一双冷眸中也闪过一丝异样的神采，他觉得这时候的王峥才有京南第一天才的模样，也只有这样的人自己才能心甘情愿地喊上一声队长。楚天行这次倒是没有生气，只是一把将楚小满扯了下来，拍了拍王峥的肩膀，他们2个就交给你了，保护好他们，等你们凯旋，我为你们庆功。眼看着去魔都的车已经远去，消失在了视野里，楚天行回想着王峥刚刚的豪言壮语，心里不住的感慨，真是英雄出少年啊。因为这次的训练营牵扯着巨大的利益，所以有着严格的保密制度，实行全封闭式管理。目前楚天行也不能随行，只有等到所有参训人员都到齐，比赛正式开始，这些校长们才会和主办部门一起远程观看。因为天下的异能那么多，总有些能干扰到集训，为了避免出现作弊的情况，也只能封锁全部消息了。京南距离魔都并不远，开车也就2-3个小时，但是一路上3人都有些沉默，就连一向活泼的楚小满都安静了下来。带队的是京南大学的一位青年女导师，姓曲，全名叫做曲剑霜，名字英气十足，人却完全是一副江南女子的模样，就连说话都温声细语，让人很容易亲近。王峥一个人坐在最后排，听着曲老师在讲解相关的注意事项。我们上午先在魔都大学待命，吃过午饭后，下午1点正式集合，统一前往集训营地。接下来的安排我就能跟着了，所以在此之前有任何的特殊情况都需要及时跟我汇报。还有，这次训练营是全封闭式的管理，通讯设备也不允许携带，出发前最好给家人打个电话。训练营的主办方是由政府部门、研究单位、军方3方选出的，一旦进入训练营，希望你们认真对待，听从命令，服从指挥。而且由于事出突然，情报不足，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对手们的准确信息，不过这点其他学校也是同样的，只能等你们自己在集训中观察了。最后，校长特意叮嘱过，安全第一，你们都要保护好自己，你们的安全高过一切学校利益和荣誉，我会在魔都等着你们安全归来。曲剑霜交代完毕，王峥靠着窗户慢慢的睡了过去。等到王峥清醒过来，车子已经进了魔都，没过一会就已经到了目的地。4人陆续下车，跟着曲剑霜就朝着学校内部走去，周围已经有不少学生在了，就是不知道是魔都大的学生，还是跟他们一样是来参加训练营的学员。一路上，王峥不停地四处张望，仿佛在寻找什么，结果却什么意外都没有发生。等到几人都吃完饭开始集合，楚小满看着王峥一直紧张兮兮的模样，才开口问道：王峥，你找什么呢？王峥尴尬的一摸头，我之前在魔都大学得罪过人，我以为会有人来找麻烦的。那他知道你今天要到魔都大学来？楚小满有些好奇。王峥一想也是，杨伟怎么可能知道他今天会来魔都大学？而且现在还是暑假，他都已经毕业了，再不在魔都还不好说呢。不过还是不能大意，如果有魔都大学的学生来找麻烦，那肯定跟杨伟脱不了干系。很快，所有参加训练营的学员已经都集中了过来。王峥大概扫了一眼，100多人三两两的聚集在一起。看到眼前的情况，王峥立刻把吴欢和楚小满喊到身边，叮嘱道：吴欢，在集训中也要保持住你的高冷，不要多说话。你不能说任何与我们3人有关的信息，一切交流让楚小满来。你们2个最好一直都待在一起，你要注意保护好小满。而且记住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医疗系觉醒者。我们京南的目标是混到训练营结束。楚小满，你的任务是尽可能的结交一些女生，要学会利用自己的优势，打探清楚有哪些厉害角色，我也会重点观察的。这些人很大部分都会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当然，目前还不知道具体的集训内容，所以也没有太多需要注意的。最主要的就是先隐藏好自己，打探情报，可以适当的透露一些我们京南双治疗系的消息，打消别人的戒备。最后等进入集训了，我们随时找机会交换信息。吴欢刚要反驳，又想起校长的交代，最后冷哼一声答应下来。楚小满得到王峥的信任，十分开心，连忙点头。王峥使用扫描是需要消耗精神力的，而且精神力只能靠休息来自然恢复，系统对精神力也没有显示具体的使用数值，所以王峥也没办法一次性把所有人都扫描了，只能通过获取情报来侧重选择扫描目标。等教官清点好人数，也没多说，带着所有人都直接上了大巴，在各校带队老师的目送下，3辆大巴车缓缓驶出了魔都大学，朝着南港方向驶去。一共39所大学，每家3人，117名学员，加上几位随行的主办方人员，坐3辆大巴车，车上的空位还是很多的。王峥上车后就拉着楚小满和吴欢坐到了最后排，让他俩靠窗，自己则是坐在外围。车刚启动没一会，前排就有一人往王峥他们几人走了过来，1.8米左右的个子，臂展很长，手上一直攥着一支笔，带着满脸的笑容，看着很是亲切。兄弟，你们哪个学校的？第一次来上海吗？吴欢直接扭头看向窗外，楚小满则露出甜甜的笑容，反问道：哥哥，你是哪个学校的？男孩满不在乎的说道：我叫池伯飞，同济的，你们呢？王峥第一时间没回答，是忙着扫描呢。灵气值360，体质20，力量20，智力20，精神20，敏捷20。他也是第一次到这样的属性，灵气值高达360点，5维属性非常平均，全部高达20点，显得有些诡异。要知道，一般的1级觉醒者只有一种属性超过20点，能有2项超出的都算是天才了。我们是京南的，池同学魔都本地人吗？看出来这是要去哪里没有？王峥也是笑呵呵的回答：对，本地人，看着方向是往海边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要出海？你们金南这次有什么打算啊？想不想争名次？池伯飞也是笑容灿烂。争什么名次啊？他俩年纪太小，我天赋太差，我们只是来混混资历，长长见识的。池同学魔都人怎么没去魔都大啊？我可不是说同济不好，只是有些好奇。对了，我叫王峥，金南人，我妈就是同济的老师，这才去了同济。对了，王峥同学，我们这次也没什么目标，要不我们联盟怎么样？当然可以，求之不得。看着这两人很快就熟络到一起，开始称兄道弟，靠窗的吴欢直接闭目养神了，全当两人不存在。楚小满却是一直笑嘻嘻的看着两人聊天，等池伯飞走远了，还甜甜的再见呢。等池伯飞也回到自己的同伴处，两人几乎同时开口，这对人不好对付。池伯飞早就没了刚刚的笑容，紧皱着眉头，低声对着自己的同伴说道：“短发女精神力比我高，那个男的也是，而且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一股危险感，刚刚靠近时，我的直觉就在劝我远离。”与此同时，王峥也在跟吴欢和楚小满提醒，如果我们队和他们队遇上，吴欢你直接护着小满撤离，这个池伯飞有问题，手里可能见过血，如果他去追你们，我会拦住他。如果是另外两个人追的话，你们脱离视野后就可以反攻，这两人也都是一级觉醒者，和你们一样。那个平头男应该是防御型觉醒者，力量不高，反应较慢，体20，力15，敏13。吴欢玩克他。另外那个红发女精神力比较高，需要小心被控制，精27。吴欢点头，楚小满则是好奇的发问：“王峥，你怎么见人就觉得要打起来呢？再说了，如果他们不追呢？不追，那他们就无了呀。”王峥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凶厉。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巴车沿着东海大桥一路疾驰而去，看着四周一望无际的大海，王峥的心里又有些紧张了起来。之前就听说大海深处已经发生了异变，各种海洋异兽层出不穷，之前还曾在近海区域袭击过我国的客货轮船，直到后来全国几大高手联手清理过一次，这些异兽才逐渐远离近海区域。不过近些年也偶尔能够看到有渔船被袭击的报道。直到一路上了阳山岛，王峥才渐渐放下心来，然后车也没停，直接开上了一艘大型货轮。只听汽笛声响起，轮船缓缓启动，朝着外海驶去。所有学员都不被允许下车，四周有视野阻挡，无法看清外部的景象，更有部分学员受不了颠簸，面色惨白。好在王峥三人都是自然觉醒者，体质也都不弱，但即使这样，楚小满也是脸色凝重，笑容不在了。王峥倒是无所谓，他有心起来活动活动身体，看看其他位置能不能观察到外面的场景。刚一起身，前面3道锐利的目光就投射了过来。这3人是从学校就一路随行的训练营工作人员，肤色黝黑，目光坚毅，均是寸头短发，虽然身上穿的是便装，但一看气质就是职业军人。王峥随便一扫，灵气值3000加多项属性超过50点，B 级大佬，打扰了。于是，一边甩甩胳膊，一边踢踢腿，讪笑着说道：“坐久了腿麻，活动一下。”又过了几个小时的漫长颠簸，货船才停靠在岸。随后汽车发动，开下轮船，又是一声汽笛。随着货船慢慢消失在视野里，王峥为期1个月的训练营生活正式开始了。大巴车上岛后，仅仅行驶了10几分钟就到达了营地。看着岛上干净平整的道路，王峥猜测这座岛上早就有这个基地，只是这次被临时征用了。虽然没有看清货轮的行驶方向，但是根据坐船的时间还有周围的植被树木，可以判断这里应该是东海附近的小岛。下车后没有浪费时间，学员们立刻被要求男女分开列队。无奈之下，金南3人组只能分开。王峥又叮嘱了2人一番，随即走向了男生队列。这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了，教官正在点名，王峥则是在观察着这些学员。这次训练营一共是117人，男生队列这里有58人，那女生边就是59人。王峥也没想到，竟然女生还要更多些。虽然他没办法区分谁是自然觉醒，谁是药剂觉醒，不过也没必要区分，大家都是大一新生。自然觉醒者是高1高2特招入校，觉醒时间短；药剂觉醒者是高3毕业后高考入校，有高31年的成长期，在现阶段实力差距不会太明显，只有在整个大学期间才能感受到天赋的差距。大家初入大一的时候，都基本都在1级觉醒者，也就是灵气值200点左右。自然觉醒者只要不是太懒，平时坚持练习，基本大2就能 D 级，大4毕业前到达 C 级。而通过药剂觉醒的能力者，即使再怎么拼命努力，大3能达到 D 级，就算进度很快了，想在学校里达到 C 级，基本是不可能。这样的人寥寥无几，所以杨伟才能在武斗会上出名之后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不过这也是他膨胀的原因了，从平凡到传奇很艰难，但是能从鲜花和掌声中认清自己才更加的难能可贵。不过这些都和现在的王峥没有关系，他正在天人交战之中。刚刚教官已经说过了，宿舍是4人间，他们有58人，这就代表着有2个人可以的使用一个房间。王峥在考虑自己要不要去争取，他倒不是怕跟人接触，他是怕一起住久了有了感情，到时候比赛不好下手。教官也是有趣，让想住2人间的学员自己出列，然后通过对战确定名额。这显然是想从最开始就激起学员们的胜负欲了。随着教官的话音刚落下，就有3人大步走了出去。池伯飞赫然在列，还有其他人吗？教官又是一声大喊。王峥不再犹豫，迈步走了出去。他有种预感，这池伯飞会赢。他想要试试能不能有机会跟他住进一个宿舍，挖出他身上的秘密。要是运气不好，能跟他交上手，也可以看出点东西来。队列中有人不屑，有人懊恼，因为犹豫错过了机会。那就你们4个了，其他人原地坐下。你们俩一组，剩下2个一组，赢的双人间，输的4人间等分配。教官一指池伯飞和一个小个子，剩下的自然就是王峥和另一个高大壮硕的男生。池伯飞和小个子很快就打了起来。王峥之前的猜测没错，虽然是徒手格斗，但却不难看出这池伯飞走的就是闵占流的路子。他用的是泰拳的路数，行动迅速，招式很辣，小个子完全不是对手。王峥甚至连扫描的兴趣都没有，也不知道他上来是出于什么目的。很快，小个子便被池伯飞一脚踢中太阳穴，倒地不起。
旁边的医疗人员迅速上前治疗，把人抬走了。很好，池伯飞占一个名额。接下来王峥、鲁明上。王峥迈步向前，给鲁明丢了一个扫描，最高23点力量，其次18点体质。王峥明显愣了愣，如果都是些这种货色，自己是不是太过小心谨慎了？这连吴欢都不如啊！见到王峥发愣，这鲁明立刻强攻，王峥下意识的一抬手就挡住了。王峥恨不得直接用手捂脸，真的是太丢人，就为了这样的人准备了那么多计划。就说这鲁明吧，正手无力，反手不精，脚步松散，反应迟钝，没一个动作像样的，完全就是野路子王八拳，根本没学过搏斗的样子。再观察几天，如果学员们都是这样的水平，直接不隐藏了，平推。虽然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不过现在该演的戏还是要演。只见王峥脚步虚浮，反应迟缓，一直抱着头被动防御，完全一副被打懵了的样子，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好不容易找到机会拉开距离，先是给自己一道圣光束，然后又被鲁明粘上，继续挨打。众人开始纷纷为鲁明叫好，鲁明还挺兴奋，本来只是被车上刚认识的新朋友怂恿，一时冲动之下就冲了上来，没想到还能碰到个软柿子，对方就像个沙袋，完全不会还手，鲁明都有些不忍了，想着要不要等会给他道个歉，自己确实是有点欺负人了，但是不得不佩服对方的毅力，都这样了，还强忍着不认输，是条汉子。打着打着，鲁明渐渐的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他觉得越来越累，喘气声越来越粗，甚至能清晰明显的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然后自己的胳膊越来越重，抬手都能感觉到明显疼痛，怎么脸上还开始肿了呢？我也没被打呀。等到鲁明自己重重的摔倒在地上，他的最后一个念头是，原来打人是真的可以把自己累死的。王峥胜，双人宿舍池伯飞、王峥。随着教官的一声令下，这场宿舍比武就此落下帷幕。还没等医护人员进场，王峥先给鲁明刷了一道圣光束，又给自己来了一发，然后笑着对大家说道：“让大家见笑了，我本身是治疗系的觉醒者，没怎么学过搏斗，所以只能用这种办法来取胜了。以后大家有什么受伤或者需要治疗的，都可以来找我。当然，我只说了找我，给不给你治那是另一回事了。”王峥在心里默默地补了后半句。场下众人纷纷鼓掌。等王峥入列后，身边几人都来恭喜王峥，有意跟他交好。毕竟交好一个治疗系的觉醒者，关键时候是可以救命的。王峥也是来者不拒，跟众人寒暄起来，只说是自己运气好，侥幸才赢了这一局。很好，这开朗无害、没有攻击能力的治疗系弱者的人设算是立下了。接下来就是退入幕后看有没有新的牛鬼蛇神冒出来了。毕竟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自己主动暴露出来一些能力，可以打消竞争者的防备。王峥自己这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就是不知道楚小满和吴欢那边怎么样了。他给自己的训练营开局可以打9分，扣91分，怕自己太骄傲。女生方阵这边的氛围比男生阵营要好得多，也没有因为宿舍的事情来举办什么格斗大赛，因为一直没有人报名，最后被来自帝都师范的3人直接入驻，毕竟只有他们小队是3员女将。吴欢则是全程冷着脸不说话，楚小满却笑嘻嘻的和身边2位女生打开了话匣子，一群女生凑在一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好不热闹。等分选宿舍的时候，吴欢、楚小满和周围2个女生迅速一起填了表，如愿进了一间宿舍。另外2位女生，一个叫月怡，魔都师范大学，一个叫玉云，来自东南大学。男生那边也迅速分选完了宿舍，教官给了10分钟回去放行李，然后立刻就下来列队。王峥什么东西都在储物空间里，背包里也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不急不慢地走在了最后。等找到宿舍后，他发现池伯飞已经在换衣服了。普通的4人间，20平方左右，上面是床，下面是书桌，厕所、浴室都在门外的走廊深处。王峥随便选了一张床，丢下包也开始换之前领的迷彩服。这时池伯飞看着王峥身上棱角分明的肌肉块，开口问道：“王峥，那鲁明拳脚功夫也不行啊？我看你这身材也不像没练过的样子，怎么还赢得那么艰难？我本来还以为我要跟你对上呢。”王峥挠了挠头，一脸的尴尬，憨笑着回复：“别闹了，我只是个治疗系的觉醒者，我这都是被家里人逼着从小锻炼练出来的死肌肉，我可没学过拳。你看那鲁明那么大块头扑过来，我都快吓死了。不怕你笑话，我这还是第一次跟人交手，当时脑子里一片混乱，只想着自己不要受伤就好了。等回过神来，他就自己倒下了，可不我打的，别碰瓷啊。”虽然王峥说的真诚，池伯飞眼里的戒备却丝毫不减，不过也没有多说话，转身就出门下楼了。王峥迅速换好衣服，却没有急着下楼，眯着眼睛扫了一圈房间，看到池伯飞的背包空瘪瘪的，随意的丢在床上，却也没有去乱动，反而从空间戒指里拿出几包压缩饼干、牛肉干之类的食品，2瓶矿泉水一起塞进了自己的书包。想了想，又拿出一本叫你就是个莽夫的小说也塞了进去，这才满意的点点头，下楼列队去了。1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虽然都是才毕业的高中生，但是毕竟是各家大学精挑细选出来的天才人物，倒也没有出现类似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拖大不遵守时间规定的学员，让等着看戏的王峥有些遗憾。还以为这些个天才里会有几个刺头呢，没想到一个个这么乖巧，连个迟到的都没有。教官等报完数，就带着2个方阵的学员浩浩荡荡的进了食堂。大手笔，真的是大手笔。王峥不停地往自己嘴里塞肉，这里的菜全是异兽肉做的，就连蔬菜里也明显蕴含了大量的灵气。其他的学员也感觉到了食材的区别，一个个都化身饿死鬼投胎，吃的比平时都多。哥，王峥满意的打了个饱嗝，看着自己数据面板里灵气值从465涨到了470点，心里忍不住的赞叹，真是个好地方啊，真想天天在这里吃饭。他已经断异兽肉快1个月了，今天终于让他找到机会吃了一顿爽的。等到所有的学员都陆陆续续吃完了，在教官的带领下，学员们都被带到了基地后面的训练场。这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训练场周围昏暗的路灯并不能照清大家的脸。就在大家都窃窃私语时，2道探射灯的强力灯柱朝大家照了过来，众人都被灯光刺得睁不开眼，就连王峥也用手挡住眼睛，眯着眼努力向前看去。他虽然很想躲开，但是却靠强大的意志力忍住了，没有动弹。只是瞬间强光便消失了，前方一名军官点了点头，
就见一名穿着白色大褂的老者上了台。各位同学们好，我叫许清渊，是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是这次训练营的举办人之一。对于这次训练营，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些了解，在这里我就不过多赘述了。我主要强调下这次集训的规则。第一，不允许私自武斗，如果真的有矛盾或者精力多到无处发泄，可以喊你的教官做见证，得到允许后你们才能切磋。第二，不能无故伤人性命，出手要有分寸，知轻重。教官喊停，最好立刻就要收手，因为我们原则上是允许教官直接出手的。第三，听从指挥，服从命令，努力训练，争取在这1个月的时间内让自己的实力有所蜕变，起码要让自己有所收获。第四，只要能在最后的比赛中取得优秀的成绩，我们准备了非常丰厚的奖品，包括但不限于灵气结晶、异兽合金制成的武器，大量可以辅助修炼的药剂，甚至还有2枚我私人珍藏的灵果，我称它们为魂因果和丹阳果，一种可以增强体魄，一种可以增加精神力。希望大家都能拿出干劲，永争第一。听到许清渊的话，大家都有些激动，场下立刻炸开了锅。像灵气结晶、合金武器，甚至是修炼药剂，虽然可能没接触过，但是最起码都有听说过。但是这魂因果、丹阳果都是听都没有听过的好东西，一时间全都眼红起来。王峥心里其实是不太在意的，没起什么波澜，他自己就能增加属性，对这些天材地宝的需求也就没别人那么迫切。他只是在想，许清渊说的这果子是不是楚天行吃过的？这些个灵果对老爸的伤势恢复有没有帮助？而且既然许清渊能说出这2枚灵果的具体功效，说明之前肯定就已经做过相关的实验了，这果子也肯定不止1枚，应该也没那么稀有。毕竟没有什么植物长果子只长1枚的。虽然王峥对这灵果能恢复王胜荣的伤势并没什么信心，不过自己的奖励也不能白白的落入别人的口袋里，对吧？就在大家都对这些奖励垂涎欲滴时，王峥却在观察着身边的同伴，这一眼果然让他看出了异常。先是第一排有2位男生，按照白天的记忆，这2人应该是一个小队，他们2人对许清渊说的这些奖励毫不在意，一直凑在一起不停的交流。可惜王峥的精神力不够强，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然后是池伯飞，这个人肯定有问题，他不但对这些奖励没有任何兴趣，嘴上还闪过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至于女生那边，不太能看得清，因为个子高，王峥是站在队伍的最左侧，女生方阵在右边，视野有限，只能到时候问问楚小满他们了。好不容易等到解散带回，王峥趁机开启了扫描，前排2位男生灵气值都超过了300点，一个智力28，精神26，一个力量27，敏捷22，这已经是他在同届人里看到的最高数据了。不过对他来说算不上威胁就是了。等王峥回到宿舍，池伯飞已经不在了，王峥也没在意，拿着盆和衣服就出去洗澡了。等洗完，还故意在外面绕了一圈才回去。他本来是想去女生宿舍找楚小满和吴欢的，不过刚下楼就被站岗的士兵拦住，礼貌地劝了回去，说是晚间归寝后不能再外出。王峥立刻从善如流回了宿舍。等这次回来，池伯飞已经在宿舍里了，2人都没开口。王峥看着自己被翻动过的书包，嘴角不屑地扯了扯，当作没看见，自顾自地睡了。第2天一大早，王峥刚起床出门准备洗漱，就看见好几人已经在训练场顶着骄阳狂奔了。教官手持皮鞭，谁跑得慢就是一鞭子，打得众人嗷嗷直叫。王峥顿时来了兴趣，趴在栏杆上看的是兴致勃勃。这时对面走过来一位学员，王峥觉得十分眼熟，似乎是昨天赢了双人间后凑过来的众人之一，随手拦下来问了句：“兄弟，这什么情况？大清早的就特训上了，对自己这么严格吗？”对面这人也特逗，特训个什么呀？昨晚不听劝，自己翻窗翻墙跑出宿舍楼，回来时就不给进了，在外面站了一夜，蚊子那叫一个多啊！早上5点就被拉去跑圈了。听说教官那鞭子是刺蛇做成的，一鞭子抽上去又疼又痒，他们几个算是有福气喽。王峥听的是津津有味，看他说的眉飞色舞，连忙问道：“兄弟，怎么称呼？哪家学校的？消息够灵通啊！我叫林统，西山人，东南大学的。好名字，人如其名。”王峥冲他竖起大拇指。林统连忙摇头：“我这算得了什么？哪有王峥你厉害？你们金南这次想拿名次，有几家可绕不过去。”王峥也不上套我们学校2位治疗系，还拿个什么名次？混到结束拉倒。林统只是笑笑不再开口。这训练营无聊的可怕，早上6点集合30分钟，吃过早饭，开始体能训练。上午就是跑、负重、障碍、跃，变着花样的跑。一些体质较差的学员被折磨得苦不堪言，王峥是毫不吃力，不过他也有注意着自己的伪装就是了。下午练习搏斗、徒手、武器，随便你选择，每一种武器都有专业的教官教学。不过王峥找了半天没找到教锤子的老师，随便报了个单刀就和吴欢、楚小满会合去了。晚上就是学习各种野外生存、异兽习性、可以利用的材料、不同异兽灵气结晶可能出现的位置等专业的探险知识。第1天晚上上课时，王峥就觉得自己猜对了，所谓的最后测试肯定是野外生存对战异兽。一晃半个月就过去了，一成不变的生活总是过得很快，因为你也不知道是过了15天还是同一天过了15次。这半个月的训练对王峥来说屁的帮助都没有，属性一点都没有增加，而且他的刀法还是一样的稀烂，也不知道是因为王峥每天下午都是混时间没认真训练呢，还是他就没有用刀的天赋。不过吴欢这小丫头的刀法却是越来越犀利了，连教官都不止一次的提过她是个练刀的好苗子。楚小满和王峥一样，2人都是同步的摸鱼化水。不过有一说一，伙食是真的好，每餐都是一瘦肉，根本没停过。王峥看着自己的数据面板里显示灵气上限635点，大概估算了一下，每天光靠吃都能有10点的灵气上限提升，他是真舍不得这训练营结束。如果可以的话，他能在这里吃到天荒地老。在这半个月里，这批学员也基本被他慢慢扫描了个遍，有几人是属性相较而言比较高的。
第一就是帝都大学的队伍，许清渊讲话时的那2个男生是帝都大学的经典战法木组合，智力精神特长的叫杜伟，力量敏捷特长的叫傅秋，还有一个女生治疗系的名字叫陆悠悠，智力28精神25点，比楚小满略高，但是她比楚小满年纪更大1岁。第二是魔交大队长宗征灵气值突破400点，力量体质双属性29，反应略慢，使一把长枪，很是威武霸气，队员略逊一筹。第三是帝都师范，39所大学中唯一一家全部女生的队伍，3人都是智力精神双特长，就是不知道详细的异能情况。这3人一个宿舍，平时也很少和外人接触，楚小满也没有打听出什么信息来。还有东南的灵统单属性精神29，玉云敏捷22精神23。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同济大学的池伯飞，5维属性全20点的天才，王峥的室友，这个让王峥感觉到有一丝危险的男人。在这段时间里，王峥发现自己的室友很不正常，锻炼不积极，也不社交，这几天甚至连话都不说了，每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知道在想什么。王峥甚至看到池伯飞的队友过来找他，他都是一副不耐烦的模样，随便应付几声就继续独自发呆了。不过从他眼神里透露出来的凶狠，让王峥知道这个便宜室友很可能要搞事情的。这天下午，王峥和往常一样，一边心不在焉随手挥着刀，一边和楚小满聊天打混。负责刀法教学的教官已经对此见怪不怪了，除了吴欢每次都认真训练，金南剩下的摸鱼2人组已经出名了。这2名治疗系的觉醒者每天都是一副精神不振的模样，训练偷懒，60分万岁。就连这一位教官都认为金南这次来了2个治疗系时，已经放弃了对名次的争夺。他能看出来楚小满是有些底子的，刚开始几天训练也算努力，但是自从王峥也来学刀之后，一切就变了。这王峥吧，你不能说他不好，毕竟体测成绩都在中游，就是太懒了，一点基础都没有，训练还不认真，甚至带坏了楚小满。虽然心里恨其不争，嘴上也提点过他几次，不过他永远是一副我行我素的模样，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完全没当回事。久而久之，大家也都默认了王峥是真的没有上进心了。很多有意竞争名次的队伍也都打消了对金南大学戒备，而这也恰恰是王峥要的结果。本来在前几天，王峥发现这批学员没有太过出众的人物，有打算暴露真正的实力，但是一想到池伯飞的诡异模样，他就又隐忍了下来。王峥之前听林统说过，今年一共600多万考生，一共出了3000不到的自然觉醒者，基本都被帝都大学和魔都大学瓜分了。毕竟这2家每家招生都要近2000人了，所以剩下其他的学校自然觉醒者寥寥无几。而这次比赛，因为无论成绩如何，第1、第2都是帝都和魔都大学，所以他们来的人也不算太过优秀。至于剩下其他学校的学员，最多也就比吴欢和楚小满略胜一筹，和王峥比起来，差距就太大了。王峥，我听到消息了，这次集训主办方在时间上的估算出了差错，好像是说我们的学习进度很快，所以很可能要提前结束了，而且有可能这2天就要开启测试了。楚小满眼珠子乱转，鬼头鬼脑的说道。王峥不动声色，嘴巴微微的动了动，哪里得到的消息？靠谱吗？那个灵通你知道吧？是他听到了教官们的谈话，他是超人系的觉醒者，异能可以加强听力。他昨天跟我们宿舍的玉云说话时，我听到的，我感觉挺靠谱的。而且我们的教材前天就教完了，白天的锻炼也没什么意义，完全是浪费时间。楚小满继续偷偷的回答。别胡说八道，这里食堂吃的这么好，运动量又不大，我恨不得继续多待几天呢。这么多灵气食材敞开了供应，回去之后去哪里吃去？这倒也是，不过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啊。再这么吃下去，我都怀疑我要长胖了。一想到这，楚小满停下了手中刀，转过头去看着王峥，摸着自己的肚子。王峥，你给我看看，我这几天有没有长胖？楚小满，不想练就给我滚！立正，向后转，训练场10圈，预备，跑！教官愤怒的声音传了过来，楚小满的脸色立刻就垮了下来。完蛋了，一时大意被教官逮住了。王峥在一旁憋笑，心里不停的幸灾乐祸，还好我一直没停，就连说话都没动过表情。训练场这么大，1圈1000米，这么热的天跑上10000米，太酸爽了。而就在此时此刻，距离训练营地仅10几海里远的一座无人小岛，无数的战士正在清理岛上的野生异兽，然后在岛上安放了大批量的摄像头。在完全肃清之后，又通过货轮运过来大量经过特殊处理的异兽，而被送来的这些异兽，赫然就是王峥他们这几天晚上学习过的品种。等到今天吃过晚饭，大家都兴致缺缺的坐在教室里准备自习，毕竟之前的课程早就学完了，学习的内容又不算多，异兽也就只有寥寥几种，精神力强的同学甚至都能倒背如流了。楚小满还在埋怨王峥，下午把他害得太惨，自己被罚跑圈，王峥还一直在嘲笑自己。众人在嘻嘻哈哈的打成一片，好不热闹。就在这时，许清渊走了进来，轻轻的拍了拍手，教室里立刻安静下来。随后许清渊开口道：同学们，恭喜你们，第1阶段的训练已经结束了，大家的热情和学习进度远超我们的想象，不得不承认在开办训练营之前，我们都低估了大家的天赋。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大家就出色的完成了所有的课程，在这里我给大家道歉。所以我们主办方一致决定，将在明天提前开启最后的测试。教室里瞬间就又热闹起来，就连吴欢的眼神里也是流露出激动的神情，楚小满更是得意的看向王峥，一副快点来夸我的神色。只有王峥闷闷不乐的小声嘀咕，不会真的是被我们吃穷了，不想再管饭了吧？早知道刚才应该多吃一点的。许清渊压了压手，说道：同学们静一静，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公布这次测试的规则，请大家一定要牢记。明天一早，我们就会启程前往最终的测试地点，是一座完全被清理过的无人岛，岛上有许多你们在课本中学习过的异兽，你们要做的就是在岛上生存下来，存活的时间越久越好，根据你们的存活时间会获得一部分的基础点数，而且岛上有足够你们生存下去的物资。不过要注意，这只是最基本的要求，你们需要猎杀这些异兽，每一种异兽身上都带有对应的点数硬币，不同的硬币获得的点数不同，最后根据你们的点数多少来决定学校名次，同色硬币代表1点，银色5点，金色10点。当然如果你运气足够好，
你们甚至可能在野外捡到这些硬币，毕竟这硬币是我们强行塞进些异兽体内的，这些异兽也可能自己把它抠出来，或者自相残杀。不过这也代表着这些异兽是受了伤的，相比较平时更具有攻击性。在岛上会有很多暗中隐藏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负责保护你们的安全。如果当他们判断你们遇到危险，没办法继续，他们会主动出手。不过这也代表着你们的队伍被淘汰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心里有着打不过，我可以把异兽往教官们身边引这样想法的话，那我只能提前遗憾地告知你，这样就被直接淘汰了。当然，在你觉得自己没办法坚持时，也可以主动呼救，教官们会立刻对你进行救援。同样，这也代表着你们主动弃权了。到时候，你们每个人的头上都会戴上我们特制的影像器材，请注意保护好它，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私自摘下，否则会按照情节轻重扣除相应的点数。另外，一旦你们头上的设备损毁，我们将没办法接收到你们的第一视角画面，这种情况下直接扣除100点数。还有岛上布置的摄像头也不允许主动破坏，否则一样直接扣除100点数。最后，我还需要强调一点，即使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场，但也没办法保证你们会100%的安全。异兽可不会因为你们放弃或者呼救就不攻击你们，这场测试是有危险的，是否要参加你们自己考虑清楚。这句话说出来，教室里顿时一片哗然。如果想要争取名次，仅靠生存时间是肯定不够的，毕竟37所大学争夺的仅只是3个名额，京都大学和魔都大学不管分数高低都只算排名，而不计入药剂的分配。有心想要争取前3名的话，必定需要战斗，在高强度的战斗中，不但要保护自己不受伤，还需要保护自己的影像装备，这的确是有些太难了。说到底，这些学员只是一群高2高3的学生，有的人甚至连自己都保护不好，更别提还需要保护装备了。许清渊紧接着说道，不用着急，现在就做出决定，你们有1晚上的时间来考虑，明天早上集合时参与比赛的人员再报名，希望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生命不是儿戏，请慎重选择。说完就出了教室，留给这些年轻人自己考虑的时间。王峥是不可能放弃的，他还记得击杀异兽是可以提升自己灵气上限的，现在的他两眼冒光，恨不得所有人都放弃，让他自己一个人慢慢的杀。王峥转过身看着吴欢和楚小满，吴欢一脸的坚定，看着似乎没有退出的想法，楚小满则显得有些犹豫。王峥只当这个14岁的小女孩害怕了，揉了揉楚小满的头，害怕的话就不去了吧。其实最好你和吴欢都别去了，我一个人绰绰有余。你们不是不知道我的实力，如果还需要照顾你们，反而还会影响到我。楚小满反手一巴掌拍开王峥的魔爪，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只是不想再坐船了。你一个人再厉害，灵气也有用完的时候，也有累了困了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跟着一起，最起码能有人帮着守夜。吴欢也紧接着开口，你不用劝我，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的。你等会把我的刀给我，我再去熟悉熟悉，这里练习用的刀和我们自己的刀手感不一样。他和楚小满的刀都在出发前就收进王峥的储物戒里了。王峥笑着点了点头，没有再劝。他认真地看了看面前这个冷清高傲的女孩，坚定的目光，用力到有些发白的嘴唇，稍微有些被打乱，略显急促的呼吸。看来她也不像自己表现出来的那么从容淡定。王峥心里感慨，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啊？在14、15岁这个天真烂漫的年纪，面前的两人都已经要开始直面生死了。他第一次由衷地感觉到对这个世界的厌恶。在众人嘈杂的讨论中，晚自习很快就结束了，有不少同学都选择晚上加练，似乎这样可以带走他们心中的不安。王峥也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把楚小满和吴欢的武器都拿了出来。他坐在场边看着吴欢一遍遍不厌其烦的挥刀刺砍，然后楚小满也似乎被带动了情绪，跟着一起练了起来。过了好一会，王峥才走上前去，笑着拍了拍吴欢的肩膀道，呼吸节奏全乱了，还是别练了，再练明天该不会出刀了。你们回去吧，洗个澡好好的睡一觉，不用太担心，一切有我呢。吴欢本能的想要拒绝，但感受着王峥手上传过来的温度，看着王峥关切的眼神，没来由的心里一软，眼泪差点夺眶而出。随后他死死地咬住自己的嘴唇，用力点了点头，一把拉起楚小满，飞似的跑远了。等王峥回到宿舍，已经10点多了。平时这个时间池波飞早就睡下了，不过今天似乎是个例外，里面的灯还亮着。看着推门而入的王峥，池波飞一字一句地问道，明天你会参加比赛的对吧？这是近1个星期以来池波飞第一次主动跟王峥说话，声音嘶哑，甚至有些刺耳。王峥没有开口，盯着池波飞猩红的眼睛，慢慢点了点头，那就好，那就好。池波飞的声音逐渐低不可闻。第二天一早，等吃完早饭，参赛人员集合时，117人已经只剩下50几个了。毕竟不是所有学校都想争名次的，这50人里有阵容完整的3人小队，也有孤身一人想要挑战的独行侠。不过令人意外的是，魔都大学的3人竟然全部放弃了。看着站在队伍最前列且独身一人的池波飞，王峥现在有些在意，他明显从池波飞身上感觉到了恶意，他不明白是为什么，不过这不重要了，如果真的遇到的话。当教官看见王峥和楚小满2人都在队伍中时，也不禁有些诧异，他没想到这划水2人组胆子这么大。再次确认过所有人都同意参赛后，随着叫下令出发，众人立刻带上自己的背包和武器登上了船。仅仅过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远处的小岛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轮廓了。教官一边分发摄像机，一边给众人介绍，前方的小岛就是我们这次的目的地，这座岛叫蝴蝶岛，因为岛屿对称且形似蝴蝶而得名。岛屿中间地带地势开阔且有溪流纵横，不但是岛上所有异兽的唯一饮用水源，每天的物资也都会直接在那里投放。听着教官的介绍，王峥从教官手里接过可以佩戴的小型摄像机，随意地扣在脑门上。吴欢也是有样学样佩戴了起来。由于楚小满是短发，怕头发会影响到摄像，他的发带是套在脖子上的。王峥伸手敲了敲他的设备，说道，这机器就成为最重要的东西了。击杀异兽才值5点，10点数呢。吴欢点了点头说道，应该是为了尽可能保障学员们的生命安全吧，毕竟没了主视角，指挥室也没办法确定你是否处在危险的环境当中。王峥摇了摇头，我的意思是，这东西可是毁人利器，
规则上可没有明令禁止学员之间的争斗。一个100分，也不知道损坏之后教官们会不会给补充呢？吴欢和楚小满都是一愣，王峥考虑问题的角度给他们敞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很快，船就停了下来。由于这座小岛没有港口，轮船也没办法直接靠岸，众学员也只能转移到皮筏艇上，自己向岛上划去。等所有人都上岸以后，教官开口说道：“你们还有最后一次放弃的机会，现在选择放弃，可以跟我返回基地。”众人都是经过一夜慎重考虑才选择的参加比赛的意志坚定之辈，哪会在这时临阵退缩？等了半晌，见没人开口，教官最后下令解散，一群人四散而出，向着小岛内部进发了。等到众人都已经离开，王峥才慢悠悠地带着楚小满和吴欢绕了一大圈，从小岛的另一个方向朝着岛内前进。嘘！王峥迅速矮身躲到灌木丛后，示意吴欢和楚小满不要出声。两人见状，迅速隐藏起来。王峥矮着身子，悄悄地蹲伏在草丛中，一手向前扒着灌木，看向前方的空地。楚小满立刻把头凑了过来，就看见前方有3头牙狼正在围攻一头青色巨牛。铁皮蛮牛，普通牛类进化而来，最大体型最大可有1人多高，力大无穷，行动迅速，浑身皮肤坚硬似铁，刀剑难伤，尤其需要注意头上长着的2只锋利牛角。但转向不够灵活，可以考虑一人在前方吸引注意，主攻手从侧后方发起攻击。弱点是眼睛和鼻子。楚小满喃喃自语，像是在背书。吴欢紧张地吞了口口水，说道：“王峥，我们怎么办？等他们2败俱伤吗？”王峥立刻否定道：“等到什么时候？现在这里随时都可能会有人过来。”吴欢从左边绕过去，尽量不要发出声响。小满从右边绕，不需要你们出手，注意观察后方，不要被其他人靠近。楚小满还是有些担心，王峥，你一个人行吗？要不我们还是等等吧，我们绕了这么远，一时半会不会来人的。王峥立刻板起脸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立刻行动。两人从未见过王峥有如此严肃的一面，无奈之下只能按照王峥的要求去外围警戒区了。王峥等到两人都已经落位，悄悄地从储物空间里拿出2柄大锤，终于不用再伪装了。随后高举大锤，朝着最近的一只牙狼使劲砸了过去。嗖！带着王峥40点力量值的大锤狠狠地砸在牙狼的腰部，这只牙狼瞬间像被火车头撞到，直接飞了出去，身上好几个血洞，往外冒着鲜血，挣扎半天没能爬起来。随着5点灵气值上限的提升，也代表着这只牙狼的生命走到了终点。王峥直接跟着电射而出的锤子冲了出来，还在对峙中的2狼1牛也被王峥的这一飞锤吓了一跳。王峥却是不管其他，捡起刚刚掉落的锤子，朝着其中一只牙狼丢去，然后自己冲着另一只扑了过去。尽管是正面对战，由于王峥的速度太快，牙狼也没有反应过来，虽然已经尽力躲闪，但还是被锤子蹭到了后腿。只听一声清脆的咔嚓声，这头牙狼被锤子的力量带倒后翻滚了几圈，一只后腿被生生砸断，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向后翻折。此时的王峥已经靠近了最后的一只牙狼，牙狼生性凶猛，2只同伴一死一伤，但他也毫不畏惧，张开血盆大口就向王峥咬来。王峥不闪不避，绷紧了身体，抡圆了就是一锤，狠狠地砸在了牙狼的头部。牙狼应声倒下，脑袋已经瘪了下去，红的白的黄的流了一地。这时断腿的那只牙狼才艰难地站了起来。王峥靠近后，他也不退缩，扶着身子不断地发出低沉的嘶吼。少了一只腿的牙狼哪里还能躲开王峥的攻势？同样一锤，15点灵气上限到手。王峥捡起地上的飞锤，轻轻地吐了口气。这半个月来不能全力训练，可把他憋坏了。看着地上倒着的3位曾经的老朋友，如今却不能伤他分毫。王峥轻轻地摇了摇头，不是你们弱，是我太强了。随后单手持锤朝着铁皮蛮牛一指，看到我这么强，你还敢不跑？你是不是看不起我？铁皮蛮牛虽然没有智慧，但是王峥这浓浓的挑衅之意还是能看出来的，顿时双眼通红，铁蹄在地面上蹬着，与石头碰撞在一起，溅起一粒粒火花。一声震耳欲聋的牛鸣声后，铁皮蛮牛低着头，猛地朝着王峥撞了过来。王峥本可以避开，按照课本上所教的和他绕着缠斗，但此时的他已经热血上涌，想要试试这书上所说的力大无穷是究竟有多大。只见王峥高举右手，身子好似一张被拉满的铁弓，胳膊上的肌肉块块隆起，巨大的力量在手臂中涌动，沉气吐声，猛然朝着铁皮蛮牛的头部砸去。轰！随着一声炸雷般的轰鸣响起，王峥直接连人带锤倒飞出去近10米，落地之后还向后滑行了一段距离，这才停下。这铁皮蛮牛虽然把王峥撞飞出去，可他自己也没好到哪里去，眼睛被锤子戳瞎了一只，锋利的牛角也被锤断了半截，脑袋里嗡嗡作响，定在原地凄厉的惨叫。王峥迅速起身，吐出一口淤血，他此刻已经完全上头了，大喝一声，不过如此。先是左手一记飞锤朝着牛腿砸去，随后用力一蹬地面，向着铁皮蛮牛爆射而去。飞锤的准头差了一些，紧贴着牛身飞了出去，锤刺与铁皮蛮牛的皮肤甚至摩擦出火花，发出刺耳的噪音。这时王峥已经冲到近前，借助奔跑的冲力，右手持锤拧腰旋转，抡了一圈，继续朝着铁皮蛮牛的头部砸去。轰！又是一声巨响，铁皮蛮牛终于坚持不住，带着脑袋上密密麻麻好几个血洞，轰然倒下。王峥还没有收到灵气反馈，不敢停手，继续往下砸去。80、80、80。王峥一边砸一边计数，终于看到灵气上限又加了20点，这才停手。看着地上半人深的大坑，里面血乎乎的一片，王峥不屑地吐了口口水。就这。此时魔都研究基地的会议室墙面上有无数的画面显示，赫然是蝴蝶岛的各个监控以及学员们的第一视角。此时最大的画面上正在播放着王峥刚刚和铁皮蛮牛的战斗画面。会议室里坐着的一群老头老太已经被惊得目瞪口呆。魔都军区的老领导大喜，连忙问道：“这是哪家的天才？怎能如此勇猛？我本以为本届学员里魔都交大的宗征已经天下无双，没想到此人比他还要勇猛。”听到老领导问话，负责切换视角的导播连忙把王峥的资料显示了出来。台下众人惊呼：“
什么？竟然还不是力量型的觉醒者？难道是天生神力？才1级就可以和铁皮蛮牛硬拼蛮力而不落下风？这算什么治疗系觉醒者？这新天赋这么强吗？老楚，你今天招了个好苗子，本来王峥是很有可能来我们帝都大学的，可惜被你截了胡。帝都大学的校长酸溜溜地说道。直到这时，楚天行才开口说道：“他是王胜荣的儿子。”老领导连忙问：“哪个王胜荣？王胜荣是谁？”楚天行缓缓开口：“力者，超级基因战士计划的力者，王胜荣。”众人纷纷沉默了，心中暗道可惜。这时，又有一位细心的领导开口：“你们光注意他的力气了，难道没人发现他的锤子是凭空出现的吗？应该是储物戒吧？老楚，你们金南今年这么拼，你连储物戒都给了？”东南大学的校长问道。楚天行暗骂这老头眼睛太毒了，只能无奈地回道：“是的，我今年就要争这个第一，储物戒是我借给他暂用的，他的武器特殊，不方便携带。”又是一阵沉默后，老领导又开口问道：“那王峥这是遗传了他父亲的力量？”“10有8九。”楚天行回道。老领导沉默了半晌，然后长长的叹了口气：“哎，可惜了。”王峥并不知道楚天行随口一句话给他化解了可能会到来的隐患，他此刻正在检讨反思。他也发现了自己只要一战斗，立刻就会变得亢奋，热血上头后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这次更是连荆棘之心都忘记开了。王峥看着自己的数据面板里体力值389-400，心里想着这蛮牛力气这么大，杀伤力却这么低，看来也不是什么厉害货色。随手给自己来了一发圣光术，把体力值补满，这才开启耳机把楚小满和吴欢喊了回来。他只是没有意识到自己40点体质带来的防御力有多恐怖，同样1级的其他觉醒者要是中这么一下，不死也去掉半条命了。不过也没有人会跟他一样这么莽，按照训练营课本上教的打法，绕着圈子耗，对于一支全部由1级觉醒者组成的3人小队来说也没那么难。虽然打得激烈，可实际也才过了几分钟。吴欢和楚小满在外围警戒，只听到好几声巨响，并没有看到实际情况。直到耳机中传来王峥的声音，二人这才迅速赶了过来。教官发放的设备除了头上戴的摄像头以外，还有众人耳中的隐形耳机。这耳机不但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接收到小队内部的聊天信息，最主要的功能是可以实时接受主办方的信息推送。王峥把两人喊到身边，指挥着他们寻找点数硬币和可能存在的灵气结晶。他倒不是自己嫌恶心不愿意找，主要是想让2个女孩也见见血，免得之后吃亏。吴欢和楚小满两人看着眼前的血腥场景，周围一片狼藉，虽然心里不愿，但也没有抱怨。最难的战斗王峥都已经解决了，他们来负责打扫战场也无可厚非。随着3银1金4枚硬币被找了出来，王峥连忙擦拭干净，收到储物戒指中，心中也是一阵欣喜。25点点数到手了。这时又传来楚小满惊喜的声音：“王峥，快来看！”王峥立刻朝着楚小满望去，只看见楚小满脸上还带着不知道在哪里沾上的血渍，手里捏着一枚深青色的灵气结晶，看样子是从铁皮蛮牛身上找到的。王峥接过来，同样放到储物戒指里，不错的开门红，先放我这里保存，到时候统一分配。楚小满觉得自己这次没有出力，要是分给他，他都不好意思要，连忙点头答应。王峥见两人已经打扫完战场，迅速制定出了作战方针。上岛之前我大概目测了下，这座岛屿很大，我们一时半会肯定探索不完。而且既然用生存时间作为成绩判断标准的一部分，想取得好成绩肯定要待好几天的。物资我们不用愁，我带了很多。现在的我们要先找到晚上可以住的地方，先确定住所，然后去找水源。楚小满问道：“我们不是带了物资吗？而且我也可以凝聚灵气水，为什么还要找水源？”第一，教官说了，主办方投放的物资就是在岛屿中央的平原区，我们自己有，不代表就不去拿了。而且还有其他小队的人会去，不管是获取情报，还是卖给他们一部分物资，都是不错的选择。不过还要等过2天才和他们接触，毕竟前几天他们也应该没多少收获。第二，西涧处作为异兽的唯一饮水源，我们找到水源就可以掌握更多的异兽动向，判断他们的数量，选择是出击还是暂避风头。所以综上所述，先找住所，后找水源，顺带杀异兽。王峥做出总结。见吴欢和楚小满都没有异议，3人迅速清理完现场，在王峥的带领下，继续向着岛上的高点出发。花开2朵，各表1枝。在王峥3人寻找栖息地的过程中，其余上岛的学员们可没有这么顺利。初次面对异兽，大部分人都慌了神，原本一身的实力和异能半点都不能发挥。上岛仅仅只有几个小时，就有2人被救助淘汰。而此时的池伯飞没有选择和队友一起，依旧是独身一人在密林中闲逛。看那模样，哪有半分的紧张？与其说是在狩猎异兽，倒不如说像是在逛自己家的后花园来的贴切。随着他不断的深入，一只土猪出现在他的视野里。这土猪似乎也是感受到了危险，喷着粗气，机警的四处张望。只见池伯飞毫不在意，手中的匕首上下翻飞，随后他的身影诡异的消失，然后突然出现在土猪的头顶，一把匕首直插眉心。这一头2品的低级异兽连反应都没反应过来，瞬间就被击杀。等他从土猪身上挖出银色硬币，手上已经沾满了鲜血，似乎是受到血液的刺激。池伯飞脸上的表情有些狰狞，神色痛苦，瞬间双眼通红。他不断的捶打着自己的脑袋，似乎这样能减轻他的痛楚。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他才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继续朝着丛林深处进发。就在池伯飞走后不久，树后就冒出来2个人影。李哥，这池伯飞这么强，我们真的要跟着他吗？他的异能可是瞬移啊，如果他要跑，我们也追不上，捞不着好处跟着还有什么意义？其中一个猥琐的小个子问道。废什么话，你看这小子刚刚的样子，一看就不对劲。他这瞬移要不就是消耗极大，要不就是有负面效果。我们跟着他，让他去杀异兽，等到他跟异兽打得2败俱伤，你先给他一发精神冲击，我再用异能把他套住，到时候他的所有点数就都是我们的了。这不比我们自己辛辛苦苦去找异兽杀异兽来的强？等我们多干几票，到时候你拿回因果，我拿丹阳果，这样的天才地宝吃下去，
以后学校里还能有谁是我们的对手？李哥回骂道。小个子听到最后，露出满脸贪婪的神色，便不再多说。随后两人远远地吊着在池伯飞后面，跟着往岛屿的内部走去。队长，前面又有2头牙狼。吴欢转头向王峥汇报。因为怕遇到其他学员影响到自己的大计划，王峥收起了自己的大锤，和楚小满走在队伍的后方，吴欢则是在前面开路。你们俩一人一只，有问题吗？我给你们列阵。王峥看向两人问道。他心里还是有些担心的，虽然吴欢看着沉稳，但是毕竟也没有真正的和异兽战斗过。楚小满则更是看着就不靠谱。吴欢虽然紧张，但还是咬着牙点了点头。楚小满则满脸的无语，不是说我后勤吗？怎么我还要单挑异兽的？很明显他是有些害怕的。王峥则是面容严肃道，既然你选择坚持上岛，那你就肯定要参与作战的，不然你来干嘛的？而且牙狼这么弱的2品异兽，如果连这你都害怕，我现在就可以帮你弃权。楚小满不服气的嘟囔，2品异兽很弱，那是对你这个变态来说。你别忘了，我们也都只是1级的觉醒者，跟牙狼是同一等级的，而且我还是治疗系。根据在训练营里所学习到的知识，异兽被分为1-6品6个品级，其中1-3品对应着 SD 3个等级的异能者，所以楚小满才会说他是1级觉醒者，对应着2品实力的牙狼。对啊，我不也是1级觉醒者吗？我也是治疗系啊。王峥扣了扣鼻子，笑着说道。楚小满翻了个白眼，不再理会无耻的王峥，随后抽出自己的直刀，与吴欢一起冲了出去。好在他只是嘴上吐槽，并不是真的没有迎战的勇气。王峥看着两人两狼迅速的战成一团，欣慰的点了点头。吴欢的身体素质很好，只是刚开始有些慌乱，等到渐渐熟悉了牙狼的攻击方式，就开始变得游刃有余了。闪转腾挪之间，一道道凌厉的刀光不停地以他的身体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去，防得滴水不漏。牙狼的身上也不断地添出一道道伤口，鲜血很快就染红了地面。吴欢这边胜利已经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看着这女孩精致的面容上满是兴奋，王峥转头向楚小满看去。楚小满虽然学刀比吴欢更早，但是毕竟身体差距在这里，反应力量都不止差了一筹，要不是因为体态娇小，走位灵活，躲闪及时，恐怕早就负伤在身了。这姑娘身上也是有着一股子韧劲在的，咬牙硬撑着，并不打算开口向王峥求援。当看到吴欢已经干脆利落的一刀捅进了牙狼的喉咙，结束战斗之后，想要去帮楚小满时，王峥连忙伸手拦下。看着吴欢愤怒且不解的眼神，王峥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相信他。牙狼一次又一次的找击已经让楚小满苦不堪言了，他的反应能力不如牙狼，实在躲闪不及，只能用手中的直刀硬扛。力量上的差距直接导致了他的虎口都被崩裂，鲜血已经浸湿了刀把。在牙狼迅猛的攻势下，又没办法抽身后退给自己治疗，眼看着情况已经越来越危急，而楚小满依旧在咬牙硬撑。吴欢已经按耐不住的想上去帮忙了，而王峥也是一脸的凝重，随时准备出手。牙狼又是一个猛扑，楚小满似乎已经累坏了，呆呆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在王峥准备出手的一瞬间，只见楚小满猛地向后一倒，劲一下钻到牙狼身下，手中的直刀高举，狠狠地捅进了牙狼的肚子。牙狼吃痛之下疯狂的挣扎扭动，张嘴想要咬向身下的楚小满，但是却发现肚子被刀死死地顶住，无法低下身子。王峥这才放下心来，等了半天，牙狼已经不再挣扎，楚小满一把掀开压在身上的狼尸，浑身是血的钻了出来。王峥先是给他刷了一发圣光术，然后帮他擦了擦脸上的血水，鼓励道：恭喜你，楚小满，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觉醒者战士了。楚小满委屈的瘪了瘪嘴，刚刚在战斗时由于肾上腺素分泌还不觉得疲惫，但是现在只觉得浑身发软，又累又渴，身上还散发着难闻的血腥味，顿时再也忍不住哇哇大哭了起来。吴欢也连忙上前安慰，帮助楚小满清理身上的污渍。趁着两人清洗的时候，王峥也挖出了2枚银色的银币，可惜这次运气不佳，并没有获得灵气结晶。不是王峥不想击杀这2头牙狼来提升自己的灵气上限，而是他想要给吴欢和楚小满一些历练。虽然这次是3人一个小队，如果一直跟着自己确实可以保护他们，但是这并不符合楚天行送他们来参加训练营的初衷，而自己也没办法保护他们一辈子。在这个充满危机和机遇的时代，人总是要成长的，最起码先从心态上让他们有所转变，这样才算对他们真正有所帮助。等到吴欢和楚小满都已经清洗完毕，3人继续出发。楚小满也恢复了活力，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知道的是明白他击杀了1头低级异兽，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已经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了。王峥也不想打击他的积极性，只能无奈的跟着点头，随口跟着附和。正在他说的兴高采烈时，王峥突然出手，一把抓向楚小满的耳后。楚小满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迅速往旁边一闪，拉开距离。前方开路的吴欢听到动静也转过头来，只见到王峥手里捏着一条通体棕褐色的异蛇，3角的蛇头吐着猩红的舌头，发出呼呼的响声。王峥用力一捏，直接把这条铁骨蛇从7寸处捏断，只觉得这蛇骨坚硬异常，好在比较纤细，不然就要出丑了。果然叫名字叫铁骨蛇是有原因的。看着断裂的半截蛇身在地上不停的扭动，一想到刚刚这蛇就潜伏在自己耳后，一时间把楚小满吓得够呛。王峥看着数据栏里已经上涨了1点的灵气上限，知道这只是蛇死后身体里的中枢神经在起作用，开口说道：已经死了，不过还是要小心一些，这树林不知道有多大，我们得在天黑之前先找到住宿点，不然晚上只会更加危险。楚小满显然有些后怕，王峥，这是铁骨蛇吧？1品异兽。王峥点了点头，蹲下身子翻了翻，找到1枚点数铜币，随手放进储物戒，笑着调侃道：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这么大意。虽说岛上没有3品以上的异兽不会有剧毒的蛇类出现，但这要是换一条刺蛇，你被咬上一口，我看你得哭上半天。楚小满是又羞又怒，气得抓起王峥的手臂就是一口，结果差点崩飞了自己的牙。海上的天气总是诡异的，之前还大亮的天瞬间就昏暗了下来。王峥3人也终于在入夜前找到了合适的居住地，不过倒是没有再遇到其他的异兽。
这是在山上天然的背风处，山体上的一处凹槽，虽然不深，但也足够给三人遮风挡雨了。凹槽内干燥密封，三人当即就决定把这里作为临时休憩点。王峥从储物空间中拿出一块帆布铺下，又从外面捡来一些枯树枝，点起了火堆。随后又拿出了锅碗瓢盆等一系列餐具，把吴欢和楚小满惊的是目瞪口呆。他这哪里是来参加比赛的，明明就是来郊游野炊的嘛！呼呼啊，真香！楚小满吃的是满嘴流油，一口气喝了一大碗的牛肉汤，心满意足地放下了碗筷。一想到别人再肯干粮吃压缩饼干，我就胃口更好了。王峥哥哥，你真棒！虽然他们这吃的也不算丰盛，但是相比较于其他学员的惨状，他们已经好得太多了。刚煮好的米饭，浓缩的牛肉料理包，更离谱的是还有真空包装的烤鸡、烤鸭。要不是食材有限，王峥恨不得再来几个小炒助助兴。等几人吃饱喝足，刚把东西收拾完，就听到稀稀拉拉树枝晃动的声音传来。随后一个大嗓门就开口了：“我就说这里有火光吧，肯定有人在，你们几个快来！”紧接着一人就拨开树丛，走进了王峥的视线内。来人1.9米左右，身材魁梧，肌肉发达，不过王峥却没什么印象。不一会就又有4个人紧跟着围了过来，看清是王峥几人后，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大块头还没靠近，身后就有一黄毛开口起哄：“嘿，老雷，你可不要吓到人家啊！这可是著名的金南治疗2人组呢！”听到金南治疗2人组这个名号，几人都是哈哈哈大笑，一脸的嘲讽，丝毫不顾及王峥3人的感受。王峥的眉头紧皱，他不是怕麻烦，而是现在还没到嘎韭菜的时候，不过都挑衅上门了，他也没那么好的脾气。此时那大块头老雷刚走到王峥面前，一旁的吴欢立刻紧张起来，拎起了手上的刀。王峥，是这个名字对吧？你们这位置不错，我们哥几个也看中了这营地，都是同学一场，让给我们怎么样？一旁的楚小满也是脸色一沉，举起刀指着老雷，怒喝道：“谁跟你同学了？赶紧滚！”哟，好吓人啊！您2位还会用刀啊？这刀看着也不错，也借给我用用吧。老雷一脸的戏谑，伸手来握楚小满的刀身，身后几人也是发出大声的嘲笑。哎，王峥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自己的养韭菜计划才第1天就遭遇了重大的挫折。他对眼前这几位没什么印象，也就是说，在训练营里，这几位都是臭鱼烂虾。他刚刚还以为自己记错了，又重新扫了一遍面前这老雷的属性，最高属性是19点的力量。你都不知道这些人的自信是哪来的？或许因为人多，或许真的是自己在训练营演得太到位了。砍！王峥一声大喝，然后也不管这老雷的死活，直接冲向了后面的人群。确实是臭鱼烂虾，刚靠近就被一拳一脚直接放倒2人，剩余2人傻愣着，直到同伴倒下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人一脚，4人瞬间像死狗一样趴下了。回头再看向吴欢和楚小满，2人已经和那老雷站在了一起。老雷也开启了异能，全身都泛着金属的光泽，他们俩一级的合金长刀砍在老雷身上，也只能刮出一道浅浅的白印，火光四溅，在这昏暗的夜色里煞是好看。王峥痛苦地摇了摇头，简直没脸看，还是太年轻啊！看来以后还是要继续加强思想教育。虽然王峥知道他们2人是肯定会赢的，毕竟开启异能是要消耗灵气的，等灵气耗尽，这老雷还是输定了。但是如果刚刚果断挥刀，最不济对方现在也是废一条胳膊。王峥一手一个把死狗4人众轮流丢了过来，然后径直走进了3人的战圈。吴欢和楚小满立刻收刀后退，激战中的老雷大喜，想要退到同伴当中，但是瞬间一只大手就掐住了他的脖子。王峥稍微用力，就只看见钢铁化的脖子周围立马出现裂痕，咔嚓咔嚓的声音十分悦耳。老雷吓得亡魂大冒，立刻求饶起来，瞬间解除了异能。哥，大哥，轻点，别捏了，要爆了，要爆了！王峥却不放手，掐着他的脖子说道：“你这异能有些眼熟啊。对了，人类第1例觉醒者就是你这异能吧？怎么大家都是觉醒者，到你这就这么拉了呢？”老雷连忙陪笑，人家是自然觉醒的英雄，我只是靠药剂才能觉醒的普通人，怎么能比呢？说说吧，你们为什么是5个人，是怎么找过来的？因为他们4个之前在训练营就一个宿舍，我跟黄毛是一个学校的，我们几人天赋都不太好，都是靠药剂才觉醒的。这次上岛就是想搏一搏排名，拿一些奖励。刚刚在对面的山区看到这边有火光，就想过来凑凑运气。老雷看着王峥，目光有些躲闪，是想仗着人多来发点不义之财吧？行吧，虽然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我还是想说一句，你们5个人一共5个摄像机，500点点数，一人100点，给硬币我就放人。王峥随口点破老雷的小心思。老雷刚开始听见王峥说话还有些莫名其妙，直到听到摄像机点数，这才满脸苦涩。他们5人在岛上里晃了1天，累个半死，也才拿了12点点数，一人100点，怎么可能拿得出来？王峥看着老雷的表情就知道没戏，直接一拳把他打晕，丢进人堆里。从5人身上一共搜出来2银2铜4枚硬币后，王峥顺手把其余4人的影像设备都捏碎，然后敲了敲老雷的摄像头，开口说道 ：“Hello， 有人在吗？如果不宣布他们淘汰，我就只能打断他们的手脚喽。”等待半天无人回复后，王峥只能从自己的储物空间拿出一把大锤，开始对着老雷比划。这次耳机里瞬间就传来了回应：58号学员王峥，58号学员王峥，保持原地待命，保持原地待命，3分钟后会有救援人员赶到。得到肯定的回复后，王峥一把捏碎了老雷的摄像头，悠哉悠哉地回小洞里休息了。等了没到3分钟，就只见一位身穿迷彩服的教官从天而降，并没有理会王峥3人，用精神力拖起地上的5人，直接就离开了。等人都走远了，王峥就开始教育楚小满了：“刚刚我让你砍，你为什么犹豫？”楚小满嘟嘟囔囔说不出话。你们现在能站在这，那是因为我先解决了另外4个人。楚小满，我给你假设一下，如果我没有能力对付其他4个人，或者说我根本就不在，就只有你跟吴欢2个人，你会怎么处理？见楚小满低着头不开口，王峥也不在意，继续说道：“要么在他们表现出恶意的瞬间，你就退走；他们要这个休息点，你就让给他。既然你不愿意，甚至都举刀威胁他了，他还这么不知死活的主动靠近，
你为什么还不直接砍下去？我现在对你很失望。如果你不相信自己的判断，那么在我开口让你攻击后，你就更应该果断出手，而不是给他机会激活异能。在这一点上，吴欢比你好得多，最起码他从没质疑过我的决定。王峥的语气很重，他倒不是真的有多失望。按照楚小满的性格，他敢直接出手伤人，那才是不正常呢。他只是想让这两个小姑娘仗记性，不要还带着这种幼稚的心态来看待觉醒者之间的相处观。谢，在这个时代，大多数人从15、16岁开始就有着超乎常人的超凡力量。如果只是在校园里，那还好些，但是一旦走出了校门，到了社会上，一言不合就动手厮杀的大有人在。如果不能趁早转变心态，以后肯定要吃大亏。说完，王峥就背着手走出了小山坳，看着外面一片漆黑的星空，改善起自己的计划来。等王峥回去后，楚小满在吴欢的鼓励下，主动来向王峥认错。看着他一脸委屈的模样，王峥是又好气又好笑，没有再多说什么，安排好守夜，三人便开始休息了。在这一片漆黑的荒岛，夜晚似乎更加的危险，无边无际的黑暗仿佛要吞噬一切，也不知道今晚过后又有多少人会被淘汰呢。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天刚刚亮，三人便收拾好出发了。王峥按照昨天在山顶看到的地形，一路向着岛屿中央前进。吴欢在前面开路，楚小满居中，王峥则走在最后，一边走一边在做着标记。一路上倒是十分安稳，就遇到一头2品土猪和1品的灵草兔，王峥随意的收拾掉，涨了6点灵气值，也拿到1铜1银2枚硬币。王峥一路走一路拿着本子写画画，记录岛上的地形。终于在中午之前走出了崎岖的山区，到了教官们嘴里说的岛屿中央平缓地区。一股股清冽的泉水从山间的石缝中涌出，岩壁陡峭，周围怪石嶙峋，它们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条溪流，蜿蜒曲折向下流去。再往下，地势平坦，植被稀疏，一眼就能望到远处的海平面。三人顿时来了精神，顺着蜿蜒的溪涧继续向下探索。刚走不到几百米，就看到右侧树丛中有2人正在休息，一男一女。王峥一眼就认出了2人，男生是王峥的本家，名字叫王航，力量值21点；女生叫裘露，20点精神，都江浙大学的新生。2人的状态都不算太好，脸色发白，精神不振，看来是昨晚没有休息好。王航更是腿上受了伤，包扎的纱布早就被血液染红。此时裘露似乎正打算给王航清洗伤口，看到王峥3人立刻紧张起来。王峥连忙开口：“别紧张，别紧张，我们没有恶意的，江南江浙是一家，都是一家人。我叫王峥。”裘露依旧保持戒备：“我认识你们，京南大学的，你们有何贵干？”王峥一指楚小满：“认识就最好了，看王同学的样子是受伤了吧？这是我们学校最专业的水系治疗系觉醒者，内服增加元气，外敷伤口愈合，效果立竿见影，5点一次，要不要试试？”5点点数这个价格是王峥思考良久才定下的一头2品异兽的点数。考虑到上岛的大部分学员都是1级觉醒者，而且几乎都是抱团行动，击杀一头2品异兽并不算难，所以这个价格也不算贵。他早在上岛之前就算计好了，没有团队保护的治疗系觉醒者是绝不敢独自一人来参加比赛的。也就是说，这上岛的50多人中，治疗系寥寥无几，所以自己完全可以靠着收费的方式先小赚一笔。裘露没再多说，和王航商量一下后，直接从包里丢过来1枚银币。王峥也是职业道德拉满，向着楚小满一点头，一颗水球缓缓地飘向了王航的伤口。趁着楚小满治疗的功夫，王峥也和2人打探起了情报。他们2人昨天就到了这溪水边，直接在树上过的夜，在附近并没有发现投放的物资，所以一直等在这里。在楚小满的治疗下，王航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随即王峥就向2人告别，他还想继续往下探索，他的目标不是投放的物资，而是来寻找物资的人。只见王峥随手掰下一根树枝，借用吴欢的刀把它削成一根笔直的木杆，然后拿出昨天的帆布，撕下一块绑在木杆上，用木炭写上2行大字：悬壶济世，5点一次。王峥看着自己的杰作，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一把将木棍塞到楚小满的手里，下令继续出发。就连高冷吴欢都忍不住笑出了声。而这时的楚小满嘴巴撅的已经可以挂上个油瓶了。王航和裘露看着金南这3人组毫无危机意识，一路打打闹闹的向着溪流下游进发，一时间也不知道是该羡慕还是该吐槽了。王峥，这旗子太丑了，我不要举了，你自己举着吧。楚小满发泄着不满。王峥则是早有对策，凑过去悄悄地说道：“我们俩双治疗的名号在训练营里已经传开了，而在大家心目中你是比我要强的。现在你举着旗子，我在记录地图，如果有人想对我们不利，肯定会优先偷袭我，而这时候我再杀他们的措手不及，多么完美的计划！如果没人偷袭那更好，我们还可以直接靠给人治疗来换硬币，一本万利的买卖啊！这不比让你去自己打异兽来的舒服？”不说起这个还好，一说到金南双治疗的名号，楚小满就气不打一处来。明明是王峥这个混蛋自己偷懒，现在倒好，反而还败坏了自己的名声，而且还逼着自己扛着这么丑的旗子。楚小满有心想要反抗，但又怕王峥真的要自己去单挑异兽，只能在心里暗暗骂他来撒气了。王峥看着楚小满的表情，知道他心里肯定没说好话，不过他也不在意，继续往溪流下游走去。之前在山上看着距离海边不远，但是实际走起来却是不近，这就是所谓的望山跑死马了。3人在路上遇到一组其他小队的学员，但是对方远远的打了个照面就迅速退走了，并没有想要与王峥等人接触的想法。王峥也不强求，今天才第2天，不着急。他今天的目标是先把溪涧附近的地形都摸清楚。3人一路走到溪流的尽头，王峥这才发现这座岛难怪被称作蝴蝶岛，脚下的溪流到这里就已经细小的可以忽略不计了，再往前就是一片乱石滩，但岛屿的左右两侧又延伸出去一大截，就像是蝴蝶翅膀的末端，形成了2片巨大的海滩。海滩上稀稀拉拉的立着几个帐篷，看来已经有好几位同学都选择在这里扎营了。王峥并没有急于和对方接触，在本子上记录下相关信息之后，就带着吴欢和楚小满返回了。虽然决定返回，但是王峥却没有选择来时的路，反而朝着西涧另一侧的密林一头扎了进去。
楚小满一边砍着周围的树藤，一边吐槽：既然都决定回去了，为什么不原路返回，非要走这些荒无人烟的地方？因为路不好走，楚小满也拎着刀上前帮助吴欢一起开路了。王峥则早就把悬壶济世的旗帜收进了自己的背包，跟在两人身后记录地形，并观察着四周的情况。王峥摊开自己的笔记本，指着岛屿的轮廓图说道：“小满啊，不是我说你，既然长了个脑袋，你就得动起来，不然时间长了是会生锈的。你看，我们是从这里蝴蝶的右侧翅膀处上岛的，绕了半圈之后，一路向上走到右侧的最上方，也就是我们昨晚的营地。刚刚我们沿着溪流走到了岛屿的末端，你也看到了，他们的营地也是扎在右侧的。这就说明大部分的同学们都在右侧探索，岛屿左侧是没人的。而我们这一路上披荆斩棘的，就能很好的证明这一点。这意味着什么？”楚小满顿时眼睛一亮，这意味着左侧岛屿无人探索，我们可以尽可能多的狩猎异兽。bingo， 答对了，而且是不会碰到人来捣乱。王峥敲了敲楚小满的脑壳，所以不要抱怨，继续开路。明白。队长楚小满立刻耍宝似的回道。领先一步的探索是有回报的，很快王峥等人就遇到两头土猪。老规矩，俩人警戒，王峥开嘛。短短几分钟就成功到手2枚银币和9点灵气值，还没等王峥收拾完战场，耳机里就传来吴欢的声音：“前面来了一群刀角鹿，数量有10几只。”王峥立刻爬到一棵双人合抱那么粗的树上隐藏起来，并让吴欢调着鹿群过来汇合。刀角鹿，2品异兽，哺乳纲偶蹄目录科动物进化而来，体型娇小，行动迅速，群居，腿细长，善奔跑，不分公母军长鹿角，鹿角实心分叉，形似弯刀，锋利异常，因此而得名。王峥心中默背刀角鹿的信息，十分兴奋。这次发大了，虽然刀角鹿和牙狼都是2品异兽，但相较之下刀角鹿可容易对付多了。虽然进化了，可刀角鹿依然还是典型的食草动物，吃草、树皮、嫩枝和幼树苗，性格胆小，只要躲开鹿角的冲撞，可以说毫无危险。经过了短短几分钟，在树上的王峥就看到一群刀角鹿向着自己这边踱步而来，一边走一边还吃着地上的新鲜灌木。看着远远掉在后面的吴欢，王峥小声指挥他绕后去和楚小满回合，务必做到不要放跑一只。等刀角鹿靠近后，看到地上的土猪并没有在意，绕了一圈继续朝着海滩方向前进。王峥悄悄地从树上滑了下来，低伏着身子靠着灌木丛的掩护，朝最后面一只落单刀角鹿摸了过去，屏气凝神，慢慢的靠近。10米、8米、5米，王峥猛地扑到刀角鹿的背上，一手捏住鹿嘴，一手把住鹿角根部，身子死死地固定住鹿身，用力一扭，瞬间3点灵气值到手。这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完美的暗杀，虽然还是闹出了一些动静，但是鹿群并没有惊动，不是吗？王峥舔了舔嘴唇，慢慢的把刀角鹿的尸体拖到了灌木丛中，继续向着下一个倒霉蛋摸了过去。第2头、第3头、第4头，在王峥的如法炮制下，很快16头刀角鹿就只剩下了9只，但是现在的战线已经拉得很长了，距离最开始击杀土猪的地方已经有2-3公里远了。王峥也没有办法，毕竟他不愿意放跑任何一头战利品。这一次王峥还是按照之前的方式偷偷摸了上去。由于已经快走出密林区域，可以隐藏的地方也不算多，王峥只能冒险从刀角鹿的后方直接上了。扑倒、捏嘴、握脚、扭断脖子，一气呵成。王峥也算是杀出经验了。但就在这时，前方的一头雄鹿耳朵动了动，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扭头过来望了一眼，顿时发现了正在行凶的王峥。王峥也是感到不妙，迅速冲了上去准备强杀，但为时已晚，一声凄厉的嘶鸣惊动了整个鹿群。除了这只雄鹿被刚刚冲上来的王峥摁倒，其余7只刀角鹿迅速向着前方跑去。王峥冲着耳机里大喊一声拦住他们，然后迅速一拳打爆了这只刀角鹿的脑袋，紧接着全力爆发，朝着鹿群冲去。前方的吴欢和楚小满已经拦截了出来，吴欢全身冒着白气，动作比之前还要迅速凌厉，一人就拦下了3头刀角鹿。王峥知道他这是已经开启异能全力出手了，而楚小满则是稍逊一筹，虽然全程压着刀角鹿在打，但是他也只能对付这一只，没有余力再去拦住其他的鹿了。王峥看着四散而逃的3只刀角鹿，取出锤子先向单独逃跑的一只砸去，但是这只刀角鹿十分的机敏，在锤子砸过来的一瞬间就跳开了，然后一头钻进灌木中，一溜烟没影了。王峥暗骂一声，也来不及懊恼，朝着剩下2只追去，最终也只拦下一只，轻松扭断刀角鹿的脖子后，返回原地把仅剩的4只刀角鹿一一打爆。3人来不及休息，就开始收集战利品。在吴欢和楚小满找硬币时，王峥也去捡回了自己的锤子。他看着锤子上带着一丝血肉，灌木丛上也沾上了血迹，这才确定刚刚那一记飞锤应该是擦到了逃跑的那只刀角鹿。于是吩咐2人去把之前几只刀角鹿的硬币都回收了，他自己还是不死心，想要再去追一追。王峥并不是专业的猎人，对于狩猎异兽他也没什么经验，一路追出去1-2公里，虽然还有血迹，但是已经快回到他们出发的那片沙滩区域了。这时耳机里传来楚小满的声音，告诉他之前路上的点数硬币已经全部回收了，问王峥要不要回去。王峥让2人原地休息待命，心中打算再追10分钟，如果等追到沙滩还看不见这只刀角鹿的踪迹，那就直接回去。呸！王峥暗骂一声晦气，鹿是追到了，不过已经有2人挖出了硬币，正在争执硬币的归属权，看来这是一支临时组成的队伍了。2人看到王峥从树林中走出，神色立刻紧张起来。王峥看着2人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淡淡的说道：“你们俩也不用争了，这只鹿是我的战利品，我追了几公里，可不能空手而归。”其中一人上下打量了王峥一番，仔细辨认后松了一口气，出言嘲讽道：“我当时是谁呢？原来是金南治疗王呀！这刀角鹿上刻了你的名字，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另一人也紧接着说道：“就算是你先发现的，但毕竟是我们2人击杀的，于情于理这银币都不可能给你的。”王峥想了一想，觉得也是这个理，但是他哪里肯依，他就是那种出门没捡到钱都算丢了的人。
于是从背包中拿出悬壶济世的帆布，展开来给这两人看了一眼。行吧，你们说的也有道理，那这枚银币就算是你们的了。现在我给你们疗伤，5点依次，你们看谁先来？先说话那人不但嘴臭，看起来脾气也臭，一个箭步冲到王峥面前。王峥，你想点数想疯了？就你这样的还敢出来敲诈勒索呢？也不撒泡尿照照，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王峥无奈地叹了口气，他觉得自己有些流年不利，多好的韭菜啊，这就要蔫了。随即狠狠的一巴掌抽在这人脸上，巨大的力量直接把人都抽飞了，在空中转了几圈，然后才一头栽倒在地，瞬间不省人事了。随后王峥把目光转向另外一人，现在到你了，你想治疗几次？那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嘴巴张了张，好半天才憋出一句我没受伤啊。王峥翻了个白眼，直接一拳打晕，然后轻声说道，现在你受伤了。先拿回两人手中的银币，然后又仔细搜了一遍，一共获得3银5铜8枚硬币，共计20点积分点数。心里暗叹一声，这些年轻人啊，还是太天真了，自己这么尽力的帮助他们成长，让他们及时认识到社会危险，人性的险恶，真的是太伟大了。随后熟练的捏爆其中一人的摄像头，对着另一个摄像头说道，淘汰2人，他们需要救助。这次没让王峥久等，仅仅不到30秒，就有一位教官从树后走出，拎起2人就走。魔都的会议室里，一位校长大怒，岂有此理，真是欺人太甚。这王峥无法无天了，还不到1天的时间，已经淘汰7个人了，公然威胁主办方，恶意竞争，我建议让他退赛。然后好几位被淘汰了学员的校长纷纷附和，淘汰，必须淘汰，性质极其恶劣，影响太坏，建议京南大学直接开除。楚天行顿时勃然大怒，放你们的屁，开除？我开除他给你去收？而且哪条规则说了学员之间不能争斗了？这几人的情况难道不能算是无力继续比赛，需要救援？更何况社会早就变了，还需要我教你们？这个时代拳头大就是真理，打不过你就得憋着，有本事就赢回来。你们要真有意见都冲我来，单挑还是群殴我都接下了。这时魔都大学的校长出来和稀泥老楚，发这么大脾气干嘛？他们几个也是因为学生被淘汰了，心有不甘吗？更何况又不会真的让王峥退赛，就说2句，可不至于发这么大的火。楚天行冷哼2声，不再说话。王峥可不知道魔都会议室里已经为他吵翻了天，护短的楚老头差点就要拉着其他人干架了，只能说不愧是雷系的觉醒者，够暴躁。王峥现在已经和吴欢、楚小满会合了。楚小满看着王峥手里又抛着8枚硬币，顿时兴奋地问道，王峥，你又从哪里得到这么多硬币啊？之前跑掉的刀角鹿也追到了吗？太棒了，还有这些，你赶紧收起来。然后把之前的14枚银币一股脑塞了过来。追到了，主要是运气好，碰到2个受伤的学员，给他们治疗了几次，他们就给了15点的报酬。王峥是张口就来，就是有些可惜，10几头刀角鹿呢都没有灵气结晶。楚小满有些失落。其实王峥心里有所准备的，在击杀刀角鹿时，他已经感觉到不对了，获得的灵气上限比牙狼要少，14头刀角鹿都是被他击杀的，一共才加了45点灵气上限，平均一头3点，比牙狼整整少了2点。王峥安慰道，以后总会有的。对了，之前那些刀角鹿的尸体呢？我一路回来也没有看到。在我们把硬币都找出来后没多久，就有教官过来统一把这些尸体都回收了。楚小满毫不在意地答道。王峥心里猜测，可能是怕尸体遗留会引起一些食肉动物的凶性，所以主办方才会安排教官们清理现场，顺便还可以回收异兽肉。他看着自己的数据面板，灵气值732，王峥想试试等灵气值到799时再击杀异兽，会不会让自己直接突破800点的限制。随后3人就继续启程，朝着他们栖息地而去。返程的路上，王峥明显感觉到楚小满有些疲惫，于是主动接过来开路的活，但他们的好运似乎已经用完了，直到到达上午遇到江浙大学小队的地方，也没有再遇到任何异兽。王峥甚至有些怀疑，是不是这岛上异兽太少了，导致自己获取积分点数的原因不是打不打得过，而是能不能遇到。而王航和裘路2人也早就离开了，因为没有沿着溪流走，王峥并没有看到所谓投放的物资，不过他也没在意，直接带着吴欢和楚小满2人原路返回了。等3人饱餐一顿之后，王峥整理了一番这2天的收获，就今天的探索和2人商量起来接下来的对策。2天一共获得金色硬币1枚，银币28枚，铜币9枚，共计积分点数159点。王峥觉得自己之前可能有些想差了，今天赚了这么一大波，3人小队才总共获得159点积分。他很怀疑其他学员如果一旦摄像头被摧毁，该怎么弥补这100点的巨大点数。他认为自己思路有些不对，是时候需要做出调整了，不应该再纠结水源物资还有其他学员。目前大家都是刚刚上岛，而且根据王峥的实际经验，异兽的密度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所以学员们手里的硬币其实也很有限，在现阶段完全没必要浪费时间去和他们接触，还不如自己先去找异兽，等到测试快结束时再赚一次大的，来找他们收一波治疗费。吴欢和楚小满自然是没有异议，但他们俩这次的从善如流却把自己给坑惨了，因为王峥在得到他们的认可后，整天带着他们2人往人迹罕至的荒地里钻。吴欢虽然没有抱怨，但一张脸明显清瘦了许多，而他的刀法也日益精湛。楚小满虽然嘴上不停的抱怨，但在战斗时也是毫不畏惧，这一点让王峥十分欣慰，觉得2女都颇有成长。而付出辛苦和努力后，收获自然也是喜人的。虽然没有再遇到3品的铁皮蛮牛，但是周围的牙狼、土猪估计已经被王峥杀绝了。他每到一片区域，就先清扫开周围的障碍物，然后把其他异兽的尸体划烂后做诱饵，自己埋伏在周围等待猎物上钩。吴欢和楚小满则是在4周警戒，发现异兽后也会往这边引。像牙狼、土猪这种嗅觉灵敏的异兽，很容易被血腥味吸引，然后自然是来一只死一只，最后连清理战场的教官都不再管他们了。3天时间，足足杀了近100头牙狼，几十头土猪，其他1品的异兽都留给吴欢和楚小满练手了。王峥也需要休息和恢复体力，没有去抢着对付。
这100多头二品异兽足足给王峥提升了610点灵气上限，而王峥则是发现灵气上限到了799点之后，再击杀异兽也没办法获得提升了，就果断的把自己的智力精神都点到了29点，花费了240点灵气值。倒不是他不想继续加了，而是之前体质升到30之后的异象让他有些担心，毕竟自己还带着摄像头的，他也不敢冒险。敏捷则是因为锻炼不足，只加了2点，花了40点灵气值，剩余的灵气值又升级了一次立体双 A， 扣了300点上限，比第一次升级多了100点，这也在王峥的意料之中，力量值也理所应当的突破了40点的上限，达到了44点。王峥觉得用不了多久，他就可以超过常规状态下的王胜荣了。随后又升级了一次荆棘之心，同样扣了200点，比之前多扣了100。看着自己的数据面板，王峥十分满意，他觉得这次训练营真的是来对了，哪怕不拿其他的奖励都值得。不过这奖励就算自己用不上，也不应该让给别人就是了。体力值400-400，灵气值658，体质40，力量44左圆括号16+28右圆括号，智力29+，精神29+，敏捷26+，基础功能扫描、储物。荆棘之心加，在被一次攻击命中后，对攻击者造成此次攻击30%的反射伤害，并且附加额外体力值3%的属性伤害。立体双 A 加，额外增加体质70%的力量值。圣光束加，对目标释放，少量恢复目标生命力，恢复10点正10%智力的生命值。长时间的等待，楚小满已经有些不耐烦了。王峥，这片区域清理的差不多了吧？已经有快2个小时没有异兽靠近了。王峥当机立断，再等半小时，还没有其他异兽过来，就收工。就在这时，耳机里传来无欢清冷的声音，有3品异兽靠近，暗引爆。王峥赶紧叮嘱你自己注意隐蔽，千万不要暴露。话音未落，一抹黑色一闪而逝，快到让人看不清，随后就对着地上的肉块开始大块躲移起来。王峥并没有急着动手，而是暗中观察起来。暗影豹是由黑豹进化而来，豹亚科的黑色变种在吸收了灵气之后发生了质变，它是阴影黑暗的宠儿，在黑暗之中如鱼得水，它甚至还有隐匿的异能，是天生的暗杀者。暗影豹是3品异兽中的顶级狩猎者，独居，速度快，爆发力强，异能是可以融入阴影之中，如果在黑夜中则更加难以对付。而眼前这只暗影豹身长超过2米，1人多高，体型匀称，浑身漆黑，2颗尖锐的獠牙露在嘴外，给他凶悍的外表增添了几分杀气。四肢强健而有力，一条钢尾甩来甩去，显然是对王峥给他送上的肉食十分受用。时不时机警的回头张望，似乎随时警惕着周围可能会发生的危险。而眼角的一道疤痕则更加给他增添一份凶恶。王峥偷偷摸摸地绕了一大圈，终于来到了暗影豹的身后，蹲伏着身子，悄悄地摸了上去。他蹲伏行走的姿势迅捷而沉稳，屏气凝神，目光坚定，神情凝重。这时暗影豹的耳朵稍稍动了动，如果王峥在他的正面，他肯定能看到这只黑豹的眼睛已经眯了起来，黄黑色的树瞳中满是杀气，配合着眼角的疤痕，看起来甚是恐怖。就在王峥刚刚靠近，想要动手之时，只见暗影豹迅速转身，仿佛化身一道黑色的闪电，张开鲜血淋漓的巨口，带着满嘴的腥臭之气，以极快的速度朝着王峥扑来。王峥早有准备，刚刚也只是佯攻而已，大喊一声来得好。在暗影豹扑过来的一瞬间，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对方的动作，先是侧身避开这凶猛的一扑，然后沉下重心，扎稳马步，一拳朝着暗影豹的头部轰去。让王峥没有想到的是，这黑豹这么庞大的身躯，竟然还能在空中做出闪避动作。只见他充满肌肉的后腿用力一蹬，仿佛凭空踩在空气之上，身子猛地向前窜了一截。王峥稳稳的一拳只打在了他的肩胛之上，落地后一个翻滚卸力，灵巧的几个后跳便拉开了距离，凶恶的眼神紧盯着王峥，然后缓缓后退，没入大树的阴影之中。此时正值午后，阳光猛辣，周围有许多树木，阳光照射下影子也很多。这里是暗影豹的狩猎场，他要证明他才是这片丛林的王者。暗影豹缓缓融入树影之中，随后从另一处影子末端出现，就这样一点一点靠近。王峥虽然在小心戒备，但是以他高达29点的精神属性，也只能隐约地感知到他的轮廓。任由他一点点的靠近，王峥假装放松了对背后的警戒，随后暗影豹骤然发难，从他身后大树的影子中窜出，锋锐的爪子就要将王峥扑倒，血盆大口已经张开，只等扑倒了他，就直奔他的脖子，一口封喉。然而王峥也在等着他自己送上门来，不然这家伙想跑的话，王峥还真没办法留住他。只见他听到动静后迅速转身，先是从储物空间中拿出自己的大锤挡在自己身前，等暗影豹来不及受力一下撞上大锤，发出哐的一声巨响，然后直接一记左勾拳打在暗影豹的脑袋上，只听得咔嚓一声，暗影豹头骨都裂开了，瞬间翻滚着飞了出去。王峥如今的力量有多大他自己都不太确定了，反正牙狼土猪什么的都是一拳一个，连锤子都不需要动用。这一拳下去，暗影豹直接被打懵了，爬起来后感觉到有些晕眩，他的脑袋已经塌了一块，耳朵、眼睛、嘴巴中不断的有血水滴落下来。刚才一口咬在钢锤之上，不但崩飞了一颗牙，舌头还被锤刺扎了个通透。吃痛之下，暗影豹凶性大发，只见他前半身低伏，后腿蓄力，张开大嘴，不停地发出咕噜咕噜的低吼。王峥觉得有趣，开口调笑道：“可惜我不是召唤师，不然肯定收你当小弟。虽然实力弱了点。”他是真的有些欣赏这暗影豹，行动敏捷，善于潜伏，更是可以融于阴影，是1等1的偷袭好手。暗影豹虽然听不懂王峥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他这个等级的生物已经初步诞生了自己的灵智。自从半个月前被一群人抓住之后，先是被切开身体，塞入了一颗圆圆的东西，然后又被送到这陌生的小岛。虽然这里没有了天敌，但是猎物也不算充裕，时常饱一顿饿一点。好不容易今天闻到味道，过来饱餐一顿，但是又遇到了王峥。现在不但被眼前这人打伤，而且还被他指着嘲笑，黑豹顿时新仇旧恨一股脑往上涌，
仿佛身上的伤口都不再疼痛了，双眼通红，再次扑了上来，锐利的双爪闪着寒光，锋利的獠牙还带着肉沫，是要把王峥生吞活撕。王峥轻笑一声，一个灵巧的侧跳，轻松躲过黑豹的扑击，随后大锤自上而下，狠狠地砸在黑豹的身上。这一击连锤带爆，直接把地面都砸出一个大坑。只见这暗影豹仿佛从腰部被对折了一样，脊椎已经断裂成两截，整个身子扭成一个诡异的形状，十分凄惨。已经伤成这样的暗影豹还想反击，他看着一脸冷漠俯视着自己的王峥，缓缓地伸出爪子，却只是挠破了王峥的裤脚。至于衣服下的皮肤，更是连一丝划痕都没有。最后只听他呜咽一声，嘴巴里喷出血沫和内脏碎片，随即一命呜呼了。王峥看了眼自己的裤腿，心里感慨万千，看着赶过来的楚小满和吴欢，开口教育道：“看到没有，热血上头要不得呀！认清了实力差距，就要懂得隐忍退让。就凭他这一手融入阴影的异能，他要是想跑，我哪里追得上？”楚小满对于王峥喜欢装逼已经见怪不怪了，看着这头惨死的暗影豹，开口吐槽道：“王峥，你也太恶心了，每次都弄得这么血腥，最后还是我来收拾。”王峥却没有理会楚小满，继续开口说道：“毕竟只是野兽，不懂得审时度势，最终也只能白白送了性命，最后便宜了我，你说对不对？”迟伯飞听到王峥开口，吴欢和楚小满瞬间警戒起来，拔出手中的刀，戒备地望向四周。迟伯飞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拍着手从阴影中走了出来，神色有些癫狂：“不愧是你啊，王峥，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毕竟我以前从未听过你的名字啊！”哈哈哈！王峥其实有些好奇，我有些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呢？我们训练营才第一次见吧，现在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相遇，你说你不是冲我来的，我都不信。对，我就是冲你来的，你扰乱了我的计划，你让我的人生出现了偏差，每次看到你都会让我头痛欲裂，你就是一个错误，你不该存在。我不想再经历末日的景象了，我是天选之人，命运之子，我才是世界的拯救者，而你，都怪你，我要你死！迟伯飞满脸狰狞，双目血红，甚至连瞳孔都变成了诡异的白色，张着嘴，一副责任遇事的模样，仔细看似乎还能看到他牙齿里卡着新鲜的血肉。王峥听着迟伯飞的胡言乱语，看着眼前的景象，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这时的迟伯飞身后已经出现了幻象，灵气本该是无色，肉眼不可见的，但他的身上有无数诡异漆黑的灵气冒了出来，凝结成一片深邃的黑暗，仿佛是在万丈幽冥的深处，其中有无数的恶鬼夜叉在张牙舞爪，仔细听又好像有无数凶魂厉鬼在疯狂嘶吼，鬼哭神嚎之声震人心神。王峥挥手示意吴欢和楚小满撤离，然后指了指耳机，楚小满立刻明白了王峥的意思，拉着吴欢，两人蹑手蹑脚地往后退去，渐渐地没入丛林之中。迟伯飞对此完全没有反应，一双诡异的瞳孔只是盯着王峥。王峥听到他的话，其实心里也有些波动，似乎他了解一些内幕的信息，于是开口刺探道：“我不太明白，我为什么会是错误呢？你想要对我动手，也总得找个合适的理由吧？反正现在时间还很充裕，我们先聊聊呗。”迟伯飞此刻已经完全疯狂了，他不断地敲击着自己的脑袋，手指用力到抓破了自己的脸庞，甚至已经有血液流淌下来，但是他毫不在意，只是嘴里不断念叨着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只要你消失了，所有事情又可以回到正轨了。对，我要杀了你啊！看着对方疯疯癫癫的模样，完全无法正常交流，王峥也放弃了从迟伯飞这里打探消息的念头。虽然他有些奇怪，为什么自己还带着影像设备，但耳机里到现在也没有出现指挥室的声音。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既然迟伯飞想杀自己，那他自然也得做好被杀的准备。一念至此，王峥一把拽下自己头上戴着的摄像头，扔到地上，一脚踩碎。与此同时，在蝴蝶岛的另一端，京都大学的三人组正在小心翼翼地往前探索。虽然几人看着有些疲惫，但是却是一脸的神采飞扬。杜婉与傅秋两人围在陆悠悠身边，耍宝似的不断地讨好着这位治疗系的同伴。突然，陆悠悠神色一变，出言说道：“不对，有血腥味，11点方向，小心戒备。”虽然杜婉与傅秋两人刚刚舔狗的模样很狼狈，但不得不说，遇到紧急情况还是很靠谱的。只见傅秋一手持刀，一手拿盾，走在了最前方，杜婉也立刻凝聚了2团火焰，紧跟在后。等三人小心翼翼地越过草丛，看清了前方的景象，顿时一股酸液直冲嗓子眼，杜婉当场没能忍住，佝偻着身子干呕起来。傅秋与陆悠悠虽然比杜婉好些，但也好得有限，两人同样是脸色惨白，吓得不轻。只见在前方的大树下靠坐着2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全身血肉模糊，似乎是被野兽啃食了一般，胸口破了一个大洞，里面的内脏已经不翼而飞，但是看伤口处的牙印却又不像是异兽所为，倒有些像是人咬的。虽然尸体已经残破不堪，但是周围却没有异兽活动的痕迹，地上也没有喷溅出的血渍，而这两人面容惊恐，仿佛是死前受到了剧烈的惊吓，身边还有2套损坏的影像设备。如果仔细辨认，依稀能看出来，这两人正是之前跟着迟伯飞的李哥和另一个小个子学员。眼前的这一幕同样被三人的第一视角捕捉到了，指挥室第一时间让三人原地待命，不到5分钟就有10几位教官围了过来。这个位置很隐蔽，是岛上监控的死角，血液还很新鲜，死亡时间应该不超过3个小时。两人的身份已经确认了，西北农林的李艳和兰大的庄良思，他们第一视角最后的画面就是2个小时前，但是当时的位置在5公里之外，而且画面里并没有看到其他人或者异兽的出现。指挥室呼叫过他们，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应。刚刚还有同事还在那附近寻找他们的踪迹。一位看起来像是领队的教官立刻整理好现场信息，直接上报。魔都研究所的会议室里也是一片嘈杂，众人议论纷纷。有人想要终止测试，就以现在的积分点数决定药剂分配。排名靠后的学校趁机提出重赛，一群实力地位都算是国内顶尖的大人物，吵吵闹闹的乱作一团，端势十分嘲讽。这时已经有导播整理完了李艳，
庄良寺的上岛录像自然也发现了他们跟着池伯飞准备浑水摸鱼的作战策略。老领导开口问道：“池伯飞，同济的池伯飞，他现在在哪里？”立刻把他的第一视角调出来。报告领导，池伯飞的摄像头在半个小时前已经断线了。我们尝试过通话，不在通讯范围。我们尝试过推测他的行动轨迹，但是都失败了。他有瞬移能力，而且反侦查意识很强，目前已经失去了他的踪迹。老领导当机立断，先把所有学员都接回来集合。至于是否要重赛之后再说，现在先找到池伯飞。除了池伯飞，还有京南大学的王峥、吴欢、楚小满也一样失去了联系。导播的声音越说越小，之前怎么不说？失去他们的画面多久了？老领导顿时大发雷霆。导播也只能小心翼翼地解释，也是半个小时左右。这几天他们三人一直都在往最偏僻的地方钻，而且实力也强。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好几次了，所以刚开始大家也没在意，只当作是暂时的通讯中断。在听到工作人员说出王峥三人失联之后，楚天行觉得有些心神不宁。到了他这种实力，预感和直觉都不会无缘无故。他现在只希望王峥能够保护好楚小满和吴欢了。我叫池伯飞，是一名重生者。我来自2050年的蓝星，在我重生之前，我所在的世界已经濒临崩溃了。自从2000年灵气复苏以来，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巨变，人们开始觉醒出各种各样的异能，而我也是出生在这个时代。从小爸妈就一直夸我是个天才，在15岁那年我就自然觉醒了，而且还是特殊的空间系的异能瞬移。而之后几年的生活都过得很平静，我被特招进了母亲所任职的大学，安稳地度过了4年最轻松的时光。毕业后，我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前往金乡的前线战场，帮助国家开疆扩土，消灭异兽，共同守护我们的祖国。然后，直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依稀记得那是一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日子。我和我的队友们整理完一天的收获，正兴奋地往前线基地赶。我还记得当天的收获很不错，我们小队击杀了一头5品的金毛猴。因为我的异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队长还跟我说，今天我立了大功，等这次回去卖掉金毛猴的尸体，要给我分一半的贡献点。就在我们其乐融融的回程路上，没想到灾难就突然发生了。晴朗的天空瞬间阴云密布，狂风四起，雷声大作，天空中仿佛被撕开了一条口子，透露出诡异的红色。紧接着，整片天空都被映照成一片血红，不一会就下起了血雨。对，血雨。我已经在前线厮杀了好几年，不可能分辨不出是血还是红色的水。平时常年盘旋在空中的飞行异兽早就不见了踪迹，大山深处的异兽群也是躁动不安，疯狂地向着前线基地发起冲击。众所周知，异兽是不喜欢钢筋水泥结构的城市的，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异兽群攻击基地的现象。一路上情况变得十分危急，道路周围的密林中不断有新的异兽往前狂奔，大地都在震颤，这导致了我们回程的路变得更加艰难。好在异兽们对我们不感兴趣，对我们的车也是不闻不问，仿佛有什么可怕的生物在后面追逐着他们。因为我可以瞬移，速度快，队长让我先行一步，进城报告并且打探情况。但是谁能想到呢？这竟是队长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而这一分别就是永远。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队长和队友们。我一路紧追慢赶，直接用瞬移赶路，甚至用灵气结晶来补充恢复灵气，这才赶在异兽围城之前到了城下。这时候基地已经大门紧闭，不再让人进出，所有的攻击武器都已经被激活了。我可以理解，真的，因为后方的兽潮已经近在咫尺了，而且我也可以自己靠着瞬移进城。等进城之后，我才发现整座基地已经发布了最高级的警戒，所有平民都已经撤离了，而我也被赶来的士兵送上了最后一趟撤离的车。从战场往后方撤离的过程中，得知全国所有的前线基地都在被异兽疯狂的冲击，部分受潮严重的地区已经全部沦陷。随着噩耗不断传来，大家的神经也不断紧绷起来。但是厄运似乎还没有结束，除了异兽潮之外，消失的几十年的洞天突然重新出现，而这一次洞天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灭顶之灾。因为这次洞天已经不再是仅存于另一个维度了，灵气元年的那些研究人员的猜测是正确的，洞天内的确存在另一个世界，一个可以毁灭蓝星的世界。从那天起，洞天内涌出无数的无形妖魔，他们没有实体，就像是一团黑色的烟雾组成，头顶处有一双血红色的眼睛。他们没有感情，不怕死亡，无论是人类还是异兽，只要被他们盯上，就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他们是邪恶的象征，是恐惧的化身，所有一切的物理攻击都对他们无效，只有元素系的觉醒者才能对他们造成伤害。他们则是可以舒展开自己的气态身体，把你紧紧地包裹起来，然后再慢慢地吞噬吸收你的一切，你的灵气，你的皮肤，你的血肉，甚至是你的骨骼。而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趁他们进食的时候偷偷溜走。即使国家有着特殊的灵气作战部队，那也只是杯水车薪，他们的数量太多了，仿佛永远也杀不完。紧接着，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沦陷了，人民百不存一，所有权力机关、国家政府在源源不断的无形妖魔冲击下，全都被瓦解了。人类文明瞬间倒退了几百年，而这个世界已经完了，仅存的人类根本没有可以对付无形妖魔的方法。事实已经证明了，仅靠元素系的觉醒者根本无法和庞大的妖魔大军相抗衡。仅存的幸存者们把洞天里出现的无形妖魔称作天魔，视洞天为人类大敌，有志之士成立联盟，希望总有一天人类可以反攻进洞天。也有人建立地下避难所，躲避天魔，为人类保留最后的火种。而我虽然不是元素系，但却靠着瞬移的能力，一直在苟延残喘的活着。我在这样担惊受怕的环境下生活了10年，整整10年，最终还是在一次外出执行任务时，不幸被天魔盯上了。直到我被完全包裹住之后，我才发现我引以为豪的异能没有半点用处。密密麻麻的天魔从四面八方朝着我一个人涌来，根本没有任何可以闪走的空间和视野。当天魔已经开始吞噬我体表覆盖的灵气之时，我只能选择放手一搏，撤去所有的灵气防护。我能感觉到我的皮肤和血肉正在被分解、被吞噬，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凝聚起所有的灵气，随便朝这个方向瞬移而去。等到我恢复了意识，我才发现我还是那个15岁的少年。
刚开始我以为只是做了一个梦，一个很真实的梦。当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我妈后，她认为我可能是因为马上就要成年了，还没有自然觉醒，压力太大了，甚至还带我去做了检测。事实也证明了，确实没有异常。直到我自然觉醒的那天，而且还是觉醒的我梦中所拥有的瞬移异能，这才引起了我妈的重视，把我的相关情况上报了上去。当然，为了保护我，她只是说我做了个梦，做了一个可以预知未来的梦。我可以肯定，这并不是梦，而是我真实的经历。末日的景象让我至今难忘，在天魔攻击下的人类惨叫声也犹在耳畔。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告诉我，我绝对是重生者。我很确定我就是命运之子，天选之人，是蓝星的意志让我重生到这里来拯救世界。因为除了有关部门时不时会找我谈谈我的梦境以外，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和前世记忆中的一模一样。但是有一点我很在意，我明明有着前世记忆里所有对瞬移异能的使用技巧，但是却一直没办法运用到实战里来。每次仔细回忆具体的锻炼过程，记忆都会变得模糊不清。不过这不重要了，因为我认为以后肯定可以回想起来的。但是命运似乎再次跟我开了个玩笑，我的人生出现了偏差。在这次训练营的车上，我看到了一个陌生人，一个从未在我前世记忆中出现过的人，王峥。从第一次看到他，我就隐约地感受到了他身上的危险。我每次和他的交谈都会刺痛我的神经，我开始怀疑我的经历，开始自我否定。不对，我明明是重生者，所有记忆中的事情都已经应验了，而这个王峥只是个意外，对，是一个错误。只要让他消失，所有的一切都会回到正轨，我还是那个蓝星的拯救者，所以杀了他就好了。把时间拉回到3个小时前，眼看着池伯飞一把匕首上下挥舞，刁钻狠辣，异常轻松的就解决了一头铁皮蛮牛。庄良思紧张的吞了吞口水，李哥，我们真的能对付得了这小子吗？我怎么心里有些不踏实呢？李艳回头大骂，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他总有累的时候，你怕什么？正准备继续说教，却发现池伯飞人影一闪，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呢？跑哪去了？李哥怒喊道。庄良思唯唯诺诺的不敢出声，生怕李艳把气撒到自己身上。随后两人在附近苦寻半个多小时，却没能发现丝毫线索，无奈之下只好随便找了一个方向追去。而这时满眼通红的池伯飞出现在了他们身后的一棵大树上，蹲伏着身子，满脸的残忍，舔了舔嘴唇之后，身影一闪，再次消失不见。王峥率先发难，既然之前猎杀暗影豹的过程都已经被池伯飞看在了眼里，现在也不必再隐藏实力了，趁着目前池伯飞还在癫狂状态，抢先出手。王峥举起大锤，直接一记飞锤砸了过去，沉重的钢锤带着王峥无匹的巨力瞬间破空而去。池伯飞虽然此刻已经神志不清，但是最起码的战斗本能还是在的，瞬间一个闪烁躲开了这一锤，锤子径直的飞向他身后，竟直接把一棵1人多粗大树直接砸断。此刻的池伯飞已经消失不见，他就像一个诡异的刺客，不知道何时就会出现在你的视野盲区，对你发动致命一击。听到背后传来响动，王峥想也不想，又是一锤砸去，地上溅起的尘土落叶瞬间挡住了他的视野。而此时的池伯飞则是一个原地闪烁，躲开了这一击后，顺带用匕首划过王峥的手臂，割开了一道伤口，然后又是一个瞬移，拉开了距离。似乎是因为闻到了鲜血的味道，池伯飞稍稍有些恢复了理智，他舔了舔匕首上的血液，发出一声战栗般的呻吟。王峥，你的血液格外的鲜甜呢，是因为你的特殊，还是因为我终于要得偿所愿了呢？话音未落，又继续朝着王峥攻去。王峥看着自己390-400的体力值，一点也不在乎胳膊上的伤口，随手给了自己一道圣光束，体力值瞬间就补满了，伤口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结痂。见到池伯飞终于肯交流了，王峥也是心中暗喜，一边抵挡住他的攻势，一边继续开口刺激他。可能是因为你比较变态吧，我还有更好喝的精华呢，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也不知池伯飞是没有听懂王峥的低俗笑话，还是并不在意。只见他不断地围绕着王峥瞬移，声音似乎从4面8方传来，没关系的，等会你的一切都会被我吞噬，我会好好品尝的。王峥心里直犯恶心，心想这池伯飞可真是个变态。因为大锤对付他这种可以瞬移的觉醒者并没有太大优势，随即把锤子收了起来，他开启荆棘之心，打算以伤换伤了。接下来的几次攻击，王峥不闪不避，只在等池伯飞近身的一瞬间想要抓住他，然后再来反击。但是池伯飞比泥鳅还要滑溜，一击即退，丝毫不贪。随着王峥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池伯飞出言嘲讽道，就凭你还想抓住我？我可是能从天魔手里逃走的人，注定的天命之子，而你只有死路一条。王峥又从他的口中听到天魔这个新的名词，脸上却是不动声色，又给自己刷了2道圣光。哇哦，能够逃跑就值得骄傲了吗？不愧是天命之子，志向远大。池伯飞听到王峥的阴阳怪气，顿时气得七窍生烟。你懂什么？天魔根本就不是人类可以抵抗的，末日后第一个死的就是你这种莽夫。不过你怕是活不到那么久了，因为你今天必须死。王峥已经是第2次从他口中听到末日这个词语了，于是便开口问道，末日是什么样子呢？为什么末日我就会死？怎么就不能是你先死？我死？我可是在那样的世界里生存了10年的人，我怎么会死？我重生回来就是为了拯救蓝星，是蓝星的意志把我送回到现在，让我可以拯救世界。听到池伯飞说出重生2个字，王峥的瞳孔猛地一缩，神情瞬间变得凝重，这是他内心深处最深的秘密。如今听到池伯飞也说自己也是重生者，顿时慌了神。池伯飞抓住王峥分神的机会，连出数刀，在王峥身上留下几个窟窿，鲜血顿时喷涌而出，汩汩作响。看着王峥满身的伤口血流不止，失血过多而面色惨白的凄惨模样，池伯飞笑得更加残忍了。看你还有多少灵气值可以用，等你灵气耗尽，就是你的死期。哈哈哈。王峥看了一眼自己的数据面板，体力值350-400，灵气值628-658，顿时他惨白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他抬手再次释放出一道圣光，但这次蓄力的时间明显更长了，似乎灵气值已经不够再继施法了。
池伯飞见状大喜，连忙瞬移近身继续抢攻。没有了武器的保护，王峥看起来有些举步维艰，赤手空拳的状态下又中了池伯飞几刀。看着池伯飞使用瞬移的频率开始降低，王峥开启扫描，扫了一眼池伯飞的状态：灵气值100-400，体质22，力量22，智力22，精神22，敏捷22，五维属性全都变成了22点。在上岛之前，王峥特意扫描过池伯飞一次，当时还是和之前大巴车上看到的信息一致，并没有增长。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上岛才几天，他的灵气值和五维属性都有了提升，但是等他灵气值耗空了，那就是他死的时候就没见过刺客敢跟圣骑打消耗的。池伯飞仿佛看清了王峥的想法，拉开距离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枚还带着血迹的灵气结晶，直接丢进了嘴里。王峥心里又急又怒，仿佛池伯飞吃的不是灵气结晶，而是王峥自己的灵气上限。而且王峥之前有测试过的灵气结晶十分坚硬，以他的力量都难以破坏，但是在池伯飞嘴里就像是一块硬糖，咔嚓咔嚓的声音不断传来，显然他并没有崩坏自己的牙齿。随着一块灵气结晶入肚，在王峥的扫描的注视下，池伯飞的灵气值迅速回满了，但是五维属性却没有变化，看来他的属性增长和吃灵气结晶并没有关系。局面又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池伯飞不停的左突右闪，一把匕首诡异狠毒，刀刀直至要害。王峥疲于招架，只等拉开差距后才能勉强释放一次圣光束，以此来恢复状态。在不远处的灌木丛后，吴欢和楚小满二人看到王峥惊险的模样，焦急万分。吴欢更是双手死死的捏住刀柄，想要出去帮忙，只是楚小满还记得王峥在校车上的叮嘱，没有盲目的上前。两人本来已经按照王峥的指挥撤退了，想着先离开战场附近，但是在离开一定距离后就没办法再继续前进了，似乎有一道无形的空气墙把几人困在这片空间，无论是人还是物都没办法跨越这无形的屏障，不管是用刀砍、徒手攻击还是用武器砸，都没办法突破这屏障。对着摄像头求援，耳机里也没有传来指挥室的声音，无奈之下，两人只能绕了个圈子又摸了回来。这时王峥努力扭着身子躲避池伯飞的匕首，但是一下子没有维持住平衡，被池伯飞找到机会一脚踹翻，滚了出去。王峥一眼就看到了灌木丛后的吴欢和楚小满，顿时心中大急，迅速起身大喊道：不知死活，给我滚！楚小满听出来王峥是在跟自己两人说话，咬紧牙关，眼中含泪，死死地拉住吴欢的手，迅速扭头远离了战场。池伯飞现在满眼兴奋，完全没有顾及到周围的撤离的吴欢和楚小满，他还以为王峥是在对自己叫嚣，神色疯狂地大喊道：不知死活的是你，你逃不了的，知道为什么这么久了还没有人来救你吗？这附近是监控的盲区，而且我早就布下了空间立场，我们所在的这一片区域跟蝴蝶岛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外界也根本发现不了这里的异常。等我杀了你，我再去杀了你的两个队友，我要让你也尝尝失去队友的痛苦。等你死后，我还是那个同济的天才新生，蓝星未来的拯救者，而你们只是在一次比赛中失踪的普通学员而已。哈哈哈！王峥满脸苦涩，虽然心中不解，但是看到二女刚刚确实返回了战场，也只能选择相信池伯飞所说的话，然后开口问道：你不是瞬移类的能力吗？空间立场又是什么？你怎么确定这不是在一个维度的？池伯飞顿时愣住了，神色又变得痛苦起来。对啊，我的能力是瞬移，我怎么不知道空间立场？空间立场是什么？你告诉我是什么？说完又朝着王峥扑了过来。王峥看着池伯飞又疯了，明白没办法再套出话来了，只能继续跟他周旋起来。他在等一个时机，一个一击制敌的机会。在他的布局下，时间不会太远了，他相信很快就会到来。池伯飞先是原地闪烁，躲开了王峥一拳，然后匕首反握，朝着王峥的胸口狠狠刺下。王峥本来可以完全避开，但是他只是稍稍侧开身子，避开了这本来扎向心脏的一刀，然后挺起胸膛，硬吃下了这一击。一击命中，池伯飞刚想瞬移闪开，但只觉得胸口一阵疼痛，仿佛有一把利刃刺进了自己的胸膛，然后全身上下传来了撕裂般的疼痛，顿时原地一阵抽搐，瞬移也被打断。王峥蓄谋已久，自然不会浪费这个机会，他之前拼命压制自己的反伤效果，就是为了在此刻集中爆发。这是他在之前的对练中掌握的小技巧，可以在受到伤害、荆棘之心发动反击时暂时压制下来，等到一定的时机，然后同时爆发。而他一直的隐忍和伪装，就是为了现在这一刻。那么现在该轮到我了，王峥喃喃地说道。只见他一把掐住池伯飞的后颈，另一只手径直抓向他握住利刃的胳膊，丝毫不在意插在胸前的匕首，用力向上一扭一扯，直接将池伯飞的一只胳膊生生撕下，顿时血洒满天。池伯飞受到如此重创，疼得撕心裂肺，大喊道：不可能，你怎么能伤到我？你怎么敢伤我？我是蓝星的拯救者，你不能杀我啊！随着池伯飞声嘶力竭的喊叫，他的身体又开始变得虚幻，在原地不停地闪烁起来。王峥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随手丢掉他的胳膊，也不犹豫，直接一拳砸向他的脑袋。在王峥的巨大力量下，池伯飞的脑袋和西瓜也没什么区别，砰的一声，瞬间爆开，死得不能再死了。王峥缓缓拔出自己胸口的匕首，给自己连刷了好几道圣光束，把体力值补满，歪着头看着地上的无头尸体，不屑地吐了口唾沫。听说你是蓝星的拯救者，而且还是重生者，那只能麻烦你再重生一次了。幸会了，老家的乡亲们都叫我指引明路的苍蓝星。就在池伯飞死亡的一瞬间，包裹着这片区域的空间立场瞬间消失。正在埋头砍着空气墙的楚小满一刀挥空，顿时一头栽了出去。还没等楚小满兴奋，耳机里就传来了指挥室的声音：66号学员楚小满，66号学员楚小满，汇报你的位置，留在原地待命，马上就会有教官前往。楚小满终于听到耳机里传来指挥室的声音，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你们快来，池伯飞已经疯了，王峥快扛不住了，你们快来，教官们已经在赶过来的路上了，
王峥同学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联系不上他。楚小满虽然哭花了脸，到底还是个机灵的。我们之前正在对付一头暗影豹，狩猎成功后，池波飞就出现了，他真的已经疯了，见人就砍的，没办法交流。王峥为了掩护我们，给我们断后，主动留下来对付他了。他的影像设备肯定被池波飞打坏了。在指挥室内，王峥的第一视角到他击杀完最后一头牙狼就截至了。他们也不知道王峥现在情况如何，随后也只能安慰楚小满原地待命，等待救援了。而在空间立场消失的同时，王峥看着地面上的尸体，正在头疼该怎么和指挥室汇报。他不是没想过先留下池波飞的性命，再逼问出一些情报，但是一想到池波飞癫狂狰狞的模样，很有可能问不出什么信息，也担心被他直接瞬移跑掉，所以还是干脆直接杀了，一了百了。更重要的是，根据池波飞说的这些话，王峥也大概推算出了为什么他会对自己有如此大的敌意。池波飞觉得自己是天选之人，之前经历过蓝星的末日，重生回来后发现了王峥是他记忆中不存在的人，但是他并不认为是他有问题，反而觉得王峥的存在是个错误，所以他想要继续做他的蓝星拯救者，就必须要纠正并抹除王峥这个错误。且不管池波飞所说的内容是真是假，但王峥自己本身也是心里有鬼的。他仔细想了下，如果不是自己穿越而来，可能原神真的就没办法自然觉醒，更何况自己现在这样，算不算自然觉醒还不一定呢。万一没有自然觉醒的话，原神现在还在上高3，自然没办法和池波飞相遇，所以还是直接杀了省事，免得暴露自己更多的信息。正在王峥总结思考的时候，突然看见池波飞的尸体上飞出一团黑色的烟雾，慢慢凝聚成一个类似斗篷的形状，随着微风吹过，泛起一阵阵涟漪。而在斗篷的顶端有一双血红色的眼睛，就暂且称为眼睛吧，毕竟全身漆黑，就这2点血红，还死死地盯着王峥呢。王峥心里大为震惊，但是却不敢轻举妄动。这黑雾从池波飞的尸体中诞生，诡异的厉害，明显不属于异兽范围。难道这就是池波飞的灵魂？他真的还能再次重生？就在王峥胡思乱想之时，这团黑雾似乎找准了目标，缓缓地向着王峥飘来。大可不必了吧？这是啥意思？真就天命之子了呗，死了也要夺舍。一时间，王峥心里泛起各种前世看过小说里的古怪场景，迅速扭头撒腿就跑，而黑雾也跟着越飘越快。但跑起来哪有飞着快？而且地上还有障碍物。王峥不停地翻滚躲避，或是利用树木作为掩体，但是这诡异的黑雾仿佛真的是气态组成的，直接就从树木中间穿了过来。眼看着自己的速度明显不如这黑雾，王峥顺手从储物空间拿出锤子扔了过去，想拖延这黑雾前进的步伐。但令王峥意想不到的是，大锤直接就从这黑雾中穿了过去，黑雾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王峥本能的转身就跑，但为时已晚，因为扭头丢锤所浪费的时间已经让黑雾完全追了上来。他一只手臂已经被黑雾死死的包裹住，王峥只觉得一股钻心的疼痛从手臂上传来，再一看自己的皮肤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分解消融，仿佛黑雾中有无数细小的蚊虫正在一口一口不停地撕咬吞噬着他的血肉。而王峥数据面板里的体力值也在飞速下滑，瞬间就跌破了300大关。妈的，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王峥忍受不住剧痛，开口骂道。之前和池波飞打了那么久，他的体力值都没低于过300点，现在人死了，反而飞出来这不人不鬼的玩意，给他造成了更大的伤害。而且更可怕的是，他的灵气值也在同步减少。这是王峥来到这个世界后遭遇到的最大危机，这显然已经到了生死危急的关头。王峥现在已经有些慌乱了。人类在什么时候最恐惧？是面对未知的时候。而现在这团诡异的黑雾对王峥来说就是未知的，他已经感受不到自己小臂的存在了。而且看这团黑雾还在舒展开身体，似乎想把王峥整个人都包裹起来。王峥无奈之下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先开启自己的荆棘之心。有效，在开启的一瞬间，黑雾明显停顿了一下，但是随后又继续朝着王峥照了过来。现在只剩下最后的希望了。王峥第一次虔诚的祈祷，大喊一声：圣光会赐予我力量。顿时一道圣洁的光柱朝着王峥笼罩而来，在接触到的黑雾瞬间，这团黑雾就开始消融了。他似乎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顿时不再缠绕着王峥的身体，朝着远处飞窜而去。妈的，现在还能让你跑了？王峥顿时来了精神，反手一道圣光照向了黑雾。风水轮流转，现在轮到这团黑雾被光柱包裹了。王峥甚至没有急于恢复自己手臂的伤势，一道道圣光不停地照向黑雾。而现在的黑雾也不复刚才嚣张霸气的模样，不停地翻涌滚动着，努力把自己缩小成一团，尽可能减少被光照到的范围。只见这团黑雾越变越小，最后王峥似乎听到一声极其凄厉的嘶吼，随后便彻底消融不见了，只剩下一枚漆黑水晶遗留在地上，证明刚刚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一场虚幻。王峥这才松了一口气，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他不想再体会第二次了。看着黑雾消融后，自己的数据面板里的灵气上限直接提升到了799点。王峥小心翼翼地捡起地上的水晶，放进了自己的储物空间中。看着自己的数据面板，王峥现在有些后悔之前没有多提升一些属性或者技能。很明显，这诡异的黑雾直接把王峥的灵气上限提升到了799点，应该还有多余的部分被浪费掉了。王峥觉得有些遗憾，也不知道这诡异的黑雾具体是什么。既然在击杀后能够获得灵气，应该算是一种另类的异兽吧，得找机会问问楚老头才行。就像电影里总是在事件都结束后才姗姗来迟的警察，指挥室的教官也终于赶到了现场。这次一共来了2位。其实在王峥逃跑的时候，指挥室就通过岛上的监控看到了王峥被黑雾追赶的危急情况。只不过第一是因为距离有些远，毕竟王峥3人组狩猎的地点太过深入，当时教官们甚至都还没赶到楚小满他们的位置。而且王峥受惊之下没头没脑的乱跑，现在都已经快跑到岛的边缘了。第二个也是因为王峥的应变比较及时，圣光术也确实对黑雾起到了克制的作用，解决的速度太快了些。在看到王峥独自一人且安然无恙后，一位教官手中立刻燃起火焰，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另一人上前急忙问道：刚刚追赶你的黑雾呢？已经消散了。王峥如实回答。听到王峥的回复，
这位2位教官明显松了口气。王峥同学，很抱歉发生了这样的意外，我现在就带你去和你的同伴们会合。目前39所大学的校长们都已经上岛了，现在就差你们金南小组3人没有归队了。王峥沉默的点了点头，很机智的没有现在就提出他的疑问，反正楚老头已经来了，等抱上楚老头的大粗腿再说。看到王峥点头，这位教官也没有多说，在耳麦里说了一声所有人归队之后，便用精神力拖着王峥朝着上岛的地方飞去。王峥这是第一次飞行，新鲜感十足，时不时的探头查看，看着自己脚下空空却如履平地，便轻轻的踩了踩，感觉和站在地面上也没有区别。随着飞行的速度越来越快，王峥渐渐的有些睁不开眼睛了，脸上的肉都被风吹得堆积到一起。他还时不时的张开嘴巴，对着气流哈气，仿佛是想试试自己的肺活量和风速到底哪个更厉害。教官也是看得好笑，连忙指点王峥，把灵气覆盖在你的体表，这样就可以阻挡住飞行带来的气流了。我们现在还只是在低空飞行，如果以后有机会在高空飞行，你要是不用灵气覆盖，很快就会被冻得失去知觉了。王峥听到后立刻开始尝试，不一会就学会了这个小技巧。他的灵气值上限因为需要加点的原因，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为了能够适应灵气值变化带来的身体状态改变，他平时的练习也不少，所以他对灵气的掌控也要比常人更为熟稔。对于灵气应用类的小技巧，一直掌握得很快。王峥快速掌握了这项技巧，也是引得教官们频频侧目。不过转念一想也是，毕竟是天才，学习能力强一点也能接受，所以便不再多说，加快速度继续赶路了。不得不说，飞行确实比走路快很多，王峥也是羡慕不已。他要赶1天的路程，几分钟就飞到了，心里想着不知道到什么时候自己才会拥有飞行的能力。虽然这是精神系觉醒者的特长，但是王峥相信自己属性上去了，精神力肯定也会实体化。等到安全降落，王峥看到楚小满和吴欢已经在场了，而周围也全都是之前上岛的学员，三三两两的围在一些老头老太旁边。楚小满正在抱着楚天行痛哭，看到王峥安全降落，一路哽咽着扑进了王峥的怀里。太好了，王峥，你没事真的太好了，我好担心你，之前被困住了，我们出不去，也和外界联系不上，本来想回去帮你的，但是我听懂你话里的意思了，我怕拖累你，我是不是很没用？还需要你给我们断后，我好怕再也看不到你了。呜呜呜！王峥看着眼前的小女孩真情流露，心中有些触动，脸上却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一手按住楚小满的脸，使劲的往外推。哭什么呢？鼻涕眼泪全蹭我身上了，恶心死了！快走开，快走开！楚小满赌气似的把头埋在王峥的怀里，一阵乱拱，这才松开了手。王峥身上的衣服本来就被池伯飞用匕首划得破破烂烂，现在又被楚小满这么一阵乱拱，顿时就更破了，直接断裂开来，瞬间光膀子了。顿时四周有好几道目光看了过来，还有不少性格泼辣的女学员冲着王峥的好身材吹了个口哨。楚小满也紧盯着王峥，似乎在寻找他身上的伤痕。王峥还有些害羞呢，双手捂住胸口，但是又不好直接从储物戒里拿出衣服来换上，他到现在还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呢。楚天行没好气的笑骂道：“储物戒里没有带衣服吗？还不赶紧换上，等回去再把戒指还我。”王峥听到后迅速找出一件 T 恤就套上了，看着呆站在自己面前又笨拙到张不开嘴的吴欢，王峥笑着张开了双臂：“要不也给你抱一下。”楚小满瞬间就破涕为笑了，吴欢也是稍稍犹豫了一下，浅浅的拥了下王峥，拍了拍他的背。对了，王峥，这个给你。楚小满从包里哗啦啦的拿出一大堆硬币，还有灵气结晶，一股脑的塞给了王峥。这是脱困后，我们跟着教官去找你，顺路在狩猎点找到的暗影豹结晶，还有池伯飞身上的硬币。王峥顺手放进戒指里，想问问这比赛是否还会继续进行下去，毕竟他的嘎韭菜大计还没能正式实施呢。而这些茁壮成长的韭菜们，这几天的收获应该不少吧，毕竟一个个都是天才新生，能坚持到第5天，实力也不算差了。这时有一位矮个子老者先是瞥了王峥一眼，然后开口说道：“既然所有学员都已经归队了，那这场比试也得定个章程了。虽然发生了天魔……”住口！你们电科大的人就是这么口无遮拦的吗？一把年纪都活到狗身上去了吗？什么都敢胡说八道！药剂分配的事，上面自然会妥善安排好，轮得到你来多嘴吗？魔都军区的老领导大怒道。电科大的校长也是老脸一红，明白是自己失言了，顿时颔首低头，不再言语了。王峥自然是听到了2位高层的对话，再次听到了天魔的名字，心中暗暗有了计较。不管是否重赛，最起码这蝴蝶岛是不能再待下去了。随着魔都军区的部队开始有序的登岛，一众校长们也纷纷带着自己的学生们离开了蝴蝶岛，把空间留下来给军区的士兵们，让他们开始对整座岛屿进行全面的排查和检测。这一路上，王峥身边始终都有来自军部的高手陪同，并没有给王峥和楚天行单独相处的机会。而王峥自然是明白其中的意思，寸步不离的跟着楚天行，两人也是默契，都没有谈论岛上发生的事情。在随着大部队一起到了集训的训练营基地后，王峥便在楚天行的带领下会见了来自魔都、帝都军区、政府、研究所3方的一众大佬。等众人围坐一圈，便有一位穿着军装、带着中校军衔的军官率先开口：“王峥同学，我是帝都军区的代表，我叫纪开。关于这次的蝴蝶岛事件，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尤其是关于池伯飞同学以及追你的那团黑雾。”王峥随即开口说道：“当时我正在狩猎一头暗影豹，在我成功击杀它后，还没有来得及收拾战利品，这时我隐约的感觉到不对劲，似乎有人在暗中窥探，然后我就炸了池伯飞一下，接着他就出现了。”纪开中校连忙提出疑问：“你是怎么判断出来是池伯飞，而不是其他学员或者异兽，甚至是教官呢？”王峥丝毫不慌：“我没有判断出来，我说过了，我只是诈合，是猜测。至于为什么要猜测是池伯飞，第一是因为我们狩猎的位置比较远，狩猎方式是使用异兽肉来引诱牙狼和杂食的土猪，而且当时我们还处于埋伏狩猎中，甚至没有收取战利品，所以教官是不会来这边回收异兽尸体的。而且我能感觉到明显的恶意，这只能是人类或者异兽。再说异兽，周边的异兽已经被我们杀得差不多了，近2个小时内唯一靠近就只有暗影豹这一头异兽，
而且我的队友之前还在4周警戒，所以我排除了是异兽的可能。那剩下的就只有人了。池伯飞跟我住在一个宿舍，在集训期间多次向我释放过很明显的恶意，而我们所处的位置比较深，我并不认为会有学员可以在这样的位置和我们偶遇，所以只可能就是冲着我来的。于是我大胆猜测就是池伯飞，随口一说，没想到他就真的出现了。说完，王峥顿了顿，似乎是在组织语言，然后继续开口说道：“你们应该看过楚小满和吴欢的第一视角了吧？他们的影像设备是没有损坏的，即使当时失去了通讯，没有同步，但是摄影机了应该是自带储存的，为什么还会对这些细节有疑问呢？”纪开显然没有想到王峥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一个16岁的少年，刚刚经历了这样生死危机的大场面，面对来自中央政府、研究所、军区的人员询问，一点都不紧张，还能逻辑清楚，动机交代的滴水不漏。虽然王峥说的有理有据，但是纪开似乎不是很信服。那你说说狩猎暗影豹的事情吧，我们确实已经看过其余两人的第一视角了。当时应该是你一个人对付的暗影豹吧？等他们两人进场时，你已经独自完成了狩猎，但这暗影豹是3品异兽中的佼佼者，而且善于隐蔽偷袭，是这次测试中最厉害的异兽了。而你似乎是治疗系的觉醒者吧？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跳过来，我用锤子一挡，给了他一拳，然后再跳，我一锤子就把他砸死了。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弱呀，可能是我天生神力吧。而且我父亲的力量就很大，遗传吧。王峥早就想过关于怎么解释自己力量的问题，更何况出发前楚天行还有关心过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去定期检查。而楚天行也在之前的魔都会议里提出过相同的说法，虽然两个人并没有交流过，这只能说是老狐狸和小狐狸之间的默契了。早在王峥被天魔追赶，并且得知他存活后的第一时间，他的资料就已经送到了各位大佬的面前，而他们自然也不可能不知道王胜龙的身份。众人对于王峥的解释也没办法，毕竟人家力气是真的大，他一锤子下去，别说3品异兽了，要是防御力差点的4、5品也无非是多几锤子的事。好的，关于暗影豹的事情就到这里，你可以继续说了。王峥假装回忆了一下，池伯飞出现后就疯疯癫癫的，说话也是胡言乱语，根本没办法交流，双眼通红，然后身体四周还有黑色的灵气冒出来。周围几个穿白大褂的研究员顿时急了，什么黑色的灵气？详细说说。王峥把眼神转向纪开，纪开也朝他点头示意，让他解释。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灵气，就是他的脸色很狰狞，眼白全都变得血红，瞳孔是白色的，然后全身冒着黑气，这些黑气在他的身后凝聚成了一个漆黑的漩涡，漩涡里幻化勾勒出一个个奇形怪状的小人，虽然看不太清，但能感觉到这些小人都是在痛苦的嘶吼，其实是没有发出声音的，只是有这种感觉。再然后他就直接向我发起攻击了。研究员们还要细问，被纪开挥手打断。你说池伯飞胡言乱语，他都说了些什么？他就说他是天选之人，命运之子，蓝星的拯救者，还说他是重生者，什么世界末日、天魔降临之类的。王峥在描述时一直盯着众人的神色，在说到重生者、末日、天魔时还刻意加重了音量，但看着众人毫不意外的神情，他的一颗心也慢慢沉了下来，隐瞒了自己对池伯飞的特殊性，没有再继续开口。那你对他说的这些事情有什么看法吗？纪开继续提问。王峥无奈地叹了口气，我就是个普通的高中生，我能有什么看法？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他现在可能又去重生了吧？就算真的是世界末日，天塌了，有我爸妈和楚校长他们这样的人顶着，轮不到我这样的小孩子操心。如果是假的，那就更不关我的事了。这种时候自然是要秀一秀自家的肌肉了，一味地跟着别人的节奏可不是什么好事。纪开中校自然是听出来了王峥的暗示，无奈地笑了笑，示意王峥继续说。然后他就用匕首配合着瞬移异能对我发起攻击，我一边抵挡一边反击，抽空给自己用圣光术治疗。中间吴欢和楚小满又折回过战场，他的第一视角里应该也有相应的信息。最后在我快撑不住的时候，他一刀插在了我的胸口，然后想瞬移逃走，但是我的反伤效果发动，让他的瞬移失败了，然后被我抓住机会一把掐住了脖子，一拳打死了。纪开死死地盯着王峥，表情诡异地说道：是这样吗？那怎么和我在现场发现的储存卡里看到的信息不太一致呢？王峥感受到了来自对方压力，也能感觉到身边环绕着好几层精神力，但他立刻就确认了这位纪开中校是在炸自己。先不说他的摄像头是自己亲手破坏的，根本不可能有储存卡留下，而池伯飞从头到尾都没发现他带了影像设备，就算真的有，他说的也都是实话，最多是少了一些池伯飞的话语。王峥能够感受到这批人对自己没什么好感，而且很明显他们隐瞒了一些信息，甚至到现在为止他们也没有解释天魔是什么，更没有主动提起过这个名词。我说的都是实话，如果您这边有什么发现，我倒是很好奇。王峥回答的十分的光棍。纪开见他不上套，也没有看出王峥有其他的异样，只能继续问道：那团黑雾是从哪里出现的？为什么会追你？又是怎么被你消灭的？消灭后有没有留下什么遗留物？想清楚再回答，这个问题很重要。池伯飞死后没几分钟，黑雾就从他的身体里钻出来了，一出来他就直勾勾地盯着我，然后就向我飞过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追我，我没跑过他，被追上后他就裹住了我的胳膊，我尝试过无法逃脱，只能用圣光术暂时治疗下自己，然后发现他似乎很害怕我的异能，松开我想要逃跑，我发现有办法可以伤害他了，就不停地丢圣光术，最后那团黑雾就消融了，他就直接消散在空气中，并没有什么遗留物。王峥说的十分坦然，在王峥的心里，那并不是什么遗留物，而是自己的战利品，而且他早就测试过了，那是和灵气结晶一样的东西，是可以被自己吸收的。听到王峥说自己的圣光术可以消融黑雾，几位研究所的大佬又偷偷讨论了起来。光也算元素系吗？光怎么不算元素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光的本质只是一种处于特定频段的光子流，怎么能和火、水、风、雷等元素是一样的呢？你是在搞笑吗？在异能觉醒的灵气时代讨论光的波粒二象性。纪开中校看到几人已经要吵起来了，也只能无奈地打断了诸位研究员的争执，然后继续笑着对王峥说道：方便的话，能不能让我们检查下你的储物戒？
如果你真的误拿了黑雾的遗留物，必定会发生未知的危险。王峥心里十分不屑，脸上却是没有流露出来半分。他没有急着开口反对，也没有直接给他们戒指，而是默默地看了一眼楚天行，发现自己的校长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进来后也一直沉默着，一句话也没说，然后把储物戒从脖子上摘了下来，递给了楚天行。楚天行一手接过储物戒指，看都不看，直接揣进了裤兜，显得霸气十足。有什么就说什么，即使有留下什么遗留物，那也是你的，别人要是想抢，那也得问问我才行。其他几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学者明显是急了，支支吾吾想要说话，却又一时不知道怎么跟楚天行这个浑人开口。这时，另一位来自中央政府的领导则是勃然大怒，猛地一拍桌子：“楚天行，你把这里当成什么地方？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事关重大，而且事关很重要的情报。每一份天黑雾遗留的产物都意味着重大的突破和极高的研究价值。”楚天行直接把不屑挂在了脸上，大声咆哮道：“你们明知道这池伯飞有问题，还要放他出来参加这场测试，这就是草菅人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魔都大学为什么集体放弃了这次上岛试炼？还不是他严开复事先就知道这小子不对劲，不然就他那个性子，会不跟帝都大学争这个名誉上的第一第二？这次是王峥没出事，我告诉你们，我忍到现在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但凡王峥今天要是出了什么差错，你们几个有一个算一个，我都跟你们没完。或许是因为久居上位，又或许是颐指气使太久了，被楚天行这么一顿呵斥，领导面子上挂不住了。放肆！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真以为你天下无敌了？这里可不是你的京南大学，你再敢叫嚣一句，我现在就请你去特事局好好的冷静冷静。”话不投机，楚天行顿时闭口不言，但周身灵气已经调动起来了。他梳得整整齐齐的白发根根竖起，浑身电流环绕，噼啪作响，庞大的气势已经压得身边王峥都有些呼吸困难了。其余几位研究员则更是不堪，坐都坐不直了。领导大声喝道：“楚天行，你敢？你是要造反吗？”楚天行依旧不应答，只见紫色的电浆不停地向着他的手中流淌，渐渐凝聚成一把长刀的模样。王峥只觉得楚天行这次是真的发火了，看他这一副随时都要动手的模样，真怕他就这么跟几位高层打起来。但是转念一想，似乎又想到了什么，顿时眼珠子一转，明白了自家校长的打算，于是连忙上前劝解：“校长，冷静，冷静，一点小事不值得，不值得啊！我又没说谎，给他们查就给他们查吧，配合政府机关调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嘛。我只是觉得戒指是您的，先还给您，让您来交接，我可没想有着靠您来对抗整个国家，来灭下这并不存在的什么遗留物。”王峥心想，反正东西都在自己的储物空间，他们又没办法来自己脑子里检查。于是，在王峥不断的劝说下，楚天行眼里的怒火渐渐消退了，身上的电芒也慢慢消散在了空气之中。这时，有一位穿着便装的老者开口说道：“一把年纪了，还是这么冲动暴躁，还没一个16岁的小孩子懂事。”眼看着楚天行又要发飙，王峥连忙转身对着老者说道：“我们家校长脾气比较暴躁，平时就没少电我，他这是太关心我了，您几位多多包涵。”紧接着话锋一转：“不过确实也是，戒指可以给你们检查，但是话得说清楚了，我来参加这训练营，无缘无故的被这黑雾攻击，不但没有得到主办方该给的道歉和补偿，还被要求搜查储物戒，我现在也是一头雾水，委屈得很。我觉得最起码要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吧。”便装老者哈哈大笑道：“你倒是个有趣机灵的，行，我可以给你满意的解释。你想要问什么就问，但是我不保证都会回答你。很多时候，年龄确实是最好的保护色。”王峥眼珠子转了转，笑嘻嘻地问道：“您怎么称呼呀？别到时候跟您谈好了，其他人不承认。”便装老者笑着说道：“我叫唐国安，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头，不过说的话也有几分重量，我想在座的诸位也都会给我这个面子。看来这老头就是这次事件的主事人了。”王峥心里想到，那我就放心大胆地问了，似乎大家对池伯飞的异常都有所预料了，那是不是意味着他早就进入了国家关注的视线？他说的重生、世界末日、天魔降临是不是真的？唐国安调侃道：“你不是说你不在乎吗？”看到王峥尴尬地挠了挠头，又紧接着说道：“很早之前，他的母亲就上报过他说的这些信息了，我们也确实一直有关注他。至于他说的末日，我们是持怀疑态度的，具体原因就不能透露了。”王峥紧接着问道：“那他身体里飞出来的天魔呢？看来你自己也判断出来不少东西呢。对，今天攻击你的确实是天魔，这是一种有智慧的新物种，目前我们对它知之甚少，而且根据目前的发现，只有元素系的觉醒者才能对他们造成伤害，你的圣光术姑且也算是一种吧。这天魔是人类大敌，不过这并不是蓝星的本土生物，目前数量很少，而且它是气态的身体，一旦死亡就会直接消散，所以我们才会对它的遗留物有这么高的需求。关于天魔，你的校长也有一定的了解，你可以问他。”行，那我没有疑问了，我会配合一切调查的。现在我们再聊聊关于我被天魔袭击，主办方该怎么补偿我吧。唐国安。回去的路上，王峥看着一脸怒气冲冲的楚天行，连竖大拇哥，不断的夸赞：“校长，您今天这演技是真到位，那满眼电芒、怒气勃发的表情，浑身电流环绕的逼人气势，还有最后那紫色电浆凝聚的长刀，真的是太逼真了。咱们爷俩今天这波配合打的是真默契。”这时的楚天行一脸迷茫的看着王峥，开口问道：“什么配合？”王峥无奈的捂住了脸，咱们这样牛逼的一个校长，除了对学生抠门肯花心思之外，其他完全是个铁憨憨。关于楚天行今天会议室里的这波操作，王峥想了5层，他以为自己想到了5层，而自己的校长作为表演的主角，不说想个10几层，起码要在7、8层吧。他是万万没想到，这妖牛逼的一尊大神，还真就一直赖在地下室不出来了。关于这次蝴蝶岛测试的中断，上面的安排很快就定了下来，重赛，但不是完全重赛。目前从岛上撤离的学员一共还有32人，20个小队。这20组学员按照现有的积分点数的多少，依次选择是否向前挑战，不可越级。挑战者可以选择是单人赛、双人赛或者是小组对战。
如果被挑战的小组人数不够，则不能选择双人或者小组对战。如果人数足够，则由被挑战者自由选择出战人员。王峥3人的金男小组一共获得金币4枚、银币153枚、铜币23枚，总积分828点，遥遥领先，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是帝都大学，3人小队齐全，总积分357点。排第三的是魔都交大，只有队长宗征1人，总积分310点。第四的电科大学，第五的东南大学。举个例子，如果第三的宗征想要挑战，就只能选择挑战帝都大学，因为只有他1人，所以只能选择单人赛，然后由帝都大学自由选择1人出战。等他们挑战结束后，确定好第2名，然后再由第2名决定是否要挑战第一的金南大学。如果宗征放弃挑战帝都大学，那么就由帝都直接选择是否挑战金南的3人组，因为2支小队人数都齐全，所以帝都大学可以选择任何一种赛制。当然，如果金南大学只剩下1人，那他们就只能选出1人来打单人赛。也就是说，王峥只需要等待其他19组学员一路挑战上来，确定好了第2名，然后再接受对方的挑战就可以了。而且，如果帝都大学给力的话，把所有挑战者都拦在身后，那不管最后帝都打金南是输还是赢，金南都稳坐第2，拿下10%的分配权。因为魔都大学弃权，排名靠后的学院想要拿第一，就要一路打到第3，然后挑战帝都大学，赢了之后才有资格来挑战金南。退1万步说，哪怕王峥他们真的大意输掉了，那他们也是稳坐第2，然后拿5%的药剂份额。所以虽然是重赛，但也不完全算重赛。之前在岛上的艰苦付出，还是让金南3人组在这场药剂分配的争夺中坐2望1。在听到了重赛的赛制后，楚天行的嘴巴已经笑到了耳朵根，在诸位大学校长面前狠狠地扬眉吐气了一把。众老头老太对他是又恨又怕，恨的是他没事就来嘚瑟，全然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怕的是真跟他闹急眼了，又打不过他。而之前获得的积分点数，除了给王峥3人带来了巨大的赛程优势之外，点数也可以兑换之前许清渊承诺的奖品：魂因果、丹阳果都是300点1枚，灵气结晶110枚。值得一提的是，王峥由于受到池伯飞的和天魔的袭击，虽然影像设备损坏了，但是却没有扣除100点积分点数。王峥自然是大呼幸运，他的设备是他自己踩坏的，而他本来也是做好被扣分的准备，没想到因为池伯飞的空间立场干扰了通讯，反而还因祸得福了。100点积分点数，这可是1枚灵气结晶了。王峥当即大手一挥，魂因果和丹阳果各换了1枚，增强体魄的丹阳果给了吴欢，楚小满则拿了增加精神力的魂因果。剩下的228点，王峥换了2枚灵气结晶和几瓶回灵气的回元药剂和加速修炼的聚灵药剂，统统自己收下了。楚天行看着王峥这么懂事，顿时更加开心了，豪迈的笑声环绕着整个训练场，久久未能散去。吴欢和楚小满自然是满脸感动，楚小满更是哥哥长哥哥短叫个不停。王峥看着自己储物戒里的昨天新获得的2枚灵果、3枚灵气结晶，心里没有半点的愧疚。当然，之前的他们狩猎收获的2枚灵气结晶，还有池伯飞身上搜出来的2枚，也都归王峥了。谁赚谁亏，还真不好说。随着训练场上的人员越来越多，比赛应该很快就要开始了。王峥看着楚天行嚣张的模样，立刻悄摸摸地躲到了一边，混进了东南大学的队伍，假装不认识他。太可怕了！他看到一众校长们看向楚天行的眼神里已经快冒火了。他可不想楚天行被这群老头老太敲黑棍的时候连累到自己。当王峥还在偷偷摸摸看戏的时候，灵统拍了一下王峥的肩膀：“第一名，你鬼鬼祟祟的到我们这边来干什么呢？”王峥被吓了一跳，没好气地回道：“你再敢阴阳怪气的跟我说话，我以后去东南堵你大门，你信不信？”“我信，我信还不行吗？哥，你是我亲哥，咱先把锤子收起来。”灵统看着王峥收起了比他人还粗的钢锤，羡慕地看向王峥的胸口。话说你这待遇可真不错，储物界都有，这可是小说话本里才有的宝贝。王峥不屑地撇撇嘴：“这可不是我的，我们校长借我的。而且我听我们校长说，你们校长也有一个，你可以去找他要，看他会不会借给你用。”灵统小心翼翼地瞄了一眼自己的校长，然后快速地收回目光，瞬间低头不再说话。他看到自家校长正满脸杀气地盯着楚天行，灵统可不敢在这时候触他的眉头。王峥毫不在意，用肩膀撞了撞他：“哎，你说我们2家校长年轻时有没有点故事？你看这老两口的模样，啧，我好像听说你们校长一直都没成家，是不是真的？”灵统已经要疯了，他没想到王峥这个王八蛋这么有种，甚至敢编排自己的校长。瞬间扭头就走。玉云也听到了王峥的胡言乱语，顿时也是吓得花容失色。仔细看他跑路的速度，甚至比灵统还要快。转眼间身边就没人了，王峥拦都没拦住。他这时候还在等着看戏呢，嘴上还在嘀嘀咕咕说个不停。怕成这样，跑得这么快，我还想问问小灵统比赛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呢？就在这时，王峥觉得后脖梗一冷，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了心头。怎么用最温和的声音让人感受到无边的寒意？王峥现在就感受到了。王峥，你们金南的楚校长可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有没有兴趣来我们东南大学？反正都在金南，离得也不远，而且我跟你妈也熟。王峥顿时感到浑身僵硬，仿佛40点的体质都不能让他的心里漾起丝毫暖意。机械式的转头，只看见刚刚还在远处的老太太，现在已经满脸笑容的出现在了自己的背后。王峥有心想说不去，但是他害怕一旦这句话说出口，自己可能就要原地去世了。危机，这次才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大危机。没办法，既然被听到了，也就只能蒙混过关了。奥秘，16岁天真无邪的青春纯情少年。好呀好呀，我在家里就常听我妈提起您，她总说您温柔和蔼，平易近人。不过楚校长给了我100颗灵气结晶做奖励，我去东南也能有吗？汤玉英顿时气得咬牙切齿，就这个老抠门能给你100灵气结晶？你当我是傻子吗？还有，如果你妈真的对你说起我来，那肯定也不会是什么好话。他的话音未落，王峥就只觉得全身僵硬，再也不能动弹，甚至连转动眼珠都做不到了。呼，
汤玉英长舒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京南大学就没一个好东西，现在舒服多了。”然后身形一闪，慢悠悠地飘回了训练场的高台之上。看着自己校长飘然而去，王峥则是被自家校长定在原地。林统和玉云这才敢回头看了一眼，大呼侥幸，算是逃过了一劫。林统还在心中暗骂一句：“活该。”而此时被困在原地不能动弹的王峥，反而没有之前难受了。因为昨天在谈拢了赔偿问题之后，几开就检查了王峥的储物戒指，里面除了2柄大锤和一些衣服食物外，就只有一些比赛硬币和4枚灵气结晶了。自然是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发现，毕竟那枚漆黑的结晶在王峥自己的储物空间里摆着呢。然后几开提议再让王峥做个检测，说是怕天魔有可能没有被完全消灭干净。无奈之下，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灵气值上限，王峥只能含泪升了1级立体双 A， 花了400点灵气上限。看着数据面板里的灵气值399，王峥一咬牙又花费了40点上限，把敏捷升了2点。即使这样，高达359点灵气值还是引得众人频频侧目，也有人暗道可惜。事后，王峥也问过楚天行，唐国安是华夏数一数二的大佬，这次能亲自过来，可见对这次蝴蝶岛事件相当的重视了。而天魔，楚天行了解的也不多，并且也没有实际见过，只是之前有次开会说过关于天魔的话题，介绍过天魔诡异的攻击方式、对人类危害以及弱点，其他的倒是没有过多的透露。现在再看王峥的详细数据，体力值400-400，灵气值360，体质40，力量48左元括号16+32右元括号，智力29+，精神29+，敏捷29+，基础功能扫描、储物、荆棘之心加，在被一次攻击命中后，对攻击者造成此次攻击30%的反射伤害，并且附加额外体力值3%的属性伤害。立体双 A 加，额外增加体质80%的力量值。圣光束加，对目标释放，少量恢复目标生命力，恢复10点正10%智力的生命值。因为强行提升了2点敏捷，导致今天一整天王峥都还有些不太适应，所以虽然身体不能动弹，但是却比之前束手束脚的感觉要好上许多。王峥人被定在原地，思维却不受到影响，他没有急于想办法挣脱，心里反而想到，要不是因为身体状态不对，自己也不可能如此作死，口无遮拦之下说出这样的话，而且还被编排的正主逮个正着，这锅记开的背上。一想到这里，王峥就恨得咬牙切齿，心中默默给几开记上了一笔。对了，还有东南大学校长也欠我100颗灵气结晶，这些账目他心里记得一清二楚，想着总有一天自己是能够收回来的。直到半个小时之后，王峥才慢慢的恢复行动能力，看着一直在身前嘲笑自己做着鬼脸的楚小满，王峥直接使出一发美牙秘术，钻头攻击，疼得楚小满哇哇大叫，大呼救命。吴欢只是在一旁围观两人打闹，并未上前参与，但也没眼带笑，不似之前一般冷清了。等两人玩闹一番后，王峥惊讶地活动着身体，发现自己已经完全适应了提升敏捷带来的不适。他有点想去问问现在转学去东南大学还来不来得及，也不知道楚老头会不会这一手，找个时间得问问他。王峥一边心里胡思乱想，一边看着排名靠后的几所学校飞快地放弃了挑战，也许过不了一会就要上场了。比赛在王峥罚站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一共也就20组人，其中大部分也不会去追求名次，因为帝都大学不参与药剂分配，也就是说只要争取到第4名就有额外的药剂份额。王峥估计也就前8名才有机会争一争，排名靠后本来就代表实力较差，就算真的是运气不好，没有遇到那么多的异兽，那也没辙。不能跨级挑战就代表只能一级级的向上挑战，从后面一路挑战过来也是要消耗灵气和体力的，又不是所有人都是王峥这样的变态。而且本来就是重赛，一切从简，今天就要比完，并没有太多时间让人去休息和恢复。结果也跟王峥预料的一样，一直到积分点数排名第6的金乡大学才开始向第5的东南大学挑战。金乡大学只剩下1人，自然也只能选择单挑了。这名学员王峥有印象，叫玉侃，力量特长的觉醒者。而东南大学迎战的竟然不是29点精神的灵统，反倒是精神敏捷特长的女生玉云。王峥远远地朝着灵统比了根中指，在汤玉英的目光扫过来之前，赶紧收回，装出一副乖宝宝的模样。而灵统绰号小灵通，自然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主。他看到了王峥的鄙视，心里则是委屈的不行，毕竟他的校长和王峥他谁都不敢得罪，甚至连玉云他都不是对手。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玉侃、玉云两人便站到了一起。玉这个姓氏可不常见，也不知道这两人有没有什么亲戚关系。而且既然玉云能在单挑赛代替灵统上场，那就说明他的实力肯定比灵统强，最起码单挑更强，这才是王峥鄙视灵统的原因。正在王峥胡思乱想的时候，楚天行一巴掌拍在王峥背上，笑呵呵地问道：“怎么样，有没有压力？能不能拿下第一？”“我有个屁的压力，你有没有压力才是真的。刚刚一直在外面吹牛，等会我上去就认输，我看你还有没有脸待在这。”王峥心里想的嚣张，嘴上却不敢这么放肆，脸上还装出一副龇牙咧嘴、被打疼了的表情。“我刚刚才被定住好久，还没活动开身体呢。校长，你这一巴掌把我给打伤了，我可能上不了场了。”楚天行愣了一下，自己真的有这么大力？定住好久是什么意思？还没等楚天行反应过来，王峥继续开口道：“如果要强行上场也不是不行，得加钱。”楚小满已经在捂着嘴偷笑了，吴欢也是不禁莞尔。楚天行这才反应过来，被这小子耍了哥我这儿玩碰瓷呢，眼睛里已经开始冒出电芒了。秘技电眼逼人。王峥一看这楚天行的模样，心里给自家校长乱取绰号，嘴巴上却立刻服软，转移话题，开始打起汤玉英的小报告。现在场上这个一直压着金乡大学男生打的玉云，他是东南大学的学员，我看东南这次对份额有些想法呢。刚刚他们校长把我用精神力定在这里定了半个小时，我眼睛都不能眨，到现在还流眼泪呢。楚小满现在已经摸透了王峥说胡话的性子，反倒是吴欢盯着王峥的眼睛看，仿佛是在看会不会真的流泪。楚天行的思绪瞬间被带偏，气得破口大骂：“汤玉英这臭婆娘，一辈子就只会耍这些上不了台面的小手段！我去找她。”原来东南大学的校长叫汤玉英，
小本本里可以把人名加上去了。看到楚天行怒气冲冲的走了，王峥在心里给自己点赞，一石二鸟，好耶！视角再转回赛场中央，眼看着玉侃已经支持不住了，他是超人系的觉醒者，异能是兽化，而且早就已经开启了异能，全身都被毛发覆盖，渐渐的看不出人形了，倒像是一只长毛野人。虽然看着十分威武霸气，行动也颇为迅速，手掌也变成了尖锐的兽爪，但是始终没办法对玉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玉云的反应很快，即使在无法闪避的时候，玉侃的动作也会受到精神力的影响，行动变慢，甚至操作变形。玉侃的兽化坚持了整整5分钟，玉云则躲闪了5分钟。他灵气消耗已经快透支了，渐渐的体能也开始降低，行动变得迟缓，最后连兽化的形态都无法维持了，然后就被玉云一脚踢出场地外，昏死过去。王峥能够看出来，这两人确实是实力差距有些大的，甚至连玉云的异能都没有逼出来。而玉云之所以选择消耗流的打法，肯定是在为后续挑战做打算。在裁判判决东南大学获胜后，主持人直接询问是否要继续挑战。玉云果然选择了单人赛挑战电科大。看着东南大学那边，汤玉英一脸的老神在，林统和玉云不断的在交代着什么，而玉云也是时不时的点头。王峥也不禁有些感兴趣，觉得这东南二人组也颇为有趣，男军师女武将。反观另一边的电科大，他们在这次蝴蝶岛测试中表现不错，一共2位学员，倒不是实力有多出众，而是运气着实不错。他们在水源处跟踪前来喝水的异兽，成功找到了一窝土猪的群落，等异兽出来觅食，一头头的猎杀，这才奠定了积分第4的基础。不然他们的校长也不会在撤离当天就急吼吼的要确定比赛的章程了。在玉云的等待下，电科大一位小个子学员面色阴沉的走了出来。王峥随意的扫了一眼，又是个没印象的，估计电科大应该是记了。果然不出预料，在玉云火力全开的猛攻之下，仅仅坚持了2分钟，小个子就被一拳打在太阳穴，当场晕死过去。电子科技大学成兵失去意识，东南大学玉云获胜。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正式宣告电科大就此退出了对药剂份额的争夺。听到裁判宣判后，玉云径直走出了训练场，回到了自家阵营中，看样子是放弃挑战了。东南大学有东西的呀，打到第4就不打了，目标明确，就是争取这3%的药剂份额。比赛流程快得吓人，因为没有继续挑战，紧接着就是排名第3的魔都交大，他们小组仅剩队长宗征一人。王峥对这人有印象，力量体质双29的猛人。还没等主持人询问，宗征直接翻身上场，手中一杆大枪直指帝都大学，看来也是不需要有过多的言语了。再看帝都大学，杜蔼、傅秋两人为了争取上场名额，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陆悠悠则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站在一边，对于两人争执甚至无语的翻了个白眼。帝都大学不参与分配，他们的校长也没有来到现场，带队老师也只是站在陆悠悠身后，对两人的争执并不在意。最后两人猜拳，傅秋小胜一筹，然后便一手刀一手盾，带着一脸的得意上场了。王峥则是大声为傅秋应援，帝都大学的加油啊，你可不能输，输了不但丢了第一大学的面子，你的同伴也要笑话你的。听到王峥的话语，傅秋不屑的一笑，手中长刀直指王峥，大声回应道，你在上面好好等着，等我收拾了这不知死活长枪哥，再来找你拿回帝都大学第1的排名。王峥并不在意傅秋的挑衅，反而更加兴奋了，我等着你的挑战，加油，千万不能输啊。再看帝都大学的休息区，杜蔼被王峥戳穿了心事，顿时一副恼羞成怒的模样，心中记恨上了王峥，眼神中闪过一丝恶毒。因为在刚刚傅秋上场时，他确实想着最好傅秋还是不要赢比较好。而陆悠悠也转头看向王峥，一双美目里光彩熠熠，不知道在暗自盘算着什么。众人看到王峥在为帝都大学加油，也是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等到想通了其中的关键，这才明白这小子没安好心。不过傅秋的自信和王峥的加油应援并没有起到什么好的效果，打不过就是打不过，仅仅交手几个回合，傅秋的身上就多了好几个窟窿，不停的往外冒着鲜血，手里的短刀已经丢到了一边，双手死死的握住盾牌，剧烈的喘着粗气。好在宗征也没有继续抢攻，反而看向帝都大学的带队老师，这老师看着场上的情景，也果断的认输，拎着傅秋下场治疗去了。王峥看着傅秋浑身是血的被拎了下去，暗自叹了一口气，到底是劳碌命啊，想偷回懒都不行。随即一柄大锤凭空出现，砸向了空旷的场地中央。人未到，锤先至，100来斤的钢锤直接在空旷的场地中砸出一个大坑。随后王峥双脚发力，反蹬地面，只几个起落，便到了场地中央，用无声的行动来代表自己应战的决心。等王峥站到了宗征对面，心里也有些后悔，自己的上场方式这么装逼，万一对方没想挑战怎么办？这怕是直接就成为人生黑历史了。众目睽睽之下，恐怕直接成社死名场面了。王峥看着一脸严肃的宗征，小心翼翼地问道：“你要挑战吗？”这宗征身高9尺，面容甚伟，虎背熊腰，气宇轩昂，手握一把钢枪，枪长8尺2寸，梭形枪头，锐利异常，枪杆为特殊合金所制，抖动时枪头颤抖不停，使人难以捉摸枪尖的戳处，端是一副绝世猛将的模样。王峥见宗征不答，又问道：“还是你需要休息会？”王峥在观察宗征，宗征也是在默默观察着面前的王峥。只见这王峥面容坚毅，剑眉星目，185左右的身高，体型匀称，怎么看怎么平平无奇，完全是一副普通人的模样。再看他手中2把大锤，宗征眼神猛地一缩，只觉得王峥的力量远在自己之上。宗征顿时面色凝重，他早就从自家校长处得知了王峥的特点，虽然是医疗系的觉醒者，但是一身蛮力大的吓人。但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他宗征一手大枪耍的是虎虎生威，自然也是眼高于顶，不服于人的。他自认也算是有一把子力气，在同龄人中也是天之骄子，打遍同阶无敌手的存在。今天碰到王峥这样的猛人，自然也是热血上涌。听到王峥问他要不要休息，只觉得这王峥狂妄自大，简直欺人太甚，顿时大喊一声：“战！”宗征，魔都交大，请赐教。王峥一看对方终于应战，也是丝毫不弱于人。
王征，荆南大学，请赐教。一个叫字还未出口，便一手飞锤砸出，人随锤动，暴冲而去。宗征见到王征出手丝毫不怵，抖枪挑开飞来的大锤，随后又持枪挡住王征藏在身后的又一击。他虽然心里已经早有准备，但还是被王征这两锤震得手掌发麻，差点没办法握紧手中的钢枪，心里暗骂变态。看来从一开始就必须使出全力了，速战速决。一念至此，宗征暴喝一声，一枪扫开王征，随后长枪往地上一扎，调动全身的灵气，发动了异能。王征随手捡起被挑飞的钢锤，看着眼前的宗征，他现在全身被暗红色的气焰包裹，仿佛有无数暗红色的细小闪电穿梭其中，心里暗自想到，幸亏这小子是个寸头，没长尾巴，不然我还真以为是超级赛亚人呢，这是暴气了。虽然心里吐槽，但是却没有半分小觑。王征趁他暴气的功夫，一记飞锤砸出，但是飞锤像是砸上了一块弹性十足的塑胶，反而被弹飞了回来。王征一把将飞回大锤捞在手中，小心戒备了起来。而这时的高台之上观战的诸位校长也纷纷发起了赞叹，称赞这两人应当是这一届当之无愧的单挑最强了。楚天行也是对着魔都交大的校长赞叹不已，你们学校收了个好苗子，这宗征应该很快就要地级了吧？这一手枪术也是异常熟练，好好培养，毕业前不是没可能冲击 B 级的。花花轿子人人抬，魔都交大的校长也是商业互吹了起来，还是老楚你运气好啊，收了力者的儿子，这一手天生神力配合上自给自足的治疗，不说同阶无敌，就算是跨等级挑战也不是难事啊，哈哈哈。说罢，两人同时哈哈大笑了起来。而身旁的众人看着这两位已经开始相互吹捧起来了，纷纷背过身去，不想再看见这两个无耻的混蛋。王征等了半晌，宗征的气状态终于结束了，环绕周身的气焰已经消失不见，但是他原本就2米出头的身高更是猛蹿一大截，浑身肌肉块块隆起，似乎要把衣服撑爆。近1米9的钢枪在他手里似乎轻巧无比，挥舞起来带动着呼啸的破空之声，看起来凶猛绝伦。王征已经和面前爆发小宇宙的宗征交起手来，枪锤相撞之下带起一串的火花，宗征暴气之后的力量和反应能力都有所提升。王征猜测他这应该也是个增加身体素质的被动异能，而他手里的钢枪似乎也不简单，即使王征沉重的大锤砸上，枪杆也只是弯不折，端势韧性十足。宗征一把长枪舞得虎虎生风，拦、拿、扎、刺、搭、缠、圈、扑、点，波军是信手拈来，防的是滴水不漏，抽空还能给王征来上一记。王征惊讶于宗征的力量和枪法，而宗征心里则更是感叹王征的天生神力。要知道他在开启异能之后，除了可以提升反应速度之外，最少还能增加1半的力量，他本身就力气大，开启异能之后，在同阶之中更是没有一合之敌。没想到即使是这样，力气比起王征来，似乎还是有所不如。王征也是十分兴奋，终于能够遇到一个同阶之中力量不落下风的对手了，索性放开了打，爆发出12分的力气，2把钢锤左右开弓，不知疲倦地砸向宗征。宗征现在是有苦难言，向来都是他以力压人，没想到今天却被王征给压制了。他也有心想要反扑，但是王征一锤一锤不断砸来，完全没有停顿，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逼得他只能被动防守。他心知王征的力气比他更大，一味的防守必然无法取得胜利，而且他的异能也没办法长时间的维持。这场比试他想要赢的话，就只能利用自己的枪法不停的抢攻来抓住获胜的机会。于是宗征把心一横，借助王征挥锤砸击之力，迅速后退，想先拉开距离，然后再寻求反攻的时机。但王征哪里会给他喘息的机会，拎起锤子挠身而上，一手王八锤看得人胆颤心惊，即使挥空砸在地面，也能顺势上捞，逼得宗征疲于应对。宗征故技重施，想要拉开距离，但这次王征身子猛地下沉，双腿用力反蹬地面，随后高高跃起，反攻着身子，用尽全身的力气，2把大锤自上而下，带着剧烈的呼啸声砸了下来。围观者中有人嘲讽道：“莽夫就是莽夫，就只凭着一把子力气压人，全无章法，跳这么高有什么用？别人早就闪开了，还白白在空中给人当成靶子。”话也不能这么说，这宗征一手枪法已经大成了，这么长一把钢枪如臂使指，防守的密不透风，根本没有办法破防啊！我看也只能打消耗了，看他们谁先撑不住吧。毕竟这么激烈的搏斗，对灵气和体能的要求都太高了。你们只看到了王征的距离，却没看到宗征似乎也是不落下风啊。这时杜哀也跟着嘲讽道：“不过如此，也只能凭着力气大，杀杀没有智慧的异兽了，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获得了这么多积分点数，还排到我们京都大学前面去了。而且这宗征也就这样，都怪傅秋这个废物，要是刚刚让我上，我们早就排第一结束了。”高台之上，就连楚天行也是面露难色。王征优势是力气大，耐力足，可以自己恢复，但是毕竟没有系统的学过武器，而且锤子偏笨重，很能直接打中宗征。反观宗征，力气也不小，一手长枪看得出来，应该是从小练到大的，脚步有序，防守稳健。王征的确没多大的优势，在场的众人都是这种想法，就连楚小满和吴欢都开始为王征担心起来。只不过他们似乎是忘记了，王征的身份只是一名治疗系的觉醒者，而且也忽略了王征的战斗智商。虽然一直以来王征都表现得大大咧咧的，扛着2把大锤一顿乱舞，战斗时也经常选择以伤换伤的打法，十足的莽夫样。但是这些表象都只是王征刻意表现出来的，而他也成功的让所有人都对他产生了轻视的想法。只见王征从天而降的一锤勇猛无比，喷薄而出的灵气覆盖在钢锤之上，在阳光的照射下炫目无比，银白色的光芒遮天蔽日，周身的空间漾起一圈波纹，仿佛这一锤要把空间都给锤开。宗征看到王征高高跃起，下意识地认为这是机会，准备在他下落之时避开他的落点，绕后一波，趁着王征就力已尽心力，未生之际出枪攻击，然后一举拿下比赛。还未等宗征欣喜之意浮上心头，却发现自己浑身一僵，大腿处竟然崩开了一道口子，鲜血瞬间就流了出来。这时再想躲避已成了痴人说梦。
这场比赛哪有什么头脑发热的莽夫，王峥的每一次进攻选择都是他精心安排的计划，都是他布下的局。从宗征第二次甩枪后退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要硬挨上王峥这蛮横无比的一锤了，也注定了魔都交大的拿不走这10%的药剂分配份额。而宗征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从何时起就已经一步步进入了王峥的算计之中。这一锤他避无可避，只能举起自己手中的长枪硬接下这一击了。随着王峥的下落，仿佛一颗银白色的太阳从遥远的宇宙坠下了凡间，耀眼的荧光炸裂，刺得围观众人睁不开眼。也只有高台之上的几位大佬才看清了王峥的动作。只见王峥在刚要接触的一瞬间，右脚猛踩空气，随后整个人都硬生生的往上窜了一截，紧接着拧腰转身，手中的巨锤带动着他的身体在空中猛转动2圈，最后一锤朝着宗征的头顶狠狠的砸去。而宗征被王峥的虚晃一锤骗得不轻，还在奇怪为何没有感受到锤枪相交的冲击，心神松懈之下，手上的力道也不禁轻了几分。抬头望去，只见那钢锤已经近在咫尺，锤身之上的尖刺似乎已经刺破了他的皮肤。宗征顿时大惊失色，仓促之下只能再度提枪来挡。在锤枪相接的那一刻，一股强大的气流喷涌而出，就连场地边缘的几位学员都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衣服也被气流带动着的哗哗作响。轰！这时巨大的轰鸣声仿佛炸雷一般响起，刹那间，哪怕是站在高台之上观战的众人，仍然被这可怕的音浪给震得耳根发麻。训练场周围的学员们则更是不堪，整片场地都被两人交手的巨大力量震得一阵晃动，甚至有人一时间没能站稳，一屁股坐到地上。再一看训练场的中央，一个直径约10米的圆形大坑，足足有半人多深，可见这一锤有多么巨大的力量。而此刻的宗征单膝跪地，口吐鲜血，浑身爆裂出数不清的伤口，两只手臂更是无力地耷拉在两侧，还在不停地颤抖，鲜血顺着手臂流淌下，已经聚起了一个小坑。他现在只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才没有倒地，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在他的身侧，一把钢枪已经弯成了 U 型，眼看着是废了。王峥则是一脸的无所谓，一把大锤随意地扛在肩上，另一把则是继续指着宗征。他虽然手下留情了，但是裁判又没判决，他也不会掉以轻心。场边观战的众人都已经被惊呆了，既惊讶于王峥的蛮力，又十分不解宗征的应战选择。两个莽夫这样的攻势不选择躲避，反而非要硬接，很难想象这样没有技术含量的对局，竟然是此次比赛的决赛了。杜蔼则更是不屑了，一边奚落着傅秋，一边不忘贬低王峥和宗征，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形象。这两人就是战斗智商，哪一个能是我的对手？我只要拉开距离，用火球溜他们就行了。要不是傅秋这个废物，我们帝都大学早就问鼎了，哪里还需要像现在这样拿个第3，留在这里被人耻笑。傅秋这时已经受到治疗醒了过来，听到杜蔼的奚落，顿时忍不住反击了起来。你溜你妈溜，就你这逼样，人家一瞬间就晋升了，你跑得过他们再说吧，你才是个废物。杜蔼看着傅秋输了，还敢在这里大言不惭，顿时又和他对骂了起来。陆悠悠心里明白，自己的这两个队友都是冲着自己的身份才来巴结自己的，虽然他很享受这样被人追捧的感觉，但是杜蔼一直在这跟个怨妇一样念念叨叨的，他也觉得烦。于是甜甜的开口道，我也觉得杜哥哥更加厉害呢，要不我等会帮你去约王峥再打一场。杜蔼心中暗骂陆悠悠这个贱人心肠歹毒，但是脸上却不能表现出来，十分洒脱的一挥手，哼，就怕他不敢接。陆悠悠看出杜蔼外强中干的模样，心里也是鄙视的不行，瞬间没了跟他说话的兴趣。而所有围观的人中，也只有几位校长级别的高手敏锐地捕捉到了宗征腿上突然出现的伤口，随后仿佛又想到了什么，都是摇头叹息，只觉得王峥这孩子实在太可惜了。他有着如此卓越的战斗天赋，对实际战局的把握也是极为精准，但却又偏偏继承了王胜荣的力量。不过要是没有这样的力量，他现在也达不到如此的高度，只能说一斟一酌之下，自有天命定数了。一旁的裁判似乎也被震惊了，直到现在才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哨声刚刚响起，就有医疗人员冲进场地，直接开始对着宗征治疗了。王峥听到哨响，立刻笑嘻嘻地收起指着宗征的大锤，捡起了地上的钢枪，随手掂了掂，嚯，还真不轻，估计也能有个8、90斤了。随后握住钢枪的两端，双手发力把它给掰直了，看他的表情十分轻松，似乎也没花多大力气，这让还在围观的众人心里直骂变态。王峥轻轻地抖了抖这钢枪，发现枪杆已经完全不能抖动了，失去了韧性，随即明白这枪是真的废了，便随手往地上一插。楚小满看到王峥真的赢了，兴奋的又蹦又跳，朝着王峥冲了过来，突然看到王峥腿上的伤口还在流血，手中凝聚出一团水球，想要给王峥治疗。这倒不是周围的治疗师不专业，而是王峥自己一副没事人的模样，大家都没觉得他有受伤，而且他自己也是治疗系的觉醒者，所以就把他忽略掉了。王峥则是在考虑要不要把这把钢枪收起来，虽然看着已经是没用了，但是不知道卖给楚老头能不能换一对 A 级的锤子，以他现在的力量，已经觉得这一对 C 级的钢锤有点太轻了。我先收着，如果魔都交大的人来找我要，我就还给他们，不来就算了，自己留着。心里打定主意，立刻把钢枪收了起来。楚小满也被王峥的骚操作秀了一脸，差点没刹住车，手中凝聚的水团也瞬间散了开来，溅了一地。王峥不解看着楚小满，不知道他在发什么神经，看到他又凝聚了一团灵水，敷到了自己腿上的伤口处，这才想起来，原来自己也受伤了。偷偷看了眼数据面板里395点体力值，立刻恢复到400。王峥有些无语，他刚刚都没有感觉到自己身上还有伤呢，不然早就丢圣光束了，哪里还轮得到楚小满从场外跑过来给他治疗？肯定是体质越来越高之后，连痛觉都减轻了不少。看来以后还是要谨慎，不能麻痹大意，毕竟还是掉了5点体力值的。随着王峥缓步走下训练场，楚小满的室友玉云和月怡都围了过来，恭喜他。之前在岛上遇到的江浙大学的王航和裘路也走了过来，恭喜王峥。当然，林童也跟了过来，虽然他并不愿意，他只是迫于王峥的淫威，本来想偷偷溜走的，但是看到玉云都已经向着京南大学几人走去，他不敢不来。
王峥嘴上谦虚说着侥幸，心里却是十分得意。这次训练营已经完美结束了，不说已经到手了的储物戒，还拿了2枚灵果回去，可以给老爸老妈，而且还获得了7枚灵气结晶，最重要的是还有1枚天魔留下的结晶。回去以后又是一波巨大的提升，虽然不知道自己的灵气上限为什么会卡在799点，但是按照以往的经验，等剩余的智力、精神、敏捷都提升到30之后，应该就会解锁了。C 级觉醒者的标准值是1000点灵气，之前每次获得新的异能都是按照异能等级的100点、300点、500点来计算的，而且在此之前也就卡过一次499点。王峥并不认为这次是数据面板的计算规则和等级体系不同了，这次全5维属性超过30点之后，大概率不会有新的异能出现，但是这并不符合他一直以来观测到的数据。根据王峥长期扫描其他人总结出来的经验，普通人的5维属性都在10以下，平均5点左右。F 级觉醒者特长属性在10至20之间，代表人物是金南一中刚觉醒的同学们。E 级觉醒者特长属性在20-30，训练营的众多学员都在这个档次。D 级觉醒者特长属性在30-40，博越拳馆的教练屈豪就是力量31点。B 级觉醒者特长属性在50-60，大巴车上扫描过的教官就是在这个区间。值得一提的是，自己的老爹王胜荣也是力量值58点，如果不看灵气值的话，应该也是属于这个档次。A 级觉醒者特长属性在60以上，自己老妈李亮就是精神属性66点。至于楚天行，那是灵气值超过2万点以上的大佬了，而且按照现在国家公布的异能等级，楚天行同样算是 A 级觉醒者。这个等级的觉醒者王峥就见过训练营的这些校长们，而且有之前扫描楚天行的经历在，他也没敢扫描这些大佬，所以目前样本太少，不做参考依据。如果按照王峥的猜测来看，每10点属性代表着一个异能等级的话，王峥全属性突破30之后解锁的应该是999点的关卡，对应着 C 级觉醒者的上限。但是现在在799点就卡住了，王峥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可能灵气到999点之后还会卡一波，不过这个也只能等到加点的时候再看了。异能等级的前几级差距都不算太过明显，但是一旦到达 C 级之后，同级别的觉醒者之间灵气值差距也是天差地别，比如1000点上限和1999点都算作是 C 级觉醒者。这个差距等级越高，区别越大，最典型的就是李亮和楚天行差了近3倍。而且别看许多人前期进展迅速，但是到了后期，动辄好几年才能提升一个等级。大学毕业前能够达到 C 级的觉醒者寥寥无几，有些自然觉醒的天才，如果在大学期间不努力的话，都不一定能够突破1000点的灵气上限。就在王峥考虑着这次该怎么提升自己的属性之时，陆悠悠也带着杜威、傅秋2人走了过来。还没靠近陆悠悠就开口说道：“王峥哥哥，你好厉害！我看这次训练营的第一你是拿的实至名归呢，真是恭喜你了！难怪你们小组2个小妹妹都对你死心塌地的呢，就连人家都有点心动了呢。”王峥看着他身后2个傻子，眼睛里的敌意已经隐藏不住了，哪里还能不明白他的意思？于是淡淡的开口说道：“跟你套近乎呢你，咱俩指不定谁大呢，喊谁哥哥呢？”陆悠悠眼里的怒色一闪而过，紧接着看了看自己饱满的胸口，轻掩着嘴笑道：“哎呀，讨厌！难道你是想喊我姐姐吗？也不是不可以了，你让我看看我们俩谁更大呢？”说话间抬手就要来摸王峥的胸，王峥迅速后退一步，从空间中掏出大锤：“嘿，我这小暴脾气，你跟谁俩呢？一天到晚骚了的，再不带着你的狗腿子滚蛋，信不信我现在就捶你？”听到王峥骂他们是狗腿子，杜婉和傅秋再也坐不住了，做事就要往前冲，但是没有陆悠悠开口，他们也不敢先动手，连他们的带队老师脸色都不太好看，毕竟也是跟在陆悠悠身后的。王峥这话很明显把他也骂进去了，他现在只觉得这小子这张嘴是真的贱。看到对面有所动作，顿时四周的无关人员都退开了，只剩下楚小满和吴欢手握直刀站在王峥身后给他助威。看着面前脸色阴晴不定的陆悠悠，王峥再次开口了：“别一天到晚搞这些没用的，觉醒者嘛，还是靠实力说话的，别以为你随身带个保镖就能吓得了谁了，也别说我欺负你们，有本事再打一场，我一个打你们3个都行，只要你不怕丢了你们大学的脸面，我是无所谓的，或者说直接生死斗。别忘了我们校长就在上面呢，但凡你们老师敢动一下，你们今天都得死着，就你们3个废物，我杀你们不会超过1分钟，不信就继续待在这里试试。”说完，王峥也不再管面前几人铁青脸色，直接开始读秒。3、2，瞬间，楚小满和吴欢也紧张起来，随时准备出手。看到王峥如此嚣张，陆悠悠脸色漆黑，本来还想放几句狠话，但是看着王峥眼神中透露出来的杀意，最后还是一言不发的转身走人。返回的路上，杜婉明显还是不服，叽叽喳喳的劝说着什么。陆悠悠终于忍受不住，回了一句：“嘴巴厉害有什么用？技不如人有什么好说的？有本事你现在回去跟他单挑。”杜婉被陆悠悠一顿训斥，顿时脸上再也挂不住了，但是他却不敢多嘴，只是低下了头，满脸的狰狞。王峥看着走远的几人，笑眯眯地拍了拍楚小满的头，嘴上夸赞着他们2人对自己的支持，暗自将帝都几人记在了心底。这时，远处传来一阵震天的轰鸣声，惊醒了正在暗自盘算中的王峥。等他抬头望去，只见到岛屿的另一侧，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无数的闪电、冰雹、火焰砸下，全然一副世界末日的景象。众人瞬间慌了神，不知道发生什么意外了。直到教官出现安抚众人情绪后，他们才知道原来是有几位校长们在岛屿的另一侧切磋。这一句切磋把王峥吓一跳，希望不是楚老头被打闷棍了。从王峥和宗征比赛结束之时，他们的训练营集训之旅就已经到此为止了。主办方以军事重地不宜久留为缘由，要求所有学员立刻离岛。因为校长们还在那边打得热闹，所以是教官们带领着他们上了轮渡。王峥心里暗骂主办方小气，最后一顿晚餐都不留，肯定是舍不得再拿异兽食材出来给人吃。昨天从蝴蝶倒下来后，一直到现在，食堂里都没有出现过异兽肉和之前的灵气蔬菜。王峥这边还在骂着主办方小气。这时，楚天行突然出现在3人面前，看着楚天行一脸肿胀的出现，
王峥三人都是吓了一跳。王峥回想了下，刚刚似乎也没有看到东南大学的校长唐玉英，顿时想清了前因后果，嘴上调笑着说道：“校长，你这是遇到什么情况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军事重地里还有人还敢袭击您，这还得了？我去帮你跟主办方汇报。”说完就作势欲走。楚天行一把拉住王峥：“哎，别去！唐玉英这个贱人就是看不得我风光，他联合几位校长骗我说要切磋，结果几个人围攻我一个。你小子别看我这样，他们4个人更惨。”说到这，楚老头得意起来了。王峥心里暗自佩服，老妈说楚天行是国内数得上的高手，这是很可能是真的。毕竟如果真的是按照他的说法，以一敌4，虽然只是切磋，别说只是受点轻伤，能保住命就不错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一晃过，随着沿海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很快众人就已经回到了魔都港口。等到王峥几人都下船后，相熟的几人也过来打招呼告别。众人也不需要再回魔都大学集合了，训练营在刚刚下船的那一刻已经彻底结束了。而且各所学校都有带队的老师和校长在，主办方自然也乐得省事，直接在港口就安排解散。各所学校都有人在港口等待了。像江浙、荆南这种离得近的，直接就坐车返回自家学校；帝都、西北、川蜀之类距离较远的，该去机场去机场，该转高铁的也去高铁站了。回荆南的路上有楚天行相伴，自然是一路无事。王峥也顺势问过楚老头，知不知道帝都大学的陆悠悠有什么背景？楚老头倒是不甚在意，只说是帝都大学超人系院长的女儿。大学里按照异能觉醒的种类，一般分为4个学系，分别是元素系、超人系、治疗系和精神力系。因为目前觉醒者的属性以超人系居多，所以超人系下面针对不同的能力又细分了许多其他的分院。而陆悠悠的父亲就是帝都大学超人系的院长。帝都跟我还真是犯冲呢，先有段家段正凯，现在又有了陆家陆悠悠，我这要真去了帝都大学，还不得把所有人得罪个遍。王峥默默地为自己选择留在荆南竖了个大拇指。不知不觉又是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当熟悉的荆南大学校门映入眼帘，天色也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下车后，楚天行又叮嘱了一遍王峥，让他记得去检查身体。王峥点头应下后，几人便分道扬镳了。楚小满跟着楚天行和曲剑双回了学校，吴欢则早在之前就下了车。他是因为参加训练营才提前来学校报道的，现在训练营结束了，距离开学还有10天的时间，所以直接转车直接回了海港。王峥则是自己一个人坐地铁回家了。看着小区门口依旧平静的景色，王峥笑着和门卫赵叔打了个招呼，就径直回家了。历时20天的训练营终于结束了，回到家之后的王峥是一身轻松。王胜荣依旧是在厨房里忙碌着，看到王峥回来也没有过多的询问，只是让王峥多休息一会，等李亮回来了一起吃饭。看着王胜荣忙碌的模样，虽然嘴上什么都没有说，但还是会时不时的回头偷偷的观察着自己。王峥心里也是一阵感慨，前世的父亲也是这样，虽然对待自己比较严厉，但后来自己大学毕业后创业失败，这位严肃了一辈子的男人也是像现在这样木讷的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王峥走近后喊了声爸，然后用力拥了拥这位曾经的战士，倒是让王胜荣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了。王胜荣似乎有些害羞，随手打发走了王峥。等王峥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刚在床上躺了没一会，房门就被李亮一下子推开了。李亮一下子冲了进来，捧着王峥的脑袋就开始仔细观察，嘴里还急切地问道：“20多天了，过得还习惯吗？吃得好不好？会不会太辛苦了？有没有受伤？”王峥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妈，我只是去参加集训了，你就当是提前军训吧，除了地点不在荆南，其他的也没有多大差别。”王峥看着房门口探着脑袋观察的王胜荣，立刻从储物戒指里拿出2枚灵果。对了，这个是我这次拿第1获得的奖励，我听基地的研究员说，这个是可以增强体魄和精神力的。妈，你看看这对你们有没有效果，对老爸的伤有没有用？李亮听到王峥的话，再也忍不住了，眼泪瞬间就喷涌而出，想着自己以前对王峥关心的不够，才导致他有了精神方面的问题，现在儿子长大了，还会关心自己了，立刻哽咽着说道：“好儿子，妈妈用不上的，我已经是 A 级的能力者了，这样的灵果对我提升很有限的。”王胜荣也是大为感动，其实这个老实憨厚的男人一直颇为自责，在知道王峥的问题后，他把全部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头上，认为这些年是自己给王峥的压力太大了，抢着说道：“小峥啊，爸爸这么多年早就习惯了，而且你现在正是高速成长期，这些果子你更需要。”王峥是自家人知道自家事，这果子就算他吃了有效，也就是几十点灵气上限的事情，而且他现在5维属性处于一个不能提升的状态，他可不敢乱吃。但是这些天才地宝对于父亲王胜荣来说，很可能是恢复伤势的唯一方法了。他到现在还记得自家老爸的4维属性都不低，只有精神力低的可怜，只有5点，或许这家精神力的灵果会对他有效呢。看到父母拒绝，王峥立刻回道：“爸，你来试试我的力气，我自己可以感觉到，我吸收灵气结晶带来的灵气上限，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消耗，仿佛是被我的身体给完全吸收了，可以极大的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然后我的力量、精神力、体魄都会变强，所以我用不上的，我只要有灵气结晶就够了。”王胜荣将信将疑的捏了捏王峥伸过来的手掌，发现这小子确实没撒谎，这力气比起刚觉醒那会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顿时又开始不安起来，支支吾吾的，似乎在考虑怎么开口。王峥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想法，不过我对外说的，因为遗传了你的力量，应付过去了，您放心，我可以肯定是因为灵气导致的，因为我有一种体内灵气被我炼化的感觉，在那之后我才发现我的力量和体魄越来越强了，甚至精神力都有所提升，跟您没有关系的。李亮也用自己的精神力给王峥检查了一番，确定王峥的精神力也确实有增长之后，对王胜荣点了点头，然后开口说道：“就算是这样，明天也还是要跟我去一趟研究所，我再给你好好检查一遍。”王峥缓缓点了点头，王胜荣这才把2枚灵果一口吞了下去。王胜荣咂巴嘴，喃喃地说道：“好像没什么效果，就是感觉脑袋凉凉的，应该是作用不太明显。”王峥开启扫描观察了一番，老爸体质血量都没有变化，精神力倒是涨了2点，然后开口说道：“以后我肯定还能找到其他的天才地宝的，
总有一天可以让您恢复的。王胜荣有些惭愧，笑着摸了摸王峥的头，不用太上心我的事情，现在最主要的还是你自己。老爸已经看开了，这辈子只要你能健健康康的成长，比什么都重要，其他的就都随缘吧。王峥倒是一下子有些不太适应，不明白一向对自己严格的老爸在发什么疯，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来，该不是被2枚灵果感动坏了吧？等王胜荣彻底消化完2枚灵果，三人这才上了桌子，边吃边聊了起来。王峥大口的吃着异兽食材制作的美食，不停的夸赞，好久没吃到了老爸亲手做的美食了。训练营虽然都是灵气食材，但是口味绝对没有老爸做的好。王胜荣看到王峥吃得开心，不停的给王峥加菜，仿佛要把前10几年的愧疚都弥补到这一顿饭菜里。李亮也适时的开口问询训练营里的相关情况，王峥这才娓娓道来，跟自己的父母慢慢讲述训练营里发生的故事。那也就是说，那个池伯飞其实是被天魔附体了，他说的内容都是假的。李亮问道。我也不确定，唐国安他们并没有给我准确的答复。不过这个天魔，你们之前有了解过吗？王胜荣和李亮都是摇头。王峥这才后知后觉，关于这天魔的事情，仿佛已经涉及到了重大的机密，连李亮这样的身份都对此一无所知。王峥缓缓地从自己的储物空间里拿出那枚漆黑的结晶，望向自己的老妈。这个是我杀完天魔之后遗留下来结晶，而唐国安他们就是想要这个，我给藏起来了。我能感觉到这个和灵气结晶没有差别。明天去检查的时候，妈，你能不能顺便检测下这个玩意儿？这天魔来的诡异，他们也说的邪乎，等检查一遍之后，我再吸收也放心些。李亮和王胜荣都被王峥的大胆给惊到了，没想到他在那样的场面下还能不落破绽把东西带回来。看着李亮似乎要开口，王峥连忙抢先说道：妈，你可别劝我还回去啊，这东西来路不正，为了保下他来，楚校长差点直接跟唐国安他们动了手，要是现在再把这玩意送出去，不但害了我，也会害了楚校长的。而且天魔这么重要的事情连您都不知道，可见政府方面对我们隐瞒的事情就更多了。确定这个结晶没有危险之后，我也可以给您研究研究，毕竟我们多知道一些信息也不是坏处。见王峥说的坚决，又想到对自己儿子的亏欠，李亮也没有过多坚持，点头答应了下来。王胜荣倒是对此不甚在意，只是告诫王峥，储物界这样的特殊装备一定要保存好，不要随便在外面展示。王峥自然是点头答应下来。第二天一早，王峥就跟着李亮到了京南的灵气研究所，一番仔细的检查过后，当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李亮这才放下心来，把王峥送了出去。王峥把天魔遗留的黑色结晶留给李亮仔细检查之后，自己就返回了家中。在做足了准备之后，王峥拿出储物空间里的7枚灵气结晶，开始提升5维属性。先是吸收了2枚训练营主办方赔偿的结晶，灵气值从362点提升到了680点，然后拿出第3枚继续吸收，灵气上限涨到799点就卡住了。这枚结晶里面的灵气含量应该也是不多了，颜色已经从深蓝色变得快要透明了。王峥深吸一口气，直接把智力点到了30点。等待了半天，什么异常都没有发生。王峥暗骂一句，浪费感情。他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智力属性除了提升自己的治疗量之外还有什么其他作用，而且增加的治疗量对他体力值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后又加了一点精神，这次倒是有了明显的感觉，还是和之前一样，只觉得头清目明，并没有当时体质到30点之后的质变。但是在王峥集中注意力之后，他发现自己可以稍稍拨动自己的发梢了。一开始他还以为是错觉，直到桌子上纸张也在他的精神力触碰之下轻轻的晃动，王峥这才确信自己已经可以做到精神力外放，看来距离可以御空飞行也不远了。欣喜之下，最后再加敏捷，除了稍稍还有些不适应之外，同样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就在敏捷提升的一刹那，数据面板就开始变得模糊，开始出现波动。王峥知道这是有新的基础功能被解锁了，这基础功能是着实不错，又实用又不需要花费灵气上限来解锁。等到数据面板完全恢复，王峥仔细看去，体质和力量已经可以升级了，但是他却有些不太明白这次解锁的功能需要怎么使用。体力值400-400，灵气值360-360，体质40加，力量48加左圆括号16加32右圆括号，智力30加，精神30加，敏捷30加。基础功能扫描、储物、升级。王峥立刻对新功能产生了兴趣，仔细观察半天之后发现面板里并没有显示其他的说明，这破面板一如既往的坑爹，什么都需要自己摸索。王峥对着卧室里所有的物品都试了一遍，均没有效果，甚至连升级2个字体的字样都是灰色的，没办法使用。王峥一开始还以为这是给他强化武器，专属于的他来自天界的凯利，正所谓增幅穷3代，强化毁一生。但是直到他拿出自己的大锤，忍痛选择升级时，没想到还是无法使用。研究了半天都没有发现异常，因为暂时无法使用，王峥也只能先不管它了，继续开始考虑自己的属性加点方式。他目前的力量是48点左圆括号16加32右圆括号，先花了20点灵气上限把力量加到50点左圆括号18加32右圆括号，然后继续吸收灵气结晶，果然在999点时又卡住了。看着自己手里还剩下的2枚半灵气结晶，王峥突然有个骚想法，如果我现在直接把体质加到50点，那么力量就会变成58点左圆括号18加40右圆括号。但是如果先不加体质，反而把智力、精神、敏捷都加到40点的话，3种属性混着加，既能测试999的上限是否需要全40属性才能解锁，也能在5维属性全40之后把属性的上限解锁到60点，那么就可以花费180点灵气，直接把力量先加到60点左圆括号28加32右圆括号点，然后再花费400点灵气上限把体质加到50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力量会直接突破上限，变成68点左圆括号28加40右圆括号，在仅仅多付出180点灵气上限的情况下，力量属性直接从58提升到68点。这波我称之为性价比最高。而且
全属性40点之后，很可能还会出现新的基础技能。至于升级技能，技能个屁！我王峥就是数值怪，我就是要用数值堆死所有人。68点力量属性是什么概念？楚天行高达22000的灵气上限，超出 A 级觉醒者最低标准17000点。他最高属性79点智力，其次是60点的精神和体质。而王峥的老妈李亮灵气上限8000点，多年的老牌 A 级觉醒者了，最高5位属性是精神，只有66点。如果按照王峥之前的推断，60点特长属性代表着 A 级觉醒者，那他的力量已经超出刚刚进入 A 级的力量型觉醒者8点之多。你们可能不知道58点力量到68点力量是什么概念，我们一般只会用2个字形容这种人，力怪。我经常说一句话，当年。一想到这里，王峥的心里已经起飞了。而且如果后续灵气值还有剩余，还能继续加体质的话，到时候再把体质也加到60点的上限，他的力量属性能直接突破到76点左元括号28加48右元括号，而这也不过就是再多500点灵气上限的事情。心中畅想着无限美好的未来，王峥恨不得现在立刻跑出去买一杯卡布奇诺。兴奋过后，王峥收起心中乱七八糟的想法，开始琢磨怎么加点。既然智力加了没有异常，那就先把智力加到35点。随着灵气上限的消耗，很顺利就把智力加了上来。看着身体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在那一瞬间，王峥差点就直接把智力直接点到40点了。后来想了想，怕太过浪费，还是忍住了。然后就是精神力，加到33点，就已经开始感觉脑袋有些发胀了，于是只能暂时放弃。至于敏捷，王峥犹豫了半天，还是只敢小心翼翼地加了一点，没敢再继续加，接着跑到客房锻炼去了。精神力过于充裕，王峥一时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可以消耗，总不能去背书吧。于是他想到一个笨办法，先适应敏捷提升带来的身体不适，开始疯狂的锻炼。等身体感觉疲惫之后，就开始给自己丢圣光束，然后用精神力来波动锻炼室里健身球。这样一方面可以锻炼灵气的运转速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耗过剩的精神力；另一方面则可以给自己恢复生命力，加速恢复疲劳，让自己可以更快的继续锻炼。正在王峥实践自己的天才想法时，他渐渐地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一道道的圣光束落在王峥的头上，只见他的目光开始涣散，眼神变得迷离。王峥低沉着嗓子，再也忍耐不住，发出一声舒爽至极的呻吟。他仿佛沐浴在温泉之中，浑身上下暖洋洋的，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又好像是喝醉酒了一般，头脑晕眩，身体酥软，最终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毯上。摔下来时，王峥的额头重重地磕在地面的哑铃上，这让他稍微清醒了一些。王峥迅速从储物空间里放出了自己的锤子，然后手臂对着锤刺就狠狠地划了过去。王峥第一次觉得自己的防御太高也不是什么好事，在王峥的蛮力下，也才被划出一道浅浅的口子，还没等血液流出，就只见伤口已经长出了新的皮肉，瞬间就恢复如初了。似乎是已经消耗掉了部分生命力，王峥的双眼开始渐渐恢复神采，但他却没有停下，不停用锤刺自残，直到自己完全恢复清醒。呼！王峥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暗地里有些后怕。他从未想过生命力太过充裕还会造成这样的效果。那是不是说等到以后圣光束等级高起来了，自己可以把这当成一个控制技能用？但是不对啊，从来没有听说过治疗系的异能会有这样的效果呀，也没听说过楚小满的治疗可以把人奶晕过去的。一想到这，王峥迅速起身，换了套清爽的衣服，就向着博悦拳馆跑去。爸，我去一趟博悦，不用等我吃饭了。说完，王峥就出门了。还是之前每天都要跑的路线，但是今天王峥却不敢加快脚步了，他至今还没能完全适应加了敏捷带来的身体不适呢。一路慢悠悠的晃到博悦拳击馆，前台小妹看到是王峥来了，也是十分热情，毕竟是跟自家老板有些关系的，而且实力又强，人长得又帅。王先生，好久没来了，今天还是约屈豪教练来练习吗？王峥笑嘻嘻的回道，今天不是锻炼来的，钱叔在吗？我找他有点事想请教。在的，在的，我给你通知一下，你直接过去就好。前台小妹也是甜甜的回道。王峥到了声谢，就径直上楼了。钱瑞博的办公室在4楼，在上楼时还碰到了丁远，打了招呼后就径直朝着4楼去了。等王峥推门进去，钱瑞博已经等候多时了。之所以要来博悦，是因为王峥认识的治疗系觉醒者里，钱瑞博的等级是最高的。第二是因为以王峥现在的实力，以后可能很少会来博悦了，而且马上也要开学了，可以自由利用的时间也不会太多，过来可以跟屈豪他们打个招呼。王峥刚喊了声钱叔，钱瑞博就笑嘻嘻的迎了上来。小峥啊，你可有段日子没来了？我听屈豪说你其实也是治疗系的觉醒者。王峥也是笑着回道，是啊，这不是来找钱叔叔您取经了吗？钱瑞博哈哈大笑，你小子嘴巴还是这么甜，你们京南大学里好老师还不是多的是，哪轮得到我？我这段时间没来，就是因为代表京南大学去参加了一个集训营，实力有了一点点小进步，但是现在还没有开学，我也找不到治疗系的老师，所以才想着来问问钱叔叔您。说吧，遇到什么问题了？王峥随手对着钱瑞博放了一道圣光束，然后说道，这个就是我的治疗系能力，主要是靠着提高生命力，起到快速恢复的作用。我记得您的甘露也是差不多的功能，通过恢复生命力来起到治疗的效果，对吗？钱瑞博点了点头，大部分的治疗系都是这个路子，不管是什么属性，只要是以治疗伤势为目的的能力，基本都是通过恢复生命力来实现治疗效果。生命力虽然是一个抽象化的概念，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粗暴的理解为细胞活力，这样说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王峥接着问道，那么人在完全正常没有受伤的条件下，如果我不断的给他治疗，会有什么效果呢？就像您说的，细胞活力无限增加，是不是可以带来别的效果？钱瑞博没想到王峥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来，立刻回复道，当然不可能了，人的体质是有上限的，如果你没有受伤，我给你治疗的话，那也只能算是普通的淋雨而已，人体会自动拒绝吸收的生命力的，并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效果。王峥听到钱瑞博的解释，一下子愣住了。看到王峥发愣，钱瑞博以为王峥没有理解，
顺势凝聚了一小团雨云，在王峥的面前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王峥下意识地伸手去接，才发现根本没有被圣光束照射到之后的那种生命力过剩的感觉。王峥这才回想起来，当时跟楚小满讨论能力的时候，自己把手伸进去他的灵水里，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异样的感觉。自己的圣光束似乎是不同的。不行，不能这么草率地下定结论，还得再测试下。在考虑清楚之后，王峥礼貌地跟钱瑞博告别，顺带跟楼下正在教学的屈豪和丁远都见了一面，说了句马上就要开学了，以后可能来的次数会比较少了之类的，寒暄了几句，迅速告别离去。看着王峥离开的背影，钱瑞博站在窗边喃喃自语道：“王胜荣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啊，这才多久，身上的灵气就已经这么强了，恐怕早就进入地级了吧。”王峥自然是不知道钱瑞博对自己的评价，为了尽快搞清楚自己能力的异常，他出门后直接给楚小满打了个电话，约着在学校国术馆见一面。在得到楚小满肯定的答复后，直接打着车就向京南大学去了。心里有事，仿佛时间都过得比较慢。好在司机师傅是老京南了，一路开得飞快，很快就到了京南大学门口。下车之后，王峥直奔国术馆。临近开学，学校里的学长学姐们也多了起来，远没有第一次来时的那么冷清了。走在学校的内部道路上，王峥自己倒是没有发现他的出现引起了诸多女学姐的注意。他一路赶着从家里出来，就随便套了个背心。匀称的身材，结实的肌肉，帅气的面孔，还有因为在思考而微微皱起的眉头，倒是引发了不小的骚动。王峥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径直朝着国术馆而去。等看着王峥拐进了通往国术馆的小路，一众学姐们才纷纷打探起这位帅气学弟的信息。既然是能随意进出国术馆，而且又是新面孔，那肯定就是今年的新学弟了。众女生也是兴奋不已，纷纷表示开学之后必拿下。等王峥进入国术馆之后，才发现空旷的房间里依旧只有楚小满一人在内。王峥随口问道：“小马，我看学校里人也不少了，怎么这边这么清静？是因为太偏僻了吗？”楚小满无奈地翻了个白眼，真应该带你去看看大训练场和比武场的状况。在京南大学能够完全自由练习的场地，哪里有偏僻一说？你要不是提前去，根本就没位置。这里没人是因为这是我爷爷私人的训练房。嚯，老楚够有排面的啊，还有自己的私人训练场，有什么故事没？王峥能听到楚老头的八卦，心里也是十分好奇，顿时嘴上没了把门的。楚小满看到王峥调侃自己的爷爷，嘴上笑得甜，心里更甜了，就等着一会去给爷爷告状。爷爷从小就是个孤儿，是以前京南的老校长收留了他，当然他也很努力，以非常优秀的高考成绩考进了京南大学。听说当时爷爷还是江南省的高考省状元，毕业后他就留校当老师了。当时是在灵气时代之前嘛，而这栋小楼就是老校长的住所，也是爷爷从小长大的地方。再然后就灵气爆发了，那时候爷爷就已经是京南大学的校长了，觉醒之后就把这里改建了一下，有事没事的也会回来这里看看或者独自训练。刚开始的时候偶尔还会有学生过来，后来时间久了，大家都知道这是爷爷小时候长大的地方，这里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渐渐的就没人再来打扰他了。这个传闻传到现在就变成了这是爷爷的私人训练场所，没有得到爷爷的认可，所有人都不能私自接近。王峥在听完了楚小满讲的故事之后，迅速进入正题。小满，你平时练习异能是怎么练习的？不停的释放技能吗？把灵气放空为止？看到楚小满点头，王峥立刻说道：“我做你的靶子，你直接对我放你的灵气水球，你就当我身上受伤了，不停的对我释放异能就可以了。可是我必须要有伤口才能给你治疗啊！你现在又没受伤，我对着哪里施法呢？”楚小满也是满头的疑问，不过他对王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是佩服的。王峥仔细想了想，这样吧，你干脆直接放一个大型的水球，把我包裹起来，给我留个头可以呼吸就行了。你就当我全身都是小的伤口，能不能做到？能是能，但是我可能需要蓄力的时间比较久。楚小满有些不自信。没关系，赶紧开始，我想要做个实验，这对我很重要，加油，楚小满，你可以的。在王峥急不可待的催促和敷衍的鼓励下，楚小满不停地召唤出一颗颗灵气水球，逐渐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水球，把王峥包裹了起来。王峥只觉得自己像是在做鱼疗，水球里的灵气不断地冲击着自己的身体，酸酸痒痒的十分舒服，但是却没有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力有半点出现过剩的现象。而这时的楚小满已经满头大汗，很明显是灵气消耗殆尽，坚持不住了。只听哗的一声，整个水球瞬间破碎开来，水流一下子四处飞溅，洒得满地都是。王峥现在已经基本可以断定了，他的圣光术是和一般的治疗类技能不同的。如果说其他的治疗系异能是温和的婉约派疗法，那他的圣光术就是粗暴的狂放派。别人异能都是身体说不要了不要了，我已经满了，然后就不再吸收生命力。到了王峥这里，同样是身体说不要了不要了，我已经满了，而圣光术不行，我觉得你还不够，给我灌。不过距离王峥猜测的假设成立还有最后一步，毕竟到目前为止试验的样本只有王峥他自己一个人而已。于是王峥就把罪恶的目光转向了已经吃下回元药剂的楚小满。小马啊，累不累？我的圣光术也可以恢复疲劳哦，你要不要试试？楚小满已经累到不想说话了，缓缓地点了点头。毕竟灵气耗空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非要做一个形象的比喻的话，那就像是手机收不到信号一样，虽然大体上不受影响，但是却无法和外界交互。反正像他们这样灵气时代出生的人，如果把灵气耗空，是会很不自在的。得到楚小满肯定的答复之后，王峥伸出了那只罪恶的手，只见原本不算太过明亮的训练室里瞬间光芒四起，一道道圣洁的光柱从天而降，把楚小满笼罩起来。王峥的圣光术本来就没有 CD， 不需要蓄力，除了消耗10点灵气值之外，没有任何难度。瞬间10几道光柱落下，只见楚小满已经双眼迷离，脸蛋晕红，呼吸急促，配合上满头的汗珠，顿时身子一软，摔倒在地。而王峥则是发出嘿嘿嘿嘿瘆人的笑声。楚天行今天很高兴，最近在各大校长面前都狠狠地露了一把脸，拿下了全国10%的药剂份额，而且昨天回来后又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今年京南出现了第4个自然觉醒者。
这位同学和王峥、吴欢是同一届，但是生日却是在11月份。因为还没成年，所以原本计划是明年统一安排接受药剂觉醒的。巧合的是，就在他们几人昨天从蝴蝶岛回来的时候，他就自然觉醒了，而且还是稀有的元素系觉醒者。楚天行自然是果断出手，今天上午带着协议书直接上门，顺利的拿下，这也能算得上是双喜临门了。现在学校发展的越来越好，楚天行心里也是高兴，想到自己的父亲去世前把学校交到自己手里时，含着泪告诫自己不要让京南大学的名头没落下去，心里就有些不是滋味。老头子走得早，没有经历过灵气复苏的觉醒时代，自然也不会想到当时排名全国第3的名校会因为觉醒者的出现而渐渐的没落。当年的受灾国内直接少了近1大半的人口，如今经过20年的恢复，也才稍稍有些起色。而由于国家早期的帮扶，帝都大学和魔都大学迅速崛起，和其他名校拉开差距，一跃成为和其他所有学校都不在一个等级的庞然大物了。自然觉醒者出现的概率有多大呢？大约是3000分之一，看着似乎不算低，对吧？可是每年全国有多少考生呢？今年才600万，也就是2000多个自然觉醒者。全国39所重点大学，光帝都魔都2家就要招走4000人，哪还有其他的自然觉醒者留给剩下的37所学校？所以每一次在当地或者本省出现自然觉醒者，都是本地高校最先得到消息，也是直接特招的最好时机。而这2年2大名校已经学聪明了，在每个地方的研究所都埋下了耳目，所以今年早期的2位自然觉醒者都落入了帝都大学的口袋。每次想到这里，楚天行都觉得有些对不起自家老爹。不过今年确实是转运了，先是自家的孙女自然觉醒了，然后又招到一个海港的吴欢，当然最重要的还得是王峥。现在楚天行对王峥的好感是无限拉满的，他觉得王峥这人知进退，明得失，懂取舍，识大体，有敬畏，实力强，性格又好，人又圆滑，就是有点费钱。不过能有一个这样的天才，费点钱怎么了？多少人想花这钱，还没这门子呢。一切都是为了学校嘛，不寒碜。一想到这儿，楚天行的心情顿时又好了起来。如今学校双喜临门，我得去跟老头子说说，让他在九泉之下也高兴高兴。打定主意后，楚天行就朝着国术馆阔步而去。还没等靠近国术馆，就看到里面光芒四起，似乎是已经有同学在里面练习了。楚天行心中赞叹，不愧是我们京南的学生，这么勤奋，该好好鼓励鼓励。于是，一把推开大门，里面的景象却让楚天行这样一位大佬都被惊得目瞪口呆。这时，王峥听到门口有动静，心里不甚满意，不是说好了平时没人来吗？怎么这么快就有人来打扰自己？不耐烦地转头一看，看到是楚天行正站在门口，脸上的阴笑顿时就僵住了。楚天行看了看眼光迷离、满头是汗、晕倒在地的楚小满，又看了看一脸淫笑、浑身湿透的王峥，手中的紫电长刀瞬间凝聚成型，整个人化作一道深紫色的闪电向王峥疾驰而来。这时，王峥才猛地醒悟过来，大声喊道：“校长，你替我搅，不对，你替我解释！”轰！王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直线俯冲进了墙角。楚天行一把扶起晕倒中的楚小满。楚小满这时候还没有清醒过来呢，只见他满眼迷离，只是在晕乎乎的傻笑，嘴里还不断念叨着：“天使，我看到天使了，嘿嘿嘿。”王峥狼狈地从一堆健身器材里爬了出来，看着楚天行又有爆发的迹象，连忙开口解释道：“是圣光，我加了圣光，不是您看到的这样，这是生命力过于旺盛造成的现象，我把它称之为晕奶。”在楚天行将信将疑的目光下，王峥迅速来到两人身边，拿出自己的大锤，一把捞过楚小满的胳膊就往锤刺上按。楚天行顿时觉得自己被耍了，刚要动手，就看到楚小满的眼神开始恢复，胳膊上的伤口开始快速恢复，这才按捺下要揍王峥的心，板着脸的问道：“到底怎么回事？”现在的王峥早已经不是楚天行心里那个知进退明得失的京南未来希望了，而是一个卑鄙无耻、对自己孙女用药的人渣。王峥看着楚天行脸色漆黑，一脸的怒容，顿时不敢再提了，老老实实的把自己的发现对着楚天行说了一遍。楚天行沉思了片刻，然后开口说道：“你把你那圣光术的能力对我释放看看。”王峥也不多说，抬手对着楚天行就是10几道圣光，同样圣洁的光柱把楚天行包裹起来。这时候的楚小满已经渐渐的清醒了过来，他还不明白之前发生了什么，看到王峥对着自己爷爷不停的刷着圣光，心里有些羡慕。也不知道王峥这个家伙到底是怎么练习的，平日里看他一直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但一旦有事却是比谁都靠谱。作为治疗系的觉醒者，就连战斗能力还这么强，法术释放起来也这么熟练，背地里肯定吃了很多苦，一个人的时候肯定也在拼命的练习吧。羡慕归羡慕，楚小满对王峥还是很钦佩的。再看楚天行在一道道圣光的照射下，却依旧没什么变化，王峥不禁有些失望，看来对于这样的大佬，自己还远远不是对手。楚天行感受着自己身体内流淌着滚滚的生命力，不自觉地捏紧了拳头，在王峥看不见的衣服之下，他的肌肉已经快隆起了，完全不像表面表现出来的那么云淡风轻。楚天行抬手制止了王峥的继续施法，淡淡的说道：“可以了，我已经能够感受到身体里吸收到的浓郁的生命力了。王峥，你的异能真的是很特殊。那个钱瑞博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我虽然自己不是治疗系的觉醒者，但是我这么多年来接触到的治疗系觉醒者也不少，不管是什么等级的异能，都没有见过像你的圣光术这样的强行给人灌生命力。”钱瑞博的比喻很恰当，所谓生命力就是通过灵气刺激人体的细胞活动，从而快速恢复伤势。还记得你第一次跟我说你是治疗系觉醒者的时候，当时你说你的圣光术对自己释放可以造成额外的效果，可以让你获得反伤的能力，当时我就猜测是因为这圣光术让你的细胞活性化，从而演变出来了反伤的效果。而现在你给别人释放圣光术的时候，由于个体的差异，很有可能造成的效果也不一样了，如果没有发生异变，那就会导致生命力过剩，人体出现晕眩的情况。楚天行说的认真，而王峥现在已经在心里给自己疯狂点赞了。妈的，我他娘的真是个天才！
这都能让楚老头圆回来，我当时只是随便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说法在里头，可把我牛逼坏了。而且按照楚老头的说法，以后不管是觉醒了什么新的能力，都只需要往个体化差异化上推了。什么？你晕奶？哪有人会晕圣光的？肯定是体质太差了。什么？你不但晕，还被禁锢了？那肯定是你细胞不行。那为什么你的队友就没事？那是他们长期跟我一起练习，已经完全适应了我的能力。想着想着，王峥又陷入无尽的幻想中，一脸的嗤笑。楚天行没好气的打断了他的幻想。我说让你去检查身体的，你去了没有？王峥回道，去过了，上午就去了，在我妈那里仔仔细细的查了个把小时呢，吃妈妈香，身体倍儿棒。楚天行却是一脸的严肃。你哪来的这么多方言俚语？虽然已经检查过了，但是还是不能放松懈怠，知道吗？这也是为你好，你觉醒后力气就越来越大了，谁也说不好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真的一旦重蹈你爹覆辙，不说有生命威胁，那也是一辈子做个普通人的命了，切记不可大意。王峥虽然心里知道自己肯定没有遗传老爹的力量基因，但是对于楚天行的全关爱之心还是很感动的，当即点了点头，然后顺便问了之前出发去训练营前就问过楚天行的问题：我老爸到底是什么情况，能不能恢复？听到两人聊起其他的话题，楚小满也是一脸的好奇。他知道这时候要做的不是出言询问，而是默默的吃瓜。楚天行想了想，该怎么说呢？应该算是基因缺陷。对，基因缺陷。当年还是处于一片混沌的年代，觉醒者也是刚刚出现，所有的一切都还在摸索中。为了应对受灾中的人类的绝对劣势，国家紧急抽调了一部分精锐的战士接受基因改造。起初基因战士计划是很成功的，其中以你爹为代表的几人更是实力远超当时的觉醒者，为受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觉醒者越来越多，他们的能力越来越强，基因战士开始慢慢的被淘汰了。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当国家发现剧烈的战斗会消耗基因战士的生命力，当时就决定要放弃这个计划了。但是由于情况实在过于严峻，所有的战士们也都是抱着死志，义无反顾要求参与改造，所以才给我们争取到了宝贵的成长时间。所以这并不是什么伤势，也不存在恢复的说法，就是单纯的加速生命力流逝，身体基因有了缺陷。听到楚天行的话语，王峥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立刻问道：现在灵气复苏已经这么多年了，会不会有什么天才地宝之类的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呢？楚天行缓缓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毕竟现在这个时代，天才地宝都是生长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或者无人深海之中。你也知道，现在这些地方已经不属于我们人类了，即便是以我现在的能力，也很难长期在野外探索的。王峥听到后没有再说话，只是暗中下定决心，等自己以后变强了，一定要找到恢复老爸缺陷的方法。楚小满听到这里，已经哭得泪流满面了。叔叔真的没有办法恢复了吗？那像叔叔他们这样无私奉献的人，国家都不管的吗？个人的力量有限，国家肯定能有办法的呀。楚天行挠了挠头，无奈地说道：不是不管，是没办法管了。现在野外的情况越来越严峻，很多事情你们现在是不清楚的，等你们以后就知道了。而且这一批改造的战士当年就已经没剩下几个了，难道为了这仅剩的几个人举国而出去野外寻找不知道是否存在的天才地宝吗？再说了，以他们这些战士的想法，他们会希望国家为了他们花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给他们治疗吗？这些人是战士，是英雄，是先行者，也是我们人类的脊梁骨。为了不给国家造成负担，他们早就退伍复员了，现在人都找不到了，还去哪里给他们治疗？楚天行说的这些，王峥都能够理解，他也很佩服自己老爸的选择。但是理解归理解，认同归认同，他不相信国家真要找几个人会找不着。不过这都不重要了，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以后自己肯定能找出办法来治疗自己的老爸的。忽然，王峥突发奇想，校长，你说他们这是基因有缺陷，会被动的流逝生命力，那要是我可以一直给他用圣光术治疗呢，会不会有效果？楚天行思考片刻，我也不能确定，以前有过相关的试验，但是只要是用异能给他们治疗，他们体内新增的生命力就会快速的流逝，根本不能保存。治疗系的异能对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恢复伤口都很困难。不过你的圣光术很特别，这也只有你自己试验过才能知道了。王峥心里有了想法，立刻行动起来，向楚小满和楚天行告别后，一路狂奔着出了校门，迅速打车回家了。看着王峥狂奔的背影，楚天行老怀大慰，他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王峥这孩子确实是有情有义之人，自己之前也的确是错怪他了。楚天行一拍脑门，忘了问这小子现在灵气值有多少了。小满，刚刚他连着放了多少道圣光术？楚小满也是满眼含泪，他现在只觉得王峥身上背负的压力太大了，哽咽着开口回道：不知道，我没有仔细数，不过在你来之前，他大概也对我也放了10几道圣光术。楚天行，王峥一路飞奔回家，看到王胜荣已经在准备晚饭了，把他从厨房拖出来之后，按到了沙发上，严肃地说道：老爸，关于我的异能圣光术，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接下来我会对你不停地释放异能，如果你有任何的不适或者其他的感觉，你都可以告诉我。王胜荣不知道王峥在发什么疯，但是看着自己的儿子满脸的严肃，也只能配合的点头。紧接着王峥一抬手，连着10几道圣光术洒落下来。王峥紧张地问道：怎么样，有没有效果？王胜荣似乎明白了什么，笑着点了点头。王峥得到鼓励，顿时更加兴奋了，一道道圣光术像不要钱似的向着王胜荣笼罩过去了。而王胜荣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内源源不断的生机。一直等到王峥把自己的灵气值都消耗一空，王胜荣也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状况。王峥用扫描自己观察了一波自己的老爸，发现没有半点异样。看着王峥面露失望的神色，王胜荣哪里还不知道王峥的想法，笑着说道：你这圣光术已经比其他的治疗系异能好得太多了，我现在能感觉到身体里满满的生命力，虽然还是会自动流逝，但是已经得到很好的补充了。王峥明白了，王胜荣的身体缺陷太大了，自己这连续近70次的圣光术都没有能够把他的生命力补满。
或者说，在王峥使用异能给王胜荣补充生命力的同时，这些外来的生命力也在不停的流逝。看到王峥已经陷入沉思，王胜荣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回到了厨房，继续忙着做晚餐去了。李亮回到家之后，看着王峥一副心不在焉模样，刚想开口询问，就被王胜荣用眼神制止了。王峥自己吃完饭就默默地回房间了，他自己在心里下定决心了，这几天自己要开始疯狂的特训，争取先把精神和敏捷都加到35点，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加点后自己身体出现不适，就还是按照之前的方法锻炼。而自己除了恢复体力之外，其他所有的圣光术都对着王胜荣释放。一方面可以看看长时间接受圣光术的治疗会不会有额外的效果，另一方面多补充一点生命力对王胜荣来说也不是坏事，总比对自己施法把自己奶晕，或是对着空地释放浪费着生命力来的强。而且不断的释放异能，清空自己的灵气，逼迫自己的身体吸收天地之间的灵气，这也是普通觉醒者用来锻炼的方法，顺带还能测试下之前获得的回灵气和加速修炼的药剂。王峥也想试试这样的方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时间一晃而过，很快就到了8月31号，明天就是去京南大学报道的日子。这几天王峥在家里疯狂的特训，连王胜荣看着都有些吃惊。而王峥这几天不停的给他释放异能，也确实让他的神色变得更加精神饱满了。锻炼的效果对王峥来说也是喜人的，他现在的属性已经变成了体力值400-400，灵气值350-350，体质40+，力量50左元括号18+32右元括号，智力40+，精神37+，敏捷35+，基础功能扫描、储物、升级，经济之星加，在被一次攻击命中后，对攻击者造成此次攻击30%的反射伤害，并且附加额外体力值3%的属性伤害。立体双 A 加，额外增加体质80%的力量值。圣光术加，对目标释放，少量恢复目标生命力，恢复10点正10%智力的生命值。剩下的2枚半灵气结晶他都还没有吸收，而天魔遗留的黑色结晶李亮已经在研究过后给王峥送了回来。研究的结果和普通的灵气结晶一致，而且灵气浓度更高。在王峥的全部属性30点之后带来的新功能升级，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使用的方法。但是王峥却是不着急，目前全属性40已经不远了，到时候马上就能再开一个新功能。而之前自己兑换用来急速修炼的药剂，王峥也自己测试过了，回元药剂的回灵气效果对自己是有用的，而可以提升修炼速度的聚灵药剂则是完全没有效果，并不会提升自己增长灵气上限的速度，这让王峥一阵苦恼。还有自己每天都清空灵气的修炼方法，除了让王峥本来就因为敏捷提升而导致的身体不适更加严重之外，没有起到任何效果，还是每天提升1点灵气上限，让王峥委屈的不行。似乎除了之前体质提升到30点之后，被动提升灵气上限的速度增加过一次之外，其他所有普通人的修炼效都对他无效。不过也并不完全都是坏消息，也有好的一面。由于疯狂的训练，他的属性提升得很迅速，相信很快就可以达到全属性40了。而且圣光术的释放甚至不需要伴随着抬手的施法动作了，意念一动就可以直接释放，相信这样的效果以后一定能给他带来惊喜。明天就是开学报到的日子，王峥没有选择在晚上加练，而是早早的就睡下了。9月1日，京南大学开学的第一天，王峥特地起了个大早，由于昨天就已经收拾好了行李，并丢进了储物空间，等吃过早饭后，王胜荣直接开车把王峥送到学校门口。等到了校门口下了车，王峥发现京南大学的校门处已经聚集了一大批学生家长。京南招生不算太多，但也有1000多人，此时光是矗立在门口的家长都有近1000人，全都围在大门口，眼巴巴的往里张望着。让，开水，借过一下，谢谢。王峥一路艰难的挤开人群，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珠。秋老虎，京南9月的天气也没好到哪里去，更何况这里还聚集了这么多人。大爷，什么情况？这么多人围着干什么呢？王峥礼貌的和门卫大爷打招呼。大爷可能也是今天被烦透了，没好气的回道：不让进呗，还真以为成了觉醒者来京南享福的呢。一个学生3、4个家长围着，知道的明白是上大学，不知道的还以为哪家的公子小姐来秋游了呢。门口围着的家长们顿时不乐意了：你这保安怎么说话的？我们家宝贝一个人带着3个箱子，怎么拿？我帮他拿下怎么了？立马就有其他家长帮腔：我就想进去看看学校环境，看看我们家闺女住的宿舍怎么样，室友好不好相处，既然还不让进，早知道就选其他学校了。当然也有部分开明的家长，人家不让进肯定有不让进的道理，咱们这么多人都进去肯定会影响秩序。你这人怎么说话的？你还是不是家长了？对自己的孩子一点都不关心。大爷无奈的叹了口气：你看吧，就这样一大清早就围着了，吵得我脑瓜子嗡嗡疼。王峥捂嘴偷笑：叫你之前拦我，现在拦人被骂了吧？看着王峥一溜烟跑远了，大爷这才摇了摇头，心想着以后再收拾这小子，随即又拿起了大喇叭喊了起来：都往后稍稍，给我往后稍稍，别堵着大门，还有其他学生要进来呢。嘿，锁你啊！感情还是个金门人，难怪喊他大爷他还不高兴呢。听着门卫大爷中气十足的大嗓门，王峥的脚步顿时更加轻快了。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暴露年纪的都来打个卡吧。王峥欢快地哼着小曲往校内晃去，和周围大包小包的新生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在进门的不远处放了几张长桌当做工作台，工作台后面都是迎新的学长学姐们。王峥一个人空着手走了过来，显得与周围的新生格格不入。学长学姐们一时间有些拿捏不准王峥的身份。忽然有一位学姐眼睛一亮，大声喊道：国术馆帅哥！周围众人均是不解，倒是把还在唱曲的王峥吓了一跳。这学姐也不解释，连忙一路小跑到王峥面前，柔声说道：同学，你是新生吧？怎么没带行李？录取通知书带了没？王峥也有些纳闷，这位学姐热情的过了头，看他穿了一件普通的紧身 T 恤、热裤，扎着高高的马尾，
鼻窦上还挂着几滴汗珠，红扑扑的脸蛋显得十分青春洋溢。或者大长腿，起码1米往上。王峥188的个头也就比他高了一点，体质属性高了，外加还在发育中，长高了。他之前就观察过其他新生在工作台处询问，众人都是爱答不理的，没想到自己还挺受欢迎，于是连忙展开手中被揉成一团的通知书，笑着说道：“学姐你好，我是新生，请问在哪里报到？”学姐立刻接过王峥的通知书，帮他细细的铺平，仔细看了看，然后说道：“王峥同学对吧？走吧，我带你去报到。新生入学第一天，事情还是挺多的，报名之后还需要分配宿舍，买些生活用品什么的。等宿舍里都弄好后，下午还有开学仪式，确定系别，我带你去吧。”王峥点头，默默地跟上了这位学姐的脚步。谢谢学姐，学姐怎么称呼？两人边走边聊。秦阴天，大3超人系的。王峥同学你呢？怎么连行李都没带？我是治疗系的，行李带了的，之前就丢在国术馆了。对了学姐，我看大家都对新生不太热情，怎么您？而且您似乎还认识我。王峥说完就紧紧地盯着秦阴天，想要从他的脸上看出一点蛛丝马迹。听到王峥的提问，秦阴天瞬间涨红了脸，支支吾吾地解释道：“大家不耐烦是因为这么热的天，我们都不太愿意来做这迎新的工作，但是接下这个活就会奖励学分，如果不是为了学分的话，我想应该没人会来的。”这些新生一个个狂妄自大的很，觉醒了1年，在高中作威作福惯了，到了大学，我们这些学长学姐自然也不被他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都不太愿意跟刚入学的新生们交流。至于你，我们之前见过的，大约1个月前，你找我问路，很有礼貌，我对你有印象。学分？王峥有些疑问，学分不是上课考试得到的吗？跟迎新有什么关系？秦阴天有些结巴地说道：“学分就是学校里使用的货币，在学校里的衣食住行都可以通过学分解决，而积极参加学校的活动，则会获得相应的奖励学分。”王峥又仔细回想了一下，第一次来京南大学，自己确实有拦过一位学姐问路，记忆中的面容和眼前的人脸慢慢重合起来，他才松了口气，知道是自己多想了。王峥没想到自己只是随便问个路，还得到了学姐的青睐，看着秦阴天有些尴尬的模样，立刻岔开话题：“学姐，你家里一定还有个弟弟对吧？”“啊，你怎么知道的？”秦阴天有些惊讶。“阴天吗？喜迎天丁。”两人一路愉快地交谈着，朝着报名登记点走去。两人边走边聊，相处得十分愉悦。秦阴天先是带着王峥绕了一圈，沿途介绍了一些学校的建筑。王峥也是第一次这么仔细地观察京南大学，之前每次来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直奔国术馆，从来没有仔细地观察过这座自己即将生活4年的学校。威武庄严的校史馆，庞大的训练场，甚至还有专门用于比武的擂台。半个小时后，秦阴天才带着王峥到了报名处。即使两人逛了大半个小时，也不过才逛了沿途顺路的一些地方。京南大学的内部大得超乎王峥的想象，比他前世的大学更是不知道大了多少倍。等两人到了报名处，王峥开始排队登记，而秦阴天则是在不远处的阴影处等着王峥。接待处是一位看似和蔼的中年老师，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脸上还时常挂着微笑。当他抬头看到排在队伍最后王峥，直接喊道：“王峥同学，过来这边。”秦阴天有些惊讶，愣了一下之后，似乎明白了过来，轻声问道：“你认识楚京南老师？还不快过去？”王峥自己也是满头雾水，心里琢磨着这楚京南是谁，这名字也够直白的，然后快步小跑走了过去。在王峥走过来的时候，楚京南面前排队的一位新生不满地嘟囔着：“喂，不用排队吗？应该轮到我了吧？”楚京南丝毫不理会面前这位同学的抱怨，随手取下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仔细地擦了擦，头也不抬地回道：“学校规矩，实力为先。如果你能赢我，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抱怨的同学直接懵了，实力为先可以理解，那不也应该让我去跟插队的新生比吗？什么叫你能赢我？大学入校第一天，让我赢老师？这学校没毛病吧？楚京南没有再理会这位一脸怒容的同学。京南大学虽然是全国前几的学校，可是自然觉醒者也就那么寥寥几人。虽然普通的同学也不算差，但是跟王峥比起来可就天差地远了。众所周知，天才也是分等级的，而王峥就是放在自然觉醒者中也是天才中的天才。而且王峥刚给学校争取了这么大的福利，这点特权还是可以享受的。更何况以楚京南的身份，学生对他满不满意，他根本就不在乎，就算直接开除他又能怎么样？这可不是没有先例的。这些高中生大部分都是已经觉醒超过1年了，在各自的学校中也算得上是名列前茅的存在，一个个傲气得很，完全不懂得尊师重道。去年就有人报道当天就被开除了，而且他楚京南也有这个权利。看到楚京南这么刚，王峥也不会这么不识趣，重新回去排队，当即加快脚步走了过去。楚京南没有再管这位新生的情绪，等到王峥走到身前，立刻笑容满面地问道：“王峥啊，怎么才来？通知书给我。这是你的钥匙，城浦区96号，不用去分配宿舍的地方了。”王峥愣愣地接过钥匙，还是忍不住问道：“老师，您怎么认识我？”楚京南哈哈大笑：“我怎么会不认识你？提醒你一下，我姓楚，楚天行的楚。”王峥一拍脑门，惊呼道：“您是小满的爸爸？叔叔好，一直听到校长和小满提起您，真的是闻名不如见面，久仰大名了。”楚京南有些无语，挥手让身后的一位老师来负责登记报名信息，然后笑着骂道：“我今天在这里坐着，就是为了等你的。第一呢，是想谢谢你在训练营对小满的照顾；第二呢，也想看看让老头子赞不绝口的天才到底是个什么样。看来老头子说的没错，是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主。至于他们爷孙俩，谁也不会提我的名字的，不用在这里拍我马屁了，赶紧滚吧。”王峥心里一阵后悔，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了。不过这楚京南的说话方式，也只能说不愧是楚天行的种，果然够刚。临走之前，王峥悄悄地扫描了一眼楚京南的属性：体力值450，灵气值9800，9800，
体质45，力量36，智力69，精神44，敏捷39。只能说不愧是京南大学的老师 ，A 级大佬就是硬气，就是牛。看到王峥灰溜溜的走了，秦阴天立马跟了上来，小声问道：“王峥，你是怎么认识楚京南老师的？”我不但认识他，我还认识他爹呢。嘴上是万万不敢这么说的，也只能在心里偷偷的过瘾了。我跟他女儿是好朋友，今天这也是第一次见。秦阴天却没在这里过多纠结，反而看着王峥手里的钥匙，满是羡慕。王峥没想到你看着斯斯文文的，实力却这么强，竟然直接就被分配到城濮区。怎么了？不就是个宿舍吗？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门道？王峥不解地问道。秦阴天摇了摇头，学校的宿舍一共分为城濮、雄伟、力学、敦行4个区域。城濮区按照全校实力榜排名，分为1-100，一共100个宿舍，宿舍都是单人区。雄伟区双人一房，力学是普通的4人房，这2个宿舍区也是数量最多的。而最后的敦行区虽然也是单人房，但是这个是靠赞助费来选择的，家里条件好的，不愿意住多人间的就可以选择敦行区。明码标价50万1年，可以当做是学校内部的出租房，本身就在学校内部，而且住的还好，还有专门的保洁阿姨清理。虽然环境比不上你们城濮区，但是享受方面嘛，啧。王峥心里暗自啧舌，50万1年的住宿费，这也太贵了，也只有家里真的有钱的富二代才会选择了吧。至于秦阴天说的享受，他很好奇，想着有机会认识一个住豪华房的同学，到时候去见识见识。至于他自己，原本还想着可以重温自己的大学生活，享受有烟一起抽，有酒一起喝，嗨，认识几个分烟的兄弟呢，没想到到头来却是1人1房，只能说是造化弄人了。秦阴天看到王峥出神，还以为他在想50万住宿费的事情，于是便出言解释道：世界上有钱人多得很，对他们来说花50万住个单间算不了什么的，每年敦行区200个房间早早的就被预定完了。不过王峥，你是自然觉醒者吗？听到秦阴天的询问，王峥下意识的点头。秦阴天立刻兴奋的说道：这就不奇怪了，自然觉醒者都是可以直接入住到城濮区的，你是96号，也就是说今年最少有5位自然觉醒者的新生入校喽，这可比我们那一届好多了。听到这个消息，王峥愣了一下，除了吴欢、楚小满还有一个新招的元素系觉醒者之外，楚老头又从哪里招来一个？按照秦阴天的指引，王峥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宿舍区。而秦阴天跟王峥互留的联系方式之后，就继续去完成他的迎新工作了。城濮区的宿舍楼位于京南大学的北侧，距离国术馆也算不远。说是宿舍，但却不是王峥记忆里的那种大学宿舍楼，而是3层高的联排式住宅。整栋住宅楼屹立在一片人工湖的旁边，楼房的四周是铺满鹅卵石的小道，道路两侧绿树成荫，郁郁葱葱。朦胧的阳光从枝叶间洒落下来，给树木增添了一圈圈光晕。树荫下的长椅上也坐了不少人，有男有女，或沉思，或小憩。幽静的小路，优雅的长亭，这里根本不像大学的宿舍，反倒像是高级的别墅区。这时，楚小满从大楼中走了出来，看着目瞪口呆的王峥，笑着说道：“是不是被震撼到了？觉醒者学生们的生活过得太压抑了，每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其余时间还需要学习异兽学，更别提还有普通学科的课程。所以爷爷就主张修建了这片住宿区，想要大家住得舒服些。不但我们这边是这样，雄伟、力学、敦行其他3个住宿区也不差的。我住97号，在你隔壁。”看到是楚小满来了，王峥也笑了，不然让他一个人身处这样的环境，他还真有点难受。老实说，你是不是走后门了？你怎么会也住这边？说到这，王峥反而自己愣住了。卧槽，男女混住吗？这么刺激的吗？楚小满恼羞成怒，不停地捶着王峥。我本来就是自然觉醒者，走什么后门？反倒是你，上次国术馆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王峥自知理亏，装出抱头鼠窜的模样，一路跑上了3楼。几分钟后，王峥就到了自己房间的门口。大楼一共3层，1-28号在1楼，29-64在2楼，65-100在3楼。房间的整体布局有些类似酒店式公寓，一条通道左右各18个房间。王峥的房间号靠后，在上楼后的右侧。他的对门是95号，右边是楚小满的97号，斜对面是吴欢的98号。至于最右侧2间99和100号，王峥都还没有见到过。打开房门就是一套高档的精装公寓，整个套间100平左右，该有都不该有的一应俱全。卧室、客厅、锻炼室、独立卫浴、厨房，只要你家里有的，这里基本都配全了，甚至连储藏间、露台、休闲阳台都有，家具也全都不缺，电视、电脑、沙发、大床，各类的锻炼工具更是应有尽有。楚小满毫不客气，直接迈步进入了王峥的房间，一脸的得意。怎么样，大不大气？王峥默默的点头，这是真大气，自己是特招进来的，可没有交过1分钱学费，免费住这么大的房间，还有什么好挑的？楚小满满意的点了点头，一把拉住王峥，耍酷似的说道：“现在也过低头了，走，去吃饭去，今天我请客，带你们吃顿好的。”刚出房门，楚小满就直接敲响了97号的大门，随后就看见吴欢穿戴整齐的出来了，然后直接关上房门，跟王峥打了个招呼，迈步就往楼下走。楚小满刚刚说过，吴欢家离得远，怕今天开学人多，所以昨天就来报道了。看得出来，这2人应该是事先商量过了，中午要一起吃饭的。吃饭就吃饭吧。王峥把自己的行李从储物空间里中取出，随手丢在沙发旁，等回来有空了再收拾。顺带吃完饭还要去买点生活用品。出了宿舍大门，3人直奔食堂。京南大学食堂不少，光是住宿区这边就有2个，其中一个就在人工湖的对面。一路上，王峥向楚小满询问今年新生中另外2名自然觉醒者的事情，但是楚小满只是摇头，说自己也没见过。等进了食堂之后，跟前世差不多的布局，伙食看起来就很好，荤素搭配，各地的小吃应有尽有，像什么瓦罐汤、酸辣粉、胡辣汤、热干面、过桥米线、鸭血粉丝等等，还不少水果，牛奶都可以随意取用，
已经有不少同学在这边就餐了。而且根据王峥观察，他们打饭打菜似乎都不用花钱的。王峥紧接着问道：“这边吃饭都不需要花钱的吗？”楚小满，你作为地主就请我们吃这个免费的食堂？楚小满不屑地哼了一声，扭头转身就上了2楼。王峥自己没来过，看着楚小满一脸的得意，连忙快步跟上。好家伙，一上楼王峥就被震惊了，这2楼跟1楼完全不是一个档次。非要比较的话，1楼就是普通的自助餐厅，2楼算得上是5星级饭店。楚小满带着2人随意的找了一个位置坐下，立刻有服务员送来菜单。王峥眼巴巴地看着手里的菜单，吞了吞口水，紧张地问道：“小满，你确定请客吗？我们随便点。”楚小满原本想说不行，但是难得看到王峥这一副土包子的模样，立刻豪气冲天，随便点，只要能吃完就行。王峥丝毫不跟人小孩客气，立刻挥手，先来3份麻辣风铃兔，这个土猪锅包肉也来1份，生煎刀绞鹿排也来1份，嚯，还有蛮牛牛排呢，这个再来3份。吴欢看着楚小满已经要哭的脸色，连忙说道：“够了，够了就先上这些吧，不够我们再加。”王峥尴尬的挠了挠头：“啊，够了吗？你们不吃吗？”阿哥看着王峥的肚子都被撑圆了，满意的打了个饱嗝。楚小满已经按捺不住手中的刀了，想刀一个人的眼神是隐藏不住的。王峥则是一脸的没所谓，他早就看过菜单了，结账都是用学分的，他连学生卡都还没拿到呢，自然是只能先吃楚小满的了，大不了以后再请他吃一顿嘛。1楼那么多好吃的，随他敞开了吃。3人吃完后并没有再回到宿舍，而是一路晃晃悠悠的去了国术馆。吴欢和楚小满已经开始热身了，吃饭的时候2人就跟王峥提过，下午新生集合时可能要动手比试的，所以2人才在出门时就把武器带上了。在京南随身带着武器的学生很多，他们带着2把刀倒也没有显得突兀。王峥自然也是没问题，他的锤子一直就在储物戒里呢，只不过他现在吃得太饱了，懒得动。看着数据面板里的灵气值362，王峥满意的躺在长椅上，他得休息一会，实在是太撑了。下午1点30分，饭桶起来，训练场集合了。迷迷糊糊中，王峥被楚小满喊醒，他睡眼惺忪的揉了揉眼睛，用手擦了擦嘴，顺便把口水蹭到楚小满衣服上，惹得楚小满追着王峥就是一顿暴打。哪里有口水啊，我只是做做样子，逗你玩呢。你这小孩怎么开不起玩笑呢？已经到了训练场的王峥看着张牙舞爪的楚小满，苍白地解释道：“京南大学的训练场很壮观，训练场的四周也有高台观众席。之前王峥就在学姐的带领下从这边经过，总体和之前集训的训练营场地没什么两样，只是更大而已。王峥他们这些新生还没到场之前，观众席就已经坐了不少人，有各个系别的老师，也有各个社团想要招新的老生。随着一群新生陆陆续续的抵达，观众席上有人嘲笑，每年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看这些所谓的天之骄子被打击的一蹶不振。你们猜今年有没有人哭着要退学？少说2句吧，咱们当年谁不是从这样过来的？不过我听说今年有好几个自然觉醒者啊，城浦区直接清退了5个人，空了5间房间出来呢。被劝离的奇珍可是放了话的，要给这几个新人好看。最先说话的那人不屑一顾，指着观众席最前排的几人说道：“要不是她靠着她男朋友，就她这样的也能住进城浦？闭嘴吧你！你还没吃够你这张嘴的亏。那舒令伦是好惹的吗？到时他来找你麻烦，我们可不管你。我怕他，不就是加入了学生会，一群人抱团打压我们其他的社团。先前的人虽然还在嘴硬，不过声音却是小了下来。说到学生会，众人纷纷安静下来，视线也看向了最前排的那几人。而在观众席的第1排，众人口中的奇珍正倚靠着一个壮硕的男子，嘴里还在撒娇：伦哥，这几个新来的一来就把我赶出城浦区宿舍了，学校这是什么意思吗？我咽不下这口气，您一定要帮我教训教学他们。这壮硕的男子自然是让后面几人惧怕的舒令伦了。这人长得也是5大3粗，一身的肌肉虬结，贴身穿着的小背心被撑得鼓鼓囊囊的。只见他一拍胸口：“真妹，放心吧，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你就等着看好戏吧。”奇珍看着舒令伦眼里的爱慕之意，十分得意，心里发誓要让几个占了他房间的新人吃不了兜着走。偌大的训练场，学生们三三两两的走了进来，王峥自然也跟着楚小满和吴欢一起。一路上看着来往的男男女女，王峥猥琐地问道：“小满，我问你啊，咱们学校所有的宿舍都是男女混住的吗？那双人间和4人间也是混着的吗？”楚小满已经无语了，心里想着王峥可真龌龊，而且他还在生气中午吃饭花费的积分呢。倒不是他舍不得，主要是他也只是占了个便宜，先拿到了学生卡，就算他是校长的孙女，也没有额外的优待，多给他点积分。他请客用的还是他们3人去参加训练营奖励的1000积分呢，现在第1天都还没过，就已经扣掉100多了，他自然是心疼不已。见楚小满不理王峥，吴欢出来解围，2人区和4人区都是男女分开住的，住这2个区的学生最多，所以有好几幢宿舍楼的。哦，是这样啊。王峥阴阳怪气的应了一声，也不知道是庆幸还是懊恼。随着他们几人的聊天，转眼时间就到了2点整。天空中一道轰雷闪过，楚天行整个人化作一道闪电，从空中落下，稳稳地立在主席台上，暴喝一声：“安静，列队！”训练场上全是学生，而且都是新人，也没人出来引导秩序。一众新生，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三三两两的排到一起，排起的队伍自然是歪歪扭扭不成阵型。有的人还是站在原地不动，自顾自的聊天，全然没把楚天行的话听在耳中。在这么多老师和同学的围观中，王峥还是很给楚老头面子的，第一个站到主席台前，身子立得笔直。在他的身侧紧跟着的是吴欢和楚小满，随后陆陆续续的有部分新生跟着站了过来。而观众席上的一众老生已经在等着看好戏了。3分钟后，楚天行再次喝道：“列队时间已到，所有迟到、缺席、未入队列、交头接儿者全部扣除50学分。”随着楚天行的话一出口，那些还未入队的学生纷纷急着往队列里跑。楚天行接着暴吼：“谁让你们动了？
随着话音落下，顿时整个场地乌云密布，一道道闪电从空中落下，劈在无人的空地上。随后便是无尽的气势压迫，让众人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楚天行站的主席台离最近的王峥都还有10几米远的距离，而一众新生站得稀稀拉拉，最远的还有刚刚进入场地的。但是在楚天行的气势压迫下，所有人都是一动也不敢动，仿佛只要现在动上一下，天上的万钧雷霆就会劈在自己头上。王峥则是一脸的无所谓，之前密封的房间中那么近的距离他都可以硬扛，别说现在还在这样露天的环境下，他甚至还有空扭头看看其他人的状态。最先站过来的一批人素质都还不错，虽然也有部分人已经满头大汗，脸色惨白，但是至少都还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撑住了。而往后学生们能站住的就没几个人了，都在庞大的气势压迫下站不起身来，更有不堪者早已经趴到地上了。楚天行浑身的气势也不收，继续吼道：同学们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楚天行，京南大学的校长。今天由我来跟大家说说京南大学的规矩，也是我楚天行的规矩。进入大学，我要教给大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听从学校的安排。报到时就已经说过，今天下午2点训练场集合，说几点就是几点，说让你们列队，你们就得列队。你迟到你缺席，可以直接扣除50学分。观众席上有人低声议论，校长今年怎么这么暴躁？往年不都是20分的吗？今年直接扣一半，扣就扣了，就当少吃几顿易瘦饭菜吧。楚天行仿佛听到了这些学生的议论，继续淡淡的说道：你们有的人可能知道学分是什么，有的人可能不太了解，不过这都不重要，因为今年是跟以往完全不同的一年。新生入学，每人都会发放100点学分作为你们的初始学分，这个是入学奖励。可能有些了解学分的同学会说，大不了少吃几顿易瘦肉的饭菜嘛，也没什么关系。不过我要说你错了，大错特错。之前观众席上说话的那人顿时脖子一缩，装起了鸵鸟。而王峥听到楚天行说道和以往完全不同，心里隐隐有种不好预感。楚天行没有在乎众人的议论，接着吼道：不管是新生还是老生，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就在你们放假在家休息之时，就在你们庆祝自己考上大学之时，有3位新生给我们学校争取来了无上的荣誉。王峥、吴欢、楚小满上台。随着楚天行的一声暴喝，在场的不管是新生还是老生都开始交头接耳，东张西望起来，想要看看这3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王峥一手捂脸，他是真的不想上去，双腿就像扎在地上似的，眼观鼻，鼻观心，装作一副完全听不见的模样。吴欢和楚小满倒是一脸的骄傲，看到王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楚小满还来推了他几下。楚天行怒目圆睁，磨磨蹭蹭的干什么？还不上来？王峥眼看着再也躲不过去了，心里暗骂楚老头不是个东西，但是他又不敢不去，他可不想大学入校第一天就被楚天行作为杀鸡儆猴的计，于是只能一个箭步跨上了主席台，站到楚天行身边。吴欢和楚小满两人也是满脸的骄傲与自豪，楚小满更是觉得自己大出风头，好不威风。王峥心里不停地问候着楚天行，开学第一天就要让自己成为所有学生的公敌。他已经从楚小满那里知道了，这次集训学校给每人奖励了1000学分。你以为同学们会感谢自己为学校争取到了更多的药剂份额？小了，格局小了。新生会觉得自己出了风头，我上我也行。老生会认为自己学分多，又是新人，好欺负，是送上门来的大好肥羊。这些所谓的荣誉只会给他带来数不清的麻烦。王峥心里已经是烦躁不已。楚天行看着身边站得笔直的2女，心里很是满意。再看王峥歪歪扭扭的，一点精气神都没有，还不停地动来动去，像是浑身有刺，便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直到王峥接收到他的眼神，立刻恢复站姿，这才继续开口说道：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在你们享受假期的时候，他们3个人代表着学校参加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天才新生训练营。至于举办训练营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全国39所觉醒者大学分配国家新研制出来的可以加速修炼、恢复灵气、治疗伤势的药剂。而他们3个在这次训练营中力压帝都大学和魔都大学，以远超第2名的成绩勇夺第1，为我们学校争取到了整整10倍的药剂资源。我知道你们可能有人心中不服，觉得为什么没有找你们去，觉得自己去也可以，但是我只想说，让你们去，你们真不行。39所大学最顶尖的120名学员，就凭你们，连列个队都做不到，你们还能干什么？看到训练场上的众多新生已经满脸怒火，楚天行脸上严肃，心里已经笑开了花。小吴这招可真好使，这动力不就一下子来了？今年一定要给这群小崽子们换个精神面貌。楚天行暗自点头，继续说道：这次训练营有多难多危险，我不想多说，我只说一句，有好几所的大学的天骄把命都留在了那里，这份第一的含金量有多大，你们自己动脑子好好想想。所以经过学校所有老师的一致决定，我打算给王峥、吴欢、楚小满3人每人奖励1000积分。你们不要羡慕，这是他们应得的，这是他们用命换来的，而且相较于他们做出的贡献，这点积分远远不够。看着吴欢和楚小满2人一脸的骄傲，王峥只觉得心累的不行，放弃吧，没救了，这2人就是傻的。他听到楚天行说的话，心里那个委屈，那个气啊，这楚老头一直在拱火，根本没停过。我真的服了，他怎么现在一点都不憨了？这是要捧杀我啊！王峥的预料一点都没有错，果然楚天行紧接着说道：我说这些不是要表示他们有多了不起，也不是想说你们都是废物，我只是想说，只要你们肯努力，你们也能获得这样的荣誉，取得这样的成绩。大学生武斗会就是很好的机会，虽然你们现在才大1，但是相信经过几年的锻炼，很快就可以追上并且超过他们3人。这次就连观众席上的诸位老师都忍不住了，心里不断的吐槽：你心里亏不亏啊？这3人都是自然觉醒者，别人怎么跟他们一样？而楚天行心里夸赞的小吴老师更是一把捂住了脸，把头深深的埋进了胸口。我也没这么教啊，怎么校长还随便加台词呢？要不还是离职吧，要是让同事们知道这是我教的，这辈子都没脸见人了。虽然知道内幕的教师们都在纷纷吐槽，但是台下的傻子们不知道啊，
他们现在心里已经跟打了鸡血似的，就想着拼命练习，打败这三人组了。楚天行觉得现在差不多了，决定再加一把火。别说我看不起你们，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只要你们敢挑战他们，输了没有惩罚，赢了奖励100学分，立刻生效。王峥的白眼已经翻到天上去了，他再也忍耐不住，两腿一盘，直接就坐在主席台上了。这时站在前排的一个小个子抢到先机，迅速冲了上来。我觉得校长说的对，2位女生我就不挑了，我要挑战王峥，就算最后我输了，起码证明我有挑战的勇气。台下众人纷纷觉得可惜，这装逼的好机会被这小子给抢先一步了。王峥坐在主席台上动都不动，全当听不见。楚天行暴喝：王峥，你敢不敢应战？我不敢，我认输，我是治疗系觉醒者，打架不是我的强项。王峥想都不想就回道。小个子男生顿时愣住了，一边是2位女生，一边是治疗系觉醒者，似乎他怎么挑都会被人诟病，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楚天行听到王峥的话，不知道该气还是该笑，只能无奈的悄悄的给王峥传声：一枚灵气结晶。王峥瞬间来了精神，迅速爬了起来。你早说嘛，你早说我不就应战了，你怎么不早说？早说呢你！只见王峥没有半点不好意思，利索的从主席台翻身而下，讪笑着说道：刚刚只是跟大家开个玩笑，就是看大家太严肃了，想活跃活跃气氛。我虽然是个治疗系觉醒者，但是还是有一定实战能力的，来吧。小个子男生见王峥终于应战，松了一口气，刚要开口说上2句，只见王峥手臂连连挥动，一连10几道圣光从天而降，瞬间把小个子男生笼罩。随着一声极其羞耻的呻吟，他的身子一软，浑身无力，瘫倒在地，立刻失去战斗意识了。楚天行也没想到王峥现在玩得这么花，一时间愣在了原地。王峥则是全然不觉得自己的操作有什么问题，淡淡的开口说道：劳驾，下一位。劳驾，下一位。王峥不会打架的话语犹在耳畔，现在地上就躺着一位社死的小伙子了。一时间整个训练场上鸦雀无声，倒不是这些头脑发热的新生冷静下来了，也是他们不敢再上场了，而是这输的实在有些太难看了。大庭广众之下这么羞耻的呻吟一声，以后大学4年还活不活了？楚天行也不开口，他就静静的等着有没有下一位挑战者，似乎如果没有人继续挑战，那今天这场开学仪式就不会结束。王峥倒是无所谓，随意的掏了掏耳朵，他为什么现在这么主动的要下一位挑战者上场？完全是楚天行说1枚灵气结晶，可没说是一共1枚，还是赢一个人1枚。在王峥听来，那就是1人1枚，谁来都不好使。局面就这么僵持住了，一众新生们也开始3两的讨论起来，商量起对付王峥的策略来了。有人提供思路，有没有速度型的觉醒者？他是治疗系的觉醒者，只要能躲过他挥手的瞬间，近身之后还不是手拿把捏。听到这话，立刻有人出列，是一位身材匀称的女生，腿部的肌肉线条十分漂亮。王峥看到又有人上场，却没停下挖耳朵的手，十分不在意的说道：你确定是来挑战的吗？这位女生点了点头，看来是对自己的速度有绝对的自信。王峥轻轻地拍了拍手，淡淡的说道：报上名来，某手下不斩无名之辈。这姑娘也是个实心眼，金南新生，我叫何10几道圣光瞬间落下，再看这位女生也已经双眼迷离，倒地不起了。王峥放下刚举起来的手，无奈的叹了口气，还是太年轻了啊，在你点头的时候，比试就已经开始了。这时不管是还在队列里的新生，还是观众席上的老生，都已经被王峥的无耻惊呆了。他们没想到王峥的出手如此果断，同学之间的比试也要偷袭。老生们有人皱眉调侃，看来是个有脑子的，不好对付啊。也有人认同，花费最少的代价解决最多的敌人，这有什么不好的？他身旁另一人立刻鄙视道：你们玩战术的心忒脏。新生们也有人不服，尤其是这位和同学的室友，听到王峥赢了之后还开口嘲讽，顿时热血上涌，也不管有校长在场了，直接开骂：王峥，你不是男人，你无耻卑鄙不要脸。也有其他人跟着起哄，顿时整个训练场都热闹了起来。王峥自己不在意，楚小满却想为王峥鸣不平，刚想开口就被吴欢拦住了。你现在说话别人也听不见的，真要想帮他出气，你就记住几个起哄最厉害的，等会找他挑战。楚小满本来被拦还有些不开心，觉得吴欢不够义气，听到这话后立刻双眼放光，开始在人群中寻找目标了。打得好！楚天行一声大喝：你们在吵什么？战斗本来就不是看谁力气大就判定谁赢的，战术策略同样也是一位优秀觉醒者战士必备的素养。继续挑战，下一位。这时队列里又有人出主意，不行就一个个的上，看他能有多少灵气值，把他灵气耗完了，他就蹦跶不了了。嘿，刚刚也是你小子说要速度快的先上的吧，一直在这起哄，你怎么不上啊？我这不是能力不行吗？我要打得过早上了。王峥听到了两人的对话，想了想，然后慢慢说道：其实吧，我已经灵气耗空了，哪有人能够连续用这么多次异能的？这本质上也是治疗能力，并不能对人造成实质的伤害的。前排的众人听到王峥的话语，纷纷后退一步，心里想着这个逼是真贱啊，还想着骗人呢，谁要上谁上，反正在他灵气耗空前，我是不会上的。王峥也是十分无语，他现在真的是灵气不多了，没办法再奶晕一个人的。但是大家都不信，他也没办法，这年头说实话都没人信了。见到众人不信，王峥只能再次开口：既然大家不信，那就这样吧，校长也在，如果我下场战斗再用圣光术，直接算我输总强了吧。众人又纷纷把眼光聚集到楚天行身上，看到楚天行点头作保，终于又有人出列，走到王峥面前。你叫什么名字？王峥问道。对方不再理会王峥的话语，小心翼翼地戒备着，不停围着王峥绕着圈子，也不知道想怎么进攻。王峥揉了揉眼睛，脚下用力，原本松松垮垮的身体突然绷得笔直，猛往前跨出一步，这一步跨出，瞬间就到了对方面前。王峥的速度太快了，还没等这人反应过来，一脚扫在他的脚踝，顿时整个人都失去平衡，向下倒去，人还在半空中就被一拳砸中太阳穴，当场昏迷。
问你你还不理人，同学一场怎么这么不礼貌？绕来绕去的，绕得我眼睛都花了。秒杀又是秒杀，新生们已经不记得这是今天的第几次震惊了。人家一个治疗系觉醒者敢说自己都不用异能跟你单挑，这都看不出来他身怀绝技，自己脑子傻怪谁？我早就看出来了，所以我才没上。这时有人开始马后炮，你看出来个屁！你刚刚怎么不说？看到台下叽叽喳喳的又吵了起来，但是却没人上场。楚天行只能点名，梅一奇你要不要上？梅一奇，王峥顿时来了兴趣，他知道这是金南的第4位自然觉醒者元素系的，这梅一奇却是十分骄傲，我一个元素系挑战他治疗系不公平，赢了我也不光彩，其他2位还都是女生，还是算了。王峥也是来了脾气，哟吼，小样子啊，比我还狂呢！于是大声喊道：不瞒诸位，虽然我是治疗系的觉醒者，但是我一直有一颗当战士的心。我自7岁开始学武，一开始我先练腿脚，3年大成，再练拳法，又是3年。后来我得到一位名师的指点，改练锤法。经过2年的磨练，我这一手36路天罡乱披风锤法以至化境，江南省同龄人中更无人是我一合之敌，自号打遍江南无敌手。谁敢上来与某家一战？狂！这也太狂了，套他猴子的，太嚣张了。有没有人能上去揍他一顿？我给他带1个月的饭，太气人了。听到王峥嚣张无比的话语，训练场上的群雄一个个都是义愤填膺，恼羞成怒。这时梅一奇再高傲也忍不住了，大步走出人群，手中直接凝聚出一团旋风。王峥知道他是今年的第4位自然觉醒者，用扫描扫了一眼，体力值160，灵气值190，体质16，力量9，智力18，精神12，敏捷9。就这，王峥都不屑地鄙视他，就这么点灵气，还装逼捏2团旋风上场，白白消耗自己的灵气，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可以赢他们3人，估计他连楚小满都打不过。你的锤子呢？你不是一手乱披风锤法无敌吗？今天我就要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元素系的觉醒者。梅一奇上场后十分高傲，用鼻孔瞪着王峥说道。王峥无奈地叹了口气，忽然一抬手，梅一奇的身子猛地一歪，似乎是想要躲避王峥的圣光。王峥顺手挠了挠头，别激动，别激动，我没灵气了，就是头有点痒。梅一奇被王峥这样戏弄，顿时气得涨红了脸，抬手一挥，一道淡青色的锋刃对着王峥击射而去。新生们仿佛是等到了打败恶魔的救世主，纷纷开始为梅一奇加油打气。竟然是元素系的觉醒者，我记得这小子住的是城浦区宿舍吧？那就是说他是元素系的自然觉醒者。兄弟牛批！打倒王峥，给新生们争一口气啊！王峥看着扑面而来的锋刃，毫不在意，直接张手一捏，直接把这一道锋刃生生捏碎。淡青色的锋刃从刀尖开始破碎，一点一滴，随后化作灵气消散在空气中。梅一奇一脸的不敢置信，连带着周围同学们的叫好声也被王峥这一捏压回了嗓子里。王峥没有在意那些呆若木鸡的同学们，继续朝着梅一奇问道：喂，没义气是吧？还有其他招数吗？用出来看看呗。对了，既然是风属性，你会不会搓丸子？梅一奇自然是听不懂王峥的话语，只当王峥是在嘲讽自己，顿时恼羞成怒，双手连连挥动，锋刃接连不断的在他的周身凝聚成型，朝着王峥击射而去。王峥不闪不避，一道道的锋刃打在他的身上，叮当作响，火星四溅，煞是好看。当然，为了防止衣服被划破，是用灵气覆盖在了周身的。没想到在训练营学到的小技巧还挺有用，也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一种武技。金钟罩，铁布衫。王峥心里想着没边没谱的事情，全然不把梅一奇放在眼里。再看另一边的梅一奇，他现在已经把灵气消耗一空了，脸色蜡白，大汗淋漓，看到自己的锋刃对王峥完全没有效果，已然是慌了神。毕竟也是刚觉醒的少年，也没有经历过觉醒者之间的战斗，别说两人实力差距过大，就算是旗鼓相当的对手，就这样的心性也不可能是王峥的对手。梅一奇现在只觉得自己已经无地自容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作为楚天行都要亲自上门邀请的天才会输得这么惨。自己引以为傲的锋刃射在王峥的皮肤上，冒出一团团火花，然后迅速破碎，消散在空气中，甚至连他的衣角都不曾划开。王峥看着眼前的梅一奇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缓缓地说道：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很强吧？才觉醒几天而已，我们3人谁不是自然觉醒者？你有什么好骄傲的？不是我打击你，就你这样的连楚小满都打不过，还好意思大言不惭地说赢了不光彩呢？楚小满听到王峥说的话，气得跺脚大声骂道：什么叫连我都打不过？我很弱吗？王峥没有理会楚小满的大喊大叫，继续说道：你不是想见识见识我的锤法吗？好，我满足你。随后转头对着楚小满大声喊道：天不生我王小征，锤到万古如长夜，小满锤来。楚小满则是一脸的懵逼，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就 Q 我了？锤来又是什么鬼？这时的吴欢倒是反应过来了，他之前看到王峥鬼鬼祟祟的把2把大锤藏到了主席台下，当时还在纳闷他想做什么呢。随后翻身跳下高台，掀起盖在主席台上的地毯，只见王峥的2把大锤正安静地躺在下面呢。王峥对着吴欢挑挑眉，心里给他点赞，果然还是有个机灵的队友好呀。不过看着吴欢撅着个屁股在高台底下掏锤子，一只手又拿不起来，只能吃力的再往外拖。这姑娘的高冷气质在王峥心中已经毁于一旦了。王峥再也忍不住扑哧一下笑出声来。楚小满看到王峥偷笑，也是赶紧跑下台来，看到吴欢的动作确实不太美观，赶紧喊住他，转身冲着挤眉弄眼的王峥叫道：藏这么深干什么？锤来你个头，自己来拿。吴欢也发现了自己的形象有损，顿时也是一张脸红到了耳朵根。他们2人都拿不动，王峥也只能自己走了过去，伸手一捞，很轻松的就把锤子抄在手中。一个超人系的觉醒者，这点重量都拿不起，还是得多练啊。楚小满瞬间对着王峥横眉竖眼，就差破口大骂了。王峥倒不是有意的，
也没有嘲讽的意思，只是他自己进步太快了。作为认识了快1个月的队友，他是真的把他们俩当妹妹看待的，希望他们能进步得更快一些罢了。他只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终究是个开挂的，其他人怎么可能跟得上他的脚步？吴欢倒是没有在意，只是依旧红着脸点了点头，心里下定决心，之后要更加努力才行了。王峥没再跟两人说笑，扛着2把大锤就走到了梅贻琦面前，随后把2把锤子对着敲了敲，顿时发出 doom 的敲击声。梅贻琦，这就是你要见的锤法，你确定还不认输？梅贻琦吞了口水，把头一拧，一脸的宁死不屈。好，我敬你还是条汉子。说罢，王峥爆射而出，用尽全力一锤朝着梅贻琦砸去。梅贻琦心中大呼我命休矣，慌乱中脚下一顿，坐倒在地，看着朝自己冲过来的王峥，他却是始终咬着嘴唇，不曾说过半句认输。颤抖的双手缓缓抬起，但是灵气不足，却没有能够再凝聚出锋刃。看样子他是并不打算投降认输了。轰！锤子抡来的破空声在他耳边呼啸而过，锤身与空气摩擦产生的尖笑声刺得他耳朵里嗡嗡作响。他似乎感受到了锋利的锤刺从他的脸庞上划过，刺骨的寒意直接割破了他的皮肤，然后伴随着爆炸般的轰鸣，地面随之一阵晃动。训练场上灰尘四起，泥土飞溅，跌坐在地的梅贻琦身旁被王峥一锤砸出一个大坑。梅贻琦听到声响，却发现自己没被击中，心中大喜。但是还没等他的笑容浮现，就被王峥当胸一脚踹中心口，顿时就像滚地葫芦一般，瞬间没了踪影。王峥看着已经有老师朝着场边的梅贻琦过去了，就没再关注，缓缓地收回自己踢出去的脚，然后大锤一转方向，直指队列之后一位体型娇小的女生。你不来试试吗？众人从刚开始对王峥的同仇敌忾，瞬间变成对梅贻琦的同情。还没来得及惊讶王峥的暴力，又看到王峥似乎对其他新生产生了兴趣，顿时都顺着王峥大锤所指的方向望了过去。只见人群之后有一位女同学被王峥的大锤指着，显得稍微有些慌乱，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王峥，笑得格外的甜。这时新生群中有 LSP 大声惊叹，开学仪式都这么久了，竟然没有发现队列中还有这么可爱的女生。只见这位同学1.5米左右的身高，一头银白色的长发随意地散落在肩膀上，小小的脸蛋似乎嫩得可以掐出水来，水汪汪的眼睛仿佛能勾魂夺魄，既有少女的纯净清新，又有少妇的成熟端庄，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融合在她一人身上，却不会显得诡异，反而让人有种要想亲近的感觉。而在此之前，同学们仿佛都对此人视而不见，包括王峥也没有注意到他。直到刚刚在大锤的轰击之下，这位少女捂嘴发出一声轻呼，这才引起了王峥的注意。王峥在发现异常的第一时间就已经开启了扫描，但是却得到数据面板扫描失败给的反馈，顿时心中警铃大作，直接出声点破他的存在。这位少女看到众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她，瞬间就羞红了脸，似乎是有些胆怯，小声说道：我不会打架，而且爸爸妈妈也不让我随便用法术。王峥顿时瞳孔猛缩，虽然这少女的声音低如蚊呐，但是王峥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法术，他刚刚说的不是异能，是法术。再结合刚刚扫描失败的情景，王峥第一次发现他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于是瞬间丢下锤子，连忙换上一副笑脸，开口问道：这位同学怎么称呼呀？我叫王峥，荆南本地人。你呢？我叫白妹喜，也是荆南人，是楚爷爷。白妹喜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楚天行打断。行了，今天的比试就到此为止了，所有人原地待命，按照异能种类分配学系，确认好班级之后，各班老师自行带回。然后又指着王峥3人还有白妹喜说道：你们4个跟我来一趟。随后便潇洒地转身离去。等到几人都走后，整个训练场才炸开了锅。卧槽，这他妈是治疗系！你们看见那锤子没有？比我人都粗。再看看地上这个洞，这要砸身上还能活？不对吧？你们难道没人好奇他怎么会有这么大力气的吗？他这真的是治疗系吗？会不会是骗了学校？白痴，自然觉醒者都是特招的。你去骗一个我看看。我好奇啊，你去问问他，反正我是不去。这家伙一肚子坏水，我不想跟他接触。这时又有人转移了话题。有一说一，咱们新生这几个妹子长得都不赖啊，特别是那个白，白什么来着？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声从观众席传来，齐真捂着脸，眼神里全是错愕。他不明白这个被自己耍得团团转的男人为什么会突然出手打自己。紧接着，舒令伦大声喝道：一天到晚没事找事，自己实力不行，被赶出城浦宿舍区，不想着自己努力修炼，把今天丢的脸赢回来，还想搞这些邪门歪道欺负新生，简直歹毒！舒令伦的一番话说的是铿锵有力，一张国字大脸配合着正义的话语，显得光明正义又伟大。齐真瞪大了眼睛，一手指着舒令伦，还想说什么，突然又是一个耳光扇了过来。肤浅，我没有你这样的朋友，今天开始我们一刀两断。周围不明真相的观众们纷纷鼓起掌来。舒令伦的形象更加高大了，大声喊道：我与罪恶不共戴天！王峥表现出来部分实力，顿时打消了不少针对他的行动，当然这也是他有意为之。在被楚天行摆到明面上之后，他就打定主意要亮一亮肌肉了。虽然以他的实力并不怕这些比他多上几年学的老生，但是苍蝇也不能伤害到人，但也招人烦不是吗？4人跟在楚天行身后，亦步亦趋，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王峥看四周无人注意，瞬间收起了自己的大锤。白妹喜看到后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惊讶。王峥凑了上去开始套话：白妹妹今年多大了？你是住在100号宿舍吧？我们都是邻居啊。你之前想说什么？没来得及说就被校长打断了。白妹喜之前被楚天行打断后就明白自己说的太多了，此时也只是笑着点头，并不回话。楚小满难得看到王峥吃瘪，顿时捂嘴偷笑：饭桶，你也有吃瘪的时候啊？你喜欢白同学这样的吗？也没见你对我们这么殷勤啊。这话一出，不但把白妹喜惹得满脸通红，连吴欢都是对王峥频频侧目。王峥无奈地翻了个白眼，心里骂道：你懂个屁，一天到晚这么天真，
哪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楚天行带着几人一路回到国术馆，等众人推门进去后，梅一奇已经在里面等着了。看到楚天行进来，连忙起身问好。梅一奇看着紧随其后的几人，顿时脸上臊得通红，身上的伤势虽然被治疗恢复了，可他心里的憋屈和打击一时半会可没这么容易消退。楚天行看着神色各异的五人，开口说道：“我就直接开门见山的说了，今年咱们金南的自然觉醒者就是你们几位了。你们这一届比前几届都要好，金南的未来还是要靠你们的。”看着梅一奇一脸的失魂落魄，楚天行也是开口安慰：“王峥他们几个最少的也觉醒快2个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觉醒者前期提升实力很快，自然觉醒者更是如此。更何况他们3人在集训营中还特训了近1个月，不管是实战还是训练量，都是你远远比不上的，输给他们也是正常。小梅你才觉醒，又是自然系的能力者，以后肯定是大有作为，没必要在此做小女儿姿态。只要努力训练，何愁不能迎头赶上？”梅一奇听到楚天行的话，一张脸更苦了，倒不是他没信心可以追上众人，而是他觉得校长话里的意思是真的觉得他不是2个女孩的对手，顿时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吴欢和楚小满自然是一脸的骄傲，楚小满更是直接把我很厉害几个字写在了脸上，而白妹喜则是一个人默默地看着地面在发呆，不知道在想着什么。王峥现在的注意力全在白妹喜身上，他觉得这个女生很有问题，而楚天行很明显是知道这女孩来历的，心里想着要找个机会好好问问楚老头。王峥，王峥！楚天行看王峥死死地盯着白妹喜，自己说话他也是完全没有在听，喊了他2声也没反应，一脚踢了过来。王峥虽然人在出神，但身体的反应能力确实是一流，在楚天行踢腿过来的一瞬间，一个后跳躲开这一腿，下意识地回了一拳，狠狠地向着楚天行的腿砸去。楚天行只是恼怒王峥不听他说话，也没用太大力气。没想到王峥的反应如此迅速，这一拳又凶狠又毒辣，落拳之处赫然是楚天行的膝盖。楚天行猝不及防下，也只能拧身抽腿，用自己坚硬的腿骨对上了这一拳。本身就是他趁着王峥发愣的时候偷袭，王峥下意识的回击也无可厚非。他作为校长，总不好直接开启异能闪避，或者把王峥直接电飞吧。拳腿相交之际，一股气浪喷涌而出，楚天行自然是屹立不倒，收腿后稳稳的站定。没想到王峥也是站在了原地，半步不曾后退。这时的王峥已经彻底反应过来了，无视掉周围几人目瞪口的脸，看着楚天行不怒自威的表情，王峥觉得自己完了，开学第1天就打了校长，这名声要是传出去，金南校霸的名头算是坐实了。没想到楚天行倒是没有生气，反而借此教育其他几位同学，看到没有，这才是一位优秀的觉醒者战士该有的反应。即使在出神、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下，也能迅速从偷袭之下反应过来。从这一拳就足以看出王峥同学有多么谨慎，实战经验有多么的丰富，你们都要向他学习。众人表情各异，楚小满一边偷笑，一边对王峥点个大拇指，吴欢则是听着楚天行的话暗自点头，心里决定之后还要多向王峥学习请教。至于另外2人，梅一奇一脸的不屑一顾，更是觉得王峥在校长说话时不但不认真听，事后还敢出手反击，更是大逆不道。而白妹喜则是在王峥出手时紧紧地盯着他，小鼻子嗅了嗅，然后紧紧地皱起眉头，似乎又陷入了沉思。行了，解散吧，今天就到这了。说完后，楚天行化作一道闪电往外遁去。王峥一看楚天行没有怪罪自己，刚松了一口气，但是看到楚天行就要飞走，瞬间就往外追去，口中大声喊道：“校长，等等我，我有事要说。”楚天行听到身后传来王峥话语，又从半空落了下来，站在了国学馆的门口。王峥快步追了上来：“校长，我有事想跟您谈谈，能不能找个安静的地方，就咱们2个？”跟着王峥一起跑出来的楚小满听到王峥的话语，用怀疑的眼神扫了扫2人，眼珠子滴溜溜的乱转，不知道心里已经描绘了多少集狗血伦理电视剧的剧情了。楚天行回复道：“行吧，直接来2楼。”说完，又是一道闪电，立刻消失在了原地。王峥看着楚小满乱转的眼珠，知道他肯定没有想好事，给了他一个脑瓜崩后，轻声说道：“里面那2个新人我不放心，你给我盯着一点，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爷爷谈。”楚小满双手捂头，嘟着嘴点了点头，显得十分娇憨可爱。王峥看到楚小满答应了，直接转身就上了2楼，这还是他第一次上来呢，平时都是锁着的，也不让进。等王峥上楼进门后，才发现2楼只是一间普通的起居室，房间很大，里面的家具已经十分老旧了，但是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看来平时应该经常有人来清理。客厅的最上方挂了一张黑白色的照片，照片里是一位面容慈祥的老人，穿着中山装，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显得书卷气十足。楚天行大马金刀地坐在沙发上，抬头看了眼王峥：“有什么事情说吧。”王峥先是贼眉鼠眼的扫了一圈周围的环境，然后小跑着坐到楚天行身旁，悄悄地说道：“校长，刚刚没打疼您吧？我看您都不走路，直接用异能了，要不要我给你治疗下？”楚天行顿时脸色一板：“胡说八道，有事说事，没事快滚，就你还能伤到我？”王峥讪笑着回道：“伤不到，肯定伤不到，我也是担心您的身体嘛。”看到楚天行身上隐约出现了电弧，王峥连忙轻咳2声，迅速开口说道：“那我就直说了，校长能不能告诉我，那个白妹喜是什么情况？”楚天行显得有些惊讶，轻咳2声掩饰道：“能有什么情况？今年的新生，自然觉醒者，我亲自去特招的，还能有什么问题？校长您就别瞒我了，我能感受到他不是一般人，我的感觉很准的，我相信我的判断。”王峥见楚天行还是不说话，紧接着说道：“您还不放心我吗？信不过我，难道还信不过我爸妈？我这人嘴巴很严的，肯定不会乱说的。您要是真不告诉我，我以后肯定找个机会弄死他，我能感应到他的特殊。而且还对我有隐隐有些敌意，不是知根知底我不放心。”楚天行看着王峥眼神里的坚持，像是第一次认识他。随后想到了之前李亮跟他说过的话，又想着认识王峥后他所做的一系列事情，这才叹了口气，缓缓道来：“他对你没什么威胁的，你也不要随便去招惹他，他家里背景很大的，我也得罪不起。”王峥立刻打蛇上棍：“
您只要跟我说清楚，我心里有底，肯定就不会去招惹他的。王征，我问你，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仙吗？或者说，你觉得灵气是什么？不信，我没见过。灵气就是游离在天地之间的一种特殊粒子，人体吸收后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天赋好的人就可以觉醒特殊的异能。你说的都是只是教科书上的内容，这也不算错。那你觉得什么人算得上天赋好呢？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呢？王征沉思良久，随后缓缓地摇了摇头。他确实不知道，在他的认知里，他自己并不是一个纯粹靠天赋觉醒的自然觉醒者，或许是觉醒的时间。自然觉醒的越早，天赋就越高。他不能确定。楚天行见王征摇头，继续说道：“至于神仙，我起初也是不信的。但是你看我能飞行，还能掌控雷电，如果放在古代，我算不算神仙？就算不说我，就说你，你的圣光术虽然做不到活死人，但是肉白骨是没问题的吧？而且你还力大无穷，刀枪不入。把你放到觉醒时代前，你算不算神仙？如果按照这个思路，那古代志异小说里的妖魔鬼怪是不是也存在？他们只是不同形式的修炼者，只不过是因为灵气消失了，后来才慢慢的淡出人们的视野。而且自从灵气复苏后，为什么野兽会比人类更先开始进化？还有很多动物的智慧并不算低。那么他们通过灵气的洗礼后，会不会有特殊的效果？”王征的眼神渐渐发亮，比如说脱胎换骨，化成人形。王征想什么呢？从你跟爷爷谈完之后，就一直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楚小满好奇地发问。楚天行之前并没有再回复王征的话，但是王征已经从他的表情中得到了答案，更何况还有扫描功能作为判断。这白妹喜很大概率就是异兽化形。那么为什么楚天行会对他如此放心呢？是因为他的实力太强？但是这也说不通啊，这小妖怪一看就是涉世未深，嘴上还挂着爸爸妈妈呢。而且连楚天行都知道，国家知道的肯定更多，为什么不普及这些信息呢？算了，想不通就不再去浪费脑细胞了。王征心里打定主意，以后没事尽量跟他少接触。这个世界似乎比他所认知的还要复杂得多，国家高层到底还隐瞒了多少情况？天魔、异兽、妖兽化形，还有老爹的身体要怎么恢复？自己来到这个神秘的世界又是什么原因？背后是不是存在着什么算计？这一桩桩一件件，压得王征有些喘不过气来。听到楚小满关心的问候，王征随手拨乱了他的头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没什么，只是加深了一些对这个世界的印象吧。这个世界还有许多未知在等待着我们探索呢，一想到这里，我就浑身颤栗，有些害怕。说到这，就连吴欢也投来诧异的眼神。在他的印象里，王征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之前在训练营，当着人家帝都大学老师的面，都扬言要出手杀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这番话来，是不是被打击到了？这位高冷的女孩有心想要安慰，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只是伸手给王征递过来一块糖果。看到王征朝自己投过来异样的眼光，连忙出言解释：“我每次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吃上一颗，你也可以试试。”王征一下子愣住了，他装出一副要哭的样子，调侃道：“呜，我们家吴欢也长大了，都学会安慰了人，我真的太欣慰了。”吴欢被王征调侃得有些害羞，顿时加快了脚步，跟后面两人拉开了距离。楚小满有些无语，戳着王征的额头骂道：“神经病，有空想这些有的没的，不如先想想怎么还我的学分。你中午吃了我一顿，这次轮到要你请客了。”王征也是笑着回复：“请啊，我现在就可以请你吃湖畔食堂1楼随便你吃。”楚小满瞬间化身异兽，张牙舞爪对着王征一顿乱挠，两人瞬间嬉笑着从吴欢的身旁经过，一路打打闹闹的朝着训练场跑去。吴欢看到王征在楚小满的插科打诨下恢复了往日的活力，这才又舒展开了眉头，轻笑一声，快步跟了上去。王征，王征呢？王征来了没有？屈建双老师拿着花名册在这边大声的喊着，半天没有得到回应。楚小满也在帮忙寻找，王征刚刚还在这边的，没想到一下子就没了人影。这时有一位同学开口道：“老师，我刚刚看到王征同学在超人系的力量班那边。”等屈建双老师一脸怒气冲冲地跑到力量班，发现自己的同事罗岩正跟王征聊得开心，两人都是哈哈大笑，眼看着马上就要称兄道弟了。要知道这罗岩在京南大学可是小儿只提般的存在，外号光头黑阎罗，2米出头的身高，一身横练的肌肉，皮肤黝黑，还理个头，长相是又凶又恶，对待学生更是严厉的令人发指。每年想从他的班级里转系别转班级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也不知道这王征有什么魅力，一来就跟人好上了。看到屈建双走近，黑阎罗立刻说道：“屈老师，王征实在是块好料子，去学治疗太可惜了，让他来我的班里吧。好男儿就该上阵杀敌，血洒疆场，做个奶妈躲在后方算什么男人？王征你说对不对？”王征情商可高了，他又不是傻子，只是低着头也不接话。屈建双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他虽然性格温柔，但不代表没有脾气。本来点名的时候就找了天伴王征，现在又被罗岩说成奶妈，躲在后方还没发脾气，已经是忍耐力极好了。罗岩看到王征低着头不说话，还以为他是怕屈建双呢，紧接着开口说道：“屈老师，你看看你脸色这么难看，都把王征同学吓到了，给不给嘛？爽快点，一句话，女人就是麻烦，婆婆妈妈的。”王征下意识的想点头，但是用自己强大的意志力忍住了。只见屈建双也不说话，扭头就走。罗岩还在后面追问：“屈老师，行不行？说句话嘛，怎么这就走了？”看到屈建双越走越远，罗岩转头看向王征：“你看，所以我才说嘛，不要去治疗系，全是女的，烦求得很。”王征点点头，给黑阎罗竖了个大拇指。罗岩这边看到王征认可自己的说法，也是高兴得很，心里想着这位威武霸气的新生就要被自己收入囊中了。这王征武力超群不说，还自带治疗，以后自己不管是体罚学生还是同学之间切磋受伤，就不用把人往医务室送了。一想到这，罗岩不禁嘿嘿嘿地笑出了声来。王征看着远处屈建双老师的身影重新出现，不动神色地往后退了2步，也是嘿嘿嘿地笑了起来。黑阎罗，你欺人太甚！
这时，一声暴喝从训练场的尽头传了过来。只见屈剑双老师手持双剑，迅速从远处冲来，一脸的杀气腾腾。王峥立刻推至场边，表明立场。他其实是不在乎去力量班组还是治疗系的，他现在力量大的事情已经暴露了，装不装治疗系也都无所谓了。他之所以过来这边，只是因为这力量班里全是人高马大的肌肉猛男，他想过来打好关系，以后方便找人切磋。但是没有想到，刚一过来就被罗岩给相中了。他一直退到场地边缘，这才坐了下来，开始安静的吃瓜。只见屈老师浑身冒着白光，似乎是受到了某种异能的加持，两把短剑舞的美轮美奂，每次攻击都能带出一道白虹，煞是好看。反观黑阎罗赤手空拳，武器也不在身边，周围也没有可以利用的家伙事儿，顿时被打得节节败退，满场逃窜。还伴随着有本事让我拿来武器再战，趁人之危算不得英雄，一点小事不至于动刀动枪之类的话语传来，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顿时训练场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而王峥则是一个人盘腿坐在远处，欣赏两位导师对战，或者说是单方面的殴打，看的是津津有味，就差掏出一把瓜子来嗑了。就在两位老师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实战表演时，一道亮影紧挨着王峥身边坐下。王峥随意的瞥了一眼，发现是白妹喜，顿时浑身一紧，绷直了身体，按捺住直接扭断他脖子的想法，便不再理会他了。在王峥眼神扫过去的一瞬间，白妹喜也是背后一冷，仿佛被什么天敌给盯上了，随后轻声开口说道：“你好像不太喜欢我，甚至还一直在防备我，为什么？”王峥瞬间切换了表情，笑嘻嘻的回道：“没有啊，我不是一直在找你说话吗？是你不理我呀。”看到王峥露出笑颜，白妹喜也是松了一口气，小声回道：“不是我不理你，是楚爷爷叮嘱过，让我不要透露太多的信息，所以我才不多说的。”王峥笑着回复道：“没关系，我能理解的。那你能告诉我你家在哪里吗？”“就在京南呀，不是之前就说过吗？”白妹喜甜甜的回应。王峥紧接着问道：“京南哪里啊？毕竟京南城也不小，我看看我们家离得近不近。”白妹喜犹豫了一下，还是缓缓开口道：“紫金山。”卧槽，老城区市中心，难怪之前发现这一世紫金山周围的路全被封锁了，整片山区都被规划成军事禁区了。王峥心中念头疯转，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他现在思绪很乱，已经没办法用正常眼光来看待异兽了。白妹喜看着王峥的脸色变来变去，觉得十分好玩，捂着嘴偷笑起来。他这一笑，王峥顿时沉沦了，他的瞳孔不再聚焦，眼神里的光亮也开始慢慢消失。这时，王峥只觉得一股清香扑鼻，瞬间浑身酥软，懒洋洋的用不出一丝力气，比被圣光术照耀着还要舒服。不对，这不对，圣光术晕奶那是生命力过剩的表现，绝对不是正常的现象，现在这情况也绝对有问题。在王峥意识到状态不对之时，立刻就清醒了过来。现在的训练场上，屈剑双还在举剑追杀着黑阎罗，身旁白妹喜也依旧在捂嘴偷笑，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魅惑，王峥心里疑惑，他很确定刚刚那股诡异的香味是从白妹喜身上传过来的，而这香味绝对有问题，但是现在再闻又感受不到半点味道了。王峥的眼睛开始眯了起来，眼神中闪过一丝杀意。白妹喜似乎感受到了危机，瞬间从王峥的身边弹开：“你想干什么？”看着对方的表情不似作伪，好像真的和他无关，王峥故作惊讶的试探道：“怎么了，白妹妹？你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呢。”白妹喜看着王峥无辜的表情，尴尬的挠了挠头，向着王峥道歉：“对不起啊，王峥，我有点太紧张了。”王峥连忙大方的回答：“没事没事，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可以跟我说的哦，我是治疗系的觉醒者，可以帮你恢复的。对了，你是哪个系的呀？”白妹喜甜甜的笑道：“我是元素系的，谢谢你，王峥，我要回去了，你真是个好人。”然后就唰的一下子就跑远了。王峥这边还在沉思，白妹喜突然回头甜甜的喊了一声：“王峥！”等王峥抬头望去，却发现白妹喜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瞳孔中还漾起一圈金光，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用唇语说道：“不过，你真的是人吗？”等王峥定睛再看，又好似刚刚的一切都是错觉，白妹喜还是远远的在跟他挥手告别，笑得依旧是那么的甜，银白色的发丝在微风的吹拂下显得那么耀眼，半点没有刚刚诡谲阴狠的模样。最后，王峥归属到底还是没有如罗岩的愿，被屈剑双带回了治疗系。而作为这次大战的引发人，屈剑双不但没有责怪王峥，反而安慰他，如果他的成绩突出，到时候可以选择去超人系旁听。楚小满、王峥两人是治疗系，吴欢自己一个人在超人系，而梅一奇和白妹喜则是在元素系。王峥一边应付着楚小满叽叽喳喳的询问，一边回想着下午诡异的一幕。他现在也有些不确定，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因为他问过楚小满了，楚小满说当时白妹喜喊他的一声，声音还挺大的，不少同学都注意到了，但是都只看到他在跟王峥招手，并没有什么奇怪的现象。王峥的眉头越皱越紧，楚小满则完全不管他的心事，不停地往自己嘴里塞着异兽食材，同时支支吾吾地招呼着吴欢快吃，完全没有半点不好意思。在他们下午分班之后，学生卡就发下来了，王峥到底还是没有逃掉，被楚小满狠宰了一顿。不过点的大部分东西最终还是进了王峥自己的肚子，又长了5点灵气上限。随后几人一起去校园超市买了一些日用品，楚小满则买了一大堆零食小吃，王峥拎着刚买的各种日常用品，三人慢悠悠的一起回了宿舍。等到了3楼，就看到梅一奇一直等在王峥的门口。楚小满还以为他不服气，想要上前质问，而梅一奇看到王峥后，立刻走了过来。在觉醒者的道路上，我比你们晚了一步，但这不代表我以后还会输给你。今天是你赢了，但是下次赢的人一定会是我。说完就酷酷的一转身，迅速回了自己的房间。楚小满看到梅一奇输了，不但不服气，还赶上来挑衅，顿时被气得牙痒痒，冲着他的房门喊道：“这次赢不了，你下次也赢不了。”略略略。王峥看着转身离开的梅一奇，心里不由得感慨：年轻真好啊！入学的第一天就这么结束了。王峥洗漱完，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只要他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白妹喜阴沉着脸对他说：“
你真的是人吗？王峥一把掀起身上盖着的被子，睡不着，干脆去撸铁，给自己加上一点敏捷，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开始锻炼起来。而隔壁正在阳台上一起聊悄悄话的吴欢和楚小满，听到王峥套间里的传出来的动静，心里都是一阵肃然起敬。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别看王峥下午在训练场上那么风光无限，在这背后却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训练，还有坚持不懈的努力换来的。有着这样的榜样在自己身边，想必也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吧。吴欢转身就回自己房间，心里打定主意，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都要加练。楚小满则是气恼王峥的动静激励了自己，但是自己的内心却又只想着偷懒，完全不想在晚上继续加练。恼羞成怒之下，对着王峥的窗户喊道：“你都这么厉害了，还这么努力干什么呀？下午这么出风头还不够吗？”王峥听到这话，手里的杠铃瞬间掉落，砸在自己脚上也没有反应。操！下午出风头比武，妈的，忘记找出老头要灵气结晶了。9月2号、3号是周末，也算是开学报到的适应时间，所以这2天除了领教材、任教室，学校是没有另外安排的，除了自由训练就是自由训练。王峥因为昨晚失眠，一直运动到半夜才睡，睡到中午才起。直到楚小满过来敲他的房门，打算一起去吃饭，王峥这才算是今天第一次踏出房门。看着楚小满两眼发黑，王峥就忍不住偷笑。城浦区所有的房间都是两两对称的，他的训练房隔壁就紧挨着楚小满的训练房，而两人又都没关窗，他自然听到了楚小满昨晚也是折腾了一宿。而王峥不知道的是，吴欢大清早的拉他起床，一起去跑步，所以他现在才是一脸的精神萎靡。王峥调笑道：“小满，你昨天是不是去做贼了？黑眼圈这么重。”楚小满恼羞成怒，直接跳起来掐住王峥的脖子：“都怪你，半夜不睡觉，跟疯了一样锻炼，而且欢姐早上还硬拉着我去晨跑，我一点都没睡好，以后都要长不高了。跑步，你是应该多跑跑，毕竟跑步也能长个子。”三人边走边聊：“我本来还想喊你的，结果你睡得跟头猪似的，怎么敲门你都不醒，要不是欢姐拦着，我都打算从阳台跳过去拖你起来了。千万别找我，所有跟早起相关的活动都不要算上我，谢谢。没几天可以休息了，趁着最后几天让我好好睡睡懒觉。”王峥打着呵欠回应道。楚小满恨得直咬牙，但他也拿王峥没有办法，他怀疑王峥现在的皮肤恐怕比异兽都要厚，自己对他的攻击完全无效化了。三人刚走出宿舍区大门，瞬间四周不少老生就围了过来。王峥脸色一变，还以为这些人是来找茬的，刚想拿出大锤清场，就听这些学长学姐们喊了起来：“王峥，王峥，要不要加社团？我们社团是除了学生会之外排名最高的。王峥，我们社团里全是漂亮的学姐，各种风格的都有，进我们社团吧。”这话一出，立刻有人不屑：“我呸，臭不要脸，用这样的方式拉人。”也有人求之不得：“学姐看我，你看我行不行？王峥，你打算参加大学生武斗会吗？要不要组固定队？王峥，我们小队就缺一个像你这样勇猛的战士了，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冲击100强？”好家伙，这围上来密密麻麻的一大群人，不是来找王峥加入社团的，就是来找固定队友冲击武斗会的。乌泱泱的一大堆，吵王峥脑袋都发晕了。王峥上辈子已经经历过一次大学社团了，这一回也没什么兴趣了。至于武斗会，虽然之前答应过楚老头要拿一次冠军，但那是4年之内，他现在才懒得参加呢。而且就算参加，他也是去打单人赛的。至于组队什么的，哼，只有牛羊才会成群，猛兽向来独行。一路婉拒所有的邀请后，王峥三人好不容易才到了食堂2楼，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腐败。看着王峥这么受欢迎，楚小满有些吃味，拿起一只猪蹄就狂啃起来，全然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仿佛嘴里咬的是王峥的肉。王峥嘴里塞着肉，含糊不清地说道：“小满，你有没有什么搞学分的路子？我们这样吃下去，没几天就破产了。”“有啊，上课、考试都有学分奖励，或者去学校的校内网接任务啊。”王峥顿时来了兴趣：“都有些什么任务？你给说说。”“一般大意也就是跑跑腿，做做实验助手，帮社团招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的权限不够解锁其他的任务的。大部分高年级的学长都可以选择去外地出任务，比如获取特定的异兽材料、采集野生的植物之类的，还有帮助各个地方维护治安、抓捕逃犯什么的，林林总总多得很，以后解锁就能看到了。”“什么？让我去跑腿？积分多吗？”王峥心里想着，只要积分够多，也不是不可以，也就1、2个积分吧。王峥满脸失望：“那还说个屁，1个积分还不够你刚刚吃的那一口肉呢。”然后紧接着又问道：“对了，我之前看学生手册上说，学校内部不能私斗，如果需要决斗的话，要让老师见证才能约时间开打，是这样吗？”“是的，因为很早之前有因为在学校私斗抢救不及时失去生命的学生，所以才有了需要老师见证这个环节。不过这个申请很麻烦的，一般不会有老师愿意来做见证的。”王峥眼睛一亮：“那有没有私下的那种赌斗，压上学分？”“赌斗确实有，但同样是需要老师见证的，最严重的还有输了要求退学的。不过我想应该不会有人愿意和你打的，这个积分你赚不了。”“为什么？”王峥不解。楚小满一声冷笑：“现在谁不知道大一出了个怪胎猛男，明明是个医疗系，却非要说自己想当一位战士，自幼习武，武艺高强不说，一手圣光让人当场射死，2把大锤令人头皮发麻，全校都传开了。”王峥心里暗骂，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造谣，以后肯定让他好看。而且自己昨天那么嚣张，都自号同龄人中无敌手，江南谁人不称臣了？难道就没有人不服？这些人这么怂的吗？就算新人都不敢来找自己，难道老生也不敢？我只是想少点麻烦，随便露了2手啊，根本没有用出全力啊，这就把所有人都吓住了。我说道，同龄人不是单指16岁的人啊，只要是还在上学的，都是我的同龄人啊。他们不会是阿 Q 精神，自欺欺人的觉得自己不在我说的一河之敌的范围内吧？不过既然这条路走不通，王峥眼珠子一转，又是计上心来。小满，你有没有认识熟悉的老师可以做见证的？如果你有路子，我们可以自己组织赌斗大赛啊。
我们先巧立名目成立社团，然后再拉拢排名榜上的高手，或者干脆我自己亲自下场，最后我们坐庄挑起矛盾，高手们下注压自己胜利，这韭菜们就会跟着下注，最后选手的赌注如数奉还，韭菜们的赌资我们3-7分账。楚小满先是眼神一亮，然后又迅速黯淡下来，摇了摇头。他知道这样是行不通的，先不说自己很难找到可以合伙的老师，就算能找到，学校也不会允许这样的组织存在。王峥顿时不乐意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还敢天天上2楼吃饭？楚小满顿时横眉竖眼，吴欢见两人又要吵起来了，开口说道：既然暂时没有可以获得积分的途径，那就少来几次吧，也就是口味好些。其实2楼和1楼也没多大差别，就算天天在2楼吃饭，效果也不是很大。而且积分到时候也要用来换一些修炼和治疗用的药剂，我暂时不会再来2楼吃饭了。听到吴欢说话，楚小满也只能无奈的点头。王峥心里暗骂：你们懂个屁！我在2楼吃饭，一天10几点的灵气上限提升，说出来吓死你们！王峥和楚小满愁眉苦脸的吃完饭后，3人先去教学楼把自己的书领了，然后再去国术馆集合。等几人回到国术馆，发现梅一奇已经在里面独自训练了。看到两人进来，梅一奇没有理会，自顾自地吞下一颗回元药剂，开始锻炼起身体。看着他满头的汗水，还有远处合金假人身上密密麻麻的刀痕，楚小满倒是第一次没有觉得他高傲，反而对他也有了一丝钦佩。梅一奇性格高傲，王峥几人也不是热脸贴冷屁股的主，在场几人谁还不是个天才了？更别说一开始吴欢连王峥都瞧不上。于是几人各自散开，按照自己制定的计划开始锻炼。别说还是这训练房待着舒服，地方大够宽敞，器材充足，不像在房间里一样束手束脚的。看着这几天因为吃异兽肉疯长的灵气上限，王峥一狠心，精神敏捷各加一点，然后开始疯狂的训练，折磨自己的身体。那疯狂的程度，看着周围几人都连连侧目，就连梅一奇心中也是对这个自己最大的对手升起了一份认同感。正在众人练得起劲时，楚天行带着白妹喜走了进来，看到众人这么努力，十分满意。咳嗽2声后，开口说道：4号，也就是后天，我们就要开始军训了。这次军训和你们之前参加的训练营差不多，白妹喜同学身体不适，不参加，小梅必须去，你们3个自由选择。吴欢和楚小满当即表示要参加，然后楚天行把目光转向王峥：我去个屁！校长，我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就不去了。王峥讪笑着回道。楚天行倒是不在意，不用找借口，这是你的自由，我说过你们可以选择的。看到王峥选择留校，其余几人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入学第1天就打校长，第2天直接拒绝参加军训。对于梅一奇这样的老实的书呆子来说，老师说自愿那就是必须，老师说必须那就是强制。校长只是礼貌地提了一下，没想到王峥还真的就拒绝了，让他一时有些猜不透王峥的想法。而一旁的白妹喜则露出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不知道是庆幸还是担心。随后王峥也是丝毫不给面子，直接问道：校长，你昨天答应我的结晶呢？楚天行没好气地丢过来一枚，王峥顺手接住。校长不对吧？说好的1人1枚，我一共打败4位同学，应该是4枚才对。显然王峥的作死因子又开始发挥作用了。梅一奇这才反应过来，为什么昨天王峥先是直接认输，然后又高调出场，原来都是为了灵气结晶，而自己众人也根本没被他放在眼里。要不是为了灵气结晶，估计他根本就不会应战。至于梅一奇为什么会认识灵气结晶，那自然是他口袋里也还装着3枚呢。王峥是猜不到梅一奇的想法的，要是让他知道了，估计又得气得肝疼了。楚天行再好的脾气也忍不住了，何况他本身就是个暴躁老哥，瞬间一道雷霆在国术馆的半空直接凝聚成型，径直劈在王峥的脑瓜上。王峥只觉得全身酸酸麻麻的，倒也没有受到什么伤，看着仅仅掉了一点的体力值，他毫不在意。只是他的头发被电得竖起来了，还带了点卷，微微有些焦味。随后他张口冒出一口黑烟，然后顺势往地上一躺。现在我受伤了，没有4枚水晶，我不起来了。楚天行先是一愣，然后听到王峥的话语之后，又是惊讶又是好气。惊讶的是他这次虽然留手了，但一道雷霆，就算是普通的 C 级觉醒者中了，也得缓上个把小时才能起来。没想到王峥跟没事人似的。气的是这小王八蛋又玩碰瓷这一套。楚天行两眼一瞪，抬腿就要踹，王峥这才迅速爬起来，一溜烟躲到了楚小满身后。楚小满不耐烦地把王峥往前推，吴欢则是有些好奇，抬手捏了捏王峥的卷毛新发型。而梅一奇早就被王峥的大胆惊得下巴都合不上了。白妹喜则是看着几人的互动，觉得十分有趣，捂着肚子乐不可支，咯咯大笑，像极了一只小狐狸。王峥还在和楚小满相互推搡，突然发现自己刚刚因为家属性点导致的肢体不协调已经恢复了，就和之前被东南校长用精神力困住的时候一样。卧槽，难道这就是传说的电疗？王峥脑子转得多快啊！只见他迅速给把自己的敏捷和精神都点到39点，但是因为他本身就在出神，集中注意力加点，然后楚小满又刚好推了他一下，身体还处于酸麻状态，又突然加了2点敏捷，顿时左脚绊右脚，表演了一次平地摔，一下子趴在了地上。本来是不会这么严重的，可是王峥偏偏自己作死，昨晚到现在也就10几个小时，连加了4点敏捷，这才会站都没站稳，趴在地上起不来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大家都吓一跳，吴欢和楚小满都下意识的要来扶王峥起来。王峥大喊：都别来！楚教授，再电我一次，你不电我还玩电脑游戏。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懵了，楚天行也呆住了，上前一把拉住王峥的手，看他跟面条一样的身体瘫软在地，连忙问道：到底什么情况？还能不能站起来？楚小满也跑过来摸了摸王峥的头，也没发烧啊，怎么就开始说胡话了？玩什么电脑游戏？好玩吗？然后被楚天行瞪了一眼，立刻灰溜溜的跑远了。梅一奇和吴欢也靠了过来，想看看能不能帮上忙。王峥这时候哪里需要他们来表现什么同学情谊，他都快哭了，双手死死的抱住楚天行的大腿。校长，求你了，我没事，你再电我一次吧，电一次就好。
而在众人乱作一团时，没人注意到门口处的白妹喜瞳孔突然收缩，忽地变成树瞳，眼睛里冒出一圈隐晦的金光，死死地观察着王峥，随后慢慢消失不见，恢复成原来的模样。楚天行不知道王峥玩的是哪一出，但是他无法控制身体，这是做不了架的，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装疯卖傻。无奈之下，从口袋里又摸出一枚灵气结晶来，最后一枚了，真的没有了。你小子就是个无底洞，多少资源都不够你吃的，赶紧给我起来！王峥用尽全身的力气，一把攥住这枚结晶，死死地握紧不松手，然后另一只手还是拽着楚天行的大腿不放。众人看到王峥真的是把吃奶的力道都用出来了，甚至用力到连脸上的肌肉都在颤抖，一时不知道是该嘲笑还是该佩服，这死要钱的样子真的是没谁了。而王峥还在苦苦哀求：校长，我真的没事，你不用管我，你再电我一次吧，一次就好。这真不是碰瓷，我感觉这种电流刺激对我的肉体锻炼有很大的作用，信我一次，校长。楚天行看王峥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实在拿他没办法，只能又给他来了一发闪电。看着在地上不断抽搐的王峥，众人都觉得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训练把自己练傻了，但是又不得不佩服他的狠劲，用这样自残的方式来锻炼自己。校长，快了，快了，还差一次，再来一下，再来一下！王峥兴奋极了，要不是怕属性突破40点会造成很大的动静，他能现在就加到40点。楚天行看着王峥生龙活虎的模样，估计也没什么大碍，只能又是一发闪电劈下，然后瞬间扭头就走，不再管他。啊，爽了！王峥动作矫健地爬起来，全然不顾脸上被电得漆黑一片，眼光迅速扫过众人，见楚小满和白妹喜都在偷笑，吴欢也是不禁莞尔，而梅一奇则是一脸的不屑，不知道是针对王峥求着被电，还是对他的视财如命。王峥现在仔细想想，自己吊在楚天行大腿上的样子确实有些狼狈，于是恶狠狠地威胁众人：今天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了，我就一个个的揍你们。看到楚小满完全不在意他的威胁，王峥又特别强调道：特别是你，楚小满。第二个就是梅一起。楚小满气得跳脚，凭什么我排第一？王峥一手撑着楚小满的脑袋，不让他靠近，然后看着梅一奇不屑一顾的骄傲模样，随便挥了挥拳，顺便把格斗机反应把开到最高档，开始适应加点后的新身体。这时众人看到王峥的表现，脸上的表情已经凝固了，就连楚小满也顾不上找王峥的茬了。只见在反应把最高档位的攻击下，王峥的不停的闪转腾挪，看起来游刃有余。每当反应灯刚刚亮起，王峥的拳、脚、肘就会立刻出现在那里，显得十分从容潇洒。要知道，这可不是普通家用的反应靶，而是京南大学专门为了闽战班学员特制的。这种特制的器械对反应能力的要求十分高，而这最高档已经非常变态的难度了。现在王峥的动作都快得出现残影了。要知道，在楚天行来之前，王峥连倒数第2档都躲起来费劲，但其实也没有这么夸张。刚刚王峥躲不过，是因为之前加了2点敏捷还在适应，不过他现在可不会说出来，他心里憋着坏呢。在风鸣器的声音传出后，王峥一组反应训练就做完了，轻轻松松，甚至都没出汗。等仪器一停，楚小满和吴欢立刻就围了上来。楚小满兴奋地大叫：王峥，真的有这么神奇吗？电2下反应能力就增加了。王峥看着梅一奇，虽然把头扭向一边，但是很明显还是削尖了耳朵，想听王峥怎么说的。可这个嘛，自然是真的，电流刺激肌肉反应来提升自己的反应能力，这个可是有科学依据的。只要能达到古语中说的金风味冻蝉先觉这样的境界，就是所谓的料敌于先，让你的肌肉比你的大脑先做出反应，这样就能达到我刚刚做出的效果了。王峥自然是在胡说八道，他还故意扯出什么古语功法来给自己的话语增加可信度，听得楚小满和吴欢都是一脸的跃跃欲试。王峥紧接着又故意大声说道：我可不像某些人，这么简单的高中生物都不懂，明明实力差劲，还在假装矜持，我这么强都恨不得抓住每一次提升实力的机会。有些人啊，就是没有上进心。楚小满捏着王峥的头发卷卷，还是有些犹豫，可是头发要被电成这样好丑啊，我可不想剪光头。吴欢的头发比楚小满的长多了，他倒是不在意，只要实力能提升，头发算什么，大不了戴一段时间帽子或者假发嘛。王峥听闻又开口了：男子汉大丈夫，只要能提升实力，区区一点头发算什么？难道上大学还是为了耍帅来的吗？梅一奇再也忍不住了，大怒道：你用不着指桑骂槐，阴阳怪气的。我现在是实力不如你，但我以后肯定会迎头赶上的，到时候我会让你看看到底是谁没有上进心，你就等着吧。哼！说完一扭头就气冲冲的走了。等梅一奇走远了，王峥立刻对着面前两人说道：我刚刚都是胡说八道的，你们可千万别试啊，头发没了实力不长，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看到王峥说的正经，而楚小满和吴欢两人都是一脸的难以置信，显然是被忽悠的不轻，到现在还傻乎乎没有反应过来呢。白妹喜再也憋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回到宿舍后，王峥先是把自己被电胶电卷的头发都给推了，看着镜子里的帅哥，他满意的点了点头。果然，寸头才是检验帅哥的唯一标准。不愧是我呀，还是这么帅。时间一晃而过，很快就到军训出发的日子。楚小满收拾好行囊，敲响了王峥的门。王峥，你真的不去吗？切，不去不去，这年头谁还去军训啊？傻子才去呢。这么热的天去站军姿，排队得有疯了。王峥心里想着，别说这军训，就连之前训练营里的高强度训练对自己都生效甚微，还不如自己在国术馆加练呢。趁着他们外出这几天，争取把精神和敏捷都加到40点去。得到王峥的拒绝之后，楚小满和吴欢也只能两个人去集合了。而王峥被喊醒之后，已经睡不着了，心里打算干脆吃个早饭就去训练。刚出门，看着外面3、5成群的新生，背着大包小包就往外走，王峥心里还在疑惑，连忙找了位同学问了下，才知道今年的军训和往年都有所不同。这次军训也是大手笔，联合了东南大学、金乡大学、华中科技大学4所大学一起在金乡战场的后方联合军训，说是要让学生们切实感受下异兽的威胁和破坏力。现在就是集合去江城与其他学校集合。说话的这新生也是满脸兴奋不已，
毕竟从小到大只听说异兽凶恶，但是基本都没有见识过真正的异兽。没想到这次军训还能到战场后方呢。王峥本来以为军训就是在学校内部跑跑操，所以他是没什么兴趣的。但是现在一听到能接触异兽，立刻肚子不饿了，饭也不吃了，径直跑回了宿舍，随便找了几件衣服往储物空间一塞，立刻朝着校门口的集合地点飞奔而去。等王峥开足马力跑到校门口时，学校大巴刚刚启动。看着汽车启动，王峥来不及喘气休息，赶紧拔腿追了上去，一边追一边大喊：“我还没上车呢喂，我还没上车啊！王峥，你不是不来的吗？干嘛突然又追上来？”楚小满看着王峥上车后，呼吸都变得粗重，赶紧给他递过来一瓶水。王峥则是不要脸的说道：“我这不是放心不下你们吗？我听到说这次要去金乡集训，还有可能会接触异兽，我就赶紧跑回去，拿了行李就追上来了。幸亏我跑得快，差点就赶不上了。金乡那是什么地方？再往西就是战场前线，虽然是待在后方，但是也算是十分危险了。而且我听说东南大学的人也会去，那小灵通可不是个好东西，一肚子坏水，我怕我不去，到时候你们俩会吃亏。虽然他自己是为了异兽来的，但是这话他不能这么说啊。这就是语言的艺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果然吴欢和楚小满是一脸的感动，就是坐在前排的梅贻琦不屑地哼哼了几句，说出什么就算你不在，我也能赢他们，你干脆就别来了之类的话。王峥随着声音望去，看到前方一个大寸头，不由自主地伸手摸了摸，短短的发茬子刺的手心痒痒的，摸着很舒服。只是梅贻琦原本是留了一个帅气的斜朋克发型的，毕竟是年轻人嘛，喜欢打扮也能理解。于是王峥一边忍着笑，一边调侃道：“手感真不错，梅贻琦，你干嘛模仿我发型？你有没有这么英俊的脸？”梅贻琦被气得七窍生烟，一巴掌拍开王峥的手，扭过头去不再理会他。本来他是根本不信王峥的鬼话的，但是看到王峥被楚天行电疗之后，反应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事实摆在眼前，不由得他不信。于是在回到宿舍后，鬼迷心窍的梅贻琦就偷偷找了个同班的雷系觉醒者，对自己进行自虐式的电击疗法。当晚在同学错愕的眼神中，梅贻琦很快就被电得浑身酥麻，外皮焦香，但是等恢复如初后，却没有相应的能力提升，这让他很是苦恼，不明白是哪里出了差错。哎，同学让让，我跟梅贻琦交流交流电疗的心得。王峥一点也不在意梅贻琦的态度，他还特地加重了电疗2个字的读音。碰巧这位同学就是昨天给梅贻琦做放电器的人，听到王峥的话语后，顿时两眼瞪得浑圆，一脸的惊恐。没跑了，梅贻琦这么想不开，肯定是被王峥给坑了，于是迅速爬了起来。王峥同学，你坐，前面空位置多得很，我去跟其他同学聊聊，你随意。看到自己的新朋友迅速叛变，梅贻琦也没办法，而且他也想听听王峥是不是还藏了什么特殊的小技巧。王峥紧挨着梅贻琦的座位坐了下来，然后一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小声说道：“梅贻琦，你是不是偷偷试过电疗了，所以才剪的头发？”梅贻琦涨红了脸，扭过头去嘴硬道：“谁偷偷试过了？我只是恰好想剪头发而已。”看到他还不承认，王峥继续鬼鬼祟祟地说道：“你肯定被电了，没有效果吧？这里面是有窍门的，你算是被白电喽。”“你怎么知道的？有什么窍门？”梅贻琦连忙问道。王峥毫不隐瞒：“窍门就是你得去找校长，除此之外，找其他的同学或者自己去摸电门都不行的。”看着梅贻琦刚要反驳，王峥立刻说道：“你先听我说完，感觉下有没有道理，然后再反驳我。为什么只有校长才能生效？第一，校长实力强，对雷系的异能控制已经炉火纯青了，这里面的力道他可以掌握得非常好。有句话叫过犹不及，你肯定听过吧？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太多太少都不行。而且我已经不止被校长电过一次了，他完全知道我身体的极限适应能力，拿捏得非常到位。为什么昨天雷霆看着那么吓人，但是我却没有受到半点伤害？就是这个原因了。电流太大会伤害到肌肉，不但不会有效果，反而还会受伤。电流太小则完全起不到相应的效果。不然你以为我作为全国新生训练营的第1名不要面子的，抱着他的大腿求着被电，我怎么不去私下找别人？第二，校长的灵气足啊，他的电流里蕴含着大量的灵气，我告诉你，被电后我不但反应能力得到提升了，就连灵气运转速度也大大提高了。”看着梅贻琦将信将疑的表情，王峥继续蛊惑道：“言尽于此，信不信就随便你了。”梅贻琦看着王峥诚恳的表情，心里有些摇摆不定，他隐约觉得似乎有哪里不对，但是王峥骗自己对他也没什么好处，而且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自己要不要也去找校长试试？看着梅贻琦的脸色变来变去，王峥就知道这事儿成了，顿时拍了拍梅贻琦的肩膀，不再说话，回到后面去坐着了。楚小满看到王峥回来，小心翼翼地把头凑了过去，小声问道：“王峥，你是不是又去骗他了？他现在头发都剪了，还能出什么丑？”王峥没好气地回道：“骗什么骗？你懂什么？不要胡说八道。”他可不敢说这次坑的是楚老头，楚小满喜欢打小报告的事，他是十分清楚的。由于这次路程较远，人数也多，直接开大巴车显然是不太现实，学校直接提前包了一趟高铁。而且这次的集训是由楚天行亲自带队，安全方面也完全不用担心。短短3个小时出头就到了江城，等一群新生都出了车站，才发现当地的车子早就在等着了，一路上十分顺利，总共花费不到半天的功夫就到达了目的地。等所有人都下车后，楚天行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两手空空的王峥，他也是十分诧异，于是招手把王峥喊来身边：“你不是说不来的吗？怎么突然就出现在这里了？”校长说笑了，我当时开玩笑的，小满都来了，我怎么可能真的不来？我得在后排保护他来着。王峥一脸的讪笑。楚天行虽然不知道王峥又在偷偷搞什么名堂，但是看到王峥来了，他也是十分高兴的。最起码以王峥的实力，这次军训他又可以在几个老家伙面前露露脸了。楚天行随手打发走王峥，打了个电话，就迎着其他3位校长走了过去。而接到电话的屈剑双一阵恼怒，决定等王峥回来后，好好给他点颜色看看。等楚天行靠近，东南大学的校长汤玉英瞬间换了副面孔，一脸的不屑。
开口嘲讽道：“这不是我们排名第一的京南大学校长楚天行，楚校长吗？怎么这次还愿意跟我们这些小学校一起组织军训啊？”楚天行虽然脸色一板，但是心里却直接把他的嘲讽直接当成是夸赞了，完全不在意他的阴阳怪气，也不知道是没听懂还是真的不在乎，笑嘻嘻的回复道：“胡说什么呢？可不行瞎说啊！”哈哈哈哈。这时金乡的校长上前解围：“这次军训最后会有个笔试环节，要不要我们都打个赌，加点彩头啊？”楚天行得意的大笑：“你们就这么着急给我送东西吗？你不要太得意，又不是比打架，我们既然敢说这样的话，肯定就是有所依仗的。有个啥依仗？要论学习速度和天才程度，我们京南大学都是独一无二的。”也不知道楚天行自信的依据是什么。如果王峥知道楚老头又打算给他再加点任务，估计又在心里又要骂开了吧。王峥一把推开宿舍的大门，里面的梅一奇、林统、玉侃齐刷刷的看了过来。他因为被楚老头喊走，所以进宿舍就晚到了一会。哎呦，都是老朋友了嘛，怎么这次军训联合，宿舍还有几个学校混着住的呀？王峥十分热情的上去打招呼，给了林统一个大大的拥抱，拍得他快要吐血了。林统的笑容有些尴尬：“阿峥，你先放手，疼。”等到王峥松开了手，林统这才开玩笑的说道：“你们京南大学男生不允许留头发吗？怎么你们俩的头发一个比一个短？”眼看着梅一奇面色不善，王峥也好似就要动手锤人了，玉侃也赶紧上来跟王峥打招呼。王峥立刻开口：“我知道你的，玉侃同学对吧？训练营上一手授画，着实威风的紧，要不是碰到了克制你的同学，成绩肯定会更上一层楼吧？这次在你们的地盘上可要多多关照啊。”玉侃倒是没想到王峥这人这么好相处，连忙笑着点头答应。梅一奇也没想到王峥一进来就和几人把关系搞得这么熟，反倒是他第一个进来，到现在还没跟其他两人说上话呢。王峥找到空余的床位，拉开椅子坐下，淡淡问道：“小灵通，说说吧，这次军训什么情况呀？怎么大家都跑金乡来了？有没有什么小道消息？”灵通有心不理会王峥，但是又害怕他掏锤子。从一进门他就看到王峥脖子上挂着的项链了，他是在训练营跟王峥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自然知道项链上挂着的是什么。灵通缓了缓，慢慢说道：“这次是我们校长开的口，他想着我们几家学校每年成绩都不算差，但是也根本比不上帝都和魔都，所以想着在军训的时候就加大力度，让新生们都适应。而且我还听说这次军训是因为国家又有大动作了，我们这批人真的算是赶上好时候了。”“什么大动作？”看到林统停下了话语，玉侃连忙问道。林统没有开口，反而是看了一眼梅一奇。他们几人虽然也不是太熟，但起码在训练营都见过，这里只有梅一奇是陌生人。王峥立马一拍胸口：“这又没外人，他叫梅一奇，虽然名字错了点，人也孤僻了些，但总体还是很不错的，是我兄弟。你有什么消息就直说，他信得过的。”梅一奇听到王峥给别人介绍自己，还给自己乱起外号，刚想发作，又听到王峥给他做保，认他是兄弟，一时间心里百感交集，不知道是该生气还是该感动。林统自然是看到了梅一奇的表情，但是也没有点破，直接说道：“我听到很私密的消息，你们都不要外传。之前国家不是开始给各所高校提供药剂了吗？其实这个药剂不是才研发出来的，我听说是从古代遗迹里发现的。你们应该都知道，15年前我国东海外海发生了特大地动吧？据传当年发生地动的原因就是有遗迹从深海现世，我国很多高手前往遗迹寻宝，当然也受到了倭寇国和白头鹰国的骚扰，不过依然还是带回来了很多珍贵的样本古籍。这药剂就是从里面带出来的古书中破译而来的。还有王峥，你的戒指的制造技术同样也是来源于此。”梅一奇和玉侃两人都不知道王峥的底细，疑惑的目光顿时向王峥瞥了过来。王峥举起沙包大的拳头，轻轻地吹了口气：“我说过那是校长借我的，你不要跟我来这套啊！我看你是没有挨过打，还不知道疼。”林统心里暗骂：“是你们校长个屁的！我看这链子在你脖子上就没摘下来过，但是嘴上却是秒怂，口误，你别打岔，还想不想听了？”王峥作势欲锤，玉侃连忙拉架：“林同学，你继续说，我们听。”梅一奇也问道：“那这和我们军训有什么关系？”林统连忙激动地说道：“因为这次国家又放出新的破译成果了，修炼功法。小说你们看过吧？我们现在提升异能等级都只能靠着身体被动吸收释放灵气来一点点的扩容提升上限，这完全就是靠时间的水磨功夫。现在国家破译出来了新的功法，而且据说已经全部试验过了，全部是有效的，可以通过修炼功法来加速修炼，所以我们才会集合举办这次军训，打乱顺序一起集训，共同进步，交流修炼经验。没道理吧？既然都试验过了，直接在学校里上课教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几个学校一起来金乡合训？会不会是没有足够的试验数据，拿我们做实验呢？”王峥提出疑问。听到王峥的话，几人都面色一沉，倒是没想过会有这种可能。林统补充道：“我听说啊，只是听说39所大学今年全都是几所学校联合起来一起军训的，有的在市区，有的就在自己学校，还有的就跟我一样在这城郊。而且我还听说魔都和帝都2所大学直接上前线了，虽然不会作战，但是军部划分了营地给他们驻扎。”王峥继续提出自己的猜想：“既然所有学校都要学，那就应该不会是拿我们做实验了。你们说这会不会像之前测试药剂原材料种植一样，国家想测试出在什么环境下修炼会更加快？对了，小灵通，你知道具体是什么功法吗？”林统摇头：“这我就不知道，我都是道听途说，不一定准的。不过校长们肯定是知道内幕的，既然他们都同意了，那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哦，听到楼下响起集合的哨声，他们4人迅速结束了话题，换好衣服到楼下列队。4个学校一起军训人数还真不少，都快有5000人了。所有学生都被打乱了顺序，按照宿舍顺序分了40几个班级，在教官的带领下分批的进入食堂吃饭。不过这次伙食就一般了，都是普通的饭菜。也不知道是几家大学太穷酸了呢，还是人数太多根本没有考虑过使用异兽食材。
王峥吃得直撇嘴，对面的林统则在心里诅咒他以后最好变成个歪嘴。等所有学生都在食堂吃过晚饭之后，他们就被直接带到小教室了。王峥这边除了自己的室友之外，放眼望去竟然没有一个自己认识的同学，而且全是男生。楚小满和吴欢倒是幸运的分在了一个班，不过他们却是在王峥隔壁。王峥这才知道，原来这次军训男女生依旧还是分开的。等教官们把学生都带到教室之后，拿出了2本小册子，书籍看起来很薄，就短短几页，蓝底白框黑字，一本叫做《横练法》，一本叫做《观想法》。这时，讲台上的教官开始给大家解释，这2本功法是国家刚刚破译出来的古代文献，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做了一定的修改而来的，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增强身体素质，增加精神力。在决定统一分发给大家修炼之前，这2本功法已经在军方做过大规模的测试了。测试的结果十分喜人，这2本功法是完全有效的。相信大家都知道，身体素质的提升会让我们吸收灵力，提高灵气上线的速度变得更快。但是大家或许不清楚，精神力的提高同样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或许有的同学会问，我们不是精神系的觉醒者，增强精神力有什么作用？我会告诉你们，这很有用。因为精神力增强后是可以实质化的，等你的精神力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我们是可以运用自己的精神力来捕捉空气中的灵气粒子，这同样可以达到快速恢复灵气，提升灵气上限的效果。而且这本观想法还有其他的妙用，远不止提升精神力这么简单，具体的效果因人而异，等你们真正入门了，自然就会知道，现在我就不多提了。虽然每位同学的体质都不一样，觉醒的异能也不相同，对这2种功法的契合度可能也不同，但是我们现代觉醒者的修行是不存在只修炼精神力而不注重身体素质的，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都是身体素质带动灵气提升，灵气提升再反过来反哺身体素质，起到一个相辅相成、共同进步的效果。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双修，毫无疑问。而且从你们这一届开始，国家将大力推广修行功法，所有学校的师生都可以免费学习，而且还会有专业的指导老师进驻各大高校。你们学校中的部分老师已经在暑假期间前往帝都培训过近2个月的时间，已经完全熟练地掌握了2种功法各方面的知识，所以不用担心你们这几天的学习时间不够，就算真的没能够在军训中入门，回去学校后还有大把的时间给你们继续钻研。这2本功法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想要入门很容易，但是想要精通修行到更高的层次却很难。不过你们都是所有全国这么多学生中的佼佼者，我相信你们肯会比我们更强。这是一个好的时代，尤其是对于你们来说，刚进大一就有这样的机会，你们更年轻，更有天赋，所以一定要努力修行，这样才能对得起你们的父母，对得起你们的老师，对得起国家，更对得起你自己。最后，功法虽然不是什么需要保密的内容，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外传，因为没有觉醒的普通人一旦修炼，轻则体内灵气不足，造成身体亏空，重则精神力受损，导致脑部受伤，所以不要胡乱的把修炼功法传给普通人修炼。好了，暂时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先给大家观看一段研究所内对于这2套功法的介绍和需要注意的事项。从明天起，我们开始正式修行。随着教官打开电视，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出来：同学们好，我是帝都研究所的研究员许清渊，接下来由我将给大家讲解。班级中所有的同学也都开始交头接耳起来。林统悄悄地靠了过来，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次真的是要学习功法的，就是不知道这功法修炼难度大不大。我是精神系的，按道理说一般到 B 级就能实体化精神力了。王峥，你说修炼功法会不会让我提前啊？王峥没好气地回复道，我又不是精神系的，你问我，我哪知道。而他们身边的梅贻琦和玉侃也是脸得兴奋，他们对这次的功法修行也是充满了期待。王峥随意地应付完林统之后，则是在心中暗骂，这么大的事情，楚老头竟然不提前告诉自己，还问自己说要不要来军训。要不是听到同学说要来金乡可能会遇到妖兽，自己想来捞点好处，那不是还要错过这次机缘。虽然他对这次这个所谓的修炼功法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毕竟他除了每天自然吸收提升的1点上限以外，其余所有觉醒者的修炼方式对他来说都是没有效果的。但是万一呢？万一对自己有效，那不是白白浪费了7天的学习时间。王峥在心里骂了楚老头一肚子坏话，不过他并不知道，在他决定不参加军训之时，早在帝都培训过的罗岩和屈剑霜都被楚天行安排留在了京南，并没有跟着新生一起来到江城。整整1个小时后，伴随着投影上许清渊的退场，教室内的灯又被重新打开了。同学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激动的满脸通红，使劲鼓起掌来。教官好不容易安抚下来众人激动的情绪，才把众人带回了寝室。不过按照这样的情况来看，很多人今晚肯定是睡不着了。喂，王峥，你说这功法真的这么厉害吗？能提高我们的修行速度，那以后是不是不用靠不停的释放异能来修行了？梅贻琦和其他几人不熟，激动之下也只能找王峥来倾诉。我哪里知道，今天说的都是些场面话，能不能学会还不一定呢。想这么多有什么用？现在好好休息，明天起来才有精神，认真学习才是正解。你现在连功法是什么样子的都不清楚，还想着修行后有什么功能呢？王峥还算耐心的回复。这时林统也接话道，话也不是这么说的，如果能有一些了解，我们也会多一份信心嘛。这要是7天军训都不能入门，到时候我们这自然觉醒者的脸还往哪放？玉侃也是跟着附和。王峥没好气的对了回去，那你去打探消息去啊，光在这里念叨有什么用？他本来就对这功法没什么信心，现在又被林统戳到了痛处，自然是恼羞成怒了。林统一脸怏然，我也就是说说，现在都熄灯了，我还能到哪里去打探消息？王峥再次好言相劝，赶紧睡吧，我知道你们都心里兴奋，但是保证充足的休息，明天才能有更好的精力来学习功法和锻炼。林统打断道，道理我都懂，可是实在是心里激动睡不着啊。王峥终于是忍不住爆发了，直接恶狠狠地威胁道，现在开始谁要是再说话，我就要揍人了，到时候我王峥认识你，
我的大锤可不认识。寝室内瞬间安静了下来，只有钟表的滴答声还在证明这里的时间并没有凝固。其余3人躺在床上都是闷不作声，睡不着也只是睁大眼睛看着房顶，却不敢再开口说话了，因为他们知道王峥这王八蛋是真的敢动手的，而他们几个谁也不想明天鼻青脸肿的去集合。第二天一大早，王峥宿舍几人都是黑着眼眶，包括他自己在内。结果等到出门集合时一看，才发现大家都是一样，满脸的仙气，就差在脸上刻字了。我一宿没睡。几位校长看着学生们的表情都有些欣慰，看来这所谓的饥饿营销还是有道理的，先提前吊一吊他们的胃口，之后就不怕学生们不努力修行了。随着众人浩浩荡荡的分批吃完早餐，联合军训就正式的开始了。但是同学们纷纷唉声哉道，因为这跟他们想象中的修炼根本就不一样。教官并没有给他们发放功法秘籍，也没有教他们修炼学习什么功法，还是老一套，站军姿，齐步走。一直到下午还是没有变化，就加了一项齐步跑，不停的跑，跑到虚脱，然后被抬走。王峥也开始猜测是不是这就是横练法前置要求，毕竟跑步是最简单的锻炼身体素质的方式了。于是他先是跟着队列不停的跑，然后他就把整个班的同学都送走了。在跑趴下最后一人后，就只剩下教官跟他2个人大眼瞪小眼了。再然后教官也被他跑吐了，结果他还是跟没事人似的。王峥一脸无辜的问教官，是不是把自己跑到累趴下就可以了？教官喘着粗气点头。王峥这才放开速度，全力狂奔起来，心里还在埋怨之前也不早说，跟着队列慢跑了这么久，也就刚刚热身，汗都还没出呢，要是早说自己就全力冲刺了。王峥直接把速度拉满，一口气全速冲刺跑了几十圈，这才停了下来。这时候比他们班后一批来的人都快跑完了，只剩下王峥一个人还在这里一脸无辜的看着他的教官。不过看到他这么猛，倒是把其他班级的学生吓得够呛。看他双手撑膝，不停地喘着粗气，教官问道：“还能跑吗？到极限了没？”王峥站直身体，不停地深呼吸，连连摆手。教官这才带着他走进了训练场后的一幢巨大的建筑。进去之后，一股水汽就扑面而来。看着面前的换衣柜和淋浴室，王峥有些不知道如何是好。教官笑得一脸的不怀好意，一副等着看戏的表情。先去换泳裤，然后把身上冲洗干净，再接着进去泡澡，会有人在里面指引的。泡澡？虽然王峥有些疑惑，但还是按照教官的说法，换好衣服冲洗一番后，径直走了进去。没走几步，里面就豁然开朗。这里竟然是一个巨大泳池，被用网格分隔成一块块的区域，池水看着很浑浊，密密麻麻的同学都泡在里面，表情狰狞，看起来似乎很痛苦。旁边还有一位教官把一桶漆黑的粘液往另一个池子里倾倒，然后浑浊的液体从泳池的下方不断涌出。这时有一位教官靠近过来，直接领着王峥选择了一个位置，就这里坐着吧，不要把头埋到水里，可能会有些痛，坚持一下，对你的身体有很大好处的，坚持的越久，对身体的好处越大。王峥点了点头，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就一屁股坐了下去。王峥心里猜测，这应该就是横练法练体需要配合使用的药液了。坐进泳池，他倒是没有觉得疼，只感觉自己全身凉飕飕的，好似有无数灵气在往自己的身体涌来，瞬间觉得自己有点撑得慌。王峥不经意间看了一眼自己的数据面板，只看见上面的灵气值像码表一样飞速上升，390、400、500、700、999，瞬间就冲到了999点的上限。这时候他才感觉稍微缓解了一些，没有那种撑胀的感觉了。王峥不停地四处张望，他发现池水开始变得没有那么浑浊了，周围的同学们表情也变得舒缓了很多。这时有教官喊道：“断体液呢？怎么这么慢？还没供应上来？还是学生人数太多了，已经快没效果了。”负责往另一个池子里倒药液的教官也很委屈，怎么会不够呢？我一直是按照说明足量供给的呀，没道理啊。然后他自己也往大泳池中看了看，发现池水确实快要变得清澈透明了，这才挠了挠脑袋，又把满满的巨大一桶药液倒了进去。王峥自然是听到了教官们的交谈，他已经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于是他心中的欲望再也克制不住了，这次真的发财了。不过此刻王峥的心中也在天人交战，倒不是他良心发现不想再薅羊毛了，而是他在纠结是等自己回去把最后的一点精神和敏捷都加上后，下次再来吸收这些灵气加属性，还是现在就直接把技能给点起来。至于现在就把精神和敏捷点到40点，他不敢，毕竟体质40点时闹出的动静，把他家下水道都差点堵住了。这属性点似乎每10点都是一个门槛，总会出点幺蛾子。犹犹豫豫了半天，王峥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算了，谁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有便宜不占王八蛋。要是这玩意儿库存很足呢，点完了技能，下次还能再来一次呢。万一这次不抓住机会，没有下一次了，岂不是要亏死？给自己找好了理由，王峥顿时心里就有了底气，打开数据面板，伸出了罪恶的小手，先来一级圣光术。刚升上来的灵气上限又开始下滑，瞬间就扣了500点。随后自己的灵气上限又开始缓慢的提升，王峥立刻继续加点，荆棘之心给我加，扣除300点灵气上限，继续加，又扣除400点灵气上限，再然后荆棘之心就不能再升级了，后面的加号已经消失了。王峥猜测可能要全属性40以后才能解锁更高的等级上限了，毕竟这系统一直是这个尿性5维属性卡一切。至于为什么不现在升级立体双 A， 完全是因为性价比不高。早在训练营回来后他就算明白了，如果想要绕开属性限制，最大限度的提升力量，那现在加点立体双 A 完全属于是浪费灵气。王峥心里飞速的算了一笔账，根据以往的升级经验推算，这次立体双 A 的升级需要花费500点灵气上限，但是因为存在木桶效应，全属性40之后，单项属性最高只能加到60点。现在的立体双 A 额外加成的比例是 80%， 按照他之前的规划，在体质50点和60点时，对应的力量分别是68和76点。他现在是体质40点，力量50点左元括号18加32右元括号。如果加一级立体双 A 额外加成变成 90%，
那么力量就是54左元括号18加36右元括号。在全属性40之后，直接加点力量能加到60点左元括号24加36右元括号，然后把体质加到50点，力量就会变成69点左元括号24加45右元括号。如果继续加体质到60点，力量相应的就会变成78点左元括号24加54右元括号，也就分别多了1点和2点，完全不值得吗？所以说，如果不是其他技能都加满了，目前是不会考虑加立体双 A 的。看着自己面板里的灵气上限又缓慢的涨了起来，王峥立刻又点了一波圣光束，瞬间又扣了600灵气值，然后浑浊的池水又开始变得清澈。眼看着第2桶断体液也被完全吸收了，负责捣药液的教官再也忍不住了。这一批学生也太邪门了，整整2桶断体液倒进去了，愣是没有掀起一丝波澜，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能再倒了，这断体液十分珍贵，都是4家学校自费从帝都研究所兑换的。如果再倒下去，后面的学生就不够用了。随后教官一挥手，就要把所有新生都赶出去。王峥自然是不知道这药液的珍贵，还在假装委屈的大喊呢：“我才刚泡上啊，我什么都没吸收到呢，再给我泡一次啊！”教官们自然不会理会王峥的大喊大叫，直接就动手赶人了。随着同学们稀稀拉拉的从浴池中爬起，无奈之下的王峥也只能换回自己的衣服，灰溜溜的回寝室了。王峥虽然脸上装得惨兮兮的，心里早就乐开了花。虽然不知道还有没有第2次可以泡澡的机会，但是这一波添肥，体力值400/400，灵气值410/410，体质40加，力量50左元括号18加32右元括号，智力40加，精神39加，敏捷39加，基础功能扫描、储物、升级。荆棘之心在被一次攻击命中后，对攻击者造成此次攻击 50% 的反射伤害，并且附加额外体力值 5% 的属性伤害。立体双 A 额外增加体质 80% 的力量值。圣光束对目标释放，少量恢复目标生命力，恢复30点正 30% 智力的生命值。荆棘之心连升2级，反伤直接升到了 50%， 而且圣光束每次的恢复量也是高达42点，就算王峥现在空血10发圣光下去，立刻就能生龙活虎。等回去后还可以试试圣光束升级后对老爸的伤势有没有帮助。如果有帮助的话，以后可以把圣光束的优先级往上提一提，做一个救死扶伤的牧师也是不错的嘛。而且圣光束等级高了，再想奶晕人可不用10几道圣光了，现在最多4、5发圣光束下去，你就得躺在地上嘤。要是以后等级提升的更高了，是不是一发圣光下去，人就直接趴下了？一想到这，王峥脸上的笑容愈发变态了。当王峥唱着小曲推开门，却发现宿舍内空无一人，其余几人都还没回来呢，也不知道跑哪去了。于是趁着宿舍没人，偷偷把自己锁在卫生间，打算先冲个澡，把汗湿的衣服换掉，然后再加一点敏捷试试，争取下次药浴前能把全属性升级到40点，然后再去薅羊毛加点属性。随着30点灵气上限的消耗，王峥只听到脑袋里轰的一声，瞬间连站都站不稳了，双手一阵乱扒拉，好不容易扶住了洗漱盆，忽地看见镜子里的画面，顿时又是感觉到天旋地转，一阵恶心。王峥本能的挥拳，直接把镜子给锤爆了，四散的玻璃碎片也好像完全没有受到重力的影响，羽毛一般缓缓地从空中飘落。他只觉得周围安静的好像连时间和空间都停滞了一样，看什么都像是慢动作，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按下了慢放键，好像只有他的思维是在以正常速度在运转。紧接着各种嘈杂的声音又突然出现，一股脑地塞进他的耳中。他听见了玻璃掉落在地上的清脆声，听到了寝室开门的声音，也听见了灵统和玉侃在交流的声音，但是就连这些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也是被无限拉长了的慢放。这种感觉要多难受有多难受，他的脸色立刻开始变红，脑门上也是冷汗淋漓，唇色惨白。王峥感觉到自己的脸庞开始发烫，于是他立刻打开水龙头，把头埋进了洗手池中，尽量让自己的精神放松，不要再集中注意力。然后这种思维超速的感觉才开始慢慢好转。冰凉的自来水不停地冲刷着王峥的脑袋，让他的思绪有稍许的放松。这时卫生间的门也被敲响了，灵统问道：“谁在里面？打破东西了？”王峥抬起头，满脸憋得通红，低沉着嗓子回道：“不用管我。”顿时敲门声变得更加剧烈了。王峥，你没事吧？你听起来很不舒服。如果灵统能够看到王峥的模样，他肯定会被吓到。现在的王峥全身赤红，额头鼓起一个高高的大包，连瞳孔深处都闪过一丝猩红。可惜墙上的镜子已经被打破，就连王峥自己都没注意到他这诡异恐怖的模样。他摸索着打开了淋浴喷头，赤脚踩在玻璃上也浑然不觉，只等全身都被冰凉的冷水浇透，这才慢慢的恢复了正常。感觉到身体已经恢复，但是自己身上还是热得发烫，王峥也不敢大意，连忙回道：“没事，我在冲澡，镜子不小心打破了，我会清理好，不用管我。”听着王峥正常的声音，灵统隐约觉得有些不对，他的是精神力特长的觉醒者，异能就是加强五感，所以他才能注意到很多隐晦的细节，打听到各种消息。从进门开始，他就感觉到卫生间里有一股强大的压力，听到里面传来动静之后，他更是直接过来询问，而且他可以听出来，王峥第一次说话时很明显状态是不对的，一直到刚刚才恢复过来。不过既然王峥不打算说，他也不会继续追问。在这个时代，随便去探听一位觉醒者的秘密可不是什么好事，尤其是这个人还是个绝对的强者，暴力狂。随后灵统抱怨道：“没事就好，等你洗完出来，我们也得洗了。泡过药浴之后，又穿回全是汗的衣服，身上黏糊糊的，恶心死了，也不提醒我们带衣服去，真的是。”冰凉的冷水不断地冲刷着王峥滚烫的身躯，又缓了10多分钟，王峥这才彻底恢复，身上的赤红也全部褪去。关于身上的红色，他也没有太在意，只当是气血上涌发烫导致的。王峥看了眼自己的属性面板，猛地发现自己除了敏捷已经达到40点之外，自己并没有选择提升的精神属性，竟然也直接提升到了45点。
这波增长来的莫名其妙，他自己也是完全没有头绪。想了半天没想出什么结果，最后也只能按下不表，开始清理起卫生间来了。等清理完地上的碎玻璃渣，才换好衣服，缓缓走了出来。宿舍里其余3人都已经在排队等着了。王峥出来时，他们正在讨论今天下午泡的药浴。林统看到王峥终于出来了，立刻抱着衣服跑了进去，而梅贻琦则显得十分兴奋。王峥，你下午泡药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觉？我现在感觉自己的体力好像变得更强了。王峥随意的开启扫描扫了一眼，然后他就愣住了。之前刚发现精神提升时还没注意，这次升级并没有开启新的基础功能，直到刚刚给梅贻琦扫描才发现，原来扫描、储物、升级3个基础能力后面也出现了一个加号。基础功能1，扫描加，储物加，升级加。顿时精神提升的异样被他抛到脑后，反正又不是什么坏事，也可能是反应能力的提升带动了精神力的自然增长呢。于是他笑嘻嘻的回答梅贻琦，我觉得只是你的错觉，就算真的有效果也没这么快见效的，要不我再踢你一脚试试。梅贻琦白眼一翻，又气鼓鼓的不再理会王峥了。他觉得跟王峥交流好难，在外人面前吧，他王峥很给自己面子，甚至还称自己是他兄弟。可是每当自己想跟王峥好好交流的时候，王峥这张嘴又损得出奇，让人完全不想搭理他。看到金南2人足冷场，玉侃顿时来打圆场，跟梅贻琦聊了起来。王峥没有理会这2人的交流，自己在默默思考怎么升级基础能力的问题。扫描这个能力很强，能让自己料敌于先，甚至可以通过对方的特长属性来判断对方的能力特性。缺点是不能扫描妖兽，也不能看到对方的具体异能种类。储物这个没得说，就是随身储物空间，提升等级后大概率是增大储物空间的大小。升级说到这个能力，王峥现在就有些头疼，这个能力出现都已经半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丝毫可以使用的线索。很明显，按照数据面板的显示，现在只能选择给这3个技能的其中一个提升等级，没办法，也只能优先选择扫描了。储物现在选了没有意义，毕竟在官方层面，它只有一个1立方的储物戒，2把锤子放进去已经差不多了，随身带着更多的东西也会露馅。况且他现在也没那么多东西要带，一共9个立方的储物空间足够用了。下定了决心，王峥决定说干就干。就在王峥要提升的瞬间，他突然又冷静了下来。他隐约感觉有些不对劲，他开始反思，为什么自己现在变得这么冲动？提升基础功能等级，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操作，当着同学的面竟然也敢随意尝试。万一要扣除灵气值，自己灵气值不够怎么办？要在宿舍里晕倒，这难道不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吗？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我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怎么现在做事这么毛毛躁躁，完全不考虑后果了？难道是因为自己最近太顺了，所以掉以轻心了？王峥在心里给自己敲响警钟，坚持猥琐发展、低调发育的原则，于是便按下了现在就要提升基础技能等级的心思。看着面前的梅贻琦和玉侃2人聊得起劲，王峥虽然没有加入进去，却也听着他们交流。你知道今天泡的这个药浴是什么情况吗？后面还会不会有第2次？也没个教官出来说明下是什么情况。我四处打听了下，也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情报。其他班级也都和我们一样，并没教官说过相关的信息，都是跑完步就直接被拉去泡澡了。这时已经冲完澡的林统走了出来，开口说道，我倒是听到一些消息，我听教练之间交谈，说是今天之所以没有直接教学，一是校长们决定要磨磨学生的性子，二是这次泡的药浴十分珍贵，是校长们统一自费和国家兑换的，仅此一次机会，明天开始应该就要正式修行了。王峥心里想着林统说的话，暗道可惜没有第2次可以吸收的机会了，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在学校花学分兑换到这个药液，等有机会要去问问楚老头，到时候看看和去2楼吃异兽食材比起来，哪里的性价比更高。不过按照今天那么巨大一桶药液供给近100个学生使用的情况看起来，很可能性价比还不如吃肉呢。但是好歹又是多了一种可以增加灵气上限的方法。在众人的闲聊下，很快又到了晚间的集合时间。按照惯例，吃过饭后还是到了昨天的教室。这一次教室的内部已经提前清空了，教官给每人发下来观想法的功法书籍，然后让大家席地而坐。众人依次落座，看着自己手里的小册子，都是十分兴奋，不停地翻来翻去。王峥也是翻开书籍看了几眼，开篇就是简明扼要。观想法是以精神修炼为主，通过排除杂念入静入定，最终达到观想具现的效果。所谓身似菩提树，心似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人从出生开始，心里就像是一面镜子，后天的种种烦恼和欲望就像是灰尘，使人的心性变得驳杂不堪。只有褪去名为自我的外衣，时时擦拭，才能保持本心，与天地同调。而这观想法也可以说是一种形象思维具现的功法，主要是靠自由想象宇宙自然万物的景象。它是外向的、开放的，是人体沟通宇宙万物，达到天人合一的一种方式，也是提高精神力的必经之路。而这本功法说的就是通过入静入定的方式来使自己达到放空的状态，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我就是天，天就是我，那么精神力就自然而然的实体化，达到可以从空气中捕捉灵气粒子的目的。书上说的是玄之又玄，王峥也是看得云里雾里，已经开始有不少同学按照书中所画的图片开始自己实验起来了。等到大家都尝试过一遍，发现没有任何效果之后，教官才缓缓开口，观想法顾名思义是需要通过我们自己在内心中进行观想来修炼的。这第一步就是入定。何为入定？入定就是放空杂念，平心静气。你们现在一个个心浮气躁，都是抱着目的在修行，如何能起到效果？今天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学会放下，放下执念，放下欲望，放下一切。唯有放下才能超脱，这便是入定。等你们修行到随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自由的入定了，那恭喜你们，这观想法你们也算是入门了。所谓观想却不仅仅是观想，还是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超脱自我的一个过程。不过这些对目前的你们来说还是太深奥了，你们先保证能够做到能够随时随地的入定，
之后我们才会开启第2个阶段的修行。从今天开始，每天晚饭过后都有2个小时的练习时间。当然，晚上回寝之后，你们也可以继续练习。什么时候入门了，什么时候进精英班，开启下个阶段修行。对了，根据大家的学习进度，还会有小奖励哦。你们的校长有交代过，前100名入门的同学都可以获得额外的学分奖励。大家下午都有去泳池跑过药浴了吧？其中的药液叫做断体液，是一种可以加速横练法修行的珍贵药剂。如果你们表现出色，还有断体液奖励哦，这可是买不着的好东西呢，是不是更有动力了？加油吧，各位！说完，教官就潇洒地转身离开了，只留下满地面面相觑的同学，爆发出一阵阵的激昂的呼喊。王峥看着周围这些脸色激动的同学，有些无奈地皱了皱眉头。他觉得这教官是故意的，既然观想法要求的是超脱，是放下，为什么他还要用这些外物奖励来引起同学们的欲望呢？王峥四下扫了几眼，除了他以外，也不是没有其他人看出来，自己的室友灵统就是一脸的凝重。等教室内众人都安静下来，开始试着修炼手册上的内容，王峥站起身来，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踢了身边的梅一奇一脚。在他起身时，灵统也站了起来，两人相视一笑，齐步踏出了教室。随后陆陆续续有同学想通了其中的关键之处，也跟着走了出来。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王峥可没有义务去提醒其他人，他能做到告诉同寝室的几人已经不错了，至于其他人能不能有个安静的修炼环境，关他屁事。回去的路上还意外碰到了同样走出教室的楚小满和吴欢，跟他俩一起的还有东南玉云，另外一个女生有些眼熟，但是却一时想不起来了。对面4女看到王峥几人也是迎了上来，玉云和林统是校友，和玉侃也是交过手的老相识了，上来打声招呼，一起往回走去。王峥刚想夸楚小满聪明来着，就看到那个有些面熟的女生直接对着他横眉怒目，就差要动手了。王峥迅速停住脚步，挑眉问道：怎么着？您是哪位？似乎对我有很大意见啊。对面这女生看到王峥甚至都认不出自己，顿时更气了，2条修长笔直的大腿作势欲踢。楚小满连忙出言解释道：这是我们学校的呀，欢姐班上的何依依同学。王峥你忘了，你们入学仪式上交过手的。王峥这才想起来，原来是被自己奶晕当众射死的那位女生，难怪人家对自己那么大的敌意呢。王峥懒得理会他，直接跟楚小满聊起了断体液的事情，想问问楚小满知不知道这段体液能不能在学校换到，和学分的兑换比例究竟是如何。楚小满自然是不知道的，他自己都是今天下午才知道有断体液这东西的。在几人的交流中，很快就到了宿舍区，两拨人分开后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寝室了。等王峥4人都回了房间，他们就锁上房门，各自爬上床，开始今晚的修行了。王峥按照图示上的要求，盘腿坐下，手心虚托位于膝上，调整呼吸，静气凝神，尝试着放松自己的精神，放空自己的意念。很快，细微的鼾声就响了起来，其余3人也都在默默的各自尝试，谁也没人注意到王峥已经坐着进入了梦乡。王峥中间陆陆续续的醒了好几次，但是只要他尝试继续打坐入定，很快又会进入梦乡。过了几次之后，看着已经凌晨1点多的时间了，恼羞成怒的王峥一把扯过被子蒙住头，顿时沉沉的睡了过去。第2天一大早，王峥就已经醒了过来，使劲揉了揉自己有些迷糊的脑袋，从床上一跃而下。等到众人都已经醒了过来，连忙交流昨天的经验。昨晚王峥早早的就睡着了，自然是没有发言权的。玉侃作为超人系的觉醒者，情况跟王峥差不多，折腾到半夜也没能成功入定，后来也干脆直接睡下了。也只有林统和梅一奇，他们2人有过偶尔几次入定成功的经验，不过都只是很短暂的一瞬，他们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觉得醒来时身体十分轻松，仿佛身上有几十几百斤大石头被卸下来了，十分轻松。王峥顺势扫描了一下2人，发现属性都没有变化，也只能心里编排他们是没有成功了，不然没道理解释自己精神力比他们都要高，但是自己都不能入定，他们反而可以。等到了集合的时候，王峥发现众人又是跟前一晚相同，一个个精神萎靡，看来昨晚都在努力修行观想法，都没睡好。教官看着一群新生的黑眼圈，其实也能理解，毕竟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新奇的功法，自然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快速入门，但是该劝还是要劝的。功法修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你们越是执着越是在意，就越是难以入定。观想法开篇就有介绍，要放下杂念，褪去自我。你们这一味的强求，不就是跟功法要求的背道而驰，本末倒置吗？就这样还怎么入定？连入定都做不到，又谈何修炼？王峥心里对教练的话十分认可，但是自己也没有强求啊。昨天练了3次，就干脆直接睡了，但自己也没成功过呀。难道这功法还欺负人吗？人家都说了，不能入定是因为杂念过多，想东想西反而无法进入状态。但是自己明明可以轻易的做到这些，放空思想，放松精神，但是只要一修炼，立刻就能秒睡，这也太离谱了吧？难道这是一本治疗失眠的功法吗？按照书中的说法，一切皆有定数，凡事不可强求。可能学会这功法就是我的强求吧。很快，王峥就把这些烦恼抛在脑后了。实在学不会就算了，反正就算自己真的学不会，那就多杀异兽，多换灵气结晶吧，自己直接加点，不比他们修炼来的强。而且昨天还在泳池里狂赚了一波，直接赚了1800多点灵气上限呢。虽然是都加在了技能上，但是总归是增强了自己的力量的。王峥也只能这么自我安慰了。他放下了心中的执念，立刻大口吃起了食堂里的饭菜。虽然不是灵气食材，但是好歹口味还算不错，不多吃点怎么应付白天的体能训练？王峥的猜测没有错，今天就不再是老一套的军训了，教官们开始真正教学横练法的修行了。对于增强体质的功法，王峥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他有40点的体质在这打底呢。至于力量，他已经直接点到60点了。他昨天已经吸收完之前剩下的1枚半灵气结晶，一共获得了150点灵气。他现在手上也只有1枚天魔结晶和3枚普通的灵气结晶了。再看王峥现在的属性，体力值400-400，灵气值360，体质40+，力量60左元括号28+32右元括号，
智力40加，精神45加，敏捷40加。基础功能1，扫描加，储物加，升级加。倒不是他现在不想再加体质了，就是想先适应，他怕一下子力量涨幅太大会一时间没办法掌控。在王峥看着自己面板傻乐的同时，教官已经给同学们分好位置，拉开距离后开始按照教官教学的动作开始热身。刚刚发下的册子上就已经看到了，横练法主要是打磨筋骨，强化肉身。据书上所说，练到大成，刀枪不入，水火不侵。按照教练的指示，先是站姿，身体一上一下有节奏的摆动，全身肌肉随之放松，与身体摆动的节奏产生共鸣，之后配合呼吸放松身体，等感觉到身体微微发热，就可以开始动作的练习了。一共10个动作，分别模仿像虎、狐、鹿、猴5种动物的姿势站桩，能够确保一组10个动作都能稳定坚持10分钟，完整连贯不中断，就算入门了。除了要求动作到位之外，最好还要表现出各种动物的神韵，就是常说的除了形似还需要神似了。象之沉稳，虎之威猛，狐之狡黠，鹿之安舒，猴之灵巧。等到所有动作都能保证到位且模仿出神韵，那就基本算是大成了。整体修炼不算十分复杂，只需要按照动作要求立住不动即可。唯一困难一些的就是动作之间的转换，但是即使这样，很多同学都没办法坚持，因为是需要模仿动物，很多动作都是不是常规情况下能做出的，对身体的负荷很大，往往第一个动作还坚持不到2-3分钟，他们就再也没办法维持住身体的平衡了。这套功法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极高，就以王峥变态的体质也只能坚持几10分钟，而且在姿势转化时还经常出现失误，距离教练说的小成还差了一些。但是王峥相信，这只是因为自己第一次开始练习，最少明天就能完全掌握了，对此他是信心十足的。刚开始王峥倒是没有感觉到太过吃力，虽然他的肉身强度已经很高了，但是身体却不僵硬，这些动作都是信手拈来，完全没有难度。只是一旦站桩的时间过长，就开始有些坚持不住了，体能消耗得很快，毕竟他也只是靠着自己变态的身体素质在强撑。而在今天的横练法修炼中，毫无疑问，王峥已经是表现最好的一个了，连教练都不停地夸赞他，说他是个横练的好胚子。暗中观察的魏校长更是极度的红了眼，看到楚天行得意洋洋的表情，恨不得再揍他一顿。不过很遗憾的是，即使王峥是整个训练营中坚持最久的，但是貌似今天这一天的修行对他也没有太多的提升，最多是身体的柔韧性提高了一些吧。王峥还是有些失望的。教官倒是安慰他说这是正常现象，告诉他横练法的修行贵在坚持，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产生变化的，需要持之以恒的不断努力才会有所成效。王峥除了点头称是，也别无选择了。等结束了白天的横练法练习，吃完饭后紧接着就是观想法的修行了。一说起这观想法，王峥就不禁有些头疼。王峥今天比起昨天不能说是毫无进步，只能是有些许的提升吧，最起码不会秒睡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看对面的灵统和梅一奇已经可以很熟练的进入入定状态了，而跟他同侧的玉侃则是没办法静心，一直皱着眉头，很明显是心有杂念。至于他自己，对于观想法的修炼只能说是毫无头绪，因为只要他一旦开始打坐，就立刻昏昏沉沉的，脑袋还隐隐有些胀痛，让他迟迟不能进入入定状态。或许自己的体质并不适合修炼观想法，反而更加倾向于增强身体素质的横练法。就在王峥皱着眉头苦苦思索之时，灵统和梅一奇一前一后的睁开了双眼，都是满脸的惊喜，随后都是跳下床直接出门去了。王峥看着他们出发，知道他们是已经完成了观想法的第一步，已经能够自主的入定，现在找教官去学习第2阶段了。又经过了几次测试，还是没办法入定，王峥有些烦躁，这种看着别人进步而自己却毫无寸进的感觉真的很糟糕，但他还是没有摆烂，继续开始尝试起来。在这样糟糕的情绪中，王峥越是想成功入定，就越是迟迟无法静下心来。另一侧的玉侃也是一样，两个人大眼瞪小眼，无奈之下，玉侃丢下一句：“我出去转转散散心，就直接出门了。”王峥看着空无一人的寝室，也不打算再试这什么狗屁观想法了，他打算趁着这个机会先把扫描升级了。为了以防万一，王峥把自己剩下3枚灵气结晶直接全部吸收了。这次他倒是运气爆发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楚天行这次给的灵气结晶是高档货，他的灵气值上限瞬间就从360点直接提升到了920点。他在训练营的时候就知道了，品级越高的异兽，他们体内的灵气结晶蕴含的灵气就越丰富。他有些怀疑白妹喜的身体里会不会也有一颗，如果能够，王峥摇摇头，甩开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现在他只剩下1枚天魔结晶了，怕闹出动静，并不打算现在就吸收。王峥小心翼翼地点了一下扫描后面的加号，结果没有发生什么异常，也没有扣除他的灵气上限。不过他对此并没有意见，没异常最好，小心驶得万年船，谨小慎微，低调发育才是王道。既然扫描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那就继续加体质吧。先花费了400点，把自己的体力加到了50点，这样既方便了明天练习横练法，让自己可以更持久，也算是按照自己的规划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王峥捏了捏自己的拳头，感觉自己的全身都充满了力量，50点体质和高达68点的力量，这样的感觉让他有些沉醉。他不是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增加体质、力量、智力属性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不适，但是一旦自己加精神和敏捷，就会头脑发胀，肢体不协调。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什么线索，那也只能先不去考虑了。王峥猜测，或许等自己的精神和敏捷足够高了之后，就可以适应了。正在王峥沉浸在这种力量带来的美妙感觉中，灵统和梅一奇满脸兴奋地推门而入。梅一奇看到王峥没有在修炼，更是得意洋洋地跟他炫耀：“王峥，我们已经都开始修炼第2层的观想法了，你呢？还不能入定吗？”王峥虽然心里羡慕，但是嘴巴上可不会服输，是吗？你现在挡得住我一脚了？梅一奇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气鼓鼓地继续打坐去了。灵统倒是还安慰了王峥几句。王峥也是好奇，直接问道：“第2层是什么？接下来需要怎么修炼才算是小成？”灵统也没有绕圈子，
观想法的第二层就是观想，按照教官的说法，一共分为3大类。第一种是实体观想法。实体观想法顾名思义，观想的对象不是群体，而是切实存在的某个个体、某种实物，比如说太阳、月亮、星辰，甚至是一把刀、一把剑、一种异兽。第二种是空间观想法。空间观想法主要是从宏观的方面去观想，从广义的方面去观想，想比较大的一个空间或者范围，比如观想一片广袤草原、茂密的森林、一望无际大海、深不见底的湖泊等等。最后一种就是时间观想法。时间观想法又被称之为回溯法。所谓回溯，也就是循着时间的长河，把自己的观想带到历史中去，也就是观想过去某段时间内发生的一切。这种观想可以是自己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段经历之类的。总之，这一段教官也说得很玄乎。教官只说了一句：3种观想法没有好坏之分，根据自己的本心选择就好。每个人内心都有着自己的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就好了。至于修炼的阶段，教官只说自己会有感觉，等到了修炼到了那个地步，自己自然而然的就会明白了。差不多就是越精细、有清晰，内容越充实，就等级越高。说完后，灵统就自顾自地开始打坐入定，开始观想了。而王峥听着灵统的解释，被说得一愣一愣的。先要入定，然后再听从自己的内心，选择一种观想物，然后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对其观想，这算什么唯心主义 ？Follow your heart。难道自己一直不能入定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看到王峥陷入了沉思，梅贻琦也忍不住提醒王峥：“你不要想太多了，慢慢来呗。这才第2天，能够入定的也才几十个人，晚几天也没事的。再说了，你的横练法修炼进度，难道还能有人比得上你吗？”他这不安慰还好，一安慰，王峥就更难受了。听到已经有几十个人开始观想法的第2阶段修行了，他心就像是被一把把的利刃刺中了一样，难受的不行。这4所学校自然觉醒者加起来也不过10个，现在都已经有几十个人能随时入定了。不过梅贻琦也是好心，王峥不好再跟他抬杠，点了点头。等得到王峥的回应，梅贻琦也开始自己的修炼，盘腿入定了。王峥看到2人都已经能够随时入定，开始第2阶段的修行了，内心也是受到了冲击，决定自己尝试绕过入定的步骤，直接放空精神开始观想。至于具体要观想什么，他也没想好，反正刚刚灵统也说过了，要听从自己的内心。一想到这，王峥顿时又来了信心，迅速盘腿坐好，摆好姿势，开始寻找自己的内心了。结果自然是毫无意外，今夜的王峥睡得格外的香。第2天一早，王峥恶狠狠地咬着嘴里的包子，仿佛这包子就是让他不能入定的罪魁祸首。同样的难兄难弟还有玉坎，他也是毫无进展。梅贻琦和灵统2人作为已经进入第2阶段的修行者，看着王峥阴沉的脸色，也是不敢多言，生怕一个不小心惹祸上身。今天的横练法训练，王峥练得格外认真，本来按照他的身体素质早就应该成功的，但是因为动作不熟练，每次在一个动作做完后的转换衔接阶段都会出现失误。一连经过几次的失败之后，王峥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脸，让自己打起精神来，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总共100分钟的横练装功之旅。看着王峥认真的模样，教官也自觉地给王峥留出一片空地，尽量不让其他的同学打扰到他。在远处悄悄观察的楚天行得意洋洋地说道：“我跟你们说，就这一次，王峥必成。我了解这个孩子，虽然看起来一副吊儿郎当、懒懒散散的模样，但是他心里有股不服输的狠劲。”一旁的汤玉英虽然对楚天行不屑，但是看着王峥，眼神里也是充满了欣赏。成就成呗，就不说我们4家了。王峥这个身体素质，就是放到全国所有新生里也是数1数2的。除了帝都那几个从小被天才地宝喂大的，谁能有他这样的身体？练习横练法第1个小成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金乡大学的校长也是感慨：是啊，这么好的苗子，真的可惜了。如果真的没有遗传到他爹的基因缺陷就好了。我对他有很深刻的印象，当时新生训练营的决赛我就知道，这小子非同小可，战斗智商太卓越了。说到这里，楚天行也是深深的叹了口气，这也是没办法的，只能靠他自己了。我虽然有让他定期检查，他之后也去查过了，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基因遗传这东西谁也说不好，可能什么时候就突然衰弱了。汤玉英紧接着说道：“担心也没用，儿孙自有儿孙福，更何况现在国家透露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万一什么时候出个什么功法药剂什么的，能够解决这样的隐患呢？你就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只要这王峥健健康康的继续成长下去，这大学4年能给你们京南大学带来多少荣誉？”楚天行喃喃地说道：“有时候挺不理解的，这世界都乱成这样了，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对普通百姓隐瞒也就算了，我能理解，就当是怕引起恐慌了。但是就连我们这样的实力，这样的身份地位，在国家看来也是无足轻重吗？或者说，我楚天行有可能是间谍？什么都要瞒着，有什么意思？不说别的，就说最近的药剂，还有这次的功法，我们谁是先知道的？我就不信他们真的是现在才研究出来。要是早点发出来，我们的实力也会更加强大。多几年的修炼时间，我现在搞不好早就是成仙成佛了，到时候一举消灭妖。”楚天行越说越激动，身上的气势也越发的浑厚，似乎比起之前在训练营基地和开学仪式更强了。老楚，你不要犯浑，有些话在我们这发牢骚就算了，在外面可不要胡说八道。上面不说，肯定也有他们的考虑。金乡大学的校长面色严肃，楚天行也知道自己失言了，顿时闭口不言，悻悻作罢。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华中科技的校长突然开口：“快看，那王峥要突破了！”众人迅速抬眼望去，只见训练场上的王峥已经是憋得满脸通红，浑身大汗淋漓了。这已经只剩下灵猴组的最后一个动作了，只要能够完整的完成过渡，坚持上10分钟，就算是入门了。只见王峥先是右脚缓缓抬起，往前轻点，脚尖着地后并不受力，重心缓缓向后，左臂弯曲反转做眺望状，右手轻抬置于左臂之下，上半身再微微前倾，终于成功的完成了动作的转换。这一刻，王峥的动作虽然缓慢，但是却活灵活现，仿佛就是一只灵猴在登高远眺。呼！王峥看到自己已经顺利的过渡到最后一个动作，长
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但是他知道现在还不是可以松懈的时候。行100公里半9时，没有到最后完成的那一刻，还是要集中注意力。时间1分1秒的过去，王峥脸上的汗珠也开始一点一滴不停地往下滴落，但他的身体却仿佛是钢铁浇筑的一般，纹丝不动。围观中的众人都在心中为他加油，甚至连呼吸都不由得放缓，就是为了不要打扰到他。反观王峥，则是因为注意力太过集中，他甚至都没有发现维持这个动作已经远远超过了10分钟。好！还是教官的一声叫好，在打断了王峥的注意力。在得到教官的示意后，王峥这才恢复了站姿，随便活动活动了腿脚，发现自己的身体素质果然有所增强。还没等他打开数据面板仔细检查，楚天行就哈哈大笑着从远处走来，一边走一边大笑道：“我说过，不管是武艺还是学习速度，我们京南大学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你们输了，等会记得给赌注，可不许耍赖。”哈哈。王峥听到楚天行靠自己还赢了打赌，自然是想要分一杯羹的，笑嘻嘻的看着自家校长：“校长，我听说第一个入门的同学有奖励的，不知道这个奖励要找谁领啊？”“有奖励？当然有奖励，我们4家学校一起出的。横练法第一个入门会奖励1小罐断体液，就是你之前泡澡用的药剂，还不赶紧谢谢几位校长？”楚天行自然是得意洋洋。王峥立刻做出乖宝宝的模样，鞠躬行礼，感谢3位校长。看着眼前一老一小这2人的贱样，其余3位校长都是心里堵得慌，连忙摆手匆忙的离开了现场。王峥听到有奖励断体液，不由得想问问这段体液到底价值几何，数量是否充足，于是开口问道：“校长，这段体液什么价格呀？和灵气结晶比起来呢？学分能不能换？兑换比例是多少？”楚天行有些无奈，断体液和灵气结晶都是战略物资，不对外的，而且听说制作的材料也很珍贵，这次是学校自费换的。你之前说不来军训，我本来给你留了1人份的在学校，其他也没有多的了。学分兑换现在还没办法换，要等以后国家大量供给之后才有可能，而且价格也不便宜。如果真要换算的话，这小罐抵得上一枚低级灵气结晶了。低级？4品以下的异兽出产灵气结晶就是低级灵气结晶。王峥心里暗骂，我说每次吸收的灵气值怎么有多有少呢？也就是说，之前100出头的很可能就是最低级的妖兽体内的灵气结晶喽。王峥紧接着说道：“那什么时候能给我啊？我现在第一次完成一组动作后感觉很好，如果及时吸收可能会有更好效果。等你们解散之后吧，我晚点给你送过去。王峥，我很看好你，你要加油啊！虽然你没能在观想法第一个入门，但是如果你能连观想法也第一个凝聚出初步的图形轮廓，我私人除了奖励1枚灵气结晶给你之外，学校内留的1罐断体液也给你。”楚天行许下承诺。王峥暗骂楚老头哪壶不开提哪壶，嘴巴上却唯唯诺诺的答应下来，心里只想着以后用别的方法再来掏空他的家当。等楚天行走后，4周的同学们看着王峥，心里充满了羡慕，有人想围过来问问经验，全都被教官给拦住了，于是也只能自己继续默默的练习了。王峥自然也是乐得清静，走到一旁坐下来。教官们看到王峥已经完成了训练，也不管他，反而拿他的例子来鼓舞其他的同学，顿时训练场上的同学们更加热血了。而王峥看着自己的数据面板，惊讶的张大了嘴巴。体力值400/400，灵气值521，体质50+，力量60左元括号28+40右元括号，智力40+，精神45+，敏捷40+，基础功能扫描、储物、升级。武兽横练法炸练0100，额外提升体质、力量、智力、精神、敏捷各1点，可升级。荆棘之心略，立体双 A 略，圣光术略。王峥自己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自己解锁的第3个基础功能竟然是要配合着功法升级的，而且自己按照教官所说的方法完成一组动作后，面板里显示的却不是入门，而是炸练。这横练法练成后的特殊效果也很喜人，5为全属性+1，最重要的是自己可以感受到身体强度上的增加，但是却根本没有直接加在属性值里面。那就是说，功法带来的额外加成完全不受属性上限的影响，功法带来的提升和自己的身体的5维属性是分开计算的。不出意外的话，0100这个应该指的就是功法的熟练度了，熟练度越高，得到的加成也就越多。王峥心里想着，既然国家能够拿出这2本功法，那肯定还会有更多没有公布的古籍，看来自己以后要多留意功法方面的信息了。最后就是不知道这个升级属性是直接提升熟练度，还是从本质上提升成更高级的功法了。再看看武兽横练法这名字，一看就是大陆货，虽然国家改编后就直接叫做横练法了，王峥猜测肯定还有更为高深的修炼方式。举一反三下，是不是还有10兽横练法、百兽横练法，或者什么龙虎横练法、龙象横练法？自己要是能一本本的叠加起来，那光靠堆属性也能堆死人了吧，还不算其他的特殊效果。而且万一要是这个升级是纵向升级呢，直接往更高的等级的功法升，那自己一直升下去，会不会变成什么神魔横练法之类的？一想到这里，王峥恨不得立马升级一次试试，但是仔细想了想，还是要低调，等一个人的时候回去再试。王峥心里美的冒泡，顿时又嘿嘿嘿的傻笑起来了。等休息够了，王峥又完成是一组动作，不过这一组10个动作做完，看着数据面板里的功法进度只是变成了1%，看来要做100次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还真的是需要长时间不停的练习呢。而且王峥还发现，按照武兽横练法来站桩，会让自己的身体很舒缓，这比他练习搏击、闪避、跑步等动作效果要好得多。看来以后就算加点后身体需要适应，那也可以直接用横练法来锻炼了，应该会有很好的效果。等王峥这组动作做完，天色也开始暗下来了，教官们开始指挥新生们列队回寝了。在这个时候，灵统、玉侃都上来找王峥讨教经验。梅贻琦虽然没有靠近，但也是削尖了耳朵在等王峥讲解。王峥也不吝啬，把自己体验到的小技巧统统告诉了他们，
包括哪些动作容易做的不规范，还有动作转换衔接时的注意事项，毫无保留。最后王峥还是补充道，每个人的身体素质都有细微差别，具体的衔接阶段都需要自己来感悟，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熟练。当你能够熟练掌握每组动作之间的转换，那剩下就只有坚持了。等彻底完成一组动作，横练法入门之后，身体素质还会有些许的提升。预感自己就是超人系的觉醒者，他对横练法的修行进度比其余两人都要快一些。听完王峥的讲解，连连点头。王峥说的没错，而且你们不觉得吗？即使没有完成完整的动作组，也不会有影响。每一次的练习虽然会让人精疲力尽，但是等恢复力气之后，会发现这并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反而会更加压榨自己身体的潜力。这套功法可比现在任何锻炼身体的训练方法都要强。听到玉侃的话，林统、梅一奇两人都是沉眉思索，细细体会下之后，发现确实如此。王峥倒是不在意这个，笑嘻嘻地说道：“如果你们真的感觉累了，也可以找我呀，免费治疗，加速恢复，圣光管饱。别忘了，我可是治疗系的觉醒者呢。”林统和玉侃听到后都是大喜，连连夸赞王峥：“好兄弟，够义气。”林统更是激动地说道：“太棒了，王峥你这么厉害，我差点都忘了。我晚上要去学观想法，没时间就算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就不停地练习，等我们坚持不住了，王峥你就给我们丢几发圣光术，这样我们就能省去更多休息和恢复体力的时间了。”玉侃也是连忙点头：“王峥，明天就拜托你了。”本来他们不提观想法的事情还好，一提起这个王峥就气不打一处来，笑眯了眼睛，点了点头。他们两人不清楚情况，还在感谢着王峥呢。只有梅一奇是知道王峥圣光术的可怕之处的，一想到明天这两人浑身酥软的躺在训练场呻吟，就不由得浑身发冷，打了个寒战，鸡皮疙瘩起了一身，顿时大喊道：“别算上我，你给他们恢复就好。”王峥看到梅一奇这没出息的样子，冷冷地瞪了他一眼，顿时把他吓得闭嘴不言。其余两人倒是没有在意，他们还沉浸在王峥为他们编制美好幻想中。等到众人吃过饭，梅一奇和林统正准备继续去精英班接受教官们观想法第二阶段的指导。楚小满一行四人朝着王峥他们径直走了过来。别看他年纪最小，但是在几个人中却是走在最前面，俨然一副大姐头的模样。楚小满笑嘻嘻的恭喜王峥：“王峥，听说你今天第一个横练法入门了，恭喜你啊！我观想法也可以成功入定了，今天就要开始二阶段的训练了，你呢？”一次次的被扎心，王峥虽然已经习惯了，他完全不能理解，凭什么就连楚小满这样满脑子杂念的人都能成功入定，而自己却不行，顿时拉着出他的小圆脸就是一阵乱扯。楚小满吃痛之下就要反击，看得其余几人都是偷笑，只有何依依还是对王峥耿耿于怀，不假辞色。王峥也不在意，笑呵呵的跟几人分享了一些横练法的小技巧，然后就各自散开了。等王峥到了寝室楼下，发现楚天行已经在这里等着了，看着楚天行不怒自威的脸，王峥有些心虚，别不是刚刚欺负人家孙女被发现了吧？这么大一个校长还在楼下蹲人，慢吞吞的干什么呢？还不赶紧来！看着远处磨磨蹭蹭的王峥，楚天行一声大喝。王峥被吓得一哆嗦，连忙小跑过来，见到王峥过来，直接把一个小罐子递了过来，并且叮嘱道：“这个只能外敷，你可千万别脑子犯抽，想要尝尝味道，等把体力消耗一空，吸收的效果更好。”王峥发现楚天行是为了奖励的事情来的，顿时胆子又大了起来。校长，我有这么傻吗？不过我到哪里去泡呢？宿舍可没有浴缸。校长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去泡着？楚天行毫不犹豫地拒绝：“没有，这个不是一定要化在水里泡开的。按照你的身体素质来说，只要你不怕疼，直接往身上抹也是可以的。记得涂均匀一些，更好吸收。什么时候颜色完全变淡了，什么时候冲掉就可以了。只要你坚持得住，直接一次全部抹上也没问题。”王峥得到答复，自然是满心欢喜，连忙点头。在等楚天行走了之后，玉侃看着王峥手里的锻体液，满是羡慕。王峥，你们校长对你真好啊，还这么和蔼。我们校长可严肃了，一天到晚板着个脸，我每次看到他就吓得不敢喘气。王峥心里感慨，楚老头竟然能在校外给人留下和蔼的印象，心里偷笑，嘴上却要给自家校长撑起面子的，连忙说道：“对啊，我们校长不但为人随和，还很大方的。这不是来军训之前又找机会，硬是要给我送几颗灵气结晶。像我们这种自然觉醒者，在京南大学资源多到用都用不完。你要是羡慕，要不要也转学到京南来？”玉侃听到王峥的蛊惑后一阵心动，但还是出口拒绝道：“不是几颗灵气结晶的事情，我家就在江城，而且校长对我也不差，我哪能就因为这点修炼资源就转学？”王峥趁热打铁：“你要是来了，到时候我罩着你，你知道的，过段时间就要选拔武斗会了，一般人我也看不上，我是打算自己组一支队伍的，而且我自己就可以作为治疗登场，我打算组一队全输出的暴力组，你的兽化异能我就觉得很强，要不你考虑考虑？而且我们校长明确答应过我，会给我代表学校出战的名额的，我的实力你也是见过的。再说你吧，你的异能单挑很明显吃亏，遇到克制你的选手，拖着你耗时间你就赢不了，就像之前东南的玉云，团队战斗的话，你再金香不到大3大4能捞到上场机会，这可是武斗会，在校期间能获取到的最高荣誉了，一旦出了名次，各种奖金、代言还不是纷至沓来，哪怕是毕业后，不管是从军从政都是有好处的。再说了，停，我现在脑子有点乱，我先去静静，等会回来我再修炼，你不用管我了。玉侃觉得自己不能再跟王峥聊下去了，他觉得王峥的嘴有魔力，再聊下去搞不好真的就要被说服了，连忙打断王峥的话语，然后就匆匆离开了。王峥不屑地撇撇嘴，挖墙脚失败了。他倒不是有多看重玉侃，只是觉得怎么说他也是一个自然觉醒者，而且能力也算不弱，如果真的能让他转学，楚老头搞不好还得奖励他。王峥一个人哼着小曲进了寝室，随手就把自己锁在了厕所。我就是厕所的神。随后就开始试验起来，先是升级，对着自己的武兽横练法点了一下，立刻扣除了10点灵气上限，但是熟练度只加了1点。武兽横练法炸练2100，
额外提升体质、力量、智力、精神、敏捷各一点，可升级。虽然不是直接变成更高等级的10兽、100兽横练法，但是对于这个王峥也没抱太大希望，毕竟基础技能叫升级不是升阶，等以后再把基础技能升级的等级也提升上去了，或许就会有这样的功能了。不过这个熟练度和消耗灵气上限的比例也太离谱了吧，1000点上限才能升一级，这还不知道有几个等级呢，以后是不是要花费的越来越多？这有个屁用！王峥心里暗骂不已，我有这1000点灵气上限，直接加属性不好吗？破系统，要你有何用？呸！在确定了不用灵气上限升级横练法之后，王峥又开始研究起了这一小罐断体液。打开罐子一看，黑漆漆、黏糊糊的，闻着倒是有一股淡淡的清香。王峥飞速把自己脱光，冲洗干净，然后仔细均匀的把这药液抹在自己身上。至于楚天行说的先消耗体力才会更好的吸收，王峥是完全不在乎的，就他这面板无底洞似的，分分钟给你吸干。等到这药液全部涂抹均匀，刚开始还好，只是觉得冰冰凉凉的，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明显感觉到痒，仿佛有无数小虫子在他的皮肤上爬动，然后一会儿冰一会儿烫，这让王峥十分难受。倒不是疼，就是感觉不舒服，好像身体受到了束缚似的。好在他吸收的速度极快，没几分钟就完全吸收了。不过灵气上限却没有加多少，只有可怜的98点，连100点都不到。妈的，这次吃大亏了，还说是跟灵气结晶一个档次的，结果连最低档次的结晶都比不上，看来这药液里面的水分很大啊。王峥心里觉得吃亏，但是也没有办法，心里决定以后再有什么奖励，要找楚老头换取灵气结晶再说。然后迅速冲洗干净之后，爬上了自己的床。玉侃这时还没有回来，王峥也不管他，仔细看着手上的小册子，正过来反过去翻了无数遍，上面的每个字他都能记得滚瓜烂熟了。可惜就是没办法入定，王峥自己也很无奈。虽然他自己嘴上说着不在意，但是他心里比谁都着急，看着同学们每一天都在进步，但是他却连一点门路都没摸到。还有之前加过点的扫描也是，他已经对自己的室友们都试验过了，并没有出现过什么新的信息，只能到时候军训结束回去扫一扫白妹洗试试了。心里想着到时候要不要对他喊上一句大胆妖孽，还不快快现出原形，我他妈到底都在想些什么啊？王峥气恼地猛拍了几下自己的脑袋，无奈往床上一躺，观想法的小册子往脸上一盖，直接开始摆烂了。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数据面板里扫描的字样开始散发出淡淡的白光，但是自己目前的视野里什么都没有啊！不对，难道是……王峥飞快地爬了起来，看着自己手里的小册子，然后集中精神点开扫描就扫了上去。不一会，数据面板里在5兽横练法下面就出现了一行灰色的字体：意念观想法加。王峥心中大喜，卧槽，扫描技能永远的神，大哥牛逼！不愧是第一个出现的基础功能，我他妈的吹爆！王峥已经激动的不能自已了，学不会观想法又怎么样？老子有挂！早在刚觉醒这个基础技能的时候，他就做过实验，当时所有的书籍扫描上去都是显示扫描失败的，现在能够扫描功法了，肯定是升级过的原因。王峥又是突发奇想，不知道上课的课本能不能扫描成功，如果可以的话，那真的就赚大了。他来军训之前领取过大一的大学课本了，里面有2门学科，一门叫做异兽学，一门直升学。这2门课程是他们大学几年来最重要的学习科目，他之前粗略的翻看过，里面的内容包罗万象，又多又杂，几乎覆盖了灵气时代以来被发现的所有的异兽和植物的基本信息。如果真要靠自己脑子去记的话，那可不是短时间内能够了解的。可惜就是没有带着身上，这个也只能回去后再做实验了。王峥摇了摇头，不再想扫描功能的事情。他看着自己只有619点的灵气上限，有些犹豫。他不知道激活意念观想法需要消耗掉多少灵气，但是他现在只剩下1枚天魔结晶，又不太敢吸收。早知道之前不应该那么着急就把体质点到50点的。王峥心里懊恼不已，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最后他还是选了个折中的方式，先把天魔结晶捏在手里，然后选择去激活意念观想法。如果到时候灵气上限不够，他就及时吸收天魔结晶。说干就干，王峥屏气凝神，长长的吐了一口浊气，集中精神点了上去。只见数据面板里的灵气开始减少，意念观想法的字体也开始慢慢变亮，随后很快便停了下来，最终激活也只扣了100点上限。王峥倒是松了口气，但是这意念观想法虽然成功激活了，但和5兽横练法不同，面板里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名字，其他的修行阶段、熟练度、特殊效果什么显示都没有。王峥也有些纳闷，随后他盘腿坐好，摆出入定的姿势，开始慢慢的放空精神。这次的结果和之前的尝试完全不，再也没有之前的昏昏欲睡、精神不佳。他只觉得脑袋里轰的一声巨响，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打破了，然后就看见一片无止境的黑，深邃、幽暗，夺人心魄。紧接着就是一抹赤色从远处笼罩了过来，起初只是极为细小的一丝，随后越长越大，铺天盖地，仿佛是翻涌奔腾的血海，无边无际，温热猩红，无穷无尽的赤红映入王峥的眼瞳。在一片猩红的血色中，王峥看到一头遮天蔽日的凶兽正在仰天嘶吼。此兽形状似豹，浑身赤红，伴有黑色斑点，头顶生有独角，光洁如玉，身后还有5条细长有力的钢尾四散而开，强健而充满爆发力的四肢之下是一朵朵被染红的云雾，如梦似幻，显得霸气异常，又不失唯美优雅。正在王峥想要仔细观察之时，忽然看见这只凶兽的眼珠动了动，仿佛看到了远处的王峥，随后又露出了一抹很轻蔑的嘲讽，但是很快便恢复原样，好似一切都只是他的幻觉。虽然很奇怪，一张兽脸竟然能准确地传递出人性化的表情，而且也只是转瞬即逝，但是王峥很确定他没有看错。尽管这只凶兽刚刚只是眼神微微一瞥，但确实把他对王峥的不屑表达得淋漓尽致。还没等王峥再看，就只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骤然响起，然后慢慢的变大，整个世界忽然裂开一条条细小的缝隙，慢慢的缝隙越来越多，仿佛玻璃碎裂般的声响也越来越大，
逐渐演变成轰雷一般的巨鸣，宛如一道道天雷在耳边炸响，整片空间在顷刻间轰然崩塌，完全碎裂成一片片不规则的形状。紧接着，一抹刺目的光束照入眼帘，等王峥睁开眼，才发现自己已经清醒过来了。再看自己的数据面板，意念观想法的后缀和效果也开始浮现，随后熟练度开始一路疯涨，功法的等级也在不停的提升。意念观想法炸炼0100，额外提升精神力2点，可升级。意念观想法炸炼99100，意念观想法娴熟199-200，意念观想法通晓299-300，意念观想法小成1300，额外提升精神力8点，可升级。观想物狰，观想巨限进度10%，特殊效果狰狞可怖，可以释放威压，使对方感到畏缩，交战时有一定概率触发精神威慑，使敌方短暂出神。卧槽！王峥还没来得及思考自己所看到的凶兽是什么情况，就看到自己的数据面板里一阵数据波动。等到面板完全静止，王峥才看到观想法的完整属性，除了额外加了8点精神力，还附带了特殊效果，一个威压一个交战时的精神震慑。要知道这才观想进度10%啊，要是100%，那还不得起飞喽。随后王峥盘腿坐好，打算再试一次。等他摆好姿势，屏气凝神，脑子里轰的一声进入了一片漆黑的空间。只是这一次，王峥没有再看到刚刚血海之中仰天嘶吼的绝世凶兽，他只看到自己储物空间的黑洞在半空中不断的旋转，而黑洞之下则是王峥本人正在闭目打坐，然后在自己的身侧环绕趴卧着一只浑身赤红的凶兽，赫然就是刚刚遮天蔽日的凶兽狰。只不过现在的这只狰体型略小，环绕在王峥的身侧，朦朦胧胧，显得不太真切，而且一动不动，紧闭双眼，没有神韵，仿佛只是云雾缭绕的画作，不够真实。可能这里就是王峥的意念空间吧，他甚至能够在这里打开自己的数据面板查看属性。王峥观察半天，却没有其他的发现了，正想着退出观想之际，一声惊呼将他吵醒。卧槽！王峥你什么情况？等王峥睁眼一看，却是看到玉侃一脸的惊悚，瞠目结舌地指着自己。王峥不解地问道：我怎么了？什么情况？玉侃支支吾吾地回道：刚刚背后身边有一只淡红色的透明异兽，你醒过来就变成红雾钻到你身体里去了。王峥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成功具现了观想物之后，修炼时观想物便会自动浮现，于是笑嘻嘻地对着玉侃回复道：大惊小怪，这事就是观想法呀，我观想具现成功了。虽然心里早有猜测，但是听到王峥的回答后，玉侃不禁更加难受了。你不是跟我一样都不能入定吗？怎么突然就观想成功了？白天你就第一个入门横炼法，观想法虽然你不是第一个入门，但是现在你告诉我，你连观想物都已经直接具现了。玉侃一脸的难以置信，神经质一般的疯狂摇头。说好的一起做学渣，结果你却偷偷疯狂开挂。我不信，一定是我压力太大了，我在做梦。对，我肯定还没睡醒，我再出去跑2圈。说完也不给王峥回话的机会，一扭头推开门直接跑远了。王峥则是无奈的翻了个白眼，这就接受不了了。少见多怪，我能这么快具现，当然是因为我是万中无一的天才啊。王峥翻身下床，看了下时间，才刚刚8点多，距离精英班晚上的进修结束还有1个多小时，现在赶过去完全来得及，得赶紧过去把楚老头上午说的奖励拿了。王峥现在全身上下就一枚天魔结晶，穷得叮当响，而且新学会的2个功法搭配上升级，又是一个吃灵气大户。一想到这，王峥赶紧出了寝室，找到教官问清楚了观想法精英班的位置，立刻狂奔去。王峥一边查看着面板里的观想法信息，一边赶路，很快就到了教室门口，看到里面讲台上的教官正在教学。王峥礼貌地敲门报告。教官看到王峥站在门口，点了点头。这几天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的有同学修行观想法入门，随后就会自觉找过来，讲课时随时有人进来已经是常态了。教官嘴上也没有停，挥手让王峥进来，随便找位置坐下。但是王峥走到讲台边却立住不动了。教官见状也只能停下了话语，耐心说道：这位同学，你是可以自由入定了吗？如果是的话，就进去坐下，我们接着讲第2阶段如何具现观想物。见教官开口，教室里的同学们也纷纷抬头看向王峥。梅一奇和何依依都是一脸的不屑，似乎是嫌弃王峥到现在才能自由入定，花费的时间太久了。楚小满则是指了指身后的空位，示意王峥坐过去。王峥扫了一眼班级里的情况，意外的发现就连吴欢这个超人系的觉醒者都已经领先自己1步了，就坐在楚小满的身侧。而且那个何依依，他记得对方也是个速度敏战，还不是自然觉醒者，就连他都已经开始第2阶段的课程了。要不是自己莫名其妙的直接成功具现了观想物，还真的要被他们给鄙视了。不过现在嘛，嘿嘿。看到众人不解的目光，王峥还是没动，他装模作样的摸了摸鼻子，又仿佛不好意思似的挠了挠头，才缓缓开口说道：报告教官，我好像要学习第3阶段了，我已经具现成功了。王峥话一出口，整个教室立刻炸开了锅，全都开始交头接耳起来。众人倒都认识王峥的，白天横炼法第1个入门的嘛，早就已经都传开了。能在修行第2天晚上就成功入门观想法的学员可没有弱智，他们自然没有怀疑王峥是在说谎。而且昨天第1批进来的学员们虽然还没有完全具现，但是也已经摸到门路了，距离观想物具现也不算太远了，可能也就是明后天的事情。他们只是惊讶，第1个具现成功的人竟然会是王峥。不是说这家伙就是个盲子，虽然是个治疗系，但是打架全靠肉搏，要不就是耍阴谋诡计吗？怎么他会第1具现成功？对啊，而且我还听说这家伙连入定都做不到，一修炼就犯困，一入定就打鼾，听说从昨天开始1次都没入定成功过呢。就是，而且我还听他们同校的女同学说，这家伙没底线的很，特别喜欢欺负女生，让人出丑，一手治疗术也是猥琐至极，中招之后浑身乏力，不但不像是治疗，反而像是下药。听到这里，顿时有一位女同学惊呼：不是吧，
我看他长得挺阳光帅气的呀，修炼也努力刻苦，本来对他印象很好的呢，怎么会这么猥琐？真是人不可貌相，太危险了。在场人不算多，40-50几位，绝大部分都是元素系、精神系和治疗系的觉醒者。他们说的悄悄话虽然很小声，但是却一字不落的全都传进了王峥的耳朵里。王峥心里气得咬牙切齿，很好，莽子、猥琐、下药、欺负女生，一修炼就犯困是吧？林统和梅一奇，除了他俩不会有别人了，一起揍一顿，反正没有冤枉的。同校女生，呵呵，是楚小满没跑了，看来我还是太温柔了啊。王峥手指虚点林统、梅一奇还有楚小满，嘴巴微动，轻声说了句下课先别走，等我。随后就转身跟着教官一起走出了教室。只是王峥没有注意到楚小满另一边座位上坐着的何依依，他看到面色铁青的王峥没有关注到自己，顿时松了一口气。林统、梅一奇两人也是一脸菜色，同学们说话声音这么大，他们当然知道是王峥听到了众人在下面的议论。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在商量着今天晚上要不要随便找个地方住一晚，就先不回寝室了。而楚小满则是一头雾水，满脸委屈，对着吴欢说道：我刚刚只是听到他们说王峥的坏话在偷笑啊，关我什么事？他不会以为是我传了他的坏话吧？吴欢则是一脸慈悲的摸了摸他的头，回复道：就算你没有传，依依说的时候你也在一边推波助澜了，没有给他解释过啊。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认了吧，我相信就以王峥的性子是不会听你的解释的。楚小满顿时傻了，一张圆脸上写满了生无可恋。教官带着王峥走向校长们的休息区，王峥跟在后面走了半晌，最终在距离训练场不远的一栋大楼内，王峥走进了一个空旷的练功房，耐心等待了起来。没过一会，伴随着楚天行杠铃般的哈哈大笑，练功房的大门就被推开了，一行4位校长挨个走了进来。楚天行率先开口问道：听他们说你直接具现了观想物，之前不是说你迟迟不能入定，一打坐就睡着吗？怎么现在突然就具现了？王峥咬牙暗骂，宿舍里2个缺德的玩意儿，肯定是他们俩传的，都传到校长这里了。看到王峥脸色阴晴不定，汤玉英直接说道：具现出来给我们看看呢，看看是什么分类的，我们也可以给你参谋参谋。王峥看着楚天行说道：谣言，都是谣言，有人诽谤我，我不是不能入定，只是入定的太深了，最后精神力匮乏才会直接睡着。至于具现，不合适吧？这么多人在呢，这房间里哪有其他人，就他们5位。王峥这是指明说其他3位校长呢。不过现在楚天行也是反应过来了，嘿，你们几个都跟来干什么？我们打赌是赌得功法入门，又不是具现，赶紧走啊！但是在楚天行说完后，现场众人都是一脸不相干的模样，除了汤玉英，另外2位也是赖着不走，完全不在乎楚天行的轰人行为。至于王峥，他只要自己不入定不观想，反正也不会具现，他自然是无所谓，反正就是不愿意在陌生人面前露底。其余3人见王峥一副悠哉悠哉的模样，东看看西看看，就是不坐下，也拿他没办法。不过他们多少也听楚天行提过几次王峥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能理解。最后还是汤玉英无奈的开口说道：这东西又藏不住，以后总有你修炼的时候，别人还不是能看到，有什么好藏的？而且你修炼到后期，如果想要附加上观想物的特殊效果，具现物也会出现啊！啊，是这样吗？王峥抬头看了眼楚天行，看到他对自己点头，尴尬的挠了挠头。听到汤玉英的说法，王峥也想试试是不是真的会自动浮现，于是集中精神发动了峥自带的威压。众人只见王峥的周身似乎有红色的雾气环绕，慢慢凝聚成一头赤身无尾独角的凶兽模样，凭空站在王峥的背后，长长的尾巴环绕在王峥身前，但金色的瞳孔死死地盯着面前的众人，就连他们几位也隐隐感觉到了一丝气势上的压迫。汤玉英开口问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凶兽或者神兽吗？看着像豹子，但是又独角无尾，会不会是异变的异兽？众人均是摇头。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也接话说道：不过看着这小子的具现进度可不低啊，不但已经具现了异兽的外观形体，还有特殊的气势压迫呢。王峥见众人已经见识了自己的观想物，而发动观想物自带的特殊效果，峥也的确会自动浮现，随后便收起了自己的威压，具现的峥也化作一团红雾，缓缓地钻进了他的体内。他心中有些奇怪，虽然自己最开始并没有认出这是峥，但是看到系统里的名称后，就把这凶兽和前世山海经里的神兽联系起来了。但是怎么这些校长都好像不认识？前世山海经中西山经内有明文记载：张峨之山，无草木，多摇壁，所为甚怪，有兽焉，其状如赤豹，无尾一角，其音如鸡石，其名曰峥。难道这个世界山海经这本奇书没有流传下来？还没等王峥细想，楚天行也是开口夸赞道：不错，虽然这异兽还没有神韵，但是已经具有了完整的形体，而且你这凶兽看起来嗜血残暴，倒是和你的气质有几分相似，果然是相由心生啊。王峥心里还在叫冤，我哪里残暴嗜血了？我这么儒雅随和的一个人，楚老头果然不是个好东西，一家老小都只会造谣。这时金乡的校长也开口道：老楚，你们学校这真是一脉相承啊，不但都是兽形，这小子的特殊效果和你的龙威也差不多嘛。而且我看他这具现的完整度可不低哦，远不像刚刚才具现的样子，看来这小子底蕴很深啊。楚天行也紧接着说道：王峥，具现快不是什么坏事，只能说明你天赋好，精神力足，这功法我们修炼起来都是进度很快的。不过你具体是怎么具现成功的，说出来我们也可以帮你参考参考，或许能知道这异兽的来源，方便你后续继续修炼。王峥想了想，随后回答：我就今天正常的入定，然后就看到一片漆黑的空间，自己盘腿坐在地面，再接着他就围绕着我趴在我身边。校长，我也想问，在这之前我都没见过这种异兽，为什么我能直接把它具现出来呢？难道不应该是我先入定，然后按照自己心中所想，才确定我的观想物是什么吗？王峥本能地隐瞒起了血海嘶吼的凶兽，就算以后要坦白，也不可能告诉除了老楚以外的其他人。听到王峥的问题，汤玉英解答道：一看你就没有听课，观想，观的是自己的内心，想是自己的念想，你刻意去想象，反而是落入了俗套。
你的人，你的心早就已经选好了相对应的观想物，你需要做的就是发现它，接受它，包容它，这才是观想法真正的意义。王峥立刻心领神会，所以不是我把它观想出来的，而是它本身就在我的心中，我只是发现了它，所以它就出现了。孺子可教也。楚天行府虚长笑，做老夫子状。王峥心里鄙视，这楚老头还装起来了，但是他心里也好奇，连忙继续问道：那校长你呢？几位校长说您也是受刑，特殊效果也是威压。楚天行并没有说话，而是直接用实际行动给他做了展示，还是调用体内的灵气释放出自己的气息，但是这次却不似以往，用庞大的灵气直接来压迫别人。只见楚天行运气后，他的周身开始冒出几道白色的细小雷霆，翻滚纠结着缠绕在一起，渐渐的形象就丰满了起来。随后一头纯白的神龙围绕着楚天行的身体开始缓缓游曳，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有白色雷霆汇聚过去，然后这条神龙越变越长，越变越粗，最后进化作一条10几米长的巨龙，盘绕着楚天行，高高的昂起龙头，张开巨口，对着周围众人发出无声的龙吼。王峥此刻已经有些抵挡不住了，被这庞大的气势压迫，逼得硬生生退了2步。随后他顶住巨大的压力，同样抬头望向了这头巨龙。一人一龙四目相对之下，王峥的身上赤红色的针也自觉地冒了出来，帮助王峥抵挡住了这股龙威。直到这时，王峥才看清楚这条白龙的完整模样。只见这条白龙，手鹿角，口鼻有须，修长的身形若隐若现，浑身洁白如玉，腹生5爪，周身环绕雷霆云雾缭绕，两眼之间，眉骨之上还有一根单独的细长独角，上面还在不断凝聚着神雷。张开的龙吻之中，连细小的牙齿都清晰可见，而且它甚至还会动会咆哮，身躯不停地起伏，似乎还在呼吸，仿佛真的是一尊活物。相较之下，王峥的观想物，不管是神态形体还是威压能力，都要比楚天行的白龙差太多了。几位校长看到王峥在这巨大的压力下，不但顶住了没有后退，甚至还隐隐有要往前的意思，都是默默点头，心中暗夸王峥确实心性坚韧。随后，楚天行就收起了自己的巨象白龙，只见那巨龙瞬间腾空而起，在半空中化作一道纯白的雷霆，径直没入他的身体，逼格满满，拉风的不行。王峥这边还在苦苦抵抗，楚天行突然收起了龙威，他一时不察，往前扑去，幸亏身手矫捷，及时收力，这才没有摔倒在地，丢个大脸。不过随着他一个踉跄，他身后的针自然也就消散了。王峥心里羡慕的不行，这楚老头不但是自然系里最牛逼的雷系，本身就能生化闪电，飞天遁地，速度极快不说，年轻时还有奇遇，身体素质也是强的爆表。现在开始修炼功法，他妈的巨献物竟然是一条龙，这也太过分了！到底谁才是主角啊？原谅他直接骂出了脏话，毕竟巨献出一条神龙，对于华夏儿女来说实在是太有意义了。王峥努力压制住自己内心的嫉妒，连珠炮似的发问：校长，您这也太帅了吧？知道这是什么龙吗？这功法您练多久了？怎么才能跟您一样把巨献物修炼得这么生动形象？您肯定练到很深的层次了吧？楚天行淡淡的开口：也没多久吧，可能也就半个月，也就随便练练。至于这龙，我也不清楚，可能以后修炼久了就知道了吧。王峥，这他妈还是个人，10几天就能修炼到这种地步，嫉妒使我质必分离。其余的3位校长看到楚天行已经开始装起来了，而且王峥的观想物也看过了，纷纷不打算再留，直接转身就走了，直接把空间留给他们爷俩，没有给楚天行留下在自己面前装逼的机会。不过楚天行看到王峥惊讶的模样，已经很知足了，不停地吹嘘着自己有多厉害多天才，什么看一眼就能直接上手了，第一次观想就直接巨献之类的。王峥听的是各种羡慕嫉妒恨，而且看着楚天行的这兴奋劲，估计他练成之后还没炫耀够呢，不然其余3位校长也不会跑得那么快了，现在可算是让他找到机会了。王峥趁楚天行说的正高兴的时候，哄着他说道：哇，校长您真的是太厉害了，那你今天白天说的灵气结晶什么时候给我？还有学校里的锻体液我不要了，你留着给小满或者吴欢吧，我横练法已经入门了，他们可能更需要，给我换成灵气结晶就好。楚天行正在吹牛的兴头上，又听到王峥说要把珍贵的锻体液让给别人，于是心里更加开心了，连忙答应，随手就丢了2枚灵气结晶过来。王峥自然是美滋滋的收下，他总觉得这楚老头就像个招财猫，永远都薅不干净，看来以后还得继续努力。随后打开自己的扫描功能，对着楚天行又试了一下，他也想趁这个机会试试升过级的扫描还会不会被楚天行察觉。楚天行体力值900/900，灵气值23000，体质90，力量79，智力97，精神88，敏捷78。武兽横练法大成350/700，额外提升体质、力量、智力、精神、敏捷各10点。意念观想法圆满630/800，额外提升精神力28点。观想物抗金龙，观想巨献进度90%。特殊效果龙威，龙族威严不可侵犯，可以释放威压，使对方感到恐惧。白金之雷，抗主牢狱刑法，白金主杀，雷罚威力提升。抗秀有风的能力不是封神，百度百科瞎写的，凡28星宿都有风雨雷雹的司职，详见北斗之法5微经。抗宿主牢狱刑罚出自新平慧海增补卷。列宿之掌出自尔雅朔其角抗列宿之掌。故角之见于东方也，物换春回，鸟兽生角，草木甲彻。楚天行立刻就反应过来了，皱着眉头紧盯着王峥，开口问道：你精神力实质化了？你刚刚在用精神力探测我？王峥紧张地吞了吞唾沫，眼巴巴地看着楚天行，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连忙回复道：不算实质化，但是可以外放了，刚刚就是想测试下有没有效果。说完又集中注意外放精神力给楚天行看了下。楚天行看着王峥的动作，虽然心里还有些疑惑，感觉和刚刚稍微有些不同，
但是看到王峥的进步也是很高兴的，并没有多想。王峥现在心里已经疯了，他看到属性栏下的功法显示，心里想着这就是扫描升级后的效果了。但是楚天行的5维属性是什么情况？训练营前才测试过的，怎么短时间内5维属性涨了这么多？而且增长的属性和功法加的也对不上啊。再说了，功法不是另外计算的吗？再看功法，武兽横练法直接大成了，意念观想法甚至是圆满。虽然王峥不知道功法一共会有几个等级，但是看后面标注的熟练度，还有之前自己的意念观想法升级时数据面板的显示，心里猜测这应该是第7、第8个等级。再看楚天行的观想物亢金龙，能看到名字的特殊效果就有3种，还有3种全是问号，最后还有个省略号，这就是大佬的世界吗？而且这亢金龙他知道啊，28星宿中东方七宿的亢宿吗？上辈子看《西游记》里面钻黄眉老祖法宝金挠救孙悟空的那个星宿神官嘛，可是这特么怎么就变成白龙了，还这么拉风？王峥还是不死心，出言问道：校长，你们真不认识我巨献的观想物吗？那您自己的呢？您知道这是什么吗？楚天行无奈的摇头，这个世界上未知的生物太多了，而且这并不是实物，只是观想巨献出来的虚影，谁也没办法确定这些生物是真的存在的。而且灵气时代这么多年了，也没人见过龙吧？这些根本就不是常见的生物，就算能解释你的巨献物是豹子进化来的，那你总不能说蛇能进化成龙吧？而且这功法我们也是拿到没多久，可能以后就会知道了。王峥看着楚天行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心里有种莫名的着急。你不知道我知道啊，但是我又不敢跟你说。你这哪里是龙啊？你这是巨献的，是活生生的神仙啊！王峥心里隐隐有些种不好的预感，他现在扫描这些大神还是会被发现，同龄人中也没有其他巨献完整的人可以给他扫描了，这让他没有其他的参照，不由得有些着急。他心里害怕这些古代神话中的生物一一出现，并不是什么好的预兆。而且更可怕的是，王峥的神兽征和楚天行的亢金龙根本就不是出自一个神话体系。不过现在的他再怎么着急也没有用，他知道的信息还是太少了，只能等同学们都观想出具现物之后，再多去观察收集信息了。想到这，王峥打算试探楚天行5维属性的事情，于是开口问道：校长，你有觉得你最近有变强了吗？包括身体素质、反应能力、精神力之类的？这不是废话吗？修炼了功法，自然是有所提升的。楚天行随意的应付道。王峥撇撇嘴，又没办法明说，总不能直接告诉楚天行，我说的不是你练的功法，我是想问你为什么你的属性一下子高了这么多吧？楚天行看到王峥出神，以为他还在想着功法和巨献物的事情，于是上前拍了拍王峥的肩膀，安慰道：既然你能巨献出来这只异兽，就代表这是最适合你的观想物，至于它到底是什么，这并不需要太过担心，只要能增强自己的实力，这总归不是坏事。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坚持修炼下去，以后总会知道的。王峥听闻这番话，也只能无奈的点点头，然后开口问道：那我接下来需要怎么继续往下修行呢？楚天行回复：只需要你继续入定观想就可以了，每天保持一定时间的入定，可以让你的精神力变得更加强大，心神变得更加安宁，然后在内心中继续观想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长时间的坚持了。王峥又问：怎么才能加快巨献的进度，让我的观想物变得和您的白龙一样富有神韵？楚天行笑着敲了敲他的脑袋，开口骂道：初期的进度快是因为你的身体底子在这里，从出生开始就接受灵气的洗礼，自然觉醒后更是有更多的灵气吸收进你的身体，这些都是你能快速精进的底蕴。说实话，你能这么快就巨献出完整的观想物，已经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了，这是很了不起的速度。要知道我们之所以修炼快，这可是我们几十年的累积，难道你以为你刚觉醒几个月就能超过我？听到楚天行的解释，王峥也明白自己是着急不得了，除非有大量的灵气结晶不限量的供应，让自己拿钱砸，不然短时间内是没办法速成功法了。随后他也只能跟楚天行告辞，主动往教室里走去了。9月的江城还是十分闷热，不过好在这里属于郊区，四周植被茂密，在这静谧夜晚也能有丝丝凉意。微风吹拂着树梢，发出嗦嗦的声响，也让王峥躁动的心有了片刻的安宁，放下了心中的忧虑。重新回到教室的王峥看到教室里几人躲躲闪闪的眼神，脸上闪过一丝冷笑，随后大步走了进去，径直坐到楚小满身后。看着王峥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周围几人都是浑身一愣，特别是灵统，他没想到王峥这么快就回来了，于是小心翼翼地试探道：阿峥，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没什么事情吧？我就说你这么强，怎么会没办法入定呢？原来早就巨献成功了，要不要展示一下，给我们大家开开眼？王峥看着灵统和梅一齐看着自己，只是呵呵轻笑，并不说话。这时楚小满也忍不住了，转过头去悄声说道：王峥，我得跟你说清楚，这事情跟我可没关系，你要相信我，我可没传你的坏话。王峥笑得更开心了，没关系，我不生气，好好听课。他越是这样说，另外几人越是心里没底。好不容易撑到9点，晚上的课程结束，同学们纷纷离场，王峥却是坐在椅子上没有动弹。当然也有部分同学想来下来看戏，或者找王峥交流巨献的经验。楚小满刚想偷偷溜走，却被王峥直接拦住，一手提溜了回来。小满，别着急走啊，等会儿我有话想跟你们说。楚小满立刻双手抱头，大声喊道：不是我说的，是依依姐传的，我最多就是没有给你解释清楚。看到楚小满娇憨可爱的模样，周围同学都是大笑，只有何依依大怒，感觉受到了来自好友的背刺。楚小满，你没义气！王峥轻轻地瞥了一眼何依依，把这事记在心底，然后才笑呵呵地说道：大家不要太激动，我不是打算说这个，谣言就是谣言，我不在意的，我留大家下来是想跟大家分享下巨献观想物的经验。听到王峥说的话，灵统虽然是一个字都不信，但是天真的楚小满却是看着何依依一脸的怒容，愣在了原地。最终王峥也没有跟他们计较，反而还给众人介绍了一番横练法的小技巧和观想法巨献的感悟。虽然他并没有什么实际感悟，但是照着书上说就是了，反正也不会有错。这样大方的行为举止，反而让他在这群同学中建立起了一丝威望，很多新生都对他的印象有所改观，
觉得他看起来并不像谣言中说的那么暴力吗？至于秋后算账的事情，现在先不急，毕竟这么多同学在场呢。先给大家留个好印象，反正这几人有的是同校，有的是室友，而且东南大学离京南大学也不远呢，总归是跑不了的。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军训的最后一天。在这7天的军训过程中，不断的有同学入门横练法和观想法。除了王峥之外，其他几位小伙们的进度也很快，特别是灵统、梅贻琦、楚小满等几位法系觉醒者，几人也都具现出了观想物。吴欢倒是还差一些，不过估计也不远了，但他的横练法进度是最快的一个。在王峥的扫描下，他的熟练度已经达到炸练28/100，修炼起来完全不要命。别看熟练度只有28点，但是不要忽略了加1点熟练度，需要整整100分钟的站桩修炼，这还没有算上衔接转换动作的时间，基本是一天练9个小时以上了。他知道自己在观想法的进度上差一些，结果就拼了命的练习横练法，晚上还要加练。要不是王峥时不时的给他丢几发圣光术恢复疲劳，就他这样的练法，身体早就扛不住了。从军训的第3天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有同学横练法入门后，教官就不怎么管他们了，只要能够入门就可以自由活动，不管你是继续练习还是在一边休息，只要不离开训练场就没人管他们。自然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们2个宿舍8个人就聚到了一起。这几人都是有天赋肯吃苦的人，除了一个何依依，剩余7人都是自然觉醒者，再加上有王峥在一旁给他们提供圣光恢复疲劳，楚小满还时不时的搞点灵气水来给大家补充体力，所有他们几人的修炼进度都比其他人快出一截来。而灵统、梅贻琦2人也没有逃过王峥的魔爪，从第3天开始就在全体成员面前表演过一波媚眼如丝、身娇体弱了。直到圣光临身的那一刻，灵统才明白那天王峥说要给他们恢复时，梅贻琦眼里的恐惧是怎么回事。至于楚小满，王峥到底给他留了一点面子，没有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当然这也跟楚老头等几位校长一直在偷看众人的修行进度有关。值得一提的是，本来何依依和王峥的关系已经有所缓解了，但是等到王峥暴露出本性，把灵统、梅贻琦2人用圣光灌了个服服帖帖之后，他又回想起自己的开学当天的丑态来，顿时又惊又羞，心里更是把王峥骂了一遍又一遍。尤其是王峥每次的从他身边经过时，动不动就凝聚一团圣光吓唬他，嘴里还要嘲讽上一句：呵呵同学，要不要我给你恢复下体力啊？这更是把他气得不行。对了，呵呵是王峥给他起的绰号。至于原因嘛，王峥嘲笑他开学当天才报了个姓，就被奶晕的事情了，气得他咬牙跺脚，暗骂王峥心眼小。再说回大家具现的观想物，完成度太低，完全没有参考价值，甚至连功法熟练度最高的灵统也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看着像是人形，穿着铠甲，其他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甚至连扫描都没有显示这是什么具现物。其他人的就更不用说了，用扫描去看也只显示意念观想法炸练某某100，增加2点精神力，完全没有显示观想物的名称和特殊效果。王峥也只能猜测，可能是因为完成度太低了，面板不给显示。至于王峥自己，他是真的苦恼得很。武兽横练法的进度很喜人，已经达到了炸练51/100，他练习的还没有吴欢多，只是有的时候他感觉修炼起这一整套装功来十分流畅，很顺，很丝滑。每当有这样的感觉时，熟练度就会加2至5点不等，最多一次甚至加了10点。至于意念观想法，不能说是没有进展，只能说是毫无寸进。王峥每天晚上坚持雷打不动的4个小时用来观想，熟练度是1点都没有增加。他现在已经有点开始怀疑自己当初到底是怎么具现的。他每天都拿自己跟其他几位同学做对比，他发现自己或许真的不太适合修炼精神力方面的功法，或者说如果当时没有系统面板的扫描功能给他作弊，让他用灵气直接激活了这本功法，他怀疑自己可能这辈子都没法入门。别人每天晚上的入定观想都能有所进步，不管多少总是能看到熟练度在上升的。一开始王峥还以为是自己意念观想法等级太高了，可能等多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增长了，当时他还洋洋得意了一段时间。等到了第5天，当时他已经连续观想了3天，可是数据面板的显示还是意念观想法小成1300，额外提升精神力8点，观想物峥观想具现进度10%，不但具现进度纹丝未动，甚至连熟练度也是1点点都没有涨幅。在那一刻，王峥就开始犹豫了。等到他尝试性的投入了10点灵气值，把自己的熟练度上升到小成200-300时，他的心态就崩了。到这时他才发现，原来自己做的都是无用功，根本就没有什么等级高提升慢，消耗的灵气值都是一样的，不能提升原因就是他自己的观想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虽然从那之后他还没有放弃，每天还是会坚持观想上2个小时，但是他已经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横练法上去了。他不是没有认清现实，只是有些不死心罢了。毕竟他心里还是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根本就没有修炼精神功法的天赋，而他修行横练法的进度比所有人都快，事半功倍的情况下，自然是值得他多花些精力。他心里暗自决定，每天最多就抽出2个小时观想，如果实在是没办法靠自己修炼，那就只能花灵气上线砸了，大不了以后多找楚老头打打秋风，实在不行就去战场杀异兽去。他现在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有自信的。王峥，听说今天没有训练任务了，今天全天都是实战环节，有异兽对战。梅贻琦一大早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了消息，兴奋的不行，他没见过异兽，自然是有些激动的。灵统和玉侃都是参加过训练营的，也击杀过异兽，自然是没什么情绪波动。王峥听到这个消息却是立马来了精神，他来金乡就是等着这一刻呢。自从发现自己没什么修炼观想法的天赋后，他现在已经对灵气上现着了魔，现在终于有了送上门来的异兽，终于可以开荤了。王峥兴奋地站起身来，3步并作2步冲向了训练场。灵统虽然有些奇怪王峥为什么会如此亢奋，但是也跟了上去。虽然他并不认为这次会有什么厉害的异兽被送过来，可能都是最基础的牙狼、土猪甚至风灵兔之类的，毕竟这里学员这么多，而且素质也远比不上训练营的学员。
他心里猜测王峥可能是想要跟强大的异兽对战，来检验自己的实力进步呢。不一会，几人便都来到了训练场之上。等几人到了现场一看，发现已经围了很多同学。等了没一会，教官就要求众人集合了。随后便公布了今天的对战规则。这次一共有4种异兽，每位学员可以自行挑选兵器，并与之独立作战。根据战斗的表现，会有学校的老师、教官为他们评分。每一名新生都必须要求对战，周围会有老师和教官多方位的保护，避免出现意外情况。可以入场后直接放弃，也没有强制要求一定要能够单独战胜异兽。战斗的表现包括，但不仅限于实际战斗能力，能够展现出自己的勇气、战斗智商、策略，这些都是加分项。不过如果上场后选择放弃的话，这也快记录到他们的学生档案，以后关于学校内部的福利也只能往后排一排了。虽然说是这么说，但是除了京南大学因为王峥的争取获取的资源还稍微多点之外，另外3家获取的份额可不太够用，说是往后排，那也基本是放弃培养了。按照国家陆续的动作来看，可能现在的形势确实已经非常严峻了，几位校长也不得不更多的考虑到以后可能要踏上战场的同学们。其实这也很公平，你连直面异兽的勇气都没有，那以后也几乎不太可能上战场了。那这些资源你就别想用了，老老实实待在后方，自己慢慢的提升实力就好。这个世界没有人是欠谁的，国家拨款拨资源给学校用于培养觉醒者，也不是要培养不敢战斗的懦夫的。当然他们也不会一棒子打死，如果以后确实在心性上有所改变，也不是不会再重新重用他们。不过这些都是几位校长们需要考虑的事情了，而他们也不会把这些情况直接告诉学生们的。至于王峥他们几人，听到教官说到对战后，自然是满脸的不在乎。而王峥看到没有高级的异兽后，更是失望的出言调侃：低品异兽而已，谁还没杀过呀？是不是啊？呵呵，没义气。没义气和何依依被他气个半死，又没办法回嘴，憋了一肚子火。谁让这里就他俩真的没杀过异兽呢？王峥也不完全是嘲讽他们，他也是怕这2人到时候心里慌乱，阴沟里翻船。而关于这次实战的对手，凌统猜测的也没有错，用来实战的异兽只有4种2品的，除了牙狼土猪之外，还有疾风蛰和穿山犬。看名字就能知道是野生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进化而来的，都是野外最常见的低级异兽。一种速度快，动作灵敏；一种力气大，爪子锋利，能碎山开石，擅长挖洞。总而言之，就是菜得很。王峥完全没放在眼里。虽然他们几人都不将这几种2品异兽放在眼中，但是对于从未接触过异兽的新生们来说，需要直面异兽进行战斗，这已经是很残酷的挑战了。要知道，不是所有觉醒者的能力都适合战斗的，高中生涯中也不会鼓励和教导他们对战，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战斗经验的。不过这些都不是借口，就不说王峥这个开挂的选手了，就单说楚小满，水系治疗类异能对于实战没有任何帮助，摆在哪里看都是扎扎实实的后勤选手，战后恢复的奶妈存在。在王峥的逼迫下，蝴蝶岛上也有单独击杀过牙狼的经验，而且现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锻炼，身体素质又有所提升，更别说现在还入门了横练法。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现在的觉醒者根本不区分异能类别，毕竟不管你是什么系别的觉醒者，只要你能提升异能等级，提升你的灵气上限，你的身体素质就会提高。以这些新生来说，有身体素质作为底子在这里，只要不是一心求死，上去就莽。虽说要打败同级别的2品异兽并不容易，但是跟他们周旋，保住性命完全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学校敢这么做，也只是为了锻炼他们的心性，让这批学生们可以见见血，而不是为了伤害他们。否则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换断体液，免费供应给他们使用，还在前线找来这么多的异兽给他们练手，图个什么呢？总不能真的只是为了优胜劣汰，选出一部分人淘汰掉吧？听到教官们公布规则，队列中的新生们也是千人前面，有人激动不已，就等着大干一场证明自己了；有人浑身战栗，吓得哆哆嗦嗦；也有人连上场的勇气都没有，想要直接放弃试炼。而王峥则是一脸的萎靡，看着一只只被关在铁笼中不断咆哮的异兽，半点提不起精神来。远处几位校长也是出现在高台之上，给自家的学生们加油打气，鼓舞了几句。王峥看着楚天行几人，眼珠子转了又转，顿时眉开眼笑起来，一看就在打什么鬼主意。而凌统看到王峥一会激动万分，一会萎靡不振，一会又是贼眉鼠眼，顿时往后退了几步，一阵凉气冒到了嗓子眼，浑身发冷，打了个寒战。同时他也一脸的疑惑，他不知道王峥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脸上的表情才会如此丰富，但是自己现在要跟他保持距离，千万不要惹祸上身。等教官们把众多新生都带往观众席就坐，王峥则是悄悄地摸到了楚天行身旁。校长，校长！王峥鬼鬼祟祟的小声喊道。楚天行回头看到一脸贼样的王峥，揉了揉眉心，怎么又是你？有什么事？王峥一脸的讪笑，没事没事，我看这边这么多异兽，等同学们都实战测试结束后要怎么处理？还能怎么处理？都杀了送到江城基地呗，他们会按照一定数量的贡献点回收，也算是给学校止损了。王峥等到楚天行的回答，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那能不能把剩下的异兽都交给我来杀啊？我觉得校长您说的对，我前几天都还没有注意到，我的观想物确实是一头残暴嗜血的凶兽，我感觉如果在我的威压下多击杀一些异兽，可能会增加观想进度。楚天行有些犹豫，就算实战中死在同学们手中的异兽会比较少，我估计剩下也得有几百头了。你确定你都要杀？这有啥？之前在蝴蝶岛，我不也杀了上百头异兽，我可没啥心理负担，只要能增加些进度就行，我有这种预感。行吧，按照道理来说，这些都是基地专门的军人来做的事情，我也只能安排你跟他们一起去，至于具体能抢到多少，那也只能看你自己了。不过你可别打其他的主意，如果有灵气结晶，这个可是要归学校的，你可别惦记这个。楚老头对王峥的性格也是摸得透透的，提前给他打预防针。王峥顿时喜出望外，有楚老头这句话就够了，能够参与击杀就好了。至于就这些2品的异兽能出灵气结晶，他自己都没抱希望，自然也没有想着要贪污这个，哪怕自己最终只杀个几十头，那也是好几枚灵气结晶了呢。
随后两人又就这次的实战试炼嘀嘀咕咕的说了好一会话，王峥这才慢悠悠的走到场地边缘，却是没有回到自己方阵的座位。没几分钟后，随着训练场中央被空出一大片空地，楚天行挥手撒出一片电网，圈出来一个擂台，这场与异兽的实战演练就算是正式拉开帷幕了。同学们看着楚天行如此潇洒肆意，仅仅挥手就能施展出这么强力的异能，顿时更加热血上涌了。只听楚天行大喝道：“你们作为新时代的觉醒者，必须要做到敢战、能战、会战。这也是在这次军训中要教给大家的最后一课，也是在最后一天需要让大家进行这次实战的原因。不要想着自己的异能不适合战斗，自己以后不会上战场，就害怕，就退缩。要知道，如果没有一颗勇敢的心，不论你的实力有多强，也不会是一个合格的觉醒者。这次就让我们京南大学先给大家打个样。王峥，出列！”而此时站在场边的王峥一改之前吊儿郎当的模样，笔直的站在场边大喊道：“其余3位校长看到楚天行如此不要面皮的为自家学校打广告，也纷纷把自家最好的援喊了出来。”王峥看着周围几位一起上场的同学，除了玉侃、林童等熟悉的几人之外，还有其他几位也都是在这次军训中表现名列前茅的几人。于是笑嘻嘻的开口说道：“哥几个就别跟我抢了呗，我们校长都点名了，不让我第一个去也不太合适。”随后转身直接闯入电场之中，他在身上提前覆盖了灵气，与楚天行的电网接触之下，噼里啪啦冒出一道道电弧。但是王峥全然无惧，径直往前走去，站定在训练场中央。看到王峥没有选择从楚天行预留的空洞处入场，而是直接闯进了电网，围观众人都是齐齐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只有梅贻琦心中暗骂王峥骚包，这么好的装逼机会给他抢走了。这时楚天行的声音又传了过来：“王峥，你们几人本就有和异兽作战的经验，原本都是可以不用再参加这场实战的，而且你也是这一次军训中成绩最好的，但是在你的坚持要求下，我最终还是确定让你第一个出场，你自己说你要怎么个战法？”王峥也是大声喊道：“我今天坚持要求上场，不是为什么要证明我有多厉害，有多了不起，我只是想给诸位同学们展示下我们京南大学的风采，也想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异兽没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认真修炼，他们不过就是一群任由我们获取的资源，是我们的食物。多的话我就不说了，我申请打100个。”楚天行也给他吓一跳，他们两人本来商量着搞这么一出来给京南大学造势，但是没想到到最后关头，王峥突然改口了，从原本的10只直接上升到了100只。要知道，一共4种异兽加起来也不过才不到1000只，别觉得少，就这还怕太多了呢。王峥现在就开口要100只，可把众人震撼的不行。楚天行现在也有些为难，他现在是真的想掐死王峥，这小王八蛋没有一会儿是让人省心的。虽然他现在有些实力，但是楚天行也怕他真的同时对付100只异兽，体力会跟不上。毕竟当四面八方源源不断的兽潮围过来时，会一直没有喘息的时机，这对体力和续航能力要求非常高，这和分别一只只对付异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楚天行的沉默不语也给其他3所学校的同学看到了，有的同学认为这两人是在演双簧，就想搞这么拙劣的把戏出风头，有的人则是在起哄，大声喊了起来：“给他上100只，我想看看他是什么绝世猛人，能同时对付100只异兽。”有人开头，剩下不熟的新生们也叫喊了出来，越骂越难听了。这他妈也太装了，还100只，就是100只小鸡也得杀半天吧？都是新生，功法进度快些就膨胀的，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还要打100个呢？你有多少灵气够你用的？就是不装能死啊！至于王峥自己，他也是脑子一热，没想太多就脱口而出了，不管是10只还是100只，他都完全没有放在眼里，哪怕是1000只2品异兽一起上又能怎么样？之前在蝴蝶岛，牙狼都已经快不能破开他的防御了，更别说他现在高达50点的体质，还有荆棘之心50%的反伤。他现在只要站在原地不动，让他们抓，让他们挠，过不了一会全得被烦死。在楚天行骑虎难下，楚小满和吴欢也在为王峥担心时，汤玉英出来解围了，笑骂着开口道：“先不说你能不能对付100只异兽，就算你能，我们也要考虑其他同学呢。再说了，这么多异兽在一个场地，你怎么保证他们自己不会先打起来？还是这样吧，反正也都是2品的异兽，一次给你上个10只，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能力，就全方位的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吧。”听到汤玉英这么说，王峥也明白是自己欠考虑了，只能点了点头。四周的同学们虽然不满，想看着王峥出丑，但是当汤玉英的精神力风暴压迫性的席卷过全场之后，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很快就有教官推着几个笼子进场，等进入场地后，电网就迅速收拢，整个场地上也就只剩下王峥和10只面面相觑的异兽了。这几只异兽都被饿了好几天，看到王峥这么一个大活人站在场地中央，顿时血性大发，迅速反应过来，朝着王峥扑去。再看王峥，还是背负双手站在原地，举头望天，一副装逼的姿态。几种异兽中，只有疾风奢是猫科，速度最快，也最为凶残。眼看着3只疾风奢冲在最前，已经对王峥形成包夹之势，其中一只更是直接扑向王峥的咽喉，锋利的尖爪距离王峥的喉咙已经近在咫尺。反观王峥还是站在原地动也不动。随着疾风奢的爪击猛地拍在王峥的脖颈，不少女同学都选择闭上了双眼，不敢再看。意料之中，王峥鲜血四溅的倒地不起的场面并没有发生，这让一众叫骂的新生都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之前同学们起哄的大喊大叫，王峥自然是听到了一些，但是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有道是覆水难收，他现在也只能尽力来弥补之前的失误了。至于如何弥补，那自然是要更加突出自己的强大，让大家都明白自己是有实力对付100只异兽的，这是为自己也是为楚天行和京南大学化解尴尬的最好方法。画面转到还站立在训练场中央的王峥，此时的他看着扑面而来的疾风奢，内心毫无波动，甚至还有点想笑。之前看着这3只大猫对他前后夹击，一直绕着他转来转去，他都快急死了，心里恨不得他们快点扑上来。直到现在，这一只疾风奢对着他脖子的一记爪击，
他非但没躲，甚至还主动昂起头，把脖子往前凑了凑，就怕这大猫打不准。提前抬手给自己加了一道圣光术，必要的伪装还是要有的嘛。这疾风蛰好歹也是野外数量最多，号称新人杀手的狩猎者，这一抓又凶又狠，但凡是换一个普通人，恐怕早就惨死在这一爪之下了。不过王峥可不是普通人，只见爪子抓上他喉咙的一瞬间，王峥依旧站在原地纹丝未动，但这只疾风蛰却是发出一声极其惨烈悲鸣，一连2个小跳，迅速往后退去。王峥微微颔首，脖子上的肉还是光洁如初，再看这只疾风蛰下颚处却是开了一道巨大的伤口，鲜血不停地往下滴落。这自然是王峥50%反伤的荆棘之心开始发威了。眼前这诡异的景象倒是把周围另外几只异兽都吓得不敢再轻举妄动。围观的众人甚至没有看清发生了什么，就只见到场上的形势瞬间2极反转，疾风蛰受伤退开。什么情况？刚刚你看清王峥是怎么出手的了吗？怎么这疾风蛰突然就受伤了？他不是空手上去的吗？刚刚好像看到他抬了下手，是不是有什么刀片之类的藏在手里了？他不是治疗系吗？那道白光就是他的治疗术吧？王峥看到10只异兽都围了上来，嘲讽似的招招手，没想到这个简单的动作却把刚刚这只受伤的疾风蛰吓得后退几步。而后来居上的牙狼和穿山犬则是不再理会胆小的同类，一起扑了上去。眼前这2种异兽很难说得清是不是同根同源，毕竟除了毛色略有不同之外，都是一样的凶恶，只不过一个进化了牙齿，一个进化了爪子。王峥依旧是不闪不避，任由他们攻击。等这几狼几狗都已经把王峥完全包围起来，甚至已经看不到他的身影了。这几只异兽不停地撕咬找击，王峥还是站在原地不动，身上却没有出现任何伤口，甚至连衣服都没有起丝毫褶皱，就只看到这几只异兽的身上诡异的出现大小不一伤口，随后血肉崩裂，顿时鲜血流了一地。对于这样的效果，王峥是十分满意的。他本来是不打算反击的，就站在原地让他们攻击，然后把自己反伤反死，最后再淡淡的来上一句就这，尽显装逼风范。但是他实在低估了这几位身上的腥臭味，这几位这么多天吃喝拉撒全在笼子里度过的，还被饿了几顿，身上的毛皮全都纠结在一起，散发出异样的气味。现在把王峥包围起来，顿时身边的空气都浑浊了起来。忍无可忍之下，王峥瞬间调发出身上的灵气，左腿前跨，双手微举，用胯部的力量带动全身。灵气催发之下，环绕着他的几只异兽纷纷被震飞出去，在地上几个翻滚后才站起，浑身的鲜血沾染着地上的灰尘，皮毛翻转粘连在一起，看起来好不狼狈。再看王峥，浑身一尘不染，周围满地的血液配合上他出尘的气质，不得不让人赞叹一句大师。还在众人一脸懵逼的时候，最后一只土猪终于姗姗来迟。土猪的速度最慢，但是胜在力量最足，在没进化之前，野猪就是力量惊人的存在，在变异进化后则更加凸显了他的这一优点。只见一路的尘土飞扬，浑身包裹着土甲的土猪仿佛又大了一圈，全力朝着王峥冲去。而王峥既然都已经出手了，也就不打算再让异兽们近身了，缓缓伸出一只手掌立于身前，然后并掌为指，一直点在土猪的脑门上。就在被他手指点中的一瞬间，土猪前冲的力道戛然而止，巨大的惯性让他2只后腿都已经离地了，庞大的身躯和王峥不算壮硕的体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庞大的冲击力在地上离出2道深深的土痕，最后扑通一声翻倒在王峥身前，抽了2下就再也没了声息。而这土猪巨大的身躯完好无损，只有脑门处残留着一个深不见底的血洞，里面红的白的流了一地，眼看着是没了活路。反观王峥依旧负手而立，仿佛扎根于此，没有移动半步，突出一个稳如泰山，面不改色。只见他淡定地收回手指，随意甩了2下，抖落上面的血水，一脸的云淡风轻。看着王峥这么装逼，观众席上的同学们已经疯掉了。这还是他们认识的异兽吗？怎么一个个弱得出奇？这训练场上的家伙真的是今年的新生。王峥从头到尾的淡定从容，潇洒写意，甚至让他们产生了这些异兽不过如此的错觉。不过如果他们一会儿对自己的实力没有正确的认知的话，待会肯定是会一个比一个惨的。而站在场边等待上场的几人则是神色各异。林统默默地在心里吐槽这个装逼犯，但是又不得不佩服人家这一手功夫。梅奇在想自己虽然做不到同时对付10头2品异兽，但是等会要不要用更加帅气的方式终结异兽。吴欢则是看着王峥的动作出神，心里则是想着要不要回去后跟着他一起特训。至于楚小满，现在已经是满眼小星星，彻底被王峥装到了。再看回场上，2品异兽虽然是低级异兽，但是到底是变异进化过的，还是有着一定的智慧。他们发现只要自己攻击面前弱小的人类，自己身上就会诡异的出现伤口。而且这土猪就这么死的不明不白，顿时觉得面前这人不再是可口的食物，于是更加小心谨慎起来，甚至有想要逃跑的冲动。但是他们小心，王峥却不乐意了。任谁看着9只异兽围着自己绕圈子，就是不愿意上来进攻，也会心里烦躁的。不是他不能直接冲上去把这几只异兽一一吊打，而是这次军训为了给新生们充足的利用空间，这场地大的过分，如果王峥主动进攻，剩下几只异兽肯定会四散而逃。虽然自己一只只的追上去干掉他们不是难事，但是那样的话，前面装出来的逼格就全掉了。除了快，还要帅，这是王峥给自己定下的要求，毕竟是要突出京南大学的强大的。但除此之外，王峥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难道用圣光术吗？先不说他们本身就受伤了，用圣光术只会给他们治疗，而且圣光术也是单体的，没办法一下子罩住所有异兽奶晕他们。就算可以，他也不会这么做，不然自己这下要治疗王的名号就真的要带一辈子了。看着眼前的异兽还在犹豫，畏畏缩缩的不敢进攻，王峥顿时计上心来，直接调动灵气发动了威压。只是瞬间，大片血色的红雾就涌了出来，在王峥身后凝结成针的模样，一股淡淡的威压扩散开来。顿时这几只异兽便不再动弹，趴伏在原地瑟瑟发抖，更有不堪者甚至胯下滋出一滩腥臭的黄色。
王峥这是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放出自己的观想物，这段时间除了他亲近的几人见过峥的模样之外，王峥一直把他这具现物藏得严严实实，其他的新生们可没见过。看着王峥缓缓地朝着面前不能动弹的异兽走去，楚小满喃喃地说道：“不管看到几次，都觉得王峥这具现物实在太帅了，而且还能附加上特殊的威压效果，也不知道我们能具现出什么来。”听到楚小满的话，身旁几人都是羡慕的点头。不过王峥自然是听不到的，不然他只会跟楚小满说：“你爷爷的具现物更帅，更拉风。”只是很明显，楚小满应该还没见过。而对于王峥的对手，也就是这几只异兽来说，他一步步的靠近，都仿佛踏在了他们的心脏之上。明明知道再被靠近就要被击杀了，但是就是没办法挪动自己的身体。王峥这时也在心里诧异，没想到这威压对于异兽竟然格外的好用。之前对楚小满几人使用时可没有这么好的效果，而且对方精神力越强，效果就越差。之前他就已经试过了，现在扫描异兽还是不能显现出信息。不过根据异兽们的表现，肯定精神属性不会高就是了。等靠近之后，王峥轻描淡写的一只一只的踩断了他们的脖子，显得既残忍又优雅。而在这些异兽死亡之时，原本透明的灵气不断的涌入王峥的身体，他周身红色的雾气被不断的搅动，看起来就像是他具现出来的真的在吞噬这些异兽的灵气。对于王峥之前说的能提高具现进度的说法，这么看起来还真的像是那么回事儿。当全场只剩下推得最远的那最后一只疾风蛰时，这只异兽已经被逼疯了，不断在地上踢踏着四肢，下颚的伤口还在不停的滴血。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摆脱了威压的控制，快速朝着场边爬去，即使被周边的电网电得浑身焦黑，也没有停下往外逃跑的脚步。而王峥看到这一幕，心里虽然着急，但是脸上依然维持着一副恬淡的模样，突然猛地往前跨了一步，只听一声爆炸般的巨响传来，只这一步，地上就被他踩出一个大坑，而王峥的身形瞬间出现在了疾风蛰的身前。王峥不顾眼前的电网，径直把手探了进去，一把拖住疾风蛰的后腿，把他拽了出来，随后很轻松的一扭一扯，就送他去和同伴们相聚了。至此，所有的10只异兽都已经清理干净了，王峥也在心里松了口气。妈的，最后一只大猫差点被楚老头抢了人头。楚天行对王峥的表现也是格外的满意，强大、帅气、轻松写意，还不失风度。而观众席上的心声已经对王峥层出不穷的手段彻底佩服得五体投地了，现在再也没有人怀疑他说的要打100头异兽的说法了。按照这位大神表现出来的能力，别说100，你就是全部的异兽都送进去也不够人家宰的。妈的，我攻击你，你屁事没有，我自己反而浑身是血。我观察你，等着别人上去打你，然后我来偷袭，你直接具现出一头凶兽，还带威吓。我不跟你打了，转身想跑吧，你速度还这么快，这还打个锤子打，直接投了算了。等王峥击杀完最后一只疾风蛰，他收起自己的具现物，随后缓缓走向了在场边等待的众人。场边几人纷纷围了过来，对着王峥就是一顿夸赞。王峥自己击杀这10只异兽，拿了50多点灵气上线，心里正高兴呢，就随意的和几人寒暄起来。楚小满好奇的问道：“王峥，你这观想物的特殊威压效果对异兽这么强吗？我看他们被吓得都愣在原地，跑都不跑了。可能他本身就是异兽形象，所以才会效果如此好吧？之前我也对你们试过，感觉也是一般。”梅一奇紧接着问道：“那他们怎么会自己受伤的？我没看到你出手啊。”王峥淡淡的回复道：“这我就不能告诉你了，这是我的秘密武器，我告诉你，你给我小心点，以后再让我发现你说我坏话。”哼！梅一奇顿时满脸苦涩，敢怒不敢言。然后就是他们几人的表演时间了，除了王峥自己是挑战多只异兽以外，其他人可没有这样的能力，一个人能同时对付多只异兽。接下来上场的就是东道主的玉砍，兽化后直接肉搏，赶紧利落的捅穿了穿山犬的心脏。紧接着是玉云、吴欢、梅一奇、灵童等人，几人都有实战经验，而且都是自然觉醒者，都是迅速结束了战斗。玉云、吴欢都是用刀，而且都属于敏战类别，周旋几个回合后找准机会一刀毙命。梅一奇则是开场后就直接拉开距离，一道道锋刃不要前世的飞出，即使是反应能力最为灵敏的疾风蛰，也没能够完全躲过这铺天盖地的锋刃，瞬间被切割的满身伤口，血流不止，不一会就直接没了气息。只能说元素系的觉醒者不愧是战斗中的大杀器，这异兽还没能近身就已经魂归故里了。值得一提的是灵统，他的异能虽然只是加强五感，但是他的精神力确实很强，直接趁着牙狼飞扑时禁锢住了他的尾巴，扰乱了牙狼的平衡。随后往后退了一小步，这一手直接导致牙狼在落地后没有维持住平衡，趴在了地上。随后灵统挺剑而出，一剑封喉，看起来也是十分的潇洒随意。看到这几人如此轻易的就击杀了这些2品异兽，王峥心里心疼的滴血。要知道，这里的每一只异兽都是可以转换成他的灵气上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场边还没有出战的人数越来越少了。他们这边几人中，最后出场的就是楚小满。只见楚小满咧嘴一笑，显得信心十足，对着众人喊道：“看我表演！”随后大步走进了训练场中央。也不知道是不是楚老头故意刁难自己的孙女，从铁笼里送进场内的赫然是一头土甲猪。4种异兽里，土猪的防御力最高，力气最大，对于没有杀伤性异能的楚小满来说，这也是最难对付的。但楚小满却没有半分慌乱，直接把手中短刀插在脚下，随后安静等待起来。多尖锐的哨声响起，随后对战就立刻开始了。只见松开了束缚的土猪一开场就卯足了劲，朝着楚小满撞去。那悬殊的体型对比，仿佛是一辆开足马力的火车头猛地撞向一个小孩。楚小满不慌不忙，先是召唤出一团灵水浇在自己的脚下，随后胡乱的用刀划了几下，对远处冲来的土猪毫不在意。在土猪快要冲撞过来的瞬间，楚小满双手连连挥动，把泥坑中的灵水重新凝聚起来。原本用于治疗的清澈灵水，由于混着泥土灰尘，顿时变得泥泞不堪。紧接着，楚小满一边后退，一边再次挥手，这一团浑浊的泥水直接朝着土猪的眼睛激射而去，顿时便糊住了土猪的眼睛。
这土猪在视线受阻的情况下，往前冲击的势头却没停下。随后，只见土猪一脚踏进楚小满刚挖出的泥坑，顿时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巨大的惯性带着土猪的身体向前滑去。原来，从开局往地上插刀的这一刻开始，这一切都是楚小满的算计。先用灵气水湿润地面，然后趁机挖出泥坑，再用泥土遮蔽视野，最后让土猪失去平衡，倒地不起。等着土猪滑到身前，楚小满一脚踩住土猪的头顶，双手举刀，用尽全力朝着他的眼珠刺去。近80公分的直刀顺着土猪的面骨，径直没入了他的大脑。只见这土猪在地上一阵抽搐后，就此殒命。楚小满淡定的抽出佩刀，在猪尸上擦了擦，便雄赳赳气昂昂的下场了。王峥看着一脸得意、求夸奖的楚小满，也是连竖大拇哥，同时不由在心中暗自感慨：这几位选手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1等1的装逼好手。在王峥几人的完美开场之后，许多的新生也都是跃跃欲试，觉得2品异兽不过如此。但是接下来的几场对战却狠狠打了他们脸。在异兽们的攻击下，同学们应接不暇，手忙脚乱，有人紧张之下，甚至连异能都释放不出来。不停的有同学受伤，被教官们抬下场去救治。直到何依依上场后，凭借着速度的优势和不错的机动性，这才击杀了一头牙狼，是普通学员中击杀异兽的第1人。王峥在场边大声叫好：“呵呵，真棒，太帅了！”面对王峥的夸赞，何依依虽然面上不屑，扭头冷哼了一声，但是心中其实还是有些小窃喜的。有了何依依的示范，在经历了最初的慌乱之后，同学们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但是能够真正做到击杀异兽的人也是寥寥无几，能做到保住自身不受伤就已经很难得了。对于这样的情况，王峥自然是看得开心，他恨不得所有人都挑战失败，最后把剩下的异兽都交给他来杀就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同学受伤被抬下场去，王峥也一直在计算着场上的异兽比例。现在已经到了中午，10多个场地同时进行战斗，这一场场比试过得十分快速，往往不到1分钟就能决出胜负。有经验有能力的，往往上场就是火力全开，迅速击杀异兽；那些唯唯诺诺不敢上场的，基本上就是开场就白给，瞬间被秒杀。很少有那种双方不断纠缠试探的情况，因为这里面除了土猪，基本都是行动迅速的主。这些同学们如果不能在开场就抢到优势，或者发挥出自己的优势，根本就没办法在异兽的攻势下坚持下去。王峥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已经有将近一半的同学比试过了，被击杀的异兽不超过200头。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继续战斗下去，最多也就死上400头左右的异兽。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没上场的同学，大概率是胆子比较小，对自己的实力没自信的那一批人，下午能不能杀上200头还真不一定呢。一想到这，王峥心里头就火热了起来。就算一共有1000头异兽，全部人测试完还是剩下600头，每一头价值5点灵气上限的话，600头就是3000点。3000点上限什么概念？超过20枚灵气结晶。一想到这，王峥迅速朝着观众席的高处跑去。在王峥找到楚天行时，楚老头正皱着眉头唉声叹气呢。随着比赛的持续进行，新生们的表现越来越差，果然如王峥所料，下午这些人上场完全就是来送菜的。王峥看着愁眉苦脸的楚天行，小声喊道：“校长，校长！”楚天行被他烦得不行，有事就说，没事就滚，别来烦我。王峥小心翼翼地把手里一根弯曲的铁棍递了过去，校长，这是之前训练营比武我捡到的武器，后来他们也没找我要，我现在把它捐给学校。你也看到了，我现在练过横练法之后，力气变得更大了，能不能给我的武器升级，或者换一对更结实的锤子？楚天行直接被王峥的无耻给气乐了，直接问道：“你拿一根报废的破烂合金就要来找我升级武器？”王峥恬不知耻地回复：“上午的比赛你也看到了，击杀异兽确实能给我的观想物带来提升，我想换武器，还不是为了到时候杀快点吗？我怕不然到时候抢不过别人呀。”“行啊，我给你换，但是锤子可杀不快。刀枪棍棒随便你挑行不行？”王峥不屑地撇撇嘴，心里暗骂：你当我傻呢？几百斤的大锤换几十斤的刀剑？那算了，我现在先不换了。校长，你带没带高级点的武器？我先借着用一用，等下午杀完了异兽，我再还给你。楚天行勃然大怒：嘿，你滚不滚？你觉得老子需要带武器出门吗？还有戒指都被你小子顺走了，我就算真的带了，我放哪里？王峥看到楚天行生气了，瞬间拔腿就跑，嘴里还嘟嘟囔囔：我怎么知道你还有没有其他空间更大的储物间？谁想到楚天行修炼功法后，听觉变得更加灵敏了，听到了王峥的碎碎念，不由得怒目圆睁，瞬间2道白色的雷霆凭空出现在王峥的头顶，速度之快，连王峥都没有反应过来，瞬间中招，摔倒在地。王峥哆哆嗦嗦地从地上爬起，看着四周的环境，心里感慨：幸亏这是在观众席的最高处，导师团的观战位置，现在周围也没有什么其他同学，不然他就要丢个大脸了。不过凭空出现的2道白雷，还是吸引了不少学生的目光，但观察一会后没有发现异样，就又纷纷把视线投向了训练场上。随着训练场上的新生越来越少，这场最后的试炼也接近了尾声。王峥为了获得灵气，提前做好了准备，找楚小满把他的短刀借了过来。毕竟他的大锤也不太适合直接击杀笼子中的异兽，更何况还要和其他的教官抢进度。等最后一人被抬下训练场，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一位挑战者了，所有的新生都已经上过场了。这也意味着王峥他们这次的军训到此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不过现在天色将暗，他们还要在这边再待一个晚上，明天才会启程回归京南。等训练场上都被打扫干净，王峥顾不上吃饭，就被楚天行直接带走了。两人越走越远，直接来到训练营中最远的一栋大楼，一路上全是佩刀带枪、全副武装的觉醒者战士，看清是楚天行之后才纷纷放行。王峥不禁好奇地问道：校长，这是什么地方？我们军训都好几天了，也没有往这边来过啊。楚天行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径直走进了电梯之中。王峥紧跟着走了进去，用手敲了敲这电梯的材料，啧，全是特殊合金打造的，这得值多少钱啊？随着电梯不断往下，电梯里的气氛也变得凝重起来。过了半天，他们两人这才终于到达目的地。
刚出电梯门，王峥就闻到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各种钢铁结构混着血腥味，顿时一股肃杀的氛围感就被营造了出来。楚天行这时开口给王峥解释道：“这里就是江城的异兽肉加工基地了，之所以选在这里集训，也有因为到这时方便处理这些异兽的原因在里面。”王峥左看看右摸摸，一副好奇宝宝的模样。虽然他经常吃异兽的肉制品，但是这异兽食材加工厂他也是第一次见。楚天行没有让他多留，又转了2趟电梯之后，径直带着他到了地底的最深处。还没出门，王峥就听到里面传来各种鬼哭狼嚎的异兽叫声，狼嚎、狗吠、猪哼、猫鸣，各种异兽的嘶吼混合在一起，让他有一种莫名的烦躁。看来这里就是基地的最下层，关押各种异兽的地下空间了。而且这里的味道实在有些不好闻，不过相较于提升实力而已，这些也不算什么了。楚天行看着王峥皱起眉头，笑着说道：“算你小子运气好，这里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不愿意多待。听到我去说想把这工作交给你时，他们也是直接就同意了。今天算上受伤的，一共还有650只左右，我就在门口这里等你。诺。看到那边的那个口子没有？杀完血放干净，然后丢上去就可以了。传送带会把异兽尸体自动送上去进行下一步处理，其他的不用你管。”听到楚天行说650只异兽全部归他了，他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脑子只有一个声音：最少3000多的灵气上限。翻译，什么叫他妈的惊喜啊！王峥呆呆的走到窗口旁，看着笼子中的牙狼正对自己龇牙咧嘴，他随意的打开铁笼的门，这只牙狼瞬间就冲了出来。王峥看都不看，直接一手掐住他的脖子，往地上一灌，左手从戒指中取出长刀，干脆利落的在牙狼脖子上一抹，瞬间这只牙狼就只剩下在地上抽搐的份了，仅仅不到1分钟就再也不动弹了。王峥就让他在地上放血，顺手拉开了下一道铁门，吸取了之前的经验，这一次就更加方便了。开门的瞬间，王峥直接发动了威慑，顿时四周的铁笼都安静了下来，笼子中的疾风蛰也龟缩在角落瑟瑟发抖。王峥直接一把将他扯了出来，一刀断手。开门，威慑，拉到放血槽，抽刀断头，然后再把之前放好血的尸体丢进窗口中。异兽的血液还在冒着热气，顺着水槽不断的往外流淌。整个房间里几十台新风机同时运作，都没能让这边的血腥味稍微淡上一些。渐渐的，王峥这一套动作已经行云流水，丝滑异常了。他发现不同的异兽骨骼形状也有所不同，但是只要能够把握好出刀的角度，不管是狼狗猫还是猪，都能轻松的削断它们的脖颈。顿时他杀戮的速度变得更快了。随着数据面板里的灵气上限不断的增长，王峥顺手把自己的体质点到了60点，然后继续投入到屠宰的事业当中去。在不间断的杀戮中，王峥似乎已经麻木了，只知道出刀、出刀再出刀。不知不觉中，王峥的眼神中都染上了一丝猩红，而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在他发动威慑时，背后的峥的形象也变得更加丰满立体、生动形象了。随着王峥的不断杀戮，他身上的威压越来越重，整个房间中的异兽叫声也越来越少，剩下的异兽也仿佛知道的死期将至，一个个发出了呜咽的悲鸣。对此，王峥自己是浑然不觉的，他现在正沉浸在灵气上限提升的喜悦之中，他没有发现自己击杀这些异兽后，心里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波动，这种对生命的漠视，仿佛他生来就是一个屠夫。不过他本来就对生命没有什么敬畏之心的，毕竟他刚穿越过来没几天，就亲手拧断了一位同学的脖子，不是吗？就在王峥享受杀戮的同时，通过监视器观察着王峥的工作人员们也爆发出不同的意见了。起初他们还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在看王峥，期待着看到他忍受不住血腥胃吐出来或者放弃的景象。但是随着王峥不断的出手，他们有一个算一个，脸色都变得精彩了起来。这些人都是专门挑选出来，长期干这一行的好手。当时听到队长说有一个学生想要借助击杀异兽来完善巨献物，虽然嘴上不说，但都心里都是不屑一顾的。能够让对方的校长亲自来找他们的队长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对于这位学生的实力自然是没有怀疑。但是实力归实力，心性归心性，他们只是把王峥当作是有权有势的富家公子。更何况他们知道地面基地上是4所大学的大一新生在军训的，一个17、18岁的孩子刚刚高中毕业，就算实力再强，心理承受能力又能有多强大？不说这边是600多只2品的异兽，就算是600多只普通的小猫小狗，只怕这学生也早就忍受不住血腥味跑出去了吧。于是几人纷纷决定同意了楚天行的要求，还表示可以多给他一些时间，把所有的击杀任务都让给他，而且甚至不需要王峥做进一步的处理。他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在击杀完异兽后需要把血放干净，方便他们进行后续的加工。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为了看王峥出丑，想看他忍受不住放弃然后跑出去的狼狈模样。毕竟这也是他们在这地下少有的能找到的乐子了。但是现在王峥的表现让他们有所改观。随着时间的推移，众人渐渐开始感到不对劲了。我觉得这孩子真的能坚持，我赌100贡献点，他不会半途放弃。老王，你就有这么多的贡献点花不出？这才哪到哪，我接了，我赌他坚持不到最后。你懂个屁！你看他这熟练的动作，毫不在意的表情，这肯定是个见过血的。我也赌100，他能坚持。再厉害，也就只是一个小孩子而已。他灵气能有多少？排队给他杀他也杀不完吧？我赌不能坚持。一群傻子，没看到人家的巨献物出现后这些异兽的异常表现吗？就拖出来一刀砍头而已，要什么灵气？我赌他可以。就在这群无聊的异兽加工厂特殊工人们的打赌声中，王峥的屠杀大计还在持续进行中。地下的加工厂灯火通明，而王峥沉浸在杀戮之中，也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终于当王峥再次走回堆放关押异兽的铁笼之处时，发现里面已经空无一物了，再也没有任何一只活着的异兽了。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一共643只2品异兽全部丧命王峥之手，还有几只因为伤势过重在王峥下手前就已经死亡了。而此时的王峥沉浸在这种莫名的快感之中，连楚天行走到面前都没有注意。他现在气血上涌，脑子里嗡嗡作响，根本听不到外界的声音。
看到王峥呆呆地站在原地，楚天行想伸手去拍王峥的肩膀，王峥本能的一个后退，反手一刀对着楚天行就劈了上来。楚天行看着王峥眼里的冷漠，知道他现在已经完全失去神智了，而他背后的峥也张开了血盆大口，死死地盯住了楚天行。无奈之下，楚天行只能一连放出2道白色的雷霆，直接把王峥劈晕了过去。看到房间里打起来了，几位工作人员连忙过去查看，等他们推门进去，就只看到趴在地上浑身冒烟的王峥和一脸淡定的楚天行。几人中的队长连忙问道：“楚校长，没事吧？怎么刚刚还好好的，现在突然就晕了？”楚天行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没事，就是杀多了，有些麻木，迷失心性了。我给他2道雷霆，让他清醒清醒就好了。”一众特殊工人都有些无语，看着地上生死不知的王峥，紧张地吞了吞口水。听听，这还是人话吗？给他2道雷霆，清醒清醒。这学生背后黑乎乎的事已经被电交了吧？可别在这里搞出人命啊！而这队长看到房间里所有的异兽都已经被杀完了，也有些不好意思地搓搓手，心里盘算着要怎么开口。楚天行看到对方的表情，也知道对方的意思，直接一手拎起昏迷在地上的王峥，打了个招呼就原路返回了。虽然说是给他们减轻了工作量，但这毕竟是机密的工作，人家给了这么大面子，他也不能这么不识趣。等到楚天行提着王峥上了电梯，这几人才开始面面相觑。我看这小子以后肯定不简单，600多2品异兽，说杀就杀了。我刚刚看里面血槽里的血都漫出来了，这味道连我都有些受不了。要你在这说这些屁话，你没看人家最后都杀红了眼，连校长都砍啊？你有这个胆子砍队长吗？还有你看他那个干脆利落的动作，我老王是真的佩服了。队长，要不要干脆把这小子招到我们小队来吧？这队长没好气的一脚踢了过去，大声骂道：“哪来这么多废话？人家京南大学的高材生跟你们到这里来杀猫杀狗，还不赶紧滚去收尾！”是。众人嬉笑着，瞬间四散而去进行这600多只异兽的下一步处理了。虽然这队长把这份工作说的低贱，但有一说一，这工作还真不是什么人都能来做的。开了本新书，背景设定在本书结束的100年之后，末日题材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看。2本书会同步更新，不会断更，请大家放心。迷迷糊糊中，王峥只觉得一股肉香扑鼻而来。不对，我不是在击杀异兽吗？哪来的肉香？然后猛地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当2眼通红的王峥四处查看，发现自己正躺在某地的沙发上，而身边就坐着楚天行的时候，这才放心下来。还没来得及考虑自己身上怎么会浑身发麻，隐隐还有些灼热，就把视线转移到自己的数据面板里。看着面板上的属性，王峥只觉得浑身舒坦，瞬间哪里都不疼了，心里还在不停的大喊：这次真的是发财了！体力值400/600，灵气值1999/1999，体质60，力量88左元括号28加60右元括号，智力40加，精神45加，敏捷40加。基础功能：扫描1，储物升级，武兽横练法炸练5100，额外提升体质、力量、智力、精神、敏捷各1点，可升级。意念观想法小成1300，额外提升精神力8点，可升级。观想物狰，观想巨限进度16%，特殊效果：狰狞可怖，可以释放威压，使对方感到畏缩，交战时有一定概率触发精神威慑，使敌方短暂出神。荆棘之心 LV5加，在被一次攻击命中后，对攻击者造成此次攻击50%的反射伤害，并且附加额外体力值5%的属性伤害。立体双 Elf6，额外增加体质100%的力量值。圣光束 LV3加，对目标释放少量恢复目标生命力，恢复30点正30%智力的生命值。这一次获得的灵气实在太庞大了，他不但花费500点上限，直接把体力值直接提升到了60点，还在失去意识之前就把立体双 A 直接升了2级，升到了目前可以升的最高等级。这2次升级分别扣除了500点和600点灵气上限，直接把额外的力量提升变成100%。之所以现在选择升级立体双 A， 是因为他在把体质升到60点之后，他的力量就已经提升到76点，整整超出上限16点之多。如果想要下次主动加力量，那就先得把全属性加到60点，即使全60之后，也就只能加4点属性，这实在有些太久远了。所以干脆直接现在把立体双 A 升上去，直接获得远超极限的力量，88点力量值，做个一拳超人也不错。而就在王峥这2波花费了整整1600点灵气值上限值之后，他现在的灵气上限依然达到了1999点的极限值。他自己粗略的估算了一下，一共643只，平均5.1只的话就是3215点，加上自己原本的528点上限，那就一共是3743点，扣掉自己花了的1600点，那就是2143点。也就是说，自己浪费了144点灵气上限。王峥一想到因为自己失去意识后没能及时发现灵气值到了上限，结果浪费掉这么多灵气值，心里就难受的不行。144点灵气上限，这可就是一枚灵气结晶了。不过万幸的是，这次没在什么1499、1799之内的卡住，不然他要浪费的就更多了。而且更让王峥意外的是，他之前随口胡诌的巨限物进度会提升的事情，竟然也真的实现了。虽然观想法的熟练度还是动都没动，但是真的巨限进度却从10%提升到了16%。那也就是说，哪怕以后自己真的不能修炼观想法来提高巨限进度，那自己也可以靠着杀异兽的方式来提升真的完整度。这个发现不禁让王峥喜出望外。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自己面板里躺着的1999点灵气值，这次等回去之后又可以觉醒一个新的天赋了。而就在王峥看着自己的数据面板，满脑子发散思维的时候，楚天行看着王峥的脸色一阵变化，一会儿青一会儿白，也是莫名其妙。不过看着他眼神已经恢复了清明，明显是已经神志清醒了，楚天行也是松了一口气。他也有些害怕王峥就这样在这杀戮中迷失了本心，不过好歹他也已经恢复了。
楚天行心里暗自责怪自己有些大意，当时没有及时发现王峥的异常，而且自己之前确实太过用力了。当时看着王峥一刀挥舞过来，一时激动，出手有些没轻没重的，看着孩子身上都被电焦了。还没等楚天行关心的问候说出口，王峥就抢先开口了：“校长，你有没有认识的路子，介绍我去京南的异兽加工厂打工啊？我不要钱的。你看我今天这活干得多漂亮，而且这也能让我的巨线物凝聚得更快啊！您之前就在门口，您肯定看到了吧？我发动威压的时候，我的巨线物就在身后的，是不是更新生动了？”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最后神志不清，差点砍了楚天行的事情呢。楚天行一口关切的问候被卡在胸口，顿时气得破口大骂：“我送你去个屁！让你去杀多了异兽发疯，还是说每次都要我跟着你一起去在一边守着你？你仔细想想，你除了杀异兽还干了什么？而且你以为这异兽食材的加工厂是普通的菜市场吗？这里面的工作人员哪个不是祖上几代政审清白？就算是放在部队里也是精锐中的精锐，不但要求有过人的实力，还需要坚韧的心性。你就这么一会都能迷失自我，人家经年累月的这么干，你想想人家比你强了多少？没路子就没路子，这楚老头怎么突然这么生气？我干什么了？什么是去星星？”王峥有些不解地眨了眨眼睛，而楚天行在骂完之后丢下一句赶紧滚蛋，就立刻匆匆而去，瞬间没了影踪。看着迅速消失的楚天行，王峥有些不解，他观察着四周的环境，发现自己原来身处校长们的休息室里，双拳虚握，感受着自己身体里传来源源不断的力量，这种感觉真的很让人沉醉。就在王峥想要起身，双手撑着沙发爬坐起来之时，忽然发现自己的臀部传来一阵灼烧的刺痛，伸手一摸，只觉得硬硬脆脆的，使劲一抠，顿时鲜血就滋了出来。王峥迅速蹦了起来，他这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和屁股不但衣服都已经没了，而且连肉都已经焦炭化了，还冒着热气呢。他这才回忆起来，自己昏迷之前看到的最后一抹白光，原来那他妈是楚天行的白金之雷。操！难怪刚刚看自己面板里的体力值只有400点。操！难怪楚老头跑得那么快，肯定是他给我电的。王峥气得破口大骂，但是一想到这是校长休息室，楚天行又一贯喜欢偷听，顿时闭上了嘴，连着给自己刷了好几道圣光术，把自己的体力值补满。感受着自己背后的胶肉迅速脱落，新鲜的皮肉开始生长愈合，整个背部的伤口处的血液开始结痂，然后迅速恢复如初。王峥赶紧从储物戒中拿出衣服裤子换好，也不知道刚刚自己是怎么回来的，一想到自己光着屁股从加工基地到了休息室，王峥这么厚脸皮的人都不禁羞红了脸。等王峥好不容易把自己收拾利索了，就赶紧往训练场赶去了。白天楚小满等人就说今天是大家在一起的最后一天，明天京南和东南2所学校的同学们就都要回去了。他们相熟悉的几个人打算趁着晚上再聚一聚，毕竟下次见面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王峥倒是无所谓，他和这些人都不算太熟，不过楚小满倒是和他们早就打成一片了，毕竟这一群人都是最早进入精英班的几位同学。等王峥到的时候，所有人都已经在场了，看到王峥大老远的一路小跑过来，众人都是起哄着让他表演个节目。王峥自然是满口推脱，被校长喊走了，有正事呢，怎么能算迟到？还表演节目呢？我都他妈城墙上拉屎露了大脸了，还表演个屁！王峥正好没吃晚饭，看着众人地上的零食小吃，还有楚小满偷偷从食堂里给他打包的饭菜，顿时狼吞虎咽了起来。等他吃到半饱，看着众人或是嘻嘻哈哈，或是依依不舍，想了想，还是从储物空间里抱出一箱啤酒，这还是他之前为了参加训练营打算做食物储备和当调料存的，一直没有机会用，留到了现在。话先说好，没满16岁的别喝呀，自觉点，说的就是你，楚小满。王峥一巴掌拍开楚小满的手，一脸正色的说道。众人顿时欢呼一声，都纷纷抢了起来。一箱啤酒也就12瓶，这10几个人一人1瓶都不够呢。王峥自然是没有跟他们争，也有人对王峥凭空爆出一箱啤酒感到诧异的，不过也没有在这样的场合发问。其实按照他们的体质，啤酒这玩意儿应该是根本喝不醉他们的，但是王峥明显是高估了这几位没喝过酒的雏儿，几杯啤酒下肚就开始满脸通红，又哭又笑了。就在王峥看着这群小年轻，心里也在感慨着青春真好。就在这时，远处一道强光照射了过来，随后就传来了教官的大喝：“谁在那儿呢？你们在干什么？”王峥反应极为迅速，爬起来之后，一把拉起摇摇晃晃的楚小满，一个飞奔就往远处夺路而逃。在跑路之前，还不忘对着林统和梅一奇一人踢了一脚，把他俩踢了个滚地葫芦。看到王峥行动如此果决，其他几人也是有样学样，站起来就想跑，也不知道最后能跑掉几人。不过很明显，最起码林统和梅一奇2个人是肯定跑不了了。最终也只有王峥带着楚小满2人跑走了。但是看着训练场上的这一群人，教官们也没有处罚他们，毕竟都是这次军训中成绩最出色的几位同学，而且军训也已经结束了。不过地上的啤酒却被没收了，教官们也只是说了一句早点回去休息，就自顾自的走了，没有理会这一群年轻人。等教官们走远之后，王峥才带着晃晃悠悠的楚小满从阴影处施施然走了出来。林统和梅一奇2人看到王峥，都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这王八蛋自己跑就算了，还把自己踢倒，不让我们跑，顿时一个精神力爆发，一个凝聚锋刃就要反抗。王峥则是完全不在意林统的精神束缚，根本不受影响，只听到一声轻微的啵的微响，就挣脱了他的束缚，直接继续走了过来。然后就只看到梅一奇锋刃击射在王峥的身上，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十分的悦耳。淡青色的锋刃在他的身上不停地破碎开来，映衬着夜色，四散成点点荧光，显得十分好看。有些迷糊的众人看到这美丽的景色，甚至还鼓起掌来，也有人在大声叫好。等王峥走近之后，这2人已经回过神来，顿时拔腿就想跑。王峥哪里是光挨打不还手的人，笑嘻嘻地说道：“你们这烟花放的挺好看的，我也来试试。”瞬间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无数道圣光，把2人死死地包裹住。不一会，这2人就抱在一起，翻滚在地了。
眼神迷离，咧嘴傻笑，宛如两个激情四射的智障。聚散终有时，再见亦无期。终究还是到了分别的时候。来自荆南市的众人因为远来是客，所以先走。分别时，楚小满和新认识的小姐妹们抱头痛哭，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次相见。就连一向冷清的吴欢都有些落寞。毕竟这次不同上次的训练营，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更长，而且也没什么竞争关系。王峥倒是无所谓，大大咧咧的和玉侃相拥告别，约好了下次有机会去荆南再相聚。随后便潇洒地踏上了自家的大巴。一路上，王峥都在清点着这一次的收获。这一趟来的真值，不但学会了2种功法，而且还具现了观想物。最重要的是获得了近5000的灵气值，当然还包括了几枚灵气结晶。想想自己之前差点还放弃了这次军训，顿时又是对楚老头一阵埋怨。看来下次有什么活动之前一定要问清楚，不然就白白错过了这样的机缘。一路无事情的回到了荆南，先换乘大巴车到了学校，然后王峥也没有回宿舍，而是直接回了家。反正今天休息，明天才正式开始上课。他已经把钥匙给了楚小满，明天上课之前让他帮忙把课本给带上就行了，自己直接到教室就行。至于为什么要回家，他想要回去让老爸试试自己升级过后的圣光术，升了2级之后，圣光中包含的生命力更多了，虽然很大概率还是没有效果，毕竟他也发现了自己的圣光术并没有发生质变。第二，他也想看看老爸老妈2人有没有修炼功法，观察一波他们的数据，甚至是老妈的观想物。而且万一横炼法会对自己老爸的伤势恢复有效果呢？虽然之前教官说过普通人修炼会造成身体亏空，不过有自己在身边，随时用圣光术补充生命力，而且看自己老爸的25点体质，怎么也不能算在普通人的行列里吧。等从车上下来，门口还是敬业的赵大叔在站岗，看着王峥走来，笑着打招呼：“王峥啊，好久没看到你了吗？大学生活怎么样啊？有没有谈到女朋友啊？”王峥也是笑着回复：“哪能这么快？这不军训刚结束嘛，就回家来看看。”看着几位保安大叔熟悉的笑脸，王峥心里也是不由得感慨，平静的生活可真美好呀，真希望能永远这么和平下去呢。沿着小区内熟悉的路径漫步回家，看着眼前熟悉的景象，还有小区内跳舞锻炼的大爷大妈，咯咯大笑，到处乱跑的小孩，跟在后面追逐的家长，也唯有在这里才能褪去他心中的浮躁，给他不安的内心带来些许的宁静。或者这才是王峥执意要回家的原因吧。等王峥回到家中，发现自己的老爹还不在家，家里现在还没有人，幸亏他带了钥匙，不然还得被关在门外呢。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王峥发现自己的床单被褥都被叠得整整齐齐的，看来就算自己不在家，爸妈也会给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过了没一会儿，王峥就听到客厅传来了开门的动静，推开房门一看，正是王胜荣拎着菜哼着小曲回家了。看到王峥回来了，王胜荣也很诧异：“你怎么回来了？今天也不是周末啊。”王峥则是老老实实的回复：“我刚从金乡回来，军训结束了，今天休息，明天才开始正式上课。对了，爸，我们这次军训说是国家发现了新的功法，拿出来给我们修炼的，一种练身体素质，一种练精神力，这事您知道吗？”王胜荣听到王峥刚从金乡回来，也是皱了皱眉头：“你上战场了？怎么身上血腥味这么重？”王峥疑惑地抬起胳膊闻了闻，然后又闻起了自己的衣服，疑惑地说道：“没有啊，而且哪里有什么味道？”然后继续问道：“连老妈这边都没有得到功法的信息？”王胜荣听到王峥没有上战场，想了想也是，军训那么多新生，怎么可能让他去战场上呢？不过他这一身的血气可隐藏不住，于是继续开口问道：“那你们军训都干什么了？这不是气味的事情，是一种特殊的气质，感觉或者说杀意。功法的事情我知道的，前几天你妈那边就得到消息了，我也有尝试着修炼了下。横练法练习后有一些功效，我能感觉到身体素质有一定的增强，但是观想法就不太行了。你妈也说不建议我练这个，我就没练。”听到王胜荣说的这么直白，王峥现在明白了，估计是自己异兽杀多了，老爸这战场上厮杀退下来的有一些特殊的感应吧。您知道就好，功法的事情就好解释了，我这就是观想物具现之后的效果，我的观想物具现出来可以通过击杀异兽提高进度，正好学校搞到一批异兽用作军训最后的实战，学校没用完的我就帮着杀了。说罢，王峥开启自己的威慑，随后身上的针就冒了出来。王胜荣看着自家儿子身上冒出的血色凶兽，也没有太过吃惊，只是觉得王峥功法修炼进度有很快，心里有些为他开心，于是狠狠地在王峥背上拍了几巴掌，哈哈大笑起来。我就知道你这个小兔崽子有出息，就这么几天都巨献了，不错很不错，我跟你妈说一声，让她今天早点回来跟你交流交流经验，哈哈哈。看着王胜荣往厨房走去的背影，王峥心中默念：扫描，体力值400-400，灵气值9999，体质40，力量70，智力15，精神8，敏捷37，武兽横练法精通431-600，额外提升体质、力量、智力、精神、敏捷各7点。看着王胜荣新的面板，王峥倒吸一口凉气，这就是校长说的底蕴吗？老爹这没有觉醒的普通人都能在短短几天内把横练法练习到精通，而且抛开额外计算的横练法提升的属性不谈，老爹这体质、力量、敏捷都有大幅度提升啊！除了智力和精神，还是一如既往的拉胯，一点提升都没有。亏他之前还在担心自己老爸会不会因为联系而造成亏空，还想着要自己在身边不停的给他用圣光术辅助，没想到老爹早就自己偷摸着练到精通了。此时的王峥心里已经隐隐有了猜测，不过他需要等到老妈也回来之后，再扫描看看他的数据，才能得出结论。还有，自家老爸看到自己的巨献物后，没有半点吃惊的样子，还说要老妈跟自己交流经验。这么说起来，老妈肯定也是已经巨献好了，观想物无疑了。看着王胜荣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起来，王峥喊道：“爸，这次军训我感觉自己的圣光术又变强了，您要不要再来试试？还有，你的横练法是怎么修炼的？有没有什么窍门？也教教我呀。”
父子两人在沙发上讨论着横练法的修炼心得，聊着聊着就到了客房的修炼室。随着两人的边交流边练习，时间很快就流逝了。王胜荣在心里不断的吐槽，这小王八蛋进步太快了，这才觉醒多久，力量都快超过自己了。虽然他负伤在身，力量常年衰退，但是也不是常人可以比拟的。现在看着自己的儿子迎头赶上，心里又是欣慰又是不服。当然王胜荣可不知道，王峥为了怕刺激他的自尊心，偷偷收着力呢，不然凭他现在88点的力量值，王胜荣还真没他力气大。两人在客房练习了一阵子，李亮就下班到家了。父子两人也简单收拾了一下，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吃起了饭。等吃完饭后，一家三口微巾正坐，面色严肃。随后在一道道的圣光笼罩下，王峥、李亮两人紧张地看着王胜荣，王胜荣自己反而没有半点紧张的样子。王峥现在的灵气储备十分充足，就是为了回来给王胜荣一次性灌个饱，他这才强忍着没有觉醒新的天赋。毕竟这次觉醒新的天赋就需要花费1000点灵气上线了。而在王峥不限量的圣光照射下，王胜荣的终于有了变化，仿佛无底洞一般的身体似乎也被王峥给灌饱了。只见他的身躯开始膨胀，全身的肌肉开始隆起，脸上也开始出现痛苦的神色。看到眼前的情形，王峥有些犹豫，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释放异能。王胜荣却是低沉着嗓子喊道：“继续！”随后整个房间又开始亮了起来。最终王峥的灵气消耗一空，算上恢复的灵气量，这一波足足刷了200多道圣光。看着自己的灵气量见底，王峥没有犹豫，从储物空间拿出灵气结晶，打算一鼓作气。王峥也顾不上现在吸收灵气结晶会浪费，没法提升上限了。要是能让自己老爸恢复，哪怕天魔结晶都一起用了也值得。不过就在这时，李亮却抬手阻止了王峥的动作，随后缓缓地摇了摇头。不是他怕浪费，而是李亮一直在用精神力监控着王胜荣的身体状况。实际上，这些圣光束中附带的生命力只是暂时的储存在了王胜荣的体内，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在缓缓流逝的。也就是说，王胜荣之所以会出现异样，也只是因为现在的这么多圣光束中蕴含的生命力已经达到了他身体能够承受的极限，但是对于他的伤势来说，并没有直接的作用，也没有出现王峥心里所想的量变引起质变的结果。王峥也用自己的扫描扫过王胜荣的数据了，并没有发生变化。等到圣光束的光辉消散，王峥懊恼地一捶桌子。王胜荣捏了捏自己的拳头，感受着体内勃勃的生机，不由得喜出望外。他看着王峥一脸的失望，大声笑骂道：“哭丧着脸干嘛？老子又没死，我已经很久没有过这种的全身充满力量的感觉了。就刚刚这次治疗，起码能够支撑我全力大战几个小时了。如果不是参加剧烈的运动，起码给我几个月的消耗了。你只要隔几个月给我来上这么一次，我以后就不会流失自己的生命力了。也就是说，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身体的隐患，但是也算得上治标了。4舍5入，这就相当于变相的痊愈了。难道你小子以后不打算给我治疗了？”李亮一开始还在跟着自家老公一起安慰王峥，但听闻王胜荣说到战斗，顿时眉毛一竖：“你还想跟谁大战一场？”王胜荣立刻认怂：“我就是说，如果……”王峥听到老爸的安慰，也是勉强展露出笑颜：“我以后1个月给你来上一次，保证把您喂得饱饱的。至于战斗，还是算了吧，我们家现在要比武力可轮不到您了，就不说老妈了，您现在甚至打不过我。”“嘿，我还就不信了。”王胜荣刚要上来动手，又被李亮瞪了回去。“算了，懒得理你们。”王胜荣丢下一句从心的话语，随后就收拾起碗筷，继续他的家庭主妇事业了。王峥看着老爸在厨房忙碌的身影，虽然刚刚在嘴上调侃他，但是心里也不是滋味，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把老爸给彻底治好。如今看来这也算是一个好的开始，最起码不用担心自己老爸哪天就突然生命力枯竭了。在王胜荣退场后，接下来就是王峥和李亮的交流时间了。听着王峥说着一桩桩一件件军训时发生的事情，李亮是满脸的骄傲与自豪。至于王峥，他除了把自己能主动加点升级技能改口说成是吸收灵气之后的被动行为以外，不管是吸收断体液还是修炼观想法一开始的不顺，接下来在血海中看到峥到最后的直接巨献，王峥都没有半点隐瞒，事无巨细全都说了出来。李亮则是宽慰道：“你看的峥，可能就是你内心中峥的样子。每个人距现实的情况都是不同的，至少我当时是没有看到任何异兽的。我就是在入定时看到了黑暗中的自己，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内视。在内视的过程中，我看到自己身上的灵气一缕一缕的飘散出来，随后自己就勾勒出了现在的样子。”伴随着李亮的话语，他的身上冒出黄褐色的灵气，随后慢慢的凝聚成一只类似前世里浣熊的异兽模样。这异兽体色乌棕，吻不纯白，四肢较短呈黑色，尾巴又粗又短，脸上还有一块黑色的印记，看起来十分的憨态可掬。被具现出来之后，凭空而立，沿着李亮的身子一阵小跑，最后停在了他的肩膀之上。王峥看着老妈具现出了观想物，直接开启了扫描。体力值700/700，灵气值9980，体质70，力量43，智力70，精神89，敏捷63。武兽横练法小成24/400，额外提升体质、力量、智力、精神、敏捷各4点。意念观想法大成630/700，额外提升精神力28点。观想物低土盒，观想巨献进度70%，土运万物大幅提高自身恢复能力，受伤时效果翻倍。飞沙走石，向前方扬起精神力杀力，对碰到的目标造成减速、负重效果。飞空落石，周身形成2单块，石块上升一定高度后砸向目标，上升高度和石块大小与精神力强度相关。暴动流沙王峥看着自己老妈的属性，心里的震惊丝毫不亚于第一次看到楚天行的面板，巨献进度高达70%，五维属性暴涨。看着大佬的数据面板，王峥觉得自己现在已经快习惯了。原本以为自己靠着属性加点都快要追上这些顶级战力了，现在横空出世2本功法，虽然总体来说也增强了实力，
但是自己涨10%，大佬们涨100%，这也太难受了。众人的属性往刚要膨胀的王峥身上猛泼了一盆凉水。再看自己老妈的观想物低土河，又是东方苍龙七宿的一种，为东方七宿之第3宿，紧跟在亢金龙之后，5行属土。他总觉得过不了多久，这28星宿就全得出来了，而且他并不觉得这些迹象是巧合。再看回低土河附带的特殊效果，一恢复，一控制，一输出，他妈的绝了，一个土法完美成型了。而且后面还有全是问号的其他技能，这一点跟楚天行倒是一样的，只不过不知道是还没有激活，还是自己没扫描出来。这也难怪了，老妈的5维属性里体力值直接冲到了70点，不愧是土质厚重，可以的。李亮本身就是精神系的觉醒者，发现了王峥异常，直接问道：刚刚这是什么？似乎有一种奇特的能量在扫描我。小峥，这是你的能力吗？王峥毫不意外自己的扫描会被老妈发现，于是又把应付楚老头的那一套搬了出来，然后放出自己的精神力试了试。李亮看到王峥的操作后，心里也是欢喜，连忙夸赞王峥已经距离精神力实体化不远了，心中也是暗自希望等他的精神力再强一些，他的病情能尽快痊愈。等王峥稍微恢复了一些心神，连忙开口问道：妈，你知道这是什么异兽吗？有什么特殊效果？李亮扭头看着蹲坐在他肩膀上的低土河，想用手去挠一挠他的下巴，可惜这只是具现物，并没有实体，一把捞了个空。随后缓缓开口道：具体的不清楚，应该是狸猫、浣熊之类的异兽吧。特殊效果的话，暂时还不能确定，我目前也还在摸索中。但是自从修炼之后，我能感觉到身体素质一下子强了好多。小峥，等你去了学校也不能偷懒，这功法效果出奇的好，你一定得好好练习。王峥听到老妈这样说，也只能无奈的点头。由于他有系统可以扫描完整的信息，而且根据楚老头的说法，他已经可以完全确定了关于身体素质全方位提升的情况，这个还真不全是功法的问题，这应该就是楚老头所说的底蕴，或者说是他们经年累月的积累。他们这一批觉醒者这么多年来没有功法修炼，都是靠着身体被动吸收灵气，在这样的过程中，有大量的灵气或是被浪费，或是残存在他们身体中与人体同化了。现在有了功法，在修炼之下就产生了化学反应，让所有觉醒者身体素质都在全方位的飙升。而且在修炼之前，觉醒等级越高，灵气越多的觉醒者，修炼功法的速度就越快，5维属性自然增长的就越多。最具代表的就是楚天行还有自己的老妈，但是他们不像王峥一样有数据面板，可以随时随地的查询自己的属性状态，所以就把这些变化都归功于功法的效果了。而且王峥觉得国家既然有试验过，而且现在甚至面向全国都开放了功法，他们肯定是有完整的修炼结果和信息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公开出来。不过转念一想，可能只是没有全面公开，不然就楚老头那个智商，应该说不出底蕴这个词语来。至于这些功法嘛，按照王峥的观察，目前最少有8个或者8个以上的等级，从低到高分别是炸炼、娴熟、通晓、小成、灵动、精通、大成、圆满。按照自己面板里数据化的显示，升级需要的熟练度每次递增100点，比现在国家划分的入门、小成、大成来的更加科学具体。而在王峥的扫描观察中，最高等级的圆满是楚天行的意念观想法，而且在扫描的数据下，圆满的功法后面还带着熟练度的标识，所以王峥猜测后面应该还有更高的等级。王峥在心里暗自感慨，没想到楚老头这样牛逼，修炼起观想法来竟然比自己老妈这个精神系的觉醒者进度都快。看到王峥一直在发呆出神，李亮也让王峥把他的观想物具献了出来。随着峥的逐渐成型，客厅里开始流转着一丝淡淡的威压。李亮也是十分的为王峥开心，开口鼓励道：虽然只是刚刚具现，但是已经有了具体的形状，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且你还摸索出来了威压的用法，真的很厉害。王峥稍微想了想，然后对着李亮开口提醒道：老妈，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预感，而且都十分灵验。我刚刚看到您的观想物之后，就有一种看到山川厚土的沉重感。我在想，您的具现物特殊效果会不会和土有关？就像楚校长的具现物是一条龙，身上带着雷霆，所以它的特殊效果就是龙威和白色的雷霆。我的具现物长相凶恶，所以在对付异兽的时候也会有特别的威压效果。再看您的观想物，不管是从颜色还是生物特性上来看，我觉得您都可以试试从土、大地之类的角度来尝试看看。李亮听着王峥的话语，陷入了沉思。王峥也没想到自家老妈竟然一种特殊功能都没有研究出来，可能是他的这些技能都是主动施法型的能力，所以比较难开发吧。至于恢复能力，这个没有受伤，谁能试得出来？自然是不算的。王峥也是思虑良久，才找到勉强能扯上关系的联系，以此来告诉自己老妈，隐晦的提醒他，帮他尽快开发出观想物的特殊效果。在两人的沉默中，李亮的眼睛突然一亮，紧接着2道柳眉微微蹙起，然后面色凝重地盯紧了王峥。王峥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顿时愣在了沙发上，忽然感觉浑身一紧，就被老妈的精神力捆住了。他刚要用自己高达88点的蛮力挣脱，就听到老妈淡淡的冷哼响起：你刚刚是不是在拐弯抹角的说我土呢？王峥一边打着哈欠，一边上了直达学校的地铁。上午是8点半开始上课，因为是工作日，早高峰路上肯定堵车，王峥就没要老爸开车送，而是选择了自己坐地铁。他昨天终究是没有逃过老妈的打，只不过皮糙肉厚的他完全没有在意罢了。此时此刻的他心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京南大学的黑岩罗，他只觉得罗老师说的话太对了，女人啊，甭管是什么年纪，脑回路都是这么的清奇。自己好心好意提醒老妈修炼的方向，竟然还被打了一顿，这到哪说理去？在王峥的胡思乱想中，地铁很快就到站了。王大少两手空空，摇摇晃晃地踏入了京南大学的校门。现在距离上课还有一段时间，新学期开学的第1节课可不能迟到了。王峥按照楚小满发给他的地址，找到了上课的班级。刚一进门，楚小满就热情地挥手：王峥，这里。王峥大概扫了一圈，
偌大的阶梯教室里，稀稀拉拉的坐了7、80位同学，而且大部分都是女生，算上王峥一起，一共也就10几位男同胞。他们看到王峥进来也不在意，继续叽叽喳喳的聊着天，莺莺燕燕，一片的花红柳绿，好不热闹。王峥随意的坐下，对着楚小满问道：“今年治疗系一共就这么多人了？治疗系人数这么少吗？1/10都达不到。”楚小满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有时候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觉醒者，除了元素系以外，治疗系的觉醒者数量一直都是最少的好吗？精神系的同学都要比治疗系的多，而且我们这一届已经很不错了，去年才50多个人呢，是历年来最少的一届了。王峥倒是还真不知道这个，他只是觉得一个单独的系竟然只有70多人有些诧异，所以才有此疑问。两人闲聊了没一会儿，屈建双老师就带着课本教案走了进来。今天的屈老师穿着一身纯白的练功服，细碎的长发高高竖起，腰上还挎着2把短剑，脸上则是严肃稳重，和平时温声细语的模样完全不同。难得看到屈老师严厉的模样，教室里的同学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瞬间就安静了下来，完全没有了刚刚叽叽喳喳的热闹。随着上课铃声的响起，还有几位同学卡着点冲了进来。王峥大学生涯的第1节课程就开始了。屈建双轻轻咳嗽2声，开口说道：“自我介绍就不用了吧，我们在分班的那天就见过了，我相信很多同学都已经认识我了。不出意外的话，今后的4年就是由我陪伴着大家一起度过了。今天的第1堂课，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我带过很多届同学，往年大家都羡慕治疗系觉醒者同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强制性的体测，不像超人系的班级一样有各种折磨人的锻炼方法，不像精神系的班级一样需要承受各种高强度的威压，更不像元素系的同学们那样需要在各种极端的元素环境中练习。所有的觉醒者同学都羡慕我们，因为我们只需要安全的待在后方，提供治疗援助就可以了，最大的训练也不过耗空自己的灵气罢了。但是到了今天，我认为这不对，这一切都需要做出改变了。先有王峥、楚小满在全国集训中用优异表现给学校争取来了利益，后有国家政策扶持提供功法，学校的大力援助免费给你们用断体液提高身体素质。再看看你们军训中都是些什么表现？同等级异兽之下，竟然有大半人直接选择了放弃，剩下能保持自身安全不受伤的都寥寥无几。不要以为我没去就不知道你们的表现，你们所有的信息都会总到我手上了。我知道你们有人会说我们是治疗系，异能没有杀伤力，但是作为一名治疗系之前，先是一名觉醒者，你们的身体素质是实实在在的摆在这里的。看看人家王峥，再看看楚小满，他们俩一个刚满16，另一个甚至连15岁都不到呢。屈建双紧接着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跟着你们一起去金乡，没有起到督促你们的作用。我这里有一个坏消息，很遗憾的告诉大家，从今天开始，治疗系的好日子到头了。在接下来的1年里，我会对你们要求更加严格。如果到大一下学期你们还是不能达到我的要求，那对不起，面对你们的只有留级或者退学了。”听到屈建双说的这么严重，同学们都是面面相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紧接着屈建双喊道：“王峥，出列！讲台前一边站桩一边听课，这2节课你都给我边练功边上课。”王峥则是一脸的委屈：“老师，同等级异兽，我无伤击杀了10只啊，为什么我要受罚？”屈建双眉毛一竖：“你以为我是为什么没有跟着去金乡的？”在全班所有同学的注视中，王峥也只能无奈的下台，摆好了横练法的架子，心里还在不断的吐槽：“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去金乡啊？”没想到真的到了上学第1天，就立刻被老师当成杀鸡儆猴的鸡了。一开始老师说军训表现的事情，他还没有在意，只觉得跟自己没关系。没想到身份转变得如此之快，让王峥有些始料未及。看到楚小满在后面不断的偷笑，王峥心里想着是时候要给小满同学加点压力了，可不能让他太过自满。看着王峥的动作十分标准，屈建双对此还是很满意的，不过却没有让王峥回去坐着，上课的课程中还时不时的对王峥进行提问，跟他互动。至于王峥，他现在已经完全掌握横练法了，在练习过程中回答问题自然是没有难度的。今天的前2节课讲的都是异兽学，其中有很多新奇的异兽，王峥听得也是津津有味，并不觉得无趣。异兽学包含了目前为止发现的绝大部分异兽的种类、科属、系别、作战方式、弱点信息、可以利用的材料、灵气结晶的诞生位置等等。这也是王峥当时升级扫描能力之后想要尝试扫描的书籍，可惜还没来得及。大学的课程都是2节课连着上的，等2节课上完，王峥一轮为时100分钟的横练法也正好结束了。下课时，屈建双满意的对着王峥点了点头，顺手给他加了5点学分。然后王峥瞬间没有脾气了，而且还舔着脸要求下次继续。屈老师，以后每节课我都站桩上课怎么样？给分就行。屈建双也是展颜一笑，晃了晃手里的短剑，行啊，想要学分还不容易，看到了没 ？A 级和金打造的短剑，我这边长期缺一个身手矫捷的剑桩，我看你就很不错，要不要考虑考虑？王峥顿时一缩头，眼观鼻鼻关心，沉默不语。屈老师看到王峥装死，没有再理会他，直接潇洒的转身离开了。直到楚小满拿着课本走了过来，笑嘻嘻的问道：“王峥，你上课没拿课本？老师说的内容记得住吗？要不要我给你抄抄我的笔记啊？喊一声小满姐姐就行。”王峥对此是嗤之以鼻，真当我54点精神是假的呀？他捏着楚小满的脸说道：“我可不像你，脑子不灵光，还要记笔记。老师刚说，我就记住了。”楚小满一把拍掉王峥作恶的手，做了个鬼脸：“你就吹吧，看你到时候挂科怎么办？最好给你留级，以后看到我喊我学姐。”王峥没有理会他的白日做梦，看着急匆匆的同学们问道：“他们一个个跑这么快干嘛？等下还有课吗？”楚小满一拍脑门：“快快快，我们也快点走，下一节高数是大课，好几个班级一起上的，距离可不近。还有，我们会和其他系的同学们一起学习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等大课，你是知道的吧？”王峥怎么上了觉醒者大学还要学数理化啊？真就学会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呗。得，还能怎么办呢？两人连忙急匆匆地往教室赶，差一点就迟到了。几百人一起的大阶梯教室，王峥没有理会楚小满的建议，直接坐到了最后一排。看着在讲台上高谈论阔、神采飞扬的老师，王峥的眼皮是越来越重。伴随着窗外传来的阵阵微风，很快便和周公下棋去了。终于结束了一天的课程，王峥因为自己的灵气值上限还是满的，所以也没有去2楼吃异兽食材的大餐。和楚小满还有吴欢一起吃过晚饭之后，他们俩人打算一起去国术馆加练。王峥则是委婉地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他借着要重新规划下修炼时间的由头，一头扎进了宿舍。回到宿舍的王峥激动地搓了搓手，接下来就到了要觉醒第4种能力的时候了。王峥安静地坐在客厅，把储物空间中的5枚灵气结晶都拿了出来，依次排开。最前面2枚是军训楚老头给的，后面2枚是今天早上出门时老妈给的。他现在不需要回家吃饭，所以李亮就把贡献点都换成了灵气结晶，今天一股脑都给了王峥。最后1枚就是天魔水晶，这次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就等着看看能有什么惊喜了。王峥迅速双腿盘膝坐下，随后集中精神打开了自己的数据面板。随着王峥的精神逐渐集中，他仿佛看到自己数据面板里的天赋栏下面也有一只张牙舞爪的狰正在仰天咆哮，随后缓缓地消散不见。而在圣光树的下面又慢慢地浮现出一行灰色的小字：激战怒吼灰加。随着王峥脑子里一阵轰鸣，灵气上限飞速下降，一直到999才停了下来。果然是扣除了1000点灵气上限。而这时第4项天赋异能的属性也展现在了他的面前。再看异能的效果，激战怒吼 LV1， 开启技能后10S 内提升 10% 减伤，并强制吸引10米内的目标对自己发起攻击。我以为我是圣骑，没想到原来我是防战。只不过这技能效果是不是太强了？10秒减伤先不说，这 AOE 嘲讽强制对方攻击自己，配合自己的反伤，这不就无敌了吗？而且这系统出品一如既往的牛逼，看着效果提示里没有写有没有 CD 啊。一想到这里，王峥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试试这技能的效果。只不过当王峥尝试着集中精神释放了2次异能，非但没有任何效果，反而还扣除了20点灵气值。王峥无奈的哀嚎：系统大佬，我真的是服了，你就给个说明书好不好啊？不要什么都让我自己来摸索啊。数据面板一如既往的高傲，鸟都不鸟他。没办法，王峥只能收起面前的结晶，朝着国术馆狂奔去。不把这技能整明白了，他现在没心情做别的事情。一路小跑着到了国术馆，等王峥一把推开大门，发现除了吴欢和楚小满之外，梅一奇也在这边加练呢。3人都在练习着横练法，梅一奇的进度稍快，已经到最后的灵猴动作组了。吴欢和楚小满2人则是稍微慢了一些，才练习到陆组呢。这样正好，等会就拿梅一奇来做实验。王峥没有上去打扰他们，打断他们的修炼，而是在一边找了个位置随便坐了下来。等了20分钟，他看到梅一奇收功法站定，立刻就迎了上去。梅一奇也是一脸诧异，他看着王峥站在自己面前，也不说话，只是皱着眉头沉默不语。刚要开口询问，王峥突然眼神一亮，开口说道：“你打我一下试试。”梅奇，他仿佛没有听清，问道：“什么？”王峥逐渐加大音量：“攻击我！”梅一奇瞬间脸色一变，迅速后退。王峥，你想干什么？别想找借口打我！操！一种植物，老子想打你，还要找借口？王峥直接恼羞成怒，大声喝道：“打我！”话音未落，梅一奇仿佛身体不受控制，往后退的身体诡异的往前一倾，随后迅速挥动右拳，对着王峥的脸庞就是狠狠一击。这一拳的力道虽然不重，但也是梅一奇全力一击了。王峥本人没什么情况，只见到梅一奇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了起来。梅一奇只觉得自己脸上一疼，仿佛这一拳是打在了自己的脸上。这时，刚刚结束修炼的吴欢和楚小满看到眼前的这精彩一幕，也都愣住了。众人都是僵在原地，只有被打的王峥面露喜色，哈哈大笑了起来。梅一奇一手捂脸，委屈地看着吴欢和楚小满，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没有，不是我打的，虽然我是很想打他，但是我不敢。”楚小满怜悯地看着他，心里很是畅快。自从有了梅一奇之后，自己被王峥欺负的次数少多了。他3步并作2步冲了过来，摸着王峥的额头，喃喃地说道：“完了。”王峥又疯了，被人打了，还在这里傻笑。王峥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了，难怪叫激战怒吼呢。使用这个异能的时候是需要喊出声音来的，而且光靠喊是没有用的，还要附带上愤怒的情绪，这样就可以完美触发异能的效果了。王峥看着一脸委屈的梅一奇，心里十分鄙视，随手给他刷了一道圣光，恢复伤势，然后说道：“跟个受气包似的干什么呢？我让你打的，我又不是碰瓷。再说了，我这人这么大度，又不会报复你，瞎担心什么呢？”楚小满看到王峥恢复正常了，连忙问道：“王峥，你现在在干什么呢？为什么要别人打你啊？你已经发现自己很欠揍，连自己都忍受不了了。”王峥没有理会楚小满的挑衅，给了他一个脑瓜崩之后，安排3人远远的站好，继续接下来的试验。只见他站在3人的包围之中，和他们每个人的间隔差不多都是10米。紧接着，王峥开始酝酿情绪，随后气沉丹田，暴喝一声：“孙贼！”随着王峥话音落下，就看到远处的梅一奇、吴欢和楚小满3人身体似乎不受控制一般，同时向着他冲了过来。但仅有1秒左右的控制时间，3人都是齐齐止住了身形，一脸惊恐地看着王峥。王峥现在哪里管他们的情绪，他现在想试试是不是不管喊什么内容，只要情绪到位了，嘲讽的效果就会触发。说干就干，再试试别的。只见王峥对着梅一奇勾了勾手指，继续喊道：“梅一奇受死！”这一次，吴欢和楚小满2人完全不受影响，只有梅一奇一脸惊慌，又不能控制身体了，继续埋头朝着王峥直冲而去。而这次王峥没有停下，一声声暴喝，喊个不停：“垃圾，打我！直视我，宰种！正面上我！面对疾风吧！”
马卡巴卡，让你说我坏话。王峥一时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词语，好像不小心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不过这不重要，在王峥接连不断的触发异能的情况下，梅贻琦一直没办法控制自己身体，一顿一顿的不停的朝着王峥前进，一会前冲，一会刹车，活脱脱一个高聘的吊针战士，嘴上更是吓得哇哇乱叫。王峥，你又在搞什么鬼？这是什么妖法？虽然梅贻琦被王峥吓得不轻，但是他准确的捕捉到了王峥说的最后一句话，知道王峥还在记仇，报复他军训说他入定即入睡的事情。峥哥，你别玩我了，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说你坏话了。王峥则是看着梅贻琦一步一步向自己靠近，心里很是满意。无 CD， 有减伤，范围广，能单控能群嘲，消耗还少一次就10点灵气值，而且还能配合自己的反伤使用。最重要的是，这可以作为一个打断技能，你要是施法动作慢的，甚至可以直接打断对方的异能。就这还要什么自行车啊？就这一手异能，真的是务工手，见了要流泪，元素系见了得喊爹。看着已经冲到了自己面前的梅贻琦，王峥心里十分得意，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小梅啊，不是我说你，你这心理素质不太行啊，还得练。梅贻琦现在已经真的服了，练，我这就回去练，你放手。随后一把推开王峥的手，一溜烟的就跑没影了。王峥看着他的背影，咂巴嘴，这就服软了，真没意思，我还是更喜欢你开幕式上桀骜不驯的样子。而这时看到梅贻琦已经走远了，吴欢和楚小满也围了上来，楚小满更是直接问道：王峥，刚刚那是什么能力？我怎么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往你的方向跑？王峥捏着他的脸一阵蹂躏，就是不开口。楚小满心中好奇，为了得到答案也只能暂时的忍辱负重，心中决定以后肯定要给他好看。吴欢心中猜测，嘴巴上也在喃喃自语，天赋异能是圣光，对自己使用能增加反伤的效果，但是和声音没有关系，那么剩下和我们不同的地方也只有具现的观想物了。顿时他的眼睛一亮，扭头兴奋地对着王峥开口问道：队长，这是你开发出来观想物的新特殊能力吗？王峥满脸的吃惊，瞠目结舌，傻傻的愣住了。楚小满看到王峥的表情，以为吴欢猜对了，一把拍开王峥的魔爪，对着王峥就是一顿拳脚伺候。王峥则是完全不在乎楚小满的花拳绣腿，他之前之所以不回答，只是没有想好合适的理由。他刚刚一时激动，来国术馆找两人测试，在众人面前主动暴露了新的能力，但是还没有想过要怎么解释新能力的问题，所以才会在楚小满询问时沉默不语。没想到现在吴欢给自己找了一个完美的借口。而且《山海经》描写狰的原文，其状如赤豹，无尾一角，其音如鸡食，其名曰狰。原文里就有关于狰声音的描写吗？我的观想物有声音方面的特殊效果，怎么了？很合理嘛。以后再有觉醒新的能力，就统统往观想物上推。一想到这，王峥连忙对着吴欢竖起大拇指，猜得真准，然后转头嘲讽楚小满，看看人家同样是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人，怎么你就这么笨？王峥的嘲讽顿时把楚小满气得咬牙切齿。不过一想到王峥都已经完整具现了观想物，还开发出2种特殊效果了，嘴上又软了下来。只见他不停地摇晃着王峥的胳膊，嗲声嗲气地说道：王峥哥哥，你是怎么做到的？教教我吗？我到现在都没有具现，一点思路都没有，烦死了。王峥被他恶心出一身鸡皮疙瘩，连忙抽出自己的胳膊，给了他一记脑瓜崩，正色道：修炼一途哪有捷径可言，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勤奋才是正途。随后默默地在心里补了一句：开挂除外。看着面露失望神色的两女，王峥接着说道：不过至于具体怎么开发特殊效果，我还是有一定的心得体会的，等你们都具现了，我会帮你们多参考参考的。他心里想着也没多大的事，等到时候扫描一扫，侧面提醒他们几句就好了。听到王峥的话，楚小满立刻恢复了元气。好，现在我就回去修炼，争取早日具现。你们都不知道吧，我爷爷的具现物是一条纯白色的神龙，简直是帅呆了。我昨天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被震撼了，也不知道我以后能不能也具现出一条龙出来。听到楚小满的豪言壮语，吴欢也是一脸羡慕，他没有见过楚天行的观想物，只能凭借自己的想象来猜测是怎样壮观的景象。王峥笑着摸了摸楚小满的头，鼓励道：好好加油吧，我们现在可比校长老师们幸运多了，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修炼功法，而且你们天赋都不差，肯定可以具现成功的。紧接着话锋一转，不过小满你这么懒，龙是不要想了，我看你有可能具现出一头大懒猪来。楚小满羞红了脸，大怒道：混蛋，看不起谁呢？吃我一拳！几人打打闹闹，一路向着宿舍前进，伴随着湖畔的习习微风，引来了无数同学的观望。等王峥重新回到宿舍，这时候的他拿出了上午上课实用的课本，心中默念扫描。随着数据面板的一阵波动，异兽学3个大字就出现在了面板里。只不过和功法不同，这字体的颜色不是灰色，后面也没有可以加点的加号。王峥集中精神点进去一看，心神瞬间就被拉入一片黑暗之中。随后就看到自己置身一片由字体图形组成的宇宙中，无数的文字、异兽信息和图片将他包围，围绕着他缓缓旋转。他既看到了熟悉的牙狼、土猪、疾风蛇，也看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新奇异兽，有身披彩羽、浑身散发着五彩光晕的飞鸾，有色如墨玉头顶独角的巨蟒，有背生双翅口吐烈焰的巨大蜥蜴，也有闭眼晶晶、身披鳞甲的绝世猛虎。眼前的种种异兽，赫然就是异兽学课本上的全部内容。而且只要自己心念一动，瞬间对应的异兽信息和图片就会自动跳到眼前，端视方便无比。王峥震惊之下，瞬间心神动荡，直接就退出了这片知识空间，嘴上下意识地吐槽道：难道这就是我的宝可梦图鉴？这是要我做训练家？感觉到自己的思维太过跳跃，王峥无奈地笑了笑。最近他经常想起很多前世的事情，包括很多原本都记不清的幼童时代发生事情，也会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不过他也没有多想，他猜测这可能就是精神力强大之后的后遗症吧。随后王峥立刻拿出另一本重点科目直升学，
直升学包含了地理学、生物学、植物学等多种科目知识的综合系学科，其中记录了灵气时代以来所发现的绝大部分植物特性、生长周期、成长环境、花期规律、果实特性等等等等。这一本书的容甚至比异兽学还要多，还要复杂。王峥不再犹豫，立刻开启了扫描，还是同样的效果。在扫描的帮助下，直升学3个大字也出现在了数据面板里。集中精神点进去也是同样的效果，只不过把异兽内容都换成了植物的信息。他现在的脑子里就像是有一台超级计算机，借助扫描的功能，就可以把所有的信息都储存在数据面板里，需要查找信息的时候，直接心神一动就可以了。一想到大学4年2门最重要的课程，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已经被自己全部搞定了，王峥再也忍耐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至于今天上课时楚小满说的考试挂科，呵呵，我王峥考试的神。大学的课程比王峥想象中的要轻松，除了最基本的2门觉醒课程已经被自己完全吃透了之外，其他的几门基础课程比想象中的简单不少。现在的王峥只是感慨课余时间太少，自己的修炼的时间都不够了。王峥现在已经完全放弃自己主动修炼观想法了，然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恒炼法的修炼之中。但他还是觉得进度有些太慢，王峥对此不是很满意。不过有一说一，恒炼法对帮助身体适应属性加点后带来后遗症真的是有奇效。现在的他几乎每隔1天就能加1次敏捷，只需要通过几次修炼就可以把身体的不适感完全消除。只不过因为加点后肢体不协调，偶尔会失误几次，这倒是给了楚小满嘲笑他的机会。这天又是一节公开课，治疗系和元素记忆起。王峥早早的进入教室坐下后，就看到白妹喜独自一人远远的掉在人群之后进入了教室。这还是军训之后王峥第一次看到他。王峥心里也在奇怪，不知道这个小妖怪为什么要来京南大学读书，学习这些人类的知识对他来说有用吗？王峥注意到他进入教室后鼻子抽了抽，似乎闻到了什么气味，随后一脸欣喜的冲到王峥身边坐下。这也引起了楚小满的不满，一张嘴撅得老高。王峥不知道这小妖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率先开口问道：白同学，好久不见了，之前军训你怎么没去啊？白妹喜不在意，笑嘻嘻的回道：我爸爸不让我离家的太远，而且你们学的功法对我也没用。王峥心里早就料到了他的答案，然后继续接着试探道：那你练的是什么功法啊？说出来让我长长见识呗。这时候白妹喜却不再接话了，直接转移了话题。王峥，马上就是国庆长假了，你要是真的这么好奇，你想不想去一趟我家？我爸爸对你很感兴趣呢，说想见你一面。为什么这小妖怪的爸爸要见我？白妹喜是异兽化形无疑了，那他爸是什么？而且楚老头说过他家背景很大，第一是人脉，第二就是自己的实力了，能让国家在京南这样的城市里给他家圈起一座山，由此就可见一斑了。见自己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还是白妹喜发现自己对他隐藏的敌意，所以要让他爸来对付我？王峥思来想去，却依旧想不通其中的关键。他虽然心里一下子就转过了千百个念头，但是脸上还是不露声色。你爸爸怎么会知道我的？还想见我？为什么？白妹喜毫不犹豫，因为你很特别。白同学真会开玩笑，我有什么好特别的？而且紫金山可是军事规划区，我可进不去。只要我带你进去，自然就没有问题了。而且我听梅同学说你已经具现了观想物，你有没有想起来什么其他的事情？见到白妹喜越说越怪，王峥心里突然警惕起来。什么叫想起其他的事情？他知道什么？我能想起什么？王峥有心想要答应，想更进一步的探索这个世界的真相，但是他怕死，他可是个惜命的，他才不想刚重生回到这个世界就死得不明不白，悄无声息。王峥心里决定，先不急着答应，可以找时间先问问楚老头再做选择。实在不行，喊上楚老头一起去，他知道的多，实力强，肯定能帮助自己做出正确的抉择。王峥虽然心里已经有了决断，但还是想趁机再挖出一些信息，于是接着开口问道：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需要想起什么？又能想起什么？白妹喜这时却打起了机锋，这个只能问你自己喽，或许是什么功法，或许是什么秘闻，如果你能想起，自然就能想起来的。我只是觉得你身上有种熟悉的感觉，所以才试着跟父亲说了你的事情，他也是有些好奇，来了兴趣，所以才想找机会见一见你。王峥却被他这一句有些熟悉的感觉给说懵了，皱起眉头来仔细思索，一时间两人都沉默了下来。而这时楚小满见两人聊得火热，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只觉得这白毛丫头不是个好人，一直在吊王峥胃口。王峥也是个没出息的，自从这白妹喜进来之后就一直愁眉不展的，甚至都不认真听课了。他虽然没有插话，但是也是一直在听着两人的对话，于是有些生气的说道：有完没完了？还上不上课？不想学习就不要打扰别人。他一时激动之下声音有些大，周围的同学们都注意到了，纷纷把目光看向了他。而讲台上的老师似乎也感受到了教室里的骚动，顿时被气得吹鼻子瞪眼睛，大声骂道：楚小满，来，这题你来答。听到自己被老师点名，楚小满连忙站了起来，支支吾吾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自己刚刚也是一直在开小差，没有认真听讲，根本不知道老师说到哪里了。王峥看到楚小满的窘迫，立刻抬头想看清楚投影上的题目，来给楚小满提醒。而他刚抬起头，就跟老师锐利的目光接触到了一起。王峥，既然他不会，你来答，说一说酱香的具体作用功效。王峥胸有成竹地站了起来，假装闭目思考了一下，实则是在面板里搜索起了酱香的介绍。随后他侃侃而谈，酱香是一味药材，取自酱香檀树干和根的干燥新材，表面紫红色或红褐色，切面有致密的纹理，质地偏硬，有油性，气微香，味微苦，主要功效是化瘀止血，理气止痛。灵气时代后受到灵气的滋养，对于吐血、衄血、外伤出血、肝郁胁痛、胸壁刺痛、跌扑伤痛、呕吐腹痛等症状有奇效。一旁同样站着的楚小满像听天书一样惊讶地长大了嘴。
听到王峥的回答，老师满意的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然后对着楚小满痛心疾首的说道：“看看人家，你要是能有这样的知识储备，不认真听课也就算了，本身就比人家差，上课还不认真听，哎，坐下吧。”楚小满一脸的委屈，看着自己密密麻麻做满笔记的课本，差点哇的一声就要哭出来了。再看看王峥，来上课就带了本书，笔都没带，而且上课这么久了，他连课本都没翻开。再看他课本上面，甚至连名字都没写，比他的脸都要干净。楚小满看着王峥，还在偷偷嘲笑自己，气不打一处来，咬牙切齿的小声问道：“混蛋，你怎么会知道的？老师问的这些还没学过吧？”王峥装出一副疑问的模样：“啊，就这还要老师教吗？这整本书我都自学完了呀。”楚小满，地点：京南大学校长室。看着坐在自己面前的王峥，楚天行一脸的头疼。这小王八蛋一天都没有消停过，自己当了几十年的校长，就没有遇到过这么多事的学生。但是他也没办法，谁让王峥是天才呢？自己还得好好的哄着他。楚天行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脸上写满了高兴，缓缓端起了茶杯抿了一口。说吧，这次又有什么事？王峥看着楚天行的表情，也觉得自己有些事多了，但是他这也没办法呀。自己是京南的学生，楚老头是京南的校长，自己认识的人里就属楚老头实力最强，而且白妹喜还是他亲自招进来的。现在人家老爸盯上自己了，不找他找谁？顺着这个思路理了一遍，王峥又觉得自己站立了，底气足了，于是直接开口说道：“白妹喜说他爸爸要见我，想让我去一趟紫金山，我来问问您的意见。”噗，还可。楚老头一口凉茶直接喷了出来，还好王峥动作敏捷，这才没被喷个满头满脸。你说什么？谁老爸要见你？王峥无奈，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吓我一跳。于是没好气的又重复了一遍：“白妹喜，紫金山。”楚老头直接站起身来，拎起王峥就要往外丢。你这个混账，你怎么这么能惹事？说了让你不要惹他，不要惹他，你偏不听。这次我保不了你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吧。王峥自然是不肯的，大力挣扎起来。以他现在的力量，不用异能的情况下，光比力气，楚天行还真不如他。关我什么事？我没有惹他，我军训回来后都没见过他。就今天上课的时候，他突然坐在我身边，然后神神叨叨的说什么感觉我很熟悉，问我是不是巨县官想悟了，有没有想起什么，然后就说他老爸对我很好奇，想让我国庆放假去紫金山见一面。楚天行听到王峥的解释，顿时忘记了追究王峥力量猛增的事情了，一对剑眉微微蹙起，似乎有着什么考量。王峥小心翼翼地试探道：“校长，他爸有那么厉害，连您都不是对手，害怕成这样？”楚天行反手就是一脚，王峥则是故意没有闪开，选择被楚天行踢中，然后在地上翻滚了几圈，博取同情。楚天行破口大骂：“你知道个屁，这就不是实力问题。你也知道白妹喜的身份了，他爸现在代表着中立一族，是唯一一位肯跟人类交好的妖王，这对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就算打得过他，谁敢动手？”妖王？王峥有些诧异，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语。楚天行没有解释，反问道：“1-3品的异兽是低级异兽，4-6品的呢？高阶？”王峥没有学到过相关的知识，异兽学的课本上也都是按照品级来标记异兽的实力，没有详细的说明过此类问题。而目前课本上已知的最强异兽就是6品，貌似从训练营第一次听到低级异兽这个说法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了。楚天行继续说道：“其实4-6品最初的确被叫做高阶异兽的，但是后来却显得不太准确了，所以才会到现在也没个准确的叫法。1-6品的异兽从灵力等级上分别对于的是 FA 的觉醒者。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把觉醒者等级划分用灵气值100200、500、1000、2000、5000这几个数值来区分呢？”没等王峥说话，楚天行继续自问自答道：“因为每突破一个节点，都可以让人的体质得到大幅的提升。这些变化在低等级的时候不太明显，但是等你体内的灵气逐渐变多，就能明白了。还有，为什么自然觉醒者这么受到重视？”这一题王峥会，他没有细想为什么楚天行会把异兽问题扯到觉醒者身上，连忙回答道：“因为自然觉醒者天赋更好，上限更高。”楚天行却是缓缓摇头：“对，也不对。”随后继续开口解释道：“自然觉醒者之所以受到追捧，那是因为使用药剂觉醒的觉醒者在灵气增长的过程中有一个巨大的门槛。使用药剂觉醒的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没办法突破到 C 级，因为在灵气值到达799点之后，就再也无法寸进了。在到达这个阶段后，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继续吸收灵气来提高上限，似乎799点的上限已经达到了人体的吸收度饱和。而自然觉醒者则是没有这个门槛，随着时间的推移，灵气值会继续增长，一直到自己的极限才会停下来。这个极限有人是3000、5000，有人是8000、1万，不尽相同。至于药剂觉醒者如何扩容自身的储存上限，不断的吸收灵气，没办法吸收灵气怎么办？扩容，这就陷入了一个无尽的死循环。希望国家这次公布功法之后，能帮助到不少人突破吧。听到楚老头说的唏嘘，王峥则是一下子呆住了。明白了，全明白了。妈的，合着我特么不是自然觉醒者，我在灵气799点的时候被卡住过呀。来不及细想，王峥紧接着问道：“可是这跟异兽有什么关系呢？”楚天行不急不慢地喝了一口茶水，继续开口，有点耐心。刚刚我们说了2种觉醒方式之间的差别，现在再说回觉醒者的等级划分。你也知道，只要是灵力值上限到达5000以上，就是 A 级的觉醒者了。那么 A 级和 A 级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呢？5001点灵气值就是 A 级，10000点也是 A 级。那么再夸张一点，10万点灵气上限的时候也是 A 级吗？其实关于觉醒者等级分类的条件上，一直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A 级的觉醒者之间实力差距是很明显的，但是境界却是模糊的。这都是因为以前国内最顶级的觉醒者数量稀少，来自异兽的威胁又比较大，国家也担心社会动荡，人心恐慌，所以就一直没有划分出更高的等级。
让老百姓们都觉得所有 A 级觉醒者都跟国家展现出来的最强者一样，飞天遁地，无所不能，是举手投足就能消灭异兽的存在。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大，虽然觉醒者众多，但是普通的人民群众也多，所以才会有各位大将经常出没于各大电视台。你以为他们都时间很多，不需要修炼吗？只不过是为了安抚人心，给民众们信心罢了。而且听说目前国家也在推动，打算出一套新的等级分类，会更加科学和具体，也会把 A 级觉醒者实力再详细划分下。至于我为什么明明是说异兽的等级，却说到了这里，你觉得是什么原因？王峥灵光一闪，因为6品异兽和6品异兽之间也有极大的差别。楚天行含笑点头，正是如此。就是因为异兽到了6级之后，会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具体的细节不得而知，只是听说要经历生死之间的大恐怖，能撑过去就可以脱胎换骨，化成人形，战斗力呈指数增长，被世人称作妖王。撑不过去就生死消道，化为灰灰。王峥心里被吓了一跳，小心翼翼地问道：所以白妹喜和他的父母都是这样的妖王？楚老头很满意王峥的表情，觉得这家伙就要给他点教训，免得他不知道天高地厚，到处惹祸。但还是笑着解释道：不是，只有他的父亲是真正的妖王，至于白妹喜，他也不完全是异族。异族看来是承认他们是智慧种族了。王峥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新词语，虽然在心里早就有了一定的猜测，但是听到楚天行说出这些新秘，也是惊讶不已。他紧张地吞了吞口水，小心地试探着问道：那他父亲，也就是这位妖王，实力怎么样？校长，您是不是他对手？楚天行听到这话也是认真思考了起来。我们虽然没有交过手，但是按照气势来看的话，之前我可能不是他的对手，但是现在我修炼过之后，明显感觉实力增强了不少。能不能赢不好说，最起码能打个平手吧。王峥听到楚天行的回答，顿时更怂了。楚老头这样牛逼都只能勉强打个平手，还是自以为的，谁知道对方有没有什么后手底牌？如果他万一真的对自己心怀恶意，死了就白死了。没听到楚老头说吗？人家代表的是中立一族，是唯一愿意和人类交流的妖王。开玩笑，这样的大佬要真的认为自己对他女儿有威胁，直接把自己捏死，那真的也就白死了。除了自己的爸妈，难道还能有人会为了自己去讨这个公道？就算有，自己也已经死了。不能去，绝对不能去。王峥的心思百转千回，但紧接着楚老头又是话锋一转：你要是真的想去，也不是不可以。我跟白氏见过几面，他为人还算开明，虽说性格是比较轻，嗨，比较洒脱，不过白妹喜的母亲可是正儿八经的人类，有他在，应该不会有大问题的。啊，这王峥心里已经不知道怎么吐槽了，感情小妖怪还是个半妖。都说混血的才是最牛逼的，那他这人混妖的岂不是？而且楚老头原本想说性格比较轻什么，别以为咳嗽2声我就可以假装听不到了，不去，坚决不去。王峥已经打定主意了，在心里果断的拒绝，然后开口说道：谢谢校长，我知道了，我会好好考虑的。你自己考虑好就行，如果真的决定要去，我不一定能跟你一起去的。进出紫金山需要审批，手续很麻烦，还不一定能批下来。王峥点头表示自己明白，然后继续开口问道：关于异兽的事情，您能不能再跟我多说说？反正就算您不说，我去了紫金山还是能知道的。楚天行稍稍考虑了下，开口说道：你问吧，我看情况回答。王峥直接问道：既然异兽实力强大后都是有智慧的，为什么还会出现人兽对立的场面呢？甚至前线一直打到现在，就是因为他们有智慧，而且在有了自己的首领之后，才开始和人类有了矛盾。蓝星自灵气觉醒以来，不管是山川河流还是森林植被，各种动植物都有了飞速的进化，似乎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走完了漫长的进化路程。而异兽们有了智慧之后，第一是不满足现在居住的环境，第二是对人类的仇恨，所以导致有多位妖王联合起来，一直在对人类发动攻击。他们想要自己做蓝星的主人，推翻人类的统治。再说了，就算是人类内部都是矛盾重重，冲突不断，更何况异兽是一个全新的智慧种族，生存资源只是一小部分原因，究其根本还是理念的不同和时代的迅速发展造成的。而且低级异兽繁殖能力强，数量多，如果没有前线的战士们不停的猎杀，很快就会泛滥成灾了。对于异兽来说，他们可没有什么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我们华夏如果不是在灵气复苏的前期就由政府提出强行干预控制的计划，恐怕现在全国范围内都被异兽给占领了。你再看看现在的澳洲大陆和高原大陆，早就异兽泛滥成灾，人类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了。更何况绝大部分异兽都是仇恨人类的，就像我们吃异兽食材可以增加灵气上限一样，异兽更是如此，它们之间的相互吞噬或者吃掉觉醒者获得的提升会更加巨大。所以人兽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不可调节的。王峥又问，既然异兽和人类的矛盾这么深，他们这一家为什么还会定居在京南呢？而且还跟人类居住在一起了？楚天行摸了摸胡子，似乎陷入了回忆。我只听说白氏为人生性洒脱，他原本是生活在北极大陆的，灵气觉醒后沿着亚欧大陆一路南下，被人发现身份后，一路上遭遇了不少战斗，最后被白熊国的战士一路追赶着逃到了我国的北疆战场。结果在战场上结识了南凤仪，很快两人就相爱了。在他表露身份后，也没有遭到我国的驱逐，最后就一起回到京南定居了。王峥连忙问道：那这位南凤仪就是白妹喜的妈妈？她什么实力？楚天行一脸的唏嘘。这么说吧，如果你要是问全国范围内最厉害的觉醒者是谁，那可能不是他。但你要是问在当时全国谁最喜欢打架，打起架来最不要命，全球范围内所有觉醒者公认的谁最不能惹，那就非他莫属。他年轻时也是以脾气火爆出名的主，也不知道是不是北疆的雪太大迷了白狮的眼，不然怎么就看上他了。后来两人成了家，就回到南凤仪的老家，也就是京南隐居，最后就慢慢淡出大众的视野了。王峥在心里默默吐槽，就你还有资格说别人脾气火爆呢？随后紧接着问道：校长，我有个疑问，您对白妹喜的父亲这么尊重吗？为什么一直白狮的称呼他
他是对咱们有什么贡献？楚天行一脸的无语，他名字就叫白狮。王征，好家伙，我回去就改名字，就叫王上。那白妹喜是什么情况？她为什么会到我们的世界来学习？楚天行回道，人家生出来就是人形，虽然有着一些异兽血脉，但也并不影响她是南凤仪的女儿。人家小女孩在山上待了7、8年，一直向往着外界的世界，动不动就想着自己偷跑，赌不如输。而且老朋友都求到我这里了，我肯定不能不给面子的，就让她来上学了，多认识一些人也好。而且我觉得这女孩挺听话的，还有天生的异能，可以不引人关注。我告诉你，你少给我招惹她，不然我真的保不住你。王征准确地抓住了楚天行话语中的核心，7、8年。随后他双手虚握，在自己胸口一阵比划，这他妈是8岁。楚天行看他动作猥琐，又是当胸一脚踹了过去。这次王征及时躲了开去，他现在实在憋不住了。虽然听楚老头说的2位前辈之间的故事挺有趣，但是他还是忍不住要吐槽。校长，我实在憋不住了，冒昧的问一句，这白狮的原型是什么？这人跟兽怎么就能生出小孩来的呢？难道没有生殖隔离吗？他之前就用扫描扫过白妹喜了，还是一样显示扫描失败。现在看楚老头打开了话匣子，忍不住多问了几句。楚天行面色一板，然后鬼鬼祟祟的小声说道，你要真去见人家，这话可不能说，不然可是犯了大忌讳。至于具体是原型是什么，我真不知道，我只听说是从北极大陆一路南下过来的，只能猜测是当地的特殊物种进化了。而且我每次见他都是人形，跟人类没什么两样，我也从没见他出手过。我估摸着化成人形后，可能真的就有脱胎换骨的功效吧。而且现在时代变了，自从灵气出现后，很多事物都不能用以前的老眼光来看待了。生殖隔离什么的，谁说的准？王征默默点头，我明白的，我可没这么傻。有空我再去套白妹喜的话，看看能不能再挖点信息出来。楚天行再次叮嘱，他真的才8岁，可能是半妖的状态，生长速度比较快吧。我现在可都跟你说过他家的情况了，你没事别去招惹人家。楚天行虽然一脸的震惊，但是也掩盖不住脸上的好奇。王征猥琐的笑着答应，并保证如果以后挖到八卦，肯定会第一时间来跟他汇报。楚天行对王征的懂事十分满意，其实他也是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人物能把当年华夏最火爆的一头母老虎给降服了，还心甘情愿的隐居这么多年。而他作为长辈，也不好意思去找白妹喜打探消息，只能让王征这小王八蛋出马了，到时候也能一解心中的疑惑。楚天行对着王征含笑点头，随后一脚把他送出了校长室。1周的时间转瞬即逝，很快就到了国庆的假期前一天。在这段时间内，王征也是一直在快速的增强自己的实力。体力值600/600，灵气值510/510，体质60，力量88左元括号28加60右元括号，智力45加，精神48加，敏捷45加。基础功能扫描1，储物升级，武兽横练法娴熟11/200，额外提升体质、力量、智力、精神、敏捷各2点，可升级。花费了520点灵气值，把自己的智力、敏捷分别提升了5点，精神也提升到了3点。横练法在他持续不断的刻苦修炼下，已经进入了的第2个阶级娴熟。至于观想法，嘿，不提也罢。今天下午就没有课了，他打算今天回一趟家。他已经有快1个月没有回去了，周末也都是在学校苦练。这次趁着放假回去，先给老爹补充一次圣光，顺便可以再问问老妈认不认识南凤仪。因为在此期间，王征又受到了白妹喜的一次邀请，不过王征还是推脱要先回家一趟。其实他对于这次紫金山之行还是很向往的，但是受迫于对方的妖王身份，还是不太敢答应。白妹喜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告诉王征，如果打算去的话，1号来学校找他就好，到时候不管他来不来，他妈都会来接他回家的。自从知道了这小妖怪才8岁之后，王征紧绷的心里已经放松了很多。毕竟年纪摆在这里，而且也没有接触过外界的花花世界，他不认为这小孩小小年纪就能有如此之深的城府。至于要不要去紫金山，也可以找老妈打听打听南凤仪的为人，毕竟大家都是金南人，而且对方如果真的那么厉害，老妈或多或少应该是听说过的。等到下课的铃声响起，王征和楚小满打了个招呼，就直接回家了。回家之后，先给老爸打了个招呼，然后再用圣光术给他灌了个饱。由于距离上次还没过多久，只是1轮就已经差不多了。等晚上李亮回家，王征才正式开了口：“老妈，你知道金南有个叫南凤仪的人吗？”王胜荣和李亮都有些吃惊，对视了一眼，似乎很诧异王征能说出这个名字。随后李亮开口问道：“你说的是20年前烽火聊天的南凤仪？”王征有些尴尬的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听楚校长说过，说他脾气火爆，实力绝强，当年在北疆战场杀手无数，那应该就是他了。我听说过，但是不认识。他虽然年纪跟我们相差不大，但是实力却和你们校长差不多了。听说当年有几位国外的觉醒者高手从北疆强行入境，被他追着打，从北疆一路杀到大盟，又从大盟打到了大疆，横穿了整个华夏大陆。最后因为这几人跑出了国界，他才被边界的驻扎部队拦下。而且因为他是火系的觉醒者，战斗之下浑身火气喷发，一路急速追击时留下一道长长的火云，映衬着整个边防线上的天空都是火红色，所有就有了这个外号。只不过后来好像受了什么伤就隐退了，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了。你怎么突然问起他来了？王征听到自己老妈讲述着南凤仪当年的壮举，心里也是佩服的不行，不愧是老楚都说暴躁的人，这也太虎了。这会不会就是当年救下白妹喜老爹的那场战斗？不过这个王征就不得而知了。而且听到老妈这么说，他应该是不知道白狮在京南定居的事情的。斟酌一番后，开口说道：“他的女儿是我在京南大学的同学，他邀请我明天去他家玩。我听到校长说起过他妈妈的故事，就想问问您，别到时候说错了话，不知不觉中惹得人家不快。”说完之后，王征看着老妈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似乎真的不知道白狮的事情。李亮听到了王征的话后，先是有些惊讶，然后一脸严肃地叮嘱道：“
这可是当年实力超强的大前辈，确实应该慎重一些。你要不要带点什么礼物？空着手去可不好。说到这，李亮突然停了下来，然后满脸的震惊。小郑，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跟他家姑娘谈恋爱了？这就要见家长了。听到了李亮的话语，王胜荣也是突然反应了过来，一脸兴奋的说道：儿子，人家小女孩长得什么样子，性格怎么样？要是跟他妈一样可不行啊，脾气太大，你以后可有罪受。李亮顿时横鼻子竖眼睛，你说谁脾气大呢？看着老爸老妈又开始秀起了恩爱，王峥头都大了，他有些不明白，难道自家老妈是个恋爱脑？怎么这也能联想到谈恋爱上去了？你就不怕以后抱不上孙子？看样子爸妈应该都不知道白师的事情。王峥也没有多说什么，无奈的开口说道：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们只是普通的同学，因为都是京南本地的，所以才想邀请我去玩一玩，我还没决定去不去呢。而且我就是想问一问这位南凤仪前辈的为人怎么样，除了脾气火爆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征？别到时候真的去了，说错话惹恼了前辈，总归是不好的。听到王峥这么说，李亮才重新组织语言，回道：我跟你爸当年都是在荆襄战场，而南凤仪是北疆战区的，也没有过什么交集，只是听说他为人嫉恶如仇，而且实力极强，每次作战都是身先士卒，勇猛无比，倒是没有什么不好的评价。而且他因为受伤的原因退伍的也早，后来就渐渐没有消息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他竟然还住在京南呢。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倒是想见见他，当年我可是对他很崇拜呢。王峥听到这里，总算是得到一点有用的消息了。受没受伤先不说，既然是军区的军人，而且还能跟楚老头交好，口碑也不差，为人应该是可以保证的。估计隐退肯定也有看着白师的缘故在里面。如果按照这个方向来想的话，似乎并不会有什么危险。他其实可以选择不去的，但是当这个世界真正的样子在自己眼前缓缓揭开的时候，又很难忍得住不去窥探一二。更何况还有白妹喜之前说自己不是人，问自己觉醒后有没有想起什么，还有他说的熟悉的味道，还有自己莫名其妙的重生到这个世界，明明不是觉醒者，却又有着这样的系统面板，给自己带来各种各样的能力。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像是猫爪挠心一般，勾得他欲罢不能。而且他也想去见见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看看所谓的妖王到底是何等的风采。带着重重的疑虑，王峥第二天还是早早的站到了京南大学的校门口。等了没一会儿，就看到楚天行带着白妹喜走了出来。看到王峥已经等在这里了，白妹喜也是展颜一笑，随手递给王峥一根水果萝卜。王峥接过来就是一口，还别说水分充足，脆脆甜甜的，还挺好吃。大清早的吃胡萝卜，别是个兔子精吧？王峥看了看白妹喜的样貌，疑惑的自言自语，这眼睛也不红啊，也没有大板牙。白妹喜听到王峥在说话，却没有听清，连忙问道：王峥，你在说什么呢？你现在过来是打算去我家做客了，对吧？楚天行五感强，听清了王峥嘀咕，自然是知道这小王八说的是什么意思，直接一脚给他踹了一个趔趄。王峥立刻就反应过来了，连忙回应：没说什么，没说什么，我就是说一会就要见到你的母亲了，这样的传奇人物，我心里有些激动。还没等王峥的话音落下，就听到背后传来一声淡淡的浅笑，怎么个传奇法？你要不要说给我听听？这声音听起来温软如玉，一点不像传闻中脾气爆炸、威武霸气的大姐头的模样。王峥连忙转头望去，就看到一位年纪看起来也就30岁左右的女性对着自己浅浅一笑。只见此人体型修长，身着一身淡红色的长裙，乌黑的长发梳起发髻，上面还插着一只云簪，发簪上点缀着一颗硕大的红色宝石，宝石上还传出一阵阵的灵气波动，一看就是好东西。至于长相嘛，相对于这身打扮来说，略显英气，丹凤眼，双艳眉，英挺之中还带着一丝慵懒。就她这一副英姿飒爽的模样，要是穿上一身战甲，可能会更适合。王峥一时间有些纳闷，这女人又是谁？不是说来的是南凤仪吗？看这人年纪也不像啊。随后白妹喜上前甜甜的喊了一句妈妈，顿时把王峥惊掉了下巴。看着王峥愣在原地，一副没出息的样子，楚老头无奈的叹了口气，随后对着来人说道：凤仪啊，我的批复没批下来，就不跟你们去了，这次就要拜托你了，这小子是个惹祸精，你帮我照看着点。南凤仪点头回应：放心吧，楚大哥，有我看着不会有事的。随后又把目光转向了王峥，上下扫了一眼，隐晦的啧了一声，自言自语的说道：最多9分，可惜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在场几人都是听到了的，王峥现在更是呆住了，一脸的白痴样。什么9分？什么喜欢的类型？白妹喜则是一脸的尴尬，嗔怒的摇起了南凤仪的胳膊。楚天行更是轻咳2声，连忙打断面前尴尬的场面，转头叮嘱起了王峥：时间也不早了，你们快点出发吧。王峥啊，早去早回，不要惹事。跟南凤仪打过招呼之后，就急匆匆的走了。王峥自然是点头称是，他也没想到有着烽火聊天称号南凤仪竟然是这样的一位奇人，见面就给人打分是什么意思？还有老妈不是说这南凤仪比他还大一些吗？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就在王峥脑子里还在想着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时，南凤仪再次开口了：你叫王峥是吧？走吧，会开车吗？王峥连忙答应：会开的。南凤仪随手丢过来一把钥匙，开口说道：那就行，紫金山怎么走认识吧，直接从军事区大门进去就行了。王峥连忙捧住钥匙，跟着母女2人的身后就往停车场走去。看了一眼手里的钥匙，啧，红旗呢？没走多远，就看到一辆银黑色的红旗轿车停在车位上，车牌赫然还是京南军区的牌照里。王峥很自觉的就坐到了驾驶位，看着母女2人直接坐到后座，他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司机。算了，司机就司机吧，给这位大前辈做司机也不丢人。随后利索的点火启动，等车子发动后，王峥却停在原地，迟迟没走。南凤仪不耐烦的问道：怎么不走？不认识路？王峥讪讪一笑：那个什么，我没驾照。这是王峥自己的失误了，他虽然也是个老司机了，但是来到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争分夺秒的修炼呢，哪有时间考驾照去？南凤仪则是霸气的回应：
会开就行，这车牌没人拦的。王峥还能怎么办呢？开呗。随着发动机的轰鸣，等车子平稳上路后，身后又传来了南凤仪的声音：“我之前问你的话，你还没有回答我呢。”“我怎么个传奇法？”王峥笑着回答：“我是见到您太吃惊了。我妈跟我说你们年纪差不多大，但是我看您可要年轻太多了。要是您跟白同学一起走在路上，别人绝对说你们是姐妹。”南凤仪含笑点头：“你这张嘴倒是会说，不知道你妈妈是哪位啊？还能认识我这几十年前的人物？我妈妈叫李亮，在京南研究所工作。她跟我说过，您当年把几位擅闯国境的白熊国觉醒者从北疆一路追杀到大疆的故事，从此烽火聊天的称号就流传开来了。当时我就觉得您肯定特别厉害，心里想着您肯定是威风凛凛、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将军形象。没想到今天一看，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反而有种特别的江南女子的韵味，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南凤仪听到王峥的话语，顿时笑得更加豪迈了：“哈哈，这话倒是不错，军部一群白痴，还没你个小孩子看人准。李亮，这名字有些耳熟，我可能在什么地方听过，不过确实是不太记得了。我看得准个屁！您长得这般伶俐，却打扮成这样，我还敢说你像个女杀神？那我不是脑子有问题，真当我几十年白混的？我妈以前在金乡服过役，她说您当时是在北疆，很遗憾一直没有见过您，还说您是所有女性觉醒者的偶像呢。两人之间虽然没有过交集，但是对您是神交已久了。”南凤仪顿时笑得更大声了，紧接着说道：“我就看你小子很不错，虽然长相上还少了一丝味道，不过那不重要。对了，你看我们家妹喜怎么样？要不要？”妈！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王峥就在后视镜里看到白妹喜直接捂住了他的嘴，一张脸羞得通红。随后在母女二人的嬉笑声中，汽车一路驶向了紫金山军区。这一路上果然没有被阻拦，不过等到进了军区，顿时就严格了起来。3步一岗，5步一哨，到处都是巡逻警戒的战士。王峥摇下车窗，他们看到车子上坐着的南凤仪，也是纷纷敬礼。而且王峥也没有被询问过，看来是提前有申请过的。至于为什么自己可以通过，但楚天行不行，王峥猜测可能是因为自己实力比较低吧。再看南凤仪，虽然对外说是隐退，在军队内部地位应该还是不低呢。这么看来，受伤的说法就很值得商榷了。这一家子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啊。很快，车子就按照军人战士的指挥停好，随后3人就下了车。接下来的路就要自己走，就当是散步吧。如果你不想走，我也可以带你飞上去。看来南凤仪对自己还是很有好感的，还提议可以直接飞上去。王峥连忙推辞：“不用，不用，走走就好。我也想看看这山里的环境。”王峥心里暗道好险，差点就说出我也好久没来过了，还好足够机智，及时赚了口风。不过这紫金山看起来跟前世可完全不一样了，没有了可以直达山顶的马路，没有了人来人往的熙熙攘攘，只有一条条蜿蜒曲折的青石板阶梯一路向上。山间茂密的竹林中，还有一条小溪缓缓通向山脚，水声汩汩，清澈见底。朝阳的光晕洒落在竹林之上，倒映在溪水之中。行走在这山路之上，感受着大自然的宁静，竟有一份别样的意境。继续往上，不一会就到了山顶。现在的山顶没有了天文台等建筑，四周地势开阔，只有一座西方风格的小洋楼矗立在云端，显得有些突兀，跟周围的环境明显不搭。王峥再往前看去，就只看到有一位男子站在小楼的门口迎接，眉眼带笑，看起来最多也就20多岁，甚至比南凤仪都要显得年轻。此人相貌俊美，长发披肩，皮肤白皙，闭眼睛瞳，身穿淡白色长衫，显得古韵十足，一副仙人模样。只不过需要忽略掉他腰间的围裙，还有手上的锅铲。南凤仪现在哪还有一路上的大姐头模样？看到男子茕茕孑立站在门口，立刻飞奔过去，扑到了对方的怀中。白妹喜是早就见怪不怪了，直接就往内走。王峥现在有些明白了，这男子肯定就是白狮了，难怪说自己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你都喜欢这种阴柔风的长相，还能给我打9分，真的是难为你了。没想到这样一位高手，竟然还是个颜控。第一次来这妖王的家里，还没进门，竟然就被狗粮喂了个饱。从见到南凤仪的那一刻起，王峥就觉得今天这次邀请的画风渐渐的有些偏了。过了良久，面前这2人才分开，王峥也没敢多嘴。随后这男子一手牵着南凤仪，亲切跟王峥打招呼：“你好，你就是王峥同学吧？快进来，快进来，我已经在准备午餐了，进来坐一会，一会就能吃了。”王峥立刻笑着打招呼：“叔叔好，看着您2位这么年轻，我都不敢喊人了，就怕把您2位喊老了。”南凤仪自然是哈哈大笑，拍着王峥的肩膀：“我很喜欢这小子，快进来吧，不用客气，就当自己家一样。”白狮站在一旁，眼神里看着的全是自己的妻子，满眼的宠溺。王峥觉得这画风有些不对，也不管现在吃午饭是不是有些早了，一溜烟窜了进去。等进了大门，给他的冲击就更大了。您说您2位，一个觉醒者中的顶尖高手，一位可以称霸一方的绝世妖王，隐居在市中心也就算了，好歹是在山上，山中的景色那么美好，那么贴近自然，我还以为不住草屋，起码得是竹制小楼吧。结果你们住小洋楼，住小洋楼我也忍了，这妖王还是一副古风打扮，套个围裙，手拿锅铲，完全没有一点意识到是他邀请自己来的，眼里全是自己的媳妇，还强行给人喂狗粮。好好，这些我都认了。等他进入楼房大门，看到了满眼的现代化装修，智能化的家具。白妹喜嘴里叼着吃着，盘坐在沙发上玩主机游戏，还特么是联网对战类型的，这算哪门子隐居啊？这样的条件我能住到死？王峥揉了揉太阳穴，他感觉自己的脑浆子有点疼，自己那么小心翼翼的考虑要不要来赴约，到底是为了什么？看着王峥满脸写着开心，白妹喜立刻发来了邀请：“王峥，你要不要来一起玩？这个游戏很好玩的。”王峥下意识的回复：“可是你爸说马上就要吃饭了。”白妹喜却表现得毫不在意：“不用管他们，他俩还得腻歪好一会儿呢，快来陪我玩。”王峥走到沙发边坐下，一脸正色的问道：“说真的，你为什么要邀请我啊？我之前紧张了好久，现在看到这些画面，对我的冲击力有点大。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觉得你身上有熟悉的气味，想跟你交朋友啊。”
你是我的第一个朋友，朋友之间相互邀请到家里游玩，不是很正常的吗？我把这个想法跟爸妈说过之后，他们也都同意了，说也想看看我交到的第一位朋友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我就邀请你了。王峥还是有些迟疑，那熟悉的味道是什么啊？还有，你之前为什么会问我巨献之后有没有想起什么呢？白妹喜直言不讳，熟悉的味道就是好闻的味道啊。至于会问你有没有想起什么，是因为我妈说她修炼观想法，成功具现观想物之后，就想起了一门功法，不过都不适合我们修炼，而我又练不了观想法，没办法具现，整个学校里也只有你一个人具现成功了，自然只能问你了。王峥，他的脑中疯狂转动了起来。如果白妹喜说的是真的，他现在好想去扫描南凤仪呀，可是他不敢。不对，这个不是重点。王峥继续问道：那我们第一次见，在操场上你为什么会说我不是人啊？白妹喜挠了挠头，有些困惑。有这回事吗？我不记得了。哎，我应该不会这么没礼貌吧？看着白妹喜天真的模样，王峥现在已经错乱了。难道真的是自己当时看错了？他呆呆地接过手柄，哪还有心思玩游戏？顿时游戏中的人物被杀得溃不成军，倒是把白妹喜逗得咯咯直笑。这时南凤仪夫妻俩也走了进来，看到王峥和白妹喜正在客厅玩得开心，也没去打扰他们。很快丰盛的饭菜都摆上了桌子，白氏温柔地轻声喊道：小白，过来吃饭了，记得洗手。一连催了好几遍，直到南凤仪板起个脸，他这才一脸不情愿地丢下手柄，还叮嘱王峥吃完饭陪他继续玩。等几人都上了桌子，王峥看着满桌子的异兽食材，心里也是有些诧异，看来妖王之间倒是没有这些忌讳，该吃还得吃啊。仔细想想也对，就算在野外异兽之间也是相互吞噬的。看到南凤仪坐在主位，而白狮则是坐在一边陪衬，王峥现在已经看出来了，这南凤仪才是一家之主。等大家都坐好，南凤仪作为大家长发言：今天是我们女儿第一次带同学来家里吃饭，王峥也是第一次来做客，我先提一杯，你们随意。不愧是从北疆退下来的战士，是真虎啊！王峥心里感慨着大姐头的威武，默默地抿了一口果汁。随后南凤仪给王峥倒了一杯白酒，直接递了过来：你试试这个，这是白白自己在山里酿的果酒，酒精浓度不高，这可是好东西。白白，我的天啊，你管妖王叫白白？白狮似乎是习惯了这个称呼，并不在意，只是不停地往桌子上上菜。王峥心里腹诽，脸上却是满脸的受宠若惊，双手接过来后喝了一口，非常的礼貌得体。果酒入口没有一般白酒的辛辣，喝下去之后胃里暖洋洋的，还有一股水果的清香爽口。这种天气喝上一口，当真比吃人参果都要爽利。正在王峥回味之时，猛然发现自己数据面板里的灵气上限竟然还直接提升了5点，顿时他也顾不得细细品味了，一口气把剩余的果酒喝完，然后又眼巴巴地盯着南凤仪手里不起眼的小陶罐。南凤仪看着王峥的馋样，哈哈一笑，又给他满了一杯，最后一杯了哈，虽然酒精浓度不高，但你也不能多喝，身子会受不了的。王峥再也没有了之前的随意，小心翼翼地接过来，生怕洒落了一滴，倒是让白狮和南凤仪不禁莞尔一笑。之后王峥也是没有客气，放开肚子就吃了起来，不吃白不吃，反正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看起来确实是自己想多了，这一家人对自己并没什么想法，现在多赚点灵气上限也是好的。他甚至已经在想着以后要不要找借口多来蹭吃蹭喝几次了。酒饱饭足之后，白妹喜再次拉着王峥去玩游戏。等到白狮把桌子上都收拾好，默默地站到两人身后，等一局游戏结束时，这才开口：王峥，我能跟你聊一会吗？白妹喜不满地瞪着自己的父亲，埋怨他打断了自己和朋友的游戏时光。白狮则是歉意地对着白妹喜笑了笑，温柔地开口解释：就一会儿，爸爸有事想跟王同学聊一聊。王峥看着眼前的男子，心里猜测着对方想要说什么，随后在白妹喜的嘟囔中，两人来到门口站定，眺望着远处的美好风景。王峥看着白狮手里递过来的烟，摇头拒绝。他心里还有些诧异呢，没想到这白狮竟然还抽烟，看着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竟还烟酒俱全呢。白狮没有在意王峥的拒绝，随手点上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缓缓吐出。这俊美的外貌，潇洒的姿态，忧郁的眼神，落寞的神情，还有那性感唏嘘的胡渣子，配合着他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王峥心想，如果这时候南凤仪要是在，肯定又要花痴了。他现在心里觉得这北疆之虎之所以能跟白狮在这山上隐居，这张脸的功劳起码占了90%以上。而在王峥出神时，白狮低沉的嗓音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王峥，你们楚校长既然能让你过来，应该也告诉了你一些内幕的吧？比如我的身份，小白的身世。王峥点头回道，一开始没打算对我说，但是我能感受到白同学的不同，从我开学第一天见他就发现了他跟我们不一样，后来因为他邀请我来做客，校长才跟我说了您的事情。看到王峥点头，他继续说道，那你对异兽怎么看？或者说你对我怎么看？对小白怎么看？随后他的瞳孔变得金黄，似乎可以看穿人心。看着他的异样，王峥也丝毫没有慌乱，我觉得挺好的呀，如果能和平共存，也没必要打打杀杀的呀。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次邀请有什么别样的含义，来到这里之后，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就这样挺好的。白狮叹了一口气，对啊，挺好的，可惜就是有人不懂呢。我也希望小白可以健康的成长，不希望他过早的接触到这些事情，但是他年纪越来越大了，我没办法把他一直关在山上，他需要同伴，需要同龄人。王峥，我希望你可以在学校帮忙照顾照顾他，可以吗？没问题。王峥把胸口拍得砰砰作响。不过白叔叔，你能不能跟我多说一说异兽的事情吗？我很好奇，为什么异兽会对人类有这么大的仇恨呢？白狮指了指自己的胸口，他们跟我不同，一种新的生命形态想要得到认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灵气复苏的早期，我们的存在对于人类来说，也只不过是会说话的野兽罢了。我很幸运，在化形之初就遇到了凤仪，是她教会了我如何放下仇恨，如何与人类共处。但是其他的异兽们呢？而且在认识他之前，我从北极大陆一路南下，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被人追杀，
很多人都想到了我的内丹呢。化形之后尚且如此，那还处于动物形态的异兽们呢？按照你们的实力划分，一般的异兽到4品就会开窍，不管是什么种类，都会具有初步的智慧。即使是身处深山老林之中，自己幸运的从没遭受过人类的迫害，但是也会有同族告诉他们，人类是天敌，时时刻刻想要他们身体内的灵气结晶。异兽，王峥敏锐地捕捉到了白狮把其他的妖王还是称作异兽，那是不是说明他其实是认可了自己人类身份的？他连忙追问道：“灵气结晶就是您说的内丹，开窍又是什么？”白狮又吸了一口手中的烟，长舒了一口气，随意的丢在地上，用脚捻了捻，悠悠地说道：“除了先天就具有慧根的种族，绝大部分异兽在1-3品时是没有智慧的，除了更加强壮的身躯，它们和野兽是没有区别的。但是等受到灵气的洗礼，吸收了足够的灵气，到达4品之后，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将其称之为开窍。顾名思义，开窍就是开启智慧的窍门。到这个阶段，他们就有了自己的思想，学会了思考，而继续修行到6品，就到了化形阶段。等到撑过了化形劫，体内的灵气结晶经过长时间的修炼，夺天地之灵气，取日月之精华，就会蜕变成内丹。不得不说，人类确实是受天地所钟爱，否则为什么不是人类化形成异兽呢？呵呵，我有些扯远了。再说这内丹，它对所有的修行者，甚至异兽来说都是至宝，能让你的身体发生质变，实力大增。你知道，在灵气复苏的早期，有多少化形的异兽死在人类手中吗？更何况，等人类的实力强到一定程度之后，脑子里也会接触灵晶，对异兽同样是大补。一是之前积累的仇恨，二是为了掠夺变强的资源，所以不仅仅是异兽仇恨人类，就算所有的异兽妖王都退回到深山老林里，人类也不可能放过异兽的，这2个种族就很难实现平衡的。王峥仔细想了想，有些许不同意见，但您自己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为了变强伤害异族吧？白狮笑得有些无奈，你还是不懂，你凭什么认为我就真的是没有受到伤害呢？当年关于我的事情也是闹得不小呢，你以为凤仪为什么就这么隐退了？而且你再看看山脚下的军营呢，我甚至连下山的资格都没有，这难道就不是伤害？归根结底，不管我有没有做什么，我始终都不是人啊！要不是这次凤仪巨县观想悟后意外得到了一部新的功法，去了一趟帝都谈妥了条件，小白也没机会去上学呢。8年了，在此之前他去过最远的地方不过就是山脚下的军营了。每次他站在山顶眺望着远处喧嚣的城市，却没办法融入其中，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太残忍了。王峥沉默了，这很难判断谁对谁错。以人类的立场来看，这么做似乎没有问题。既然白狮能这么坦率地跟自己说出这些事情，国家不可能不知道，能给他们一处容身之地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以他们这一家的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监禁和圈养？而且对于白妹喜来说，却是太过残忍了些。看到王峥沉默不语，白狮有些感慨，今天的话有些多了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看到你让人忍不住有一种亲切感，难怪小白会主动邀请你。我跟你说这些没有别的意思，你也不要往心里去，我只是想要你帮我多照顾小白而已，毕竟他身份特殊，我也怕他引起有心人的窥测。而且到现在为止，他也是唯一的一位混血儿。说完，白狮递过来一个吃饭时南凤仪手中同款的陶罐。王峥惊讶地张大了嘴，看着有些眼馋，却又有些不好意思伸手去拿，但他实在是说不出拒绝的话来，这可是实打实的灵气上限。毕竟他之前不仅没有照顾过白妹喜，反而对人家百般提防，甚至差点就动手了。而且这父女俩怎么都一个路子，不是说自己熟悉，就是说亲切，讨好人就没有别的词汇了吗？白狮看着王峥一副想要又不好意思的模样，也是觉得好笑，一把将陶罐塞了过来，笑着说道：“这就算是初次见面送给你的礼物了，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只是让你多陪小白玩玩而已。”王峥抱着手中的沉甸甸的陶罐，心里开心的不行，立刻回复道：“您放心吧，在学校里我肯定给他照顾得好好的，没人能欺负他，我保证。”这时发现白狮王峥2人迟迟没有回屋的南凤仪走了出来，开口问道：“你们俩聊得这么起劲，在聊什么呢？”王峥大声回应道：“男人的承诺。”南凤仪哈哈大笑：“就你，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还男人的承诺呢？”白狮也只是轻笑不语，看着王峥坚毅的眼神，眼中的金光慢慢消散，似乎是认可了王峥的话语，对他很是欣赏。王峥把装满灵果酒的陶罐放入储物空间，随后似乎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猛地一拍脑袋，然后开始不停地往外掏东西，有烟，有酒，还有茶叶、水果、化妆品，零零碎碎的一大堆，堆得满地都是。王峥连忙说道：“叔叔阿姨，今天第一次上门拜访，我差点都忘记了，这是给你们带的礼物，希望你们不要嫌弃。”2人看着一地的礼品，顿时对王峥更加满意了。接下来的时间，王峥被白妹喜拉着打了一下午的游戏，看着眼前这个因为游戏而笑得嘻嘻哈哈的网瘾少女，他相信自己之前肯定是看错了。虽然南凤仪和白狮2人极力的挽留，王峥还是没有多留，最终在吃完晚饭后就下山了。这一次来的还真是值得，2顿饭就给自己加了几十点灵气上限，还得了1罐子灵酒。回到家后，王胜荣和李亮都已经在家里等着了。他先是给楚老头发了个消息，免得他担心，然后给老妈递过去一枚胸章，红底金星，上面还印着一条蜿蜒的江流，上书北疆之星4个烫金大字。这个是南凤仪当年在北疆军区获得的奖章。他在听到王峥说自己老妈视他为偶像之后，就托王峥把这枚奖章转送给李亮留作纪念。李亮拿到这奖章也很是开心，毕竟王峥的说法也不完全算是说谎，对那个时代的女性觉醒者来说，南凤仪确实称得上是偶像一般的存在了。李亮问道：“南前辈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他们现在住在哪呢？”“他身体好着呢，我要是说他压根就没受伤，而且看起来比你还年轻，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吃得消老妈的精神风暴。”王峥连忙回道：“身体挺好，住在军区里，一般人都进不去。”李亮有些失望，不过等王峥拿出自己的小罐子给老爹倒了一杯果酒之后，他就没心思再想南凤仪的事情了。2人一脸紧张地看着王胜荣，希望能有效果。一大杯灵酒下肚，
王胜荣咂巴嘴，还嫌弃这酒不够劲，这次就没这么好运了，完全没有效果。王峥叹了口气，立刻就把陶罐收了起来。既然没效果，那还是算了吧，还不如留着自己增加灵气上限用呢。久违的休息日，今天王峥又是睡到中午才起。吃过午饭后，他先去了一趟博悦，跟丁远和屈豪都打了个照面，几人叙了叙旧。屈豪还提议两人再过过手。王峥以下午还有事，没带换洗衣物为由婉拒了。几人聊了一会，王峥就没有继续打扰了，毕竟他们是教练，还在工作当中。这次很可惜没有看到钱瑞博，听前台小妹说，似乎是家里有什么事情回老家了。不过他来这里也只是顺路，并没有强求。随后王峥先是去隔壁的商场了，买了一台主机和几款当下最流行的游戏，然后就在商场里闲逛了起来。不是他自己想玩，这是他答应白妹喜的，以后要陪他玩游戏。而王峥收了人家老爹的好处，自然也是要办事的。虽然他嘴上说着自己对游戏没什么兴趣，不过他在挑选游戏的时候却丝毫看不出来是不感兴趣的模样。从游戏的玩法、画面、剧情等多个方面侃侃而谈，把人家给他推荐游戏的店员都给说懵了。他还无耻给自己找借口，说什么劳逸结合也不错，没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紧绷，还真的是不感兴趣呢。随着王峥漫无目的闲逛，很快天色就暗了下来。他看着时间也差不多了，就到商场门口等了起来。没过一会，伴随着一声熟悉的真歌，远处卷毛、刘毅几人就走了过来。原来今年还约了几位高中的同学，趁着假期一起聚一聚。这几人还在苦逼的上着高三呢，好不容易有假期，提前好几天就约过王峥了。只不过他决定昨天去紫金山，所以就把聚餐的日子推到了今天。几人也是好久不见，一个个的上前跟王峥热情的拥抱，边走边聊。峥哥，金南大学怎么样？漂亮学姐多吗？帝都大学、魔都大学我是没指望了，不过金南我还是可以冲一冲的。您作为前辈，给兄弟参考参考。这倒是把王峥问住了。你要是问他学校里谁的实力最强，哪位老师教学质量最高，他还能说道。你问他漂亮学姐，他只能说呵呵了。男子汉大丈夫，他王峥顶天立地，何曾在意过这个？这我倒真没有在意过。不过按照今年的趋势，如果你只是刚当压线的话，明年很可能考不上哦。现在的金南大学正在全民改革，可以说是稳坐全国第3了。你们没毕业，不知道情有可原。如果你真的想来做我的学弟，可得好好努力了。啊，这么突然吗？不是说除了帝都大学和魔都大学，剩下的学校都是半斤八两吗？怎么突然就全国第3了？我完全没有听到消息啊！完了，我还想着努力再冲一把，到时候留在金南的，这可怎么办？王峥笑眯眯的继续给压力，不仅仅是金南大学哦，从今年的情况来看，金南大学第3，东南大学第5。你们如果体测成绩不是特别优秀，或者觉醒能力特别强，文化课还不突出的话，那留在金南基本就是不要想了哦。啊，这算了，放弃吧，摆烂了，爱谁谁吧。听到王峥说这些大学内才流通的小道消息，众人立刻七嘴八舌的讨论了起来。王峥说的排名自然是新生训练营的学校排名，用这个来作为大学的实力排名也不算错。而且听楚老头说，明年的资源分配还要改，这次就要用大学生武斗会的成绩来计算了。不过具体的规则还没有出，估计是要等到武斗会开始时才公布吧。来聚餐的几人都是觉醒者，自然也聊的也都是觉醒者之间的话题。听着同学们之间的讨论，王峥没有插嘴，他现在已经把同学们远远的甩在身后了。别说是高中同学了，大学同学里又有几人能跟得上他的脚步呢？看着他们讨论明年想报考什么大学，王峥也是按照自己记忆里的认知，默默的给几所大学排着名次。峥哥，我们明年想去曼城郊游散散心啊，你要不要一起来去看看花田吃大闸蟹啊？现在正是秋高气爽，赏去吃蟹的时候啊。就在王峥帮他们考虑报考学校的时候，卷毛突然发来邀请。王峥问道：还是我们几个？一旁的杨洋回道：哪能啊，就他和刘毅这2个家伙仗着自己成绩好没压力，我们可是一点都不敢放松。王峥倒是没想到卷毛这辈子还能得到个成绩好的评价，上辈子他跟自己可是难兄难弟般的存在，一个2本一个3本。不过金南一中作为整个金南市最好的高中，除了各种特招之外，每年靠自己考进帝都大学和魔都大学也有好几个，而他们一般作为成绩最好的班级，文化课水平可能有高有低，但是体测那是一个比一个好。王峥笑着问道：你们俩是得到保送资格了，不趁着这个时候再冲一冲？卷毛也是回道：冲个屁，我就没想着去其他地方，打算明年去金南大学投奔真哥你呢。帝都，呵呵，不说也罢。至于魔都，消费水平太高了，听说学费都高的离谱，我不是自然觉醒者，拿不到奖学金的，就不考虑了。王峥倒是没有想过他会说出这番话来，虽然他知道卷毛的家庭条件不太好，没想到会因为经济原因说不去魔都大学的。他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钱而发过愁，就在刚刚大几千的游戏主机加上游戏碟一起都快过万了，他也是说买就买了。之前开学的时候，老妈给了他一张银行卡，说是给从小给他存的。王峥也去银行查过，里有10几万，而且李亮还跟他说，要是用完了就再跟他要。王峥一直都没把这当回事，他还以为在这个世界里，全国民众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呢，毕竟他妈都是研究所主任了，还住在以前的老小区呢。而卷毛不愿意去帝都，他自然是明白的，帝都有段正凯，他怕过去被报复。他拍了拍卷毛的肩膀，安慰道：那就来金南大学，这也是全国第3，搞不好什么时候就第1了。你来了我还罩着你。王峥倒是知道刘毅成绩很好的，继续问道：那刘毅呢？卷毛小声回答：他妈身体不好，也没有其他的亲人在世了，没办法离开金南的，留在金南上大学。他就想着到时候申请走读，起码还能天天回家照顾照顾。看着眼前面色坚毅的刘毅，王峥也是心中苦涩，还以为这个世界也就有易受危机呢，没想到这些个世间疾苦在哪里都少不了。想必他们心里也都很难受吧，明明成绩这么好，却都因为这些有的没的原因不能去最好的大学上学。王峥一拍桌子，豪气冲天，来，都来，全都来金南大学，
到时候我罩着你们，我干了，等你来。在同学们的一片叫好声中，王峥一口气连闷了2瓶啤酒。第二天一大早，王峥就被楚小满的电话给吵醒了。王峥迷迷糊糊的拿起手机，电话接通后，立刻传来了楚小满活力十足的声音：“王峥，你起床没有？我马上就到南站了，你什么时候到？”王峥立刻一个机灵，立马清醒了过来：“起来了，起来了，我刚出门，很快就到。”随后挂掉电话，手忙脚乱开始穿衣洗漱。他倒是忘记了，昨天答应卷毛他们说一起去曼城郊游来着。说起来，叫曼城其实也只是京南的一个区，以前是京南的下级县，后来被合并了，并不是其他的城市。在答应了卷毛刘毅的邀请后，王峥又觉得就他们3个人去人有些少，又喊了楚小满和吴欢。可惜7天长假，吴欢回海港了。楚小满自然是一脸欣喜的答应了，他是个贪玩的，有王峥的邀请，他用向优秀同学学习作为借口，他老爸楚京南也没办法不放行。王峥倒是有心想喊白妹洗来着，但是又怕人家出入麻烦，万一出现什么意外，自己又没保护好他，那就得不偿失了。梅贻琦倒是也在京南，不过他以实力不济，还需锻炼为由拒绝了王峥的邀请。王峥一边飞快的洗漱完毕，一边跟老爸打了个招呼，说了今天和同学去郊游的事情。王胜荣倒是没在意，看着王峥一路小跑着出了家门，一路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等到了南站，发现楚小满已经一脸不耐烦的等在地铁站的换乘口了。可能是因为出去玩，楚小满一头短发，还扎了个冲天炮，背着一个书包，嘴里还在不停的碎碎念。还没等王峥靠近，楚小满就大步冲了上来，戳着王峥的额头骂道：“混蛋，为什么挂我电话？你是不是刚刚才起？看看现在几点了，出去玩都能迟到。”卷毛和刘毅也远远的就看到王峥刚从地铁上下来，就被人跟训孙子似的指着骂。他们哪里见过这个场面，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随后几人集合，王峥给他们做着介绍：“这2位是我的高中同学，卷发的叫方浩，速度型觉醒者；寸头的叫刘毅，力量型觉醒者。这俩都是一中的学生，明年打算考咱们大学。”然后又转头对着卷毛2人说道：“这位叫楚小满，我大学同学，跟我一样，治疗系的觉醒者。”楚小满人长得可爱又热情活泼，3人见过面之后，很快便熟人起来。卷毛跟刘毅2人更是一口一个嫂子的喊着，倒是把楚小满闹了个大红脸。不过他们俩作死的行为，自然是得到了王峥一人一脚的奖励。人已到齐，自然是立刻就出发了。他们还需要转2趟地铁才能到达目的地。王峥都已经安排好了，提前订好了民宿。他们打算晚上还要去欣赏夜景的，但到时候地铁就停了，所以决定再住一晚，明天再回来。由于是假期，选择这个时候来曼城游玩的人还挺多的。好不容易等到上了地铁，看着在大桥上的一路飞驰列车，还有远处水天一色的景色，众人都是在心中赞不绝口。楚小满兴奋地拽着王峥的胳膊：“王峥，王峥，这像不像我们上次训练营去魔都港口的路？没想到京南也有这样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王峥自然不是第一次来了，不管是驾车还是坐地铁，他前世从这大桥上经过也不是1次2次了。只不过现在的景象似乎比前世看到的还要美丽，天空像是被刷洗过一般，没有一丝云雾，倒映着蔚蓝的湖水漾起一圈圈涟漪。湖面上有零零散散的水鸟飞过，一头扎入水中，等冲出水面或者嘴上或是爪中都叼着肥美的湖鱼。是不是还有巨大的鱼类从湖中跃起，带起一片水雾？看样子这应该是灵气时代以来进化出的新物种了。看着眼前的美景，似乎连心情都被治愈了不少。等回过神来，已经都到达众人的目的地了。出站后，王峥直接打车把几人送回了民宿，先把带着的行李和衣物放下，接下来就要去美餐一顿了。这个季节的大闸蟹又肥又美，他特地在网上挑了口碑最好的一家。其余3人在得到王峥请客的消息之后，都大声欢呼了起来，一路跟着王峥到了度假村的餐厅里。这家民宿的地理位置还是很不错的，位置不偏，风景优美，也没有市中心的喧嚣。餐厅里已经聚集了很多食客，正在等待着享受美食了。一行几人很快就找到了空位坐下，点好餐之后耐心等待了起来。而楚小满偷偷从自助区拿来的啤酒直接被王峥没收了，随手分给了卷毛和刘毅。楚小满捂着头委屈地说道：“王峥，我头上都被你敲出包来了，你凭什么不让我喝？我要告诉我爷爷，说你带我出来欺负我。”王峥则是一脸的无所谓：“你去吧，我就不信楚老头会让你喝酒。你完了，你喊他楚老头，我一定要告诉爷爷。你去就是了，反正他也不会相信你，只会觉得是我不给你喝酒，你诬陷我。”楚小满气得直跺脚：“可恶，你这个混蛋！”对面2人则是早就笑得不行了，看到他们的模样，楚小满更加生气了。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声愤怒的大喊：“怎么回事？你们家服务员就这样的素质吗？一句道歉就没事了？我这套西装可是几万块，被破成这样，你说怎么办吧？”循着声音，几人转头望去，只看到一个身穿西装的光头大汉正拉着一位女服务员的胳膊，不依不饶的破口大骂。听他的意思，似乎是服务员不小心弄脏了他的衣服，他在索要赔偿呢。这大光头满脸横肉，西装里面竟然穿了件雕龙画凤的 T 恤，还带个大金链子，一看就不好惹的暴发户。再看那服务员已经快要哭了，哆哆嗦嗦的说不出话来，其他的工作人员也在不停的道歉，不过这大哥依旧是不依不饶。随着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整个餐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楚小满看的也是义愤填膺，刚想过去就被王峥一把拉住，顺手把自己的手机递了过去。关你什么事情？人家开饭店自然有应对这种事情的方法。手机在这里，你要真看不下去，打电话报警就是了。随后目光示意卷毛和刘毅也坐下。你们要是闲着没事就去催催菜，这么久了还没上我都饿了，我这饿着肚子没吃早饭呢。楚小满凑过来小声说道：“王峥，这大光头真可恶，你想办法教训教训他。”王峥则是理都不理，人家最多就素质低了点，粗鲁了一些，最多就是打扰到你用餐了嘛，这你就要教训他，他也太惨了吧。我看他也没说谎，那西装还真是牌子货，人家衣服被弄脏了也是事实嘛。楚小满拿王峥没办法，
只能自顾自的生闷气了。这时，那光头大汉虽然已经放开了服务员的手，但是又喊了起来：“你们老板呢？叫你们老板出来！今天这事可不是一句道歉就能算的，我才买的名牌西装，今天才刚穿呢。”周围的食客有人起哄，有人拍照，好不热闹。又闹了一阵，这家民宿的老板终于现身了：“您消消气，衣服多少钱我原价赔了，还请您不要太过激动。作为赔偿，今天这一餐也算我的。”听到这声音有些耳熟，王峥连忙转过头去，只看到一个圆乎乎的背影，仔细一看，却发现是昨天在博悦没看到的钱瑞博吗？那光头似乎还有些不忿，刚想开口，一连几道圣光从天而降，瞬间就消停了，顿时浑身瘫软的躺在座椅上，不再叫唤了。王峥快步走了过去，对着光头的同伴说道：“这个圣光有安抚身心的作用，让大哥休息上一会儿就好了。”钱瑞博看到圣光就觉得有些眼熟，听到王峥出声，瞬间转过头来惊讶地说道：“小峥，你怎么在这里？怎么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王峥连忙回应道：“钱叔，你也没告诉我，这里也是您的产业啊，您这生意做得不错呀。”他看着面前的钱瑞博，脸色苍白，脚步虚浮，一脸的精神萎靡，那里还有一点 B 级觉醒者的样子。昨天就听前台小妹说他家里有事，现在看他这憔悴的模样，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了。钱瑞博挥手让其他的员工帮忙处理这边的事情。对方桌子上还有一位女性对着四周不断的道歉，似乎对光头大哥的行为也很不好意思。一场风波随着王峥的几道圣光就这么平息了，钱伯瑞也跟着王峥一起回到了他们的座位。小峥，这几位都是你的同学？王峥连忙介绍，对，这位是我叔叔，大家喊钱叔就好。随着众人礼貌的打招呼，钱瑞博让后厨给加了好几道菜，然后说道：“今天算我请客，你们好好吃，好好玩。”随后就急匆匆的要离去。王峥倒是有些好奇，开口问道：“钱叔，我昨天去博悦，听他们说您回老家了，怎么在这看到您了，还脸色这么差，没事吧？”听到王峥开口，钱瑞博转过身来，似乎又想到了什么，顿时眼前一亮，随后叹了口气说道：“是我妈身体出问题了，本来老婆子身体一直挺硬朗的，我在曼城开的这度假村也基本都是她在管，可前几天突然接到员工的电话，说她病倒了，我这才急急忙忙的赶回来，大大小小的医院都跑遍了，也查不出什么毛病，身体各项指标检测都很正常，但人就是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一直不醒。我也用甘露给她治疗过来，也都没有效果，只能稍微补充一些生命力，但人都昏迷几天了，没办法，只能先这样吊着了。对了，小峥，你也是治疗系，等晚上有空，你要不要也帮叔叔试一试？就当叔叔求你帮忙。”王峥看着眼前憔悴的男人，恐怕是连着几天都没有好好休息了，一直在用意能给老人家补充生命力吧，不然也不会让一个 B 级觉醒者虚弱成这样。他一口答应了下来：“叔叔您这说的什么话？还等什么晚上？现在就去吧。”钱瑞博感激的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他母亲就住在民宿里，他刚刚也是接到电话才急急忙忙的赶了过来，连忙带着王峥就要过去。楚小满见状连忙也开口说道：“我也是治疗系，也想为奶奶出一份力，钱叔叔让我一起去吧。”钱瑞博看到王峥点头，这才松了口。那行吧，也谢谢你了，小满同学。楚小满征得了钱瑞博的同意，顿时得意的一笑，冲着被留下的方刘二人做个鬼脸就跟上去了，只留下卷毛和刘毅一脸无奈的看着桌子上越堆越多的菜，这谁吃得完啊？随着三人的不断深入，王峥不禁感慨，这民宿的风景果然不错。王峥和楚小满两人跟着钱瑞博一路穿过前面的竹林小巷，曲商流水，这才到了老太太休养的地方。打开门进去之后，王峥感觉到房间里有一股压抑的气息，有些熟悉，但是一下子又记不起来了。床上躺着的老太太一头白发，面容矍铄，就跟睡着了一样，面色看起来也很平静，只是身上的皮肤有些隐隐发黑，呼吸有些急促，除此之外，心跳脉搏没有任何异常，完全就是正常人的模样。钱瑞博率先做出示范，释放出一道甘霖之后，就只看见雨滴淅淅沥沥的滴落下来，随后立刻就被老太太的皮肤吸收，连一点水渍都没留下。而吸收了灵气雨滴之后，她的呼吸稍微平缓了一些，但还是没有丝毫要转醒的样子。楚小满看着面前面容安详的老人，也是直接召唤出一个大水球将他包裹起来，这还是最初王峥帮他开发出来的招式，但是才仅仅坚持了几十秒，水球中的灵气就被迅速吸收一空，水球也直接消散在了空气中，甚至都没有一滴灵水滴落。楚小满大口喘着粗气，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流下，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回元药剂吞下，还递给了钱伯瑞一颗，然后开口说道：“王峥，不对劲，我根本没办法持续治疗，水球刚一接触，所有的灵气都被老太太的身体吸收了，就这一会，我的灵气已经被吸干了。”钱伯瑞有样学样吞下手中的药丸，到了声线，脸色明显好多了。这2天他一直处于灵气枯竭的状态，能坚持到现在已经是非常难得了。他现在已经退伍了，这些药剂他可搞不到。王峥看到眼前的景象，也是一直紧锁着眉头，他也看出来了，老太太的状态明显不太正常，吸收灵气的速度太快了，甚至可以说是吞噬，仿佛身体内有个无底洞一般，多少灵气都被直接消化了。而且就连钱瑞博这个 B 级觉醒者都没有办法，他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看到钱伯瑞对自己点了点头，王峥手里凝聚出一团圣光，缓缓地朝着老太太照射了过去。随着圣光束的笼罩，老太太原本平静的表情立刻有了反应，瞬间满脸痛苦地挣扎了起来，伴随着她身体不自然的扭动，身上还冒出丝丝黑气。随着老太太身体不自然的扭动，钱伯瑞立刻紧张了起来，但是他也不知道面前的变化是好是坏，急得团团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看着老太太身上的黑烟越来越多，王峥似乎立刻联想到了什么，大声喊道：“蝴蝶岛，池伯飞，小满先走！”楚小满立刻就反应了过来，想也不想直接跑了出去，然后迅速打开手机拨通了楚天行的电话。现在房间里就只剩下了钱瑞博和王峥了，当然还有满脸狰狞挣扎着要爬起来的钱老太。现在的状况很明显了，钱老太身体里不出意外是有一只天魔潜伏着了。
自从蝴蝶岛事件结束后，王峥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相关事件的消息了，所以才没有在第一时间反应。来，他刚进房间之时感受到的那股诡异的压迫感，就是来源于天魔。王峥现在有些担心，他不是担心自己，王峥知道自己有能力可以对付天魔，但是之前那次池伯飞死了，天魔被迫从他身体里飞出来的。可是现在呢，钱老太太明显还有生命迹象，在这样的情况还能不能保住性命？王峥急得满头大汗，手上的圣光却不敢停。而一头雾水的钱伯瑞听到王峥大喊一声后，楚小满直接就跑了，然后自己的母亲神色越来越不正常了，她也是明显感觉到了异常，但危急之下自己却什么都不能做，顿时心中暗恨自己无能，却又不敢随便开口打扰王峥。王峥现在也顾不得什么保密条例了，直接开口说道：“钱叔，事态紧急，我长话短说，有什么疑问事后再说。老太太身体里有一种叫做天魔的异兽，会让人疯狂，改变人的心智。这样的情况我之前遇到过一次，我把对方杀了之后，天魔钻了出来，之后被我用圣光术照死了。老太太这样活人被入侵的情况我是第一次见，我也不能确定能不能穿透人体对她造成杀伤，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不敢停，我怕一旦停手就没办法把她逼出来了，又怕持续下去会给老太太带来不可逆的损伤。您给个话，我还要不要继续丢圣光？”钱瑞博脑子里迅速过了一遍，理清楚了目前的状况。他不明白自己的老母亲一生为人和善，怎么到老了还要遇到这种事情。他眼中噙泪，大声喊道：“小征，放手去做，我相信你。即使真的老太太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怪你。”得到了钱瑞博的肯定，王峥从储物戒中掏出一把回元药剂，塞入了口中，顿时火力全开，一道道圣光不要钱似的向着钱老太照去。顺带一提，这些药剂有一部分是李亮给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楚老头奖励的。之前第一批的药剂分配已经送到了京南大学，学校里也已经开放了各类药剂的学分兑换。楚老头看到好处已经到了，也很够意思。王峥、吴欢、楚小满一人奖励了一批，只不过如果以后还要，就只能自己去换了。至于他是不是借着由头给自己的孙女卡好处，就不得而知了。王峥心里想的这些有的没的，手上的圣光却丝毫没有停下，一道道圣光四射而出。再看钱老太太，虽然人已经站起来了，但是已经两眼泛白，浑身颤抖，口吐白沫了，甚至连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里都开始流出了乌黑的血渍。看着面前钱老太的惨样，王峥有些心软了，这毕竟只是一个无辜的老人。如果是池伯飞这种的，那可以毫不犹豫地打爆他的头颅，把天魔给逼出来。但是眼前这位老人，王峥真的没办法下手。看到王峥的动作逐渐变得迟疑，钱瑞博满眼含泪，哽咽着喊道：“继续，不要迟疑，不要手软，人类必胜！”听到钱瑞博的哭喊，王峥也是眼眶微湿，顿时动作不再犹豫，继续不断地发出圣光束来。随着一道道的圣光不断地落下，钱老太终于有了新的变化。只见他挣扎着想要靠近王峥，但是不停落下的圣光束似乎会打断他的动作。随后他仰天长啸，发出一声极其不甘的怒吼，尖锐的笑声刺得人耳膜生疼，那股子哀怨之气连王峥都能面前感觉出来。紧接着往后一倒，彻底的不省人事了。王峥看着自己数据面板里猛地涨了100多点灵气，这才松了一口气，停下了手中不断释放的圣光。因为他知道这天魔被闷在钱老太的身体里，活生生的让他给奶死了。他四周张望了一番，心里暗道可惜，这样就不会有天魔结晶了。随着王峥停下手上的圣光，钱瑞博看到王峥对他点了点头，迅速扑了过去，一把抱起自己的老母亲。钱老太现在再也没有了之前死寂般的宁静，呼吸平稳，眉头时不时皱起，嘴巴还在不停的开合，似乎还在做着噩梦。但是他身上的伤势却开始迅速恢复，皮肤上诡异的青黑色也已经消失不见了。看来王峥的圣光术对隐藏在人体内部的天魔还是有效果的。看着老太太平稳的呼吸，王峥知道人已经没事了，这才放下心来。钱瑞博仔细检查完自己的母亲后，不停地说着感谢。王峥也有些不好意思，现在事情结束了，他也不敢随意的透露出更多信息，毕竟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会儿肯定会有相关部门的人过来的，到时候自然有人会跟他解释清楚。一想到这里，他没有多跟钱瑞博解释，而钱瑞博作为曾经的军人，自然是知道有些事情是有保密等级的，刚刚是特殊情况，现在眼看着危机已经被平复，自然是不会再多问。王峥迈步出了房间，把房门给轻轻的带上了，让钱瑞博留下来照顾老太太，把时间留给这对母子，给老人家一个安静的休养环境。等王峥出门，就发现整个度假村已经空无一人了。他脚步不停，继续朝着度假村的外面走去。再往外走，他就看到楚小满和卷毛刘毅3人焦急的等在度假村的门口，后面跟着一众度假村的员工。至于原本的那些游客，也全部等在众人身后，议论纷纷，一脸的好奇。什么情况啊？怎么突然就响警铃了？我看也没事啊。喂，我看这也没起火呀，我们饭还没吃完呢。还有人慌慌忙忙跑了出来，裹着睡袍，鞋子都跑掉了半只。这不是谁在恶作剧吧？我这洗澡洗一半呢。看到王峥安全的出来了，楚小满几人立刻迎接了上去。卷毛和刘毅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峥哥，你哪里去了？怎么才出来？快急死我们了！度假村好像着火了，刚刚火警警报都响了半天了。王峥之前一直在度假村的最深处，而且还在处理天魔的事情，倒是没听到所谓的警铃。等他把疑惑的目光转到楚小满，楚小满连忙回道：“现在怎么样了？我已经联系过爷爷了，他已经在赶过来的路上了。我看你说的着急，怕有危险，直接砸了火警的报警器，把大家都带出来了。”方刘2人还不知道这火警是楚小满闹出来的，顿时惊讶的长大了嘴，连问怎么回事。王峥摇了摇头，没有跟他们多说，反而给楚小满比了个大拇指，直夸他机智，然后说道：“应该暂时没什么事情了，但是还要等后续结果，等着吧，过会肯定会来人的。”卷毛和刘毅2人面面相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想开口继续问，就被王峥给阻止了。看得2人吃的满嘴都是油渍，卷毛更是手里还拎着一只大闸蟹，王峥也是不禁笑了起来，然后跟2人解释道：“
就是发生了一点意外，问题不大，耐心等一会儿吧。身后的游客们看到只是一个帅气的小伙子从里面出来，也没当回事，只是在自顾自地抱怨着出现意外影响了自己度假，也觉得这小子胆大，都着火了还这么慢悠悠地出来。众人没等一会儿，就听到外面的马路上警笛声大作，一连数辆警车呼啸着飞驰而来，稳稳地停在了度假村的门口。随后一群武装到牙齿的特警下车，拉起了隔离带，还有不少警察同志开始安抚疏散人群。一点点小火情，大家不用紧张，很快就会处理好，大家不要慌乱，来我们后退，有序地撤离现场，不要在门口堵着了，等我们的特警同志处理好，都可以继续享受大家的假期了。这时有一位特警队长大声喊道：楚小满！谁是楚小满？王峥让同样一脸懵逼的卷毛和刘毅先跟着大部队走，然后立刻带着楚小满上前。警察叔叔，这位就是楚小满，我是他的同学王峥。特警队长明显是已经得到了两人的信息，直接问道：里面情况怎么样？还有没有危险？王峥也不知道这些特警们对天魔的事情了解多少，斟酌了一番后回道：应该是没有了，但是我不能保证这里的人群中还会不会有同样的人，最好还是先把人控制住，等负责处理这些特殊事件的专家到场之后再来确定。队长点了点头，对着身后的队员们做了几个手势，随后他身后的队员们四散而去，帮助楚安抚控制游客去了。而王峥和楚小满则是留在原地，耐心地等待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有人开始不耐烦起来了。警察同志，还要多久啊？我们已经等了好久了。对啊，这也没看到有飘个烟出来啊，估计早就被扑灭了吧，还不能回去吗？哎，真是倒霉，放假出来旅个游都能碰到这样的事情，这度假村也太不注意了，这么大的安全隐患，以后可不敢再来了。随着游客们叽叽喳喳地闹了起来，民警同志只能再次出马安抚起他们来。而有些聪明的游客则是不发一言，耐心地等待着。一群傻子，哪有灭火来特警的？隔离带都拉起来了，一看就是出事了，还度假呢，等会收拾东西直接走。好在楚天行速度极快，没让众人久等。仅仅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看到天空中一道蓝白色的闪电划过，径直地劈在地面上，随后幻化出来楚天行的身形。等楚天行站定之后，过了好一会，这时才有轰隆隆的雷声传了下来。这样的大场面让在远处围观的群众们大呼惊奇。毕竟虽然这个社会觉醒者虽然不算少了，但是能够身化闪电的人物，除了在电视上可没见过。还有人起哄鼓起掌来，不过瞬间就被民警们劝住了。不少游客看到眼前的情景，似乎是明白这度假村里可能是真的出事了，立刻不再抱怨，安静地等待起来了。看到还有同伴在喋喋不休的抱怨，立刻扯了扯对方的衣服。顿时人群中也安静下来了。看到楚天行过来，对面的特警队长似乎对老爷子也不陌生，敬了个礼之后就离开了。楚天行皱着眉头把王峥和楚小满拉到一边，然后问道：王峥，怎么回事？小满电话里跟我说什么直播费？您还记得之前我跟您说发现圣光术新用法之时提到过的钱瑞博吗？就是我爸以前的战友，这里就是他开的店，这次过来意外碰到他之后，得知他的母亲身体状况不佳，在这里休养。本着我也是治疗系的想法，他邀请我跟小满也用治疗术试试。结果王峥立刻一五一十的把之前的经历都跟他说了一遍，没有丝毫隐瞒。等听到王峥说他的圣光术将天魔困在钱老太的身体内直接消融之后，楚天行也惊讶不已，但是考虑到王峥技能特殊性，似乎又意外的觉得合理。随后楚天行带着王峥两人重新往度假村内部走去。楚小满看到自己的爷爷没有丝毫想要带自己进去的想法，气得直跺脚。等楚天行和王峥两人把整个度假村仔仔细细地搜索了一遍之后，来自京南军区的专家终于带着专业的测量仪器抵达了。眼前这胡子花白、满脸慈祥的老专家，一来就直接握住了王峥的手：“你就是小李的儿子吧？好，不错，不错，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之前听说你在蝴蝶岛上的事迹之后，我就想找个机会见见你，后来实在是太忙了就忘记了。”王峥看着眼前的老专家，有些汗颜。楚天行连忙帮着解释：“这是京南专门研究天魔和人体共生关系的顾敏，顾教授以前也是研究异兽的，上一任的京南研究所的老领导，退休后被军区返聘了，算是你母亲的半个老师。”听到楚天行的介绍，王峥立刻就严肃了起来，礼貌地打着招呼：“顾教授，您太过奖了，之前就听我母亲说过您，没想到这次有幸得见，我应该早些去拜访您的，只是怕打扰到您的清修。”顾敏听到王峥的话语，也是老怀大慰：“好，我就是一个闲不住的糟老头子，哪算得上什么清修啊？”哈哈。对了，给你介绍下，我身边这位是京南军区的党连涛上尉，这次一起过来是专门来保护我这把老骨头的。王峥顺着他的目光看了过去，这党连涛上尉标准的军人形象，寸头国字脸，面容坚毅，浑身灵气环绕，还伴随着炽热的气息。如果王峥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火系的元素系觉醒者。只见他一身军装，笔直地站在顾教授身后，看到王峥的目光后，对他点了点头。几人一边说，一边朝着钱老太的房间里走去。刚进去小院，王峥就观察到几人的眉头都皱了起来，看来几人明显都能感觉到空气中似有似无的天魔气息，而这些气息则都是王峥用了圣光术之后从老太太体内逼出来的。等几人推开房门进去，就只听到顾教授手中的仪器滴滴滴地响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渐渐地平复了下来。顾明给王峥解释道：“这是我们经过长期研究制造出来的仪器，天魔的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息，可以通过检测这种气息浓度的方式来检测出大概的方位。因为他们不是本地的物种，所以有了这种的鉴别方式。但是如果他们深层次的潜伏在人体之中，不动用自身的能力，那这机器就没效果了。”王峥听到顾教授的话语，立刻反应了过来。之前池伯飞就是没有动用过天魔能力的情况下，一直不能确定，直到他在蝴蝶岛上暴露，这才引起军方的重视。看着进门的四人，钱瑞博一脸的疑惑，他一直在照顾自己的老母亲，到现在还没出门呢，自然是不知道他的度假村已经被团团包围了。看到王峥之后，疑惑地问道：“小峥，这几位是？”王峥连忙介绍：“这是我们京南的校长，刚刚我同学出去后打了校长的电话，他怕我们有危险，就从学校赶过来了。”
剩下2位则是荆南军区的专家，专门对付这种诡异的异兽的。这次来也是在看看老太太的身体状况。钱瑞博一听是南大的校长和军区的专家来人了，一边感慨王征的能量之大，为了自己把这些大人物都喊过来了，一边站起身子敬礼。荆襄战区086军退伍士兵钱瑞博见过领导。得知钱瑞博是退伍军人，顾明也是松了口气，接下来的工作应该会方便了不少了。示意党连涛带着钱瑞博出去聊天，然后给钱老太太检查了起来。王征看着老教授不停地用着各种各样的仪器给老太太检查，然后神色越来越激动，嘴巴里更是不停地赞叹：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真的是太神奇，这是对天魔研究领域的全新突破。随着检查的结束，他转头问向王征：王征同学，我就托大喊你一声小王了，你一共也跟天魔交手2次了，能不能说一说你这次的具体过程？王征自然是没有隐瞒，因为起初只是过来看病的，我凝聚圣光之后就直接照射了过去。按照我以往的经验，如果是受伤的人，在受到我的治疗后，伤口会速的愈合，如果没有受伤，则会导致生命力过剩，造成头晕目眩、身体无力的效果。老太太一直昏迷不醒，医院也没有检查出病因，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判断老太太是不是身体内有什么内伤。但是钱老太太在受到我的圣光治疗后，非但没有以上2种效果，反而神色狰狞，表情痛苦，身体里冒出一丝丝的黑烟。因为我之前有接触过池波飞，所以我立刻就判断出了这是天魔的气息。随后我就让楚小满撤退，通知校长，然后自己一直不停地释放圣光来压制天魔。然后随着使用圣光术的次数越来越多，老太太身体里的黑雾越来越多了。后来她的身体似乎是有些吃不消了，甚至还出现了7孔流血的现象。在征得钱叔叔的同意下，我没有放弃，继续用圣光术照射。在这个过程中，老太太曾经一度站立起来想要攻击我，不过在圣光的笼罩下没有得手。最后她嘶吼一声就倒下了，神色也恢复正常了。除了隐藏了自己通过看灵气面板判断天魔死亡的事情，王征没有任何的隐瞒，详细的描述了整个过程。而这时的顾敏已经激动满脸潮红了，连说3个好字：小王啊，你可真是位福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从军啊？加入荆南军区到我的研究所来帮我做研究怎么样？我这里可是股级干部，上尉军衔，而且我们是军部直属的研究单位，福利待遇都很好，而且还离家近，比你大学毕业从军还要分配可来的要好多了，怎么样？要不要考虑考虑？听到这话，王征还没反应过来呢，楚天行第一个不答应了。我说顾老，你这当我的面挖墙脚可不好吧？再说了，就王征这个性子，哪里是耐得住寂寞做研究的料？他要是真去了，不出3天你就得求着他退伍。还有，王征虽然心里不愿意去，但是也不听不得楚老头这么埋汰自己，于是连忙打断了他的话：顾老，我确实性子散漫，不太适合从军的，而且不瞒您说，我修炼观想法是可以通过击杀异兽加速巨献的，我以后肯定是要上战场的，不会在后方做研究员。王征自然是不愿意从军的，更何况还要做后勤研究，不上战场自己去哪里杀异兽去？听到王征的拒绝，楚天行自然是一脸的得意洋洋，而顾敏却打算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动王征。王征，你知道我为什么都90多了，几次退休后还要选择重新返岗吗？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奇妙了，自从灵气出现以来，无数新奇的事物被发现，各种各样的动植物疯狂进化，短短几十年里就走完了漫长的进化道路，这也让我为之着迷。起初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生物学家，研究异兽是我毕生最大的兴趣。后来国家发现天魔的存在，这是一种能够威胁全人类的新型物种，当国家召唤我的时候，我就毅然决然地参与了进来。搞天魔研究并不符合我的兴趣爱好，但是爱国主义精神却压过了我个人的兴趣。这是为了人类伟大复兴的事业而做的研究，并不比在前线战场厮杀来的低贱半分。王征看着眼前这位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老人，心里有些愧疚，就连楚天行也有些动容。看到王征有所松动，顾敏继续劝道：我知道你年少热血，只想着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驻守边疆，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会独独选中了你？我们这是刚刚见的第一面，为什么我不去选择专门学习研究异兽的学生，各种专业对口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因为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你也跟离体的天魔战斗过，你也知道只有元素系的觉醒者能够对它造成伤害。但是元素系是什么？元素系代表着灵气消耗大，破坏力惊人，不管是火水风冰雷，他们都没有从人体内把天魔驱散的能力，而你的圣光术可以。你这是第一例，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天魔在人体内被消灭的案例。现在你知道你有多特殊了吗？虽然顾敏说的很有道理，但是王征确实不愿意去当兵，而且还是后勤的研究士兵，失去自由不说，还没办法接触异兽，那自己的天赋真的就白费了。顾教授，我承认您说的对，但是我确实还太年轻了，懂得东西也少，我连大一都才刚刚上了1个月，您这一下子让我从军，我还有点没办法接受。如果以后您需要我配合着研究，我随叫随到好吗？今天校长也在这里，他可以给您做出承诺。反正您需要的只是我配合使用圣光术嘛，我本人能力目前还远远不够，到时候肯定全力配合您的。说完，他连忙朝着楚天行使眼色。楚天行自然是收到了王征的暗示，虽然他承认顾敏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的小家就是荆南大学，他还指望着王征能够接他的班，给他振兴南大呢，哪能就这么1句2句就让人拐跑了？再说了，没看人王征自己都不乐意吗？楚天行叹了口气，顾老，咱们也认识这么多年了，自然是知道你的秉性，这孩子才16岁，况且距离他毕业还早呢，知识储备也严重不足，您直接让他跟你学习研究，他也跟不上啊。我作为南大的校长向你保证，如果你的研究需要他的帮助，只要他还在学校内，无条件放人。一方面可以让他在大学里继续进修，一方面您也可以给他多补课，等他大学毕业了，至于他还要不要研究，还是去战场，到时候让他自己决定。顾敏叹了一口气，他心里也明白自己确实有些操之过急了，转头看着拍了拍王征的肩膀，孩子，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确实是我心急了，
我这边只是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你转变想法了，也随时可以告诉我。看到顾敏终于松了嘴，王峥也是长舒了一口气。他不怕别人拿家国大义来压他，但是面对活生生站在自己面前，确实是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也没办法说出重话来。正在三人沉默的当口，党连涛已经跟钱瑞博解释清楚了来龙去脉，也接到了手下的汇报，直接走了进来，对着顾敏说道：“顾老，这度假村里都已经检查过了，没有感应到天魔的气息，但是我们没办法对这里的游客和工作人员做出甄别，不知道其中还不会有天魔潜伏。”听到党连涛的话，顾敏也皱起了眉头。甄别是否有天魔潜伏，从来就不是个轻松的活。到目前为止，国家也没有研究出能够准确的检测的方法。如果是觉醒者还好，在使用能力时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异样，但如果被附身的只是普通人，那就无异于大海捞针了，只能靠着对方的行动轨迹来寻找线索，靠着经验丰富的特殊工作人员来检测是否有天魔的气息遗漏。但是如果天魔完全不使用能力，不透露出气息来，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发现蛛丝马迹的。王峥看到众人都陷入了沉思，弱弱的举手道：“我觉得我可以。”看到王峥举手，顾敏立刻就反应了过来，他是一下子陷入老思路里去了，完全忘记了王峥的圣光术了。紧接着心里下定决心，回去就要跟老首长去提要求，这小子一定不能放过，该给好处给好处，该分配对象分配对象。顾敏转头对着钱瑞博说道：“钱总，麻烦您在入口处找一个单独宽敞的房间，可以吗？”钱瑞博连忙答应：“领导您这说的什么话，喊我小钱就好了，如果没有其他吩咐，那我现在就去准备。不知道我母亲的身体非常好，等这边的事情结束之后，我邀请你和你的母亲一起去一趟京南军区，到时候再做一次详细的检查。”钱瑞博激动的直搓手：“那真的太感谢您了，我现在就去准备。”说完就一溜烟就跑了，安排房间去了。顾敏接着说道：“小党，你去吩咐一下，让同志们安排游客和工作人员们一个个的接受圣光术的检查，今天算是我研究中的一个突破了。然后你去房间里守着，万一有特殊情况，也要保护好群众和小王的安全。”是。党连涛很快领命而去。随后顾敏掏出一小瓶回元药剂和2枚灵气结晶递了过来：“小王，今天就要麻烦你了，这一点回元丹和灵气结晶你收着，等会儿补充灵力消耗用。”看到顾敏凭空掏出2枚结晶1瓶药剂，王峥的脸色是变了又变，然后有意无意的瞥了一眼楚天行。妈的，顾教授真有钱，不愧是学术界的大拿，还这么大方，比楚老头抠抠搜搜的爽快多了。要不是自己实在受不了军队里的纪律，真的差点就心动了。顾老，你一掷千金的模样可比刚刚更伟大，而且刚刚是凭空拿出来的吧？也就是说，顾敏教授手里也有储物件。还有就是顾老称呼这回元药剂叫做回元丹，看来之前的灵统这小子判断没有错，这确实很有可能就是古方研究出来之后加了个药剂的称呼。也不知道这小子哪来的这么多小道消息，看来以后找机会要多去东南走动走动了。至于顾敏教授，他是太不了解王峥的为人了。如果他之前不是跟王峥说奉献，而是之前拿资源来砸，估计王峥早就那倒也不会就范。他是真忍不住寂寞，真让他去军区，万一还来个不对付的上级，他这小暴脾气可忍不住。不过按照现在的约定，偶尔去做个兼职也不错。顾教授这么大方，应该出手不会小气。而站在众人对面，楚天行看到王峥脸色微变，心中也是一阵警醒。干！看来以后不能对这小子太小气了，不然真的就被军区的人给勾引走了。王峥倒是没想到，顾老这一手还能给他带来这样的好处。看来古人云：待价而沽，诚不可欺。军队的战士就是效率高，没几分钟，现场就都布置好了。从钱瑞博开始，然后是度假村的员工，再到前来的游客，一个个的进来接受圣光的安抚。看着眼前荷枪实弹的特警和军队，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游客敢炸毛了，一个个排队接受着王峥的按摩。原本怀揣着一颗忐忑的心，但是等到被圣光笼罩后，还别说，全身暖洋洋的，比按摩还舒服，仿佛回到了婴儿时期，躺在了母亲的怀抱中，温暖又安详。而钱瑞博则是安排给这批客人全部免单，然后附赠了一系列优惠。当然，这是他做生意的手段，王峥就没有在意了。不过在接受过圣光的洗礼后，确实让这些游客们的怨气少了一些了。除了王峥的灵气值不足，偶尔断档之外，鉴别工作的进展很是顺利。在使用圣光的过程中，王峥时不时的假装调戏一会，回元药剂更是一颗颗不停的往嘴里送。员工加上游客，一共100人左右。以他现在530点的灵气上限来说，一人一道圣光术也就2轮的事情。不过在检查到最后10几人的时候，王峥却已经脸色蜡白，满脸冷汗了。但是他还是坚持着不肯休息，非要把所有人都检测完才肯离开。众人看着王峥坚毅的表情，都是满脸的佩服。至于卷毛和刘毅，也算是发现了王峥之所以能这么厉害的原因，打定主意以后一定要向峥哥多多学习。这时还剩下最后几位游客，连他们都看不下去了。虽然不知道这是在做什么，但是看着满脸难受的王峥，眼前的大姐还是心疼的提了一句：“小兄弟，要不你休息一会儿吧，我们等会没事的。”后面几位游客也是跟着纷纷附和。王峥坚定地摇了摇头，嘴巴张了张，但是却没有开口，似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然后他快速从储物戒中掏出装着回元药剂的小瓶，直接拿起瓶子灌了一口，然后快速收了回去。紧接着艰难地凝聚出一道圣光，照向眼前的热心肠的大姐。随着大姐的面容变得舒适了起来，王峥也跟着笑了，只不过他这笑得比哭还难看。而楚天行看到王峥已经完全灵力不支了，迅速递过来1枚灵气结晶。刹那间，王峥的眼神里立刻就恢复了神采。他出色的演技和极快的吃药速度，却让大伙都没发现了，他到现在为止连回元药剂都没吃完呢。好耶！看到满脸欣赏的顾敏和党连涛，还有一脸崇拜的看着自己的同学和军区的战士们，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终于上钩了的楚老头。王峥在心里给自己点赞，还得是你啊，秒杀奥斯卡的男人。等到最后一位游客也被送走，王峥假装松了一口气。
迅速握住楚天行给的灵气结晶，盘膝坐下，以极慢的速度吸收了几十点灵气。呼，看着已经有些微微透明的结晶时，还有598点的灵气上限，王峥长长的吐了一口浊气，睁开了双眼，随后把灵气结晶收了起来。看到王峥已经恢复正常，顾敏则是不断的夸赞：“不错，这才是我们新时代觉醒者战士的风采。”楚天行看到王峥这么给自己争面子，也是心里暗自得意，还是老子教的好啊。至于卷毛、刘毅和楚小满，早就围了上去，关切的问王峥有没有不适，因为他刚刚脸色蜡白的样子真的很吓人。毕竟他是刚刚真的是灵气不足，耗尽了，只不过那是因为他之前都是在假装吃药，其实根本没吃而已。而此时的王峥是一脸正色，严肃地对着三人说道：“作为觉醒者，这就是平时里最简单不过的修炼而已，只不过今天坚持的时间久了一些，没什么大不了的。”三人听到王峥的话语，都是暗自佩服。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真正能做到像这样刚消耗完灵气，打坐片刻就能恢复的人可没有多少。由此可以见得，王峥平时的训练有多刻苦，才能让身体完全适应了这种没有灵气的状态。至于王峥到底有没有这么练习过，那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等到王峥已经完全恢复，站了起来，顾敏和党连涛这才靠近。顾敏笑嘻嘻地问道：“小王，身体怎么样了？要不要再休息一会儿啊？”王峥挠了挠脑袋，有些不好意思，憨厚地说道：“休息就不用了，不过我早上是空着肚子就来了，正准备吃午饭呢，就发生了这事儿。如果要回去，能不能等吃完饭再走？”听到王峥的话语，顾敏和楚天行都是哈哈大笑起来，就连身边的战士们也一下子没忍住。果然还是个小孩子嘛，做了这么大的事情，最希望的竟然是先填饱肚子。顾敏愉快地答应了下来，钱瑞博也是高兴，吩咐后厨做了一大堆菜，都给大家送了去。等到众人吃饱喝足后，顾敏这才开口说道：“现在让我们回去吧，看看你这次给我们的天魔研究带来了多大的惊喜吧。”随后众人收拾好带过来的设施，开始准备返程了。王峥也没想到自己的郊游生涯这么短暂，他这才刚到几个小时就已经结束了。于是他让卷毛和刘毅好好玩，然后自己则是毅然决然地跟着军区的车队走了。这次同行的还多了钱瑞博和他还在昏迷的老母亲，当然车上还有防止王峥被军区拐走的楚天行。至于楚小满嘛，因为自家爷爷来了之后就把他抛下了，现在更是和王峥两个人单独上了回京南的车，而没有带他，正在生气中呢。而卷毛和刘毅呆呆地看着远处逐渐消失的车队，心里忍不住一阵发酸。大家都是同龄人，觉醒时间也是差不多，难道自然觉醒真的就这么厉害？跟自己的差距有这么大吗？虽然他们不知道在此期间发生了什么，但是看着又是武警又是军队的，而且虽然是楚小满报的警，但是来人之后却依旧只带了王峥进去。在那时他们就知道王峥肯定已经在众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解决掉什么危机了，而且楚小满应该是知道内情的，只不过问他不肯说而已。说到楚小满，他现在已经跑回民宿，背起书包，气鼓鼓的再往车站走了。看着楚小满远去的背影，卷毛不知死活开口问道：“小满嫂子，你要自己一个人回去吗？”被他戳到了心中痛处的楚小满瞬间转头，恶狠狠地说道：“再瞎喊把你们头都给砍掉！”放下狠话后一转身，走得很是潇洒。只剩下卷毛和刘毅两人在风中凌乱，面面相觑。我们还留下郊游吗？留？为什么不留？征哥付了钱的。一路上车队开得飞快，近100公里的路程几10分钟就到了。随着车队一路径直开进了军区总部，王峥也是好奇的四处张望。他也是第一次进来军区大院呢，看着宽阔无比的训练场和四周无数正在拉练的军人，他不免有些兴奋。这个时代的军人和前世可不一样，随便拉一位军人放到前世，那可都是兵王级别的存在。他甚至想下去跟几位大块头的兵哥哥比一比力气。不过车队一直没停，让他的愿望落了空。等车子一路开进军区的最深处，这才停了下来。下车后，党连涛带着钱瑞博去大厅等候，而顾敏教授则是带着王峥和楚天行一起进了研究中心。楚天行现在是一步都不敢离开，生怕王峥就这样被拐走，直接休学参军了。等几人七转八转的进了研究室，钱老太就被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推去做更为详细的检测。顾敏则是带着王峥和楚天行在基地里参观了起来。小王，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的工作环境，这边是研究。大概过了1个小时左右，王峥已经把这边参观了个遍。这时，一位研究人员拿着钱老太的检测资料就走了过来。顾教授，我们已经详细的检查过了，对比之前从医院调出来的资料，钱淑芬女士的身体素质相较于上次的检查有了全方位的提升。钱淑芬，女，65岁，津南曼城人，3天前突然昏迷，随后送往曼城人民医院就医。经过检查之后，身体并无大碍，但是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没有清醒。说着就递过来一份资料，这个是他之前的身体检查报告。相较于3天前的情况，目前钱淑芬女士的肌肉强度和骨骼密度比3天前高出50%以上，细胞活性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目前这个强度还在缓慢的提升中。最重要的是，她原本只是一位普通人，现在检测她体内的灵气浓度已经达到90点了。如果还能继续提升下去，很有可能会。说到这研究员开始结结巴巴的不敢下结论，似乎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推测。顾敏则是鼓励道：“会，怎么样？说出来。”这研究员似乎是鼓足了勇气，很有可能会自然觉醒。王峥和楚天行都是满脸的问号。开什么玩笑？65岁的老太太开启自然觉醒，不是说好了16岁之后就再也没自动提升上限了吗？王峥突然心里闪过一道灵光，天魔，肯定是天魔的影响。听到王峥的惊呼，众人都朝着王峥看了过去，连远处有几位白大褂也被惊动。这研究员猜测着王峥的身份，同时也在责怪王峥的大喊大叫。看到众人都把目光看向自己，王峥似乎也发现了自己的不妥，不好意思地向四周致歉，同时组织了下语言，然后继续说道：“我很确定，我自己的圣光术只有提升生命力的功效，所以老太太的身体素质增强和灵气浓度的提升不可能跟圣光术有关系。
那在这3天内，唯一有变化的就只有天魔了。会不会是因为天魔在钱老太太的体内直接被圣光消融了，所以导致了她的身体素质加强了？那天魔的意识还在不在？会不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老太太的思维？顾敏则是笑着称赞，很敏锐的直觉，考虑的也很周全。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验证的。小王，你真的很适合做研究啊！我已经很久没带学生了，老头子，我可没几年活了，真的不考虑了？听到顾敏发出邀请，对面的工作人员都已经惊呆了。这么多年来，多少天才人物都没能入得了顾老的眼睛，一直推脱着年纪大了，不想再带学生了。这小子是什么人物，还能得到老教授的这样的邀请？王峥则是尴尬的挠了挠头，顾老，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我来做兼职，我还要上学呢，您怎么又提这事了？就您这身子骨，再活个几十年不成问题。看到王峥竟然还拒绝了，这研究员更加凌乱了，傻傻的愣在原地。他现在就想掰开王峥的脑袋看看，这不知好歹的家伙到底在想什么。不过顾敏倒是没有在意，哈哈大笑了起来，随后吩咐他们继续观察钱老太的情况，继续带着王峥逛起来了。随着顾敏的介绍，一行3人也是不断的往下，直到进入研究所的最后一层，这才放慢了脚步。一连通过3层防护门之后，对面还有看守跟了上来。顾敏看着对方摆了摆手，说道：“小李，这2位都是元素系的高手，你就不用跟来了，我们就随便看看。”听到顾敏的话语，这守卫小李敬了个礼，又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了。王峥看着这边3步一岗5步一哨，还有无数透明的隔板阻隔，跟之前的风格完全不同，不禁好奇地问道：“顾老，这里难道是研究所里关押天魔的地方？”顾敏笑着点头：“对的，目前我们研究所确认发现的只有3例，本来还有一头天魔实体的，可惜后来有一天突然发狂了，不停地撞击着关押他的元素牢笼，最后就死亡消散了。”王峥连忙追问：“那死亡之后有留下特殊的遗留物吗？我之前就因为这个被帝都军区的人盘问了好久。”说到这，王峥还一脸的愤慨，仿佛受了多大的委屈。顾敏显然是知道这件事情的，笑着说道：“有的，留下来了一种纯黑色的结晶体，而且据我所知，绝大部分的天魔死亡都会留下这特殊的结晶。”王峥刚想问这结晶有没有研究出什么用途，但是及时忍住了。顾敏看着王峥的表情，问道：“你是不是还想问这特殊结晶有没有什么用途？”王峥看着对方似笑非笑，意味深长的表情，僵硬的点了点头：“放心吧，没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就跟普通的灵气结晶一样，也不会有什么负面效果。”王峥转念一想，我因为这个受到区别对待，对此好奇也情有可原嘛。而且当时空间戒指都已经被检查过了，我还心虚个嘚儿啊。于是继续问道：“我想知道，既然天魔在钱老太太体内死亡，会让她的灵气浓度急速提升，那会不会是因为老太太的身体把本该出现的结晶吸收掉了？那这特殊的结晶有没有这样的效果？”顾敏也没想到王峥会问这个，思考了片刻之后回道：“这个倒是没有，目前天魔的数量非常稀少，存世的每一头都是非常珍贵的研究材料，不管是潜伏状态还是单独的实体都很少，而且无一例外，吸收这结晶的人都没有出现过灵气急速增长的事情。”王峥听到这话，顿时一脸的失望。他还想着，如果可以的话，就不用把天魔结晶留着了，没想到还是要承担风险啊！现在只能等老太太清醒过来之后，再看看她的状态了。是的，自从之前的研究员说钱老太的灵气浓度暴涨的时候，王峥心里就有一个大计划。既然一个普通的老年人都能一下子提升这么高的灵气上限，甚至还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说出可能会自然觉醒的话来，他当时就想到了自己的老爹王胜荣的灵气值一直卡在9999不能寸进。这时候如果能借助天魔的力量再进一步，哪怕只是提升1点上限，那自然觉醒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且如果老爹可以觉醒，那是不是他的身体也会连带着恢复？只可惜按照顾老的说法，天魔结晶并没有这样的功效。王峥现在心里只想着，如果钱老太以后被检测到确实不会受到天魔消散的影响，自己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忽悠老爹来被天魔附身。到时候只要自己下手够快，就可以反把天魔作为人类的嫁衣，人工制造出自然觉醒者来。看到王峥一直沉默不语，楚天行和顾敏并没有在意，带着他继续参观了起来。楚天行明显也是没有来过，对周围的一切也很是好奇。没走几步，王峥就看到在地下室的最深处，前面透明的笼子里分别关着3个人，其中2人十分平静，只是2双血红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进来的顾敏，喉咙里不断发出野兽的低吼。只看一眼，王峥就知道了，这2人绝对是被天魔附身了，而且已经到了很深的层次了，绝不是钱老太太的状态可以比较的。因为他们现在这样的模样和当初的池伯飞一模一样，他们应该还有神智，而且对于顾敏教授有着极深的恨意。这2人虽然看着还算平静，但是眼底时不时闪过的一抹狠戾，不由得让人心惊。还没等王峥3人靠近，这2人就一改平静的作风，发了疯似的往透明幕墙上撞，咚咚咚，撞到头破血流也不管不顾，还不停地龇牙咧嘴对着他们咆哮。王峥刚开始还被吓了一跳，看着身边镇定自若的2位老者，顿时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一转身恶狠狠地对着这2位骂道：“还会说人话吗？嘚瑟什么？来，有本事你真的冲出来，我奶不奶你就完事了。”随后他用手一指最后一位缩在角落里披头散发的天魔，看看人家多懂事。顺着王峥的手指，对方似乎也感受到了王峥的注意，缓缓地支起身子向着王峥看来。只见这一位更是重量级，全身上下已经都是骨头架子了，完完全全的皮包骨，头颅已经干瘪萎缩了，皮和血肉粘在一起，几乎看不出原本的五官，两侧的脸颊深深的凹陷了下去，只剩下一双通红的眼珠直勾勾的看着王峥，随后咧开大嘴桀桀桀的笑了起来。王峥一下子愣住了，喃喃自语道：“这还是活人吗？”顾明也是长叹了一口气，他叫季世炳，45岁，荆南人，5年前发现自己的异常后主动报警的，之后一直很配合我们的工作，一直就住在这里了。起初还有神智，
能吃能喝，还能够正常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的就变得和旁边这2位一样了。又过了2年，就成现在这副模样了。王峥继续问道：“知道是怎么被天魔附身的吗？”“不知道，我们也没见过。目前所有被天魔附身的人都没有什么共同点，仿佛就是完全随机的。我们甚至调查过所有人的详细资料，工作、生活、家庭背景、行动轨迹等等等等，都是一无所获。就说这记事饼吧，家庭和谐，工作顺利，突然有一天就发现自己一觉醒来满嘴是血。起初他还没有在意，只以为是火气大牙龈出血。直到第3天，他发现不但嘴里有血腥味，甚至连全身都是血迹，而自己的家人也全部都失踪了。惊吓之余，直接报了警。其实他当时就已经精神状态有问题了，他的家人全部遇害了，但是他自己却完全没有感觉。”王峥接着说道：“没有办法把天魔从他们体内逼出来吗？”顾敏摇了摇头：“没有。想要对天魔造成杀伤，就只能用元素攻击，但是天魔潜伏在他们体内不出来，我们没办法在不伤害人体的情况下直接攻击到天魔的本体。所以我才说你是特殊的，你的圣光术似乎有独一无二的效果，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将天魔驱逐，但是最起码可以对他们造成效果。”王峥顿时来了精神：“那我们要现在就开始实验吗？”顾敏笑了：“今天只是带你来参观一下的，科学试验哪有这么鲁莽草率，一拍脑袋就开始上手的？天魔的样本本来就稀缺，每次试验之前都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想到每一种可能，做好所有的应急预案，以后肯定会需要你帮忙的，但肯定不是现在。”话一出口，其实王峥自己也知道是自己冲动了，只能低着头聆听老前辈的教诲了。众人在下面转了一圈，就上楼了。等出了电梯，王峥就感觉仿佛就连空气都比在下面清新多了。一想到地下室就有3只天魔，王峥就觉得心里发麻。他可是亲身经历过被天魔吞噬的滋味的，不知道这些在上面研究的工作人员害不害怕，也不知道底下的牢笼是用的什么材料才能把他们关起来的。这时，还是之前那位工作人员走了过来，一脸欣喜地说道：“顾老，钱淑芬已经醒了。”听到这个消息，顾明也立刻精神起来了，招呼着王峥和楚天行自己随便看看，然后就自顾自地忙去了。王峥和楚天行2个人大眼瞪小眼，看着这里忙忙碌碌的人，不知道该做什么，干脆就直接出门了，省得在里面碍事。呼！出门之后，王深深地长舒一口气，一时间气氛有些沉重。楚天行率先打破沉默，看到这些接受不了了。王峥摇了摇头：“校长，我有种感觉，当时的天魔肯定是已经死了，因为当时钱老太倒下的时候，我明显听到了不甘的嘶吼。天魔再愤怒，再恐惧，他们是怕我的。而且现在仔细想想，我丢圣光术的时候，他身上冒出来的黑雾极大可能就是天魔的本体，很可能当时他是想逃跑来着，只不过我的圣光术丢得太密集了，所以没跑了。我很确定他肯定是死了，不过会不会影响老太太的神智，我就不知道了。希望不会吧，不然原本我有机会救下她的，是我太心急了，没有观察到详细的情况。”楚天行听到王峥这么说，虽然欣慰王峥能够针对自己的行动做出反思和总结，但是对于他的自怨自艾也很是不满，附带着雷光的一脚就踹了出去。要不是因为有你，他还死定了呢。就算是受到了天魔的影响，那也不是你的责任。想了想，又骂了一句：“你是个什么东西，也配承担这责任？少在这里自己脸上贴金了。”王峥被踹了趔趄，这次却没有还嘴。他第一次在内心虔诚的祈祷，希望钱老太没事。倒不是他真的有多圣母，觉得这一定是自己的责任。其实他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钱老太可以不受天魔影响，那王胜荣就有希望恢复实力了。他到现在还记得老爹之前跟自己说过，要不是因为自己，他早就想去战场上痛痛快快的战死了。当时王胜荣落寞的表情是王峥这2辈子都没有见过的。王峥没有那么伟大，想着能够解救所有的人，他只希望自己身边的人能够健康快乐就足够了。没过多久，顾敏就带着老太太和钱瑞博一起过来了。钱老太听说自己突然昏倒是王峥救了自己，也是感激的不行，拉着王峥的手一口一个谢谢，夸得王峥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连忙开口说道：“钱奶奶，我是钱叔的晚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举手之劳哈，当不得您这么夸，您只要保养好身体，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了。”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句话非常的贴切呢。顾明也是跟着开口，钱妹子也是刚刚恢复，还需要多休养，再观察一段时间，接下来小钱你也陪着在这里住一段日子，好好调养。钱瑞博自然是满口的答应，倒是老太太还惦记着老家的生意。我这身体好得很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次醒过来就连以前的老毛病都好多了，还调养个啥啊？家里好多事呢。钱老太只是个普通人，钱瑞博怕母亲接受不了，所以天魔的事情是只字未提，到现在老太太还被蒙在鼓里呢。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奈何桥上走过一遭了，如果不是王峥这次赶巧，下场不会比脚底下那记事饼好到哪里去。而且老太太年纪更大，如果拖的时间更久一些，则是更加危险。这次的事情有多严重，钱瑞博已经完全了解了。现在这么一位专家大拿帮忙检查观测，一方面是怕会有后遗症，一方面怕回家后又出什么问题，于是连忙把钱老太太拉到一边，好说歹说，这才劝了下来。等到这边事了，王峥这才跟楚天行出了军区的大门，看着楚老头悄无声息的闪电遁走，王峥看着车来车往的大街，无奈的掏出手机来打车，心里想着自己是不是要找个时间赶紧把驾照考了去。王峥这边前脚刚出军区大门，后脚顾敏就敲响了司令部的大门，随后就听到顾老爷子中气十足的声音传了出来：“还想要我继续在这里干，就赶紧给我把这小子弄来！一天天的要经费，经费没有；要人才，人才没有。你这个军区司令怎么当的？就连研究的样品都只有可怜兮兮的3个，都动不敢动，就这还研究个什么？干脆让我回家享福去算了。”听到办公室里传来顾教授的怒喝，门口的警卫员吓了一缩脖子，全当什么都没听到。时间一会儿过，等王峥到了家里，发现王胜荣还是坐在沙发上看报纸，一副悠哉悠哉的模样。
看到王峥后也没诧异他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王峥安静地坐到王胜荣身边，把自己的天魔结晶递了过去。王胜荣一脸的疑惑：“你这是干嘛呢？您试试能不能吸收？”他还是不死心，想让自己老爸试试。至于这珍贵的结晶，对于老爸的身体来说就不值一提了。王胜荣一脸怒容，又想挨揍，逗你老子玩呢？我倒是想吸，我有这能力吗？王峥也是不解，您不是说您被改造之后可以使用灵气，能够伤害到异兽了吗？怎么会不能吸收灵气结晶？谁告诉你能够运用灵气就可以吸收灵气结晶的？我用的是我体内为数不多的灵气，没办法吸收灵气结晶，随身带着倒是可以加快回复灵气的速度，不过我也不会消耗灵气啊！啊！王峥一拍额头，原来是自己想插了。那这么说的话，就算天魔结晶可以让人大幅度增加上限，没觉醒的人也吸收不了。王峥连忙解释，把今天发生的事情都跟王胜荣解释了一遍。听到老太太被天魔附体，王胜荣还有些担心她的身体，但是听说已经恢复健康，甚至还因祸得福了，倒也没有太过在意。然后他问王峥，然后呢？这跟我吸收灵气结晶有什么关系？王峥一脸的无奈，人家60多岁的普通人老太太被天魔附身后，让我直接用圣光照死了，结果现在老太太快自然觉醒了。那如果这个被天魔附身的人是你呢？这个原本的力者，基因改造的战士。王胜荣听到王峥的解释，整个人都呆住了，手中的报纸什么时候掉落了都没发现，只是结结巴巴的说道：“我可以觉醒了。”王峥看着自家老爹震惊的模样，心里也很是得意。但是高兴了没一会的王胜荣又皱起了眉头。但是我要到哪里去让天魔附身呢？他倒是完全没有担心过自己被附身之后会失去控制，万一到时候失了心智，狂性大发，那不管对哪里都是毁灭性的灾难。也不知道他是太兴奋了，完全忘了这回事，还是对自己的儿子有信心。王峥回复道：“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现在是提前告诉您这个好消息而已。钱老太太的事情已经证实了，完全可以靠这种方式全方位的提升身体素质，只要不会因为天魔消散后引起精神方面的问题，那就完全值得一试。而且就算不能觉醒，我觉得也有很大概率可以治疗您的暗疾，毕竟这是全方位的身体素质增强。目前钱老太太已经留在军区观察的，后期我还要去配合顾敏教授做实验，但是按照我的推断来看，我应该是可以用圣光把人体内天魔逼出来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让您跟天魔共处一室，不知道他会不会对您附身呢？不过这都还要从长计议，军区也不可能直接就同意这样的试验。而且我还担心个屁！”王胜荣暴喝一声，打断了王峥的话：“婆婆妈妈的，算什么男子汉？放手去做，我不着急，你有这份心就够了。只要能够这个机会，我肯定要搏一搏的。”王峥却是丝毫不虚：“哦，那等我妈晚上回来我再跟她说。”王胜荣，哎，别跟她说啊，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你要是跟她说了，她肯定不同意。王峥笑得很是得意：“京南军区研究所主持研究的是顾敏教授，是我妈的老师，您确定我妈见识短？而且就算您要真去做了这个小白鼠，你也瞒不住她啊。”等王峥说完，就看到自家老爸已经完全蔫了，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出神，全然没有了刚刚那股子老子天下第一的狂妄模样了。王峥心里觉得好笑，也没有多说什么，自己偷偷地跑回了卧室，给自己老爸留一点独处的思考空间。等回到房间，王峥想了想，把自己昨天买回来的游戏机装上了，刚注册好账号，就把添加好友的信息发过去，好友验证秒过，随后就传来了语音通讯请求。王峥连忙把耳机翻了出来连接好，刚一接通，就听到白妹喜的声音从耳机了传了出来：“喂，会嘲讽的圣骑士，你是王峥吗？”王峥现在已经能联想到白妹喜窝在沙发里玩游戏的场面了，连忙回应：“对，是我。”白妹喜一边熟练地发来对战邀请，一边嫌弃道：“哇，王峥你这游戏名也太土了，不好听。那我换个 ID 就叫会圣聊的防战。”陪着白妹喜玩了几个小时的游戏，等到晚上李亮回家，王峥这才下线，就这小妖怪还嫌弃没玩够呢，妥妥的网瘾少女没跑了。等一家三口吃过饭，王峥还是开口了，把下午跟老爸说的事情又跟李亮复述了一遍。而王胜荣一边收拾着碗筷，一边时不时的偷偷瞄着李亮的表情，看着自家老婆冷冰冰的脸，他连大气都不敢出，心里知道基本是没戏了。李亮没什么表情，淡淡的问道：“小峥，这是你有把握吗？”从操作的步骤来看，基本问题不大，而且顾敏教授说过，在我之前没有人可以对潜伏在人体内的天魔造成伤害，所以从研究意义上来说，圣光究竟能不能把天魔逼出人体，这个是必须要进行的尝试。而离体的天魔是否能够重新进入其他人的体内，天魔是如何附身的，甚至还有天魔附身在人体内被圣光消融后能否让人自然觉醒，我觉得这些课题是他们无法避免，肯定要做的实验。我们要做的只是顺水推舟，让老爸获得这次试验的机会。只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先要看钱老太太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不知道这个判断周期需要多久，以及结果是否准确。然后就是如何让他们选择老爸来当这个小白鼠，还有天魔附身时会不会给人带来额外的伤害。说完后，王峥也及时的闭上了嘴。在这个过程中，李亮全程冷着脸，几乎没有任何表情的变化。听到王峥左一个等结果，右一个不确定，王胜荣知道已经是没戏了，收拾好桌上的碗筷就打算去刷碗了。就在这时，李亮突然开口说道：“让你爸参与这个项目的事情就交给我吧，至于其他的事情，也只能你平时多跑几趟军区研究所了。”李亮虽然不想王胜荣冒险，但是也不愿意看到自家老公整日在家无所事事，失去斗志的样子。以前好歹还有个王峥在家里让他管着，现在王峥去上大学了，王胜荣在家里是越来越颓废了。王胜荣听到后大喜过望，一把冲过去抱起李亮就是一阵乱啃。李亮害羞的红了脸，却又不愿意用自己的精神异能来挣脱，生怕伤到了他。忽然间看到王峥竟然躲在一边偷笑呢，一道精神禁锢就套了过去，然后就听到嗖的一声，王峥以极快的速度飞入了卧室。啪！
的一声关上了房门。没想到老妈的精神禁锢竟然这么厉害，王峥自己挣扎了半天，才用蛮力挣脱了束缚。等出门一看，客厅里早就恢复了正常，没好戏看了。王峥无奈地挠了挠头，随后自己钻进客房锻炼去了。放假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一转眼就到了10月7号。现在才早上8点，王峥睡眼蒙蒙地出门了。这几天军区研究所那边一直没有联系过自己，也没再说过去帮忙的事。老妈那边也没说过他来安排老爸去做小白鼠的事情有没有什么进展。他倒是给钱瑞博打了几个电话，问了问钱老太太的情况，得到了一切正常的回复。不过这倒是把钱瑞博感动的不行。现在的王峥打算给自己老爸争取福利，对这事也上了心。不过人家军区一直没有联系，他也没办法。至于爱睡懒觉的王峥，为什么大清早的就出门了？完全是因为今天一早楚小满就打来了电话，约王峥去学校，还神神秘秘地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虽然王峥是半个字都不信，但也被吵醒后就再也睡不着了，瞪大双眼看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儿呆，这才一个咕噜起了床，嘴里骂骂咧咧地出门了。这楚小满也真是的，好不容易放假，大清早的不休息就会扰人清梦，而且今天都已经是国庆的最后一天了，还重要的事情，就他的脑子里除了吃就是玩，有个屁的重要事情。等王峥迷迷糊糊的到了国术馆，这才发现除了白妹喜没到之外，吴欢、梅贻琦竟然也全都到场了。王峥打着呵欠刚走过去，就听到楚小满鬼鬼祟祟的凑了过来。王峥，我昨天听我爷爷说，过几天有魔都大学的人要过来交流比赛。王峥弹了他一个脑瓜崩，关我什么事？就为这事你就大清早的夺命连环 call？ 哎呀，新生交流赛！我爷爷说魔都大学的校长亲自带队来打交流赛，说是今年有了功法，练习了一阵子之后要相互交流，共同进步。王峥扭头就走，交流个屁，又没有好处，他才懒得去。楚小满死死地拽住王峥的胳膊，无奈王峥的力气太大了，结果反而被他拖着在地上走。还没等王峥走到门口，就看到楚天行义把推开了国术馆的大门。你们干嘛呢？放假不休息，这么刻苦？王峥一把甩开楚小满，拍了拍手，装模作样的说道：嗨，校长说的对，劳逸结合才能更好的修行。我昨天锻炼的太晚了，现在好累，还没缓过来呢，我去睡个回笼觉先。楚小满自然是不依，又想扑上来，却被王峥闪了开去。爷爷，我们都知道了，魔都不是要来打交流赛吗？我特地喊大家一起来加练的。楚天行笑呵呵的说道：原来是这样啊，我就说呢，有心了，我还打算下午再通知你们的，不过这都是临时决定的，没那么重要的，你们随意就好。楚小满大声说道：我都听到了，那个严校长可看不起我们了，说他们学校随便来个人就……可害。楚天行一阵咳嗽，一把捂住了楚小满的嘴。有些事情就不要在外面乱说了，小满可不能乱说话。楚小满装无辜的模样，吐了吐舌头。我知道爷爷最看不起魔都大学和帝都大学了，这次我肯定把他们打个屁滚尿流。这爷孙俩在这演双簧呢。王峥看着这两人在这表演，一脸的不相干。不过这次吴欢一直安安静静没有说话，倒是让王峥很欣慰。长大了呀，果然跟在优秀的自己身边，同学们成长的就是快啊。不过等他转头看到梅贻琦的时候，只见他一脸的跃跃欲试，瞬间就捂住了脸。只听梅贻琦大声回应道：校长，你放心，之前训练营我没赶上，这次我一定让他们好看，让他们知道我们南大可不是好惹的。楚天行大声叫好：好，有志气，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这股子锐气。啪啪啪，王峥满脸写着高兴，很是敷衍的鼓着掌，说的太棒了，你们加油，我走了。呀，王峥，你……王峥话音未落，楚小满又冲过来，死死地拖住他，不让他走。楚天行则是一点都不在意，他现在已经完全拿捏住了王峥的死穴。只见楚天行轻轻咳嗽2声，然后缓缓说道：这次新生交流赛呢，虽然只是我跟严老头4人组织的，不过彩头可不少哦，两校全体新生都可以参加。至于奖励嘛，别的我就不说了，有些人也看不上，不过第一名有足足10枚灵气结晶哦。王峥听到10枚灵气结晶，瞬间就来了精神，猛地站直了身体。楚小满还在跟他较劲，王峥突然收力，他身体一下就失去了平衡，顿时摔了个屁股墩儿。此时的他正揉着屁股抬头怒视王峥，只见王峥此刻正站在背光处，清晨的曙辉透过玻璃窗洋洋洒洒地落在他的身上，在朝阳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高大，满脸的慷慨激昂。随后大喝一声：简直放肆，区区魔大敢来我的地盘踢馆。楚天行本来还挺高兴的，看到王峥这么嘚瑟，顿时又是气不打一处来，瞬间一道闪电劈了过去，怒喝道：谁的地盘？没想到这次王峥早有准备，一个小跳躲了开去，一脸的谄媚：您的。纯白色的雷霆劈在地板上，砸出一个焦黑的小坑，顿时一缕白烟袅袅升起，不过却并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王峥看着楚天行如此声势浩大的一道雷霆，竟然只造成了这样一丝伤害，非但没有看不起楚老头，反而觉得自家校长现在对于雷电的掌握更加细致入微了。楚天行倒是觉得王峥小王八蛋最近又有进步，没想到自己的雷霆都能被他躲过去，看来这次不管其他同学成绩如何，最起码这个交流赛第一是稳了。不就是灵气结晶吗？大不了过一段时间去大盟走一圈，正好听到最近那边的异兽群有一些异动，王峥心里也是开心，看来这个第一是稳了，毕竟10枚灵气结晶呢，只要钱到位，神仙都干废。王峥突然想起来自己更换武器的事情还没着落呢，上次提起来都是军训的时候了，于是赶紧上前跟楚天行说道：校长，那个我换武器的事情怎么说？军训时您就答应了，这马上打比赛了，到时候没有武器用啊。楚天行疑惑目光看了过来：我什么时候答应了？王峥顿时急了：最后一天下午观众席之上，我说拿我的大锤和长枪的材料换，您亲口答应的，可不能不认账。楚天行见王峥说的煞有其事，时间地点前因后果都说了，疑惑的挠了挠头，难道自己真的答应了？王峥看到楚老头已经在开始思考了，趁热打铁，连忙打断他，继续忽悠道：您想啊，
为什么那严老头还敢来挑衅您，还指明了说是新生交流赛？因为他知道，如果说是全校范围内的比赛，您肯定不会答应。说句不好听的，咱们大学从生源上就有差距，整体实力差一点很正常。那为什么新生比赛就可以让您入局？难道是他严老头觉得您笨吗？显然不是，因为他知道你对我们京南这一届的新生有信心。说到这，王峥顿了顿，看了看楚老头迷茫的神色，很明显已经被绕进去了。于是加大马力，继续输出。我们这些新生里最能打的是谁？让您最有信心的是谁？还不就是我们这里几个人？但是我们早就出过手了呀！集训营更是就在魔都外海的小岛上。虽然他们放弃了最后的试炼，但是难道他们会收不到信息？更何况宗征还是魔都人呢？都这样了，他严老头还敢来找您挑衅，他们肯定是自认为找到了我们的破绽。如果这时候您再不给我们增强实力，这次交流赛我看是危险了。楚天行还没反应过来，直接说道：“你连这点信心都没有？你不是自称打遍江南无敌手吗？”王峥一脸的痛心疾首：“校长糊涂啊！常言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对魔大的新生一无所知啊，对方却对我们了如指掌。如果这时候我能够在兵器上做文章，这第一名还不是手拿把掐？”随后缓缓举手，做了一个我全都要的手势。楚天行只觉得自己头上有无数苍蝇在飞舞，被王峥念得头昏脑胀。但是王峥说他糊涂还是听到了的，顿时脸色一板：“你说谁糊涂？”王峥连忙改口，一指剩余3位同学：“我糊涂，我糊涂。不信的话，您再问问大家，我说的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楚老头顺着王峥的目光看去，楚小满和吴欢若有所思，毕竟他们俩的实力不如王峥是很明显的事实，而王峥的实力肯定是早就暴露了，这么说也有一定的道理。而且王峥一直以来的猜测都没错过，他俩也都是把王峥看作主心骨的，于是都顺着王峥的话语点了点头。再看梅贻琦，他本来还想说他没暴露，可以保证给魔大新生们一个教训的，但是看着王峥半眯着眼睛盯着自己，嘴里还在念念有词，虽然没有发出声音，但看唇形赫然是孽畜受死，吃我一锤，正面上我之类的混话。一想到那天诡异的情形，梅贻琦瞬间浑身打了个哆嗦，连忙跟着点头，大声喊道：“王峥说的对。”楚天行看到几人都支持王峥的想法，仔细一想，心中顿时一惊。我说严老头这么突然要来打什么交流赛呢？而且之前还挑衅的那么明显，难道他真的找到了什么对方王峥的方法？不过他自己实在是想不起来军训时有没有答应王峥要给他换武器了，好像有，又好像没有。随后只能无奈的一摆手：“算了算了，你自己去管理处换吧。不过我告诉你，之前的 C 级锤子可要还回去，我会去打招呼的。不过既然武器给你换了，规矩你懂的。”王峥听到这话，顿时把胸脯拍得砰砰响。明白，我要是拿不到这个第一，提头来见。楚天行看王峥一脸的猖狂出言提醒道：“你自己也说了，对方肯定会对你有所研究的，千万不要大意轻敌。”王峥还在装逼，你就瞧好吧，这次我肯定帮您把面子里子全正了。楚天行见状也是高兴，随后也不再多说，直接转身化作一道雷霆遁走。昂吼！还沉浸在忽悠成功中的王峥，恍惚之中听到一声高亢的龙吟响起，猛地抬头一看，天边远处哪里还有楚天行的身影？那一抹迅速远去的白色，分明是一头神态威仪的白金神龙，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随后在一片寂静的国术馆中，楚天行的声音远远地传了过来：“要换武器尽早去，改造也需要时间的，需要时间的，时间的。”王峥这一次是真的彻底被楚老头震撼到了，而且他也惊讶楚老头的修行进度，指着楚天行消失的方向，结结巴巴地说道：“能看到了吗？刚刚校长是不是变成龙了？”楚小满一蹦一跳地走了过来，摸了摸王峥的脑袋：“你怎么老是说胡话啊？爷爷平时不经常这么神话闪电的吗？有什么值得惊讶的？”王峥没有理会他，但是看到吴欢也一样摇头，心中更奇怪了：难道真的是我产生幻觉了？没道理啊！刚刚还有一道龙吟响起来了，声音很大的，这你们总不会没听到了吧？王峥看到三人又是摇头，一颗激动的心也渐渐地冷了下来。正在他苦思冥想之时，梅贻琦走了过来：“王峥，这次新生交流赛真的有像你说的那么难？对方实力有那么强吗？”王峥还在想着刚刚龙吟的事情，不耐烦地挥手：“强个锤子，宝宝杯罢了。”宝宝杯？三人都是不解，异口同声地说道。王峥一下子清醒过来，妈的，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既然已经装出来了，那只能贯彻到底喽。只见他嘴角的勾勒出一抹不屑的冷笑，随后45度抬头望天，装出一副高处不胜寒、寂寞空虚冷的模样。随后故意压低嗓音缓缓说道：“对我来说，这就是专门给宝宝们过家家的比赛，我把它称作宝宝杯，明白了吗？”这话一出，顿时把三人噎个半死。梅贻琦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子，叫你嘴贱！谁让你问的？现在好了，给他装起来了吧。随后怒气冲冲地喊道：“你别太得意，我告诉你，这次比赛我一定不会让你专美于前的，到时候跟你一起会师决赛的肯定是我，我会让你亲口承认我是和你同等级的对手的。”如何用凶狠的语气说出最没出息的话？他倒是有自知之明，没有说会打败王峥，拿到冠军。反观另一侧的王峥，则还是那副低眉眯眼、举头望天的高手模样。听到梅贻琦的话，动也没动，只是眼神稍微的往他那儿瞥了一瞥，随后从鼻腔的深处挤出一声冷哼，淡淡吐出了2个字：“宝宝。”哈哈哈哈！楚小满已经笑疯了，抱着肚子在地上疯狂的打滚。另一旁的吴欢也是没忍住，扑哧一下笑出了声来。梅贻琦已经要被气炸了，一边喊着“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你”，一边朝着宿舍跑去。看着他狼狈逃窜的样子，让人觉得心酸不已。听他的声音，似乎也已经有些哽咽了。楚小满笑着说道：“王峥，你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啦？我看他好像哭了哎。”虽然嘴巴上说王峥过分，但是他却是刚刚笑得最大声的一个。王峥同样没有理他，装模作样的甩了甩并不存在的衣袖，潇洒转身，同样对着楚小满吐出了那个称呼：“宝宝第2。”呀！
王征！顿时，楚小满像一只被激怒了的雌狮子，张牙舞爪地向着王征扑去。王征也装不下去了，哈哈大笑了起来。顿时，整个国术馆里的笑声、打闹声、楚小满恼羞成怒的呼喝声交织融合在一起，随着初秋的微风被送出去好远。一番打闹完毕之后，王征没有再耽搁时间，径直去了学校的物资管理处。因为楚小满说过，虽然具体的时期还没定，但两位校长已经把交流赛的事情定下来了，那估计就没多久了。明天8号上学的第一天是周四，虽然这周停休要补课，但是王征还是猜测不是10号周六就是11周日。以他对楚天行的了解，还有从只言片语中的道的推断，这两位校长可都是急性子，他估计10有8、9撑不到下周的，所以赶紧把武器的事情给落实了。虽然他对这需求也没那么高，不过不尽快把好处拿到手，到时候万一楚老头后悔了，他可没地方哭去。王征一边哼着小曲，一边朝着物资兑换处走去。等到了地方，王征这才傻了眼，虽然今天还是假期，但这里的人可真不少，排队排出去几10米了。正在王征老老实实的排在最后之时，就看到一大群人成群结队的拥了过来，径直走到了队伍的最前列。王征顿时就不乐意了，拍了拍前面哥们的肩膀问道：哥们，那些人怎么不用排队啊？管理处的老师也不管。前面那人回头望了王征一眼，你是新生吧？你这怎么看出来的？只有新生才会这么问，咱们学校的规矩就是实力有限，他们都是学生会的，而且都在校园排行榜上挂着名呢，所以他们是有优先享受学校服务的资格的。王征听到这话倒是一愣，原来实力强还可以不用排队呢。不过这校园排行榜又是个什么？将心中的疑惑问出之后，那人继续回答道：这个可是学校官方认可推出的实力排行榜，有年级榜和总榜之分。随后一指学生会那一群人里最前面的那个昂藏大汉，诺，他就是大3年级榜排名第10的舒令伦。王征随手开启扫描扫了过去，人倒是长得威武不凡，魁梧雄壮，就是实力稍微差点。灵气值500点刚刚出头，最高属性力量值32点，观想法没有，横练法已经显示为炸练了。不过考虑到大3才刚开学，年级第10肯定也不可能是自然觉醒者了，比起正常的药剂觉醒者来说，已经算是不错的修行速度了。随后王征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直接问道：学长，那大1呢？有没有实力排行榜啊？那学长推了推眼镜，一脸的讳莫如深，凑过来小声说道：大1的排行榜要到11月期中测试之后，不过我悄悄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我听说大1出了一个怪胎，这个第一10有8、9是他没跑了。听说他明明是个治疗系，长得是5大3粗，满脸横肉，身高足2米开外，就连手臂都比正常人的腿还粗，一身的怪力端是恐怖无比。为人还特别猖狂嚣张，猥琐狠辣，十分跋扈。开学仪式上挑衅全校新生，更是直接偷袭，把一位女同学打得浑身酥软，最后还强逼着人家做他女朋友。听说当时的场面十分刺激，只可惜我那天有事不在，无缘得见啊。说完之后还一脸的唏嘘，无限感慨。这学长越说，王征的脸色就越黑，直到最后已经是双拳紧握，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了，只等着找出是谁造谣生事，就给他一拳，让他知道诽谤造谣不可取。王征深吸一口气，强忍着心中的怒火，继续问道：可惜我也没有见到这样的现象，不知道学长这小道消息是从哪里传来的？知不知道那位同学姓甚名谁？那学长看着王征，脸色漆黑，还十分关切问道：学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怎么脸色这么难看？这消息全校都传遍了，应该是那天在场的老生或者参加开学仪式的新生传的吧？至于名字，我倒是有些忘了，好像是叫什么王什么来着。就在这时，在队伍前列的舒令伦猛地回头，看到了王征的身影，顿时大喊一声：王征同学！这学长听到后倒是想起来了，对，就叫王征。随后舒令伦一把推开身后跟着的小弟，朝着王征跨步而来，心里想着之前就想把他拉到学生会里来，可惜这学弟神龙见首不见尾，根本见不着人，这次好不容易遇上了，可要把握好机会。人未至，生先行。王征学弟，终于有幸得见了，我是学生会大3的舒令伦，很高兴认识你啊。这时排在王征前面的学长瞬间一脸惊恐，也顾不上排队了，直接扭头就跑，仿佛王征是什么吃人的怪物一般。如此看来，王征的凶名确实是传遍了整个学校了。王征一手揉着额头，看着面前满脸带笑的大3年级第10，随意的应付着：学长您好，幸会幸会。不过这舒令伦却是非常的热情，开口说道：以王征学弟的实力，怎么还需要在这里排队啊？来来来，咱们直接过去，咱们学校实力为尊，努力修炼，实力够强就可以享受特权。王征也没有推脱，虽然这舒令伦有可以结交的想法，话里也有着彰显自己实力的因素，不过王征对此并不排斥。他能理解学校推出这样的政策是想激励同学们刻苦修炼，而且这样的政策对自己也没坏处，不过具体能有多少的效果，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很难说了。最起码在这样的政策下，蝇营狗苟的抱团还有欺负新人的事情肯定是少不了的。不过看起来自己很明显不在所谓的新人名单中呢。王征学弟，我们学生会成立以来出现过太多的名上政客了，便是战场从军的也是不少，如果你能加入，对你毕业以后肯定是有莫大的好处的，更何况王征一直以来接触的都是比较高端的战力，倒是没有和学校里普通的学生们有过太多的接触。这舒令伦虽然一直在高谈论阔，但是王征也确实提不起多大的兴趣。圈子不一样，追求的东西自然是不一样。他们想的是毕业前能从学校获得多大的好处，毕业后能找到多好的工作。这些东西对王征来说重要吗？想要实力，就他现在的属性而言，比起大部分的导师都不差多少了。他自己都不确定自己4年后能成长到什么高度。想要工作，京南研究所、京南军区、京南大学留校。要知道他才刚刚大1上了1个月呢，这就有多少职位等着了。就这还要看自己愿不愿意去呢。两人确实是聊不到一起去，王征随意的敷衍了几句，借口推脱自己要准备大1的交流赛，直接进了物资兑换的大楼内部。被晾在门口的舒令伦还没有说话，身后的狗腿子先忍不住了。
这王峥真的太嚣张了，真以为有一点实力就了不起，还敢看不起我们学生会。叔哥，要不要我找个机会找人教训教训他？舒令伦却是难得的清醒，人家实力强，看不起学生会很正常嘛，自然觉醒者眼界高些也是正常的，更何况还是最稀少的治疗系，没事不要去招惹人家。那人愤愤不平还要开口，就被他再次打断了。这次他面色严肃，完全没有了之前的热情亲和，一字一句的开口说道：“我说了，不要去招惹他。”此时的王峥已经进入了兑换处的大厅，这里面倒是宽敞，可能是为了保护同学们的隐私，所以才让排队的同学都等在了外面。等王峥靠近过来，窗台处的老师立刻笑眯眯地问道：“王峥同学，想要兑换什么呀？”王峥见到此人倒是有些惊讶，立刻礼貌地回复：“楚老师，你怎么在这里？”原来管理处的老师竟然是楚小满的爸爸，开学第一天就见过的楚金南，楚老师。楚金南还是之前那副斯文的模样，淡淡的笑道：“我不想带学生，也不愿意教实业课，就被楚老头分配到这里来喽。而且兑换处总要有人管的嘛，更何况我也不讨厌这个职位，快说吧，要换什么？”王峥挠了挠头，把自己的 C 级大锤和宗争报废的长枪都拿了出来。为了备战马上到来的魔大新生交流赛，校长同意让我用这些换一把 A 级大锤。楚金南，王峥啊，你先等等。此时楚金南再也没了刚刚的从容不迫，立刻掏出手机一个电话打了出去。随后王峥就听到了楚金南在后面破口大骂：“老头子，你是不是疯了？2把 C 级的锤子就要来换 A 级的？你以为兑换处堆的是灵气矿？别跟我说这些，没用，不行就是不行。你老是这么大手大脚的奖励，学校都快要破产了，知不知道？”过了一会儿，声音就渐渐小了下去，也不知道楚老头跟他说了什么，才让他恢复了平静。只见楚金南挂了电话，转过身去深吸了几口气，平复了下心情，这才转过来重新面对王峥：“这武器，你是要融合还是换新的？”王峥在原地愣了一会儿，没有回答楚金南的问题，反问道：“学校兑换处的物资很吃紧，要不还是算了吧？”听到王峥的话，楚金南也愣了一下，很明显他是知道王峥性子的，但只是瞬间，他又恢复了之前那副蜘蛛在握的模样，轻描淡写的说道：“想什么呢？好歹也是国内一流学府，怎么可能真的破产？我只不过想找个机会骂骂老头子罢了。”王峥，不过既然楚金南都这么说了，王峥也没有多想，反正别人对自己的好，自己记在心里就行了，以后找机会再回报吧。随后，王峥也恢复了之前那副二皮脸的模样，笑嘻嘻的问道：“楚老师，您说的这融合和换新有什么区别？”“融合呢，就是以你现在用的武器为主，根据你的需求为你调整。不过因为是以你现在的武器为主，加入新的材料重新铸造而成的，所以武器强度会比全 A 级合金打造的稍微低那么一点点，不过等级还是 A 级，而且使用起来更顺手，花费的时间较少。换新就很简单了，C 级的我回收丢回去仓库，你自己去挑一堆 A 级的，不过仓库应该没有这样的了，我可以带你去找找，或者直接定制，这个需要的时间就长了。”王峥连忙摆手：“不用了，就融合吧。不管之前楚金南说的学校破产是真是假，其实自己对于武器的需求度来说挺低的，只要不是会被别人的高级武器一下砸烂就行，其他的也没有那么重要。既然融合后还是 A 级，那就没问题了。而且这锤子用了这么久，也算是有感情了，还算顺手。”楚金南并不意外，继续问道：“那你还有什么要求？可以稍微的改动一些？”王峥对这个并没所谓，没什么要求，也不需要改动，我只需要它重，越重越好，不用担心我拿不动。说完之后，王峥似乎又想到了什么，连忙补充道：“我这不是为了贪图这点合金啊，我是真的感觉太轻了不行，用不上劲。”楚金南笑着点了点头：“我知道了，回去等着吧，做好了会通知你过来拿的。”随后一挥手，丢了什么过来。王峥赶紧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枚灵气结晶。他疑惑地看向楚金南：“老头子说这样你会更有动力的，行了，走吧。”王峥也没推辞，默默地收回了储物戒，就径直回了宿舍。等到了宿舍，躺在床上的王峥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肯定还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并不像楚金南说的那么简单。而这么看来，楚老头也未必真的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好忽悠，可能人老头真的是把自己当成小孩子了。可是平时真的看不出来楚老头有多精明啊，他明明是个憨的。这些杂念让王峥心里多少有些骚得慌，他猛地拍了拍自己的脸，一咕噜爬了起来。多想无用，平复下心情，就开始锻炼吧。随后他把自己储物空间中的灵气结晶一股脑都倒了出来，蓝色的老妈给的，红色的校长给的，淡蓝色顾教授给你的，黑色的自己杀的，半透明的校长，怎么还会有个瑕疵品？楚老头真不是个……哦，原来是我自己用的，那没事了。王峥一边数着床上一字排开灵气结晶，心情迅速的平静了下来。就算什么都不做，光看着这些漂亮的石头也是一件美事呢。还有，自己最近是不是有些懈怠了？这结晶都攒了9枚了，虽然准确来说是8枚半。修炼3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交流赛的时间已经确定了，就在明天，也就是11号的周日。而王峥在这3天里疯狂练习横练法来适应自己加点后的身体，他在这短短3天里就增加了1点精神、2点智力和2点敏捷。虽然消耗了1枚半的灵气结晶，不过这显然是完全值得的。现在的属性变成了体力值600/600，灵气值610/610，体质60，力量88左元括号28加60右元括号，智力47加，精神49加，敏捷47加。武兽横练法的熟练度也涨了几十点，达到了娴熟58200。关于灵气值上限的问题，王峥把它稳定在600多，还算可以接受，就算突然遭到检查，也不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毕竟楚小满都400多了，自己比他优秀那么多，610点上限完全可以接受吗？而就在今天下课之后，晚上8点多，魔大的新生们也都抵达了京南大学，就下榻在校门口的酒店内，就等着明天交流赛上见分晓了。
随着印有魔大标志的大巴车在京南大学门口停下，上面的一种学生也鱼贯而出。因为交流赛的原因，魔大的这些新生们也都提前拿到了准入证。有个别闲不住的，在酒店丢下了行李，就三三两两的往京南大学里闯，到处乱逛了起来。因为都有着准入证，门卫大爷也不好再拦了，只能放他们进来。不得不说，魔大挂着2大名校的招牌就是不一样，来的近100人，个个都是自然觉醒者，而且听说来之前还有内部比试呢，获胜的才有资格代表学校出战来着。一群小年轻在南大乱晃，走到哪算啊？完全没有一点明天要比赛的紧张感。这时，走在路上的一个刺猬头开口了：“我看这南大也不怎么样嘛，比咱们学校差远了。”嘘。随后又朝着远处的女生吹了个口哨，一转头继续说道：“不过有一说一，这里的女生长得可真不赖。”一群人看到远处的女生迅速跑开了，顿时哈哈大笑起来。这时魔大人群中有一位女生开口了：“熊文宇，别以为来了京南就可以肆无忌惮了。你要是再这么败坏学校名声，不用老师动手，我先给你长点教训。”这叫熊文宇的刺猬头顿时就不乐意了：“林晶，别以为你妈妈是学校老师就有多了不起，还真把自己当领队了。我之前是让着你的，真以为你能赢得了我？够胆子你就来比划比划。”听到两人吵了起来，其余众人也都开始起哄，似乎是真的想看到两人打起来。不过站在队伍最尾部的一个男子，容貌冷清，看起来冷冰冰的，找了一位南大的同学问了路，就回来了。随后开口说道：“我已经问清楚他们学校城府宿舍的位置了，现在我要去会那个王峥，你们有谁要来的？”众人听到这男子说到王峥的名字，顿时都停止了争吵。人群中有一人小声说道：“今天就去找他合适吗？虽然老师说过他是这一届新生里最强的几人之一，但是比赛明天才开始啊，而且这么晚了也没有老师在场，出了事怎么收场？我们这么多人能出什么事？我怕你们下手太重，把人打伤啊！对方可是南大唯一的脸面了。”哈哈哈哈。话虽然是这么说，不过冷清男在前面带路，后面却没有一人掉队。看来他们对自己导师口中这个南大唯一的脸面还是很有兴趣的。一群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中二少年们大声喧哗着，朝着南大的城府宿舍区走去了。哈哈，王峥你可真菜，快把脸凑过来，这次我要写上一个大大的笨字。此时的王峥没有继续锻炼，这是他和白妹喜约定好的，每个周末的晚上都要抽出一点时间来陪他玩上一回游戏。虽然这个周末又要补课又要比赛，不过白妹喜可没有任何补课不算放假的概念，自然是缠着王峥一起来玩了。而此刻的王峥一张脸已经被画花了，坐在他身边的楚小满也好不了多少。是的，楚小满也来了。本来他在自己的房间里锻炼，但是听到王峥这边嘻嘻哈哈热闹的不行，顿时心里的馋虫就被勾引出来了，哪里还有心思锻炼，立刻飞奔到王峥的房间，随后就加入了两人的游戏派对。只不过这里虽然是王峥的房间，王峥的电视，王峥的主机，甚至王峥选的游戏碟，但是赢家却是白妹喜，王峥排第2，楚小满则是输得最惨。3个人玩游戏是带赌注的，输的人就要被赢家在脸上画画，结果自然就是王峥和楚小满两人都成了大脸猫，而白妹喜的脸色则是只有寥寥几笔。哈哈，好耶，这次我赢了，快快快，都给我把脸凑过来。这一轮好不容易走运让王峥赢了，这让他小人得志，好不猖狂。只不过好巧不巧，楼下魔大的众人已经都到了他的宿舍楼下，大声喊了起来：“王峥同学，魔大新生，特来讨教。”王峥，有人喊你！楚小满多机灵，立刻一毛腰躲了开去，让王峥作恶的手停在了半空中。随着楼下的声音响起，王峥的笑容立刻僵在了脸上，眉头深深的皱了起来。他并不在乎这些跳梁小丑的挑衅，他只是在想这里面是不是存在别有用心的人在挑拨。这时白妹喜也凑了过来：“王峥，你不理他们吗？我看他们越喊越大声了。”随着他们在楼下不断的挑衅，也有其他的暴躁老哥不住了，大声骂道：“大晚上好你妈呢！老子现在就下来干死你们这帮傻逼！”魔大人群中又有人开口道：“我们只是来参加交流赛的，听说南大今年也就这王峥一人还算厉害，要是这他不敢出来，学长学姐们要帮他出头，我们自然不敢还手的，任打任杀，我们绝不反抗。”这他妈的，这群小逼崽子这么能说！也有人跟着起哄：“大一的下去啊，这外校的都上门挑衅了，可不能怂啊！”就是你这不敢去，别人还以为我们南大真的没人了呢。看到一群人站着说话不腰疼，楚小满气得不行，刚想冲出去大骂，立刻被王峥拦住了。王峥鬼鬼祟祟地凑了过去，小声说道：“别急，别急，我们只需要这样，保证能把这群家伙气个半死。”哈哈，王峥你也太坏了，我这就去。随后楚小满雄赳赳气昂昂的到了阳台之上，大声喝道：“王峥说了，今南入秋之后晚上冷就不出门了，怕你们初来乍到迷路，已经通知了你们带队的郑奇老师了。听说郑老师不但脾气火爆，一手火系异能也是和他的脾气一样，想必几位同学应该不会觉得冷了。”说完之后，不等众人回应，继续说道：“那个什么，以上都是王峥的原话。虽然他劝你们早点回去，但是我个人希望你们能不能再喊一会，我倒是挺想看看郑老师的风采。如果你们需要，我还可以帮你们去劝劝王峥，让他出来接受你们的挑战。”楚小满这话一出，楼下人群里立刻叽叽喳喳的讨论起来了，再也不复刚刚的嚣张气焰，甚至还有几人直接偷偷溜走了。随后走的人越来越多，不一会功夫，就只剩下那个冷清男和刺猬头熊文宇，还有几人名义上的领队林晶了。林晶冷冷的开口：“我早就说过，让你们不要来了，在人家的地盘上挑事，不是没脑子是什么？”熊文宇本来还想嘴硬几句，但是一想到郑奇的火爆脾气，顿时脖子一缩，对着冷清男说道：“杨昂，算了吧，人都走完了，反正明天也能见到，正大光明的打败他就好了。”那杨昂却是不服气，好不容易把同学们的火气挑起来，他想要让同学们来帮他摸摸底。一直听说王峥实力很强，他想来看看王峥这段时间有没有新的进步，毕竟他们研究的最新的录像也是1个多月之前的了。见到楼下的人怂了，南大爱拱火的学长又忍不住了：“哎，魔大的，别走啊，
这就怂了。他哪有你们老师电话？别怕，继续。王峥暗自记下这拱活者的声音，以后总有机会给他好看的。然后又屏气凝神，仔细听着楼下的三人组继续说话。虽然他确实有郑琦的联系方式，但是他也确实没有打。告老师这么跌份的事情，他可不想做，而且现在也远没到这个地步。他只是看到过之前的交流赛来访名单，知道郑琦作为带队老师来了荆南而已。楼下的杨昂听到有老生拱火，心里也是高兴，整理了一下语言，继续说道：刚刚走了还好，现在被人架住了，走时丢了魔大的脸，不走等郑老师来了也没好果子吃，还不如激那王峥下来，如果打赢了他，起码丢脸的不是我们。其余两人仔细一想，也是这么个道理。熊伟宇开口说道：问题是这小子现在不下来啊，我们总不能直接冲进去吧？林静说道：杨昂，这件事是你带的头，那你现在想个办法逼他出来吧。这杨昂心里暗骂晦气，他只是想躲在后面坐享其成，没想到反而自己被抬出来了，刚想拒绝，这时就听到一个阴沉的声音在自己耳边响起：听说你姓杨。王峥在本来也没在乎这些人，只想着自己不理他们，一会就该自己散了。更何况现在楼下也只有3个人了，也不是他脾气好了，主要是在学校里，人家指名来找你切磋，你又不能真的把人打废了，搞不好受伤了，影响明天的比赛还要结仇，何必呢？反正这些人自己都记住脸了，明天比赛的时候一个个的都打一顿就好了。觉醒者比赛嘛，生死之间下手重点也是很合理的。反正这个时代只要打不死，大概率能救回来的。不过当听到楼下这位女生说是那个一脸冷淡的男生挑的头，而且他还姓杨，结合上魔大大学的出身，这就很有意思了。看到王峥站起了身子，活动活动了身体，楚小满一脸的欣喜，知道有好戏看了，连忙给他推开了宿舍的大门。而白妹喜则是因为对方打断了自己的游戏时光，正在闷闷不乐，对此毫无兴趣，只是叮嘱王峥快去快回。王峥点头应下，但却没有从楼梯走，一个箭步从阳台冲了出去，速度极快，像炮弹一般弹射出去。击射之下，落地之前，只见王峥脚尖在半空中轻轻一点，一个转身卸力，随后稳稳的站定，随后笑嘻嘻的朝着3人中的冷面男问道：听说你姓杨？杨伟的杨？王峥这出场方式着实令人吃惊，先是速度极快，从3楼直接冲出，随后在下落的滞空过程中甚至往上拔高了一截，然后悄无声息的落地，不带一丝烟火气。只这一手霸气潇洒的身法，就引得4周窗台上的各位学长学姐们大声叫好，纷纷鼓起掌来。其中楚小满叫得格外大声。王峥回头望去，就连白妹喜都被拉着出来看戏了，只不过他一副兴致缺缺的模样，明显是还在想着玩游戏的事情。王峥朝着宿舍楼拱了拱手，算是给各位学长学姐打了个招呼，随后又把目光转向了眼前这3人。魔大3人组见到正主来了，也是面色沉重。那杨昂看到王峥一来就针对自己，脸色微变，连忙往后一步站到队友身后。而他熊文宇却是个2流子火爆脾气，听到王峥的话后更是张口就骂：你就是王峥，嘴巴放干净点，你他妈骂谁呢？王峥也是微微一愣，发现是对方理解错了，非但没有解释，也没理他，而是继续看着后退杨昂问道：听说这次来找我是你挑的头，你跟我有私怨？这句话也是变相承认自己的身份。不过杨昂还是没有说话，听到王峥的话语，只是皱起了眉头。熊文宇见王峥无视自己，气愤不已，大喝一声就冲了过来，隔着老远就开始直接摆臂挥拳。随着他奇怪的动作，他手臂奇异的变软拉长，在月光的映衬下泛着金属的光辉，随后凝聚成了一柄闪烁着寒光的长刀，对着王峥的胸口猛地刺了过来。王峥微微皱眉，稍稍侧身，轻描淡写的伸手一抓，就将他这由手臂变换而成的长刀死死地握在手中。只见刀锋和他的手掌之间擦出无数火星，但是却连皮都没有擦破。熊文宇见状心中大骇，长刀瞬间变软，想要收缩回去，却被王峥牢牢地拉住。无奈之下，侧身踢腿，凛冽的风声中，他的裤腿全都被撕碎，露出内部好似闪着寒光的亮银色表皮。仔细看去，就能发现小腿处已经有了鼓起，甚至有了锐利的锋刃。王峥没心思再陪着他玩下去了，站在原地没有动弹，只是左手抬起稍稍用力，一拳对着他的膝盖捶去。啊！顿时熊文宇凄惨的叫声响彻了整个宿舍区。再看他的右腿已经弯曲，皮肉翻转，白色的腿骨、断裂的骨茬都已经刺破皮肤，裸露在外了。这还是王峥收手流利的状态了，否则就以他的力气全力出拳，这条腿就不是骨折这么简单了。王峥右手往回用力，熊文宇顿时被带着扑到他的身前。王峥抬脚往前踹去，又是令人齿酸的一声咔嚓声响起，伴随着凄厉的惨叫，熊文宇的另一条腿也被生生踹断，往后反曲，扭成了一个诡异的角度。现在再看他，哪还有刚刚嚣张的模样？被王峥拖着跪在地上，脸色惨白，冷汗淋漓，连嘴角就被自己咬破了。王峥看到他的模样，不屑的一声冷笑，不自量力，这就受不了。随后拎着他异化的胳膊，将其抬到和自己平行的角度。既然要找我切磋，我也不好意思不教你点什么。教你的第一课就是别什么事都冲在第一个。你看人家正主都没说话呢，你急什么？随着王峥的话语，熊文宇勉强睁开双眼往后看去，只看见自己为之出头的杨昂，面色阴沉，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不过却根本没有上来帮忙的意思。看到熊文宇眼中嫉恨的表情，王峥满意的点了点头，松开了手。在他即将落地之时，一脚踢出，精准的踢在了他的下颚之上，顿时熊文宇翻滚着飞出去几十米远，鲜血流了一地，最后狠狠地撞到人工湖边的树上，彻底晕了过去。王峥这才悠悠地说道：第二课，嘴巴不干净是要吃大亏的。不管是魔大剩余的2人，还是南大围观的学长学姐们，都被王峥的凶狠给震慑住了。没想到这斯斯文文的小学弟动起手来如此的果断狠辣，从下楼迎敌到对方出手，再到挑衅者双腿锯断，生死不知，这也才过了短短几十秒的时间。虽然看起来严重，其实王峥下手是很有分寸的。别看熊文宇模样凄惨，
其实最多只是重伤，躺上个把月就可以恢复了，并没有生命危险的。而刚刚还热闹非凡的宿舍区瞬间就安静了下来，也只有真正上过战场的寥寥几位大四的学长才看出来了王峥这几招的含金量。几人心中也是默默决定，等之后一定要找个机会，要把王峥拉到自己队伍里来。今年的大学生武斗会必然有这小子的一席之地。现在也没有人再敢大声叫好了，也有人怕出事，已经掏出手机联系学校老师了。王峥对此毫不在意，紧盯着杨昂，这滔天的凶威把魔大两人吓得齐齐后退一步。毕竟只是刚上大学的雏儿，以为王峥跟他们一样，这才敢来挑衅的。随着王峥的靠近，林晶咽了口水，王峥，我承认这次是我们不对，也是熊文宇先出的手，到此为止吧，我们认栽了。对于此女的解释，王峥并不认同，而且他之所以选择下楼，可不是为了那熊文宇。王峥想了想，指着杨昂对他嗤笑道，打得过就要打，打不过就认栽。天底下的好事都给你们魔都大学占完了，你要走随意，他不行。林晶本身是不认可他们来找麻烦的，现在被王峥一对，也是脸色骚得通红，一时没好意思回话。王峥却是不管这些，紧接着对着杨昂问道，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杨啊，对吧，我应该没听错吧。再看那杨昂，现在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冰冷模样，看到王峥从始至终的目光都紧盯着自己，早就吓得两股战战，不能自已了。听到王峥的问话，下意识地回了一句，是的。王峥也是一愣，没想到这杨昂这么硬气，主动怂恿同学来找自己麻烦，现在还承认是有私仇。既然杨家人还在记恨，那今天这事情就不能善了了。一念至此，王峥的眼中闪过一丝狠戾。很好，有种，我敬你是条汉子。随着话音落下，王峥突然抱起，脚下炸出两个大坑，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就看到杨昂的脖子已经被王峥掐在手中了。随后王峥干脆利落地折断了他的四肢。啊！杨昂叫声极其凄厉，比之前熊文宇还要凄惨了几分。因为这是私仇，所以王峥下手更加重了几分。别看只是轻描淡写的一扯一扭，这里面的劲道想要恢复，不但需要长时间的治疗，还要主动打断骨头重新连接。随手把他抛下，王峥踩着趴在地上死狗一样的杨昂，掏出了手机，给自己老爸打了个电话。而在他对面的林晶已经彻底傻了，他现在已经快疯了。这他妈是新生，就这速度，学校里除了那个变态谁跟得上？这群笨蛋到底是哪来的勇气来找人家麻烦的？哦，对，挑事的和叫的最欢的两个人现在都躺下了。他现在站在原地，丝毫没有敢动手的想法，就只希望郑老师赶紧过来了。很快电话就接通了，王峥听到身边有老妈的声音，就知道老妈今天应该是没有加班，已经回家了。王峥想了想，还是决定实话实说，爸，我们还记得我当时去博越打过一个 C 级觉醒者吗？魔都大四的学生，火系的，有些印象，怎么了？魔都大学来我们学校打交流赛，他家有人来找事了。听到这话，王胜荣勃然大怒，老子没找他们魔大的麻烦就很不错，他们还敢来报复，应该是杨伟的弟弟，大一新生，今天晚上到的，刚下车就聚集着几十个人找到我宿舍来了。对面的林晶一脸震惊地看着王峥和趴在地上杨昂，他一是没想到王峥之前就能单挑 C 级觉醒者了，二是更没想到杨昂还有这样的算计，把同学们都给利用了。而这时趴在地上的杨昂听到了王峥话语，强忍着剧痛委屈地哭了起来，你他妈的认错人了呀！我不是啊，我家里几代单传就没有叫杨伟的人啊！听到脚下的杨昂哭喊，一时间场面有些尴尬，不管是王峥、林晶还是电话里的王胜荣都沉默了。随后王胜荣直接挂了电话，王峥知道爸妈应该是找人查信息去了，不过王峥也没有直接就相信他的一面之词，把杨昂从地上拎了起来。那我之前问你是不是杨伟的杨，你怎么不说话？杨昂气愤不已，牙齿都要咬碎了，不准备回答。王峥也不在乎，拉住他耷拉着的胳膊，又是使劲一捏，顿时咔嚓声响起，眼看着臂骨又断了一截。王峥又问了一遍，杨昂疼得差点晕了过去，朦胧中被王峥两个巴掌抽醒。先不管跟杨伟有没有关系，眼前这人直接带着10几个人来挑衅，总归是有敌意的，何况今天这也算结仇了，王峥倒也不在乎是新仇还是旧恨。杨昂这时候也硬气不起来了，他也不想再多受折磨，十分光棍的直接说道，我知道熊文宇脾气肯定会对你动手，来之前他就对你很不服气，所以我就退到后面等着看你们交手了。王峥夸赞道，很好，第二个问题，今晚来，我是你挑的头对吧？我刚刚问你，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私人恩怨？你为什么说是？杨昂显得很委屈，大喊道，我没说是啊，你问我是不是叫杨昂，我说的是。王峥挠了挠头，之前好像确实是这样啊。算了，这不重要。第三个问题，既然我们没有私仇，为什么今天刚到京南就要来找我们麻烦？杨昂想了想，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老师之前就说过，京南值得注意的就你一人，还特别拿出了你的战斗录像逐帧分析，我看他们中有人不服气，就想着先过来探探你的底，这样万一交流会对上了，才有胜算。王峥有些意外，就为这个？杨昂满脸委屈，对呀，就这个。王峥的脸皮无奈的抽了抽，感情还是自己太敏感了。随后转念一想，要不是因为面前这小子太在乎面子，刚刚为了维持自己冷酷的人设，不说话装高手，要是早点回答自己的问题，哪还有这么多屁事？于是又给了他一拳，将他打晕。哭哭啼啼的他看着也烦，坐在楼下的椅子上就等了起来。然后他看着远处还在戒备的林晶，笑着说道，不用紧张，等一会吧，很快就会有人来了。他倒是没有因为发生这事受到什么影响，对面受伤的两个，一个率先对自己动手，被打也是活该，另一个算是主谋，这件事的责任他一个人要负大半。至于王峥嘛，这里是京南，他怕个什么？林晶看着前后反差极大的王峥，也有些不知所措，小心翼翼地说道，虽然确实是我们的问题，但是你在学校内私斗，还把人伤成这样，一点都不担心吗？王峥无所谓的耸耸肩，不担心啊，不就是一场误会吗？
魔都大学的同学来了兴致想要切磋，打出火气之后一时没有收住手，有什么好担心的，又死不了。随后又悠悠地补了一句：“你们应该庆幸这里是学校。”这话一出口，立刻把林晶吓了一跳。他自然是听懂了王峥话里的潜台词，在学校切磋死不了，在野外那估计就是不死不休了。看着对方的反应，王峥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随后说道：“我开玩笑的，不要当真啊！听他们说你还是领队，怎么带队来挑衅，胆子还这么小啊？”林晶看着面前喜怒无常的王峥，陷入了深思，回想着之前王峥凶狠的眼神，一时有些猜不透他的性子。之前听训练营的同学说，王峥应该是性格挺随和的，就是有些懒，一直到训练营的最后阶段才开始展露锋芒的。本以为是个藏拙的高手，没想到今日一见，反倒是更像一个残暴的匪徒。至于王峥说的那句玩笑，到底是不是玩笑，就有他自己才知道了。伴随着初秋的习习凉风，两人之间沉默了没一会儿，王胜荣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果然，事实就如杨朗所说，他跟杨伟没什么关系，也没抱着什么报复的心态，就是纯粹的不服气老师对王峥的评价，这才拾掇着同学们一起来踩地头找王峥的麻烦。挂断老爸的电话后，紧随而来的就是曲建双和郑琪两位老师，还有后面的医疗队。郑琪一来没管愣着的林晶，反而先和王峥打了个招呼，道歉几句后带着人就走了。事情的经过已经不重要了，上门挑衅主动出手还没打过就已经很丢脸了，哪里还好意思多说什么其他的话。就现在的情况，南大这边不追究就不错了，更何况他本人对王峥也是非常欣赏的，时常懊恼当时没有把王峥给招到魔大去。不过细究之下，这也可能是导致魔大的新生不满根源，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赛前挑衅。曲建双看着一脸无所谓的王峥，骂道：“我看你平时虽然皮了点，但是也挺乖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竟会惹事呢？”王峥笑嘻嘻地回道：“曲老师您先消消气，这可不是我惹事啊，我在宿舍玩游戏呢，是他们来挑事的吗？我都说我告老师了，给他们台阶了，他们还不走，这是存心要找我的呢。而且都堵到我楼下了，这么多学长学姐看着呢，我再不出手，咱们南大还不被人看扁了？再说了，也没出什么大乱子嘛，就当是赛前热身了。那你干嘛下手那么狠？我看他们俩没几个月是恢复不了了。”王峥一脸的委屈：“天地良心，老师你是知道我的，我要真下手狠，他们就不是躺个把月的事情了。而且杀鸡儆猴嘛，不然一天天有人来找麻烦，真以为我王峥是个好欺负的？”曲建双仔仔细细地看了王峥一眼，无奈地叹了口气。虽然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你这凶名就传出去了，年纪轻轻就落个出手狠毒残暴的名声，多不值得。王峥是完全的不在乎，老师你就别担心了，这有个什么的，就是要都怕我才好，不然一天天的什么阿猫阿狗都来找麻烦，烦都烦死了。等到今年武斗会，我先平魔大，再出帝都，让他们都看看我们京南大学的风采。曲建双揉了揉胀痛的太阳穴，觉得跟王峥说话实在是有些累人，无奈的抬手：“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比赛呢。”得咧！王峥直接一溜小跑，乖得不行，哪还有刚刚嚣张跋扈的模样？等王峥回到宿舍，白妹喜已经在自己玩游戏了，招呼着王峥加入进来，完全没有在乎外面发生的事情。只不过王峥刚靠过来，他就嫌弃王峥身上臭，说是有血腥味，让他换衣服去。这时楚小满鬼鬼祟祟地靠了过来，小声说道：“王峥，有件事我想告诉你。”王峥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于是抬头问道：“什么事情啊？难道你没有发现，你下楼的时候是个大花脸吗？”说完，楚小满就大声地嘲笑起来了。王峥，他连忙拉开卫生间的门一看，果然一张帅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全是之前玩游戏输了之后留下的痕迹。本以为之前在楼下帅的一批，没想到却是社死现场。不过好在外面天色昏暗，应该看到的人不多吧。这时，楚小满学着王峥之前的模样，微微侧着身子，低沉着嗓子说道：“听说你姓杨。”哈哈哈哈哈！王峥顿时羞红了脸，一下子冲进了房间。哈哈哈哈！我的肚子，我的肚子！哈哈哈！楚小满还以为他害羞了，顿时笑得更加放肆了，抱着肚子满地打滚。王峥进房间后翻箱倒柜了半天，终于在书桌的最内侧找到之前买的一支没用过的马克笔，随后一脸狞笑地出了房门，一把按住还在地上打滚的楚小满，对着他的脸上就涂了起来。楚小满自然是不依，疯狂的挣扎，但是他哪里抵得过王峥的巨力，不一会就又被涂花了脸。不过这一次马克笔的痕迹可就没有那么好去除了。10月11日周日，今天一大早训练场就被围得水泄不通。早在几天前，学校就发了公告，说今天魔都大学的新生会来京南比一场交流赛，交流赛9点正式开始。而现在刚刚7点，王峥正在去往物资管理处的路上。楚京南很给力，硬是在比赛之前把王峥的武器完工了，一大早就发了信息通知王峥去取。现在才刚刚7点，但是就已经开始有高年级的同学过去占位置了。虽然是两家学校组织的私人比赛，但还是引起了绝大部分人的关注，特别是因为王峥昨晚的优秀发挥，更是为这比赛添了几分热度。尽管今天还要补课，但是也抵挡不住同学们的热情，该逃课的逃课，该装病的请假，老师们似乎也都知道，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至于学生会和部分京南参加武斗会的选手，则更是早早的选好了位置，就等着比赛开始了。至于他们是来看谁的，不言而喻。昨天晚上的事情已经传开了，比赛之前就在城浦区宿舍楼下来了一场热身赛，倒是让这场普通的新生交流赛多了几分火药味。王峥走在路上，基本上所有的同学都是在谈论交流赛的事情，只不过聊的内容有些让他扎心就是了。走啊，上午没课，去看新生交流赛啊，晚了就没位置了。新生而已有什么好看的，就算是魔大的学生，实力不也就那样。你还没听说啊？这次比赛可不得了，昨晚就打起来了。听说魔大的过来挑衅，直接被大一的王峥废了2个，4肢尽断，这是个狠人啊！4肢尽断，大一治疗系那个强抢学妹的狠人。废话，还能有谁？同去，同去！妈的，以后别给我逮到机会，不然有你好果子吃！王峥记下刚刚说话这人的面貌，心里放着狠话，然后低着头灰溜溜的跑进了物资管理中心。
后面还有人看着王峥面生，刚想说王峥插队，被认出来的人死死拦住。那是大一的王峥，你不要命了？听说昨天魔大的来挑衅，他直接杀了2个。什么？杀了？可不是嘛，我就在现场，治疗老师过去直叹气，说了去晚了，早点应该能救下来的。又有一人上来接话，是真的，我听说他为了掩人耳目，还故意把自己的脸给涂花了，就是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还好王峥走得快没有听到，不然这会儿又该气炸了。等王峥进去后，果然看到还是楚金南在里面等着。楚老师指了指后面的箱子，笑着调侃道：“这不是著名的南大狠人吗？你今天要是带着这2把锤子出场，名气肯定更大了，搞不好还能弄个血手人屠的混号出来。”王峥无奈的笑道：“楚老师，别人不知道，您还能不知道吗？就别调笑我了，烦都烦死了。”随后径直走向旁边的箱子，打开一看，还是原本的造型，只不过锤柄加长了一些，握手处还缠了几圈异兽的皮革作为护手和缓冲。再看锤身，整体呈亮银色，比原来大了一圈，锤刺也更多更密集了，寒气森森，还闪烁着银白的光辉。王峥伸手捞起来掂了掂，重量正好合适，随后便满意的收到了戒指里。楚金南看到他对武器满意，继续笑着问道：“名声在外的感觉怎么样？”王峥撇了撇嘴，不怎么样，谁要是敢当我面说，我就给他一锤。嘴上放着狠话，他现在心里也是有苦自知。他没想到这群王八蛋转瞎话，传得这么离谱。从早上起床到现在，他起码听到了昨晚事件的7、8个版本了，越传越离谱，现在连杀人的说法都来了。虽然这些同学们也不是真的相信他杀人了，就是图个乐子，过个嘴瘾。不过这可把王峥给害惨了，不得不说人言可畏了。时间一晃就到了8点多，2校交流赛即将开始。王峥这个王八蛋怎么还没来？楚小满一边用力搓着自己的脸，一边痛骂王峥。虽然从昨天晚上开始他就已经洗过很多遍了，脸都被搓红了，但是上面还是有黑漆漆的马克笔痕迹。吴欢则是在一旁笑着帮他清理。又等了一会，王峥这才姗姗来迟。楚小满看着王峥鬼鬼祟祟的模样，大声骂道：“你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含怒之下，这一次声音比较大，把附近的选手们都已经给看了过来。这就是王峥吧？听说他昨天杀人了，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就在现场，就把人打断了腿，真杀人了还能待在这？那也够狠的呀！魔大受伤的今天肯定上不了了吧？他们会不会报复我们啊？本来就不想打，被老师点了名没办法。这人虽然嘴上说着没办法，不大想打，但是一脸的洋洋得意，似乎被老师认可了，实力是非常光荣的。听着同学们叽叽喳喳的议论纷纷，王峥还没说话，梅一奇倒是忍不住了。赛场就是战场，觉醒者就是为战而生，为战而死。畏畏缩缩不敢上就赶紧滚，别在这丢人现眼。你以为没有这档子事，别人就会对你手下留情，还抱着这样的想法就赶紧退赛，免得到时候上去丢人。他和吴欢2人昨天晚上都在国术馆里加练，魔大来挑衅时并不在场，不过事后也从同学这里听说了事情的经过。而且梅一奇是本届新生中唯一的元素系自然觉醒者，平日里跟王峥混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所以在大一新生中还是颇有一些威望的。听到他这么说，也有其他好战之人跟着开口，瞬间场边的声音就小了下去。梅一奇低声说道：“真应该跟魔大一样，让愿意出战的人通过笔试选出来，就这帮没骨气的上去也是输，还不如让敢打敢拼的同学们来参加。”这场交流赛，魔大一共来了96人，除了少数几位老师特殊推荐的，其他人都是通过报名比武的方式选出来的。而南大这边一共就60人，还都是老师们选的，毕竟人数少，听到要跟魔都比，也都没什么信心，不敢参加。敢打的没实力，有实力的没信心不敢打，有实力又敢打的没几个，最终无奈之下就只老师推荐硬上了。毕竟人的名，树的影，魔都大学偌大的名头在这里，生源也是实打实的有差距。不一会，梅一奇就走到了王峥身边站定，还没开口，王峥就笑着调侃他：“没想到呀，梅一奇，你真的是颇有一副当领导的样子，很不错。有没有学长拉你去学生会啊？”梅一奇则是没好气的回复道：“有，不过我拒绝了，社团只会浪费我修行的时间。我过来是为了告诉你，会在决赛等着你，让你看看我这段时间以来的修行成果。”王峥这次没有再嬉皮笑脸的了，一脸正色道：“我等着你。”然后在心中补了一句：“有信念和决心是好事，会让你走得更远，但是想要进决赛没这么容易啊。”随后他的目光转向了对面魔大的休息区，那边有几个人的气势看起来丝毫不比训练营的宗征差。梅一奇要是真的对上了，估计讨不了好。他现在是真的有些欣赏梅一奇了，就冲刚刚对同学们说的这番话，以后的成就都不会低。要不以后还是少欺负他一些吧，还是算了，不能逗他们还有什么意思？那就找个机会教教他怎么搓丸子吧，也不知道能不能在现实里复刻出来。梅意现在就一招锋刃，杀伤太低了，虽然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开发出什么新的招数，但是如果多一招螺旋丸，实力肯定暴涨。随着王峥自己在这里想东想西，时间很快就流逝了。终于到了9点，比赛开始的之前，楚天行和严开复2位校长也笑嘻嘻地出现在了观众席上，然后就有老师出来公布比赛规则。除去魔都大学受伤的2个人，一共还有154位选手，所有人全部打乱顺序，随机抽取2两对战，赢的晋级，输的淘汰，没抽到的轮空。也就是说，只要通过第1轮，运气好连着2次轮空，可以直接躺进20强。别看20名不起眼，但是到前20就有奖励拿了。不过这些对于王峥来说都不重要，他唯一要做的就是上场，胜利仅此而已。听到裁判老师公布规则，楚小满掰着手指头在那里算，一共参赛154，第2轮77，轮空1人，第3轮39，再轮空1人，第4轮剩20，不对啊，前5的时候怎么算？轮空得第3。吴欢给他解释，决出前5之后，轮空1人，剩下4人，赢得2人直接前3，输的2人再比1场，决出胜者后再和轮空的打，最后赢了进前3，输的淘汰。最后前3名的比拼就是3人每人打2场，
全胜第一，1胜1负第二，全负第三。楚小满还是不解，那如果都是1胜1负呢？吴欢没有解释，把目光转向了王峥。那估计会加赛吧，不过我想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王峥感应到二人的目光，笑嘻嘻地捏了捏着楚小满的黑脸。怎么了，小满同学，这么关心这第3名啊？不过我看你有点难熬，我要是你就去找你爷爷作弊，赢了第1场，直接轮空到前20，这样也不会丢人。虽然你实力差点，不过运气好的话，过个1轮也不是没希望嘛。楚小满气得哇哇大叫，一把拍开王峥的魔爪，不过瞬间又皱起了眉头，毕竟他不是王峥这样的怪力男，作为纯医疗系的觉醒者，想进前几名，即便是他也还是很难的。嘟，随着裁判的哨声响起，比赛很快就开始了。没有什么冗长的开场，双方的校长似乎都是急性子，念出名字的就直接上场，双方见礼之后就开打。不过场上的局势对金南众人来说并不是十分友好，短短几10分钟，金南这边上场的数人竟然没有一个获胜的。即便是自然觉醒对阵药剂觉醒，大家也都是处于同等级的水平，不应该呈现出如此一边倒的局势。场上的形势让楚天行的脸色有些挂不住，而他旁边的严开复则是笑开了花。老楚啊，听说你今年信心满满啊，但是我看你们这群新生也不怎么样嘛，要不你还是认输算了，投降输一半嘛。赌注我就不要了，只要你说一句严老哥我服了就算了，怎么样？楚天行被这样嘲讽，顿时勃然大怒，身上紫色白色的电光流转，大声喝道：放你娘的狗屁，我会认输，我们这边的王牌还没上场的，我告诉你，到时候你想认输都没这个机会。严开复看着老楚浑身电流涌动，全然不在意，笑着摇了摇头。哎呀，我知道嘛，不就是一个王峥嘛，我既然赶来，自然也是做足了准备的，不就是靠着一把子蛮力，现在趁着他还没上场，我给你机会，你别不识好歹，等会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楚天行怒哼一声，不再说话，就全当旁边的严老头在放屁了。目光再看回场上，同是来自魔大的2位同学在比试，虽然都是同校同学，但是两人交手时并丝毫没有手软，刀光剑影之下，鲜血四溅，完全是一副生死相搏的模样。嘟嘟嘟，急促的哨声立刻叫停了比赛，随后医疗队迅速上场给两人进行治疗。这两人应该也算是知根知底，半斤八两，最后硬拼一招后，一个被刺中了胸口，长刀杵在地上，艰难获胜。那一剑要是稍稍再偏上一丝，就会贯穿他的心脏。另一人则是被一刀砍在咽喉，喉管破裂，血流如注。看他一手捂着脖子，还挣扎着要继续出手，裁判老师为了安全起见，直接响哨将他判负。随着治疗老师收手，两人除了脸色惨白，有些失血过多之外，并无大碍了。随后两人勾肩搭背，嘻嘻哈哈的下场了，仿佛对比赛的胜负根本不在意。这一份对生死的淡漠和豪气，却把金南的诸多同学震慑得不轻。同学之间竟然能如此以死相搏，他们一个个张大着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这群人都是疯子吗？都是自己的同学，而且只是一场交流赛就如此疯狂，难道都想死在场上吗？这就是魔大的学生，我不想和这样的疯子对战，我想退赛。好，严开复看到自家学生这么争气，顿时大声叫好，随后挑衅似的对楚天行说道：楚老头，我这2名学生怎么样？楚天行虽然没有说话，但眉宇之间也是忍不住流露出对这2名学生的欣赏。只可惜这样有血性的同学在金南大学太少了。王峥看着自己身边的几人有些出神，思考片刻还是开口了：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对以后有什么打算，如果只是想在后方安稳的度过一生，自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以后想要上战场建功立业，从军杀敌，那这2位同学就是你们最好的学习榜样。觉醒者上场比试不是表演，如果没有一颗真正求胜的心，实力再强也只是水中花镜中月，没有任何用处。王峥的话语虽然不重，但是似乎有一股别样的沉稳，把周围同学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吴欢和梅一奇听到这话后也是暗自点头。王峥说完后便不再理会同学们的目光，安静地思考着魔大的教学方式。这就是2大名校吗？先不说实力如何，但入学不过1个月就能有如此心性，由此可见一斑，当真是有些恐怖了。也不知道他们平时是如何训练的。吴欢，上后名。听到裁判的喊声，金南大学这边第1位自然觉醒者选手终于要上场了。上去之前，王峥还是有些担心，开口叮嘱道：全力以赴，不要轻敌。你想留手，对面未必会留情。吴欢看着王峥严肃的表情，认真的点了点头，随后大步朝着场中走去。等到2人站定，裁判一声令下，吴欢双脚点地，顿时全力爆发，朝着对方暴冲而去。反观那上后明却是不慌不忙，一边往后拉开距离，一边挥手从地上升起低矮的土墙，影响吴欢的速度。随后他在自己的身边凝聚出无数的碎石，蓄势而不发，只是3、3两两的朝着吴欢射去，影响他的速度。再看此时的吴欢，全身泛红，身上也有白色的水汽升腾，眼看着已经是能力全开了，在众多矮墙和碎石之中闪转腾挪，身若游龙，时而急速狂奔，时而闲庭信步，忽快忽慢的节奏变化，似乎完全把对方给戏耍了。就只见2人之间的距离开始慢慢的拉近，诸多攻击无果。这时那上后明似乎有些着急，气息也有些乱了，可能是灵气不足了，毕竟大范围的施法消耗的灵气是10分之多的。吴欢见此机会突然一个折返，随后身子一矮，从2块碎石之间穿过，尖锐的石块贴着他的脸庞划过，瞬间带出一道血痕。不过他却对此不管不顾，这转折之间吐气胡落如，身形似是一道闪电，瞬间就到了那上后明面前，长刀对着他的面门直劈而下。挥舞的长刀带出丝丝破空之声，像是一道白练，让人胆寒。可是就在此时，魔大的上后明一改之前的慌乱，口中大喝一声，随后一手虚握猛地抬起，只见那坚硬的地表如同被软化了一般，一阵蠕动。只不过这一次升起的却不是方才拦路的低矮土墙了，而是一道尖锐的地刺，猛地从地下扎出。这一招又凶又狠，
而且十分隐蔽，就连地刺的塑形都是完全在地底完成的，就等着吴欢近身之后给予他重创。原来之前所有的破绽都只是上后明为了引诱吴欢上钩而布下的圈套。一个法系觉醒者敢以自身作为诱饵，故意引诱敏捷型觉醒者近身，不得不让人赞叹一句：艺高人胆大了。而在半空的吴欢避无可避，被这一击刺中小腹，戳出一个拳头大小的血洞来。他心中知晓，到底是自己经验太少了，着了对方的道。他能感受到小腹处传来剧烈的疼痛，大量的血液在顺着伤口喷涌而出，可能再过不了几秒，自己就要被判负了吧？但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吗？虽说对手即使放在对方90多人中也绝对不算弱，但是这就是自己第一轮就出局的理由。不！吴欢大喊一声，一头长发披散而开，无风自动。只见他的周身散发出无数白气，隐隐凝聚成一个人形。随后他咬牙忍住剧痛，硬顶着地刺又往前迈了一步。尖锐的刺在自己的腹中搅动，但手中长刀挥舞却没有丝毫迟疑。银白色的长刀竟然带出一抹耀眼的血红，朝着上后明的脖子削砍而去。上后明心中的警铃大作，危险，很危险，致命的危险，会死。这时候的上后明是真的慌乱了，之前的笑意顿时凝固在了脸上，抬手想要给自己套上一层土甲，但此刻为时已晚。凌冽的刀芒如一道血链骤然而至，他现在似乎被定住了一般，手脚发软，丝毫不能动弹。当一声金铁相交的轰鸣在上后明的耳边炸响，他惊魂未定之下睁开双眼，这才发现原来是裁判出手替他挡住了这必死的一刀。然后才发现自己的胸口一片温热，低头看去，除了脖颈处传来阵阵的刺痛，入目处竟是一片血红。原来那锋锐的刀芒即使被裁判挡住之后，仍然在他的脖颈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哼哼，他呆呆地摸了一把自己胸口处的血液，似乎明白了什么，双手捂着脖子，瞪大了眼睛，似乎不敢置信自己就这么败了，又似乎还想再说点什么，随后双腿一软，跪倒在地。裁判大声宣布：金南吴欢胜。很快，医疗队继续上场给两人治疗。楚天行看着依旧屹立在场上，捂着伤口，一言不发的吴欢也是老怀大慰。严开复也是忍不住的赞叹：老楚，你收了个好苗子啊，他这应该是观想乌块巨献了吧？这杀伐之气颇为难得呀。楚天行面色得意，但也只是含笑不语。随着老师们的不断治疗，场上两人的伤势逐渐好转，随后便各自下场。王峥看着脸色发白的吴欢，给他丢了2发圣光术，也没有多问。已经受到过治疗，伤口几乎完全恢复的吴欢，双腿一软，差点就又摔倒在地。楚小满瞪了王峥一眼，连忙跑了过去，将他扶了起来。一连2场高水准的战斗，似乎把场上的热情也给点燃了。随后出场的众人越打越兴奋。虽然金南这边还是输多赢少，但是已经不再像之前那么唯唯诺诺了。不管输赢，最起码要展现出自己的风采才行。几人之中，梅贻琦对战的是一名防御型觉醒者，速度较慢，不够灵活。在他连绵不绝的锋刃攻势之下，对方没有近身就被轰晕了，算是轻松拿下。楚小满则是不出意外的输了，对方是个力量系的觉醒者，2米多高，胖得像个球一样，看起来憨憨傻傻的，力量却是奇大无比。更为难得的是，除了力气巨大，动作也十分的灵活。因为距离够远，王峥没有扫描到他的信息。在他上场时，也有不少的魔大选手为他欢呼，看起来似乎人气颇高的样子。大宝，加油！可不要因为对方长得可爱就放水啊！大宝小心对方的武器。而在听到众人的加油声后，这大宝也是挠了挠头，憨憨的咧嘴一笑，随后就迈步上场了。最终因为楚小满没办法对其造成有效的伤害，还是被一拳打晕，止步于第1轮了。等他被治疗的老师抬下场，很快就醒了过来。只不过他醒来之后，满脸的失落，双眼失神，就连吴欢不停的劝说都没有起到什么效果。王峥知道他心中所想，也没有上去劝解，技不如人就继续训练。如果能借此机会收一收他浮躁的心气，也是一件好事。接下来的比赛中，非自然觉醒者的何依依倒是出人意外的赢了。他靠着自己的灵动的身法不断的游走，注意躲闪的同时，也寻找着机会进攻。而对方也是一样的速度型觉醒者，两人都没有使用武器，对方走的拳术的路子，何依依则是修的腿法，一个出拳如虎，一个腿法如蛟，倒是战了个旗鼓相当，不分胜负。最后在双方耗完灵气后，何依依凭借着出色的身体素质略胜一筹，赢下了比赛，挺进第2轮。这一轮比赛过后，倒是让王峥对这女生刮目相看了。当初开学仪式上他就敢挑战自己，勇气肯定是不缺的。至于现在看来，平时锻炼应该也颇为刻苦。至于其他的同学，王峥也不熟，就没多在意了。随着又一轮比赛的接触，裁判大声念出下一轮2位选手的名字：冷泱泱、王峥。听到裁判念出王峥的名字，众人都是精神一振。无论是金南的各位选手，还是观众席上的老生，甚至连严开复都来了兴趣。而在魔大的备战区，众人更是为冷泱泱加油，为他出谋划策。泱泱加油，打倒大魔王！对方力气大、速度快，和大宝是一样的类型，不要跟常识他硬拼，上来就开场地打消耗。听说他还有一手治疗用的圣光术，可以当做控制技能用，不过他有半生的抬手动作，要注意躲避。听着众人不断的给自己加油，这姑娘也没什么表情，只是坚定的点了点头，随后大步上了训练场。王峥看着对面的女生，身上环绕着丝丝白色的雾气，知道这应该是一位冰属性觉醒者了。说起来，这冰属性自己也是见识过的，就是不知道如果卷毛看到这样类型的觉醒者，会不会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王峥的思绪飘散，对方可不会手下留情。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只见冷泱泱身边无数的水汽开始凝结，先是身上覆盖上一层冰甲，随后地面开始结上一层层白霜，随着时间的推移，竟然直接结成了一地的冰面，以冷泱泱为中心，向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不一会儿，大半个场地都已经被寒冰覆盖了。随着冷气不断的凝结，这场地上竟然开始慢慢的落下细小的雪花。王峥心中好奇，伸出手来接过一片，紧
晶莹剔透的雪花受到他手中温度的影响，瞬间在他的掌心消融。他心中觉得惊奇，从没看到过这样的能力使用方式，也想看看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惊喜。好，这王征竟然如此托大，泱泱抢到先手的优势了。哼，在冰面上战斗和平地可不一样，一会儿有他好受的。说得对，而且小幅度改变周围的气场，不但可以影响对手的动作，甚至还能让泱泱的灵气回复更快，招式威力更大。魔大这边有人在为冷泱泱叫好，金南这边也有人在为王征担心，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站在原地不动。金南众人看到王征上场后，只是负手望天，看着场地上洋洋洒洒的雪花，甚至都没有正眼看过自己的对手。他们也觉得王征托大，都没有见过对方的能力，竟然还敢任由对方施为。严开复笑嘻嘻的调侃：“老楚啊，这小子有点意思哈，他不是真的以为自己同阶无敌了吧？如此托大，小心阴沟里翻船哦。”楚天行虽然心里也在暗骂这小王八蛋轻敌，但是嘴上却不认输。你终于承认你们魔都大学是阴沟了？严开复暗骂这老混蛋不识好歹，等会儿王征输了，看他怎么收场。两位校长暗自较劲，再看整个场地中央都已经被霜雪覆盖，冷泱泱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彻底完成了。他现在已经不需要再使用自己的灵气来操控气场了，整个场地都铺开后会自行吸收周围的灵气的。呼！他抬头看着孤身站立在场地另外一侧的王征，猛地发现对方竟然还有一丝小帅。想什么呢？冷泱泱摇了摇脑袋，抛开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随后双手平举，在身后凝聚出无数的冰灵，铺天盖地的朝着王征激射而去。魔大这边已经有同学在大声叫好了。好，泱泱的场地已经铺开了，中间没有受到丝毫的打扰，简直跟练习时一样。这样一来，就算王征这混蛋再厉害，也有他好受的。王征这个混蛋这么大意，要是撑不住，我们南大就真的丢死人了。他要是也在第一轮就输了，那何依依心直口快，一下子没能注意到楚小满的情绪，等反应过来就及时闭了嘴。楚小满听到了他的话，他其实现在已经缓过来了，之前只是因为他们这几人中就他自己第一轮就被淘汰了，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他其实心里很清楚对方的实力，还有对自己的克制。依依姐，相信王征没事的，他肯定能拿冠军。随着楚小满的话音落下，王征仿佛听到了他的声音，回头看着漫天激射而来冰凌，叹了一口气，小声说了句：“你打扰到我赏雪了。”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却有一种异样的沉稳，竟然隐隐盖住了满场的风雪声传了出来。随后，王征脚下的冰面猛地被踏碎，冰块混着泥土四处飞溅，身体暴起之下所过之处，就连漫天飞舞的雪花和冰凌都被撞出一条人行通道。无数激射而来的冰凌撞击在王征的体表之上，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竟然显得有些清脆空灵，意外的好听。随后便四散而开，顺着王征冲击而形成的劲风，诡异的定格在了半空之中。只这一步，王征的身影便已然出现在了冷泱泱身前。在靠近的一刹那，他眼神和反应都变了，身体下沉，微微拧转，左脚弓步往前踏出，右臂平举后拉。一个短暂的蓄力停顿之后，这一拳猛地向前挥出。这一刻，王征带来的这种气势上的压迫感令冷泱泱感到窒息，周围的空气仿佛瞬间就被抽空，似乎自己的心脏被人狠狠地捏住了一般，不说躲避，就连做出反应都很难。这一拳下来，我应该会死吧？此时的冷泱泱仿佛看到了自己刚出生时的哇哇大哭，第一次上学的紧张胆怯，觉醒之时父母欣慰的笑容，还有被魔大特招录取时的兴奋，最后的画面却定格在了一个孤身站在风雪之中的背影。这时，漫天的风雪已经完全在他的眼中消失了，周围嘈杂的加油声和同学的呼喊，他也已经听不见了。目光所及之处，只有一只拳头，一只皮肤白皙又平平无奇的拳头。这一刻，时间好似短暂的缓慢了一下，这一只拳头好像慢动作一般，往前，再往前，随后停在了自己的耳旁。轰！仿佛轰炸般的雷鸣在自己耳边响起，周围无数的冰棱全都往四周炸飞出去，空中飞舞的雪花更是朝着四周飞射而出，冲击的强风令冷泱泱身上的冰甲开始碎裂，发出咔嚓咔嚓的清脆声。随后整个冰甲轰然碎裂，露出了藏身其中的女孩本体。哗啦啦啦！直到这时，王征激射而来时形成的通道才开始塌陷，先是往中间一缩，随后被强烈的气流扰动，顿时无数的雪花冰棱四射而出，在阳光的反射下熠熠生辉。看着傻傻愣愣呆坐在地上的冷泱泱，王征的笑容很是灿烂，微微向前低俯下身子，伸出手掌，微笑着说道：“雪花很美，谢谢。”扑通扑通扑通，劫后余生的冷泱泱感受着自己剧烈跳动的心脏，看着眼前这个面带笑容的男生，晕乎乎的拉着他的手站了起来。对方很绅士，把自己拉起来之后，就主动放开手，自顾自的退场了。嘟！随着裁判一声迟到的大喊：“京南大学王征胜！”冷泱泱到现在才发现自己已经输了。哦，原来我已经输了呀！原来自己最强大的扑场加上冰系异能，在他的眼中只是一场很美丽的雪花吗？原来他真的不是托大，那一拳甚至都没有打在实处，仅靠拳风就把自己的冰甲全部都震碎了。等冷泱泱晕乎乎的下场之后，周围的同学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的安慰他。不过他现在耳边一直嗡嗡作响，脑子里只有那从耳边擦过的拳头和最后那张干净明媚的笑脸。看来短时间内是没办法接受到外界的信息了。楚天行看到王征的表现，现在开始抖来了，给了严开复一个挑衅的眼神：“要不你认输吧，投降输一半。你说的规矩就跟之前的一样。”严开复虽然眉头已经皱起来了，但是心中庆幸，还好自己做了两手准备。大宝那边应该是指望不上了，王征这小子太变态了，就这一拳就足以管中窥豹，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力量大可以解释得通了。启动时无与伦比的爆发力，对身体每一处肌肉细节的掌控，气势的运用，称得上一句浑然天成。真是个怪物啊！只能希望香艳这小子可以克制住他了。心中虽然震惊，但是他嘴上是不可能服输的。想要我认输还早着呢，继续看吧。坐在两位校长下方的是大一的导师们，其中一人对着大光头罗眼挤眉弄眼，
黑岩罗，就刚刚这一拳，你打得出来吗？就你这还想抢人家当学生呢？罗岩罕见的没有出声，只是皱着眉头在仔细的思索。而南大的整个观众席都已经因为王峥这一拳而沸腾了。学弟牛逼，太强了，不愧是新人王。还有一声明显非常粗犷的男声传了出来，学弟牛逼，我要给你生猴子。王峥听到这声干吼，明显身子一抖，随后快步离开了现场。顿时整个训练场传来了一阵阵的欢声笑语。另一边，随着王峥的下场，负责维护场地的老师出手，只看见一阵阵的泥土翻滚，瞬间整个训练场又恢复了原状。随后比赛继续，而楚小满则是恢复了活力，笑嘻嘻的过来给王峥献殷勤，帮他敲敲背，捶捶腿。显然是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了，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讨好王峥。这样，就算他最后拿了冠军，自己也可以称得上有一些微薄的后勤功劳了。当然，也可以让王峥以后少拿一轮游的事情来嘲笑自己，这可谓是一举两得。真有你的，楚小满！楚小满一边在心中给自己夸赞，一边献着殷勤，拍着王峥的马屁。王峥哥哥，你好厉害呢！王峥被他敲得舒服，也没细想他为什么现在这么狗腿，随便应付道：“我都说过了宝宝杯嘛，洒水了。”楚小满听到这话，气不打一处来。宝宝杯，我第一轮都过不了，那我是什么？于是双手捏住王峥腰间的软肉，狠狠一旋。但是王峥浑然不觉，只当是又是什么新式的按摩手法呢。哎，对，就这，再用点劲，把楚小满气的又翻了个白眼。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到了中午，看着场上还在战斗的两位，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人退场去吃饭了。王峥稍微计算了一下，然后问道：“这今天一天打不完啊？怎么交流赛还要打2天啊？”一旁的楚小满听到后，鬼鬼祟祟的说道：“好像是爷爷和另外那位没算好时间，不过反正今天也不算是休息日，明天继续比就是了。一天的课程无所谓的，后面补上就可以了。”王峥听到后笑着说道：“不对啊，你明天又没比赛了，你得回去上课呀。”楚小满气得跺脚，在后面把他当作沙包，不停地施展着自己的拳击技巧。王峥倒是无所谓，就全当是按摩了，只是趁他不注意，偷偷地开启了经济之心，看到他用力一拳砸下来，反而自己诡异地往前冲了一个趔趄，随后抬起头四处张望，仿佛是在找谁趁乱偷袭了他。这时的王峥再也忍不住了，哈哈大笑了起来。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虽然有不少观众和已经参加过比试的选手都离场了，但是王峥还是想留下来多看一看。虽然他有信心这边这些人都不会对自己产生什么威胁，他心里也想着多看看这些千奇百怪的异能也是好事。楚小满喊了几声王峥去吃饭，他都拒绝了，只是让他们回来的时候给自己带一份。随后一个人坐在座位上继续津津有味地看起来了。他也不是为了观察对手，就纯粹的只是想多看一些种类繁多的异能，尤其是对面魔大还全是自然觉醒者的情况下，这种机会可不多见。而在王峥的观察下，还是被发现了不少有意思的能力。就比如魔大一位男同学，他的能力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四分五裂，四肢、躯干甚至头颅都可以分开，甚至分开之后还能各自行动。虽然乍一看没什么用，而且单独的身体部位也会受伤，但是配合上他一手神出鬼没的双手刀法和踢击腿法，倒是很轻易的就击败了对手。这可比前世漫画里的小丑巴基厉害多了。还有各种兽化的、变形的、各色各样的天赋异能，看到王峥眼花缭乱。就在王峥看得乐此不疲之时，一个轻柔的声音传了过来：“王峥同学，我可以坐在这里吗？”从冷洋洋走过来的时候，王峥就已经发现了，他在场上装逼只是为了配合楚老头的呀，自己说过要让他赢得有面子，这人不会是恼羞成怒了吧？他无奈的叹了口气，往旁边挪了挪：“坐吧，冷同学有什么事情吗？”冷洋洋突然一下子就愣住了，自己看着这边没人，就神使鬼差的跑过来了。现在王峥问他，他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自处了。王峥看他半天不说话也不坐下，抬头看去，却发现这姑娘人傻傻的站在原地，害羞的涨红了脸。王峥也不知道对方什么情况，只能笑着说道：“冷同学不用紧张，没事也可以坐一会儿的。”冷洋洋红着脸坐了下来，小声的道了句谢谢。王峥不在意的摆了摆手，又把目光转到了训练场之上。冷洋洋虽然坐了下来，但是注意力还是一直在王峥身上的，看着他饶有兴致的看着场上的比斗，小声问了一句：“王同学很喜欢看比赛吗？”王峥实话实说：“其实还好，我是对这些千变万化的异能感兴趣，同学们有很多我没见过的能力，所以我很感兴趣。”那跟我比赛的时候也是这样吗？因为喜欢看没有见过的异能。王峥没想到这也能圆回来了，顺着他的话语点头。既然开启了话题，再不理人家就有些不礼貌了。王峥转过头来问道：“冷同学很少跟人交手吗？”冷洋洋没想到王峥突然会转头来问他，稍稍愣了一下，然后回道：“不是的，我们学校实战课天天打的，跟今天的比赛也差不多，受伤也是家常便饭的事情。”王峥有些好奇，那为什么我跟你比试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躲呢？就算你躲在冰甲里没办法移动，也可以多召唤几枚冰锥攻击，或者凝结成冰盾防御啊。冷洋洋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好像整个人都愣住了，仿佛听到一声兽吼，随后脑子里一片空白，动都不能动了。王峥突然想了起来，自己的观想物有特殊的效果，狰狞可怖，可以释放威压，使对方感到畏缩，交战时有一定概率触发精神威慑，使敌方短暂出神。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威慑？今天在对战中直接触发了。他以前一直没有仔细研究过，只是主动释放过威压的效果，没想到这个精神震慑也是个被动技能，而且还不用召唤出观想物就能触发，这倒是个意外之喜。两人随便聊了一会儿，冷泱泱就提出告辞了。王峥心里估计他应该也不是对自己有什么兴趣，纯粹是刚刚交手被自己精神震慑了，所以心里有了障碍，才会莫名其妙的走了过来。等到他走远了几步，王峥这才又把注意力重新转到了场上。但是刚刚离开的冷泱泱又小跑了回来了，看到王峥不解的转过头来，他一脸认真的说道：“我觉得你不像同学们说的那样是个坏人，加油！”
王峥看着对方再次落荒而逃的样子，发自内心的笑了出来，低头小声说了一句谢谢。在冷洋洋离开后没多久，吴欢和楚小满就回来了。王峥接过他们带回来的盒饭，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一边吃还一边抱怨：小满，怎么不是2楼的菜啊？你这后勤工作做得不行啊！楚小满顿时就变了脸色，就要过来抢他手中的饭盒，不吃就还给我，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挑3拣4的，就不该给你带。王峥笑嘻嘻的躲了过去，然后继续看着场上的比赛，叹了口气说道：今天这比赛恐怕不简单了，希望今天的初赛结束之后，你爷爷的表情不要太难看。吴欢看到王峥的表情，开口问道：对手很强吗？总体都不算弱，其中有2个人挺难缠的，也比较克制你。你要是对上了，估计也讨不了好。第一个就是把小满击败的大胖子，力气大，爆发力强，防御力还高，不过不算灵活，但是如果你不能造成有效的伤害，挺克制你这种速度型选手的。还有刚刚下场这个叫向燕的，不知道是什么系别的能力者，但是可以浑身散发出白色的烟雾，似乎还有实体，这应该也是以前没有出现的天赋类型，具体能力还不清楚，但是他的对手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被遮蔽视野不说，各种攻击也对这个向燕没有效果。而且他上场之后似乎站在原地动都没动，只用烟雾把自己笼罩起来，就把对方轻易的击败了。吴欢有些懊恼，刚刚因为去吃饭，所以没有看到这向燕的比赛。然后王峥又接着说道：没义气对上他们还好点，起码元素系能靠着灵活的走位打消耗，但是像你这样近身作战的就难了。楚小满想了想，也跟着接话说道：那你不是也难了？同样也克制你啊。王峥笑着点了点头，对啊，克制我的这2人应该就是魔大校长赶来挑战的原因了。楚小满接着问道：那你刚刚是在因为这2个人叹气不好对付吗？王峥哈哈大笑，想什么呢，我是为你们这些还要继续比赛的人担心啊，对我来说宝宝而已。紧接着王峥眉头一皱，继续说道：不对，不是你们，是他们，毕竟你已经被淘汰了，哈哈哈。楚小满一开始还以为王峥有什么新的见解，还在仔细等着他说下文，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他的嘲讽，顿时勃然大怒：王峥，受死！随着比赛的不断进行，1下午的时间很快就流逝了。嘟，比赛结束的哨声的响起，今天所有的比赛都到此为止了。跟王峥预想的一样，京南大学这边输得挺惨的，77人的晋级名单中只有21人是南大的，其余56人皆是魔都大学的学生，晋级人数甚至连人家的1半都不到。而且如果不是随机抽签，还有不少魔都大学的同校学生撞在了一起，那估计京南大学这边晋级的人数还会更少。比赛结束后，所有人都有序的离场了。王峥因为要参加比赛，他以观察对手为由，所以理所当然的旷了1天的课。不过文化课的内容基本上他都已经完全掌握了，就算还有些遗漏，这不还有脑袋里附带的搜索引擎吗？在离开的时候，老师通知晋级的21位同学，晚上要开个研讨会，研究下明天的对手。所以在吃过晚饭后，王峥和吴欢2人就朝着约定的教室里走去了。至于楚小满，因为早早的被淘汰，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这也让王峥狠狠地嘲笑了他一番。他现在正气的不行，一个人默默地去国术馆加练去了。而和楚小满一样生气的还有我们的妖王之女，因为王峥晚上去开会，导致今晚的游戏时光又要取消了。在王峥许下后面会把时间补上，并且还翻倍的条件下，这才把这位小姑奶奶哄好。当然王峥是可以不理会她的，不过心里还想着以后放假继续去紫金山蹭饭呢，这就叫格局。等王峥2人到了教室，才发现其他的同学们都已经到了，他们2人反而是最晚的一组。随便找了个靠后的位置坐下来之后，王峥就开始闭目养神了。等了没一会儿，就有几位老师们快步走了进来。王峥倒是没想到这次楚老头这么沉得住气，竟然没有亲自过来。不过一想也是，可能是在陪着魔大的校长吧，毕竟身份上能够接待对方的也只有楚天行了。随着老师打开投影，放出了魔大晋级的几位选手的视频，开始按照对方的技术特点和天赋异能讲解起来了。这位是李大宝同学，他的优点很明显，就是虽然王峥对这些对手们都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是听到老师专业详细的介绍，还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的。毕竟他一直以来都只是凭借着蛮力来打架，至于具体的技战术动作远没有那么娴熟。虽然他在心中总是安慰自己这是一力降十会，不过他是很明显知道自己的缺陷的，现在有机会学习到这些知识，他还是挺开心的。毕竟他还没有到挑选导师，按照自身天赋特点打造战术体系的地步呢，这是需要到大2才有的课程。普通同学大1的主要目标还是压榨身体素质，提高灵气上限，等到大2进展慢下来了，才会开始细致的打造自己的战术体系呢。而这也是之前大多数高年级学长们看不起新生比赛的主要原因。随着老师不断深入浅出的详细讲解，王峥也渐渐的认真了起来，甚至还撕了吴欢笔记本上的一张纸，开始写写画画了起来，那模样要多认真有多认真。就是旁边被撕了本子抢了笔的吴欢脸色有些不太好看。12号周一，新生交流赛的第2天，今天没有昨天的选手多，时间到了之后也没有过多的废话，依旧是2两一组继续开打。随着比赛的不断进行，这边第一个上场的是何依依，不过这次他就没有昨天那么好的运气了，碰到了一个火系的元素觉醒者，上场仅仅几分钟就被喷发的火焰烧得焦头烂额。而且对方明显灵气比他更为充足，整个场地都铺满了点点火星，甚至连地面上都时不时的有焰火窜动，周身还环绕着丝丝火苗保护着自身，随后就是一个个的火球不断喷射对敌。虽然何依依一直咬牙坚持着没有认输，但是在他不断的躲避前进中，还是被一根隐藏在地表火场的火鞭缠住了脚腕。虽然他及时用灵气覆盖了角落，但是还是为时已晚。在受到限制之后，对方操控着火焰场地迅速收缩，在高温的炙烤下，何依依的灵气消耗速度变得更快了。最后在灵气耗尽时，被一颗火球砸在后背，飞出了训练场的中央。看着这妹子背上已经焦黑一片，但还是一声不吭，咬牙想要爬起来再战。裁判及时吹响了哨声，判魔都大学获胜。
随着哨声响起，医疗队的老师们及时进场治疗。王峥看到何依依双手捂住脸，小声地抽泣了起来。这场面显得有些残忍。如果何依依也是自然觉醒者的话，如果她的灵气再多一些，耗的时间更久一些，如果她能够小心地躲开地上的陷阱，或许比赛的结果都会有所不同。不过这个世界上哪里有如果呢？充满着各种不如意的才是真正的人生啊！看着已经回到南大休息区的何依依，王峥没有过去嘲讽，只是拍了拍手给她鼓励，既是在赞扬她这股不服输的精神，也是在夸赞魔大同学的战斗素质。很明显，魔大已经远远领先南大一步了。不管是刚刚场上火系的同学，还是昨天的冷泱泱，甚至是败给吴欢的上后明，他们都已经有一套完整的战术体系了。先是元素铺场，改变战斗环境；第二是兵甲、火衣保护自身，然后才开始对对手产生不间断的骚扰、袭击、消耗或是猛攻。不愧是名校啊，短短1个多月就能让学生们有如此的进步。王峥突然想到了之前的杨伟，他也是火焰系的元素觉醒者。如果当时他没有大意，而是把自己当作同等级的对手，自己还能胜吗？不过这个问题，王峥自己也没有答案。输了就是输了，哪里有什么如果？只不过短短2个月后，今天就算他再怎么小心应对，自己也不可能输给他了呢。对此，王峥是信心十足。下一场梅一奇、祝灿阳。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梅一奇大步向前，对面也同样有一位同学自信满满的上场。这个祝灿阳，王峥对其有印象，身高2米，浑身肌肉，大光头，是个防御型的觉醒者，一看就是黑岩罗喜欢的体修好胚子。力量速度也颇为不俗，用一双铁拳迎敌。昨天对战南大力量系的一位同学，两人打得可谓是拳拳到肉。最终，祝灿阳凭借着更为强壮耐打的身躯轻松获胜。虽说只是比赛，但是有兵器总归比没有兵器来得更加有力。但是总会出现这种不修武器只修肉身的选手。严格意义上来说，王峥也是这样的存在，所以他对这个大光头格外的有好感。而且他的拳法似乎也不是散打、拳击的路子，反而有些国术拳法的影子，这让王峥十分的感兴趣。王峥突然想到，他们几人经常训练的场地似乎也叫国术馆呢。既然叫这个名字，不知道有没有收录一些国术武功？找个机会要去问问楚老头。等王峥心里几个念头转过，参赛的两人也已经站在了场地中央，相互见礼之后，就等着比赛开始了。嘟！随着哨声响起，梅一奇迅速朝后拉开距离，同时身后出现数柄淡青色的锋刃，凝而不发。王峥暗自点头，看来他确实没少练习，现在已经颇为老练了，完全不是之前一副傻瓜的憨憨模样，一鼓作气的就把所有的灵气就凝聚成刃，一股脑的发散出去，浪费灵气。反观祝灿阳，非但没有趁机往前突进，反而原地立定，扎稳马步，随后凝神吐气，大喝一声：“伏魔金身，开！”随着他的嘴上的话语喊出，四周的观众和南大这边的参赛选手们都窃窃私语了起来。伏魔金身是什么？听起来很牛逼的样子啊！没听说过有这种异能啊！昨天老师不是说他是防御型的异能，和阿豪的异能一样吗？变硬之后增加防御力。喂，不要说出这样猥琐的字眼啊！你就不能说全了？皮肤变硬啊，混蛋！旁边的艺人气愤的开口，很明显，这就是几人口中的阿豪了。随后之前的人继续说道：“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快看有变化了。”只见场地中央的祝灿阳双臂平举，随后仿佛使出了吃奶的劲，想要把双手合十。梅一奇见状，尽管不知道对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是自己要做的肯定是要破坏对手的行动。意念一动，身后的锋刃带着呼啸的破空之声激射而去，锋刃的落点直指对方的眼睛、咽喉、下阴等要害之地。显然这就是一手攻其之必救，目的就是为了打断祝灿阳的节奏。但是祝灿阳对疾驰而来的锋刃却是不管不顾，大喝一声伏。随着他的双手合上，数枚锋刃准确地击打在了他的身上。叮叮叮叮！就在锋刃临身的那一刻，落点之处似乎荡漾起一圈金色的波纹，随后击射下已经完全现形的深青色锋刃，就像是豆腐撞上了铁壁，瞬间破碎，四下飞散，消失不见了，只留下祝灿阳身上的一圈圈的金光还在激荡，在阳光的照射下流光熠熠，仿佛是一座纯金制成的雕像，倒是有几分他说的金身一般的风采。这时，那阿豪身边之人又再次开口了：“硬豪，你能不能做到这样，全身无漏，任何地方都能应接攻击啊？”那叫阿豪的同学想了想，看着之前射出的锋刃，对比了一下自己的肉身强度，随后泄气的摇了摇头：“不行。”看到锋刃完全没有效果，不仅仅是梅一奇心中震惊，对祝灿阳的能力又高看了一分，就连场下的王峥也是吃惊不已。他可是看出来了的，刚刚梅一奇发出的锋刃凝而不散，颜色碧绿，已经远不是开学仪式上那松松散散的锋刃可以比拟的了。这深青色的锋刃较之以往其他强度提升了1倍以上，但是就连这样强度的锋刃都没能破开祝灿阳的护体异能，这让王峥对他更感兴趣了。而且这光头的异能让王峥觉得有些奇怪，他这甚至都不像是异能，反而像修行了什么功法一样了，也不知道他的导师是怎么帮助他开发的。王峥想着，如果比赛结束后有机会可以去和对方交流交流。再看回场内，这光头已经隐隐有要动手的意思了。如果梅一奇没有其他威力更大的招数，看起来败相已显了。看到对方没办法给自己造成伤害，祝灿阳也是信心大增，双脚猛踏地面，朝着梅一奇狂奔去。而梅一奇这时还在按照比赛开始之前所制定的计划，迅速往后退去。虽然他的力量没有对方强，速度和爆发力也没有对方快，但是在他后退的过程中，脚下似乎有徐徐清风拖拽着他往后飘去，显得十分潇洒灵动。一时间速度上倒是没有慢下多少。同时，数枚淡青色的锋刃激射而出，打在祝灿阳的身上，叮当作响，倒也减缓了他几分速度。看到场上的情况，王峥微微皱起眉头，他看得出来，梅一奇的锋刃强度降低了，也不知道是灵气不足，还是自身慌乱的原因，亦或者是故意藏拙。而且比赛并不是野外战斗，场地是有限的，眼看着梅一奇已经快退到了场地的边缘，马上就要退无可退了。
这时候如果还往两侧跑，肯定就会被对方给追上了。不过眼看着已经没有后路的梅贻琦，转身拧腰，突然站定，也不再凝聚锋刃了。只见他趁着这个时机，高举双手，同时手中有无数的气流涌动，一时间狂风四起，竟然直接在手中凝聚出了一把半透明的长刀。此刀长约2米，没有刀把，在刀身的最下方直接连接着梅贻琦的双手。淡青色的刀面嘶嘶作响，仿佛有无数野兽冤魂在嘶嚎，震人心魄。无数的气流激荡下，吹得他的衣裳猎猎作响。看着远处冲来的祝灿阳，梅贻琦也是大喝一声杀，随后反身冲了上去，锋刃长刀当头劈下。祝灿阳本来想退，但是在减速的过程中隐约看到这长刀似乎在不停地撕扯着空气中的灵气，下劈时又好像长长了半分，随后打定主意不能拖，需要速战速决，双脚在地猛地一踏，速度不减反升，冲到了梅贻琦身前。随后微微侧身，闪烁着金光的左手抬起格挡，顺着气流往后方一带，随后右脚快速往前弓步跨出，藏在身侧的右拳如灵蛇出动，又快又猛，一拳狠狠地砸在梅贻琦的头颅。叮轰咔嚓，锋刃长刀狠狠劈下，被祝灿阳用胳膊去挡，发出清脆的响声。在切到他胳膊上一大块肉之后，顺着之前的力道狠狠地砍在了地上。随后地面上裂开一道长达2米、数十公分宽的刀痕，看那深度足足有半米多深。再看祝灿阳，虽然手臂被削去大块血肉，但是似乎浑然不觉，右手直拳本来是对准梅贻琦的头颅，但是被对方长刀先砍中，随后身子被狂暴的气流带动着歪了一歪，所以这一拳自然也失了准头，只打在了梅贻琦的肩膀之上。但是效果是可喜的，清脆的骨骼断裂声随之响起，梅贻琦的一条左臂已经无力地耷拉了下来，很明显是这条胳膊已经废了，在治疗之前没办法动了。在看到梅贻琦废了一条胳膊后，祝灿阳也是心中大喜，他早就发现了梅贻琦所有的动作都需要伴随着手上的动作来施法的，现在废了一条胳膊，就相当于是废了一半的实力。这时祝灿阳觉得自己左手上的伤势似乎也不觉得的疼痛了，挥洒着无数的鲜血，左手一拳继续朝着梅贻琦的头颅轰去。只不过到底伤势还是影响到了他的发挥，这一拳稍稍慢了一些，让受伤状态下的梅贻琦捕捉到了行动轨迹。虽然来不及完全躲闪了，但是稍稍往左侧了下身子，让这一拳落在了右侧的肩膀处。咔嚓，又是一声令人齿酸的骨骼断裂声响起，他的右臂也被废了。随着他另一只手也软了下来，镶在地面上的锋刃长刀也没有操控了，瞬间散成一团气流，呜咽着消失了。现在双手被废的梅贻琦似乎已经是无力回天了，就连观众席上的几位老师都在心中叹息，这一局似乎是胜负已定了。而王峥看到梅贻琦坚定的眼神似乎还没有放弃，而且眼中似乎还流露出一丝挣扎，出于对他性格的了解，王峥立刻明白了梅贻琦肯定还有后手。说实话，梅贻琦之前不管是借助锋利的快速移动，还是用灵气凝聚的锋刃长刀，还有之前更为凝结的深青色锋刃，这一招一式都已经让王峥感慨他的进步之大了。要知道他可是要比吴欢和楚小满要晚觉醒几个月的，甚至到现在为止灵气上限也才堪堪和两人持平。但是除去王峥之外，整个金南大一应该没有人会是他的对手了。虽然也有元素系威力较大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实力就是实力，和其他一切都无关。他的刻苦训练王峥也是看在眼里的，更何况目前按照他的神情来看，很明显他还有后手的。看到祝灿阳已经再次朝着梅贻琦扑去，而梅贻琦在这过程中还有空回头看了王峥一眼，看到王峥对其点头，眼神立刻变得更加坚定了。王峥看到了这细微的变化，轻轻地拍了拍手，小声说道：“胜负已定。”你说什么？身边的吴欢没有听清，问了一句。王峥淡淡的回道：“梅贻琦赢了。”吴欢还是不解，看着场上明明双手被废，被逼到角落，只是在勉强躲闪的梅贻琦，这怎么赢？王峥没有解释，仔细看着场上的局势，他要好好看看梅贻琦还有什么绝招。祝灿阳现在已经流了很多血了，他现在甚至在怀疑对手是不是打定主意要靠着流血把自己耗死。不过好在对方已经被逼到了角落，他的伤势这么重，只要来上一拳，对方肯定就撑不住了。一想到这里，他强打起精神，再次暴喝出声魔。随后他淡金色的皮肤似乎变得有些通红，体表青筋暴起，仔细听似乎都能听到血管内血液流淌的奔涌之声。看着无数的血液凝聚到他的右臂之上，他的整条胳膊忽的膨胀，变大变粗了一圈，然后找准机会对着梅贻琦全力轰了过去。此时的梅贻琦脸色惨白，气若游丝，似乎随时都会倒下了。看到对方终于沉不住气了，也是暗自松了口气。看着眼前又大了一圈闪烁着金光的拳头，他轻轻地闭上了双眼。看到梅贻琦的动作，围观众人都在惊呼：他这是放弃了？伤势这么严重，还能坚持到现在，不容易了。不过他怎么不喊认输啊？这比赛之中，你不喊认输，对方不会停手的呀。而祝灿阳也果然没有停手。导师第一天就说过，尊重每一位对手，上场就要全力以赴，轻敌大意，死的只会是自己。轰！随着这一拳轰出，狂暴的气流疯狂涌动。但是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梅贻琦的身子好像是一张纸片似的，随着这一拳的轰出，被拳风带动着往下方滑去，仿佛丝毫没有受到伤害。就在此时，梅贻琦睁开了双眼，此刻的他哪里有半分放弃的模样？看到梅贻琦还在坚持，祝灿阳也破口大骂：“操，真他妈的难缠啊！”这一拳挥出，他也有些后继无力了，正准备左手出拳将其逼退之时，梅贻琦甚至还笑了笑，随后张开了嘴，嘶嘶嘶，无数气流涌动着往他的口内灌去，强烈的气压几乎将周围的空气抽空，让祝灿阳觉得连呼吸都有些困难了起来。但这样的感觉只是转瞬即逝，因为此刻的梅贻琦已经闭上了嘴，随后他的嘴巴不停地咀嚼，似乎在吃着什么。赢了！祝灿阳虽然知道对方肯定是在耍什么花样，但是看着自己的拳头不断的接近，他就知道自己赢定了。
这一拳他不可能躲开，而且只要这一拳命中，无论对方还有什么后手，自己都赢定了。看着梅贻琦气若游丝的样子，他对自己的判断非常有自信。眼前这个家伙连站都站不稳了，这一拳下去必赢。他这是大力沉的一拳，带着破空的空气撕裂声呼啸而至。只是就在他的拳头将要击中梅贻琦的一瞬间，变故还是发生了。他甚至都感受到了对方脸上细小的绒毛。但是这时梅贻琦又张开了嘴，一阵剧烈旋风从他的嘴里呼啸而出，不断旋转的激烈气流迅速凝结成一道横向的龙卷，先是吹开了祝灿阳拳头，随后夹带着无匹之势一路往前。祝灿阳的防御型天赋似乎没有起到任何效果，金光一闪而逝，稍稍激荡，一下就被穿了过去。这一道小型的龙卷先是撞上了他的胸口，钻开了他的皮肉，随即又从他的背后贯穿了出去，带出无数的鲜血和内脏碎片，随后飞向远处，渐渐地消散在空中，转眼间就无影无踪了。而此时的祝灿阳呆呆地看着自己胸口处拳头大小的空洞，嘴巴张了张，似乎还说了什么，随后仰天倒下。而一脸虚脱的梅贻琦则是小声地回了一句谢谢，随后往前一个踉跄，勉强站定后，他扭头看向王峥，只看到王峥已经站起了身来，正在给他鼓掌。直到这时他才看到治疗队的老师已经上场了，他甚至没有听到裁判的胜负判定，随后也是眼前一黑，晕了过去。什么？梅贻琦竟然赢了？刚刚那是什么能力？我怎么没见过？我也没见过呀。不过他伤得这么重，接下来的比赛还能打吗？不知道啊，不过对方也不弱呀，而且这防御力也太强了，力量也大，要不是最后这一招龙卷，结果还不好说呢。听着同学们的窃窃私语，王峥看着被医疗老师扶过来的梅贻琦轻声说道，没想到你的人缘还挺好呢，打得不错。他的胳膊现在已经被重新固定好了，也已经治疗过了，但是还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看来刚刚这一战不但把灵气用光了，体力也消耗殆尽了吧。王峥想了想，还是给他丢了2道圣光术，就他这模样，下午的比赛能不能参加还是个未知数呢。而且王峥也知道他之前为什么会犹豫会纠结了，他这一招龙卷旋风速度不算快，还有明显的蓄力，只是威力还算可圈可点，如果不是被控制住或者是没有防备的话，其实也不难躲的。他不想用，应该是为了遇到自己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出其不意吧。而且在最后关头看向自己，估计也是想得到自己的认可。那祝灿阳也勉强算得上和自己同类型的选手了，他这可能也是想告诉自己，这一招就是为你准备的，你挡得住吗？王峥看着精疲力尽的梅贻琦，在圣光术照耀下还不自然扭动着身子，也是被他的毅力感动到了，笑着说道，就这点本事，想要打赢我还早呢。梅贻琦听到这话，虽然脸上气愤，但是看到王峥的目光中没有嘲讽，很快又安静了下来。而且他现在也没力气跟王峥拌嘴了，虽然有人员受伤，不过接下来的比赛还要继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中还没有上场的只剩下了王峥、吴欢，还有对面魔大的一位同学了。3个人中间抽2个，剩下的轮空。王峥倒是无所谓，吴欢看着一脸淡定的王峥倒是有些紧张，一边盼望着自己轮空或者王峥轮空都行，起码保留2个人都能晋级的机会，一边又按捺不住自己心中的激动，想要再和王峥正式的交手，让他看看自己这段时间以来的进步。王峥看他一脸的犹豫不决，患得患失，笑着说道，等会要是我们俩真的对上了，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呀，你到时候输了可别哭。听到王峥说出这话，吴欢也是脸色一正，心态也平复了下来。他知道这是队长在告诉自己，他把自己当成是对手来看待的，这么一想，心里还有些小激动呢。随着场地被清理完毕，裁判高声喊道，吴欢。似乎连裁判也知道吴欢心中的心情，稍稍的顿了一下，然后才念出下一个名字，栾之栋。没有听到王峥的名字，吴欢的脸色一阵变化，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失落。王峥倒是无所谓，不过他也没想到自己还有这个运气会轮空，心里还在无耻的推测，是不是魔大害怕了，想把我保送进决赛。但是当他转头看到吴欢的脸色时，知道这姑娘心里杂念太多了，可能是因为没对上自己有些失落吧。他自己想想也是好笑，这么多人都因为不会跟自己交手而感到庆幸，也就他了，还上赶着要来。于是王峥清了清嗓子，轻声说道，你运气不错，对方也是个速度型的觉醒者，不过我看他的武器运用的很娴熟哦，以你这样的状态上场怕是会输呢。你要是真的想跟我正式的打一场，最起码要挺进下一轮哦。你看看人家梅贻琦就这么点实力，就敢说要去决赛等我呢，你想输在这一轮？听到王峥的话，吴欢脸色变了变。吴欢，你丢不丢人？对手一个个都不简单，马上要上场的时候还想这么多，难道真的想输在这里吗？啪！他突然深吸一口气，伸出双手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脸，声音之大连其他的同学都望了过来，眼看着白皙的脸庞上出现了几个红色的指印。王峥知道他这是在给自己清理杂念，他也害怕此刻影响到吴欢的状态，就没有给他丢圣光术。觉醒者之间的战斗，尤其是这些新生，差距是有，但是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气势和精神信念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呢。随后吴欢目光坚定地看着王峥，就只说了3个字，我会赢。王峥看着面前一脸坚定的吴欢，微笑着点了点头，道了一声加油。随后吴欢手拎短刀，大步走向了训练场的中央，纤细的身躯里似乎蕴含着无穷的能量。王峥的眼里满是欣赏，在心态上王峥还可以指点1、2，但是对于他的能力使用和开发、战术体系的搭建，他对此就没什么好的建议了，只能靠他自己研究，或者以后等相关的导师来帮忙了。相熟的几个人中，除了梅贻琦，自己之后可以跟他研究研究能不能搓出丸子来。吴欢这里他真的没什么好的办法，反应能力他有，机动性他也有，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杀伤力不够，但是这跟身体素质挂钩的，除了坚持不懈的锻炼之外，别无他法。王峥也知道他每天练习横练法练得很凶，但是毕竟灵气上限在这里，他又不跟自己一样能加点，自然是进度不会很快的。而且在王峥看来，像他这样有明显短板的选手参加单人比赛，完全就是自找苦吃，这几轮也是运气好。
他要是遇上刚刚的之前那个祝灿阳，估计连破防都做不到。如果真的想要靠比赛来证明自己，还不如趁早就去组固定队练配合去。团队赛中切后排还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的。另外几人，何依依算是弱化版的吴欢，要出头基本也难。至于楚小满，与比赛绝缘的存在，团队战都上不了场的货色，妥妥的后勤治疗人员。人家团队赛中的辅助人员，要么是实时治疗，要么能增益控制，要么能驱散负面状态。而楚小满呢？难道上去赛场玩水吗？不是王峥看不起他，而是缺少异能辅助的战斗太难赢了。除非他把灵气上限提升到跟他爷爷一样的水平，然后用肉身去搏斗，但是这很明显不现实。所以平时楚小满偷奸耍滑、偷懒不训练王峥都基本没有说过他。至于吴欢和梅贻琦嘛，他俩锻炼起来比王峥还刻苦，自然轮不到王峥去监督。在王峥的发散思维中，对战的两人已经交上手了。魔大的栾之洞其实王峥没有什么印象的，只记得他昨天击败了一个较弱的男大学生。至于说他很强的话，都是随口胡扯的，只是为了激发出吴欢的斗志，刺激他具现出观想物而已。就算不能成功，至少也可以像上一场比赛一样增加攻击力，也是好的。之前那血色的刀芒王峥也看到了，确实威力不俗，如果他能够稳定使出来的话，应该就不会有火力不足的问题了。而且看场上的局势也确实如此，吴欢集中精神之下，火力全开，一把直刀挥舞的是虎虎生风。虽然不至于说是一边倒的战斗，也没有再用出呢色的刀芒，但是确实是把对方给压制住了。栾之洞上场之前，在听到吴欢的名字前就已经松了一口气了，因为不管是吴欢对王峥还是对自己，最起码自己躲过了王峥这个杀神。而吴欢虽然上一场赢了上后名，但那也是险胜，每一次的躲避都是险象环生，最后自己还身受重伤了。而且同为敏战速度型的觉醒者，自己的速度不慢，还是男生，力量上可能还占优。优势在我。甚至在上场之前，他还想着自己赢了之后怎么去跟上后名炫耀一番呢。只不过现实和他自己想象中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虽然这姑娘的力气比起自己确实稍逊一筹，但是她的速度和反应能力完全超出了正常范围。栾之洞只看到一柄直刀不停地往自己各路要害袭来，刺、扎、斩、劈、扫、撩、推、割，一刀一刀连绵不绝，无数让人眼花缭乱的攻势如潮水一般袭来，破空声如龙吟虎啸，让人难以招架。而且吴欢对于自己是否会受伤则是完全的不管不顾，就是一副以伤换伤、以命搏命的凶狠打法，把栾之洞压制得喘不过气来了。王峥看着吴欢的发挥，暗自点头，知道这一场已经稳了。对方的心态已经乱了，只要吴欢不会出现重大的失误，对方基本上已经记了。而吴欢会失误吗？在精神力高度集中的状态下，他似乎已经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了，眼中只有对方的各个弱点，脑中不断地回荡着一个声音：我要赢，我能赢，我会赢。随着吴欢最后一刀劈出，他的身上冒出无数的白气，升腾翻涌之下，隐隐凝聚成人形。这一场面在之前的比赛中就已经看到过了，只不过现在这人影变得更加清晰立体，看起来似乎是一位身披盔甲的女性，一手虚按腰间长刀，目视星辰，神情冷冽。凌冽的血色骤然而至，仿佛夹带着无匹之力，摧枯拉朽一般，直接斩断了栾之洞手中的短剑，随后顺势而下，狠狠劈在了他的胸膛之上。无数的鲜血喷涌而出，见了吴欢满头满脸，他却浑然不觉。随后栾之洞双目圆睁，看了看自己手中的断剑，一头栽倒在地，再起不能。嘟嘟嘟，裁判急促的哨声，吴欢收刀，负手而立。京南大学，吴欢胜。听到裁判的宣判，吴欢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自顾自的下场了。那冷清的面容和淡定的神态，看起来似乎和雾气中的身影都有些重合了呢。等裁判宣布今天上午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下午再开始第3轮后，吴欢缓步走了下来，淡淡的看着王峥说道：我赢了。王峥也是拍手恭喜，不断的鼓励：恭喜你啊！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观想物似乎很快就要具现了哦？吴欢点了点头，说道：昨天比赛完我就隐隐有这种感觉了，不过等晚上回去就又恢复了。王峥接着说道：可能是在战斗中才会更加有效呢，你到时候不妨试试回想自己在战斗时的状态。吴欢听闻后点了点头，还没回话呢，一声大喊就从观众席传来：欢姐，你好帅啊！等两人转头望去，才发现原来是楚小满已经下课了，一路上紧赶慢赶的跑过来，正好看到了吴欢的最后劈下那血红色的一刀，拿下了比赛，现在正兴奋的为其加油呢。吴欢抬头看去，也露出了少有的笑容。等众人吃过饭回来后，第3轮很快就开打了。由于上一场轮空，下午的开场王峥就是第一个上的，不过对方只是一位普通的魔大新生，实力自然是有的，不过比起王峥来就天差地远了，仅仅只是上场做了个样子。在裁判哨声响起的那一刻，王峥身形一顿，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随后只是普通的一拳就将对方击晕，彻底杀死了比赛。速度之快令人啧舌，对方甚至连异能都没放出来，只能说是实力差距过大了。随后王峥无奈的摆摆手，径直下了场。接下来吴欢和梅贻琦依次上场，只不过这一次的对手都不算太强，轻松拿下了对手。梅贻琦的伤势没有完全恢复，不过好在他不是近战类的选手，影响倒也没有那么大，在身法的加持下，倒也和对手打得有来有回。至于前面几场打得那么激烈，只能说他俩的运气着实不算太好。按照这些人的实力来看，王峥觉得那上后名、祝灿阳都是稳进前20的选手，甚至那祝灿阳如果不是遇到了梅贻琦，前10都不是没可能。至于冷泱泱嘛，只能说是他运气不好，碰到了自己这个挂逼。总体来说魔大实力还是很强的，在王峥看来，南大众人能进前10的算上自己，也就梅贻琦和吴欢了。这还要算上吴欢能超水平发挥，再次挥出那赤红色的刀芒。随着比赛的不断进行，战斗也是越来越激烈了，很快第3轮就结束了。这一次轮空的是一名实力一般的魔大选手，看到他一脸惊喜的四处张望，似乎因为这个名次还有些洋洋得意呢。
至此为止，本次交流赛的前20强就已经出现了。赛程的时间安排这么紧张，大部分选手也都各自负伤了。不过在这个时代，只要不是特别严重，缺胳膊断腿的，在异能治疗下很快就可以恢复的。即使真的被砍断了手脚，只要肢体还在，短时间内也不是不能接上的，只不过恢复的时间要久一些罢了。所以这些同学们也倒是没人因伤退赛的。没有过多的休息，第4轮直接开打。王峥自然是有惊无险，运气很好的对上了上一轮轮空的魔大男生。只不过对面就没什么好脸色了，被念中名字后就一直哭丧着脸。裁判的哨音还未结束，他就跟着一起倒飞出去了。说实话，就王峥现在的爆发力，一般人根本反应不过来。王峥看对方也是没什么出彩的地方，懒得跟他周旋，直接一拳了事。看到王峥的勇猛，金南围观的学长们倒是给王峥起了个王一拳的外号，这是在说他3场比赛只用了3拳就解决了战斗。本意是好的，但是王峥听到之后却气得牙痒痒，发誓要把最先给他起外号的人给找出来，好好感谢对方一番。不过吴欢这次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直接对上了大胖子李大宝。而且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自己巨献的事情，刻意为之之下，反而因为杂念过多，一直没有进入那种状态，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水平，结果自然是惨败给对方。这样的结果倒是让王峥有些哭笑不得。虽然说吴欢的实力确实比对方弱了一些，但是也不至于输得这么惨。那李大宝甚至连异能都没用，看来还是自己之前对他说的那番话产生了影响。除了王峥晋级，吴欢淘汰之外，梅贻琦也是不负众望，在耗尽最后一丝灵气后，活生生耗倒了对手，成功挺进10强。至于其他人嘛，全军覆没，金南大学到此为止就只有这2根独苗了。这一轮结束后，倒是让他们都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大约半个小时后才开始第5轮的比试。王峥、风泽宇，虽然已经是前10的比赛了，但是王峥还是丝毫提不起兴趣，懒洋洋地走上了场地。对面的风泽宇看到王峥这副模样，顿时眼睛一转，大声嘲讽道：“你就是恶名远扬的王峥吧？看起来也一般嘛。听说你还在学校强逼着一位同学做你的女朋友，他参加比赛了没？”无精打采的王峥打了个呵欠，愣了愣，看着对方一脸挑衅的模样，有些失神。这算什么？赛前的垃圾话环节？看着眼前这人，王峥仔细回忆了下，好像是精神系的选手，身体素质也不错，善使2把匕首，不过不是走的大众精神系觉醒者的控制流，反倒是独具一格，利用精神力影响对方感知，然后走的近身搏杀的路子，算得上是十分的奇葩了。王峥对他还是有些印象的，而且上午的比赛也没见他有这么多话。看到王峥还是没什么反应，那人又说道：“听说你还赢过宗征，不会是靠作弊赢得吧？还是单纯只比力气的？听说你有点蛮力。”王峥听着他这拙劣的挑衅，一时间有些分不清他这是战术，想要影响自己的心情，还是真的嘴贱。嘟！随着裁判响哨，王峥猛地一抬手，风泽宇立刻往左一个躲闪。看到王峥并没有丢过来圣光，只是单纯的挠了挠头，脸上还挂着一副似有似无的笑容，风泽宇不禁老脸一红，随后发动了自己天赋异能。王峥则是站在原地没动，也没感觉自己有受到任何影响，他是想看看这风泽宇想要做什么。风泽宇看到王峥开场后就愣在了原地，心中也是暗喜，看来我的计策还是成功了。他没有第一时间冲上来攻击，为了让我出丑，也没有直接用圣光术。现在在我的精神力屏蔽下，这王峥肯定已经看不到我了。哼，果然是个莽子，只是靠着遗传，力气大了点，精神力还是不行吗？而王峥看着风泽宇开场后，先是一躲，然后挥了挥手，就蹲在原地不动了，而且嘴角还挂着猥琐的笑容，一时间有些摸不透他的路数，喃喃自语道：“难道他已经使用了异能了？所以我想在应该看不见他。”似乎是听到了王峥的话语，那风泽宇径直大摇大摆地走了上来，手中2把匕首在手中不断地转动，似乎已经是胜券在握了。而金南的观战们都为王峥捏了把汗，因为这个风泽宇每次对战都是如此的诡异，即使他人就站在他的对手面前，对方也是完全看不到听不见。然后他们就看到王峥一直呆呆傻傻地站在原地，都在为他担心是不是已经中了对方的控制。不过担心归担心，他们也并没有出声提醒，这点素质还是有的。而此时的王峥看到风泽宇已经走到了自己面前，手中的匕首直接对着自己的胸口插了下来，不过看样子是避开了心脏要害的。一直看到这里，王峥算是明白了，这风泽宇比赛开始之前先用言语挑衅，企图扰乱自己的心性，然后就直接施展了异能。他现在认为自己已经被他的精神力蒙蔽了，因为自己一反常态的没有直接进攻，让他产生了错误的判断，所以他才敢这么大胆的直接走过来。不过看他的出手的位置，人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不代表之前嘴臭的事情王峥就会放过他了，还是要小事惩戒一番。于是在匕首刺下来的一瞬间，王峥直接抬手，瞬间一连几道圣光从天而降，将面前的风泽宇包裹了起来。很明显，他抬手的时候，风泽宇已经有所警觉，但是为时已晚。等他浑身酥软，扑通一声瘫倒在地，双眼迷离的时候，风泽宇的嘴巴里还在不停的念叨：“你骗人，你骗人，你骗人！”出现了传说中的治疗邪术，此子恐怖如斯。如果不是他刚刚用了手圣光术，我都忘记了他是个治疗系觉醒者。你放屁！你特么管这叫治疗系？虚假的治疗系站在队伍最后，受到队友的各种保护。真正的治疗系，拳上能战人，臂上能走马，干掉所有敌人，自然就无需治疗队友。很合理，没毛病。王峥在所有围观者奇怪的目光注视中，昂首挺胸的下了场。不过现在整个金南大学就只剩下王峥和梅贻琦2人还没被淘汰了。对于围观的金南观众们来说，只要是自家选手赢了，也不用管是什么手段了，纷纷欢呼了起来。而王峥不是不能使用物理的方式，也就是拳头来击败风泽宇，只不过这个家伙嘴巴这么臭，上来就嘲讽他王大少，还当众造谣，王峥肯定是要给他点教训的，让他受伤和让他在这么多人面前社死，哪种更解恨？结果自然也是不言而喻了。
王峥以这种玩笑式的方式赢下这场胜利后，就第一个进入了5强。这场比赛结束的如此戏剧化，倒是让一众裁判们也哭笑不得了。不过好在的是，结束的够快，场地也不需要恢复。等魔大那边把风泽宇抬下场去后，裁判一刻都不耽误，立刻宣布了下一场比赛的开始。向燕、梅一奇。梅一奇听到自己的名字，顿时大步走了过来。他此刻前所未有的自信，从王峥身边经过时，淡淡的说了一句：“等着我。”王峥自然没有嘲讽他，笑着点了点头，心里却想着他现在这么耍帅，要是一会就这么输了，这么丢人的事情，不知道会不会又哭啊？之所以王峥会这么想，是因为他对那向燕是有印象的，那人可没那么简单。结果果然不出王峥所料，接下来的比赛梅一奇还是输了。虽然他一直咬牙坚持到最后，不过最终还是输得很彻底，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赢面。而且对面的那个叫向燕的家伙让王峥稍微有些生气。如果只是正常的击败，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不管受伤多重都情有可原，毕竟在赛场上全力出手，手下不留情也实属正常。不过魔大那个家伙就是在故意戏耍梅一奇，而且每次还故意瞄准梅一奇受伤的手臂进行攻击。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直接召唤出了大量的白雾，将自己笼罩了起来。这些奇怪的烟雾已经不是王峥第一次看见了，但是这次似乎又有所不同。这些烟雾好像可以按照向燕的思维来决定是否聚散。分散时就像是普通的烟雾，没有实体，无法被击中或者触碰。当它需要时，又可以凝聚起来，变换成2团巨大的圆球，砸在地上，甚至能把地面砸出一个大坑。不过按照那么大的圆球和地上的凹陷深度来计算，可能重量不是很大，但是从声音判断应该是十分坚硬。梅一奇所有的锋刃射到凝结起来的烟雾之上，都只是叮当作响，根本没办法穿透这诡异烟雾的防护。而且向燕还会使用白烟把自己包裹起来，根本就不现身，这就导致了梅一奇没办法对他造成伤害。按道理来说，梅一奇的风属性应该可以轻易的把这些烟雾给吹散开，但是无论梅一奇怎么发动异能鼓动狂风，把整个场地上的沙石吹得漫天飞舞，这些诡异的烟雾都纹丝不动。即使再锋刃长刀的劈砍下，也只是稍稍往两边分散了一些，然后很快就聚拢闭合了。不过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这烟雾即使凝结起来了，在受到超过承受上限的攻击后，还是可以被击破的。但是有一，向燕这可以聚散的特性，使得这本身算是鸡肋的能力，不但可以在进攻中用来砸人，也可以散开迷惑对手的视野，甚至可以作为盾牌使用，牢牢地守护住自身的安危。这能力是王峥见过所有异能中最棘手的了，进可攻退可守，主要是开发的十分完全。而且王峥甚至怀疑他这烟雾还有其他的功能，或者可以变换除了大圆球以外另外的形态，只不过这向燕一直在藏拙没有使出来。不过即使在这样的劣势下，梅一奇依旧没有认输，看他在原地喘着粗气，似乎是已经耗光灵气。随后他直接从腰间抽出匕首，主动靠近，没入了烟雾之中。王峥知道梅一奇想要短兵相接是假，近身后用龙卷偷袭才是真，不然即使打出了这威力巨大的一招，结果若是没有打中人，也是在做无用功。不过对方似乎也是料到了这一手，等梅一奇进入烟雾之中，还没让他靠近，就直接用凝聚烟雾把自己和梅一奇都包裹起来了。在梅一奇进入白雾球之后，似乎一切都和外界分隔开来了，王峥也没办法看清里面的动静。烟雾之中传来一声声闷响，模模糊糊的，听得不太真切。随后一道龙卷从烟雾球的顶端贯穿而出，伴随着呜呜的呼啸，很快消失在天边。但仅仅过了几分钟之后，所有的烟雾都开始慢慢变得稀薄，训练场中央的2个身影都显现出来了。只不过梅一奇的状态却不怎么好，被向燕一把掐住了脖子。场地的中央，向燕已经主动散去了浓雾，只见他一脸的轻松的笑意，一只手稳稳地掐住了梅一奇的脖子，另一只手不断地对着梅一奇的2只胳膊攻击，还时不时挑衅似的对着王峥这边瞥上一眼。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梅一奇已经没有赢得可能了。但是向燕的攻击并不算致命，甚至可以说有些太轻了。但是对于手臂上有伤且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梅一奇来说，些许疼痛是免不了的了。梅一奇一张俊脸被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还有时不时皱起的眉头，都表明了他现在应该相当的痛苦。不过王峥看着梅一奇愤怒的眼神，或许身体上的伤势远没有心理上的侮辱来得更强烈吧。这一场交流赛，除非参赛者主动认输，或者裁判认为一方已经失去行动能力，主动判负，不然是不会结束的。目前虽然梅一奇已经完全受制于人了，但是并没有生命威胁，而且他之前有过用嘴释放异能的先例，所以裁判也没有主动叫停比赛。觉醒者之间的战斗，在生或死的关键时刻极限反杀的例子比比皆是，就像是之前的无欢对上后明就是。而楚天行在看到这样的行为之后，也没有阻止，有他亲自在场，反正也不会有生命危险。楚天行了解王峥，自然也是了解梅一奇的。楚天行知道梅一奇的性格，让他受些挫折，不但不会打击到他，反而会更加激起他的好胜心。看他和王峥在开学仪式上的比赛之后，努力训练的样子就知道了。更何况这也能刺激到其他的同学。知耻而后勇，王峥虽然是京南大学的学生，但是毕竟也只能代表他自己一个人。他再强大，也不算是京南大学的强大。楚天行就是要让学校里所有的同学们都看看，对于2大名校而言，他们有多么的弱小，遇到对付的精英学院之后又多么的无力。向燕继续折磨了梅一奇半天，发现王峥只是闭目养神，根本就没有再往这边看了，也是觉得无趣，或者说是已经玩腻了。向燕看着满脸痛苦愤怒，却依旧没有求饶或者认输的梅一奇，笑着说道：“你们京南大学都是一群垃圾，你看那个姓王的都不敢看了呢。”而梅一奇只是怒目直视，并不理会，更没有回话。紧接着，在众人看不到视角里，向燕紧紧地贴着梅一奇，小声说道：“硬骨头是吧？就是看不起你们这些硬骨头。回去之后告诉王峥，你只是第一个，而他就是下一个。”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无数的烟雾又迅速汇聚到了一起，在半空中隐隐幻化成2个大铁球，一前一后狠狠地砸在梅一奇的腿上。咔嚓，2声脆响，他的双脚就此被砸断，加上之前就受伤的手臂，彻底跟之前的杨昂还有熊文宇一样，4肢尽断了。
紧跟着向燕一个箭步上前，对着梅贻琦的脑袋就是一脚大力抽射。梅贻琦顿时远远的翻了几十个跟头，不偏不倚，正好摔在京南大学的休息区方向，脑袋一歪，彻底晕了过去。嘟！随着裁判的哨声响起，这场比试以梅贻琦淘汰作为落幕。比赛结束后，向燕立刻恢复了之前平静的样子，一脸无辜的跑了过来，还对着京南的众人道歉：“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梅同学的实力不弱，他又一直不肯认输，实在是收不住手，对不住啊，对不住了。”虽然他话里的意思是在道歉，但是目光却一直死死地盯着王峥。京南这边众人都是对他气愤不已，只有王峥并不在意，淡淡的开口了：“技不如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倒是觉得他挺有骨气的，还挺欣赏他的，不认输好啊，我只是希望像同学也能这么有种。”听到王峥开口，向燕的脸色也变了，不再是之前那副虚伪的模样，大笑着说道：“还以为你真不在乎呢，早知道就多玩会儿了，真可惜。”紧接着随意瞥了一眼地上的梅贻琦，小声的说道：“记住他现在的模样，因为你一会儿也会这样的。”王峥对他的威胁毫不在意，眯起眼睛缓缓说道：“到时候千万别弃权哦，我等着你，咱们总会遇到的。”看到向燕一脸阴沉的转身回了自己的休息区，王峥就像没有受到影响一般，老神在在的继续看起了剩下的几场比赛。因为都是魔大的同学，相互之间也都是知根知底，所以打起来也是没有任何的试探，上场就是全力以赴，打的是异常的激烈。随后很快就决出了另外3位胜者。似乎裁判也知道现在打的激烈，不管是体能还是灵气都消耗不少，所以额外给了众人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只能说不愧是私下的交流赛了，只要两方的校长没有意见，比赛时间说改就改，相当的随意。在得到裁判的通知后，王峥眯着眼睛看着已经高挂在云层之上太阳，悠闲地站了起来，随手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就要去吃饭。看到王峥有所动作，周围的人都看了过起来，就连对面魔都大学的休息区也紧张了起来，就怕王峥过去找麻烦。而那向燕一个人坐在最角落，还朝着王峥挑衅地笑了笑。王峥看都没看他，笑得很是和睦，然后对着吴欢说道：“走吧，我们去吃饭吧。今天小满不在，我请你去2楼吃灵气大餐。”吴欢虽然输了比赛，情绪有些低落，但是看着王峥的模样，似乎有些担心，小声问道：“你没事吧？我之前看你的脸色很难看。”王峥似乎还有些惊讶呢，揉了揉自己的脸，然后笑着说道：“有吗？我自己都没发现呢。没事没事，走吧，1个多小时呢，吃饭去，饿死了，吃饱了才有力气比赛嘛。”看着王峥似乎真的没什么事情的模样，吴欢也没有多说，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王峥看了一眼还在昏迷中的梅贻琦，心里感慨了一句：“本来也想请你吃的，不过你个没出息的，到现在都不行，没机会喽。”随后王峥丝毫没有犹豫，直接大步走出了训练场，径直朝着食堂就去了。等王峥走远了，身后才传来同学们的窃窃私语。吴欢瞥了他们一眼，然后快步追了上去。伴随着阵阵微风，身后依稀传来了什么报复、挑衅、受伤、压力等字眼。王峥在前面走得飞快，摇头晃脑的，也不知道听到了没有。等两人在食堂的2楼坐下，看着餐桌上满是灵气食材制作的菜肴，王峥满意的点了点头。他的学分还有不少，之前上课时凭借着优秀课堂表现，也被各科老师奖励了一些，倒是还够用。别看王峥平日里上课睡觉，不认真听讲，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但是他在各科老师的心目中还是一个品学兼优、实力强大的优秀学生的，所以他的学分自然也要比其他的大一新生稍微多那么一点点。王峥一边自己吃得满嘴流油，一边还招呼着吴欢：“吃呀，快吃，快吃，不然一会就被我吃完了。”吴欢听着王峥的招呼，也不再客气，大口吃了起来。哥，王峥顺了顺肚子，打了个饱嗝，长长的出了口气：“啊，舒服了，好久没有吃得这么痛快了。”看到王峥已经吃完了，吴欢也停下了筷子，随后小声的安慰道：“同学们的话你不用放在心上的，我相信梅同学也不会怪你的。”王峥大手一挥，故作豪迈的笑着回复：“我怎么会在乎一群废物的想法？我生气也跟梅贻琦没有关系，只是单纯的看那个叫香烟的不爽而已。”吴欢看到王峥还在嘴硬，没有再多说什么。他本来就不善言辞，更别说安慰人了，只是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硬糖递了过来。王峥眼里闪过一丝动容，眼睛都眯了起来，一把接了过来，剥开糖衣，直接丢进嘴里，大口嚼了起来。正好吃多了，肉有些腻了，这糖来的真是时候。吴欢看了看时间，然后说道：“那咱们走吧，正好走过去消化消化，等到了地方，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好。王峥猛地站了起来，2把 A 级的大锤忽地在手中出现，随后哈哈大笑道：“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吱声？在京南这1亩3分地，是龙得给我盘着，是虎得给我卧着，还敢跟我乱炸毛，我手里的大锤可不认人。”王峥拎着2柄大锤刚刚入场，就听到观众席上的学长们在唉声叹气。没想到这次比赛会输得这么惨，虽然对手是魔大，不过好歹都是1年级的，实力也不至于差那么多吧？谁说不是呢？今年魔大这批学生都不得了啊！我看一个个那骨子很劲，比以往可是强多了。现在说是交流赛，脸都丢完了，前10才2个，前5就只剩下1个人了，还说这批新生比我们好呢。现在看来也一般啊。现在压力就都到王峥身上了，如果他这一轮输了，咱们南大真的是要被对方看扁了。如果他能进入前3还好点，不过我看对面剩下4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当一众学长们看到王峥入场后，虽然声音小了一些，但还是不太看好他，毕竟他一个治疗系没有异能辅助，终究只是力量比较强而已，而且王峥也没有展露过什么别的本事。那向燕也抬头看了王峥一眼，随后不屑地撇了撇嘴，把脑袋偏向了一边。而围观的南大学子们看到王芷手里的大锤，也有些吃惊。嚯，这锤子是不是有些太夸张了？看这锤刺，一锤子上去人都没了吧？不过还是不太有用吧？对面那个用烟雾的，不是可以虚化物理攻击吗？这锤子没办法给他造成伤害吧？没办法呀，你们别因为他力气大，就忘了他只是个治疗系啊，他也没有其他的攻击手段啊。王峥倒是没有理会他们的话语，他心中早就有了对战的思路，扛着2把大锤就晃晃悠悠的回了自己这边的备战区。等了没有一会儿，
裁判就再次吹响了比赛开始的哨声。王峥、李大宝。听到裁判的话语，王峥立刻眼睛一亮，然后朝着训练场的中央大步走去。他对这个李大宝可是十分的有兴趣，不过他并没有拿上自己的大锤，现在还不到时候，他也不是会把怒气撒到魔大其他同学身上的人。他是对人不对事，就算那向燕真的输了被淘汰了，比赛结束后他也会找上去来一场私人的请教的。王峥，加油，打倒大胖子！还没等王峥走远，就听到身后传来了加油声。他循着声音回头望去，却发现楚小满竟然逃课了，专门跑过来给他加油。他们俩是一个班的，王峥自然是知道今天的课程还没有结束。王峥朝他比了个大拇指，随后径直走到了场地中央。而这时，对方魔都大学的李大宝也已经拎着一把大斧子上场了。等到两人站定，王峥也没管他手中的长柄大斧，直接扫描就扫了上去。体力值400/400，灵气值2020，体质40，力量60，智力10，精神5，敏捷33。武兽横练法、意念观想法都已经是到达了娴熟的第2个阶段。看到对方的属性，王峥直接被吓了一跳，高达40点的体力值，60的力量，而且灵气值竟然只有可怜220点，这是个什么怪物？王峥又看向了对方只有5点的精神属性，看着这样一张诡异的属性表，微微皱起了眉头。更离谱的是，就只有5点精神属性的李大宝，意念观想法都已经修行到娴熟的阶段了，这让王峥百思不得其解。突然，他脑子闪过第一次获得扫描技能时候的画面，对，就是王胜荣的属性和这李大宝是何其的相似。也就是说，李大宝才是真正遗传了基因战士力量的人。魔大的老头为了对付自己，竟然还找了这样的选手。王峥随后便抬头向着他看去，只见那李大宝还是和之前一样，一副呆呆的模样，手里拎着一把长柄的斧头，看着似乎分量不轻，硕大的斧头都快跟门板一样大了。而且他似乎真的是有些不是太聪明，直勾勾地看着两手空空的王峥，看到他没有拎着大锤上来，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左右张望着想找自己的导师。趁着比赛还没开始，王峥对着李大宝问道：“李同学，我在魔大认识不少人，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啊？你是才入学的吗？你是自然觉醒的吗？”李大宝憨憨一笑：“俺才觉醒没多久，校长亲自去村子里请俺的，不但免除了俺所有的学费，还给俺家奖励了不少钱，盖了新房子。”王峥立刻就从里面听出了自己想要的信息，才觉醒，家庭条件一般，住在郊区或者农村，基本上已经没跑了，应该就是老爸战友的后代。王峥的笑容温和了一些，继续问道：“你家里……嗨，没事。”他突然想到，如果真的是老爸的战友，条件还不好的话，很可能家里的长辈已经走了，毕竟别人可没办法有老爸这样的治疗修养条件。到王胜荣自从退伍后，基本隔3差5就要出去找人用异能治疗补充生命力的，这些都是李亮安排的。王峥之前并不知情，直到后来他觉醒了圣光术，而且发现这比其他的治疗系能力效果还要好，这才没有继续出去接受治疗。如此想来，当面问确实不太好，还是等比赛结束了，找校长去问问吧。李大宝看到王峥说话说了一半就停了，也没多想，四处看了看，似乎是没找到自己的导师，于是低着头看向王峥，用手一指远处的2把大锤，憨憨地问道：“你为什么不拿锤子上来啊？现在我拿着斧子来了，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王峥看着他的模样，笑着说道：“我不用，你可以用啊。”李大宝一脸的正色：“那怎么能行？空手对空手，武器对武器，算了，不管了，我也不用了。”随后也没看裁判，腾腾地跑了回去，小心翼翼地将这把一看就是高级合金打造的大斧子放在地上。休息区里，他的同学们看到李大宝跑了回去，说要空手对战，纷纷说他是傻瓜，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李大宝却只是憨憨地笑着挠了挠头，也不生气，只是傻笑。但是当他们看到李大宝轻柔的动作，又忍不住地被他逗笑了。这斧子本身就是重武器，用来厮杀搏斗的，哪有这么金贵，需要这么小心翼翼的轻拿轻放？李大宝这时终于在人群的最后发现了自己的导师，看到老师笑着对自己点了点头，像是得到了鼓励，于是也不再多想，又重新跑回了训练场内。裁判也很有耐心，等他回来之后，才对着两人喊道：“见礼。”王峥顿时不再嬉笑，身子站得笔直，对着李大宝拱了拱手。李大宝亦是如此。嘟！随着尖锐的哨声响起，两人的比赛正式开始了。在听到哨声的那一刻，两人同时动了。王峥能够感觉到对面的李大宝似乎变了一个人似的，满脸飘汗，丝毫没有之前呆呆痴痴的模样。看着李大宝身形暴起，用着完全不符合自己身材的速度朝着自己冲了过来，王峥也是见猎欣喜。能找到这么大力气的同龄人可不容易，自然要好好的比上一比。那猛冲之下的李大宝体型庞大，不仅个头比王峥高了大半个头，就连横向对比也是王峥的2倍不止，就像是一头狂奔的犀牛，只是几步之间就冲到了王峥面前。只见他双臂紧扣，带着破空的呼啸声自上而下狠狠砸向王峥。出手之时，一双铁拳之上冒着若有若无的光晕，恍惚中仿佛又隐隐大了好几圈。这巨大的拳头似乎要将王峥的整个身躯都笼罩住，然后猛地砸了下来。轰！整个场地都在微微震动，定睛再看，王峥仿佛瞬移一般，忽然就消失在了原地。李大宝一击挥空，巨大的铁拳直接砸在了训练场的地面之上，泥土飞溅，尘土四起。等到尘埃落地之后，只见地面上炸开一个方圆2米的大坑，足足有半人多深。此时李大宝发现没了王峥的身影，立刻站起身子，左右看了看。大宝，我在这呢。听到身后传来声音，李大宝并不慌乱，也没有转身，举起手臂，架起铁肘，猛然向后撞去。呼！劲风迎面，王峥稍稍一个矮身就躲过了这一肘，随后小腿往前一伸，轻轻地点在李大宝的腿弯处。李大宝人还处于转身的旋转中，下盘腿心被王峥这么一点，顿时失去了平衡，往前摔去。但是别看他人胖，动作却是十分灵活，
借着转身的力道，胳膊伸直化肘为掌，在地上一拍，借助这股力道一个翻身，稳稳的立定。王峥看到他的动作，心里也是十分火热，开口问道：“大宝，你这是什么功夫？不是普通的搏击术吧？”李大宝并不回话，一张胖脸涨得通红，似乎有些恼怒：“你不是力气很大吗？就知道躲，有种别跑，跟我比比力气。”话音刚落，双脚猛地一跺，脚下的地面轰然崩碎，身体暴起之下，竟带出凌冽的呼啸，眨眼间在原地消失。看到李大宝的动作，王峥的眼睛立刻眯了起来，重心下沉，身体微微前倾，双臂前后成爪状，等待着李大宝的冲击。几乎在王峥做出动作的同时，李大宝就已经出现在他的眼前。轰！刹那间，两个大块头狠狠撞到一起，王峥瞬间向后滑出几米之远，双腿在地面离出一道深深的泥石沟壑。随后，两人的双手紧握在一起，开始决力。因为迎接李大宝的冲击，王峥双脚前后站立，身体呈现弓步，而李大宝比王峥的身材更加高大，携着奔跑的冲击力，此刻竟然隐隐压制了王峥一筹。训练场上的情景让众人有些始料未及，没想到王峥竟然在力气的较量上落了下风。好！严开复此时看到自己学生大发神威，顿时大声叫好，还不停地对着楚天行叫嚣：“不就是遗传了基因战士力量的小辈吗？谁家没有事的？你还真以为你稳赢了？楚老头，好让你知道我魔都大学作为国内第一名校的含金量。”楚天行顿时反唇相讥：“你是不是国内第一？不用在我们面前叫嚣，你去帝都说去。至于比赛的输赢，这才刚刚开始呢，你就知道你赢定了，就不怕等会被打脸。”严老头此时满脸的洋洋得意，就只希望自家学生借此优势一举打败王峥。魔大直接包揽前3，狠狠地打一打这老匹夫的脸面，好让他知道不是只有他运气好能找到这样的学生。楚天行此刻虽然脸色不动声色，但是心中也有些着急了。他也是第一次在同龄人的对战中看到王峥的窘迫。他倒不是担心王峥会输，毕竟除了力气之外，王峥的战斗智商才是最宝贵的经验。而且就论力气，王峥也不见会输。不过听到严老头的话语，似乎这李大宝也是超级基因计划战士的后代，看来以后要找个机会去查一查。而相对来说更加了解王峥的楚小满和吴欢，见此情景则更是惊讶了。楚小满一个翻身，从观众席直接跳下，坐到选手区，跟吴欢一起低声讨论了起来。负责场地维护的老师一看是校长的孙女，也是当作没看见。只不过当有其他学生想要模仿时，得到的却是严厉的眼神警告了。楚小满戳了戳吴欢的胳膊，小声说道：“这大胖子力气有这么大，王峥都不是对手。”吴欢看着两人决力的过程，微微思索之下，其实也不见得。那李大宝是助跑冲过来的，而王峥则是站在原地等待的，落入下风只是暂时的，只要能缓过来，我相信他没问题的。楚小满撅着个嘴，显得十分不满意。我也相信他，可是万一他真的力气不如人家大呢？你看看嘛，跟那个大胖子比起来，王峥就像个小鸡仔似的。平时我还觉得他还算高大，现在看起来真弱。而且我们两个都输给这胖子了，王峥再输就真的丢死人了。吴欢则是凑到了他的耳边小声说道：“这只是在比力气呢，就算真的力气不如他，你忘了，王峥还有观想物和治疗术都没用呢。就算比力气会输，这才比赛他也不会输的，你就放心看吧。”可是我还是有些……正当楚小满还要继续说话时，却被吴欢打断。仔细看王峥的动作，他似乎要发力了。如果说此时魔大的人是欣喜，南大的人是担忧，那么王峥自己此刻是有些棋逢对手的惊喜了。自从自己的力量属性加起来之后，他已经很久没有过这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了。虽然还是要收着点力气，不能太尽兴，不过他已经知足了。王峥现在远没有外人看起来那么吃力，不过这些也只有他们还在战斗中的两人才能察觉到这细微的变化。王峥此刻身形微微后仰，强顶着李大宝的巨力，抬脚往前跨了一步。这往前的一步就是反攻的号角。不只是李大宝，甚至连围观的观众都看到了王峥的变化和嘴角露出的笑容。李大宝的面色涨得通红，他感受着手上传来的巨力，没想到王峥竟然到了此时还没有用尽全力。格拉格拉格拉，两人的手中传出绞索盘转动绷紧的响声，随后就只看见王峥的身子在一点一点的回正，整个人好似一张绷紧的大弓，无论李大宝如何压制都没办法影响到他。忽然王峥原本握住李大宝双拳的手掌顺着他的胳膊往前一探，稳稳地拿住了他的手腕。李大宝大惊，顿时想要挣脱，猛然发力一挣之下，竟然没有将其甩开。只见这一双铁爪犹如钢铁铸造，牢牢地钳住了李大宝的手腕。紧接着王峥手腕一抖，看似轻巧地往后一拉，这一拉一扯之下，李大宝竟然诡异地维持不住身体的平衡，往前一个踉跄。王峥趁此机会矮身钻到李大宝的身下，肩膀往上一顶，一手扯住他的手腕，另一手顶在他的腰间，扯住他的衣服，竟硬生生地将李大宝扛了起来。王峥沉气吐声，暴喝一声开，只见他胳膊上的肌肉块块隆起，手臂竟像是大了一圈，将这宽松的武道服撑得鼓鼓囊囊的，勾勒出里面健硕的臂膀线条。随着王峥话音落下，李大宝庞大的身躯已经向着相反的方向飞射而出，轰的一声，狠狠嵌入了训练场的围挡墙中。呼！王峥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只觉得浑身舒坦。不过当他看着被自己丢出去上百米，还把墙壁砸出一个大坑李大宝，心中还是不免有些忐忑，觉得自己是不是一时兴起太大力了。不过脸上还得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笑着说了句：“如你所愿，我不躲了，你满意了吗？”王峥看着四周一脸目瞪口呆的观众，心里有些奇怪，为什么裁判还不想哨？于是又把目光转向了裁判。此刻被镶嵌在墙体里的李大宝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毕竟王峥只是把他丢出去，而且还飞行了这么远的距离才撞上墙壁，威力已经减少很多了。而且以他的体质来说，虽然感受到自己后背上的痛楚，不过相对来说也不算难以忍受。李大宝迷迷糊糊中睁开眼睛，脑子里一片空白，嗡嗡作响，于是便使劲摇了摇脑袋。此时墙体内部有一块破碎的混凝土块，因为之前的冲击已经摇摇欲坠了。李大宝的动作啪的一声掉落下来，正好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恍惚出神的李大宝瞬间就回忆起来了，自己在比赛，自己在跟人比力气，自己被一个比自己瘦弱很多的人丢出来了，自己输了。哗啦啦，随着李大宝缓缓直起身子，自己慢慢的走了出来，更多的碎石掉落在了地上，而他的身上也开始有淡白色的灵气冒了出来。吼！一声巨吼炸裂天际，随着这声嘶吼，李大宝身躯外围隐约多了一层虚幻的轮廊，那是一个身躯巨大的模糊人影，穿着古代盔甲，威仪不凡，手中握住一把宣花板斧，只是面人看不真切。此时的李大宝面红耳赤，正在仰天长啸，发出这一声怒吼后，随后原本就2米多高的身材变得更加庞大，瞬间就像充了气一般膨胀起来，2米、3米、4米、5米，足足长到5米多才停了下来。随着他的身躯变大，身后的虚影也渐渐被覆盖，随后消失不见了。这时，包括魔大的选手和导师之外，所有人都被李大宝惊到了。这他妈是个啥啊？怎么还有这样的能力？闻所未闻啊！我见过有人异能兽化可以增加体型的，但那也只是稍微长高一点，哪有人直接化身巨人的？这有多高？得有5、6米了吧？魔大阵营中有一人转头问道：“老师，大宝这是不是又变大了？我记得之前没有这么高大吧？”那导师明白其中的奥妙，点头解释道：“应该是观想物的原因，之前大宝身上白色的雾气应该就是观想物巨献的雏形了。”听到导师的解释，魔大众人也都是为李大宝开心了起来。看来这憨憨的大胖子确实是魔大校宠无疑了。而在场地的另一边，就连吴欢都对着楚小满小声说了句：“我们输得不冤，如果他一开始就用异能，我们更是一点赢的希望都没有。”楚小满问道：“那你说王峥还能赢吗？这大胖子这么可怕？”吴欢把眼光转向了一直负手而立，站在场地中央，似乎丝毫没有受到眼前事物影响的王峥，坚定地说了一句：“肯定能。”此刻的李大宝已然就是一个巨人，他往前倾了倾身子，随后脚下用力一蹬，朝着王峥飞扑而来。随着李大宝前冲的动作，带起无数涌动的气流喷发，他身后看台上的观众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狂风吹动着衣袂猎猎作响。王峥现在也明白了，原来如此，难怪裁判没有响哨，原来李大宝还藏着这样的能力。看着李大宝身上的衣服也随着他的身躯而膨胀而变大了，王峥知道这应该是他的天赋异能了，只是没想到还能带着衣服一起变大，端是神奇无比。间隔上百米的距离，只是眨眼间，李大宝就已经冲到了王峥的身前。因为身材大小差距过大，他没办法蹲下来战斗，于是抬脚对着王峥猛踢了下去。随着李大宝的双脚不断的踢踏，顿时地面烟尘再起，无数飞沙走石爆射，被他炸出一个个大坑。地动山摇之下，王峥本能的想要闪躲，但是突然眼中充血，热血上头，站稳马步，双手死死地挡住了他的大脚。然而这李大宝身躯变大后，似乎力气也又是大了一分。王峥虽然还能应付，但是他脚下的操场却没有那么坚硬。无数的泥土翻涌之下，只见王峥迅速变矮，瞬间腰部以下就都被挤进了泥土之中。争！这时头脑已经不太清明的王峥，只听得脑海中一阵阵金石交击的轰鸣声响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之后仿佛整片天地间都只有这一种声音在不停地回荡。还没等魔大的选手们来得及高兴，此时的王峥身上突然冒出无数的红雾，迅速凝聚成神兽征的模样。不过这次这巨献的观想物并没有虚浮在王峥的背后，而是一路在虚空中跳跃，随风而长，只几个纵横就变得和那李大宝一样高大了。随后这只巨征张开血盆大嘴，仰天嘶吼了起来。虽然这个只是巨献物，并不能发出真正的声音，但是在场的所有人似乎在脑中听到了一声征的嘶吼。李大宝看到这异象，一时也是愣在了原地，突然伸手想要去摸摸这凶兽，结果这征兽冰冷的眼神立刻扫了过来，一下子让他定在了原地，没敢动弹。王峥本人还因为热血上头被半埋在土中，而这庞大的神兽头颅已经异常清晰了，但是越往下越往后就越是模糊，到了脚下甚至已经完全是一团红雾了，伴随着一缕细小的红线连接在王峥的身上。这观想物本是死物，即使如楚老头、严老头这般已经达到90%以上的进度，也没有任何灵性可言。但王峥这神兽却似乎是活物一般，恐怖的兽瞳带着一丝不屑望着面前的巨人，随后如同大猫伸懒腰一般伸展了一下身体，紧接着猛地一跃而起，化作一道血色的翅膀，一下子钻进了王峥的身体。这突然起来的一幕把所有人都惊呆了，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连楚天行和严开复这样的大佬都一脸的懵逼，不知道王峥又搞出了什么幺蛾子。而此刻的王峥只觉得浑身燥热，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咔嚓擦咔，无数令人齿酸的骨骼摩擦声从他的体内响起，王峥只觉得脑海中有一个声音：大大大大大。只见他双手顶着李大宝的斜肩，随后浑身散发出血红色的光辉，身躯一如之前的观想物神兽一般迅速胀大了起来。他这变化不像之前李大宝的膨胀，反而像身体受到刺激再次发育了一番。等王峥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四周的景象似乎都变小了，之前看起来巨大无比的李大宝，现在自己也能平视他的胸口了。王峥活动了下身子，发现自己除了那套还算款式的武道裤还紧紧地贴在大腿之上，其他所有的上衣都已经被庞大的身躯崩碎了，这让他一时之间有些害羞。不过李大宝看到王峥也有这样的本事，大喜过望，硕大的拳头带着猛烈的破空声轰然而至。王峥明白现在不是思考的时候，重要的是先赢下这场比赛。本来自己的力气就在李大宝之上，要不是之前突然上头躲过那一脚之后再发起进攻，比赛早就结束了。不过目前看来这样的效果也还不错，甚至貌似还多开发了一种观想物的特殊功能。王峥顿时不再多想，身子微微后仰，左腿向前迈出弓步，左臂前挡隔开李大宝的拳头，右臂握拳后张，整个人突然紧绷了起来，随后无数的红雾从体内席卷而出，包裹他的右拳之上。破！王峥低着嗓子暴喝了一声，同时向着前方挥拳而出，拳头带出一阵巨大的撕裂空气的呼啸，
一拳打在李大宝面前的空气中，砰！地面似乎微微一震，落在空气中的拳头居然打出了一种爆炸效果的闷响。王峥能感受到拳头落下的地方气流挤压式的爆破，似乎有无数的灵气在此处汇聚。这一拳落下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短暂的一瞬间后，呼！扭曲的气流带着一阵狂野的气浪，在李大宝的胸口处和王峥的拳头之间扩散开来。一时间狂风四起，气流炸裂，李大宝的巨大身躯好似无根枝木般被这股狂暴的气流远远地推飞了出去，瞬间就被吹飞到了观众席之上。还是严老头主动出手，身子鬼魅在原地一闪，就出现在了李大宝的落点之处，左手在半空中画了一个大圈，带动着气机，一个卸力之后将李大宝稳稳地拖住。除了踩踏坏了一些座位之外，倒是没有造成更大的损伤。随后严开复凭空而立，在李大宝的头上轻轻一敲，李大宝这才嗤的一声，仿佛漏气了一般，变回了正常的大小。直到此时，隐约还能感受到空中灵气起伏不定，有一圈圈白气在李大宝倒飞出去的路径上环绕着，久久未能散去。打出这一拳后，王峥的身体也似乎到了极限，拳头上的红雾重新散开，钻进了他的体内。随着骨骼一阵变化，他又恢复了原本190左右的身高。在听到裁判已经宣布自己胜利后，王峥急忙看向自己视网膜内的数据面板，只见在意念观想法的下方赫然显示着观想物峥，观想巨限进度 20%， 特殊效果狰狞可怖，可以释放威压，使对方感到畏缩，交战时有一定概率触发精神威慑，使敌方短暂出神。胸狰玉骨增强体质与身体骨骼强度，在一定程度上背化身躯，获得力量与体质上的增幅。王峥在看到自己新获得的能力和形象更加立体的观想物后，一时没有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在苦思冥想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能把这归纳为战斗中的顿悟突破了。等王峥回过神来，突然发现自己的下半身凉飕飕的，武道服裤子上松紧带已经被撑得松松垮垮的了，随时都有可能滑落下来。上半身除了一身健壮的肌肉，也就只有胸口挂着链子的储物戒还在晃荡了。而这时被王峥震惊到了的男大学子们也都恢复了过来，先是窃窃私语，随后山呼海啸一般的叫好声传了过来。打得漂亮，学弟牛逼！虽然我他妈没有看懂，但是我大为震撼。学弟牛逼，牛逼就完事了。还有性格泼辣开放的学姐们频频吹起了口哨。虚学弟的身材很有料吗？学姐晚上有空哦。无数嘈杂的声音汇聚到一起，王峥破天荒的没有觉得烦躁。不过还没等他多享受一会欢呼，楚天行一声冷哼传到了他的耳中，还不赶紧滚下去，就不怕裤子掉了。虽然楚老头的话语严厉，但是里面传来的笑意却是丝毫都隐藏不住的。王峥这才回过神来，连忙一手拎着裤子，一手捂住胸口，一路小跑钻进了自家的休息区。等王峥从厕所换好衣服出来，这才暗道好险，妈的，为什么人家变大就可以连人带衣服一起变，我他妈就差点光屁股。这也不怪王峥发火，他在厕所玩衣服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内裤早就被撑爆了，如果不是武道裤还算坚挺，今天丢人要丢到魔都了。看来以后要准备几条够弹性衣服裤子了，如果有异兽材料制作就更棒了，到时候去物资管理处问问看，也不知道有没有异兽皮缝制的内裤。就在王峥骂骂咧咧的出来时，楚小满一脸兴奋的冲了过来，一把拽住王峥的胳膊。王峥，我就知道你厉害，你什么时候开发出来的新招数，竟然连我们都不知道，我还以为你要用圣光术把他奶趴下呢，没想到你也能变身，只不过你太差劲了，人家那么高，你却只有他1半多一点点，不过好在力气还是有一些的，最后一拳把大胖子打飞出去那么远。王峥知道他很兴奋，一直巴拉巴拉一直在这说个没完，但是听到楚小满说要把李大宝奶晕之后，他也忍不住打了个寒颤。这小丫头也太狠毒了，一想到5米多高的李大宝双眼迷离瘫倒在地的模样，王峥就是一阵恶寒，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何至于此啊？王峥抽出自己的胳膊，一巴掌按在楚小满的脸上，抵住不是让这兴奋的小丫头靠近。至于楚小满说的最后一拳，其实当时能真正看出来实际情况的，除了王峥自己和李大宝2位当事人之外，也就楚天行和严开复了。其他在场的老师或者裁判都没能发现，王峥这一拳根本就不是冲着人去的。这也是王峥第一次全力出手，而且是附加了胸狰玉骨额外力量效果的全力一拳，甚至之前对战冷泱泱的时候也没有用尽全力。他在变身后有一股子热血不停地往上涌，总觉得不发泄出去十分的难受。而且李大宝一看也是身体变态的很，更何况自己的目标还不是他，严格来说李大宝只是被他的拳风余波推开的而已，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全力一拳。只不过王峥自己也没有想到破坏力会有这么大。其实王峥这也是对自己的实力没有清晰的认知，他总觉得自己还只是个学生，能力不够强，还需要成长。其实这也与他自己接触的圈子有关，在他面前的不是上一代的超级战士老爹，就是研究所主任的老妈，要么就是全国都排得上号的楚老头，甚至还有常人别说接触，甚至连其存在都不知晓的妖王。这些交集让他错误地认为自己还很弱小，其实按照他现在的属性和能力，就算放到全国的武斗大会上来说也是排得上号的了。千万别看不起这武斗会，要知道世界上天才还是不少的。就说去年的武斗会前10，个个都是大4的 B 级觉醒者，天才中的天才。而王峥满打满算到现在也才觉醒了几个月，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当然，前10的这些人里，帝都大学5个，魔都大学占了4个，至于京南大学，最高的是12名的一位学长，不过如今已经毕业了。楚小满一把扶开王峥的手，看着他一直不说话，在王峥的面前挥了挥手，想什么呢？这么认真。王峥回过神来，笑着说道：“没事，没事，就是刚刚战斗有了些新的感悟。”听到王峥这么说，楚小满也知道有所感悟不容易，就不打扰他了，甚至在外围把想要过来看看王峥的人都挡住了。王峥也是乐得清静，无奈的一笑，就随他去了。因为这次战斗造成的动静比较大，整个训练场被搅了个天翻地覆，所以恢复比赛还需要再等一会儿。不过下一场战斗的名单已经确定了。看着已经在场边皱着眉头热身的向燕，王峥嘴角微微一翘，很快就轮到我们之间的恩怨了。
稳坐高台洋洋得意的楚天行看到严老头已经安排好自家学生回来了，立刻就是一阵阴阳怪气。好让你知道我们第一名校的含金量。严老头被自己的死对头如此调笑，哪里还受得了？狠狠的放狠话，老匹夫你别太得意，我们这边还有王牌没上呢，你别以为你赢定了。楚天行现在对王峥的信心比对自己的都足，最后给你认输的机会喽，你不把握住，到时候别说我欺负你啊。严开复阴沉着脸对楚天行怒目而视，不过只过了一会儿，立刻眉开眼笑的靠了过来。老楚啊，你们这王峥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他那观想物很是不凡啊，还有什么功效给我说说，搞不好我们之间一交流，对我们自己也有帮助啊。楚天行虽然自己也不知道，而且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不过嘴上却不会露馅，洋洋得意的回道：这就不用了，这可是我们南大的机密，怎么能随便透露给不相干的人？此时此刻，楚老头自己心里想的是，这老匹夫说的也不无道理，到时候我得找个机会好好盘问盘问这小子，看看他还有什么新的能力。王峥要是知道楚天行此刻所想，估计也冤枉的想死，他自己还想知道今天这是怎么回事，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能力呢？而听到楚天行话音的严开复没脸没皮的靠了过去，死缠烂打着说道：老楚，说这话不是见外了吗？我怎么能是不相干的人啊？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向燕、严冯，随着裁判的喊声，两人很快就走上了训练场中央。而剩下轮空的那个面色大喜，因为不出意外的话，他只需要等这一场的败者和李大宝分出胜负之后，以逸待劳就可以了。在他的视野里，先不说两位败者自身的消耗情况，就单说那李大宝中了威力那么大的一拳，能不能继续比赛都不好说，更何况中间还要再打一场。顿时他觉得自己信心满满，一只脚已经跨进3强之内了。很快场上的比赛就开始了，对战双方的另一位是击败何依依的火系觉醒者严冯，火系异能很是娴熟，只不过有些被向燕克制就是了。而且王峥也不希望向燕就输在这里了，他还等着对方进决赛呢。嘟，随着比赛哨声的响起，向燕还是老规矩，开场就浓雾白烟包裹。虽然严冯对向燕很是忌惮，一上场就拉开距离扑下火焰立场，狂丢火球，但是很明显他的火焰场地铺开后，明显被向燕的雾气针对，往往一丝火星刚刚冒出就被无边的雾气包裹，随后伴随着一股滋滋声响起，最终都会被扑灭。王峥现在也算是发现了，这个向燕的天赋异能绝对不是单独的烟或者水雾，应该是一种混合性的半透明不可燃物质，而他就是用这白雾将对方扑下的火星全部包裹起来，隔绝氧气造成的灭火效果，绝对不是因为这是水汽凝结的白雾把火星给浇灭了。而对方丢进去白雾中的火球也同样是如此，刚飞进烟雾的范围就会被无数涌动的白雾包裹起来，随后湮灭的悄无声息。在这样的场面下，这似乎就成了一场灵气消耗的战斗，就是比谁的灵气更多更持久了。随着严冯的灵气不断的消耗，场面上的局势就开始向着向燕倾斜了。整片训练场上的雾气不断翻涌，向燕的身影在白雾中忽隐忽现。当所有人的视线都被其吸引之时，一股雾气紧贴着地面，慢慢的窜到了严冯脚下，乘其不备，忽然膨胀开来，就想朝着严冯照去。不过这严冯也不是泛泛之辈，之前早就注意到了这道颜色更深的白烟，只是佯装不知而已。在烟雾扑过来的一瞬间，往后一个小跳，随后脚下一道猛烈的火柱爆发，将这道烟雾彻底挥发燃烧殆尽。随后整个训练场上无边的雾气忽然聚拢，如长龙吸水一般，尽数没入了向燕的体内。只见他随意的挥了挥手，开口说道：已经结束了。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严冯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站立不稳。他感觉到喉咙里似乎卡着什么东西似的，窒息的感觉让他痛苦地掐住了自己脖子。等到他弓着身子跪倒在地之时，裁判立刻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看着严冯一脸痛苦的不断在场地中央挠着自己的脖子，楚小满有些好奇地问道：王峥，你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了吗？这烟雾有毒，或者说是被火烧过之后产生了毒气？王峥自然是看清楚了其中的门道的，其实说白了也没有那么玄乎。那个向燕在白雾中露出自己的身形只是第一层，想引导严冯的注意力罢了，其实在地上还有一道雾气隐蔽的朝着他延伸过去了。因为严冯的动作，我想相信你们也都发现了，其实这道烟雾也不明显，因为这是向燕他故意想让严冯发现的。直到严冯后跳，脚下喷射出火柱，这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中。之后被火柱击中的雾气就都消散了，其实这是假象，从这雾气能扑灭火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雾气是不可燃的。那散开的雾气就是向燕故意为之，就是为了让人放松警惕。那严冯原本就消耗了大量的灵气，身体正是虚弱的时候，感知不足，又因为脚下的火柱消耗了为数不多的灵气，导致自己更加的虚弱。而且他自认为看透了向燕的计谋，心神松动之下，这才露出了破绽，遭了向燕的算计。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向燕的布局，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看起来消散的雾气全都随着严冯的呼吸钻到他的喉咙里去了。随后只要他能够简单的操控雾气凝结，就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了。随着王峥的讲解，周围的同学们也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而听到裁判已经做出了判决，那向燕打了个响指，一小团白色的雾气就从趴在地上干咳、喉咙都被抓破了的严冯口中飞出，打了个旋，径直钻入了他的体内。看到这里，众人才纷纷对王峥投去了佩服的目光。不过楚小满的眼神却有些奇怪，人家原本就是这样的天赋异能，玩玩套路，花花肠子多些也就算了，但是就王峥这个暴力狂，竟然也能一眼就看穿对方的想法，可见这些家伙都是一样的肮脏，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么王峥这个一天到晚就会拿锤子砸人，和异兽还有力量系觉醒者硬碰硬的家伙，难道其实不是个单纯的怪力男？一时间楚小满的心里掀起了一阵阵惊涛骇浪，他惊悚地看着王峥，身体不自觉地往后退了2步。王峥不知道他又在发什么神经了，只是扭头看了2眼就没再理会了。这时吴欢也跟着开口问道：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这能力不是很危险吗？一不小心就会被控制，就算不是堵住咽喉，直接在身体内部膨胀攻击内脏，谁也没办法抵抗啊。王峥笑着回复道：没有那么简单的，
你想想，如果真的有这么简单，他哪里还需要搞这么多花样？直接用白雾把人一包，然后直接往别人身体里钻不就行了？很显然，他是做不到的。不仅是我们觉醒者，就算是普通人体内也是或多或少有灵气保护的。就算不用白雾，我现在直接往你的鼻子或者嘴巴里释放灵气，这些灵气能够进到你的体内吗？吴欢摇了摇头，不行，不同人的灵气是有排斥的。王峥点了点头，身子又往后靠了靠，一副懒散的模样，然后继续解释道：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向燕要在炎风灵气耗的差不多了之后才发动攻击的原因。如果是开战之前，他这些烟雾想要破开别人的灵气基本是不可能的。而且你们发现没有，他几乎所有的比赛都在等待别人先出手呢，然后被动的防御，等待别人先进攻。那是不是说明他自己其实攻击力有限呢？所以每次都需要先消耗对手的灵气。吴欢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楚小满这时也已经回过神来了，兴奋的直鼓掌。王峥，你真厉害，这都能被你分析的这么透彻，你懂得真多。看来下一场你肯定是10拿9稳了。王峥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又转头看了看还在没有醒过来的梅贻琦，眼睛里闪过一道寒光，笑着说道：自然是10拿9稳的，而且他的弱点还不止这一个呢。之前的比赛赛程那么紧密，就是为了在决赛之前能多空余一些休息时间，不然现在紧接着就要2位败者组决出1人和轮空的那位选手打了。也就是说，如果这严峰能力足够强，先赢李大宝，再赢轮空的那位，一口气连打3局之后，还是能闯入决赛3强的。不过好在裁判老师还算人性化，给了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而且2人也都没有受什么伤。严峰只是灵气耗尽，被窒息卡了一会儿，向燕并没有对他下什么狠手。他一把吞下好几颗回元药剂之后，就坐在原地开始调息休息了。至于李大宝，因为王峥的手下留情，他根本就没有受伤，只是被吹飞了而已。只不过选手和观众们都以为他刚刚被王峥那一拳伤得很重呢。这严峰也是对李大宝知根知底的，他也是认为李大宝刚刚肯定受伤了，才想着再拼一拼的。要是他能够知道真相，估计也不会这么淡定的调息了，可能直接就弃权了。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转瞬即逝。当严峰回满灵气，信心满满的回到场地中央时，看到了同样一点伤都没有的李大宝从远处的观众席上直接跳了下来，惊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因为之前严开复把人接下后，就直接把李大宝丢在那边的观众区了，而李大宝自己憨憨的以为输了就已经结束了，就在原地坐下了。这就导致了选手们以为他伤得很重，被校长带走了，而严开复则是以为李大宝已经自己回去魔都大学的休息区了。因为裁判没接到魔大的退赛申请，正常宣布比赛选手名称时，魔大的老师发现半天没人出现，连忙去找严开复问是不是李大宝重伤无法继续比赛，倒是把严老头整得一愣一愣的。之后还是李大宝的导师出马，才在观众席看到了正在呼呼大睡的李大宝，在把他臭骂了一顿之后，直接赶上场去了，这才出现了比赛开始时的那一幕。不过对于严峰来说，这点天才的傲气还是有的，既然上场了，他也不会就此轻易的认输。在裁判哨声响起的同时，就迅速出手了，还是同样的套路，扑场、防护、接敌。但李大宝虽然没有王峥这么变态，但是高达40点体质属性带来的防御和体力值，依旧不是他们这些20多点智力的法系觉醒者可以破开的。虽然他的智力只有10点，对于元素的抗性并不强，但是他体力值高啊。虽然他的精神力很低，但是他的力量足啊。严峰无数的火球砸在他的身上，激起一片淡白色的灵气荡漾。起初还有灵气可以防御，不过他就200的灵气值迅速被消耗一空后，就干脆肉身硬抗了。拳头大小的火球不停地轰在他的身上，破碎开来，绽放出点点火星，但是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速度。虽然地面上的火边能够很轻松地缠绕住李大宝的脚踝，但是他力量太大了，往往地上的火焰边刚刚把他的脚踝卷起，但是随着李大宝的跑动，下一秒立刻就被绷直，然后扯断。这一场比赛打得很激烈，很好看，同样结束的也很快。算上开场后严峰边后退边施法，短短100多米的距离里，李大宝一共被火球砸了几十次，被火边缠绕了7、8次。他的胸口、裤脚、手臂都是一片漆黑，甚至连头发都被炽热的火苗烧焦了不少。但是他赢了，而这个过程一共只持续了几十秒。要不是他开局愣了一下，被严峰抢到了先手，王峥估计这比赛结束的还要更快些。李大宝只是双手护住脑袋，朝着严峰一路冲了过去，等冲到身边之后，只是一拳就结束了战斗。此刻被李大宝一拳打断几根肋骨，倒飞出去之后，躺在地上不能动弹的严峰，嘴巴里除了在不断往外吐着血沫，还在不停的喃喃自语：当个屁的元素系觉醒者，哪有做个莽夫快乐。随后脑袋一歪，就被治疗系的老师们抬下场去了。之后的第2场比赛就更简单了，对方是超人系中的兽化类异能，开启异能后变换成了直立的爆人形态，实力不能说弱，毕竟能晋级到这个地步的也没有弱者了，只能说相对于其他几人来说就很一般了。他引以为傲的力量、速度、反应，每一样都被李大宝所完爆，没有一样比得上对方的。众所周知，王峥人称小大宝，开个玩笑，像李大宝这样的严重偏科的选手，除了用精神系的觉醒者把他控到死之外，就只有靠元素系不停的轰，直到他身体扛不住才行了。至于同等级的超人系还是洗洗睡吧，没机会的。所以结果自然是李大宝轻松挺进3强，跟王峥、向燕一起会师决赛。终于比赛只剩下最后的3场了，因为之前王峥和向燕都已经休息了好几场了，所以也没有更多的休息，直接上场。而且因为王峥之前已经赢过李大宝了，也就是说只要再赢了这一场，他就是本次交流赛的第1名，默认算作他在3强中已经赢过1场了。而且这一点是严开复提出来的，一是考虑到王峥之前在比赛里的手下留情，二也是因为严开复早就看出来了，王峥的力量比李大宝更胜一筹，再比一场除了浪费时间增加受伤几率以外，并没有其他的意义。而且这样还能显得自己大度，简直是一举多得。严老头此刻也在心里洋洋得意，看着脸上诧异的楚天行，暗骂对方愚蠢。
但是如果王峥输了，那就要等向燕和李大宝再比一场。向燕2场全胜就第一，输了就加赛。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向燕要是真的连王峥都赢了，怎么也不会输给李大宝的。严开复对其知根知底，自然是有着充足的信心。而且在严开复看来，毕竟王峥和李大宝2人同根同源，能力上除了王峥多个圣光，基本也没差别了。他现在只考虑向燕能不能赢下王峥这一场了。他可是把宝都压在向燕身上了。早在王峥观想悟特殊巨化的那一刻开始，他就知道李大宝目前是不可能赢得了王峥了。因为只是私下的交流比赛，不管是赛程还是规则，都是相当的随意，只要2位校长同意，那就是想改就改。就像之前1天的比赛，因为打不完就改成了2天。而京南大学这边楚天航自然也是对此没有异议的。向燕、王峥，随着裁判的叫声，2人都是各自扭头说了几句，然后就信心满满的站了起来。向燕还是之前那副模样，2手空空的就上场了，显得十分悠闲。而王峥则是伸手在座位下一捞，拎着2把大铁锤就走了，龙行虎步，霸气十足。虽然他只是简单的将2把大锤扛在肩膀上，但是他那还算健壮修长的身形已经被肩膀上的大锤完全给挡住了。从后面看去，就只能看到2个大合金铁球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晃动，偶尔磕碰到一起，发出 duong duong 的脆响，上面的尖刺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着丝丝寒光。出现了新生仪式上出现过的大锤，怎么，老哥快给讲讲，这里面还有什么说头不成？这王峥在开学仪式上一个人挑战全校新生，当时就说自己一手天罡，天罡什么锤法来着？天罡36路乱披风锤法。这时旁边有董哥帮着回复，对，就是天罡36路乱披风锤法。这名字真他娘的真拗口啊！当时这王峥就口出狂言，说自己的锤法打遍江南无敌手，只可惜当时的新生太弱了，他甚至都没有出过锤子，看来我们今天能见识到了。董哥接着开口，对的，不过我看这对大锤似乎又有些不一样了，好像变大了一些，锤刺也更长了。前几天我还看到王峥去了物资管理处，看来这武器是升级过了。还有这事，看来今天是有好戏看了。王峥晃晃悠悠的走到场地中央，随手把2把铁锤往地上一丢，砰砰，2声闷响过后，他的脚边顿时被砸出2个不浅的小坑。向燕顿时眼神一凝，知道这2把锤子分量不轻，眼里的慎重又多了一分。看到王峥出场这么威武，京南大学这边是各种欢呼雀跃，尖叫声和加油声响彻云霄。王峥看到向燕的表情，笑着问道：“怎么，现在知道害怕了？”而向燕则是没有理会王峥的嘲讽，听着场内场外各种给王峥的加油声，不屑地撇了撇嘴，直接开口反击道：“当明星的感觉怎么样？不知道一会你输了，他们还会不会这么开心？”王峥好笑对方的自信，然后好奇地问道：“我看你在魔大那边也不太合群嘛，怎么对上自己的校友下手那么轻？我的目标是你，你会因为魔大的选手受伤生气？”王峥倒是有些意外，啧，确实不会，看来你不是个傻子，那你为什么要来挑衅我？在这之后，向燕没有再理会王峥，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等待着比赛开始了。王峥也没有多说，只打算等会儿要给他点教训，好让他知道得罪自己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而且通过和对方的交谈，王峥也基本看出来了，这小子可能有些孤僻，之前对梅贻琦下狠手，可能是为了给前天挑衅自己被废了的熊文宇和杨昂出气。毕竟梅贻琦的伤势和那2位都是一样的。至于现在吗？呵呵，王峥自认为自己不是什么大度的人，百倍奉还就是了。嘟，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决赛的第1场比赛就开始了。向燕还是老套路了，直接召唤出白雾，直接笼罩了大半个场地，然后自己躲在其中。随后更是有隐隐约约的声音从雾气中传出：“王峥，不怕告诉你，你连我的悟法都破除不了，你真这么有本事就进来试试吧！”哈哈哈。声音显得有些沉闷，在迷雾之中回荡，让人摸不清他的方位。不过王峥根本没有理会他，只是双手虚扶着大锤的锤柄，看着满场的白色烟雾，在静静的发呆，没有半点想要主动出击的意思。他其实根本就没把这向燕放在眼里，他现在的想法就只有2个：第一，给楚天行把这个币给庄园呼了；第二，把对方的打成跟梅贻琦一个样子，当然最好是要把他所有的招数都破解掉之后，再好好玩弄他一番。向燕一个人在白雾中笑得嗓子都有些沙哑了，但是看王峥却根本对他理都不理，完全没有传闻中的暴躁无脑，心里也不免有些着急。其实他这烟雾看起来古怪，但是说穿了也没有那么的神奇，而且他自己在烟雾中是看不见外面的景色的。至于如何判断对手的行动，都是靠着白雾感知场地内的变化。说白了，他这雾气虽然也是新型的，没有出现过的天赋，但是也是被当作元素系来培养的。而魔大的元素培养体系都是一样的，铺场、骚扰、消耗，只有极少数的同学会有自己强烈的特殊风格，才会自行打造自己的战术体系。不过很明显，这些新生们自然是不在此列。说回比赛，这白雾就是向燕铺下的场地，而且功能还更多，集侦查、防护、感知、骚扰为一体。但是王峥早就看穿了他这能力的本质，比赛开始后根本站在原地动都没有动，这一下就让向燕相当难受了。虽然现在王峥冲进去也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强行破局，不过这就和他之前定下的计划不相符合了。他可不想对方能输得这么轻松。而向燕看到王峥一直没有动静，也忍耐不住了，包裹他的雾气变得稀薄了一些，其余的烟雾幻化成一个大球，就和之前对战梅贻琦的时候一样，朝着王峥猛砸了过去。王峥看到从天而降的白球，顿时有了动静，大喝一声：“来得好！”随后用脚背轻轻一勾，一把抄起脚边的大锤，随后膝盖微曲，双脚猛地在地上一踩，轰！地面直接被踩出一个大坑。王峥则是借着这一股力道，如炮弹般冲天起，手中2把大锤在灵气的催发下，闪耀出凛冽的寒光，向着带着猛烈呼啸声撞来的雾球狠狠砸了下去。咔嚓，哗啦啦，巨大无比的白球在和王峥的铁锤撞击下，先是绽放出一道道的裂痕，
随后发出一阵玻璃破碎般的声音，紧接着散落的满地都是，而且碎裂的白雾都结在一起，并没有重新散开成烟雾状。哼！在王峥一锤挥出，力气用尽之时，向燕在浓雾中闷哼一声，随后又是一枚雾球在王峥的背后突然凝结，然后轰然撞了过来。不过此时还在半空中的王峥丝毫没有慌乱，脚尖在半空中猛踩，下落的身体硬生生往上又窜了一截，凭借着过人的腰力，拧身旋转了半圈，手中的大锤抡圆了，对着远处快速撞击而来的白球砸上。轰！又是一阵轰鸣，这一颗白球在王峥的巨力之下，直接被砸得粉碎。嗨！王峥在击碎这白球后，凭借着旋转的力道，在空中一个挺身，随后稳稳的落地。落地后，就听到浓雾中传来了一阵阵压制不住的咳嗽声，仿佛砸碎了这2颗白球，可能对对方也有伤害呢。王峥一举大锤，指着前方稍微稀薄了一些的烟雾，笑着说道：“又发现了你一个弱点呢，香烟。”向燕此刻心中也是有些骇然，恨不得破口大骂。这白雾凝结之后的强度，他再清楚不过了，至少李大宝是完全没有办法把这白球给打碎成粉末状的。而且暂且不说，这王峥还胜过李大宝一筹的距离，哪有人他妈的能在空中悬浮滞空的呀？你他妈又不是精神系已经实体化的大佬，凭什么你还能转身2段跳的？王峥却不管向燕的惊讶，继续嘲讽道：“还要其他招式的吧？如果就这，我可要失望了。”向燕对于王峥确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他一般都是打后手的，靠的就是扑场之后遮蔽对方的视野，让对方陷入慌乱，然后自己再掌握主动权。之后不管是选择攻击还是防守，对方都会慢慢陷入自己的节奏。但是这王峥根本就不按套路出牌。向燕突然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危机，随即猛地往地上一趴，随后就看到一把巨大无比的铁锤擦着自己的头皮飞过，嗖，砰，轰，直到这时才传来铁锤飞舞的破空之声，巨大的力道甚至在浓雾中穿出来一道空隙，随后狠狠地砸在了远处的围墙之上。只见那边的墙面被一下撕开，一道道裂纹在瞬间延伸出了数十米，随后轰然倒塌，碎了一地。咕嘟，向燕紧张地吞了一口口水，心里已经吓得亡魂大冒了。要不是自己反应快，这一锤子砸上，自己怎么看都死了。而且这锤子的速度也太快了吧，自己甚至刚感应到危机，就已经出现在面前了，连凝结雾盾的时间都没有。这他妈的是用手扔出来的速度！哎呀，没砸中嘛，我还挺有信心的呢。没想到你反应挺快的嘛，但是你怎么不用雾气来抵挡呀？难道是……哈哈，我又发现了你一个弱点呢。在向燕还在惊骇时，王峥嘲笑的声音又传了过来。向燕知道再这么下去自己要输了，没想到对方能准确地判断出来自己的位置，那自己在雾中操纵雾气时不能移动的事实他肯定是知道了。而且刚刚没有凝结雾盾防御，也肯定被王峥发现了雾气并非自动的凝结的，需要自己反应过来操纵才可以。如果自己反应不过来，那雾盾的防御再高也是没有用的，更何况还不一定挡得住王峥的距离。就在向燕还在犹豫之时，王峥又给他加了一把火，要不要再扔一把大锤呢？可惜扔了我就没有武器了啊！咦，这操场上不多的是土块吗？随后就听到外面传来咚咚咚的巨响，向燕用白雾感知了下，立刻就发现了王峥真的在砸地，想要用土块砸自己。向燕知道不能再纠结了，立刻发动了能力，顿时所有半空的雾气都开始不断的翻涌，一阵云雾升腾之后，凝结出一头头的异兽落了下来。当最后一只异兽成型，王峥放眼望去，发现整个场地上已经没有雾气遮挡了，所有的雾气都化作了地上10几头龇牙咧嘴且相貌奇丑的不知名异兽。看到眼前的异样，不管是金南还是魔大的同学都是一脸的吃惊，不但没见过这种能力，也没人见过这样的异兽啊！我靠，这能力是不是有些强的离谱了？能铺场遮蔽视野，能克制元素，能实体化物理攻击或者抵挡伤害，现在还能幻化成异兽，那王峥把他压着打不是更强？现在有这些异兽帮助，应该不会有这么轻松了吧？有一说一，向燕这手雾化烟雾的能力还是挺强的，最起码比段正凯那个废物召唤师要厉害得多。想到这，王峥一时也有些失神，也不知道段大少现在能召唤控制多少异兽了，欠自己的灵气结晶，下次见面一定要让他还上。而此时远在帝都大学教室内的段正凯突然全身泛起一阵恶寒，连打了几个喷嚏，惹得周围同学们频频侧目。他们觉醒者都是身体素质极强，长时间被灵气滋养的人，到了这样的地步很少会打喷嚏或者说生病的。段正凯心中暗骂不已，上次打喷嚏被自己老妈莫名其妙拉到异兽基地打了一顿，还非说自己透露了什么亚空间技术之类乱七八糟的，这次又来可别有什么破事啊。视线转回金南，王峥看着训练场上这些像是随便拼装起来的异兽，心里猜测这应该是向燕自己捏的，因为自己脑子里有所有异兽的百科图鉴，但是并没有见过这一种。而且王峥有些不屑的咂巴嘴，这家伙的品味还真是让人不敢恭维呢。这就是你的新能力？你应该知道白雾会被我一下就打碎的啊。而且额外再说句不该说的，你这品味真不行啊，这都什么根号8玩意儿，这小别致长得太东西了。听到王峥的调侃，向燕脸皮抽了抽，我他妈不想捏得好看些吗？这不是还不熟练，控制不好吗？随后恼羞成怒的大声喊道：上！全力攻击！随着他的话音落下，这10几头异兽仿佛拥有自己的思维一般，一拥而上，朝着王峥围了过来。王峥则是站在原地动都没动，只是象征性的给自己刷了一道圣光束，身上金光一闪之后，就任由这些相貌奇丑的异兽们攻击了。在王峥放出灵气护罩后，这一头头异兽对着他又抓又咬的，不过却连他的衣服都没弄皱。没几分钟，就只听见不断的有咔嚓声响起，没一会儿就统统碎成一块块的，瞬间崩坏在原地了。而向燕在等这些异兽都破碎后，顿时连喷几口鲜血，一脸的萎靡。王峥看到后，他的动作笑得十分古怪，都是千年的狐狸，你玩哪门子的聊斋啊？别装了，我知道这白雾碎了对你没影响，还有什么招数，赶紧使出来，我等着看呢。
瞬间，向燕的脸色就变得更加阴沉了。王峥说完之后，也不急着抢功，就站在原地等着向燕继续表演。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击败他，更要摧毁他的精神意志。往往精神上的崩坏比肉体的折磨对一个人的打击要更大，不过折磨也是少不了的。别问，问就两开花。而向燕现在也是满脸的阴狠，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露出的破绽，也不明白王峥是怎么看出来的。王峥看着向燕的脸色阴晴不定，他的嘴巴都快咧到耳朵根了。就这点小心眼，你跟你爷爷玩呢，我就随便炸一炸你，没想到你自己这么沉不住气。王峥看他半天没有反应，开始慢慢的向他走去，故意重重的踏步在训练场之上。咚咚咚，随着王峥每一次的踏步而下，地面上都会炸开一个大坑，一道道裂纹在顷刻间蔓延开来。这一声声似乎直接踏在了向燕的心弦上，心神俱惊下忍不住倒退了2步。而随着王峥不断的靠近，他身上的红色雾气又开始凝结起来，瞬间就变成独角无尾的异兽模样，眼神中凶光四溢，张开血盆大口，发出无声的咆哮。向燕感觉自己被这怪异的异兽盯着，自己就像陷入了冰窟一般，浑身一阵冰凉，就连血液都仿佛是要凝固起来了一般。他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王峥这是在蓄势，如果自己还不能有所反击，等王峥的气势累积到顶峰，自己可能连还手的勇气都没有了。向燕咬破自己的舌头，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随后迅速往后退去，再次跟王峥拉开距离。在此过程中，猛地一挥手，紧接着地面上无数破碎的白雾异兽和之前的大球纷纷化作烟雾状融合在一起，随后伸出数道长鞭向着王峥裹去。王峥看着席卷而来的烟雾也不在乎，只是自顾自地朝着向燕走去，仿佛这些烟雾都不存在一般。而这样由白雾组成的长鞭在靠近王峥身边后，迅速就幻化成一道道锁链，将他缠绕住了。只是瞬间，王峥的手、脚、腰部还有脖颈都被一道道烟雾锁链死死地锁住。但是还没等向燕脸色的喜色浮现，就只听见咯吱咯吱的响声不断传来。咚！随着王峥又是一脚踏出，所有的烟雾锁链都被生生崩断，然后散成一缕缕烟雾了。王峥好像又发现了这烟雾的秘密，幻化成实体之后，颜色越深就凝聚也越紧实，坚硬度也就越大。刚刚这锁链比起之前的铁球要硬上不少，连他都稍稍多使了一些力气才挣脱开来。而在这锁链也全都崩断后，向燕也是彻底傻愣在了原地，似乎一时间没办法接受这样的结果。看到向燕没有了动静，王峥也有些没耐心了。算了，看你也没什么新花样了，如果只是如此，那我就只能对你说一声抱歉了。这一个了字还没出口，王峥一脚重踏脚下土地，已经迅速消失在了原地，身影宛若疾风迅雷一般，飞速接近到了向燕的面前，一只右手往前微微探出，手指弯曲成爪状，撕裂开空气，带着强烈的破风声掐向了向燕的脖子。这种恐怖的爆发力和速度，根本就不是这个阶段的学生们能够反应过来的。就连王峥身形在围观的众人眼中都显得模糊了起来，只觉得眼前一片红光闪过，向燕的脖子已经被王峥掐在了手中，而向燕也被王峥这样的急速给震惊到了，自己只觉得眼前一花，王峥就已经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这爆发力远比在台下看到的还要恐怖。不过还好自己对此也不是对此没有防备，只见王峥手才刚刚攀上向燕的脖颈，还没来得及发力，向燕的身子像是被王峥的巨力所抓碎，一阵浅薄的烟雾瞬间升腾而起，时而反转，时而舒卷，迅速往后方飞去。而在观众席观看的严开复此刻老怀大慰，哈哈大笑了起来。楚老头，看到没有？元素化，只要能够元素化王峥的物理攻击就没有用处了，力气再大打不中人有什么用？这才是我们这次最大的底牌啊！楚天行只是皱着眉头没有说话，他也没想到魔大这个叫向燕的新人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元素化，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技巧，很多元素系的觉醒者终其一生都没办法掌握，没想到这向燕却靠着这诡异的烟雾做到了。这一抹白雾迅速的从王峥手中溃散，然后又重新凝聚在一起，忽的雾气中好像有什么东西翻滚跳动了一下，一阵翻腾之后，这片云雾又慢慢幻化成人形，向燕往后一个踉跄，随即立在几米之外，显然这能力还不是很熟练。这个距离虽然有些近，但是展露出元素化手段的向燕已经对王峥不在乎了，他随时都能够元素化的，王峥的距离对他来说显然已经没有了威胁。而王峥仿佛对此早有预料，毫不在乎，毕竟他很早就见过杨伟能够生化火焰，还有楚天行的元素化雷霆。从这向燕上场第一次铺开白雾，还有对王峥的挑衅来看，王峥就已经猜到了他应该是已经学会了这一招了，所以才显得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现在来看果然如此，不过在此之前他早就有了对付此种情况的方案，今天终于有机会试试了。而且在看到向燕真的可以生化白雾后，他甚至还有些高兴，想着自己的圣光既然也能够当做元素系来消灭天魔，那自己会不会也可以元素化？没道理，这烟雾都可以，自己的圣光不行吧？不过这要等以后慢慢的研究了，不行就去元素系蹭课，或者找楚老头补习。至于他自己的方案嘛，首先是爆发力测试，想要趁着对方没有反应过来及时击败对手。不过这个似乎是失败了，自己速度再快也没有人家心念一动就可以元素化来得快。王峥面色不变，笑着摇了摇头，看来这就是你对的底牌了，只不过就这一点还是不太够啊。向燕此时满脸的得意，以身化形就这一招多少元素记到了大2、大3都学不会，这还不够。王峥，你怕是把自己想得太厉害了，你的招数早就被我们摸透了，就算你自己在这段时间内琢磨出了巨型化的观想物效果，那也不过是物理攻击，你和大宝没有任何区别，我现在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王峥听到向燕的话语，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你真的太搞笑了，我原本还以为你是个什么了不起的特殊人物，看来一直以来是我多想了，你要早点表现得这么嚣张，我也不至于对你把你看得太高，不过该表现的还是表现一下，不然谁都以为我们南大的人好欺负了。说罢，王峥面色一凝，大喝一声，你给我滚过来。随着王峥的大喝，
他背后的征也做出仰头长吼的模样。这一声大吼如同滚滚雷霆一般，回荡在整个训练场之上，甚至压过了诸多同学们的窃窃私语。在场的学生们可能还没办法感受到这声音中的力量，但围观的老师们则立刻脸色凝重了起来。在他们的感知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有一股无形的冲击波从王峥的身上发出，向着四面八方横扫而过。而这一声吼叫里更是蕴含着震慑人心的力量，使得中招的向燕立刻呆呆地向着王峥走了过去。这一变故发生的突然，严开复的脸上的笑容也顿时就凝固住了，那一副震惊的模样可把楚天行看得乐坏了。随后向燕似乎立刻就惊醒了过来，连忙止住自己向前的步伐，一个趔趄，再看他已然是一脸的惊慌失措了。虽然他不知道这是什么能力，但是他知道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被王峥一拳打中，自己不死也残废了。于是立刻顺着往前的冲力在地上一滚，又化作烟雾，想要故技重施。其实王峥在这之前就可以直接过去一拳把他干翻，但是他也想试试这白雾能不能被直接嘲讽过来，于是趁着白雾还没有飘远，又是一声大喊：过来受死！随着无形的波动散开，还处于元素化过程中的向燕一个跟头就翻了出来，扑倒在地，随后手脚并用的朝着王峥爬了过来。王峥看到这一幕顿时也乐了，他没想到这激战怒吼还有奇效。原本他以为只要能把烟雾给拉过来就不错了，等他被拉过来之后，总有维持不住雾化形态的时候，到时候自然有收拾他的办法。王峥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激战怒吼还能破除元素化，把人硬生生的拉出来。这下好了，王峥元素系杀手的地位正式确定了。孙贼，来打我呀！小贼休走，吃俺一锤！王峥心里得意，向燕现在可不好，他现在甚至连以身化物都做不到了。伴随着王峥一声声的大喊，向燕一路在地面上摸爬滚打的朝着王峥靠近。他现在早就已经被震惊的不知所措了，浑身大汗淋漓，还沾着地上的泥土灰尘，灰头土脸的好不狼狈。魔大虽然记录过一些特殊超人系的觉醒者记录，其中也不乏利用声波制造杀伤的例子，但是从来也没有见过，甚至是没听说过还有王峥这样的能力啊！他的一声声吼叫仿佛有魔力一般，自己听到后身子根本就不受控制，不由自主的就会往前靠近，哪怕自己不是力量系的选手，现在也想朝着王峥那张洋洋得意的脸上来上一拳。还没来得及等向燕多想，只是几句怒吼的功夫，向燕就已经被拉到了王峥身边。至于王峥，他现在一点压力都没有，自己比赛从头到尾都没有用过灵气，激战怒吼10.1次的灵气值消耗对他来说不值一提。他嘴上不停，手也是捏住了向燕的下巴，轻轻一拽，只听得咔嚓一声就卸掉了向燕的下巴。王峥是怕他提前认输，这样就没办法继续对他出手了，否则万一他真的主动认输，裁判就会来阻止自己了。这一手就很有灵性，毕竟之前他这么对梅一奇这样也没有被叫停嘛。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虽然他只是相帮同学出气，对自己挑衅，还伤了梅一奇，但是小惩大戒，些许惩罚还是要有的，不然以后真的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惹我王大少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明显已经获胜，梅一奇失去作战能力的情况下，还强行打断了梅一奇的四肢，这是不讲武德呀！更何况赛后还来装无辜，恶心人！一想到这，王峥双手稳住了向燕的肩膀，顺着他的胳膊轻轻地抚摸了下去。而向燕看到王峥的动作，感受着下颌传来的剧痛，仿佛明白了王峥的意思，开始不停地挣扎了起来。但是王峥此刻根本不跟他对话，嘴里的激战怒吼也没有停过，让向燕根本没办法逃跑。现在再怎么迟钝的围观者也明白了，看着王峥背后的峥一副仰天嘶吼的模样，他们也知道了王峥的观想物竟然还有一种特殊音波攻击。听着周围的同学们不断的感叹观想物的奇妙，楚小满此刻觉得自己比王峥本人还要得意，有一种自己忍了很久突然爆发，然后一鸣惊人大出风头的快感。而此刻王峥自然是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他只想尽快的结束这场闹剧，毕竟吼得有点久了，嗓子有点干巴了。随后他双手握住向燕的肩胛骨，使劲一捏，即使下巴已经被卸了，向燕的嗓子深处出来一声闷吼，浑身不停的颤抖。从他觉醒后就没有受过这样的疼痛了。王峥笑着说道：这才哪到哪啊，就受不了了？难怪你看不起硬骨头呢，原来你自己骨头这么软啊！看到王峥开口说话，向燕立刻想要元素化逃跑，不过王峥哪里会给他这个机会，瞬间一声低吼，立刻将他打断。随后低声说道：还早呢。看着场上的场景，观众席上的严开复皱起了眉头，不过他也思考了半天，还是没有开口，只是重重的叹了一口气。楚天行倒是意外的说话了，磨磨性子也好，免得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严开复知道他这不是嘲讽，摇了摇头，不再说话了。很快，这向燕就像一滩烂泥一样躺在地上了，就连王峥已经停了激战怒吼，他也没感觉了。他的2条手臂从肩膀到腕骨，从上到下被王峥捏得粉碎。这伤势就算能被治疗好，起码也要切开胳膊，把里面的碎骨全部取出来才可以。他这双手算是废了一半了，没个1年半载，估计是好不了了。不过人家魔都大学财大气粗的，搞不好他们的校长给他去找点什么天才地宝，也不见得不能提前恢复。一念至此，王峥看着躺在地上无力呻吟的向燕，不屑地撇了撇嘴，眼神中闪过一抹凶厉。向燕，你起这个名字真没起错，你就是欠抽。你说你没事来挑衅老子干什么呢？今天也算给你长长记性。随后抄起地上的锤子，抡圆了就要向着他的双腿砸去。嘶！围观的人们看到王峥的狠辣，均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惊讶于王峥的狠辣。这一锤子下去，都不说上面密密麻麻的锤刺了，就王峥那个怪力，哪怕是拳头下去，他这双腿也得被锤烂啊！所有人都看出来了，王峥这摆明了就是要报复了，废他双手只是个开始。王峥，就这样吧。就在王峥的锤子砸下的那一刻，楚天行淡淡的声音就传了过来。王峥原本以为魔都大学的严老头会来劝架的，那样的话，他不但可以给楚老头挣够了面子，
而且也可以看看能不能趁机捞点油水。比赛场地出手报复没有问题，但是又不能真的在这里杀了他。而且这项燕也罪不至死，不然哪里要用锤子？王峥一脚跺下去，早死了。王峥就是在等人阻止呢，立刻就顺坡下驴，锋利的锤子毫不费力的在项燕的腿上戳了几个血洞，但是终归是没有砸下去。项燕瞬间像一只被煮熟的大虾，弓起身子，被剧痛刺激的颤抖了起来。王峥转头看向楚天行，笑嘻嘻的问道：“校长不合适吧？之前他这么欺负梅一奇，严校长可没叫停呢。”我就说一句话，楚老头好感度直接拉满。严开复抬头望天，就当完全看不见，也听不懂王峥话里的嘲讽。反正今天丢脸已经丢大了。楚天行得意洋洋的看了严老头好几眼，看他就是不说话，也拿他没辙，心中暗骂这个老狐狸真沉得住气。但是这里毕竟是京南，总不能真的看王峥就这么把人给废了吧？这一锤子要是真的锤实在了，一双腿都被锤成肉泥了，还治疗个屁的治疗，下辈子老老实实坐轮椅吧。王峥看到两位校长之间眉来眼去的，瞥了一眼弓着身子疼的在地上打滚的项燕，想了想，直接给他丢了一道圣光。项燕腿上的血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起来，脸色也变得舒缓了不少。至于他的手吗？直接治疗增加生命力，虽然会促使他的骨骼恢复，但是里面细小的碎骨不除，只会增加之后手术的难度。不过王峥也没想让他有多舒服，就一道圣光术，没那么大的效果就是了。众人看到王峥出手给项燕治疗，都觉得王峥应该是打算放过他了。没想到王峥扭头指着平静了一些的项燕说道：“他这也没失去意识啊，我觉得他还有一战之力。”原本还算缓和了一些的项燕，面色瞬间变得惊恐，疯狂的在地上扭动挣扎了起来，想爬起身子来逃跑，却被王峥的大锤压住，使不上劲。惊慌四措的项燕甚至忘记了自己会元素化了，看来是彻底被王峥吓到了。听到王峥的话，楚天行脸皮一抽，就连观众们都被王峥的无耻给惊呆了。虽然这么报复确实挺爽的，但是这他妈的叫还有一战之力。不过也有不怕事的跟着起哄，说得对，我辈觉醒者为战而战，向死而生，我看这项学弟一脸的不服输，肯定还留有后手。项燕，草你妈，我服了，我服了呀。没错，就像之前我们南大的梅学弟，同样的境遇下一声不吭，尽显我们南大风采。这些南大学生们的话语自然是逃不过两位校长的耳朵。这一番话说的楚天行心花怒放，但是把严开复已经挤兑的无地自容了，随后一甩袖子就踏空而去，不再管场地上的破事了。楚天行乐得哈哈大笑，他也是第一次在跟严开复这老狐狸的较量中占到上风，随后立刻给王峥传音：“你小子别玩得太过火了，别把人废了，到时候就真的结死仇了。”随后也是身化闪电朝着严开复追去，整个训练场都回荡着楚天行豪迈的笑声。老严，老严，走那么快干什么？输了就这么着急回魔都啊？这么输不起还怎么当校长？哈哈哈哈！四周的老师都是脖子一缩，假装听不见了。再看王峥，他站在场地上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其实他本来也没想废人的，他只是觉得项燕躺在地上，自己还要蹲下来把他的骨头都捏断，不太美观。而且之前项燕也是用烟雾大球砸的梅一奇，所以就想用锤子代替，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嘛。好歹也是88力量值的人物，这点力度的掌控能力还是有的。没想到其他人竟然认为他真的要直接把项燕的双腿砸烂。不过这样也不错，自己这么一番操作，楚老头又装了一波，还能装作卖老楚一个面子，挺好的。今晚楚老头肯定得好好的奖励一下自己。一想到这，王峥的心里就火热了起来，也没心思再在这里玩了，直接对着项燕的双腿轻轻的踩了两脚。随着2声清脆的咔嚓声，王峥看到他的膝盖骨已经完全碎了，双脚反转诡异的扭曲着，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一脚把他踢晕，就径直下场了。而围观的魔大众人看到王峥即使在自己校长阻止的情况下，也还是下了这么重的手，一下子沉默了。京南大学这边倒是有不怕事的大声叫好，只不过看着四周沉默的环境，很快就安静了下来。无数人在一起交头接耳，以后别去惹他了，这个逼是真的狠。听说之前也是他先出手废了魔大的人，这个项燕才报复的。什么？还有这回事？那可不，人家刚到第一天晚上就……而在舒令伦身边的一个小个子猛地一缩头，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一向要面子的舒哥为什么不让自己去找这王峥的麻烦了。这特么是保住了自己一条命啊！不愧是舒哥看的就是比我长远。嘟嘟嘟，因为王峥毫不犹豫的出手，连裁判都有些被震惊到了，直到现在才吹响比赛结束的哨声。而随着这一声哨响，显示医疗队去救治项燕，然后整座训练场像是重新活了过来，无数的同学叽叽喳喳的开始了激烈的讨论。看到治疗的老师摇了摇头之后，裁判得到了项燕短时间内没办法恢复的消息，随后就直接公布了比赛的结果。此次交流会到此结束，第1名京南大学王峥，第2名魔都大学李大宝，第3名魔都大学项燕。随着裁判的判决，无数南大学子的讨论都变成了欢呼。随着风声飘得越来越高，他们似乎忘记了刚刚这些人还觉得王峥不对呢。而王峥下场后，休息区内的同学看到他都是吓得连忙让路，王峥只是撇了撇嘴，并没有多说什么。王峥，你真棒，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赢。王峥甚至都不用听声音，就知道这么说话的肯定是楚小满。随着自己转头望去，果然是他和吴欢来恭喜自己的。看着他们俩一如既往的态度，王峥也是舒缓了眉头，笑嘻嘻的回复道：“你倒是对我有信心，就像我相信你一定会第1轮出局一样。”呀，王峥，我看你是头皮吸昏了，受死！看着充满活力的楚小满，王峥的心情又开心了起来，不再去想别的。本就不是一路人，真龙岂能与蛇居？随着比赛的结束，魔大的人也很快就退场了，训练场的观众们也都散场了。随着身边的同学走的走，散的散，就连还在昏迷中的梅一奇都被抬走了。王峥还以为他能醒过来，没想到自己都给他出完气了，他还在睡呢，真没出息。
王峥一个人翘着二郎腿，懒散地靠在休息区的座位上，动都没动，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楚小满喊了好几声，他都没有搭理，最后还是吴欢一把捂住了楚小满的嘴，拖着他，两个人先走了。过了一会，一个轻盈的步伐缓缓地走了过来，坐到了王峥身边，随后开口说道：“后悔吗？我之前就劝过你的。”王峥眼都没睁开，不后悔，有些事想做就做了，本来就不是一类人，我也不在乎他们的看法。随后王峥一咕噜爬了起来，说道：“曲老师，怎么会是你来呢？我还以为校长来给我送奖励了呢。”曲建双没好气地丢过来一个盒子，校长还在陪着魔都大学的人呢。再说了，你以为校长这么闲的？切，楚老头本来就很闲，当然心里的想法自然是不会随便说出来的。王峥没有过多的吐槽，立刻就把手里盒子给打开了，看着里面五光十色的灵气结晶，挨个用手摸了一遍，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看来楚老头没耍诈，都是成色上佳的好东西。接下来一段时间就要好好沉淀下了，有了这么多灵气结晶，属性提升也要再次提上日程了。王峥心里一边做着规划，一边露出了猥琐的笑容。屈建双看着自己学生这一副贪财的样子，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他之前在观众席上看到王峥被同学们敬畏鼓励，又看到他散场了还一个人躺在这里一直都没走，觉得王峥心里肯定不好受呢。毕竟他也只是为了帮助自己的同学出头而已。别看他虽然嘴上说的轻巧，不是一类人，但是那股子故作坚强的模样也挺让人心疼的。本来自己还在想着要怎么安慰他呢，没想到这小子转头就惦记上了他的比赛奖励。要是自己没有主动去帮他领过来，估计这会儿该不耐烦了吧。屈建双看着王峥目不转睛地盯着手里的盒子，嘴里还嘿嘿傻笑，心里暗骂自己多余，管这个小王八蛋干什么，看着没心没肺的样子，或许他心里真的不在乎也不一定。写在书后，交流赛到此为止就结束了。最近很多书友的评论和意见我其实都看到了，其实这本书的设定和框架都铺得很大，明里暗里的线索也埋得不少，我打算将它作为长篇来写的，没想过几十万字就草草完结的。其实就算到现在背景设定也没铺完，我不想把故事的剧情写得太扁太平，所以在符合逻辑的情况下，我都会多加一些配角的戏份，为以后的剧情衔接做一定的铺垫，但是这就导致了大家觉得剧情很水。其实如果真的要一直打架，一直写王峥也不是不可以，随便来几个反派挑衅，王峥装杯反杀众人惊呼牛逼，换地图继续装逼，妖兽战场一路加点横推就完了。但是这样就显得整本书就只有王峥一个活人了，一个事件到另一个事件之间没有过渡会很突兀。大家喜欢看这本书也不是喜欢看这样无脑的剧情吗？说实话，打架推进度换地图这样的场面写起来比铺人物性格设定难多了。我只是希望别一本书看到这里了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只有一个王峥，希望其他的配角也可以更生动一些。好啦，啰嗦了这么多，我就是想说所有批评和建议我都接受，我也会尽量加快一点进度。为表歉意，从5月开始4更，我会趁着假期多买一些的，希望大家看得开心。比心。一转眼时间已经过了1个月，而上次魔都京南2大高校的新生交流赛余波也渐渐的平息了。在这1个月的过程中，王峥也是在花费了2枚灵气结晶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属性又都提升了一遍。这可不是他自己舍不得花，而是提升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毕竟有句老话说得好，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算上之前比赛赢的，他现在一共还剩下了16枚灵气结晶。1个多月的时间，他的灵气上限自然增长了30多点，在食堂吃的灵气食材的饭菜涨了50多点。只不过随着他自己每天的大吃大喝，他的学分也已经彻底见底了。现在的他也在想着办法给自己赚学分，而他的属性也变成了体力值600/600，灵气值691/691，体质60+，力量88左元括号28+60右元括号，智力50+，精神50+，敏捷50+，一共花费了280点灵气值，把自己的智力、精神、敏捷都提升到了50点。值得一提的是，智力到50依旧没有什么变化，不过精神属性却是给了他一点小小的惊喜。虽然还不能完全的精神力实质化御空、锤、飞行，但是却可以在弹跳的过程中，在自己脚下生成一小块精神力实质化踏板，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空中2段跳。这可不是王峥平时靠着制空能力和腰腹力量做出来的动作，而是在半空中有真正的落脚点，可以继续完成跳跃转折的动作。这一能力给王峥的后续实战带来了质的飞跃，只不过现在他还只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在练习中，就连楚小满和吴欢2人他都没有透露。在他周末放假回家时，跟自己的老爸老妈讨论过这个问题，只是王峥没想到自己只是说出可以凝结小块的精神力实体之后，他们2位的反应甚至比自己还激动。李亮甚至泪流满面，直接抱住王胜荣痛哭不已，倒是把王峥闹了个不知所措。连连追问之下，他们也只说没事，没有半点想要透露的样子。王峥虽然觉得奇怪，但是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就没有多想了。他自然是不会知道，以前做心理治疗的时候被诊断了患有精神类疾病，现在看到他的精神力日益强大，李亮和王胜荣自然是认为他的病情已经好转了。至于敏捷，除了让他头重脚轻的晕了一整天，适应的时间花得更久了之外，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功效，没有出现什么前世小说中所写的时间停止啊、子弹时间之类的能力，倒是让王峥有几分失望。暗骂小说话本里都是骗人的。接下来就是基础功能了。基础功能：扫描1，储物升级1。果然如他所料，在他的全属性50之后，又可以提升一次基础功能的等级。只不过这一次，他选择把这一点珍贵的基础技能点加在了升级之上。这倒不是王峥不想去再次升级扫描功能，他其实也想试试扫描再次升级后能不能直接扫出来白妹喜的真身来。他对这个一直特别好奇，只不过系统面板后面没加号。按照这破面板一贯的规矩，估计又是需要把3种功能都强化到1级之后才能继续往上加。这系统就是想要把它打造成全方位无死角的6边形战士，不仅仅是属性，
就连这些功能和天赋技能都是如此。所有东西都是息息相关、环环相扣的。如果不是王峥觉醒了立体双 A 的天赋，估计他现在的力量也就跟体质一样，才60点呢。扯得有点远，不过王峥之所以没有选择储物，而是升级，是因为他也想试试提升等级之后的升级功能会不会让自己学习的功法升阶，所以直接就点在了升级上。但是结果却再一次让他失望了。这升级功能就算是提升了等级，也似乎没有什么质变，只是让他在升级功法时候时的消耗降低了1倍。之前需要10点灵气上限才能提升1点功法的熟练度，现在只需要5点就够了。虽然从效果上来说，这能给王峥节省掉大量的灵气，不过就这王峥还觉得不够。他现在的灵气值可不够挥霍在这上面的。王峥还是打算以后把这基础功能升级高了之后再来点功法。至于现在嘛，先靠自己练着，等到什么时候自己实现灵气自由了，到时候再来加功法好了。接下来就是功法了。武兽横练法，娴熟187-200，额外提升体质、力量、智力、精神、敏捷各2点，可升级。意念观想法，小成200-300，额外提升精神力8点，可升级。武兽横练法因为练得勤快，所以很快也要到达下一个阶段了。王峥对此很是期待。至于这意念观想法嘛，不提也罢，完全没有进步，多的1点熟练度还是因为测试升级功能才加上来的，只能等以后有多余的灵气再慢慢给它加上来了。接着再往下看，观想物狰，观想巨限进度20%，特殊效果，狰狞可怖，可以释放威压，使对方感到畏缩，交战时有一定概率触发精神威慑，使敌方短暂出神。胸狰玉骨，增强体质与身体骨骼强度，在一定程度上背化身躯，获得力量与体质上的增幅。这观想物的巨限进度倒是因为之前和李大宝的比赛时觉醒胸狰玉骨的特殊效果，反而又提升了一些。只不过到现在为止，王峥都没有找到为什么会提升巨限进度的原因。至于李大宝嘛，王峥也去问过自家校长了，确实是和自家老爸同时期的基因战士计划参与者的儿子，只不过他的父亲退伍后没几年就去世了，就留下来了李大宝和他妈妈孤儿寡母的2个人。王峥也在比赛结束后和李大宝互换了联系方式，想着以后有机会也能帮一帮他。他对这大胖子的好感还是挺足的。只不过他当时去的时候，看着一大帮人围了李大宝一起过来，仿佛生怕自己会欺负他似的，看他在魔大的情况，似乎也不太需要帮助了。再说回王峥自己，他现在隐隐觉得自己的观想物和其他人的都不一样。其他人都是通过自己苦练意念观想法来提升功法的熟练度，顺带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巨限的进度。而王峥之前激活时就直接小成了，到现在为止1点进步都没有，反而击杀异兽会直接增加进度。更离谱的是，他当时自己比赛好好的，打着打着莫名其妙的热血上涌，然后直接就多了个特殊效果，而且观想法的熟练度是1点都没提升，反而观想物的巨限莫名其妙的增加了进度。现在仔细想来，当时第一次用扫描搭配升级激活这观想法的过程也有些诡异。他已经也不是刚刚练习功法的小白了，他身边的所有人，不管是同学、老师、父母，甚至是楚天行，他们学习观想法的过程都是一步步来的，只有他是直接巨限的，一步到位的。当时他认为这就是加点升级的好处，只不过现在想来很明显不是，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头绪，所以只能暂时不再理会了。至于其他人，呵呵，更菜，练到现在连个巨限成功的都没有。吴欢在这1个月的过程中跟疯了一样练习观想法，但是1点效果都没有，还是之前那副模样，朦朦胧胧的人影。不过听他说，他的老师都觉得他的进度很快了，而且似乎并不是在安慰他。至于梅贻琦和楚小满，这2个明显是偏法系的觉醒者，到现在进度还不如吴欢呢，这让王峥把他们嘲讽了个够。王峥因为这个事情，甚至还联系了东南的凌统，特地去了一趟隔壁的东南大学。凌统是当时军训中除了王峥以外所有人中巨限进度最快的一个了，不过听他说到现在也还没有成功。王峥也扫描看过了，在数据面板的扫描下根本就没有进度，没有显示有观想物。而凌统则是拉着王峥一个劲的感慨，只说之前军训的时候有眼不识泰山，直到现在才发现王峥是真正的天才。至于他这话有几分真心几分马屁，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他们当时在精英课上说的巨限成功，和王峥这样直接巨限出来还能有特殊效果的，可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也不知道他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因为怕被王峥在自己学校暴打或者被奶，别人不知道王峥的战绩，他作为小灵通可是清楚的很呢。真假姑且不论，反正王峥觉得很舒服很受用。不过虽然扫描里没有显示，王峥还是让凌统尝试巨限了下。在王峥的肉眼判断下，他的进度应该比吴欢要高出一些，不过也有限，只能看得出来是男性的神将，身着亮金色铠甲，身上还环绕着一条长长的悬浮丝带。虽然没有系统的提示，但是对此王峥心中还是隐隐有些猜测的。最后就是王峥自己的几个觉醒的技能了：荆棘之心 LV5+，立体双 LV6+，圣光束 LV3+，激战怒吼 LV1。因为没有提升，属性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变化了，暂且略过不谈。只不过因为全属性到了50点，之前6级的立体双 A 后面又出现加号的，看起来应该是随着身体5维的提升，技能上限又解锁了。按照50点属性对应着的是 B 级觉醒者的特长属性这一点来看，他现在是就算是面对 B 级的觉醒者，也可以做到不落下风了。当然，王峥现在所有属性都到50之后，他应该可以再解锁下一个技能了。不过距离需要消耗5000点灵气值才能觉醒的下一个异能，现在差的还有些远，就算用上目前手上所有的灵气结晶，也还远远不够。虽然王峥也对这个技能有所好奇，但是无奈实在是囊中羞涩。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个技能了，因为5000点灵气上限的 A 级觉醒者等级就是目前公布的最高等级。但是他知道自家校长楚天行的灵气上限早就远远的超过这个标准了，甚至连自家老妈在修行功法之后都快1万多点灵气上限了。他对此也是抱有期待，希望这并不会是他最后的一个觉醒异能。今天放学后，王峥几人心不在焉的在食堂的1楼吃饭。
别问为什么不去2楼，问就是换换口味。而食堂大厅的电视里还在不停地报道着最近的京南热点新闻。据江北新闻社报道，目前京南城外江北农田规划区出现部分围挡被破坏、农田内作物被损坏的现象，目前尚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辖区民警积极巡逻，承诺势必保护粮仓安全。根据现场破损情况，有关专家指出，可能是部分小型啮齿类动物过境带来的影响，排除了异兽入侵的可能性，请广大市民无需担忧，不信谣不传谣。王峥，你闷闷不乐的在想什么呢？是因为今天上课老师问的题目没有答出来，没加到学分？楚小满看着无精打采的王峥，嘴里包着饭，一边吃一边支支吾吾的问道：“什么？”听到楚小满说话，王峥这才回过神来。于是楚小满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听到这个，王峥就有些牙疼。自己最近也不知道是不是哪里得罪曲老师了，他老是找自己麻烦。实战课就不说了，可能也是因为曲老师知道自己的实力，所以每次都找自己对练。虽然作为班级里公认的年级第一，上场做助教是有积分奖励，但是大庭广众下一次次的被老师打败，而且是毫无还手之力的那种，委实有些丢了王大少的面子。倒也不是因为真的打不过，实战课就是为了让同学们学习对战技巧的，曲老师也没用自己顺手的 A 级合金长剑，只是普通木剑而已。王峥什么兵器都不会，自然也就空手对敌了。因为不是正式比赛而是授课，比拼的是技巧，按照被击中要害的次数计分。论反应能力他王大少是有的，和曲老师半斤八两。论力气他远超对方，但是比招式的精妙程度吗？哼，他王大少虽然自诩一手锤法出神入化，但是他哪里懂得这个？让他刷一套招式套路，他都耍不明白呢。所以王峥输得特别惨，这让他一度想要去找楚天行，想要问问国术馆里有没有武功秘籍什么的。只不过楚天行自从交流赛结束后就离校了，只听楚小满说他去了大盟，这才让王峥熄灭了扫描武功找曲老师报仇的想法。不过在曲老师的精心针对下，王峥最近的身法倒是越来越精妙了。反应能力虽然属性没有提升，但是真正实战里的灵活度甚至还提升了一个台阶。不得不说严师出高徒，这话是一点都不错的。但是楚小满现在说的却不是这个，而是今天异兽学理论课程的事情。也不知道是不是曲老师打过招呼了，现在这些代课老师一个比一个坏。起初还问自己课本上还没学到的知识，这也就算了，他王大少靠着脑子里的搜索引擎基本都是送学分的。直到今天，那老教授突然问自己鬼面蜘蛛的脚步触须和移动速度的关系以及原因，这他妈直接把王峥问懵逼了。他在脑海里搜索了半天都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就他妈的离谱，这内容书上根本就没有。看到老教授摇着头，一副你没有好好上课的样子，最后还得了一个学习不能死记硬背，需要灵活运用的评价，还给他扣了5个学分，把王峥气得吐血。王峥心里一度怀疑是楚老头在从中作梗，不然他怎么就跑到大盟去了？肯定是为了躲自己。王峥恶狠狠地戳着碗里的饭菜，嘴里还在喋喋不休地骂着什么。本来他都已经忘记这茬了，现在又被楚小满揭开了伤疤。看到楚小满还在笑嘻嘻地看着自己，跟身边的吴欢说着王峥上课的丑事。只见王峥快速地伸出了自己的手，一把捏住了他的小圆脸，一边扯一边威胁道：“吃完了就跟我去图书馆，我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时候走。”随后又恶狠狠地说道：“我就不信了，我还搞不过你们这群老不休，我要让你们乖乖给我把学分加回来。”一旁的吴欢看着楚小满求救的眼神，只是微笑，却一句话都不说。他现在也学坏了，完全不给楚小满求情，他可不想引火烧身，导致自己也被抓去图书馆。吴欢一会儿还想着要回去继续冲刺观想法呢。而且说到学习，他也是一看到书就头疼的那种，俗称学渣。也没人规定长着一张高冷的学霸脸就一定要成绩好，对吧？砰！楚小满看到王峥抱着2摞比他人还高的书放在了桌子上，惊呼：“你疯了？又在发什么神经？”随后突然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怒骂道：“你是不是故意的，不想让我回去，报复我是吧？”楚小满之所以会有这么一说，是因为京南大学的图书馆是面对所有学子完全开放的，24小时不关门，很多面临考试前临时抱佛脚的学生在里面通宵是常有的事。不过他这声音有点大，引得周围其他还在看书的同学们频频侧目。王峥一手捏住了他的脸，然后向着四周微微欠身致歉，随后丢给了楚小满一本《神奇异兽在哪里》的异兽学儿童启蒙读物。别吵了，我要看书了，素质，注意你的素质。然后就真的自顾自地拿下最上面的一本书，自己看了起来。而楚小满手里拿着这本儿童读物，气得眼睛里都要冒火了。但是当他看到王峥疯了一样的翻书，也是被惊讶的目瞪口呆。哪里有人是这么看书的？一本那么厚的《异兽学拓展内容与延伸》，他就直接哗啦一声从头翻到尾，然后就丢在一边，立刻去翻另一本了。平均一本书的翻书时间不会超过10秒钟。你这就看完了？楚小满不敢置信地问道。对，王峥头也不抬，沉浸在扫描的快乐中。说实话，楚小满是不信的，但是看着王峥这一副煞有其事的样子，最终还是没有继续说话，只是眯着眼睛安静地看着。他就想看看王峥能装到什么时候。呼，王峥终于把这2摞书都看完了，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正准备送回去换下一批呢，就看到一只雪白的小手伸到了自己面前，随后就从书堆中抽出来一本来，随便翻了一页，然后问道：“众所周知，多角蜥和独角蜥均是蜥科动物，且能力十分相似，请问若两者混合交配生下来的是什么异兽？”王峥稍微思考搜索了一下，随口答道：“多角蜥和独角蜥虽然是近属，但是从遗传学上来看，主要要看双方的细胞。”楚小满跟听天书一样的听着王峥的侃侃而谈，满脸的不敢置信，因为王峥说的和书本上记载的内容如出一辙。楚小满顿时脑子里嗡嗡作响，只觉得膝盖有些发软。他现在在想的是，如果自己啪叽一下跪倒在地，大喊请大师教我，王峥会不会传授给他这门神功？楚小满现在甚至有点怀疑王峥是不是早就看过这本书，现在故意在整自己。随后又不死心的换了好几本书，问了好几个问题。
但是王峥依旧是面色沉稳，不慌不忙，口中所述与书本上的描述分毫不差。楚小满这才真的信了，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问道：“王峥哥哥，这是什么特殊的记忆法？能不能教教我？”王峥看着楚小满一脸真诚的表情，顿时眼珠子一转，笑着开口说道：“这可是我的独家秘术，量子波动速读法，传男不传女，可不能轻易教你，法不可轻受，没听过吗？”量子波动速读法，不错，就是量子波动速读法，这可是我当年花大价钱学会的速记方式，而且记忆力牢靠，永远不会忘。王峥听到了楚小满的喃喃自语，随后放下了手中的书，单手负背，抬头望天。妈的，这灯光好刺眼，不行，我要憋不住了。这人也太蠢了，哈哈哈！王峥的嘴角在疯狂的抽搐，一张脸已经憋得完全扭曲了。只不过楚小满完全没有看到王峥的表情，当然王峥背对着他还抬着头呢，以他的身高，他也看不见。楚小满听到王峥的解释后，眼神一亮，也是没想到这竟然真的是一门方法。而且王峥是刚刚怎么说的？不能轻易，换个理解方式就是可以。于是直接一把拽住了王峥的胳膊：“好哥哥，你就教教我嘛，我也要学。”王峥也被他这不要脸的样子给恶心到了，赶紧把他推开，沉声道：“夫儿过来。”楚小满一听，自然是满脸欣喜的凑了过来，心中满怀期待。于是王峥小声说道：“你只需要如此，这般就可以了。”楚小满听完后，虽然脸上写满了高兴，但是语气却显得十分不屑：“切，就这？骗人！我才不信！略，糊弄谁呢？我走了，你自己慢慢看吧。”王峥看着楚小满远去的背影，心里无奈的叹了口气。原本还打算，如果楚小满真的就在这里做实验，晚上回去前就告诉他真相的。不过看他这么信心满满的份上，就让他多高兴几天吧。哎，我还是太善良了呀。等到王峥花了几个小时，把大部分需要记录的内容都拷贝进自己的脑海中之后，这才心满意足的回了宿舍。他一个人站在阳台上，感受着深秋的习习凉风，听着隔壁房间里传来了哗啦哗啦的翻书声，满意的点了点头。不过随后他很快又纠结了起来。其实他今天在吃饭的时候，不是在担心自己的学业和获取学分的问题，而是在纠结关于他自己该如何继续变强，如何继续加点提升的规划。他现在手上总共还剩下16枚灵气结晶，虽然远远达不到让他再次觉醒异能的阶段，但是把属性和技能再往上提一提还是能做到的。不过具体该怎么规划，却让他有些困惑。直到刚刚，王峥才终于下定了决心，他现在想要玩一波大的。于是他拿出来了灵气结晶，就地盘腿坐下，立刻就开始吸收了起来。随着在夜色中散发着微微荧光的灵气结晶逐渐变得暗淡，他的灵气上限也在不断的拔高。紧接着，王峥毫不犹豫，直接花费了600点灵气上限，将自己的体质从60点升级到了70点。因为有着立体双 A 的100%转换效果存在，他的力量也紧跟着到达了98点。王峥双手紧紧握拳，感受着身体里一阵阵的暖流。在夜色的映衬下，他似乎看到自己周身都在散发着朦胧的光晕。这种朦胧的光晕似乎是因为体质和力量的双层提升带来的效果。而此刻的王峥觉得，仿佛自己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舒展，一层层细密的汗水从身躯上不断的滴落。王峥心里也是一阵激动，虽然这一次提升就直接花费了4颗灵气结晶，但这都是值得的。98点力量是什么概念呢？楚天行知道吧？京南大学的校长，京南市武力值第一，全国排得上号的大佬。他最高的智力属性只有97点，当然这是上次军训时扫描的结果，到现在有没有增加就不得而知了。而且这只算了扫描下的直观身体属性，功法附加的没有计算在内，毕竟功法加的属性也没有体现在5维属性里嘛。王峥心里猜测，可能练习功法带来的属性增益效果只是额外增加的，功法最主要的功能还是提升体质和精神的自然增长，不然没道理附加的属性不会体现在5维数据里。不过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他连忙回到房间，一把脱下自己的上衣，看着自己的身躯上银光流转，白皙的肤色下肌肉块块隆起，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王峥的眼神中闪过一抹兴奋之意，他知道他又变强了，心里虽然有些得意，但是也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他今天的事情还没有做完，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一步。呼，王峥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按捺住内心的紧张，看着自己的数据面板里706点的灵气上限，又拿起4枚灵气结晶吸收了起来。很快，随着这4枚灵气结晶的颜色变得暗淡，他的灵气值也直接冲到了1314点。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时刻了。王峥把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立体双 A 上，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又开始隐隐发烫，而且伴随着灵气值的飞速下降，他早就涨得满脸通红。王峥感觉到自己体内似乎有无穷的力量爆发出来，憋得浑身难受。铮！随后低沉着嗓子吼了出来，紧接着声音越来越响，音色越来越亮，久久没有停歇。这一声吼叫不似人声，发出的声音似乎是金铁交鸣，声音高亢，瞬间惊动了无数宿舍内的学子。这一嗓子吼出来，王峥只觉得自己舒服多了，然后就看到自己的灵气值稳稳地停在了614点。再看自己的技能，立体双 Elf7，额外增加体质120%的力量值，之后的加号已经消失了，说明这技能已经又一次暂时的达到上限了。不过跟之前每次升级加10%不同，这一次升级直接提升了20%的转换额度，将转换率达到了惊人的120%。最后王峥再把目光看到自己的属性栏，但是这一看却把王峥自己都吓了一跳，这一次竟然出现了和以往都不同的景象，以至于王峥都愣在了原地，让他连自己的宿舍门被敲打的砰砰作响都忽视掉了。只见原本他的数据面板中显示5维属性的地方，赫然多了一行提示：是否以力量属性为主属性进行退凡？是否？王峥，你怎么了？没事吧？门外传来着急的叫喊，把王峥从震撼中惊醒。他暂时没有管数据面板里的变化，快步走到门口，一把拉开了房门。看着门外楚小满、白妹喜、
甚至是梅一奇都在门口一脸的焦急。在往远处看，还有不少好奇的脑袋从宿舍内往这边张望。王峥连忙致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之前在实验异能新的使用方法，很抱歉打扰到大家休息了。”然后又对着面前3人说道：“没事哈，我只是在实验观想物的特殊用法，不用担心，快回去吧，快回去吧，不会再闹出什么动静了。我还要趁着现在赶紧再思考一下。”听到王峥这样说，他们也不好再打扰了，虽然心中疑惑，但是也只能纷纷回了自己的房间。王峥好不容易才把面前这几人给劝走，然后砰的一声立刻关上了房门。等再次安静下来，王峥看着自己的面板，皱着眉头仔细思考了起来。他之前之所以说要玩一波大的，就是想要配合着力体双 A 的天赋，一次性将自己的力量超越100点。王峥想看看单属性超过100之后会不会有什么额外的效果，会不会产生质的变化。众所周知，100是一个特殊的数字，一旦超越肯定会有异样。果然现在有变化了，异样来了。王峥的心里瞬间闪过了千百种想法，这可是自己获得这系统面板之后第一次见到还会有这样的提示，之前无论自己怎么跟系统交流，他都没有任何回应，这还是第一次和自己有所交互。按照属性超过100点会发生变化来看，自己之前所有的猜测都是正确的。不管是意念观想法还是武兽横练法，这2本功法的修炼效果中的提升的额外属性都是附加的。因为王峥自己的武兽横练法熟练度是娴熟，额外效果是提升体质、力量、智力、精神、敏捷各2点。那也就是说，在刚刚自己把体质点到70点之后，算上横练法附加的属性，自己已经达到了100点的力量，但是当时根本没有产生任何变化。那么按照这个思路来推断，功法和立体双 A 的天赋异能是有着本质上的差距的。虽然前期会因为这个异能带来的效果卡上限，让自己没办法提高到更高的力量属性，但是很明显能够被数据面板判断为和自身是一体的，肯定比额外增加的附带效果要来得强。这一发现让王峥的心情变得好上了不少。接下来既然缺德了100点的属性值会有变化，所以按照这样的看法来看，也就是说会不会所有觉醒者的某种纯5维属性达到100点之后就都会产生特殊的变化？如果是的话，距离这个阶段最近的人是谁？楚天行。毫无疑问，距离上次扫描楚老头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当时他就有高达98点的智力，也就是说他很快就能达到这个阶段。但是问题是楚老头现在根本就不在京拿，自己就算想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或者隐晦的给他一点提示也做不到啊。之前王峥想要去国术馆找武功秘籍的时候就是过了，根本就联系不到他。王峥使劲的甩了甩头，暂时放下了找楚老头讨论的想法，然后再次看向了自己视网膜内的数据面板。面板上的提示还在一闪一闪的散发着微光，仿佛是在催促着王峥赶紧确认。不过完整现在异常的慎重，根本不敢随便操作，这面板可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万万不能有一分马虎。于是王峥又仔细的研究了起来。退凡字面意思不难理解，顾名思义，退凡，褪去凡人之躯。也就是说，如果现在选择是的话，自己大概率会迎来一波力量上的质变。那所谓的主属性又是什么意思呢？自己退凡之后，力量会获得极大的提升，那其他方面会不会减弱呢？还有，既然可以选择力量作为主属性，那是不是说明自己还可以选择其他的属性作为主属性？又或者说，可以用多种属性，甚至是全属性作为主属性进行退凡？王峥现在隐隐的有一些想法，他自己肯定是因为立体双 A 升级之后，力量属性超过100点之后才有的这种变化。那意思就是说，只要其他属性也能加到100点，应该同样也会有退凡的提示出现。虽然王峥现在很笃定，但是他却有些不敢赌。他害怕，哪怕是有那1/1000的可能，自己错过了这次机会，就真的是永远的错过了。看着数据面板里已经过了这么久，却还是依旧在闪烁的提示，王峥心里权衡良久，最终还是不敢下定决心去点这个否。而在这之下的所有的属性加点面板都变得十分模糊，显然加点现在是加不上去了。最后王峥也只能苦笑一声，暂时先随他去了。反正系统虽然给出了提示，但是也没有要求自己立刻就做出选择，不是吗？还是等楚老头回来问问他再说吧。王峥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等天都亮了也没有一丝的睡意。爬起来飞快的洗漱完毕后，失魂落魄的自己一个人去了食堂吃过早饭，默默的上课去了。又是新的一天，此时距离楚校长离开学校已经35天了。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楚小满才出门，敲了敲王峥的房门，发现里面没有人后，心里也在奇怪。平时每次早上上课，王峥都跟要了命似的，赖在床上不肯起床。今天真的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不过这个混蛋走都没有喊自己，楚小满自然是气得直跺脚。等他一路上脚步飞快地冲进教室，果然发现王峥顶着一对熊猫眼坐在最后排，唉声叹气。王峥看着怒气冲冲的楚小满，有气无力地抢先开口：“今天来这么早，没吃早饭吧？那给你的。”随后就递过来一个纸袋子。楚小满打开一看，里面是几个热气腾腾的包子。他本来只是好奇王峥昨晚闹出那么大的动静，今天又一反常态的起这么早，所以出了宿舍就一路直奔教室而来，自然是还没有来得及去吃早饭。当他看到王峥递过来的包子，心里刚刚泛起一股暖意，立刻就被王峥接下来的话语给堵了回去。我实在是没胃口，吃不下，就给你吃吧，好歹是食堂师傅辛苦做出来的，别浪费了。楚小满恶狠狠地咬着嘴里的包子，看着状态明显不对的王峥，直接开口问道：“你到底怎么了？修炼出了问题？”王峥只是摇头却不说话，然后想了一想，直接问道：“你爷爷去大蒙那么久了，有没有说去干什么了呀？什么时候回来？我有问题想找他商量。”楚小满翻了个白眼：“你不是前几天刚问过吗？我怎么知道他？爷爷以前也是常年不在学校的呀，现在新生开学已经全部进入了正规，要不是之前又是军训又是交流，爷爷早就走了。”楚小满说到交流赛顿了一下，明显是怕王峥又拿他一轮游的事情来取笑他。虽然见识过李大宝真正的实力之后，也没人觉得楚小满一个攻击乏力的治疗系能够赢他，但是之前王峥也没少拿这个事情来嘲讽他。不过很明显，
王峥现在是没有这个心情的，他恼怒的一拍桌子，大声骂道：“岂有此理！作为堂堂一校校长，竟然这么久都不在学校，让学生有事都找不到他，就这还当什么校长？辞职算了。”楚小满笑嘻嘻的冲着王峥竖了个大拇指。学校的管理有这么多老师在呢，哪里需要爷爷亲自处理的？再说了，有问题你不会找老师去问？学校这么多理论实战的老师教授，就没一个你看得上的。不过这句话我记下来了，等爷爷回来，我会告诉他的。希望你到时候也能这么硬气。王峥心里有苦难言，这是别说整个学校了，就连整个京南，除了他也没人能帮到自己。虽然心里苦涩，但是脸上却是一脸的义正言辞。有本事你现在就去联系到他，现在就去说，我王峥一口唾沫一个钉，让他来找我。哼！楚小满看到王峥已经狂得没有边了，只觉得他现在已经完全不想活了，也没有再跟他多浪费口舌，只等着让自己的爷爷回来之后再来收拾他。很快陆陆续续的就有不少同学进了教室，今天的课程就开始了。而王峥则是今天一整天都不在状态，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不少老师都看出来了，不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甚至今天连点名都没有点他，这倒是让王峥昨晚在图书馆的努力都白费了。就连下午的实战课，屈建双也过来找王峥谈了谈，不过王峥早就查过屈老师的数据，知道他距离单属性100点还差得远呢，自然也没有多说，只是摇头推脱自己异能开发受到了瓶颈，在思考如何提升。屈建双见王峥没有详细的说明情况，自然是知道他不想多说，也没多问。不过今天就没有让他再继续做靶子了，而是随便挑了楚小满上去对战。这突然起来的班主任的关爱，让楚小满郁闷了好久，心里也是把王峥骂了一遍又一遍。好不容易熬到了放学，王峥直接就朝着学校的训练场飞奔而去。楚小满看着好奇，原本想跟上去的，结果一转眼王峥就没了踪影，最后只能一个人闷闷不乐的去吃饭了。而王峥自然不是要去训练场练习的。京南大学实行的是全封闭式的管理，也不存在走读，除了周末和放假学生是不能离校的。王峥这是要自己偷跑出去，回去找自己老爸老妈商量商量。王峥一路鬼鬼祟祟的靠近了围墙，然后纵身一跃，迅速跳了过去，随后双腿爆发出全部的力量，飞快的跑了出去，速度之快让赶来的老师连个背影都没看到。妈的，一看就是超人系速度类的觉醒者，今天已经是第3个了，给我查，晚上就去超人系点名，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一点都不把校规校纪放在眼里。王峥自然是不知道自己的越狱行为让一众超人系的同学们倒了血霉，不过就算是知道他也不会在乎的。现在的他正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想着要怎么和爸妈说这件事情。不过到目前为止，数据面板上的提示还在闪烁，完全没有要消失的样子，这倒是让王峥松了一口气。等回到家后，王胜荣看到王峥回来也有些吃惊，毕竟王峥前几天周末刚回来给自己补充过圣光术，但是他也没有多说什么，还是稳如泰山的坐在沙发上看着报纸，只是淡淡的问了他一句有没有吃过饭了。王峥现在哪有心情吃饭，但是这事又不知道怎么措辞。他再次对着王胜荣使用过一次扫描，还是和前几天一样没有变化。看着自家老爹已经长到45点的体质和75点的力量属性，王峥小心翼翼地问道：爸，您之前说过，如果您要是战斗的话，有一种可以让力量翻倍的能力，对吧？王胜荣不知道自己儿子有什么想法，虽然脸色严肃，但是还是选择了如实告知。是有的，但是以我现在的身体条件来说，用完肯定是要死的，不可能就得回来。而且这是当时基因改造后的能力，你学不会的。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王峥连忙摇头，我不是要学，我就是想问问您，您感觉自己现在修炼之后的力气和以前比，什么时候更强？王胜荣有些诧异，当然是以前啦，现在这病恹恹的身体怎么能跟之前比？王峥再次确认，问道，我说的单纯是力量，不是身体状态，就力量，一拳打出去的力量。王胜荣看到王峥问的认真，也是微微皱起了眉头，随后简单的挥拳试了试，伴随着呼啸的风声，然后缓缓说道，那也是以前强啊，最巅峰时期最少应该有现在的3、4倍吧。王峥，他虽然不觉得自家老爹是在吹牛逼，但是却还是有些难以置信，就他妈的离谱。王胜荣说的简单，最少3、4倍，就按照3倍计算，那他妈数据化之后就是225点力量，4倍就是整整300点。王峥吞了口水，然后继续问道，您还记得之前我跟您说的那个魔都大学的李大宝吗？他也是力气大的惊人，你们这一代改造战士都是这么强的力量吗？王胜荣也很满意王峥现在惊讶的表情，放下了手中的报纸，笑呵呵的回道，那怎么可能，我们的强化方向都是不一致的，但就力量上来说，我是最强的那一个，当年还混了个力者的混号，说起来还有些惭愧呢。王胜荣说自己惭愧，但是满脸都是骄傲的模样，似乎是回忆起了以前在战场上睥睨天下的情景。然后他接着问道，不过那个李大宝也不知道身体状况怎么样了，虽然我并不认识他的父亲，不过好歹也算是同类的战友，可惜这孩子没在京南，不然还能关照他。还有，人家哪里需要您关照哦，他在魔大好得很，我看他的同学老师都对他很不错的。闲聊几句之后，王峥不再岔开话题，直接进入主题。那您当年力量增强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我也说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感觉身体得到升华，马上就要产生质变，类似的感觉。王胜荣仔细刚拿起来的报纸又放了下去，仔细的想了想，然后认真的说道，那就是改造之后了呀，改造完可不就是产生质变了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和体内的灵气基因融合的越来越好，能力自然就越来越强了呀。得，王峥知道问了也白搭，自家老爹就是个特例，毕竟他也不是觉醒者，只能等老妈回来之后再问问他了。随后就敷衍的说道，哦，知道了，我妈呢？什么时候回来？王胜荣被王峥噎了个半死，本来还想再吹嘘一波当年的战绩，没想到这小子说变脸就变脸了，于是重重的哼了一声。王峥看到自家老爹的脸色一变，立刻明白了过来，于是又捡起之前的话题，继续捧着老爹，又听他说了一遍他当年的英雄事迹。两人一直闲聊到晚上9点多，到这时满脸疲惫的李亮才回到了家中。
王峥听自己老爹说，之前实验室内测试的药材种子似乎有什么问题，最近老妈天天忙着加班。李亮回来见到王峥之后也是有些惊讶的，不过等到王峥说他有些进步，想要跟自己探讨时，李亮也还是丢下了手里的包，立刻坐了过来。王峥先是给自己老妈刷了一道圣光术缓解疲劳，看着满脸舒适，似乎连疲惫都消散一空的李亮，王峥这才给父母展示了一次自己的精神力实质化。李亮用手敲了敲面前透明的只有巴掌大小的精神力墙，心里也是十分为王峥的进步开心的。作为老牌的精神系自然觉醒者，他自然是能看出来王峥的精神强度的，虽然还没有完全实质化，但是比他自己在修炼功法之前已经没有差太多了。一想到这，李亮的心里也是一阵激动，心里想着自家儿子的病终于恢复了。王峥自然是没有想到自家老妈会有这么丰富的心理活动，他先是扫描了一眼李亮的数据，发现老妈的体力和力量都基本没变，王峥就知道老妈应该是没什么时间练习横练法的，毕竟如果长时间坚持练习，这属性是会有一些提升的。不过老妈的精神力却是从89点突破到了91点，看来可能要不了多久，可能老妈也会面临自己这样的选择的。他现在也不知道正常的觉醒者会不会因为某种属性到达100点就直接进行所谓的退凡。王峥仔细斟酌了一番要怎么开场，然后直接进入主题。我现在的力量已经很强了，虽然还远远比不上老爸最巅峰的时候，但是现在已经超过他不少了，这一点我也已经在刚刚跟老爸验证过了。爸妈，你们也知道我是有些特殊的，不但异能多样化，而且力量体质精神都不算弱，更是可以直接吸收异兽肉里的灵气和灵气结晶。不过现在我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感觉我的力量已经到达了一个瓶颈了，但是相对来说我的精神力还有体质方面却还差了不少。我隐隐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一种要以力量为主的突破，但是被我暂时压制住了。我想等精神力和体质都到了这个地步才开始突破，但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好是坏，也没有过相关的记录，所以现在有些迷茫。王胜荣和李亮两人对视一眼，都觉得这事情有些荒谬，但是自己儿子又从觉醒开始一直都是一个特殊的主，虽然难以置信，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相信。王胜荣想了想，仔细地问道：这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是怎么样让你感受到有要突破的感觉的？王峥挠了挠头，我也说不清楚，但就是有这种感觉，就像是一旦我不再压制，就身体就会升华，而且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会这样。如果所有觉醒者都是如此的话，那老妈后面肯定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而且楚校长肯定也是。我本来想先找他聊聊的，但是听说他去了大盟，一直没有回来。李亮这时候已经深深地蹙起了眉头，一方面自家儿子说的话太过骇人听闻，另一方面被他这么一说，自己似乎也隐隐有了这样的感觉。他之前偶尔也会觉得自己的精神力有些莫名的波动，但是这样的感觉很快就一闪而逝，李亮也不能确定这是不是自己的错觉。直到现在，王峥提起这件事，他也觉得有些蹊跷。他有心想要把相关的信息上报上去，得到更多的专家来研究分析，但是又怕是自己感觉错了，其实只有自己的儿子是这样特殊的体质。一时间内心百感交集，不知道如何是好了。王胜荣看到自己老婆的表情，大概也是猜测到了他内心的想法，一把将其揽到了怀里，然后说道：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但是就以我个人的想法，如果真的是觉醒者会再度进化，那自然是在进化前越强，得到的好处就越多。而且你目前自己尚能压制，那就证明还没有到极限。小峥，你只需要按照你自己内心的想法来做就可以了，或许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其他的觉醒者也有了这样的情况呢。到时候让你妈帮你多打听打听这样的情报，等你们校长回来后，你再去跟他聊一聊。往好的方面想，如果你在压制的过程中，体质和精神也迎头赶上来了，或者说压制不住了，主动进化了呢？所以不要有太大的负担。我的建议是，还是正常修炼就好。王峥自然也是知道老爹说的有道理，但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自己不点这个否，他根本没办法继续加点自己的其他几种属性啊。毕竟系统这事没办法说。按照王峥自己的猜测，觉醒者退凡很可能所有人都会有，但是系统这玩意儿，他不相信还会有第二个，而且他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让老妈多帮忙打探打探这方面的消息了。不过好在虽然属性没办法加点了，但是数据面板里其他的功能还都可以使用。王峥心里想着，实在不行的话，自己就先加大练习横练法的频率吧。也不知道靠自身的练习能不能突破系统上限的桎梏。不过话说回来，自从觉醒以来，自己加点加的太过勤快了，除了之前军训时精神力一下子涨了好几点以外，已经很久没有靠自己的锻炼增加过属性了。以前刚觉醒时，在拳馆打拳的时候，偶尔还能加一点力量或者敏捷的，反倒是从集训营开始之后，有了足够的灵气结晶修炼，反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了。王峥在心里安慰自己，现在这波就当是多打打基础，给自己多一份沉淀吧。他相信自己给出相关的信息之后，老妈肯定会全力去找有关的研究报告的，而且楚天行也不会一辈子赖在大盟不回来。以他2个月前97点的智力、90点的体质，还有88点的精神，王峥不相信他会在长时间内达不到100点。到时候只要他能够进行退凡，不管是以什么属性为主属性，那都可以证明其他属性也是可以有退凡的效果的。到了那时，王峥就有信心敢来赌一赌多属性或者全属性退凡的可能性了。一念至此，王峥顿时也不再纠结，他看着自己的父母，重重的点了点头。好的，我明白了，我还是想试试，等精神力也提升上来之后再尝试突破。等校长回来，我会去找他聊聊的。在此之前，我会继续努力修炼的。好，王胜荣激动的一拍大腿，这才是我王胜荣的儿子，有志气。你放心，我跟你妈都会帮你留意相关方面的信息的，一有消息就会告诉你的，你就安心修炼就是了，不用想太多别的事情。李亮也是跟着点头，安慰王峥只管好好修炼，不需要操心其他的事情，还叮嘱他不要透露相关的消息。王峥自然是点头称是，全都答应了下来。随后3人又简单的聊了一些修炼方面的内容，王胜荣就打发王峥去睡觉了。
等王峥自己回了卧室，李亮挥手在客厅布下了精神力屏障，随后一脸坚定地看着王胜荣。我打算去一趟帝都，一方面是听小峥说过之后，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我去探探总部的消息；另一方面，让你参与天魔测试计划的事情，顾老师那边和京南军区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毕竟你的档案还在帝都，也需要和那边打个招呼。王胜荣笑着看向自己的妻子，耐心地听他说完，然后淡淡地回了一句：这次我陪你一起去。李亮的语气中透露出一丝担心，我自己去就好了，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你又不是不了解，而且你这暴脾气，我怕你去了反而坏事。王胜荣完全的不以为意，翘着二郎腿说道：这又不仅仅是为了小峥，也是我自己的事情嘛。而且当年的那些老朋友现在混得也都不错，总得给我些面子吧。这些年政府方面隐瞒的消息太多了，我怕就你自己去可能得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再说了，你现在这么厉害，哪里还用得上我出手呀？我保证就找老朋友谈谈心，一切都听你的。没等李亮开口，王胜荣嘿嘿一笑，继续说道：更何况小峥现在这么争气，要是他说的突破进化是真的，这可是走在了你前面的，我还要看着他进一步的成长呢，绝对不会意气用事的。李亮听到这话，立刻眉头一皱：你什么意思？我厉害？你是嫌弃我凶了？王胜荣立刻认怂：哪有这回事，我可不敢有别的意思。什么？是不敢而不是没有。父母在客厅的对话，王峥自然是听不到的，毕竟自己老妈高达91点精神属性，可不是闹着玩的。只不过如果王峥能够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应该就会明白为什么自己当初只是提醒老妈的观想物相关的能力时，会被他用精神力抽了。第二天一大早，王峥就起来了。充足的睡眠才能让人保持满满的活力。王峥打了个呵欠，如是说道：不是他不想睡懒觉，而是早上有课，而且他还要想办法混进去学校呢。只不过让王峥没想到的是，等自己起床，发现家里已经没有人在了，就连老爹也没有在客厅看报喝茶。王峥还以为老爹出去溜达去了，虽然现在时间还有点早，他自然是想不到，因为自己爸妈两个人一大早就赶往帝都去了。王峥没有太过在意，看了看时间，已经快来不及了，飞快的洗漱完毕，直接就跑出去了。等他从出租车上下来，王峥看着京南大学威武雄壮的大门，心里有些忐忑。王峥也没想到这司机师傅这么耿直，一路开到了学校大门口。他本来是想从院墙外翻过去的，结果刚下车就被门卫大爷逮了个正着，无奈之下只能随便扯了个谎，说自己家里有事，昨天请了假。不过门卫大爷似乎是认识王峥的，也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就放行了。他不但记得王峥，甚至还调侃了一句新人王，这倒是让王峥有些哭笑不得了。等王峥一路小跑着进了教室，发现人都已经到的差不多了，马上就要上课了。他刚刚坐下，楚小满就鬼鬼祟祟的凑了过来，说：昨晚没回宿舍吧？去哪里鬼混了？昨天超人系查寝抓了10几个夜不归宿，留宿校外的，你等着，我要去举报你。王峥不屑地翻了个白眼，嘲讽似的说道：我去秘密特训还需要告诉你，倒是你楚小满长能耐了呀，还想举报我？量子波动阅读法不想学了？他不说这个还好，一说到这量子波动阅读，楚小满立刻勃然大怒，双手死死地掐住王峥的脖子，不停地摇晃。王峥，你这个混蛋，还好意思说你还是个人吗？你这样骗我，难道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你知道我昨天被欢姐和依依姐笑成什么样子了？混蛋，给我死！王峥完全无动于衷，顺着他的力道左右摇晃，嘴里还在继续瞎编。他们两个加起来能考到我1半的分数吗？你信他们？楚小满，我看你是脑子昏了。对，我的就是脑子昏了，我脑子不昏能相信你的鬼话？不管王峥现在怎么瞎编，楚小满已经认定了他就是在骗自己，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就是不松手。而班级里其他的同学看着他们两个打打闹闹的，已经都习惯了，一个个全都笑嘻嘻的开始看戏了。时间在他们的打闹中悄然逝去，直到屈剑双冷着脸走进了教室，他们俩都未曾发觉。他刚一进门就看到这两人在打闹，而周围的同学大多都在起哄，整个教室乱哄哄的，就像是个菜市场一般。屈剑双虽然知道楚小满是校长的孙女，但是从来就没有因为这个给过她半分优待，反而长期以来对她都是更加严格的要求。他在进教室之前就听到里面异常的吵闹了，进来一看，果然又是这两个活宝，顿时气得七窍生烟，柳眉怒竖。王峥、楚小满，给我站到最后面去，横练法站桩听课。上课了不知道吗？打铃了没听到吗？还有没有点课堂纪律？这是理学校，让你们来学习知识的，不是让你们整天打打闹闹，不务正业的。楚小满听到屈剑双含怒大骂，顿时吓了一个激灵，直接愣在了座位上，缓了好一会才恢复了过来，满脸委屈，慢慢的站了起来。他委屈，王峥还觉得自己委屈呢。王峥心里觉得自己还有得救，于是立刻站起来解释：老师，我冤枉啊，这跟我没关系吧？我就坐在位置上没动啊，是楚小满主动挑衅的，我也没还手啊。楚小满听到王峥还在撇清关系，落井下石，顿时更加生气了，真想从课桌底下抽出直刀来给他一刀，但是看到屈老师已经眼里冒火了，这才没敢继续动手。屈剑双没有说话，直接拔出了自己的 A 级合金长剑，爆发出激烈的剑鸣，那一抹寒光让教室里热闹的气氛迅速降低到了冰点。所有的同学们都被吓得一缩脖子，一个个眼观鼻，鼻观心，微襟正坐，大气都不敢喘了。王峥也是十分的知趣，二话不说，拉开椅子，跑到了教室的最后，直接摆开架势，开始直接站桩了。一回生二回熟嘛，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以王峥的脸皮厚度，他也不在乎了。随后楚小满也是不情不愿的跟了过去，一路上嘴巴撅得老高，让周围看到的同学不由得捂嘴偷笑。只不过当屈剑双凌冽的眼神扫过来时，整个教室里瞬间又变得鸦雀无声了。好了，现在开始上课，今天我们讲。这样平静的校园生活又持续了1周左右，不过楚天行还是没有回来。距离金南校长离开学校已经42天了，望周知。王峥直接就把这条短信直接发给了楚天行。他现在膨胀得很，
完全不在乎楚老头回来会怎么收拾自己。他不仅不害怕，甚至心里还有些小期待呢。最好楚老头看到消息后立刻就飞回来揍自己，被电一顿，能够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也值得了。更何况他王某人也可以偷偷的开荆棘之心嘛，就是不知道楚老头自己免不免疫雷电了。不过王峥其实心里也清楚，现在很多战区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而且有些地方也不允许使用私人通讯设备。虽然王峥不知道大盟的具体情况，但是之前就听老妈说过，大草原上已经划分出无数的规划区了。他自己在心中猜测那边的形势恐怕是不太乐观。王峥现在只希望校长能够早点办完事回来吧。家里的孩子已经1个星期没有提升了。今天是周末，王峥难得没有回家，也没睡懒觉，早早的就起床了，吃过早饭后就径直出了校门。因为3天前京南军区的党连涛联系过他一次，说是今天顾教授要正式开始新的天魔实验，想要王峥过去帮忙，提前好几天就来了通知，而且他们还特意挑的是周末的时间，就是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学业。王峥自然是无所谓的，更何况之前就有过约定，而且这段时间内他没办法加点修炼，每天都是不停的练习横练法，早就无聊的不行了。除了功法的熟练度飞涨之外，他自己都不知道属性有没有变化，加不了也看不着。现在对天魔的实验有了新的进展，王峥自然是十分兴奋的，出了校门直接打车就朝着京南军区去了。不一会儿就看到了军区标志性的大门和门口的栅栏。等王峥下车之后，就发现党连涛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王峥连忙小跑过去，党哥，怎么您还亲自在这里等着呀？哦，对，我差点忘了，是不是没有您带路，我进不去？党连涛看到王峥也是笑容满面，直接丢了个红色的小本子过来，笑着说道，也就这一次了，下次来就要你自己认路了，我可不会再来接你了。王峥连忙接过小本子，拿到手一看，暗红色的封面印着金色的徽章，上面赫然印着京南军区4个烫金的大字。翻开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军官证，上面的照片还是自己大学入学时的证件照，身上穿着都是自己平时的衣服，然后下面的入伍时间是今年的10月1号，也就是快2个月以前了。王峥心里觉得有些好玩，这感情自己还没有认识党连涛和顾教授的时候就已经入伍了呀，佩服佩服。再看下面所属部门，京南军区特种异兽研究中心，军衔竟然还是个少尉。王峥手里举着这个小本子，心里也是十分的无奈，这什么情况？怎么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入伍了？还没等他问，党连涛似乎已经从他的脸上看出来了他的疑问，直接笑着说道，这个事情是顾教授定的，他很看好你啊，虽然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不过你的父母都没有意见，而且你们校长也同意把你的档案转出来了。不过你放心，不用你到军区常驻的，也不用你执勤，平时你就正常上学，有需要的时候你再过来。得，人家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王峥还能有什么想法？只能认了呗。父母去了帝都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昨天才通过电话，听说进展还算顺利，已经有一些线索了，但是电话里不好说这些太过机密的事情，所以只是让王峥耐心等待。不过入伍这样的大事，好歹跟自己说一声啊，搞得自己一点准备都没有。还有楚老头不声不响的跑了这么久，反手就把自己给卖到军区了，肯定是在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搞不好这次去大盟就是为了躲自己的。王峥，王峥，王少尉！看到王峥站在门口发呆，党连涛也是连喊了几声。啊，什么？王峥立刻回过神来，看到党连涛正站的笔直给自己敬礼，立刻按照对方的动作回礼。是，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吗？还别说，能力强了之后，全身的肌肉控制那是杠杠的。王峥这敬礼也学得有模有样的，一点看不出来今天是才入伍的第一天。党连涛也很满意，笑嘻嘻的拍了拍王峥的肩膀，怎么喊你名字还不理人？现在要喊少尉了是吗？王峥顿时无奈的苦笑，顺手把自己的军官证收回口袋。党哥你就别挖苦我了，我刚刚只是出神了，咱们赶紧进去吧，一会顾教授该等着急了。看到王峥似乎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党连涛这才没有继续拿他开涮，带着他走了进去，一边招呼他上车，一边给他介绍，军区大院内部还是很大的，门口会有备用的车可以使用，到时候登记下就可以了，有时间你可以去把驾照考了，到时候进出也方便些，当然如果你愿意自己跑过去也没问题。你的军官服等你走的时候会给你，也没必要每次进来都穿着，毕竟现在的你还是上学为主。王峥一边听着党连涛介绍，一边在心里默默地记着通往天魔研究所的路线。虽然这已经不是王峥第一次进来军区大院了，但是他还是又一次被里面的大小给震惊到了。而且听说这还是只是整个军区的一部分，后面还有完整的训练基地和异兽对战中心。王峥忽的突发奇想，反正这边都是觉醒者士兵，搞不好他们这里也有异兽加工基地呢，总不能都让战士们吃普通的食物吧？到时候可以找机会打探打探，看看能不能去捞点好处。不过现在还不着急透露自己的信息，毕竟到目前为止，就算是楚天行，也只是知道自己击杀异兽可以增加观想物进度，至于会吸收灵气的事情，是没有任何人知道的。这个是王峥最大的秘密，到时候也可以拿这个跟楚老头商量商量，问问每个战区的具体情况，看看能不能带自己去战场上转一转。王峥一路上胡思乱想，车子很快就到了研究所门口。不过军区内部的分布，王峥已经完全记住了，以他现在的精神力强度，只要沿途走过一遍，基本上也就不可能迷路了。等下了车，也没有过多的寒暄，党连涛直接就带着王峥进了实验室。刚一进去，顾敏就大步走了过来，亲切地拉着王峥的手。好啊，终于把你小子盼来了，真就我们不喊你，你都不知道来看看，你不是想要让你爸爸参加实验吗？怎么一点都不关心试验进度的？王峥听到这话，知道老爸的事基本上已经成了，也是笑着回道，顾教授，这军区平时我也进不来啊，而且最近学校的老师们都在给我补课补进度，学业有些重。他也没说谎，那些代课的老师们现在跟他疯狂互动，相较于一般的学生，他的学业压力确实有点大。顾敏哈哈大笑，哈哈，原来是这事啊，那你学得怎么样啊？这还是我跟你们校长打的招呼呢，会不会比较吃力？死！王峥一脸的吃惊，觉得自己有点牙疼。好啊，
原来是你个老头子搞的鬼！我说怎么老师们一个个的提问越来越离谱，感情问题的源头出在这儿？王峥顿了一下，支吾着说道，勉勉强强吧，有些吃力。这倒不是王峥在谦虚或者故意乱说，虽然书本内容可以扫描进脑子里，但是要知道，所有的拓展延伸类问题都是涉及到多重分类的知识点的，而且学术研究也不是死记硬背，还得把各个知识点融会贯通才行。所以王峥最近的课堂表现都比较一般，多多少少能回答出来一点，但是想要完全正确符合老师们心中的标准答案，那是不用想了。虽然这里面也有王峥自己想要藏拙的因素，不过就算如此，这样的表现也远超各科目老师的预料了。只能说现在的王峥已经完全具备了一个真正的学术性人才的底子了，但是如果还想要有所建树，那还是得把他脑海中的知识融会贯通才行。不过如果顾敏和南大的老师交流过，知道王峥目前的知识储备量，那他可能更加不会放王峥走了。王峥也得庆幸顾教授没有在南大挂个荣誉教授的名字，不会和南大的老师们有什么交集。听到王峥这么说，顾敏教授也没有多想，直接就带着王峥和一众工作人员往最深处的地下室走去了。顾老爷子看着精神头相当不错，红光满面的，也可能是觉得今天终于可以对天魔的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所以额外的兴奋，一直拉着王峥说个不停。王峥突然想起来，然后对着顾教授问道，说起来我也很久没有见过钱叔叔了，他们还在军区里住着吗？顾敏笑着回答，钱瑞博已经回去了，不过钱淑芬还在呢，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天魔在他体内消融后不会有心智方面的影响了，不然也不会开启这一次的试验，让他留下来也只是为了配合我们后续试验的观察，毕竟他这也算是唯一的样本了。王峥欲言又止，那钱老太太的觉醒了吗？顾敏哈哈一笑，卖了个关子，等这边结束，我带你亲自去看看她就好了。随着几人一路往下，又来到了之前王峥参观过的地下实验室，而且比起之前，今天守卫更加的严格。宽阔的地下空间内矗立几十位神情严肃的战士，有的人看起来也不会比王峥大上多少，在他们的身上隐隐地散发出阵阵或灼热或爆裂的元素气息。王峥看着四周的环境，还有十几位正在忙碌的非觉醒者研究员，好奇问道，顾教授，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测试吗？这边人会不会有些多？顾敏笑着打趣道，如果说是为了针对天魔，整个京南也没有比这里更安全的地方了，毕竟天魔是没有实体的，其他地方也关不住他们。你别看这些关住他们的牢笼只是薄薄的一层，但这整个地下室还有好几层灵气力场的，虽然对我们肉体来说没多大影响，但是天魔是肯定跑不掉的，就算他们真的侥幸冲出来了，哪怕是直接附身了，这还省得我们再做第二次试验呢。再说了，这不还有你吗？王峥被说的有些汗颜，他知道顾教授是在开玩笑，以军区对天魔的重视程度，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的。王峥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继续问道，顾老，这天魔到底是什么？能够交流吗？之前池伯飞就说自己是重生者，还说什么他是蓝星的救世主，世界将要灭亡，其他被发现的人也都是这样吗？顾敏吩咐着其他的工作人员进行试验前的最后检查，然后回过头对王峥说道，也不全是如此，不过大部分人都会有其他的记忆，时间一长就会出现自我认知出现混乱，算是完全被天魔吞噬了心智，彻底失去自我了。受到某种刺激后，他们会发疯发狂。你说的池伯飞应该就是这样，不过根据帝都研究的消息，这个时间不会短，需要长时间的侵蚀。至于交流嘛，天魔在烟雾的形态下是没办法交流的，附身之后倒是可以，但是说出来的话语是天魔的意思，还是思维混乱后的胡言乱语就不得而知了。王峥觉得这什么天魔肯定有大问题，搞不好还和自己的穿越有关系，于是紧接着问道，那之前池伯飞说的什么末日什么的，您怎么看？顾敏教授淡淡的一笑，显得十分洒脱，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个做研究的糟老头子，也没几年好活了，这些事情就交给政府的人去头疼吧，我嘛就做研究就好了。不过你想，既然都确定了他是被天魔附体了，那他说出来的话有几分可信，就是仁者见仁了。王峥听到这话后显得有些失望，他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或者说是没有得到关于自己猜想的肯定，不过他也没有多说，只是黯然的点了点头。也许王峥也只是想从这位研究天魔的大佬这里得到一些信息，给自己几份安慰罢了。他之前有仔细想过，但是这事情谁也说不准。虽然王峥不认为池伯飞真的是重生者，但是他说的话语会不会是因为被天魔附体后无意中看到了对方的思维呢？不过既然当时唐国安他们都说有自己的打算了，那这也轮不到自己来担心。王峥晃了晃脑袋，不再多想，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这一次的试验上来了。顾敏没有在意王峥的情绪，继续说道，小王，你之前提出的想法很有创造性，我也考虑过其中关键因素，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很有可能会是我们在天魔和灵气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今天是第一次试验，所以比较重视，首先要研究圣光和天魔之间的关系，先试试能不能把天魔从人体逼出来。在顾敏教授的不断分析解释下，王峥也是不停的点头。他现在算是一个小萌新，虽然顾教授说的大部分内容他都听不懂，而他本身也只是过来充当一个工具人的角色，但是最起码的尊重还是要有的。很快，一众忙碌的工作人员就准备好了一切，喊王峥过去就位了。王峥也没有犹豫，直接走到了规定的位置站好。这时带王峥过来的研究员小声问道，王峥少尉，冒昧的问您一句，您的施法引导时间是多久？这问题其实很私人，不管王峥的回答是什么，一旦传出去都会对王峥有所影响的。不过王峥没有犹豫，直接就回道，没有引导时间，可以瞬发的。那研究员脸色一喜，那就更好了，这边的灵气牢笼都是有阻碍天魔的效果的，所以想要试验的话，就需要撤掉第一层的牢笼。不过您不用担心，除了您之外，还会有5位元素系的觉醒者战士在您的身边做防护。如果您没有第一时间控制住记事柄，或者说天魔有其他异常情况的话，他们会负责保护您的安全，击毙天魔的。只不过，这研究员犹豫了一下，还是指着躺在地上的记事柄说道，这天魔作为实验体很难得，如果他没有从记事柄的身体中出来还好，一旦他想跑，就肯定只能被击毙了。
这样一来就会浪费这珍贵的样本的，所以您尽可能的及时用圣光控制住它，里面的节奏您来控制，拜托了。看着对方严肃的面孔，王峥也明白了这天魔样本的珍贵性，郑重的点了点头，然后也跟周围的5位战士们打了个招呼。随后就听到有人开始在维持现场秩序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退到第2层屏障之后，第1层防护准备关闭，倒计时准备3、2、1。那记事柄之前果然是在装睡，在淡蓝色的灵气屏障消失的瞬间，他就直接弹射而起，冲着王峥几人疾驰而来。而王峥的圣光束早就在手中凝而不发了，随手丢出去之后被记事柄轻松躲过。结，记事柄因为躲过圣光之后十分的得意，发出了诡异的邪笑，那嗓音嘶哑的仿佛声带都全部干瘪了，顿时一张本就狰狞恐怖的皮包骨骷髅脸就显得更加吓人了。就在一众元素系战士准备动手之时，忽然在记事柄头顶凭空出现2道圣洁的光柱，一下子就把他笼罩了个结结实实。他那恐怖又诡异的笑声瞬间戛然而止。王峥小声的嘟囔着：“看不起谁呢？谁说圣光束就只能从我手里放出来了？天魔就这智商！”刚刚还神色猖狂的记事柄一下子就扑倒在地，满地疯狂打滚。这前后巨大的反差让因为王峥刚开始丢空圣光后神情紧张的众人憋得十分难受，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王峥淡定的挥手，让周围的战士们放松，示意他们可以散去手中的元素法球了。他心里还在感慨呢，我只是担心丢少圣光会被躲过去，丢多了又怕他不躲，直接给奶死了，怎么反倒把队友都给骗过去了？呵。再看现在的记事柄已经是神色狰狞，满脸的扭曲，伴随着浑身上下不断的抽搐，一丝丝黑雾从他的体内不断的喷涌而出，张大嘴巴不停的发出干咳，看着这凄惨的模样，哪里还有半分平时凶狠与刚刚的诡异？而旁边的灵气屏障牢笼内被附身的另外2位也早就被吓得蜷缩到一角，不停的瑟瑟发抖。这胆小的模样倒是把王峥逗乐了，他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过来被这2位吓唬的模样呢。于是王峥手里捏着一团圣光，冲着他们俩比划了一下，死！只见他们俩满脸惊恐，发出刺耳的尖笑，那神情似乎是见到了天敌一般，已经完全缩成一团了。这一行为不但吓到了被分隔两域的天魔，也把防护屏障外的研究员们吓了一跳。他们跟王峥不熟，摸不准他的性子，但是这圣光对天魔的克制肯定是看在了眼里的，于是连忙出声制止。王峥少尉，万万使不得啊！这天魔样本就这几个了，您千万别给都玩死了，实验要紧啊！对啊，王少尉，别冲动，屏障也会阻隔你的异能的，不要浪费灵气了，实验要紧。王峥听到外面着急的研究员们，无奈的翻了个白眼，小声嘀咕道：“我就吓唬他们，至于吗？”他这话一出，倒是把旁边本是过来保护他的战士们逗笑了。王峥看到这2位胆小鬼天魔们畏惧的表情后，心里默默的思考了一番，随后嘿嘿一笑，把手里这道圣光又丢到了记事柄身上。王峥虽然刚刚和2位新朋友互动去了，但也没有忘记关注着记事柄的情况。但他这圣光也不是胡乱丢的，他是看到记事柄的神色已经有所缓和，而且身上也没有再往外冒黑烟了，这才又补了一道圣光束。毕竟今天的目标是尝试能不能把天魔逼出来，他也怕把这天魔给奶死了，所以只能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他了。能让王大少这么小心翼翼的伺候，这天魔这辈子也算值了。不过只是过了一会，记事柄就似乎已经又缓和过来了，身上的黑雾也隐隐有继续往回收缩的意思。在外围的顾敏着急的开口：“小王，快记！”还没等他的话出口，王峥当机立断，又是一道圣光笼罩了过去，然后这黑雾竟然以更快的速度往回收缩，而暴露在外被圣光擦到的黑雾瞬间就被消融了。王峥愣了一下，发现是自己陷入思维误区了，没想到这天魔宁愿重新钻回去记事柄的身体，也不愿意被圣光照射到，这让王峥在自己的心里把圣光束这个异能又更加看重了一分。他连忙调整自己的方案，直接操控着圣光从水平方向发射而出，尽量做到只照人不照射到黑雾。这一下不但往回缩的雾气愣住了，连围观的众人都愣了，这能力还能这么玩，不是只能自上而下的照射吗？谁说的？一开始王少尉还从手里往天上丢过一次呢，虽然被躲过了，丢的那一次不还是垂直地面的吗？而且听说这能力照射在王少尉自己身上还有特殊的效果呢，不愧是未被发现过的能力啊！晋升！随着顾敏的小声呵斥，一众研究员瞬间安静了下来。再看那记事柄，现在也已经不再动弹了，不断的有黑雾从他的体内涌出，随后就在他的身体上方融合凝聚成了那邪恶斗篷的模样。只不过这次的天魔看起来雾气稀薄，眼神中的红光也很暗淡，完全没有之前在蝴蝶岛时的凶狠。而在他完全凝聚好后，发现自己预料中的圣光并没有降临，大喜之下嘶吼一声，瞬间就飘向了房间的顶棚，速度极快，看样子是想要直接穿越出去。但是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电鸣响起，这天魔瞬间就被天花板上的屏障给弹了回来，一下子摔到了记事柄之前被关押的房间中。快，开启防护屏障！顾敏激动的大喊。机会难得，顾敏教授立刻一把推开前面还在发愣的研究员，强制按下了灵气牢狱的开关。王峥只听到吱吱的低频率噪音响起，很快一道淡蓝色的光晕就将这无形的雾化天魔包裹了起来。然后王峥就只听到外面爆发了一阵阵的欢呼。到这时，王峥也是发自内心的一笑，他知道这试验的第一阶段算是成功了，而自己的想法也是完全正确的。天魔畏惧圣光，而且就算潜伏在人类的体内，把他逼出来也会让天魔元气打伤。这时，身边的一位兵哥哥想要过去检查记事柄的身体，才刚刚迈开步子，就先被王峥一把拽住了。王峥再次朝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记事柄丢了几发圣光束过去后，这才松开了手。这位和王峥年纪相差不大的战士小声的说了句谢谢，然后快步走到了记事柄身边，检查了一番，随后开口说道：“死了，全身灵气尽失，多处器官衰竭。哎，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都这么多年了，如果不是靠着天魔的灵气支撑着，以他的身体状况，恐怕早就活不了了。”
王峥扭头看去，发现是顾敏已经走了过来。在他身后的工作人员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拿着各种仪器不断的扫描记录。顾敏拍了拍王峥的肩膀，担心他心里过意不去，毕竟在他眼里，王峥也是个16的孩子罢了。于是出言安慰道：“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他那样活着也是生不如死，你也算是让他解脱了。至于我们的试验也很成功，今天的试验就到此为止了，回去后好好休息休息，别多想。”王峥其实没什么负担，这记事饼他又不认识，而且被天魔附身这么多年了，他也没想过天魔被驱逐后他还能恢复健康。不过看着顾敏关心的目光，王峥心里还是有些感动，他连忙追问道：“那接下来的试验呢？什么时候开始？经就这么结束了？”一方面是他想出一份力，尽快看到实验结果，另外一方面他觉得这么兴师动众的，而他就只是丢了几次圣光术，好像有点戏。顾敏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笑着解释道：“今天已经完美达到预期了，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对这天魔进行一定的数据测试。自从2年前那头实体的天魔自杀消散后，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对天魔的本体进行过研究了。至于后续的附身试验，还要再缓一缓，学术研究不是儿戏，急不得的，耐心点吧，小伙子。”王峥还能说什么？只能点头聆听教诲了。随后，王峥也没有在研究基地内多待，反正他也看不懂，就干脆不要打扰别人工作，干脆让党连涛带着去拜访了还在军区大院内休养的钱老太太。过去的时候，还顺便从他们的休息基地借了一些水果作为礼物。党连涛的脸色也是十分的古怪，仿佛又重新认识了一遍王峥。而钱老太太看到王峥过来也很高兴，一个劲的夸他懂事，还知道关心自己，不像他家钱大胖，10天半个月也不来一回，絮絮叨叨的说了好久。这话夸的王峥有些心虚，不过钱大胖这个爱称他倒是记下了，而且觉得很贴切。当然，传统特色的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这样的客套话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他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能觉醒异能，都要感谢王峥之类的。之所以有这么一说，是因为钱瑞博怕自己母亲接受不了天魔的事情，就说王峥的异能很特殊。而老太太这次能觉醒，是被圣光术刺激到了，完全是王峥的功劳。而且这还是国内第一例这样的案例，对国家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这话也不完全算是说谎，最多只能算是语言上的修饰。也正是以这样的理由，才让钱老太太能安心的住在军区大院接受观察。对这个年纪的老人来说，没什么能比可以对国家做出贡献这样的话语更能打动他了。于是，在钱老太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当场就挥手表示，家里的生意都让钱瑞博自己去管了，他会好好留在军区配合国家的研究。好不容易等老太太的兴奋劲过了，没有再给王峥继续演示他的异能了，王峥这才推脱天色不早了，还要回学校，告辞离开。当然离开时也没忘了扫描老太太的数据，体力值50%，灵气值20130，体质5，力量10，智力6，精神8，敏捷5。很标准的超人细刚觉醒的数据。虽然身体属性还差了一些，但是灵气值上限倒是涨得不少，不愧是自然觉醒者呀。老太太的能力很有趣，就是通过身体攻击后会在当地留下一团小的灵气球，在一定时间的延迟后会爆裂开来，产生爆炸效果。王峥在回去的路上回想着钱老太刚刚给自己的演示，心里就觉得有些好笑。你能想象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一拳打出去后，一脸期待地看着地面，随后在地上炸出一个大坑的场面吗？此时此刻，王峥真的好想打电话给钱瑞博，说上一句你妈凭 A 带暴击。当王峥迷迷糊糊地回到学校，天都已经黑了。他心里暗自下定决心，以后没事一定不往军区跑。顾老头子太啰嗦了，自己看望过钱老太之后，那边的实验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出门正好又碰到顾敏，他拉着王峥聊了半天，而且还都是聊的一些关于天魔的针对性问题，像什么天魔性格刚烈，如果自知没有希望逃跑会自杀，甚至还有一招自爆的招数。之前说过的所有天魔死亡后都会遗留下天魔结晶，其中不会留下的状况就是自爆等等之类的消息。虽然王峥很有兴趣，但是说着说着就没有新的消息了，其他的都是一些顾教授的一切猜测。顾敏看王峥真的没什么心理压力，于是拉着他说了好几个小时，而且还对王峥提问，跟他一起探讨，从各种各样的知识引申到研究试验中的难点。王峥听的是头都大了，他是真的听不懂啊，只能不断的点头应和，半天憋不出一个屁来。不过顾敏仿佛对此也不太在意，一直聊到天完全黑了才放他走。点头点到脖子都酸了的王峥才终于得到了解脱，自己就应该装作对记事饼的死十分内疚，然后直接跑路的。等王峥好不容易回到宿舍，脑子里嗡嗡作响的他，随手把手里的袋子往地上一丢，就直接把自己埋进了沙发里。他觉得今天这一趟比练一天横练法都累。刚刚躺下的王峥忽然看到袋子中露出墨绿色的一角，瞬间又精神了起来，一个咕噜从沙发上爬了起来，然后利索地把身上的便服脱了个精光，迅速换上带回来的军官服后，王峥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十分得意。笔挺的军装下是一张帅气的脸，王峥满意的点了点头，拍了拍自己的肩膀，不由得感慨道：“不愧是我呀！”咚咚咚。此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随后就是楚小满的声音：“王峥，你是不是回来了？快开门！”王峥还不知道楚小满来找自己干什么，拉开门一看，发现门口楚小满和白妹喜都在，而后者的手里还拿着自己的专属坐垫和游戏手柄。王峥一拍脑袋，他都忘了今天是周末了，还要陪小白玩游戏。当然，楚小满是偷懒，不想训练，美其名曰劳逸结合。之前他们俩一起玩过几次之后，现在也熟悉了起来，关系也是有所改善。门刚一打开，楚小满一个箭步就窜了进来，随后扯了扯王峥身上的衣服，嘴巴里还不停地发出啧啧啧的怪响。白妹喜看着王峥这一身的装扮，神色有些古怪，似乎不是很喜欢，身子不自然地往后面缩了缩。王峥一把拍掉楚小满的手，一手推着他的脑袋，就要把他往门外轰。你来干什么？一轮游还好意思打游戏，赶紧训练去。楚小满自然是不依的，脸都被王峥推得变形了，嘴上还大喊：“王峥，这衣服哪来的？还挺合身的嘛！
你知不知道私访军服是违法的？王征闻言眉毛一竖，掏出自己的军官证，一把拍到了楚小满脸上。大胆，叫我王征少尉！楚小满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军官证，一手指着王征，结结巴巴地说道：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想做什么？这是要坐牢的。王征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抢回了自己的军官证，没有再理会这个白痴，直接回房间换衣服去了。等到他换好衣服出来，楚白两人已经自觉把游戏都装上了，就等着王征过来玩了。王征刚刚坐下，楚小满就凑了过来，一把将手里的手柄塞了过来。你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又去军区当兵了？当兵还能在学校上课吗？难道你要休学了？王征想着党连涛的说法，自己也不用去军区当职，虽然没有那么抵触，但是心里还是多少是有些不自在的。看到楚小满之后，又想到把自己给卖了的楚天行，顿时咬牙切齿地说道：这都是你爷爷做的好事，等他回来我也要找他算账的。楚小满自觉地往后挪了挪，这可不关我的事，你可不能迁怒我。还没等王征回话，白妹喜拿着笔走过来，就要往王征脸上涂。王征自然是不肯就范，一边挡一边连忙大喊：我都还没完呢，怎么就要惩罚了？白妹喜扑闪着大眼睛盯着王征，指了指王征手里的手柄，又指了指电视里他已经阵亡的角色。好你个楚小满，几天不见都学会动脑子了。王征一把拽过在偷笑的楚小满，死死地将他箍住。这是他说的，快画他！好不容易将两人轰走，王征自己瘫坐在沙发上，回想着天魔的事情。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王征拿起来一看，心中一喜，连忙坐了起来。妈，怎么这么晚还打电话？有结果了？随后电话里就传来了李亮略显疲惫的声音。我们现在已经在机场了，估计凌晨就会到。我告诉你，这次国家有大动作了，你之前的猜测也不是无的放矢，具体情况我回来再说。今天周末吧，你要是着急的话，现在回家等我们。挂了电话，王征心里也有些兴奋，听老妈的语气，似乎好消息还不少。他看着窗外漆黑的夜幕，心中立刻就有了决断。现在学校肯定已经关门了，看来又要翻墙了。不过王征突然想到，楚小满似乎说上次自己翻墙导致别人被查房了。算了，关我什么事？反正又城浦区又不查房，还是熟悉的训练场，依旧印满了脚印的围墙。王征熟练地翻了出去，没一会儿就没入了漆黑的夜色中，消失不见了。这让后面追来的老师破口大骂：神经病啊，周末不必校，翻哪门子的墙？等王征回到了家里，练了几轮横练法，看着时间差不多了，就去客厅等着了。他最近练习的勤快，横练法已经又长了一个进步。武兽横练法，小34300，额外提升体质、力量、智力、精神、敏捷各3点，可升级。虽然功法带来的属性增加能够让他感觉到稍微的提升，但是这和自己属性栏里的属性提升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这种感觉很奇妙。但是王征自己就是可以感觉出来。他在客厅没有等多久，家里的房门就被推开了，然后就是风尘仆仆的李亮和王胜荣走了进来。王胜荣看着抢着过来帮忙拿东西的王征，哈哈大笑。我就说这小子忍不住吧，你看还是回来了。李亮也是把东西都放下，然后招呼王征去客厅坐好，这才开始跟王征解释自己这次从帝都得到的消息。这一次国家推出的政策，一方面是为了更好的提升觉醒者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众多觉醒者做出更加详细的实力划分。你也知道，虽然妈妈和你们校长都是 A 级的觉醒者，但是实力之间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就算同样是 B 级、C 级，甚至是刚刚觉醒的 F 级觉醒者，实力也不尽相同。哪怕他们是同一种能力，那也是有强有弱的。现在国家有意在 A 级之上划分出更加详细的等级，以及针对每个等级的觉醒者做出更为细致的能力划分。为了让觉醒的能力者们能够更加详细的区分自己的优弱，以及针对性的训练提高，国家目前正在研究一个叫做5维数据的属性测试仪器，而且现在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说到这里，李亮微微顿了一顿，还以为王征会着急地问自己突破的事情，但是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现在确实是长大了，这么沉得住气。但是他哪里知道，王征沉得住个屁，他心里早就翻江倒海，五味杂陈了。看到王征没有着急追问，李亮接着说道：我们以前一直说灵气上限提升会带动着身体素质提升，但是这身体素质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呢？国家对觉醒者的身体素质做出了详细的划分，一共分为5个方向，分别是体质、力量、智力、精神、敏捷5种，用这5种属性的数值量化来代表一位觉醒者的身体素质。体质就是代表你的抗击打能力、身体的恢复速度、自愈能力等等。力量顾名思义就是你的肌肉力量、爆发力。智力可不是智商，是法术类异能的伤害、抗性，还有治疗系的治疗效果等等。精神顾名思义就是精神力和思维能力了。最后的敏捷则是代表着每个人的反射神级和反应能力。也就是说，以后就可以用各种详细的数值来衡量一个人的具体能力了。比如说我是精神系的觉醒者，那我的属性肯定是精神系最强。你们校长是元素系，自然就是智力最强，以此类推。这次过去我们还亲自试了下，我的精神属性有91了呢。而你爸虽然不是觉醒者，但是力量也有75哦。不过你暂时没办法测试了，这个项目目前还没公布，还在最后的测试阶段，估计过一段时间才会正式推出。王征听到自己老妈说的话，心里已经疯掉了。这他妈的和自己的数据面板一模一样。他倒是还没来得及担心自己以后测试会暴露自己全能力都远超同龄人的事情，反而在吐槽自己的属性面板领先了国家对觉醒者实力划分好几个版本了。而看到呆若木鸡的王征，李亮此刻也很满意自己儿子呆滞的表情。你之前说的有要突破的感觉，我这次去也隐晦的跟我的好友提过了。在我说出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后，他在第一时间就恭喜我了，说这是很好的征兆，然后偷偷的告诉我，国家在研究出觉醒者5维属性测试装置后，对属性的数值做出了一定的区分。未能觉醒的普通人一般几种属性都在10点以下，超过10点为觉醒，然后50-100被称为退凡，超过100点则是超凡。根据他透露出来的消息，
说是在其中的某项属性达到100点之后，就会有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从此蜕变为超凡之躯。他说，目前国内已知超凡的能力者没几个，他自己也没有接触过，超凡者的保密等级很高。所以，小征，我觉得你应该也是力量属性快达到临界点了。可惜这次你没有一起去，没办法，让你也测一下。看着王征已经完全傻掉了，李亮继续说道：“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这划分的名称上窥见一斑了。觉醒、退凡、超凡、退凡，这顾名思义，这不就是退去凡躯，成就超凡吗？虽然没办法给你测试，但是按照我们之前的试验，你的力量已经超过你爸不少了，所以很可能你已经比我们都先一步抵达了退凡的终点。你所谓的突破、进化，应该就是指的成就超凡。至于你之前的关于多种方向突破想法，我也问过，但是他也没有接触过超凡者，自然也不知道有没有多种属性同时进化质变的觉醒者。但我个人认为是可行的，既然每一种属性都能让觉醒者发生质变，没理由2种属性同时突破反而不行。所以你就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压制你的力量，等到什么时候你有空了，我看能不能带你去帝都给你测一测属性。”王征之前还在因为老妈的推测频频点头，直到听说要带自己去帝都测试的话，连忙拒绝：“不用了，帝都本来就远，一来一回浪费时间，而且在那边测试我也不放心，万一让别人知道我属性那么高也不好。等什么时候国家推广了，金南有了，我再去测试吧。等到国家推广的时候，您研究所里肯定会配发仪器的，我过去测试方便，也不怕被别人发现。”王征可不敢自己就这么跑去帝都测试，自己数据面板里直接看就是了，根本没必要。李亮听到这话也觉得有道理，所以也就没再坚持。由于李亮和王胜荣2人是连夜赶回来的，再加上现在也已经到了凌晨，该说的话也都说完了，于是也就直接去休息了。只留下一脸惆怅的王征坐在客厅，眼神空洞不聚焦，看着面前空空的茶几发着呆，心里思绪万千。唉，王征看着自己视网膜内的数据面板，叹了口气，里面是否进行力量退凡的提示还在闪烁着荧光，没有因为王征得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就有所变化。王征自言自语的低声呢喃：“所以说，你到底算是什么呢？原本我以为自己只是个幸运的穿越者，和所有人都不一样，结果现在国家也搞出来了5位属性，而且连名称都一样，甚至划分出来的退凡都和面板里的提示一致。那也就是说，这面板其实跟我的穿越没有关系，这面缘就是这个世界的产物。难道说我真的没有穿越者福利？我觉醒的天赋其实就是这个可以加点的数据面板。”想了半天，王征也没有得到什么可以确定的结论，索性也不再多想，干脆直接回到房间蒙头大睡了。第二天是周日，久违的没有事情，王征睡到中午才起。因为老妈休假了1个多星期，所以研究所里事情很多，大清早的就赶去上班去了。而王征和老爸一起吃过午饭，就自己回了学校。刚到宿舍楼下，就和楚小满撞了个正着。看着他鬼鬼祟祟的模样，王征一手就把他拎了起来。看着他的小短腿在半空中胡乱扑腾，王征忍不住笑了出来。楚小满挣扎了几下之后就放弃了，看着王征用手比划了几下，然后问道：“王征，你是不是又长高了？可恶，我怎么就不长呢？”王征将他放下，然后说道：“那是你自己太矮了，我可没有长高，昨天刚测的还是188，不过我可以随时变成2米多高，到时候你更矮了。”楚小满恶狠狠地踩了他一脚，然后问道：“你大清早的去哪了？喊你去吃饭都没找到你。”王征说自己父母出差回来了，自己回家去了一趟。然后他突然想到自己以后保不准还会变身，所以干脆就趁着现在去物资管理处看看。说走就走。在听到王征说要去物资管理处的想法后，楚小满果断地拒绝同行。随后王征也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去了。等到了目的地，这里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不过现在的王征也不需要再排什么队了，径直就走了进去。迈步走入空旷的大厅，王征抢先说道：“楚老师，你说这些同学都只是来换一些丹药什么的，你们搞个自动售卖的窗口多好，现在这样不是浪费时间吗？”不过让王征意外的是，竟然没有看到楚金南在柜台前坐着。紧接着，窗台后面一个低沉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就是要浪费他们的时间，好让他们知道，要是不努力，没有实力，就算只是买瓶修炼用的丹药，也要排这么久的队。就像你交流赛打了一场，现在想不排队就不排队。王征听着声音有点耳熟，连忙走近几步往后面看去，突然一道蓝色的闪电迎面而来，王征一时没有注意，被这电光呼了一脸，轰了个正着。不过以他现在的体质来说，也就皮肤被烫得有些漆黑，倒是没有什么大碍，就是眼睛被晃得难受，缓了一会儿才恢复正常。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管理处的窗口，楚天行和楚金南父子俩都是鼻青脸肿的站着。王征顿时惊喜地喊道：“校长，你终于回来了！我赶不回来吗？毕竟我们学校的大一新人王对我很有意见呢，一天一个短信记着我离校的时间呢，对吧？”楚老头嘴里说着，身上白色的雷霆不断噼里啪啦地闪烁着。王征立刻就明白了，刚刚轰向自己的闪电应该是出自楚金南之手了。没想到除了楚老头，这大楚也是个雷电法王。看着面前2位跺跺脚就能让整个南大抖3抖的大人物，一副刚打完架的模样，王征很知趣的当他们脸上的伤势并不存在。那个什么，我这不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找您吗？你可是我们学校的主心骨，你不在学校，我担心啊。哼！王征这边还没吹完，楚金南又是一声冷哼。看来这父子2人的关系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恶劣啊，竟然在这里都直接动上手了。王征不想管老楚家这些破事，连忙说明来意。楚老师，我这次来是想问问有没有弹性比较大的特殊织物衣服或者一兽皮。楚金南不慌不忙，忽略掉他那也就肿起来的脸庞，看起来还是十分的斯文的。只见他笑着问道：“是因为你那观想物变身的特殊效果？”王征点头。楚金南没有说话，直接丢出来一本小册子。王征连忙接住，然后仔细看去。黑泽蟒五品异兽，皮肤坚韧有弹性，透气舒适，适合作为贴身内甲，每平方需要积分1000点。
白尾雪貂3品异兽，皮毛柔顺舒适，弹性适中，元素抗性不佳，每平方需要积分2000点。长牙鹩4品异兽，表皮坚硬，柔韧性不佳，胜在不透气，可以抵御严寒，每平方需要积分500点。人面猪的蛛丝，丝织物轻盈透气，质地柔软舒适，冬暖夏凉，异常珍贵，具体价格按照实际定做支付。上面林林总总写了不少异兽的信息，把王峥的眼睛都看花了。楚老师，这不对吧？这3品的白尾雪貂质量不行，抗击打也不算优秀，怎么还这么贵？楚金南丝毫不以为意，淡淡的说了一句：“因为好看。”王峥，楚天行看出了王峥的疑惑，帮着解释：“这白尾雪貂只出现在极寒地区，虽然实力很弱，但是速度极快，加上全身皮毛雪白光滑柔顺，很难捕捉，而且又因为做出来的外衣好看，所以受到很多女性觉醒者的追捧。”啧，王峥表情奇怪，算是明白了，心里想着以后搞一件送给老妈，她肯定会高兴很久吧。楚老头看到王峥开始发呆了，转身要走，王峥连忙拦了下来：“校长，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找您。”楚天行直接化作一道闪电飞走，过了好一会儿才传来国术馆3个字。王峥的面色瞬间由阴转晴，一把将手中的小册子拍在桌子上，然后猥琐地说道：“楚老师，我要不要这么多也不用这么好的，您看您给我看的这些这么贵，哪里有同学换得起？反正都是压箱底的货色，您随便帮扣一点下来，给我条裤子就行了，我也不要什么好东西，变身后不被撑破就行了，怎么样？”楚金南满不在乎地扣了扣鼻子：“可以啊，一条裤子不被撑破，最普通的铁皮蛮牛就可以了，虽然穿起来不舒服，但是能满足你的要求，300点学分。”王峥立刻满脸的讪笑：“那个什么，楚老师最近手头有点紧，能不能先欠着，我一有学分就来还？”楚金南面色古怪地看着王峥，然后笑道：“你不是把我当成老头子了吧？我可没他那么大方，没积分就赶紧滚，你要是再不走，可别怪我电你了呀。”“别呀，楚老师，咱们这关系，行，我这就滚。”看到楚金南手上已经开始凝聚电光了，王峥知道势不可为，立刻扭头就走，走的时候顺带扫了一眼大楚的信息：体力值700/700，灵气值10503，体质70，力量49，智力92，精神69，敏捷68。武兽横练法，灵动489/500，额外提升体质、力量、智力、精神、敏捷各5点。意念观想法，灵动325/500，额外提升精神力10点。观想物，电光元圣君，观想巨限进度50%，感电增伤，额外增加电系技能威力。雷嗔电怒，引动体内庞大雷电之力，在自身所在位置向外对周围敌人造成持续伤害。巨雷闪，很好，属性看起来也没那么强，甚至功法方面还不如自家老妈，以后应该是能来收账的。至于他的观想物，又是一位来自天庭雷部的电光元圣君，王峥此刻已经见怪不怪了。79104208，大家可以一起来畅所欲聊，吹牛打屁。等王峥出了物资管理处，也没有再犹豫，直奔国术馆而去。刚靠近，就听到里面传来练习的声音。王峥走到窗边一看，原来是梅一奇已经在开始恢复性训练了。他之前被项燕重伤，虽然经过了周到治疗，但是毕竟新长出来的骨骼还需要再温养上一段时间，直到现在也才刚刚恢复。不过如果没有王峥在这段时间内时不时的给他丢几道圣光术，他恢复起来也不会有这么快。王峥没有进去和他打招呼，只是静静的看了一会，就直接上了2楼。进去就看到楚天行一个人得意洋洋的坐在沙发上，翘着个2郎腿，一脸的懒散，完全没有在人前的威严模样。只不过他脸上的伤势还是挺扎眼的。楚天行听到王峥推门进来，动都没动。王峥自己识趣，快步走到他身边，然后给他丢了一道圣光。在圣光的滋润下，楚老头脸上的伤势瞬间好转，淤青红肿都开始消散。楚天行叔父往后躺了躺，然后眯着眼睛问道：“说吧，又有什么事？”王峥也不含糊，一把将自己的军官证拿了出来，没好气的问道：“南京军区的事情，您是不是得了什么好处？”楚老头都被他气笑了，反问道：“你觉得我能得什么好处？”王峥也是奇怪，开口问道：“既然没有好处，您为什么要把我往外推？你要知道，这军籍一入，现在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军人了，军区那边要是真的直接把我招走，您拦不住，也没资格拦了。”唉，楚天行叹了口气，拍了拍身边的沙发，让王峥坐下。“你可知道你自己很特殊？”王峥走过去坐下，然后点了点头。楚天行继续说道：“你有没有想过，我毕竟只是一个学校的校长，实力也算不上最强，权力更是没有。你表现出来的特殊性，让很多人都大吃一惊。新型的治疗天赋，对自己释放还会有特殊的反伤效果，还能强制灌注生命力，让人丧失行动能力。一夜之间观想巨限，观想物还能通过击杀异兽提升进度，连我们都搞不准的观想物特殊用法，你却研究出来了一个又一个。之前交流赛结束后，魔大的校长严开复也想要找你来着，不过被我挡掉了。就这还没有算上你的圣光术对天魔的特殊效果。”王峥刚要开口解释，就被楚天行挥手打断：“我知道你有自己的秘密，可是我很欣赏你这小子，所以也从来没有问过你。虽然你平时处事还算有分寸，但是以你小子惹祸的能力，我怕我自己保不住你。难得这次军区的顾敏教授对你这么的欣赏，我想着给你多加一层身份，也许能更好的保护你。”听到楚天行这一番话，王峥一下子就愣住了。他原本以为自己隐藏的还算可以，暴露在世人眼前的东西也不算多，不过他却没想到，当这一种种一样样特殊的情况叠加在一个人身上时，这就已经足够的特殊和引人注目了。王峥之前在心里想过很多种理由，但是却唯独没有想到过，这都是楚老头对自己的一片苦心。一时间心里百感交集，有些感动。算了，楚老头人还是不错的，他欠我的账就消了吧，以后有实力也不找他要账了。王峥沉默了一会儿，没再纠结这件事情。他不是铁石心肠的人，楚老头对自己的好记在心里就行，没必要表现出来。
然后王峥直接进入主题，问出了他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校长知道我为属性和退凡吗？楚天行一下子有些惊讶。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你小子消息够灵通的呀。不过你现在关注这些还太早，你目前最主要的是先学习知识，提高灵气上限。你小子想要退凡还早着呢。王峥紧接着说道。那您是知道了？至于我的消息来源，那是我爸妈昨天刚从帝都回来，他们告诉我的。楚天行点了点头，然后吩咐道：目前这个还没有准备公布，你也不要在外面随便说，这是国家还没透露出来的消息，虽然算不上多重要，不过一旦公布出来，这就是对所有觉醒者的等级进行一次重新的定义了，其中的意义和对社会的冲击远比消息本身更重要。王峥自然是点头应下，在得到楚天行知晓相关信息后，他没有犹豫，直接说道：我觉得我的力量属性已经到100点了，我在考虑我要不要退凡。楚天行连忙从沙发上坐了起来，一脸的严肃，随后伸手过来，一把握住了王峥的手，逐渐开始加大力量。王峥也没有客气，直接用力将楚天行的手稳稳地压了下去。他在数据面板提示他是否退凡之前，力量就已经达到了98点，此时在只是绝力的情况下，稳稳地压制住楚天行也不是什么难事。楚天行也是被王峥的巨力吓了一跳，心里想着，我知道你小子特殊，也没想到这么特殊啊，这他妈的大一就成超凡者。楚天熙心里也有些庆幸，觉得自己把王峥送到军区的做法实在是太明智了。王峥如果真的成了超凡者，这消息要是曝光出去，自己绝对保不住这小王八蛋。虽然心中已经信了，但还是又问了一遍：你也去帝都测过属性数据了？王峥如实回答：没测过，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感觉了，然后我妈才决定去的帝都打探消息的。本来我想来问您的，可是您一直在大盟没有回来。在得到这些消息后，我爸在帝都测试过，他的力量属性是75，我比他高出不少，这就证实了我的猜测是正确的。不过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感觉我可以压制住这退凡的冲动。我在想我是不是还有成长的空间，要不要试试多属性退凡？因为心里没底，所以才想着要跟您聊聊。王峥心里想着，他刚刚说自己要退凡，楚老头没有反驳，那就说明国家这边也确实是这么称呼的。退凡成功之后就是超凡。数据面板恐怖如斯，王峥现在是越来越摸不透自己这金手指的深浅了。房间里的气氛一时有些凝重，在王峥说完后，楚老头已经半天没有说话了。等王峥偷偷抬头朝着楚老头看过去，发现楚老头一脸古怪地看着自己，然后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哈哈哈哈！过了好一会，他才安静下来，然后严肃地对王峥说道：这件事你都告诉过谁？王峥老实交代：就我爸、我妈还有您。楚天行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件事以后谁都不要说，除非到了你觉得自己有实力可以面对一切的时候。虽然国内治安还算良好，也没有外国那么多的蝇营狗苟，不过防人之心不可无。王峥点了点头，我知道的，我就是想问问您的意见，我是否应该现在退凡？楚天行摇头，当然不应该。你知道退凡的意思是什么吗？退去凡躯，获得超凡力量。王峥试探着问道。当然不是，难道你现在不算有超凡的力量吗？我只给你演示一次，你看好了。随着楚天行的话音落下，整个国学馆上空突然阴云密布，其中无数的雷霆涌动，隐隐闪烁着一道道白光。随后这乌云越来越大，渐渐地将整个京南大学都笼罩住了。轰隆隆，一声声闷雷之声传来，似乎在9天之上蕴含着无数道霹雳，随时都要劈落下来。乌云涌动之间，渐渐地形成一个人像，远远看去竟然与楚天行有几分相似。此时不仅仅是王峥，整个京南大学有无数的师生被惊动，一股脑跑了出来，看着这仿佛世界末日一般的景象。不过天上的阴云最终也没有落下雷霆，而且很快就散去了。当阳光重新洒落下来，众人才觉得那股压抑的气息消散。刚刚这是什么？好恐怖！我总觉得如果有雷霆劈下来，我肯定会死。我怎么看天上的云朵有些像是校长？是不是校长跟什么人打起来了？原来就知道校长实力强，却没有强到了这个地步。楚天行听到远处的骚动也有些尴尬，连忙传音出去：无需惊慌，我只是略有感悟。好了，都散了吧。随着楚天行的嘴巴动了动，滚滚雷音散出，顿时把他的声音传播到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王峥默默地看着这一切，现在的他对楚天行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原本他还觉得自己的属性上来之后可以跟楚天行掰掰手腕了，现在看来完全是自己想多了。且不说实战经验上的差距，就在刚刚这滚滚天威之下，王峥都觉得自己有些压抑。而且王峥从楚校长之前的话语中已经听出来了，他既然要自己压制退凡的冲动，那肯定是已经确定了有多属性退凡的可能，甚至他自己本人就很有可能是多属性退凡的。那就是说，楚天行就是在他面前的活生生的超凡者。王峥连忙问道：校长，这个就是超凡的力量，这招叫什么？我也能学会吗？见到王峥吃惊的表情，楚天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装模作样的拿捏了一番架势之后，笑着回复道：对，这就是超凡的力量。至于你吗？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你真的退凡之后会有什么效果。国家把这样的能力称作法相天地。法相天地，法相天地。王峥自顾自地念叨着，似乎已经失了神。带醒来！楚天行大喝一声，将王峥惊醒，随后说道：你不要有太多的想法，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已经达到了可以退凡的门槛，但是如果你还能坚持压制住，就一定不要着急。你也知道觉醒者有5维属性的，每一种单独的属性都可以成就超凡，但是如果你是多属性退凡，那就会更加非凡。王峥喃喃地问道：真的有多属性退凡吗？有人做到了吗？楚天行一脸的得意：自然是有的，目前国内有实力退凡的人就那么多，2种属性退凡的也不少。至于3种吗？王峥连忙追问：3种属性退凡怎么了？哈哈，3种怎么了？3种属性退凡的就只有老子一个。
哈哈！听到楚天行的话，王峥的眼睛里立刻有了神采，那是一抹狂喜。随后王峥立刻对着楚天行使用了扫描，体力值14001400，灵气值4000042100，体质140，力量80，智力151，精神109，敏捷80。武兽横练法圆满2500800，额外提升体质、力量、智力、精神、敏捷各14点。意念观想法觉醒101900，额外提升精神力38点。观想物抗金龙，观想巨限进度93%。特殊效果略。好家伙，王峥直呼好家伙，这他妈就是退凡吗？先不说灵气上限直接提升了近1万点，就这体质、智力、精神的属性也是暴增，140点体质。王峥现在有点怀疑自己的拳头打在楚老头身上还能不能破防，也不知道这老头子刚刚跟自家儿子打架是怎么把自己弄受伤的，应该是放水了吧。至于功法的进度，这没办法不能不服，只能说他们身体里的底蕴还没有耗完了。不过王峥不但没有觉得害怕，反而更加来劲了。他此刻无比的期待自己全属性退凡之后会是什么样子，而且看到没有，这妖牛逼的人物，全国已知唯一的3属性退凡的超凡者，我的靠山，怎么样，我牛不牛？去帝都大学和魔都大学能有这待遇，恐怕是连自家校长都看见不到。楚天行没有管正在出神的王峥，他感受到一道模糊的精神力从自己身上扫过，就像是自己之前在做属性测试时一样。楚天行微微皱起了眉头，跟着这一缕精神念力追溯过去，赫然发现这一丝隐晦的神念竟然是从王峥身上发出来的，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只不过之前他感受到的没有那么清晰，现在自己精神力大涨之后就能察觉到了。不过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挥了挥手，搅散了这一缕细小的精神力。顿时王峥眼前一花，楚天行的数据已经消散了。他抬头看到楚天行的表情，自然是知道已经被发觉了。以前探查的时候，楚天行都能隐约察觉到，现在他成就超凡，更没理由发现不了了。不过王峥这么直接用出来，也就没有打算再瞒着自家校长了。现在在他的心里，自己可以信任的人除了老爸老妈，就是楚天了。只见他一脸讪笑着开口了：“那什么，这个也是特殊能力的一种，能大概感知到您的身体素质。”楚天行淡淡的问道：“就和5维属性测试仪一样？”王峥挠了挠头：“我也不知道5维测试仪什么样子，不过我是能大概的感知到身体素质的数值。”不是他不想完全解释，而是没办法解释，也不能解释。看到王峥说的模模糊糊，楚天行也没有继续追问。沉默了一会，王峥继续问道：“校长，到底什么是退凡，什么是超凡？成就超凡之后有什么好处？”楚天行重新坐了下来，喝了口茶，然后缓缓开口道：“退凡这个概念其实早就有了，不过具体确定下来也没多久。最初是帝都军区那边有人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要再度觉醒了，以为会觉醒出新的能力。最后发现虽然不是2次觉醒，只是对应属性的暴增，但也算得上是更深层次的开发了。不过从发现到现在也没多久，最多也就半年左右吧，然后陆陆续续的就有人退凡成功了，最后就总结出来了这么一条规律。至于成就超凡之后的好处嘛，你刚刚也看到了，正常的觉醒者使用异能的时候是需要从自身调动灵气的，当灵气消耗完之后就只能干瞪眼了。但是成就超凡之后，你就可以使用自身的灵气沟通天地，使用空气中游离的灵气粒子来代替自己的灵气。”王峥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无限火力？不过自己的能力消耗都很小啊，对自己可能没什么用。不过他还是继续问道：“那您的意思就是超凡之后，虽然灵气上限还在，但是可以使用的灵气就无限了？”楚天行没好气的骂道：“你想什么呢？怎么可能有这种好事？只不过是让你可以调动的灵气变多，异能的威力获得增强而已，怎么会无限？调动空气中的灵气粒子也是有消耗的。那刚刚那个法相天地呢？那就是更进一步的使用效果了。就这么说吧，超凡之前我就是我，我只是我；超凡之后我就是法相天地，也是这一方小天地的天。你说自身灵气释放出来的技能和天地灵气释放出来的技能，哪一个威力大？”王峥点了点头，明白了，这个意思就是领域超凡之后会影响自己身边的空间，根据能力的大小，影响的范围就有大有小，多种属性退凡，初始的领域范围就越大，影响的天地灵气就越多。楚天行满意的点了点头，孺子可教也。看到楚天行还拽起文来了，王峥继续问道：“那多属性退凡呢？需要怎么做？您之前说了，有好多人都2种属性同步退凡成功了。”说到了自己的长处，楚天行顿时更加得意了。你不要以为多属性退凡很简单，我告诉，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所有觉醒者在能力上对应着自己的属性都是有侧重的。当你的灵气值不断的提升时，身体素质的提升是同步的，但是因为侧重不同，所以5维属性增加比例有多有少。之前那些2种属性退凡的，大多数都是元素系的智力精神，超人系的体力、力量或者力量、敏捷这几种属性搭配。所以你想要多属性退凡其实是很难的事情，因为你没办法保持住这个平衡。那您呢？你是哪3种属性？体力、智力、精神吗？王峥之前已经看到了他的属性面板，所以直接就问了出来。楚天行点头，你小子的精神力探查还是有点东西的，这都能感受到。王峥憨笑着回复，就感觉您这3个方面比较突出，不过我也只猜测。楚天行面色古怪的看了他一眼，王峥，你上次测试才500多灵气值吧？嘿嘿 ，C 级能力值，既然说自己感觉到了要退凡了，就算是有你爸的基因加成，但是你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嘿嘿。之前魔都的李大宝力量没你大吧，而且他还有些缺陷。你现在知道你有多特殊了吧？这消息万一传出去，不说我，南京军区都不一定保得住你，你自己掂量着办吧。王峥立刻一脸正色，我自然不会随便出去说的，不过退凡需要注意些什么？我怕我哪天压制不住了，突然就退凡了呢。您是怎么成功3属性退凡的？嘿嘿，我自然是有我的机缘，
本来我觉得我自己最多也就是个智力精神双属性退凡的，毕竟到现在全国范围内3种属性退凡的也就我一个。你可能也听说过，刚觉醒那会儿，我在金乡吃过一种不知名的果子，这灵果到现在都没有被再次发现过。从那之后，我的体质就越来越好了。我怀疑我能3属性退凡和这不知名的灵果少不了关系。王峥惊讶道：“不是说您吃的是精神力增加的灵果吗？怎么又变成体质了？”楚天行嘿嘿一笑：“那是我对外界的说法，精神力自然是有增加的。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体质应该加的更多。当时我自己都是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从神农架逃出来，难道什么都照实说？万一非要让我带他们再去找一次怎么办？不过这话就我们私下说说算了，你也别给我传出去。”王峥撇了撇嘴，原来自家校长也不傻呀，以后等自己的实力强了，肯定得忽悠这老头跟自己走一趟，这妖牛逼的灵果，他王大少也馋啊。随后继续催促道：“我自然是知道的，您这绕了半天了，还没说退凡的事情呢。退凡没什么好准备的呀，时机到了自然就退凡了，多少人想要压制还压制不住呢，你就全力施为吧。你这么早就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否则以你的资质而言，如果以后因此受到拖累，只能单属性退凡，那真的就得不偿失了。至于我嘛，之前大盟妖兽暴动，我正好想去给学校争取一批资源，打着打着，不小心就把对面妖王引出来了。我们一人一妖打了3天3夜，我的灵气都全耗光了，然后忽然就觉得四周的灵气不停地往我的体内涌动，随后就自然而然的就开启了法相天地。那死牛原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待我刹那间超凡入圣，天威之下滚滚雷霆，自然把他杀得屁滚尿流。可惜没能宰了他，不然大盟受乱起码平定一半。王峥听得心神动荡，想象着楚天行在茫茫大草原上和妖王激战的场景，心中也是无比的向往。当然，他也不会那么没有眼力见，问出：“既然打不过你，为什么还能把你的灵气耗光，打了3天3夜之类的蠢话？现在就让自家校长高兴高兴就完事了。”不过，既然说到了妖王，王峥心里还是好奇，为什么说杀了这妖王就能平定受乱？难道这么多异兽动荡都是这些妖王搞的鬼？说到这，楚天行立马脸色一变，咬牙怒骂道：“自然是这些混账东西！要不是他们一直在牵扯着人类方的高端战力，就凭那些低阶异兽，哪里是我们的对手？那你能不能给我说说这些妖王啊？我有些好奇。做人不要好高骛远，你现在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就算你现在单属性退凡了，你也不可能是妖王的对手，灵气差距在这里呢。你附带灵力的拳头都砸不开人家的灵气护盾，等你灵气耗光了，又伤害不到对方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不停地提升自己的灵气上限，带动你的各项属性提升，不停地憋，直到憋不住了自动退凡为止。在你在退凡前，自身的属性越高，超凡之后得到的好处就越多。不过现在国家一步步的在放出消息，又是功法又是退凡的，我们人类的处境倒是好了很多，高端战力也没有以前那么相形见绌了。总有一天，这些个妖魔鬼怪都会被我们杀个干干净净，还天地间一个朗朗乾坤。说到这里，楚天行的眼中难得的闪过一丝杀气，让整个房间中的温度都低了几分。王峥仔细一想，楚老头说的也有道理，自己现在只需要慢慢积蓄实力就好了，别人不能多属性退凡，但是这对自己可没什么难度，自己只需要及时的加点就可以了。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5属性退凡。想通了其中的关键，王峥长舒了一口气，绷紧了这么久的心弦终于可以放松下了。随即王峥就和楚天行告别，他现在要回去研究自己的数据面板了。楚天行眯起眼睛，看着迅速下楼离去的王峥，也是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心里也是感慨，不由得觉得自己真的已经老了。只希望他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不然按照王峥的进步速度，自己可能就保不住他多久喽。而现在心情愉悦的王峥下楼后，还特地去1楼的场馆里转了一圈。他惊讶地发现，除了梅贻琦、吴欢以外，楚小满这个喜欢偷懒的竟然也在这里加练。王峥当即就对着坐在地上喘着粗气的梅贻琦一连丢了好几道圣光。看着梅贻琦双手死死地扣住地面，闭住嘴巴，强忍着不让自己呻吟出来，王峥笑着调侃道：“你何必呢？反正你在大家面前早就没什么面子了，觉得爽就喊出来啊！”梅贻琦心里越想越气，明明这个王八蛋是好心，但是这张嘴是真的贱，自己要不是打不过他，早就把他的嘴撕烂了。他努力地克制着自己，从嗓子眼里挤出来了一个滚字。王峥本来还想再调戏他一番的，但是转头看到蹲坐在后面休息区的白妹喜突然站了起来，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王峥立马认怂，好脸，随后转头就跑。楚小满因为在横练站桩，看到王峥今天这么反常，注意力不集中，一个失误就摔倒在了地上，半个多小时的练习就此白费了。不过他心里想着的却不是自己浪费了时间，而是还好王峥已经跑走了，没有看到他的丑样，不然又要被这个混蛋嘲笑了。而王峥自然是被白妹喜吓跑的，他现在着急回去研究数据面板，之所以过来1楼，也只是想给梅贻琦再丢2道圣光，帮助他快些恢复。遇到其他的人那都是意外，他没想到一直不合群的白妹喜这次竟然跟着楚小满一起来国术馆了，因为他个子小，最开始蹲坐在沙发上缩成一团，他还没发现。王峥可不想这时候被他拉回去玩游戏，他可是知道这姑奶奶粘人的功力的，瞬间一溜烟跑得没有影踪了。等王峥回到自己的宿舍，立刻反手锁好房门，随后立刻盘腿坐好，放松精神，打开了自己数据面板，还是跟之前一样的提示：是否以力量属性为主属性进行退凡？是否？这一次王峥毫不犹豫，直接就选择了否。瞬间整个面板一阵水波荡漾，随后缓缓的又恢复了正常，只不过里面的数据又有了新的变化：体力值700/700，灵气值700/700，体质70，力量99，112+，智力50+，精神50+，敏捷50+。基础功能：扫描1，储物升级1，武兽横练法通晓34300，额外提升体质、力量、智力、精神、敏捷各3点，可升级。意念观想法小成200-300，
额外提升精神力8点，可升级。观想物征，观想巨线进度 20%， 特殊效果略。异能荆棘之心 LV5+略。立体双 Elf7， 额外增加体质 120% 的力量值。圣光束 LV3+略。激战怒吼 LV1略。呼！王峥看着自己数据面板里的加点功能终于回来了，也是松了一口气。看着力量栏位里显示着99点，他略作思考，心中猜测自己应该是没有选择退凡，但是力量又已经因为立体双 A 这个天赋已经超过100点了，所以被这面板强行锁住了。不出意外的话，以后等自己退凡后，这些力量应该是会解锁的。王峥的视线没有在这里过多的停留，随后他就把目光放到了力量值后面括号里的加号上了。他觉得这个112+应该是有点说法的。王峥知道这个数值应该是自己本身的28点力量和立体双 A 给自己的体力值翻了 1.2 倍之后，额外增加的84点力量合起来正好是112点。王峥突然眼神一亮，脑海中有了新的想法，于是尝试着调动精神力，对这里面的加号点了一次。随着灵气上限迅速被扣除了20点，他力量属性也变成了113+。王峥突然一下子就愣住了，他已经通过自己的父母、楚老头还有数据面板得到过3重验证了，更是在楚老头那里得到了退凡前能力越强，超凡后得到的好处就越多的答案。要知道，这可是一位已经3重属性退凡的超凡者给出来的经验，自然是不会有错的。那么问题来了，因为王峥有数据面板，还有立体双 A， 那么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他在退凡之前把自己的力量加点也加上来，直接加到100点，然后再附带上立体双 A 的额外增幅，那也就是说他的实际力量点数是220点。如果后面再继续加1加立体双 A 的技能等级，他的力量值还会更高。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自己进行5种属性退凡会发生什么？一念至此，王峥的激动的浑身战栗，兴奋的不能自已。看着括号里的加号一次次的点了上去，灵气上限见底了，就拿出灵气结晶来吸收。最终在消耗了4枚灵气结晶后，他的面板变成了体力值700-700，灵气值580-580，体质70，力量99-134左圆括号50+84右圆括号加，智力50+，精神50+，敏捷50+。4枚灵气结晶一共获得了620点灵气上限，然后王峥又花费了740点，把自己原本28点的力量值直接加到了50点，和其他3种属性一致。王峥承认他这一波有赌的成分，而且因为这样的操作，自己也只剩下4枚灵气结晶了，但是他认为这值得的。以后再需要加点，就力、智、精、敏4种属性同步提升，然后有体质点体质。虽然花费的灵气值暂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提升，但是这花费也不算多，而且早晚也是要加上去的。王峥自己也怕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下自己迫不得已要退凡保命，所以提前加上来也没什么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字，稳。在解决完自己的数据面板问题之后，王峥现在是浑身舒畅。虽然事实证明了他这1个星期以来的锻炼，除了增长了部分横练法的熟练度，并没有实际提升自己的属性，但是至少他现在有了更强的动力，而且他十分期待自己到时候以远超100点的力量属性退凡会是怎样的场景。有了更为详细的退凡信息，王峥也没有多想，一把拉开宿舍的门就跑了出去。虽然才从家里来学校没多久，但是他也忍不住要把这些消息分享给自己的老妈，而且这事情干系重大，他也不敢在电话里说的太详细，所以干脆还是回去一趟算了。在王峥看来，毕竟自家老妈也是90多点精神属性的觉醒者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退凡了。王峥要提醒他尽量的压制住，最好也能来个多属性退凡。虽然按照从楚老头那里得到的消息来看，精神系的觉醒者能够多属性退凡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人总要有梦想的嘛，万一成功了呢？况且楚老头吃的灵果，自己老妈就吃不得吗？王峥心里还惦记着训练营比赛后奖励的灵果呢，当时老爸吃过之后可是直接提升了属性的。按照他自己心里的推测，当时的奖励是要奖励给大学新生的，给的肯定是最低级的果子，在此之上肯定还有更高级的，到后看看能不能给自家老妈搞几颗，老爸那边也可以吗？一念至此，王峥打定主意，之后要跟京南军区那边搞好关系，最起码他们那边的消息肯定比王峥得到的多。而且如果王峥的推测正确的话，那国家真的会只有楚天行一个3属性的超凡者吗？或许明面上是这样的，但是王峥认为，按照自己对华夏国的理解，藏拙的思想传承了几千年了，隐藏起来的高手绝对不会少。这批人中难保就不会有什么3属性、4属性，甚至是全属性退凡的强者呢。而且有修炼快速增长精神力的观想法，帮助提升体质的横练法，难道就不会有针对其他属性的功法？他在心里想着，不行就让自己老妈先停止修炼观想法，多练练横练法，加体质。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妈还是精神力直接冲到了100点，没憋住，那就只能说是天意了。王峥心里想东想西，脚下走的却是丝毫不慢，没一会儿就出了学校大门，径直往家里去了。时间一晃而过，京南的天气已经有了丝丝凉意。楚天行已经从大盟回来1个多星期了，而王峥的校园生活也是一如既往的平静，除了老师对他的提问越来越难之外，倒也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而且自从王峥上次回家和自家父母聊过多熟悉退凡的事情之后，李亮也已经停下了观想法的修炼，开始让王胜荣教导着一起练习横练法。那恩爱的模样把王峥看得牙酸的不行，当晚就直接回了学校，眼不见为净。而现在的王峥正穿着一身军装，打了个车，正在去往京南军区的路上。只不过这次不是为了去帮忙做实验，而是需要自己去出任务。天魔附身觉醒的实验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虽然军区那边的实验室并没有让王峥继续去帮忙接下来的测试，但是王峥也已经从老妈那边得到了消息，之前被他用圣光驱赶出来的天魔，在经过将近1周的休息之后，已经完全恢复了。这种异兽根本就不需要进食，
只需要吸收游离在空气中的灵气粒子就可以存活。按照研究所的说法，这是一种结构十分简单的异兽，而且似乎智商还很高。虽然能够判定它们有着自己的语言体系，但是这些天魔根本就不与人类进行交流，而且根据观察，它们的进化速度非常快。如果让它出去直接吞噬人类觉醒者或者异兽，可能很快就会达到非常高的灵气等级。至于实验的下一步，研究所已经在开始准备着天魔附体的试验了。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李亮还是隐晦地表示了，研究所会先用部分死刑犯去测试，等到所有过程都确定了对人体无害之后，才会让王胜荣上。也就是说，王胜荣想要恢复健康或者自然觉醒，应该还需要等待不短的一段时间。尽管王胜荣对此表现的已经有些急不可耐了，但是王峥和李亮都一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只是劝慰他，这么多年都等了，也不在乎多等几个月了。这么严谨的态度，最起码证明了军区是很希望王胜荣能够恢复的，而且对于他的身体状况也很是负责。王峥对自己老爸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的希望有可能很快就要达成，而且不但身体会恢复健康，甚至还有可能会再度觉醒，开启人类觉醒历史上的先河，有些激动也是在所难免的嘛。不仅仅是王胜荣，就连王峥自己都很期待，自家老爸如果真的觉醒了，以他现在这样的属性面板，到底会觉醒个什么技能来？至于这次出任务，王峥也是投桃报李，在得到党连涛的询问后，二话没说，直接就换上军装，收拾好东西过来了。不过具体的任务信息，党连涛没有在电话里说明，只说见面之后详谈。虽然对方说的客气，也没有强制说一定要去，但是王峥毕竟已经不是一名单纯的普通大学生了，现在的他不但是一名军人，而且老爸恢复的希望还在人家这边呢，自然是不会怠慢的。随着出租车的一路疾驰，很快就到了军区门口。不过王峥下车时，这师傅看着王峥穿着军装，连连摆手，还死活不肯收钱，这倒是让王峥有些哭笑不得。随后直接丢了一张大头进去，没有再跟他多说，就一路跑远了。虽然他平时抠门，不过那是对修炼有用的东西。至于钱财方面，他还是很舍得的。再说了，他现在身上穿着这身皮，可不能丢了华夏军人的形象。王峥刚刚绕过军区门口的栅栏，还没等他掏出自己的军官证，就看到党连涛靠着门口笑呵呵地看着自己了。王峥也没想到他还会在这边等着自己，他还以为自己这次要走进去了呢，连忙高兴地打招呼：“党哥，您不用来啊，我自己进去就好了。您不是说第二次来就没有接送的待遇了吗？”党连涛看着王峥这小子穿着笔挺的军官服，看起来还很像那么回事，心里也是高兴。你小子穿上这身衣服像模像样的吗？很不错，顾教授看到了肯定会高兴的。上车吧，我跟你详细说说这次的任务。王峥自然是从善如流，跟着党连涛就上了车。王峥上车后就直接问道：“这次的任务顾教授也要去？”党连涛连忙解释：“顾教授自己是坚持要去的，不过被我们劝下来了。他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虽然身子骨还算硬朗，但是我们也不敢随便让他出门的。之前曼城那次还是因为楚校长打了包票的。”王峥默默地给自家校长又记上了一笔，然后追问道：“党哥，那这次到底是什么任务啊？竟然还需要我这样的新手来帮忙，跟天魔有关？”党连涛点了点头：“是的，而且这次这个活要是没有你，还真不好干。我也是突然想到，之前在曼城，你用圣光术可以鉴别当时的群众中是否有天魔的潜伏，而且现在更是确定了你的圣光术有着可以将天魔从人体内驱除的效果，更是方便了我们的任务，相当于给我们的行动加上了一层保险。这次就是想让你跟我们一起再去鉴定一个可疑分子。”可疑分子？王峥有些惊讶。党连涛继续开着车，头都没有回，直接回复道：“对，按照我们一贯的监察方式，如果发现有行踪诡异、行为举止大幅度变化的人，就会被列为重点的关注对象。虽然绝大部分时候都是误判，但是目前也没有更加靠谱的甄别天魔的方式了，所以我才跟军区力荐了你。你面前的袋子里就是这次目标的档案，你可以先看一看，一会带你去认识下这次行动的队友。你也要换身行头，可不能这么穿着军装出去，这次的任务是需要隐蔽行动的。”说完，党连涛也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倒是把王峥闹了个大红脸。王峥连忙拿出袋子里的资料看了起来，缓解尴尬。陶申，男，52岁，津南江北人，新日机械厂维修师。10天前突然辞掉工作，用自己半个月的工资全部买了同一注彩票。注：该彩票目前已被证实为特等奖，且陶申此前并没有购买彩票的习惯。从那以后更是一直没有回家，家人联系不上，去其单位寻找，发现他早就辞职了，于是报警。目前陶申尚未去领奖中心兑奖，居住在一家小招待所内，不出门，不社交，1日3餐都靠外卖解决。据观察，此人状态萎靡，情绪低落，精神异常，行事疯疯癫癫，时不时呼喊着末日即将降临，需要信仰真主才能获得救赎。但在其活动场所均未检测到天魔气息。王峥手中不断翻看着这份资料，发现袋子下面还有一张照片，看着应该是一张工作照。照片上是一位老实巴交的中年男子，穿着不太合身的工作服，看上去有些拘谨，一张并不算苍老的脸上满是生活与岁月的沟壑。王峥放下了手里的资料，对着党连涛问道：“这个陶申就是疑似被天魔附体的人吗？有人接触过他吗？”党连涛点了点头：“有的，我们中有人伪装成外卖小哥，跟他有过接触，也有伪装成警察劝他回家的，但是他目前就不与人交流，一天到晚神经兮兮的念叨着末日、真主、救赎。我们初步怀疑天魔已经开始在扰乱他的思绪了，因为担心有突发情况，我们暂时还没有把陶申的消息告诉他的家人。现在这个小招待所里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队员，不过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其中还有几位不是觉醒者。”王峥好奇地问道：“难道以前都只能用这种推导对方的行动轨迹的方式来判断是否有天魔附身吗？就没有研究出其他的方法？”党连涛无奈地回复道：“如果不是这次有你在，我们也还是只能继续跟下去，直到他露出破绽或者天魔的气息为止。你也知道，如果天魔附体后不使用任何能力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发现他们的。”王峥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他已经基本了解到党连涛他们的工作内容了。
这天魔是真的棘手、隐蔽，没有实体，杀伤力大，目的不明，难以被发现。而且就算发现了，非元素系的觉醒者也没办法对其造成伤害。在王峥思量的过程中，很快车子就到了目的地。等王峥下车后，立刻有2人迎了上来。党连涛连忙帮着介绍了起来：单长旭上尉，元素系雷属性觉醒者；于少廷上尉，元素系水属性觉醒者。看到这一男一女敬礼，王峥立马回礼，然后自我介绍道：王峥，治疗系觉醒者。那短发魁梧的单长旭立刻笑着说道：王少爷的名字我们可是已经听到过很多遍了，以后还少不得请你的帮忙啊，不用这么客气。王峥立刻回复：单上尉太客气了，您直接喊我名字就好。单长旭哈哈大笑：那你都让我喊你名字了，你怎么还喊我上尉呢？王峥立马打蛇上棍：丹哥好。他总觉这些元素系的觉醒者会不会是觉醒的元素会影响他们的性格。他到目前为止见过3个雷系的觉醒者，楚天行和楚金南这俩没一个是脾气好的。王峥看了看眼前的单长旭，心里估计这位应该也是个脾气暴躁的主。然后再看到另一位于少廷上尉，就更觉得自己的推断没错了。看到王峥的目光转过来，那看起来就比较温柔知性的女性水系觉醒者也跟着说道：王峥你好，我是于少廷，久仰大名了。王峥也是礼貌的打招呼：于姐好。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元素系水系的觉醒者，冰系的他见过了，靠出水治疗的他也见过，纯水系的还是头一回，觉得有些新鲜，不由得偷偷的多看了他几眼。于少廷也是感受到了王峥好奇的目光，笑着问道：有什么问题吗？王峥偷窥被人发现，有些不好意思，心中知道对方肯定精神力也不低，能够感知到自己隐晦的目光，于是挠了挠头，实话实说：第一次见到水系的元素觉醒者，有些好奇，以前没见过，我在想你会用什么方式战斗。王峥的话一出口，立刻把3人都逗笑了。单长旭更是不停地拍打着王峥的肩膀：哈哈，你太有趣了，你看到我们小鱼这么漂亮，你竟然想着怎么打架？听说你还在上大学，在学校里一定还是单身吧？王峥，你在骂？他有心想要往后退一步躲开对方的手，但还是努力克制住了。王峥还是有些不太习惯和刚认识的人就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不过咱老王也是熟读情商的人，所以还是压制住了自己想要躲避的本能。于少廷倒是没有理会单长旭的调侃，直接对着王峥说道：水系的觉醒者其实并不算少，之所以你看到的不多，是因为我们在陆地上作战能力确实会弱一些，江流湖泊才是我们的主场。不过因为水系异能可以勉强困住天魔，并不会对他们附身的肉体造成巨大的伤害，所以一般对付天魔时都会要我们出手配合抓捕的。王峥好奇地追问道：都说元素系可以对天魔造成伤害，火、电、风之类，我可以直观地感受到，那这水系要怎么伤害它呢？于少廷笑着回复道：主要还是起到一个围困的作用。所谓的元素系不是指的外在的火焰温度，而是构成这些元素的灵气粒子，也正是这些灵气粒子会对天魔造成伤害。不过水系的确实威力相较于党队和单哥的火和雷来说要低上一些，所以才有了我出场抓捕天魔的机会。不过现在你来了，我就可以偷偷懒了。王峥连连摆手，随后手中召唤出了一团光球，紧接着又指了指旁边桌子上的天魔气息探测仪：活捉还要看您的，别看我这圣光术对人体无害，但是天魔可扛不住，真要想靠我活捉天魔，我觉得是没戏了，我最多就是个人形探测仪。听到王峥这么说，几人都笑了起来，无形间距离也拉近了几分。随后党连涛叹了口气说道：探测仪好啊，如果能多觉醒几位你这样的天赋，以后我们也不用这么累，也不会多牺牲那么多弟兄了。党连涛的话语有几分沉重，现场的气氛顿时安静了下来。不过他们毕竟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士，又处于这样的特殊部门，几人也是很快就整理好了情绪。紧接着党连涛对于少廷吩咐道：那我跟老单先去准备，你带王峥换套衣服，然后我们就出发。王峥看着身着便装的3人，连忙拒绝，随手散掉自己的圣光术，脸上也是有了一丝尴尬。他知道自己会错了意，穿着军官服就过来了，不过他也是早有准备的。不用了，不用了，我带了衣服的，找个房间换一下就好。王峥来的时候装模作样的背了个包，他是真的有考虑过这次出任务是需要他用什么形象出去的，所以也在背包里备上了自己的衣物，带个包是不想暴露他有储物戒指的事情。虽然知道他有空间装备的人有不少，不过王峥也没有想要太过高调，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探测工具人就好了。很快，王峥就已经换好了衣物出来了。党连涛3人虽然都是穿着便装，但是刚刚在和王峥交流时，那种军人特有的气质是没办法被掩盖的。不过现在他们完全看不出来有一点军人的样子了，松松垮垮的站着聊天，完全就是一副普通的老百姓的模样。王峥心里一边感慨着这些专业人士的职业素养，一边快步走了过去。几人看到王峥已经换好衣服过来了，顿时都把目光转移了过去。虽然此刻的王峥没有了之前那样的庄重，但是胜在更加自然，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蓬勃的朝气。连于少廷都忍不住夸了一句：好一个英俊的少年郎。这突如其来的夸奖倒是让王峥老脸一红，不过他也是假装没听见，糊弄了过去，免得又被单长旭取笑。随后几人迅速上车，朝着江北一路疾驰而去。看着他们轻松的模样，王峥第一次出任务的紧张感也渐渐的消失了。这时坐在后排的单长旭拍了拍王峥的肩膀，问道：第一次出任务紧张吗？王峥实话实说，原本有一些怕做不好，怕搞砸了会伤害到普通人，不过现在好多了。怎么说？王峥笑嘻嘻的回复道：你们都敢这么带我出来了，我还能怎么办？愚公你们军衔都比我大，是我的长官；于私你们年纪也都比我大，是我的长辈。真出了事 ，IP 的也是你们，你们都不紧张，我紧张什么？单长旭顿时就咧开大嘴笑了，故作生气的骂道：你小子这话说的有点扎心啊。后排的于少廷也是笑着附和道：单哥，你忘了，王峥自己就单杀过天魔的，圣光更是会对人类有益，对天魔剧毒。你又不是没见过之前那次实验中，天魔都被他的圣光克制成什么样了。我估计就算你用电球把天魔包起来，持续不断的输出，
都不见得有他一道圣光术来的威力大大。单长旭想了想之前看到的实验视频，想了想，也确实是如此，挠了挠头，没有继续说话了。这时，在前面开车的党连涛开始分配任务了。等回到了目的地，我守住大门，老单守窗外，王峥伪装成外卖员上去送外卖，小鱼当作入住的顾客先去对面房间。开门后，王峥直接扔圣光，确认有天魔黑雾冒出来之后，小鱼直接接手把目标圈起来，之后会有其他的队员接应，把天魔押送回基地就可以了。这次行动是近段时间内最有可能捕捉到天魔活体的一次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样品完好无损的带回去。是，三人都是异口同声的答复。只有王峥还嘟囔了一句，都被圣光术照射过了，还要被小鱼姐用水球控住，还怎么完好无损哦？顿时，整个车上的气氛又欢快了起来。随着汽车一路飞驰而去，众人很快就到了目的地。党连涛把车直接停到路边商场的车位上，然后带着王峥三人一起下了车。几人没有在大街上瞎逛，从一条阴暗的小巷子直接就钻了进去，路过数个大型垃圾箱后，七绕八绕的，很快就到了一个偏僻的巷口。等王峥意识到已经到了目的地，抬头望去，就只看到一间2层高的破旧 L 型长楼，从侧面开了一个大门。不过门上连个招牌都没有，就在门口立了个灯牌，正面写着招待休息，反面写着空调热水。这边距离主街道的直线距离并不远，不过要在小巷子里穿梭还真不太容易，不是本地人应该找不到这里来。而且现在这青天白日的外面大街上人还不算少，虽然几人对此次的任务都非常有信心，不过也要感谢这逃生选的这偏僻的好地方。很快，党连涛就和在这边蹲守的队员们确认了信息。目前这招待所里已经没有住客了，兄弟们也都撤离了，我在1楼门口守着，老单去窗下，自己注意隐蔽。小鱼现在直接进208号房间，这是钥匙，等会听到王峥敲门喊外卖，直接行动。得到党连涛的命令，几人很快就各自分开了。于少廷接过钥匙，径直上了楼，单长旭则是直接拐了个弯就消失不见了。王峥看着这破旧的招待所门口，瞬间就只剩下自己和党连涛两人，一时间愣在原地，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了。党连涛倒是自觉地拖了张椅子过来坐在门口，同时也招呼着王峥放松休息会，等吧，一般他12点左右就会叫外卖了，现在还有1个多小时，耐心点吧。王峥看了看才10点多，干脆直接翻进去柜台，从后面找了一番后，拉出来一张行军床，3弄2弄的就拼了起来，美美的躺下了。倒是把党连涛看得羡慕不已，心里直呼这小子大心脏真不简单。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就阴了下来，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给这高丘带来了一丝凉意。滴滴滴滴，随着一辆电动车疯狂的按着喇叭，然后7扭8扭的在门口停了下来。这位外卖小哥先是脱下了还在滴水的雨披放在门口，然后才拎着饭菜走了进来，还挺有礼貌。这雨披上还画着一个可爱的卡通萌妹子形象，倒是让王峥多看了几眼。看到外卖小哥已经进来了，王峥立刻一个咕噜爬了起来。207的外卖是我的。这小哥还挺警惕，手机尾号。王峥，之前他们也都是这样要手机尾号验证的吗？怎么党连涛刚刚没有告诉我？最后还是党连涛帮王峥解了围。2062，外卖小哥这才轻松下来，笑着把袋子递了过来。你们这一天天吃的挺好啊，怎么住这里进都不好进来？王峥笑着伸手接了过来，就是住的不好才要吃的好呀，否则不就亏待自己了啊？那外卖小哥突然打了个寒颤，然后不自然地摸了摸自己的膀子，怎么突然就这么冷了？记得5星好评啊！随后慌慌张张地掉头就走，就连自己刚刚脱下的雨披落下了都没在意。王峥本能地想喊住这位小哥，让他把雨披拿走，但是党连涛对着他摇了摇头，意思是不要节外。优先完成任务。王峥提醒的话语被堵在了嗓子眼儿，看着外卖小哥迅速跨上电动车，冒着雨瞬间就消失在了巷子里。王峥眉头紧蹙，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又好像想起了什么，不过这念头只是一闪而逝，他也没有多想下去。很快，王峥就整理好了自己的心情，他现在也是有些兴奋的，虽然不能把这天魔直接化了拿结晶和灵气值，但是好歹也算是给军区多提供了一份材料，能更快的帮助老爸恢复嘛。王峥拉开手中的袋子看了看，嚯，还是福德楼的菜呢，这天魔还这么奢侈啊，不是没去兑奖吗？自言自语的王峥3步跨坐2步，直接上了楼，寻找了一番之后，在走廊的拐角处直接敲响了207号房间的大门。咚咚咚，你好，外卖。王峥扯着嗓子喊道。面前207和身后208的门同时打开了。王峥看着开门的中年男子，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逃生，只不过现在蓬头垢面的，显得更加苍老了。王峥没有犹豫，直接一连数道圣光就照了上去。那逃生没有丝毫反应，直接双腿一软，就浑身无力的瘫倒在地了。只不过王峥和于少廷想象中他满脸痛苦、黑雾直冒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反而这逃生一脸舒适的躺在了地上，像是喝醉了酒一般，完全就是一副生命力过剩、被奶晕了的模样。王峥一把推开房间的大门，只看见里面就是几个平方的小房间，昏暗狭窄，唯一的窗户还在狭小的卫生间里。整个房间内一览无余，很明显是没有什么天魔存在的，而且也没有任何天魔的气息。等王峥回头再向着逃生望去，发现他竟然已经打起了轻微的呼噜声，显然是已经睡着了。王峥一脸无奈地看着面前同样觉得奇怪的于少廷，小声问道：“那个，搞错了？”于少廷没有回复，直接掏出了通讯设备：“党哥，丹哥，情况有变，没有发现天魔。”很快，在楼下蹲守的党连涛和单长旭都跑了上来，听到于少廷说了事情的经过，看着面前的场景有些失望。在来之前，他们已经基本可以确认这逃生就是已经被天魔影响到思维了，没想到竟然并没有发现天魔的踪迹。不过即便如此，这人也要带回基地里去仔细的询问一遍。党连涛直接说道：“算了，人先带回去了，通知弟兄们继续在这一带搜索，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线索。我们先回去，等逃生醒了，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余几人也只能无奈的点头，
于少廷则是开始通知其他蹲守的队员。单长旭一把将沉睡中的陶参捞了起来，扛在了肩上，随后就率先下了楼。等到一行4人冒着小雨将要离开这片阴暗的小巷子时，王峥突然在雨中停下了脚步，紧紧地皱起了眉头。他觉得自己似乎错过了什么重要的线索。看到王峥停了下来，其余3人也投来了疑问的目光。怎么了？王峥有什么发现？王峥看着远处的招待所，心里隐隐有念头，但是仔细想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之前还淅淅沥沥的小雨越下越大了，看着3人都在冒雨等着自己，王峥也有些不好意思。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也准备跟着回去了。没事，就是突然，不对，下雨，雨水，雨披。他的脑海中立刻就浮现出来了刚刚送外卖的小哥，他在自己面前不自然的发抖，慌乱中冒雨离开，甚至没有拿上自己的雨披。王峥立刻就反应了过来，随即说道：之前那个送外卖的可能有问题，之前拿外卖的时候他碰到了我的手。随后他说是天气冷打了个寒颤，现在想来可能是他感受到了我手上残留的圣光气息。我得回去检查下他的雨披，看看会不会有气息遗漏。王峥一边说一边就往回跑。听到王峥的描述后，党连涛也回想起了之前的场景，虽然他并没有觉得那送外卖的有什么异常，但是他看着王峥已经回去了，于是也只能吩咐单长旭先把陶参送回去车上，然后带着于少廷又重新折返了回去。等他们2人走到招待所门口，就看到王峥手里拿着那件卡通雨披，正在闭目凝神仔细地感受着。过了一会儿，王峥失望地张开双眼，然后把雨披递了过去。随后党连涛和于少廷也感知了一下，甚至还拿出了天魔气息的检测仪测试了一番，都没有任何发现。看着王峥一直紧皱着眉头，于少廷问道：会不会是你太敏感了？可能他就是单纯的忘了，如果这送外卖的有问题，那他回来接近陶参的意义是什么呢？党连涛想了想，也跟着开口：我已经吩咐下去了，先把对方人找到，后续再跟踪吧。王峥无奈也只能答应下来了。窸窸窣窣，窸窸窣窣。就在这时，王峥的耳朵微微的动了一动，他仿佛听到有无数细小的摩擦的声在这破旧招待所的地板之下发出，只是混杂着外面的雨声，显得不是很真切。王峥立刻警戒了起来：有情况，你们听，窸窸窣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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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声音越来越大，现在已经不需要王峥提醒了，党连涛和于少廷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了。轰！距离招待所门口最近的101号房间的大门忽然被撞开，无数家猫大小的老鼠从房间中冲了出来，一层一层重叠在一起，像是一股巨大的浪潮。再看这些老鼠双眼血红，嘴角流着咸水，朝着门口的3人直冲过来。紧接着，整个招待所都仿佛在震动，1楼无数的房间门都被发狂的老鼠们撞开咬碎，一股脑涌了出来。狭小的走廊上密密麻麻全是老鼠，显得格外的诡异。吱吱吱，无数尖锐的叫声此起彼伏，在这小小的前厅疯狂的回荡。看着铺天盖地的鼠潮，王峥心里一阵恶寒。他倒不是害怕，而是觉得恶心。而且因为他的体质高，五感也比常人强上不少，这些老鼠身上明显带着下水道里的腐烂臭味，这么多数量堆积在一起，熏的人都快睁不开眼睛了。党连涛当机立断，一挥手，无数的火球从身后飞出。王峥还有空看了一眼，这火球比起之前交流赛上的岩缝的可要强多了，颜色都是淡淡的金黄色，砸在鼠群之中，四溅而开。被触及到的老鼠们，即使浑身的皮毛都沾染了雨水，也立刻被烧得满地打滚，只是瞬间就完全成了一块块焦炭。王峥突发奇想，立刻释放出了自己的观想物，发动了凶威。但是一直以来对异兽有绝对压制力的征兽，似乎对这些疯狂的老鼠们少了点威慑力，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无奈鼠群的数量实在太多了，而且于少廷和也不擅长对付这样的异兽，王峥又没大范围的杀伤性技能，3人也只能暂时后退，退到了门外的巷子中。王峥也有意识的往鼠群中丢了一发圣光，虽然立刻就让被笼罩的老鼠们肚皮朝上晕了过去，但是并没有出现什么黑雾。王峥心神微动，难道真的和天魔没有关系？不对，王峥突然想到之前在学校食堂吃饭的时候听到的新闻，农田被小型啮齿类动物破坏，那实验田不正是在江北吗？而且时间上也和陶参这边出事的时间对得上。王峥隐隐觉得自己似乎被卷入什么阴谋当中了，要是现在有人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巧合，他肯定是第一个不信的。3人一路退到外面的巷子中，但是招待所内还是有无数的老鼠涌了出来。之前被王峥奶晕的几只大耗子直接被他们的同类们撕成了碎片，不一会儿就只剩下一地的骨架了。看来这些老鼠已经完全癫狂了，也难怪他们不怕征兽的凶威，看着鼠潮疯狂的模样，怕是早就没有思维了。党连涛连忙喊道：小鱼去通知兄弟们撤退，王峥回去车里看住陶参，换老单过来。此时外面已经下起了瓢泼大雨，党连涛的火焰在雨水中威力大打折扣，无数疯狂的老鼠已经冲到3人身边了。而且鼠潮已经不仅仅是从旅行社内涌出来了，连街道上的盱井盖都被冲得哐哐作响，很快就老鼠从里面冲出来。于少廷也只能用水球包裹着大量的鼠群，但是却没有办法迅速的造成击杀。王峥看着在水球中挣扎扑腾的老鼠，心里觉得有些荒谬，他现在还有空吐槽呢。堂堂元素系觉醒者杀敌竟然要憋死他，这也太慢了，还不如兵系呢。难怪说在陆地上没什么大的作用。王峥知道自己几人虽然情况看起来危急，但那也只是看起来而已，其他2人都是元素系觉醒者，不可能不会元素化。至于他自己站着不动都不会受伤，只不过虽然出来到了小巷子里，但是这些老鼠身上还是太臭了，王峥也不想靠这些老鼠攻击到自己来反伤烦死他们。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这老鼠一看就只是普通的动物，只是个头变大了又发狂了而已，根本就不是异兽，击杀他们根本就没有收益。而且周围早就被清空了，也没有普通人在，只要不被这些老鼠们冲到大街上，他们也翻不起什么浪花。不过看这些老鼠的疯狂模样，根本就没有往其他地方走的意思呢。于是王峥立刻就同意了党连涛的说法，心里只想着等把单长旭换回来，
大雨中几道连锁闪电下来，这些臭老鼠有一个算一个都得死。而且服从领导的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可不是因为我懒。王峥在心里给自己找好了偷懒的借口。我铁骨铮铮王大少今天就是饿死，从下水道里钻进去，我也要回去看守重要的可疑目标。注：可疑目标指的是还处于深度昏迷中的逃生，任务不分高低，职责所在，我辈义不容辞。听到党连涛的指挥，于少廷立刻收回了水球，自己化作一道水流，沿着街道边缘混合着雨水迅速消失了。王峥也是第一次看到元素化的水系能力者，没想到竟然不会飞，只是变成一道清澈的水流在地面上流动。啧，还有谁不会飞？王峥吐槽上一句后，双腿发力，高高跃起，随后也准备往街道上撤退。吱，疯狂的鼠群刚围到王峥身边，就看到王峥要退，瞬间又沸腾了起来，一路跟着王峥追去，仿佛在说：人家元素系跑了，我没办法追，你小子还想靠腿跑？王峥好久没有这权力施为了，一时兴奋之下，竟然稍稍跳得有些高了。等落地下来，就看到后方的下水道中也有无数的老鼠涌了出来。他瞬间皱起了眉头，捏住自己的鼻子，然后直接猛地向前冲了过去。只不过刚走了2步就停了下来。他疑惑地看着刚刚冲过来被他踩死的几只老鼠，意外地发现自己的数据面板里灵气值上限竟然往上跳了2点。看到王峥停了下来，疯狂的鼠群似乎觉得美味的血肉已经到手了，一股脑冲了上来。王峥还想再试试，他有些不太确定。只见他直接往前迈出一步，微微侧过身子，拧腰发力，大力一脚踢了出去。行动路径上的3只老鼠瞬间就消失了。注意，是消失，不是踢飞。王峥抬起脚看了看，心中暗骂自己是个傻逼。可以清晰地见到他的鞋子上一片血肉模糊，这3只倒霉蛋老鼠的血骨皮肉都化成了一滩烂泥，完全粘连在了他的鞋上，伴随着暴雨的冲刷，滴落下一丝丝的猩红。王峥紧张地盯着自己的数据面板，但是当发现一连死了3只老鼠了都还没有变化，心里不免有些失望。难道刚刚真的是巧合？王峥还是不死心，反正鞋子也脏了，于是接着又踢死2只扑上来的狂鼠。不过这一次王峥的眼神瞬间火热了起来，因为他的数据面板里又加了一点灵气上限。原来不是所有的老鼠都有灵气的，但是哪怕只有1/10的老鼠有。咕嘟，王峥紧张地吞了吞口水，他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剧烈的跳动。干他娘的，这次发大了！这些老鼠还臭吗？臭什么臭？哎呦，真香！于是王峥默默地开启了5级的荆棘之心，扫视了一圈，又开始围过来的鼠群。看到王峥站在原地不动了，无数的老鼠又涌了过来，把他团团包裹了起来。霎时间就看到挂在王峥身上的老鼠们，肥硕的身躯之上忽然裂开了无数的伤口，随后便好似下饺子一般掉落下来，眼看就不活了。看到数据面板里灵气渐长的老鼠人，王峥心中大喜，于是立刻带着身后稀稀拉拉的小弟，重新朝着来时的巷口跑去。只是几个箭步就又回到了招待所的门口。而此时变身火焰在鼠群中穿梭的党连涛，在看到王峥的时候，也被他的诡异模样吓了一跳，还以为王峥遭遇不测了。直到王峥自己一把拍掉还在往他头上爬的肥硕老鼠，露出了自己的面容，这才让他又把心放回了肚子里。而王峥看到党连涛这样的在雨中烤老鼠，也是心疼不已。要知道，这可都是活生生的灵气上限啊！党连涛迅速在王峥身边画出了身形，他身上炽热的温度与雨水混合，产生了大量的雾气。王峥感受到在自己身上撕咬的鼠群似乎被这水蒸气给烫伤，想要逃跑，于是立刻就往后退了几步。这群老鼠要是知道王大少这么为他们考虑，肯定感动的都要哭了。刚刚真的是把党连涛吓坏了，落地后赶紧伸手来帮王峥清理周边的老鼠。要是让顾敏知道出来一趟就把王峥给搞伤了，以后还想借他出来执行任务，那是想都不要想了。王峥哪里会让他 K 头，连忙后退，一边说着自己没事。党连涛看王峥似乎真的没有受伤，于是便严肃地骂道：你怎么又回来了？老山呢？谁在看守逃生？王峥刚想要解释自己可以快速地消灭鼠群，还没等开口，就看到在巷子的另一头，于少廷也带着一队10几个普通的士兵们快速跑了过来。他用水浪阻挡着后面的鼠群，带着这群队友们疯狂逃窜。党队，那边也有鼠巢，这些老鼠实在太多了，而且他们的牙齿和爪子很锋利，弟兄们都抗不住。王峥见状立刻吼道：党哥，你保护队友们撤退，我王峥自加入军区以来，至今寸功未立，这个少尉的军衔我很是愧疚，这里交给我，给我个机会。随后他也不管党连涛的反应，看着身上已经死得差不多的老鼠，一把扯下了自己的外套。吼！伴随着王峥一声咆哮，无数的红雾涌动，胸针玉骨发动，随着无数的红雾没入王峥的身躯，他的身体开始迅速的膨胀起来，变成了近3米高的巨人模样。自从有了这个技能之后，王峥就有意识的把自己的裤子都换成了比较宽松的款式。虽然这裤子现在看起来距离被崩破特别的接近，似乎很快就要炸裂开来了，但是王峥看着对面已经惊讶到长大嘴巴的于少廷，心里一点都不慌，因为他早就从楚金南那里软磨硬泡，赊账换来了一条异兽皮缝制的内裤了，而且是5品舒适透气的那种。反正是赊账的，傻子才不要最好的，都给我死！王峥随手给自己加了一道圣光术，然后双腿猛蹬地面，一个飞跃，直接跳到了于少廷等人的身后，大吼一声，发动了激战怒吼。顿时周围的老鼠仿佛失去了对自身的控制一般，纷纷强行扭头朝着王峥围了过来。这时候发动特殊效果变大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体积更大，视野更广，被攻击到的地方更多。王峥为了能让这些可爱的灵气之宝宝可以打到自己也是煞费苦心了。再看这些老鼠，他们疯狂的用尖爪和牙齿撕咬着王峥，但是根本就没办法破防，迅速把自己反死之后掉落到地上，被自己的同类们啃食殆尽。党连涛不愧是领队，就是见多识广，看着眼前这诡异的一幕也没有太过惊讶，直接对着巷子中来了一发大言。嗖！清场之后，立刻招呼着于少廷一起掩护着其他队友们冲了过去。
当然，这大言报数的名字是王峥自己心里乱起的，他只是觉得又不是用嘴巴吹出去的，叫火遁，好火球之术不太好。很好，现在就只剩下我们了。王峥迅速卡到巷子口，算了算到招待所门口的距离刚好足够，成为我的一部分吧，姐。这一天，江北的老城区在雷雨交加的嘈杂声中，无数老城区人民都听到了风雨中传出来的怪笑与怒吼，吓得躲在家中瑟瑟发抖。要不是周围街道上有无数的特警官兵在维持秩序，估计早就吓得逃跑了。而就在党连涛撤退没一会儿，单长旭就携带着雷电之势，迅速地出现在了巷口房子的屋顶之上。当天看到一个人变大后堵住巷口的王峥，也是十分佩服，对他竖起了大拇指。王峥则是心里有别的算计，有心让他不要出手，却不知道如何开口。看着单长旭就要把手中的雷电球往地上砸，王峥心中焦急，脑子转得飞快，连忙制止道：“丹哥，你这下砸下来，我就要被你电熟了，而且我这有反伤的，元素类的也能反，你电我，你也麻。”单长旭看着王峥身上挂着密密麻麻的老鼠，浑然不在意，还时不时吼一嗓子，然后淡定和他的聊天。饶是他大大小小经历过无数的怪异战斗了，仍然还是觉得眼前的这一幕有些荒唐。单长旭一时愣在了原地，尽情看着王峥表演。过了没一会儿，王峥听到身后传来动静，扭头看了一眼，发现党连涛已经安排好其他的人员，又折返了回来。只见他轻巧的在巷子的墙壁上几个来回，就跃上了房顶，和单长旭站在了一起。而在看到眼前的景象后，党连涛也是皱了皱眉头。现在是什么情况？你怎么还没出手？单长旭笑着一指王峥，这小子在这玩一夫当关呢。他说我的异能丢下去能电着他，他也会反伤到我。我刚在想要怎么处理呢，你就来了。党连涛本来想让王峥撤退的，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这些老鼠也没办法对他造成实际性的伤害，那就随他去吧。至于王峥说的加入军区后没有立功，军衔受之有愧的说法，也让党连涛很是受用。往好处想，最起码他这是把自己真正当成军区的一员了吗？顾老要是知道了王峥这番话，肯定会很开心的。王峥则是对于之前没有及时回去换单长旭回来有些尴尬，虽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是毕竟是没有听从指挥嘛。看到党连涛并没有责怪自己，王峥也是憨憨一笑，继续堵在了巷子口。现在这里一片区域也就他一个人了，另外两位大哥都站在房顶上呢，这些老鼠们也咬不着，所以他释放激战怒吼的次数也不用太多，反正这个老鼠都会无脑的冲上来，只需要在他们受伤后想要逃跑的时候来上那么一嗓子就够了。而这些老鼠群已经死了无数了，但是数量好像无穷无尽一般，丝毫没有减少。党连涛看着眼前的景象，思考一番后，直接开口对着单长旭说道：“我左你右绕一圈，仔细观察一下，找找这些老鼠的来源。如果实在找不到，就尽量找个远点的位置，开始消灭掉这些老鼠。我们没时间这么耗下去。”单长旭自然是点头应下，随后两人都跟王峥打了个招呼，让他在这里守好，不能让鼠潮冲到大街上去。紧接着便朝着不同的方向各自离去了。王峥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眼神里满是落寞。看来自己刷灵气值的快乐生活很快就要到头了。王峥瞥了一眼自己的数据面板里，灵气数值还在不停的跳动上涨，心里默默的叹了口气，只希望这两位大佬能够给自己留点汤吧。他心里知道快速消灭掉这些鼠群才是正确的，但是又有点心疼这些相当于白送的灵气值。王峥看着面前隐隐有些变得稀疏的鼠群，手中两把大锤忽的出现，随后就对着地上碾了过去，只是轻轻的滚动，便有无数的血肉横飞，顿时把这些老鼠刺激得更加疯狂了。王峥看着前仆后继连绵不断的鼠潮，哈哈大笑，随后怒骂道：“一个个没吃饭吗？给我大力一点！”当王峥还在快乐的刷灵气之时，在距离此处仅仅几公里外的一座高级写字楼内，之前的外卖小哥正站在一个男子的办公桌前。那男子看着30-40岁，相貌普通，梳着一头油亮的大背头，身材倒是十分魁梧。此时他正靠坐在老板椅内，把自己的身体深深地埋进了柔软的靠背之中。看着面前的外卖小哥，淡淡的开口问道：“你没事跑过来我这边干什么？不是说过不要随意见面的吗？”外卖小哥现在满脸的阴郁，丝毫没有之前的热情开朗。嘶，他的口中不断地发出诡异的嘶鸣，听起来十分恐怖刺耳。躺在老板椅上的中年人一副兴致缺缺的模样，扣了扣自己的耳朵，然后说道：“不是交代过在这边都要说中文吗？你要是没学会就赶紧滚，我没时间听你废话。”外卖小哥一脸的讪笑，直接说道：“你上次用附身的那具身体已经被这个国家的人发现了，现在有人盯上了他。我察觉到了你的气息，想过去看看情况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人，我能从他身上感受到。”这中年人似乎十分疲惫，挥了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发现就发现吧，反正本来只是个废物，实验的残次品而已。”随后他的身影突然消失，诡异的出现在了外卖小哥的身前，一把死死的掐住了他的喉咙，眼神中更是透露出无数的凶光，双目瞬间变得通红。“我不是说过不要来打扰我的吗？为什么要来干涉的我事情？”那外卖小哥的脖子在他的大力之下被捏得扭曲变形，无力的耷拉了下来，很明显颈椎已经断裂了。只不过这外卖员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痛苦的神色，甚至没有了之前的谄媚。听到中年人说到实验2个字的时候，眼神里甚至还有一抹异样的神采闪过。随后他笑嘻嘻地对着这中年人说道：“我只是来提醒你一下的，不过既然你不在乎，那就算了。”紧接着他的身体中有无数的黑雾弥漫出来，瞬间穿越过大楼的墙壁，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空旷的办公室内此时只剩下这中年老板一人了，只见他紧皱着眉头，似乎很不高兴被人打扰，又似乎在思考着对方来意。随着他松开手，那外卖小哥瞬间就滑落到地上，显然是已经死透了。咚咚咚，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张总，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字。”这张总在听到声音后，面部瞬间从中间裂开，随后生长出无数的触手，直接将地上的外卖小哥全部包裹了起来，随后吞进了肚子里。
一阵蠕动之后，他的面部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然后他揉了揉自己的脸，试着笑了笑，才对着门外说道：“进来吧。”推门进来的秘书并没有察觉到异常，只是好奇之前老板亲自接待的外卖小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随后就抛开这无关紧要的事情，交代起自己的工作来了。如果这时候这房间内有顾教授他们研发的测试仪在，估计会疯狂地发出警报吧。此时的王峥正在看着自己的数据面板发呆，他的灵气值此刻已经高达2365点了。看着自己面前已经没有一只活着的老鼠，他的心里也是有些遗憾，有些纠结。遗憾的是，这些老鼠的数量还是不够多，没能让他能获得更多的灵气值。纠结的就是他现在想着自己是要把灵气值攒着冲击一波5000点的上限，解锁新能力，还是加点加技能。算了，先留着吧，现在也没有什么非要提升的技能，之后再慢慢考虑吧。现在最重要的还是优先升级属性，如果到时候灵气充足了，则可以考虑直接冲击一波5000点的新能力。王峥在心中大概估算了一下，按照他之前的比例，今天可能烦死了1万多只大耗子。不过现在这巷子口的尸体却没多少了，全都被他们自己吞噬一空，连骨头都嚼碎吞下去了。王峥之前有观察过，一具老鼠的尸体只需要几秒钟就会被完全的啃食干净。单就以牙齿的锋利程度来算，就算是普通的2品异兽牙狼，也不见得会比这些老鼠更强。因为王峥自己的防御力足够高，这些老鼠根本对他没办法破开他的防御，所以他才能这么轻松。没看到之前那些军区的军人里，也不乏腰间挂刀佩剑的超人系觉醒者，还不是被撵得到处逃窜。也幸亏这附近的居民都被提前疏散了，不然这些疯狂的老鼠肯定要带来巨大的灾害。王峥心里也是好奇，为什么这些老鼠明明都不是异兽，但是牙口却能如此之好？虽然也能给自己增加灵气，但是全都是一点一点的加，完全是随机给的，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这些老鼠也都差不多大小，也不存在说稍微大一些的就加灵气，小一些就不加这样的说法。不过王峥自己想不通，就没有继续去想了。他又不是什么天才，反正之前看于少廷走的时候捐了几只老鼠走，王峥自己心里猜测可能是抓的活口，带回去研究所研究的。到时候有了结果，自己再去问问就好了。咔嚓咔嚓，随着一阵骨骼扭动的声音，王峥的体型一下子就恢复了原样，只不过原本宽松的裤子变得更大了。王峥一阵无语，随手把腰部的裤子打了个结，不让它掉下去，然后张开双手，仰头迎接着暴雨的冲刷。此时的小巷子里一片狼藉，这骤然而至的暴雨将地上的血液冲刷得干干净净的。王峥还没装一会儿呢，就忍不住皱了皱鼻子，套他猴子的，真臭啊！随着鼠患被解决，没一会儿暴雨骤停，天空瞬间变得清澈晴朗起来，一道刺眼的阳光瞬间照下。巷子的两头党连涛和单长旭也分别都回来了。王峥看着两位大哥满脸的轻松，身上也是一尘不染，又看了看自己光着膀子满身的脏臭，不由得羡慕道：果然还是元素系最帅啊！单长旭直接走到了王峥身边，好奇的上下打量，而党连涛则是率先检查完招待所中的情况，然后才折返回来。招待所内部也是跟我们那边一样，都是从下水道里过来的。随后又扭头对王峥说道：王峥先撤退吧，和小鱼一起把逃生送回去。你回去再汇报下之前那个外卖员的信息，我已经安排人去查了，这周边都封锁了，我在这里守着，等会再下去一探一探。王峥想了想，还是不想放过这个机会，这么多老鼠，搞不好还要意外收获呢。我觉得还是耽搁回去比较好，下水道里全是水，他要是跟您下去，不得误伤啊。而且党哥你一个元素系，进了下水道，万一全是老鼠围过来，你跑都不好跑，万一灵气耗尽没跑出来呢？还是我陪你下去吧，我的防御杠杠的，你也看到了。党连涛还没说话，单长旭不乐意了，你小子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们雷系招你惹你了？左一个不合适，右一个会误伤。不过你小子确实是条汉子，这一点我老单是佩服的。这么多恶心的老鼠围着，还能谈笑风生，还有你这一能，也确实是这个。说话的同时还给王峥竖了竖大拇指。王峥连连摆手，就是论事嘛，下面全是水，其实最好我一个人去就行了，除了臭点对我也没影响，党哥的火也会受到限制呢。其实党连涛也知道他跟单长旭不适合一起下去，而王峥确实是最合适下去探索的人，但是人家一个小鬼又是第一次跟着出来出任务，总不能把最危险的活都交给他吧。但是听到王峥说出这样有觉悟的话，立刻又对他高看了一分。然后党连涛一脸正色地对王峥说道：你要知道这事情明显不对劲的，这些老鼠很可能就是之前报道袭击农田的罪魁祸首，而且现在也可能和天魔扯上了关系，你还小，又是第一次。王峥连忙打断了他：但我也是个兵嘛，王峥少尉不是吗？说到这，三人都笑了起来。党连涛更是说道：这次任务回去我会帮你请功的，你一个人在这拖住了这么多发疯的老鼠，还第一个发现了那外卖员的异常，这次你当一手工，我的贡献点就都给你了。王峥听到这话一下子愣住了，单长旭以为王峥要拒绝，也紧接着劝道：确实我也不要了，都给你跟小雨吧，反正我老单也没个婆娘，每个月的工资都花不完，小雨还救了那么多兄弟呢。其实王峥哪里是要推辞，他愣住是因为自己完全不知道出任务还有贡献点，平时还有工资这回事。他吞了吞唾沫，小心翼翼地试探道：我们出任务是有贡献点的。单两人均是点头。我平时还有工资发贡献点。两人再次点头。王峥大喜，怎么没人跟我说过呀？我当兵都快2个月了，怎么没收到过啊？他现在见到有好处了，倒是不吐槽在认识党连涛和顾老之前就已经入伍的事情了，张口就是当兵2个月。党连涛虽然感慨王峥的思维跳跃之快，但是也出言解释道：你的贡献点自然是在你的档案记录里，又不是钱，难道还给你半个银行卡呀？等回去自己去兑换处看就行了。王峥现在心里是乐开了花，早说嘛，早说我就没这么抗拒了。我王峥为人民服务的神。最终确定了由党连涛和王峥一起继续探索，找出鼠群暴动的原因，确定了接下来的行动计划。单长旭立刻扭头就要回去。
在他离开时，王峥还把之前自己收到戒指中的羽披给拿出来了，让他一起带回去检查检查。反正自己之前变身时脖子上的储物戒都已经见光了，以他们和顾老的关系来看，他们也不可能不认识储物戒。果然，在王峥凭空拿出羽披之后，两人都没有露出什么诧异的表情，很显然是知道王峥底细的。随后，单长旭迅速就消失在了王峥的视野中。党连涛看着王峥稚嫩的脸庞，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最后还是深深的叹了一口气，随后就要顺着熏井盖下去。王峥连忙拦住了他，说道：“党哥，还是我走前面吧，下去后万一有情况，你丢火球也要悠着点啊，我受伤不说，会反伤到你的。”看到党连涛点头，王峥嘿嘿一笑，直接就跳了下去。灵气直们，我来了，看看。江北的下水道中和王峥的想象不太一样，不是前世记忆中的那种狭小管道，反而十分宽敞，足够两人并行而走了，只是脚下有潺潺的污水流过，显得有些恶心。整体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黑暗潮湿，不过下水道中有着大量的废弃垃圾，这些废弃垃圾已经腐烂，散发着阵阵恶臭，而且在垃圾堆中还有着零星的老鼠的尸体。王峥一马当先，走在最前。党哥，这里面有这么宽敞的吗？以前京南连年大雨，年年都有积水，后来彻底大修过的。王峥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看来这又是和前世不同的地方了。两人在漆黑的下水道中行走，党连涛的身边环绕着3个火球充当照明，王峥也时不时地丢出一道圣光来探照。虽然在这下水道中没有再碰到活着的老鼠，不过按照通道里面的痕迹来看，倒也不怕走错了方向。这一路走来，两人没有遇到任何的危险。突然，走在前方的王峥停了下来。党连涛连忙问道：“有什么发现？怎么停下来了？”王峥皱了皱眉头：“党哥，你闻到没有？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党连涛的感知没有王峥强，在王峥的提醒下，仔细地闻了闻，然后眉头一皱：“这味道是从哪里来的？”王峥摇了摇头：“不知道，不过我能肯定就是在前方。我们再往前走走。”后两人继续前进，下水道内部的空间也越来越开阔，似乎是要走到交汇处的中心了。又走了一段距离后，他们发现在下水道的内侧墙壁上有一道铁栏杆门，不过这扇门被人用巨石封死了，只有一条缝隙留在外面。王峥在门口的地面上发现有着不少的碎肉块，其中还有着一块已经腐朽的木板，上面还沾染着鲜红色的血液。党连涛直接用手捡起来肉块，仔细查看了下。我没办法分辨这具体是什么动物，但是这肉块之中依稀还有灵气留存，而且按照肉块的大小来判断，肯定不会是之前那些老鼠的。王峥看了看眼前的大石头，说道：“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党哥，你让开先。”随后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了自己的大锤，抡圆了对着挡住铁门的石块使劲砸去。轰！吱！一声巨响在空旷的下水道中回荡，这块大石瞬间被砸得粉碎，灰尘四起。随后铁锤和铁门相撞，发出刺耳的噪音，不但连着铁门被完全砸烂，直接飞了进去，甚至连两旁的混凝土墙都连带着塌了不少。巨大的轰鸣震得两人耳膜嗡嗡作响，好在他们俩都是觉醒者，体质较强，这才慢慢的恢复了过来。王峥用手掏了掏耳朵，尴尬的笑了笑：“大力了一些，下次我一定注意。咱们快进去看看吧。”党连涛点了点头，随后两人快步走到了铁门后面。只见门后是一条悠长的通道，通往下面一层的黑暗，地上还有着丝丝血迹。王峥和党连涛一前一后，一起的向着下面走去。没走一会儿，就看到地下有一个巨坑，应该是四面八方聚集过来的污水集中处，但里面全是鲜红的血液和累累白骨，还有一些散碎的肉块。粗浅看去，按照骨头来判断，应该是一些低品的异兽。至少王峥在里面看到了牙狼和土甲猪的面骨，都是些没有价值的部位，应该是什么地方废弃的，然后这么随意的倒掉了。而在无数的骨堆旁边，有很多幼年的老鼠正在吞噬着这些肉块和血水，一个个眼睛里冒着凶光，除了大小和之前的鼠群不一致之外，其他的没有任何区别。王峥看着脚下的景象，饶是以他的胆大妄为，也有些被震惊到了。这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很明显，之前的老鼠都是吃了这些未被处理过的异兽血肉，所以才发狂的。至于为什么会一路跑那么远去攻击王峥等人，这就不是他能猜明白的了。党连涛抬头看了看周围的环境，看到不远处有向上的通道，于是连忙变成一道火焰，小心翼翼地钻了出去。不一会儿，就从上面拉开了井盖，刺眼的阳光瞬间照射下来，让在黑暗中摸索了许久的王峥不禁眯起了眼睛。随后党连涛的声音就传了下来：“王峥，先上来吧，我先跟军区汇报，这可能是牵连到另外一起案件了。”等王峥爬了上去，发现自己正处于一条老旧的马路上，除了街道两侧静立着的梧桐树，整条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他仔细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发现这边赫然是已经到了江北城郊的开发区了。说是叫开发区，其实就是一些厂房的集中区域，而从这些厂房再往外一圈，就是京南的种植地，也就是之前发生损坏的实验田基地。王峥此刻正眯着眼看着马路对面的一家肉制品加工厂房，而根据下水道坑中的污水流向，地下那些异兽的废料应该就是从这家加工厂内流出来的。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地面，直接看到了污水管中还在不断往外流出的血水和异兽的残肢断臂。等王峥微微抬头，就看到了这厂房门口偌大的门牌石，黄褐色的石面上刻着一排猩红的大字：张氏肉联有限公司。等王峥观察过四周的信息，也管不上身子还脏着了，随手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件卫衣来套上。紧接着党连涛就已经打完电话回来了。两人等了没一会儿，街道上的警车呼啸而至，瞬间就将这厂房给包围了起来。随后就有特警同志过来跟党连涛交谈了一番之后，王峥和党连涛两人就直接撤退了。特警部队那边还贴心的派了一辆警车，用来送他们两人回去。一路上王峥忍不住问道：“党哥，这事情我们就不管了吗？如果这些事情真的是跟那个有关呢？”王峥还特地留了个心眼，没有直接说出来添魔。他还是有些不甘心，在恶臭的下水道里摸索了那么久，结果却没有得收益。
虽然很明显，这些老鼠都是吃过从这家工厂中流出来的异兽肉和血液，所以才被刺激到发狂，但是说不好里面还有其他的异兽或者更多的老鼠呢。而且王峥总有一种感觉，这里面一定是有牵扯到天魔的，不然没办法解释。今天这事情太巧合了，不管之前的外卖员是不是被天魔附体，但这些老鼠的盘踞点和招待所之间相距那么远，特地跑过来袭击他们的理由是什么？更何况在他们行进的路程中，地面上还有没有被鼠群吃掉的异兽肉？要说这里面没人或者说是天魔捣鬼，王峥是万万不敢相信的。而且在这一路上有无数的地点可以冲上地面，如果说鼠群只是因为发狂想攻击人类，那说句不好听的，什么地方的人不是人呢？难道他们也想找点乐子，非要挑实力强的人下手？这可不像是真正发疯的样子。党连涛听到王峥的问题，无奈地回复道：不是不管，首先我们两个人没办法完全处理这边的事情，其次对于异兽肉的走私问题，这些特警同志们有专门的处理流程和方法，而且如果已经有出售过相关的产品，还需要跟踪追回，不是现在就能处理完的，所以我们干脆不要帮倒忙，交给他们处理就好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还是继续去追踪之前的那个外卖员，还有针对逃生的审问。其他部门也并非是完全不知道相关的信息的，如果真的有发现相关的线索，到时候会通知我们的。只希望这些异兽肉没有在市场上流传太多吧，虽然这样未加工的异兽肉吃了确实会使得灵气有所增长，但是真的会让人失去神智的，那些老鼠就是最好的例子。王峥心里默默点头，没有再继续说话。他已经明白的党连涛的意思，我们就只管天魔的事情，其他的事情都交给警察部门的特警同志处理。虽然这次任务的经过一波三折，但是总体来说王峥还是很满意的，毕竟实打实的赚了近2000点的灵气值。随着警车的一路飞驰，很快王峥又看到了京南军区气派的大门。两人下车后对着开车的特警同志感谢了一番，随后才回到了他们的基地。一回来两人没有管别的，直接就去洗澡了。党连涛还好点，王峥那身上是真的臭，1米之内不能站人了都。以王峥厚如城墙的脸皮，刚刚在人家特警车上都有些不好意思了，马上就12月的天气了，都把窗户开到最大，王峥自己也被熏得受不了。不过好歹人家特警同志也是见多识广，知道这是在执行任务的军人，心里只会觉得敬佩，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嘲讽的意思。不过他也憋得够呛就是了。王峥使劲的在身上搓着香皂，恨不得给自己搓掉一层皮，好不容易等两人清理完，刚刚换好衣服出来，还没来得及过去呢，单长旭就阴沉着脸走过来了。陶生已经醒了，不过他还是不肯开口，只是一个劲的说什么世界末日，人类全完了，需要信仰真主才能获得救赎之类的话。很快几人就一起出现在了研究室的地下基地内，毕竟研究所内还有不少普通的研究人员，所以还是保守点好，干脆就直接把陶生带下来了。好在基地的占地面积足够大，之前也有考虑过类似的情况，倒是把陶生和天魔们隔开了。王峥也好奇的四处打量，他虽然下来过2次了，但是都是在关押天魔的那边，倒是没有关注到这地下基地内部还别有洞天。王峥一路跟着他们7转8转的，在推开暗门后又到了一处新的空间。透过中间隔着的一块单向的玻璃，那陶生所在的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房间，里面被刷得纯白，整体布局就跟警察局里的审讯室差不多了，只不过里面没有后悔椅，就只有一张普通的桌子和椅子。一行3人隔着玻璃看着那边坐着躁动不安的陶生，无论对面的于少廷和另一位警官说什么，这陶生都是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根本不配合。单长旭无奈地说道：醒了好一会儿了，一直就是这副模样，精神力安抚也不管用。王峥看着陶生的模样不似作假，似乎是真的受到了惊吓，于是试着说道：我看他的状态有点糟糕，要不要用圣光再给他试试，看看能不能让他冷静下来。党连涛揉了揉眉头，对着话筒里说了几句，似乎也只能这样尝试下了。咚咚咚，王峥从旁边绕了过去，敲响了隔壁的房门，然后很自然地走了进去，直接就对着陶生丢了一道圣光过去。不过这一次他玩得比较花，只用圣光束从侧面照射了过去，并没有把他完全包裹住。当然这也是怕陶生再一次晕倒了，耽误大家的进度。随着陶生发出一阵舒适的呻吟，他的脸上也渐渐的有了神采，苍老的脸庞似乎都恢复了些许生机。这时于少廷趁机问道：你到底遇到什么事情了？这位王峥少尉就是之前救了你的人，现在你也感受到了，我们对你没有恶意的，你能不能说说你的情况？陶生抬头看了王峥一眼，没有说话，但是那双惊恐的眸子却表现出来无数的恐慌，能看出来他是真的被吓到了。从之前进入房间开始，他就一直保持着惊恐的神色，根本没有缓过神来，一直紧绷着身体，现在终于放松了些许。王峥没有问他问题，反而关切地问道：大叔身体好些了吗？还要不要我再给你治疗一下？同行的审问员也趁机释放出精神力，安抚着陶生的情绪。不用了，我好多了。陶生勉强地说道，脸上还是一片惨白的神色。这是他第一次开口，他的声音沙哑，带着一股子虚弱。于少廷赶紧问道：你到底怎么了？你的家人都很担心你，还有你的母亲，那么大年纪了，在外面找了你好多天了，你遇到什么事情了？说出来，我们才有办法帮到你。陶生，我似乎是做了一个梦。一个梦？于少廷重复道。对，一个很真实的梦。随着陶生开口，他的双眼忽然变得空洞而又无神，就仿佛失去灵魂了的木偶一般，只剩下空洞的躯壳，毫无生机。但是他却依旧艰难地开口讲述着，这个梦真实到让我分不清到底哪里才是现实，哪里才是虚幻。我梦到了异兽攻城，洞天重开，无数的异界生物从里面冲出来。就在我即将死亡之时，收到了真主的庇佑，是他将我送了回来。然后我发现我能回忆起里面的每一个细节，我按照梦中的记忆去买彩票，去赌球，包括所有股票的涨跌都是一模一样。哼，这个世界完了，没几年就要末日了，完了完了，全都完了。信仰真主，获得永生。王峥悄悄地推开了房门，回到了之前的房间。单长旭看着王峥，笑着说道：你这圣光术是真的厉害，
能恢复伤势疲劳，能消融天魔，现在还能安抚心神了。王峥看着他一副调笑自己的模样，心中暗暗的记下一笔，有机会要让他尝尝圣光术的威力。随后王峥看向皱着眉头的党连涛，想了想，然后问道：这逃生和之前池伯飞说的一样，看来应该是被天魔附身过无疑了，但是为什么在附身之后又离开了他的身体呢？如果是天魔改变了他的记忆，那是不是他每附身一次都能篡改一次别人的记忆？还是说这并不是篡改，而是他短暂的看到了天魔的信息？还是说天魔就是想要通过这些人来传播末日论？那他们又是怎么做到预知未来的？党连涛还没开口，单长旭抢先说道：反正我老单是第一个不信的，就算以后真有末日，这天魔也肯定是最大的祸害。至于这些狗东西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信息，我就不知道了。党连涛仔细想了想，还是说道：我们自己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好交给顾老吧，之后再跟帝都那边对接下，这就不是我们操心的事情了。对了，之前说要查的那个外卖员呢？有没有消息了？单长旭连忙出去打了个电话，很快就急匆匆的跑了回来。王峥之前的推断没错，之前那个外卖员应该是有问题的，虽然雨披上没有查出来痕迹，但是根据监控显示，他最后的出现的地点是一栋写字楼，之后就再也没下来过。而且他已经进去5个多小时了，现在还是饭点，他停在楼下的电动车还一直放在那边呢，到现在都没出现，没有去送餐。我们有兄弟已经在楼下蹲着了。说话的过程中，单长旭在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操作了几下，随后就显示出来了当时的监控录像。只看到那外卖员似乎十分的惊慌失措，一路开着电动车跌跌撞撞的就到了楼下，车子都没停好，就直接慌张的冲了进去。王峥看着那栋大楼，福临心智般的闪过一丝念头，似乎是联想到了什么，于是连忙拿出手机搜了起来。乐天大厦，乐天大厦，有了，江北乐天大厦。在搜索到找到这栋大楼的信息之后，王峥快速的翻看了起来，而党连涛也在询问着单长旭大楼内部的信息。找到了！王峥一声大喊，把两人都吓了一跳。随后王峥有些不好意思，把手机举了起来，党哥，这就是线索。只见他的手机上赫然显示着乐天大厦13楼张氏肉联有限公司。党连涛这时立刻反应了过来，连忙联系之前在加工厂那边的特警，让他们不要打草惊蛇，同时说道：快，我们现在再走一趟，直接去乐天大厦，让蹲守的兄弟们小心戒备。老单找人查一下这家公司的老板，还有加工厂的负责人。虽然此时的天色已经渐渐的暗淡了下来，但是三人还是直接一路奔着江北去了。在开车的途中，单长旭也收到了这位张氏肉联有限公司负责人的信息，随后便念了出来：张世荣，46岁，津南江北人，遵纪守法，无任何不良记录，白手起家创办了张氏肉联，去年还被评为江北交税先进代表。几人一路往乐天大厦赶去，一边听着这张世荣的资料。等到了乐天大厦的楼下，三人一路上到13楼。王峥左右看了看，办公环境还挺不赖，只是这么晚了还有员工在加班，一看就是老资本家了。党连涛问清楚了张世荣的办公室，带着王峥直接朝着那位张总的办公室冲了过去。单长旭则是拦住了这家公司的前台，一边掏出自己的证件解释，一边隐隐挡住了身后的大门。等党连涛一脚踹开实木的办公室大门，他腰间的探测仪疯狂地发出警报，而除了这满屋子的天魔气息，就只有2个人影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仿佛是熟睡了一般，对这些动静丝毫没有反应。等王峥丢上去2道圣光之后，发现并没有反应，这才上前把他们翻了过来。这2人正是那张世荣和之前见过的外卖小哥，只不过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气息，虽然身上没有什么伤口，但是很显然已经死透了。不过这2人身上还有一定的余温，似乎刚死亡没多久。王峥看着面前的场景，心里疯狂的吐槽，这就超出我的业务范围了啊！查案这么动脑子的事情，我可干不来。不过很明显，党连涛也没有打算再把王峥牵扯进来了。到目前为止，很明显这一起案件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超原本的范围了。再把这办公室里还在加班的10几位打工都用圣光测试过一遍之后，王峥今天的任务就彻底结束了。王峥，今天忙活了这么久，就暂时到此为止吧。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这些狗东西太能藏了，应该是今天在加工厂的时候就已经打草惊蛇了，只是没想到这狗东西跑得这么果断。王峥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天魔附身的案件，一时间也有些好奇。党哥，这些天魔一直都是这样谨慎狡猾吗？而且似乎智商还不低，我看之前那池伯飞就没有这么正常，一开始还好，后来疯疯癫癫的了。被天魔附身后，大多数情况下是正常的。蝴蝶岛案件我们也分析过，估计那池伯飞应该是被什么刺激到了。大多数天魔都躲藏得非常深，智商是绝对不低的，只不过从来都没有跟我们交流过。说到这里，王峥自然是知道所谓的刺激是什么了。他暗自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等军区的其他人都过来之后，被党连涛安排着送回去津南大学了。在外面奔波了一天的王峥刚回到宿舍，突然想起来了还没问自己工资和贡献点的事情呢。刚摸出手机，又想到他们现在肯定也特别忙，还是暂时不要再打扰他们了。心里打定主意，等下次再去军区的时候，直接去军区的兑换处看看。随后他又给自己清理了一番，看着时间还算早，很干脆的迈步出了宿舍，直接敲响白美喜的门。虽然之前已经打过招呼说今天可能不会回宿舍，不过既然现在时间还不晚，那还是去吧。星期天嘛，还是把任务完成了的好，不然这小妖怪能每天晚上都过来敲门。等白美喜开门后，楚小满果然已经在里面玩上了，一点都没有出乎王峥的意料。今天王峥不在，游戏派对的地点就换成白美喜的房间了。而被贴了满脸纸条的楚小满在看到王峥后，也很明显非常的开心，连忙让出位置给王峥坐下，心里想着终于不是我一个人输了。时间转眼又过了1个星期，在这期间，王峥有问过党连涛天魔事件的进度，不过似乎案件进展的不是很顺利。之前在乐天大厦的张氏肉联就已经断了线索了，目前也只是广撒网，在江北大范围的观察监视着。不过之前的粮仓损坏案已经结束了，经过特警同志们的调查，确认了实验田基地被破坏的罪魁祸首就是这群狂化的老鼠。而在王峥几人解决掉大量的老鼠后，
剩余小部分鼬鼠，包括下水道内的尸坑，已经全都被查封处理干净了。在事后的报道中，当电视里的新闻主持人播报时，也重点提过，发现并解决问题的是来自京南军区的几位军人，特别提到了为消灭鼠群立下大功的一位王少尉。虽然没有透露出名字和照片，也只是简单的提了一句，但是王峥对此还是隐隐有些觉得光荣的。没有人能联想到这个王少尉就是王峥，就连看过王峥军官证的楚小满都没有敢往这个方面想，心里规划着自己变强的道路。王峥的眼神一下子有些迷离了。等回过神来，王峥感受着窗外吹来的徐徐清风，顺势就趴下了。讲台上聪明绝顶的高数老师越说越复杂，越说越兴奋，而王峥的眼皮子也越来越重了。这人被逼急了，什么都做得出来，除了高等数学，不会就是不会。连他这50多点的精神属性都顶不住了，更别说其他的同学了，一个个那是欲仙欲死。倒也不是王峥真的没办法咬咬牙做出来相关的题目，主要是直犯困，懒得动脑子。俗话说得好，春眠、夏困、秋乏，冬不醒。王峥，醒醒，下课了。看着睡眼惺忪的王峥，楚小满心里很是难受。他不明白，他很委屈。对于其他学科，你要说王峥真的有特殊的记忆能力，记得住知识点也就算了，为什么这家伙天天上高数课睡觉？他的平时小测成绩还是会比自己的好。楚小满看着王峥胳膊下压着沾满了他口水的课本，又看了看自己满是笔记的书，他现在很想哭。王峥揉了揉眼睛，伸了个懒腰，看见教室里的人都走完了，于是问道：现在几点了呀？没一起下课了没有？楚小满越想越气，直接对着他的脸就是一拳，结果看王峥没视人一眼，他自己的脸颊反而有些隐隐发烫。楚小满一手捂住自己的脸，嘟囔着说道：我看你真的是睡昏头了，他们今天下午就没课了，早就在国术馆等着了，小白都给我发了几次消息了，催我们赶紧去。王峥挠了挠头，关他什么事情？还有你们什么时候这么要好了？楚小满说道：我看人家也不差啊，人挺好的，我爷爷说要我多跟他走动走动，他听到你说下午要指点梅琪新的技巧，想看热闹吗？你忘了小白跟梅琪一个班的，自然也下课了。王峥有些无语，女人啊，不对，不严谨，应该是女性生物啊，就是爱凑热闹。他只是之前跟梅一琪提了一嘴，说有个想法可以帮他开发新的招式，让他好好养伤。其实王峥当时只是想让他在温养阶段练习，不要太拼命，这都养了这么久了，万一又把自己弄断腿了，反而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只不过他这随嘴一说，梅一琪倒是牢牢地记在心里了。这不才刚刚完全恢复，立刻就迫不及待的要王峥教他了。听说他连着喝了1个多月的大骨汤，就是为了想让自己快点恢复。王峥心里暗骂梅一琪愚蠢，要是真的想快些恢复，每天来找自己领2道圣光不就好了，哪里还需要搞这些有的没的的。梅一琪肯定就是自己喜欢喝汤，所以才故意来了这么一出。不过即使王峥如此的想法，他也迅速地爬了起来，一手拎起楚小满就朝着国术馆大步走去。他也很好奇，想看看他所想的搓丸子的招式能不能实现。要知道，虽然王峥前世不算是个火影迷，但是对乃路托萨斯克2个名字也是如雷贯耳的。如果真的能够复刻出来这经典的招式，想必会很有喜感的。到时候甚至可以考虑让楚天行学千鸟。不过以老头子的实力，大概率凭 A 都比这威力大了，看来还要再合计合计。至于这招式的原创度嘛，那自然就是他王大少自己发明的了。现在这个世界2000年就灵气复苏了，这1999年才开始连载的漫画自然就了无音讯了，别说传到国内，连倭寇岛本土估计都找不着了。当王峥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国术馆的门口后，一把推开了大门，顿时里面2道灼热的视线就注视了过来，这2人自然就是梅一起和白妹喜了。可惜吴欢最近在冲击观想物巨献，不然很有可能也会来凑这个热闹的。他已经被老师带走好几天了，说是去秘密特训。王峥还没进门呢，白妹喜就已经冲了过来，一把抓住王峥的胳膊。王峥，你刚刚还没来的时候，梅同学一共催了你20多次。王峥笑嘻嘻地看着梅一琪，梅一起，你就这么着急啊？那你怎么没有给我发个消息啊？你不是有我的号码吗？这么抹不开面子就不要学了吗？在王峥的挤兑下，梅一琪的脸色瞬间就红了，但是为了变强，他又没办法一走了之，只能在心中不断地安慰自己，忍得小人一时猖狂，他日必能大仇得报。王峥的话还没说完，白妹喜又继续说道，除了催促之外，他还骂了你100多次，我都记着呢，其中包括小心眼、混蛋、王八蛋、变态、铮铮计较，还有更多的我记不住了，反正花样多得很。梅琪，他的脸色瞬间又变了，一阵青一阵白的，就特别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土匪在对暗号。呵呵，王峥不屑一声轻笑，瞬间一团圣光就出现在了手中，散发着丝丝暖意，倒是让白妹喜又往这边靠了靠。很不错嘛，都学会背后骂人了。梅一起紧张地吞了口唾沫，先是对着白妹喜一指，你怎么能这样凭空污人清白？然后连忙结结巴巴地向着王峥解释，王峥，先别激动，读书人的事怎么能叫骂呢？读书人，看到王峥抬手，梅一起转身就想跑，不过王峥只是做了个假动作，虚晃一枪，等梅一起转过身之后，这才预判了一下他的走位，随手丢出几道圣光，轻轻松松的就给他灌趴下了。没过一会儿，梅一起就恢复了意识，但是他刚清醒过来，眼前的场景让他更害怕了。他趴在地上，刚刚睁开双眼，就看到一双黑色的运动鞋映入眼帘。梅一起缓缓地抬起头，看着身子站得笔直，双手环胸的王峥，对着自己邪魅一笑，顿时浑身上下就像过电了一般，打了个哆嗦，然后迅速起身，还想要跑。王峥倒也没有继续追击，只是大喝一声，还跑什么？闹够了就赶紧过来，早点学会也不至于比赛输得那么惨了。你要能打得过我，还用得着跑吗？听到这话，梅一起一下子就停下了脚步，刚想回头放2句狠话，结果一扭头又被一团圣光呼在了脸上。王峥看着再次瘫倒在地的梅一起，拿他做反面的例子，向着身边的一人一妖传授经验。看到没有，这就是典型的笨死的。
你们以后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不要相信别人，尤其是帅哥，越帅的男人说话越不可信。楚小满听了直摇头，但是当他看到白妹喜在不停的点头时，只觉得小白已经没救了，以后私下里要给他上小课，不然就他这个智商以后肯定要被王峥骗。等梅一奇再一次恢复意识，他发现整个国术馆已经空无一人了，甚至连外面的天色都有些黑了。他无奈的一捶地板，心中也是懊悔不已，恨不得抽自己2个大嘴巴。明明知道这个王八蛋心眼比针眼都小，自己还是忍不住要在背后骂他，骂就骂了，哪怕背着人呢。还有这个白妹喜，简直叛徒，还是一个班级的同学呢。虽然没怎么跟自己说过话，但是作为元素系唯二的自然觉醒者，他自认为他们2人之间的关系还算不错，最起码要比王峥好吧。但是没想到王峥一来，这个叛徒就主动把自己的消息全都暴露了。可恶啊！难道长得帅真的就能为所欲为吗？当梅一奇唉声叹气的从地上爬起来时，随着他的动作，一张纸片从空中缓慢飘落。梅一奇捡起来一看，就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无数的小字。此招式威力巨大，我将其称之为螺旋丸。螺旋丸本质上是将灵气凝聚在手上，并且让灵气以不同的方向不停流动，并加以压缩，形成高速旋转密度的灵气球。具体的联系方法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看着这一张纸上由浅入深将这一招式的原理解析得清清楚楚，还附带上了详细几个阶段的锻炼方法。梅一奇仿佛看到了王峥在课堂上不停奋笔疾书的样子，他的眼眶一下子就是湿润了，随后泪流满面的感慨道：妈的，这字真丑，我认不清啊。自从把螺旋丸的训练方法交给梅一奇之后，王峥也就没有再管过他了。自己已经把脑子里的存货全都挤压出来了，假如他还是学不会，那肯定就是梅一奇太笨了。肯定和灵气与查克拉的不同没有关系。今天又是一个周日，王峥刚从家里回来，刚到宿舍门口就碰到了已经快1个多星期没见的吴欢。他在看到王峥之后也是十分欣喜，3步并作2步立刻就迎了过来。王峥看着他好像和往常不太一样，皱着眉头仔细看了一会儿，却发现并没有奇怪的地方。吴欢看到王峥一直盯着自己，也不在意，只是脆生生地说了一句：队长，我巨献成功了。王峥这才猛地反应了过来，他之前被老师拉去特训就是为了巨献观想物，没想到现在就成了。刚刚自己觉得异常，就是因为这妹子身上多了一股凌厉的气质，看上去更加冷傲了。恭喜你啊，你是所有人中第一个巨献成功的，真了不起。吴欢小声地补充了一句：除了你以外的。这一句倒是把王峥噎得有些哭笑不得，心中想着他天天这样以自己为目标，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事。不要跟我比嘛，我是天才中的天才，你是天才中的翘楚，都很了不起。没等他回话，王峥又接着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现在准备去哪呢？刚刚回来，准备去国术馆练习。王峥心里一阵汗颜，这姑娘努力的有点太过分了，刚刚结束特训回来，立刻就去加练。王峥上下打量了他2眼，看着他身上的武道服，似乎是看穿了他的想法。你是觉得之前特训观想法把横练法落下了，现在想要去加练？吴欢没有说话，点了点头。王峥有些无奈，挠了挠头，转身就走。走吧，顺便让我看看你巨献的观想物，我看能不能给你些建议。听到王峥的话，吴欢眼睛一亮，随后立刻就快步跟了上去。这波呀，这波是王峥移过宿舍而不入。2人并排走了一会儿，都没有说话。王峥倒是有些享受这样安静的氛围，都是觉醒者，脚程都不慢，很快就到了国术馆门口。王峥推门进去，看到梅一奇一个人在里面练习着螺旋丸呢。看到他手上托着个足球，球在手里左突右鼓的，看来是已经进行到第3阶段的练习了。不过王峥也不知道这进度是快还是慢，他估计就算岸本齐史亲自在场，也肯定是不知道的。毕竟现实不是漫画，灵气也不是查克拉嘛。但是等会儿嘴巴上是不能给这小子留面子的。王峥还记着他上次在背后偷偷骂自己的事情呢。倒是吴欢看着梅一奇的样子，面露惊讶之色，小声地问道：队长，这是梅同学开发出来的新技能吗？王峥得意的一抬头：我帮他开发的，怎么样，牛不牛？吴欢点了点头，虽然不知道是什么能力，但是既然是队长开发的，那自然是牛的。王峥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有劲使不上。他倒是忘记了，吴欢不是楚小满，不会跟自己无条件的抬杠。这姑娘现在对他有种盲目的信任，从刚刚说要帮他看具现物，王峥就感受到了。还是逗梅一起有意思。看到梅一奇已经停止了输送灵气，很明显是又失败了。王峥顿时来了精神，摇头晃脑的走了过去。梅一起，你也不太行啊，我看你可能是没这个天赋，算了吧，这么久了，第3阶段的练习都做不到，别说是难度更大的最终阶段了。我有个叫鸣人的朋友，就看了一遍就学会了，跟你一样风属性的元素系。梅一起咬着牙，你不是说这是你自己研发的吗？再说了，你哪来的朋友？王峥顿时眼睛一瞪，嘿，我这小暴脾气，我研发的给别人学不行？我还不是教你了，面对自己的不足要勇于承认。你没朋友，不要总觉得自己很厉害，你再厉害得过我。你没月王峥看着躺在地上的梅一奇拍了拍手，想了想还是不解气，又多补了一道圣光，这才放过了他。舒服了，现在不要管他了，来，把你的观想物具献出来看看吧。吴欢看着瘫软在地上的梅一奇，心里一阵感慨，这家伙就是个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说你又打不过王峥，还惹他干什么？被说2句又不会少块肉，顺着他的话说，他自然就觉得没意思了。还是自己够机智，你看王峥就从来不在我面前炫耀，他说什么我都说对。正在吴欢思维发散走神的时候，王峥突然来了一句：小欢花啊，我突然想起来，我们第1次见面也是在这国术馆里呢，那个时候的你。吴欢脸上臊得通红，立刻扑上去就要捂住王峥的嘴，怎么还揭人黑历史呢？王峥则是一边躲一边大笑了起来，哈哈，我还以为你不在意呢，
我就是看你发呆试了试，快，把你的观想物放出来吧。我听说前几天东南的灵童也成功具现了，也不知道你们俩谁更快一些呢？看到王峥不再调侃，吴欢也是平复了一下情绪，随后盘腿坐下，开始屏气凝神，准备入定。他才刚刚具现成功，也没有掌握什么特殊能力的使用方式，所以还要通过入定才能具现出观想物。而对面的王峥只看到一丝丝暗红色的雾气从他的体内冒出，一阵翻涌升腾后，渐渐的转换成了之前看到过的女性武者形象，只不过现在的人物更加立体鲜明。虽然都是红雾，但是吴欢这也跟王峥的不同，王峥那红色偏亮，夹杂了无匹的凶恶与狂暴，而吴欢这雾气偏暗，很粘稠，如鲜血一般厚重。再看那女武将，披挂着暗红色战甲，周身星光环绕，单手握住一把长刀，斜点地面，面部只能看出大概的轮廓，依旧是模糊不清。具现成功的那一刻，顿时一股肃杀之气扑面而来，甚至让还在迷糊中的梅一奇一个翻身，立刻惊醒了过来，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王峥没有理会没出息的梅一奇，他也感受到了这股子杀意，顿时也是来了兴趣，立刻开启扫描扫了上去。体力值240，灵气值530，体质24，力量30，智力18，精神20，敏捷31。武兽横练法，娴熟101-200，额外提升体质、力量、智力、精神、敏捷各2点。意念观想法，小成20-400，额外提升精神力8点。观想物，祭都星君，观想具现进度10%。祭都凶煞，周身弥漫凶煞之气，诸邪退散。凶星照命，引导煞气覆盖在武器之上，增加杀伤。见血后凶威更甚，对无形灵体造成额外伤害。好家伙，王峥好久没有查看过这姑娘的数据了，没想到不声不响的给了自己一个惊喜。在这段闭关的时间里，不但灵气上限提到了地级，就连功法进度也赶上来了。先说这横练法，要不是王峥前段时间没办法加点，一顿苦练，现在都快被他赶上了。这还是王峥自己每次锻炼都能够获得额外熟练度的情况下。王峥心里在想，是不是自己真的有些懈怠了？不，肯定不是，那肯定是因为自己需要学习的能力太多了，这才没办法专注到这一项功法之上的。再看观想法，这个更为夸张，甚至直接到了小成境界了。抛开进度不谈的话，王峥在心里猜测，是不是所有人观想法都需要达到小成的地步才能具现？因为他自己也是，当时具现成功的时候，数据面板里就直接显示小成了，而且具现进度也都是同样的10%。如果按照这样的推测来看，那么只要其他同学也把观想法练到小成，是不是都能具现成功了？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这个只要等楚小满和梅一奇具现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了。他们俩现在也都处于通晓的阶段，熟练度一个180，一个200，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能验证了。而他上次去东南看灵统的时候，对方也才通晓260-300多点的熟练度。这么看来，灵统具现成功还真不一定有吴欢快。至于他这个小成20-400的进度吗？切，我王大少那是不屑的用灵气上限去加，要是我愿意分分钟超过你。虽然这话说的有点酸溜溜的就是了。至于最后这观想物就有些牛逼了，祭都星君9曜星官，如果按照前世话本里的天庭职位来看，这甚至比楚天行和自家老妈都要高上一个等级。如果这么看的话，吴欢要么以后会比他们更有成就，要么就是说明实力和观想物具体是什么神职没有关系。至于王峥自己，他根本就和其他所有人都不是一个体系。王峥也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具现出来山海经中的神兽或者凶兽的。不过也幸亏这个世界上没有流传下来山海经这本奇书，还有天庭这样的说法，不然单就观想物这一点，王峥就足够特殊了。吴欢看到王峥盯着自己的背后出神，却一直皱着眉头没有说话，于是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道：队长，我这观想物有什么问题吗？随着他睁开双眼，入定的状态被打破，身后的女武将立刻四散而开，化作雾气重新没入了吴欢的体内。而王峥立刻被惊醒，连忙笑着说道：没问题，没问题，我就是在思考要怎么帮你开发呢。对了，你自己有察觉出来什么用法没有？吴欢摇了摇头，他就只是不停地练习，然后突然有一次就成功内视，具现成功了。至于特殊效果，还什么方向都没找到呢。王峥也不知道带他特训的老师是真的没有发现，还是想要吴欢自己多多的体会。他这满身的煞气不是很明显吗？哪里还需要什么开发？这时候梅一奇也走了过来，面色沉重地看着王峥和盘腿而坐的吴欢，问道：吴欢，你具现成功了？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吴欢倒是老实，如实说道：我刚刚具现成功，队长开发观想物的特殊效果很有经验，我想让他帮我参考参考。嘶！梅一奇倒吸了一口凉气。对啊，王峥不但开发招式厉害，观想物的开发也有一手的呀。自己虽然才练习了1个星期，但是很明显，他教的这一招螺旋丸威力极大，从几次失败的过程中就能看出来。只不过自己还是不能很好的掌握这里面的平衡。不过管中窥豹，失败了都这么强了，那成功之后不得更强吗？这招的威力甚至可能会比自己开发出来的大招都要厉害。王峥可是在纸条上写了，此招式熟练之后可以迅速凝聚，瞬间爆发出强大的扭曲力，而且自己以后也是要具现的，到时候如果还能得到王峥的指点，那不就……梅一奇小心翼翼地瞥了一眼还在苦思冥想的王峥，心里如同百爪挠心，但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开口。一时间整个人的脸色是一会青一会白一会红，就像是川剧变脸一般，十分有趣。不过王峥却没有注意到梅一奇的变化，他仔细斟酌了下语言，然后就直接开口了。很明显你自己忽略了一点，在我看来你的第1个特殊效果已经被开发出来了，而且跟我还有校长都是一个路数，你自己感受下。话音落下，王峥也果断发动自己的狰狞可怖，只是瞬间狰兽就出现在了王峥的背后，携带着无匹的凶威朝着吴欢压去，就单凭这效果发动的速度跟刚刚具现成功吴欢比起来高下立判。这次不比以往，
王峥是想要借助自己的压力，帮助吴欢快速开发出能力，所以没有半分流力。庞大的气势下，似乎还带着一些精神力上面的压迫。吴欢在这样的气势压迫下，还想要爬起来，浑身的骨骼似乎都被压迫得嘎啦作响。随着他想要起身的动作，王峥似乎又加大了一份力度，然后开口说道：“注意你的情绪，保持住你的战意，我现在是你的对手。”吴欢眼神中红光一闪，随后在王峥的气势压迫下，佝偻着的身子瞬间站得笔直，无数的暗红色的雾气如血液流动一般流淌出来，在他背后凝聚出女武将的模样。只不过这一次不再是负手而立，长刀点地的温和模样了，而是长刀直指前方，似乎爆发出了无穷的战意。原本无风的训练室内，凭空出现一层层气浪，虽然吴欢咬牙坚持，但还是被挤压的往后退去。而在一旁观看的梅一奇，早就被两人之间的气流远远的推了出去。这股无声的气浪来得快，消散的也快。随着王峥解除了自己的观想物，整个室内就慢慢的平静了下来。结合之前梅一奇的突然惊醒，你发现什么没有？王峥淡淡的问道。吴欢现在战意十足，还没有从这样的情绪中走出来，低沉着嗓子说道：“是气势，威压。我的观想物和队长的一样，都有威压的效果。”王峥满意的点头，对，没错，就是威压。只不过虽然效果都是相同的气势压迫，但是校长那总的来说算是天威，我的勉强算是凶威，而你的气势则更加像是一种杀意，一种煞气。杀意？煞气？吴欢有些不太明白，跟着王峥的话语低声的重复。王峥嘿嘿一笑，继续说道：“慢慢领悟吧，等你弄清楚了，你的第二种特殊效果也不远了。咱们想要开发自己的观想物，最重要的就要明白它的特殊之处在哪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开发就可以了。”吴欢连忙问道：“那我的根本之处是什么？”笨蛋，我都说了，杀意、煞气了。你仔细想想，你不是在之前的交流赛上就用出来过吗？将自己不停地带入到那个时候，然后努力锻炼吧，等你能熟练应用了，也就算开发成了。听到王峥说完，吴欢立刻就想到了当时在赛场上挥舞出来的血色刀芒，似乎又明白了什么，立刻盘腿坐下，开始参悟了。啧。王峥咂了咂嘴，看到这样的景象，他也不得不服。这姑娘虽然脑子笨了点，有点一根筋，成绩也差了点，不过这武学天赋确实是一等一的好。或许也就是因为她这样的性格，才让她走在了其他同学前面吧。而且王峥还记得当时第一次见面时，还是自己建议他选个武器的呢。没想到他用了刀之后，竟然如此的契合，也难怪吴欢在刀术上的天赋这么强了。毕竟就连他具现出来的武将也是用刀的嘛。这时被之前挤走的梅一奇又凑了过来，走到王峥身边，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王峥理都不理他，直接下场找了把椅子，就是往后一躺。梅一奇咬了咬牙，最终还是一路跟了过去。大眉扫眼的小声说道：“队长，我也想学巨献。”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校园的生活充满了惬意。自从数据面回来后，王峥又开始给自己的加点路程给规划上了。现在他的属性变成了体力值700/700，灵气值21522152，体质70，力量99，136左圆括号52+84右圆括号加，智力52加，精神52加，敏捷52加，力智精敏每样都提升了2点，美滋滋。虽然灵气上限又掉了200点，不过其他的灵气结晶却没有消耗，这都是去食堂2楼吃饭带来的好处。自然增长的10几点上限，现在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每天都在2楼大吃大喝，却在1个多星期内给王峥带来了近200点的灵气上限收入。不要以为这200点很少，综合起来已经十分可观了。虽然距离5000点的新能力还是遥遥无期，攒灵气开启异能固然重要，但是王峥对于自己的未来规划还是很清晰的。首先保证自己的属性能够尽快的全部达到100点，开启新技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王峥在图书馆背了大量的课本延伸内容，老师上课给加的学分也是越来越多了。虽然当时王峥觉得顾敏教授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但是现在来看反倒是好事一件。不得不说，万事万物都逃不过真相2字。而且王峥现在学聪明了，他不再每次都张口来，显得自己什么都会了。每次一旦被提问到超纲的内容，他都是装模作样的思考良久，偶尔还故意答错几个。这样一来，就让提问的老师们有了足足的成就感，颇有一种小样我还治不了你的感觉。这就导致了王峥虽然大部分情况下都能答对，但是偶尔又能让老师找回了一些面子，也让这些老师们不会一下子就提出太难的问题，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毕竟他的脑袋里只是个普通的数据库，并不能举一反三，也不能帮助他推导。要是真的有一天等老师们把这些书上的内容都问完了，当他们再问一些需要自我思考扩展的问题，那王峥就真的要欲哭无泪了。不过虽然吃肉吃得爽了，但是又延伸出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现在楚小满对王峥展开了1对1贴身紧逼防守，基本只要一到饭点就是寸步不离，似乎是跟王峥一起待久了，这小屁孩的画风完全跑偏了。现在他就是想要靠着自己的厚脸皮跟着王峥去2楼混吃混喝。一开始王峥还不是很在乎，多了几次之后他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他的学分在以 1.5 倍的速度飞速下降，至于为什么是 1.5 倍，别问，就是王峥自己吃得多。后来他就开始躲了，每次吃个饭跟做贼一样，几个食堂之间来回穿梭。今天他刚刚从食堂吃完饭，摸着肚子从2楼下来，就发现了还在门口蹲守的楚小满。王峥哈哈大笑，快步走上前去，捏了捏他的脸，调侃道：“呀，这不是我们的小满同学吗？来吃饭啊！我有事要回趟家，明天上课记得给我带书啊！”看着王峥越走越远的背影，楚小满气得直跺脚，暗骂王峥这个家伙真小气。自己好不容易发现王峥这个周末没回家，从4点多就在注意着他房间里的动静了，没想到这个家伙直接从窗台溜了，真是可恶。等他发现后，一路赶过来食堂，这个混蛋都已经吃干抹净了。而王峥也没有骗他，他是真的要回去一趟。本来这周末都打算在学校锻炼了，
谁知道老妈突然来了电话，说是最近的份额下来了，她把自己的贡献点都给换了灵气结晶，让王峥有空自己回去拿一趟。你说这是闹的？谁家还没个有钱有势的爹妈了？自从王峥开始给王胜荣丢圣光术之后，老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也不用出去治疗了，相关的花费也都省下来给了王峥。不过王峥也收得心安理得，外面的野郎中哪有他王神医来的专业？一发圣光，包治百病，大到头破血流、四肢无力，小到头疼脑热、月经不调，整个治疗系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就是被人暗中取了个妇女之友的雅号，让王峥不爽了很久，找了一圈没找到造谣者，最后只能就此罢了。王峥也不是没有想过去给其他系的同学们做生意，毕竟受伤的同学们送到医务室去也要收学分的嘛，虽然价格低也可以赊账，但是王峥可以流动出摊啊。只不过当他在训练场蹲点的时候，被黑阎罗带到过几次之后，他就放弃了。王峥也不知道这大黑光头发什么神经，自从交流赛之后，每次见到他必定要拉着自己切磋。对此，王峥的评价是：神经病吧，你一个超人系力量班导师，非要我一个身体孱弱的治疗系觉醒者切磋，要不是看你是老师，我奶死你。不过王峥的推辞并不能让罗岩老师满意，甚至还一度发生过他主动偷袭的事件。虽然事后在王峥的小报告下，罗岩被曲剑双持剑追了几条街，但是这并没有减退他想要和王峥切磋的热情，所以王峥的赚学分大计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王峥一边感慨着赚学分的艰难，一边想着马上回家又是两。灵气结晶到手，顿时脚下的步伐又加快了几分。不过当他走到校门口时，看见一个并不熟悉的身影，王峥瞬间脚步一停，一个转身就躲到了传达室后方的阴影中，眼神里隐隐透露出几分渴望。王峥死死地盯着校门口一个热情洋溢的快递小哥，看着对方车筐里隐约露出一角的雨披，心里隐隐有些忌惮。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是不是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我是不是有危险了？对，我有危险，这次一定要干掉他，不能让他再跑掉了。王峥看着眼前的快递小哥，越看越觉得危险，恨不得立刻上去给几发圣光把对方制服住。但是转念一想，一来是害怕这里人多，其他同学们有可能会受伤，二来王峥也想把这群鬼鬼祟祟的家伙一网打尽，于是立刻掏出手机给党连涛打电话，但是一连打了好几通电话，却发现根本打不通。王峥心中不由得暗骂，关键时刻竟特么掉链子，最后还是得靠自己。天色已经渐渐的黑了下来，而门口依旧热情礼貌的快递小哥也已经送完了快递，跨上小电驴已经准备走了。王峥一咬牙，决定跟上去一劳永逸。他看着一路远去的电动车，后面还贴着和之前贴膜雨披上相同的卡通人物贴纸，王峥立刻给自己戴上一个口罩，拉上自己卫衣上的帽子，大步迈了出去。快步走到门口后，王峥四处张望了一下，赶紧上前拦下门口的一位同学，一把抢过他手里的自行车，给对方丢下200块现金，说了句借用一下，就立刻蹬着车跟了上去。这位被抢的幸运儿刚开始还愣了一下，随后看着瞬间就骑远了的王峥，立刻扯着嗓子骂起了街来，手里还凝聚出来一团水球。思考良久后，发现王峥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攻击范围，这才没丢出去。抢劫啊，抢劫啊，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光天化日之下，傍晚也不行啊，太恶劣了，抢同学的车啊！这时旁边有人扯了扯他的衣服，兄弟别喊了，你不要命了，这是大一的校霸王峥，在学校里杀过人的。幸运儿有些懵，不过他显然是听过王峥名头的，一手指着武装到严严实实的王峥，喃喃地说道：这你都能认出来？废话吗？我早就看到他鬼鬼祟祟躲在传达室后面了，估计盯上你好一会儿了。草他屁股的，你说多气人，我这是名牌公路车，大几千的，就这200块，我真就……这位幸运儿还是有些不甘心，不过声音确实慢慢的小了下去。后面传来的破口大骂，王峥就当完全听不见了。我又不是不还，只是借用一下而已，200块的租金还不够啊。他倒是完全的心安理得。不过王峥现在也不好受，一边打电话一边骂骂咧咧个不停。党连涛不接电话也就算了，楚老头的电话也打不通，一时间他又联系不上其他人。王峥把自行车蹬得飞快，心里想着回去之后一定要把军区实验室的电话留一个。而这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王峥骂了多少遍的党连涛，党上尉现在正带着队伍在中山码头蹲伏呢。放眼望去，这边10几个人王峥都认识，包括之前一起行动过的于少廷和单长旭，还有被鼠群撵着跑的队员甲乙丙丁都在呢。党连涛小声地说道：我们已经得到确切消息了，今天大概率会有人来交易这批未处理的易瘦肉。上次我们故意没有追下去，就是为了等他们上钩的。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都别给我掉链子。这群狗东西看来是酝酿了什么计划，这次很大可能就要直面天魔了。超人系的兄弟们外围警戒，一旦确认身份，元素系自由开火，火力压制。小鱼带着水系的兄弟们自己把握时机，尽可能活捉。我有些不安，总觉得这群天魔要搞个什么大新闻出来。是 X20。随着党连涛一声令下，所有人四散而开，各自找好自己的蹲伏地点，耐心地等待了起来。此时的王峥正在跟着那天魔快递员闲逛，心里也是奇怪不已。这他妈的做个天魔还这么兢兢业业，勤劳的打工，努力996。要不是因为对方车筐里同款的卡通人物雨披，还有之前感受到相同的气息，他都要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判断错了。这家伙一点没有躲躲藏藏的，完全一副正常人的模样，直到把所有的快递都送完，这才一路开着小电动朝着老城区外去了。王峥一路上跟了这么久，早就总结出经验了，也幸亏这家伙没有太多的防备心理，不然就王峥这蹩脚的跟踪技术早就被发现了。两人一前一后的出了新城区，朝着夜幕中疾驰而去。感受着空中的湿气，王峥知道应该是距离江边不远了。虽然看样子这家伙很有可能并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份，去京南大学也很可能只是路过。不过谁让就这么遇上了呢？王峥可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们。继续跟了一会儿，王峥看着四周熟悉的街景，发现对方竟然到了中山码头。
不过他并没有进去，绕了一圈后绕到了码头的侧后方，下了电动车后，甚至还上了把锁，然后才一路朝着里面摸了过去。这里并不像前世一样已经成为了一个景点，因为灵气复苏的种种原因，导致目前还在使用中，甚至一度成为了最大的货运地点。码头内部的道路也是更加的错综复杂。王峥看他鬼鬼祟祟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没有好事，于是也悄悄地跟在了他的身后，两人一前一后，迅速没入了黑暗之中。跟着他在里面走走停停，王峥惊吓地发现，一路上竟然还蹲守着不少的人，看他们的装扮还有几分眼熟，而且全都是神情紧张地观察着码头内部的动静，时不时的还警惕扫视着四周。王峥要不是跟着这天魔，光靠他自己一个人还真摸不进来。轰！正在王峥思考着这块地天魔的动机时，码头的内部传来了一声剧烈的轰鸣，随后这天魔似乎面露喜色，然后加快了脚步。王峥立刻跟上，一人一魔在黑暗中走了十几分钟，距离爆发战斗的地点已经越来越接近了，现在已经可以清晰地听到前面战斗的声音了。直到这时，一直走在前面带路的天魔才悄悄地隐蔽了起来。随着他的潜伏，王峥也找好位置，隐隐堵住了快递员天魔的退路，然后再探头往里看了看。说不好奇那是假的，能让天魔都如此隐蔽围观的战斗，他王大少不也得看看是个什么情况？不过等到王峥看清了里面的情况，差点没忍住骂出了声来。原来在码头里激战的正是党连涛一伙，被他们围困在中间的是一位看起来老实巴交的暮年男子，在灯光的映衬下看着得有70、80岁了，不过却梳了个大油背头，看着要多奇怪有多奇怪。而他的动作却一点都不像个老年人的样子，行动迅速，不停地闪转腾挪，身体各种违反人体规则的诡异扭曲，躲避着远处铺天盖地的攻击。王峥现在也看出来了，这老人绝对不正常，就算不看他那些违反人体本能的动作，就只是看党连涛几人的慎重，也能看出来几分端倪。要知道他们可是军区的对天魔特殊部队，平时的普通案件根本就不插手的，就像是之前张氏加工厂内的走私易瘦肉案件。那么这老年人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了，一定是被天魔附体过的人类。王峥现在又有了新的疑问，既然这老人也是天魔，那这快递天魔又是出于什么目的才悄悄地跟过来的呢？难道是想要营救自己的同类？不过看这快递天魔一副悠哉悠哉看好戏的模样，也不像啊。两位天魔之间是敌非友，那也就是说天魔也是分阵营的。不过智慧生物之间会出现分歧，这也是难免的，王峥可以理解。他心里按捺住出手的想法，继续观察了下去。而此时码头的中央各种天雷地火冰刺交织在一起，在黑夜中爆发出强烈的光芒，刺得在场诸多觉醒者的眼睛都眯了起来。反观那位行动异常的老年人，则是在众多元素系觉醒者的围攻中渐渐地落入了下风，被逼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这也是一众觉醒者存了活捉的心思，不然这人也绝对不会这么轻松。而党连涛此刻浑身欲火，手中火球不断地喷射而出，口中还念念有词。不过距离较远，加上场面比较混乱，王峥听得不是很真切。不过老党的大概意思应该是在劝降，试图控制住场面，企图让这老年天魔放弃抵抗。不过那天魔似乎对老党的好意并不领情，只是不断地发出刺耳的嘶吼。王峥看到对方的眼睛里已经流出了血泪，心里正在猜测对方是不是已经被逼到了极限。没想到这时，这位已经无处可逃的老天魔直接一拳打爆了自己的脑袋，顿时鲜血四溅，白的红的流了一地，他的尸体也瞬间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不过即便如此，他身边的火力依旧没有停止，擅长序甚至直接发出一道闪电，直接击打在了这无头的尸体上，使得这具已经死亡尸体在电流的刺激下不断的抽动，丝毫没有一点留守的意味。即使并没有发现异样，天魔也一直没有从尸体中飘出。党连涛也没有大意，一边安排于少廷上前准备活捉雾化的天魔，一边让单长旭继续用雷电之力轰击着地上的尸体。与此同时，一辆明显经过改装的半挂大货车拖着大大的集装箱靠了过来，随后就有人拉开集装箱的铁门。王峥隐约瞥了一眼，里面赫然是之前在地下基地中见过的灵气牢狱的移动版。好家伙，王峥直呼好家伙，什么叫他妈的专业人士啊！战术后仰。此时已经被雷电轰击的有些焦黑的尸体中，那天魔终于再也忍受不住了，找准单长旭释放异能的空隙就要逃跑。也不知道他是明白这集装箱里的仪器的是什么东西，还是眼看着这尸体快要被轰烂了，没办法再维持住附身状态了。只见黑色的烟雾飞快地从这无头尸体中飞出，迅速凝聚成斗篷状，随后竟然无视周围的火力压制，直接朝着外围的元素火力带中冲了进去。只不过这烟雾很明显非常稀薄，也就比之前王峥在实验室里把天魔从人体中奶出来的时候稍微好上一点，不过也好得非常有限。诸位元素系的觉醒者们大部分都看到过之前研究基地里的实验录像，也知道这烟雾的浓度是代表着天魔的身体强度。他们似乎是怕包围隔离带的火力太过凶猛，让这只虚弱的天魔直接被轰杀致渣，竟然不约而同的收手，停下了攻击。一时间，整个码头竟然出现了片刻诡异般的宁静。本来如果只是1、2个人停手也不会有关系，但是因为这天魔看起来实在太过虚弱的缘故，再加上这天魔的行动十分果决，众人根本来不及沟通，所以竟然导致了所有负责那个方向的觉醒者都同时停了下来。随后那天魔大喜过望，原本稀薄的雾气瞬间变得厚重起来，连飞行的速度都变快了不少。谁也没想到，那天魔之前被轰击了那么多次，他所表现出来的虚弱竟然都是伪装。虽然他真的是想朝着火力带中冲去，但是也未尝没有抱着想硬抗伤害冲出包围圈的想法，只不过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手伪装带来的效果会这么好。有一说一，这天魔应该好好感谢王峥才对，要不是他之前在做实验的时候用圣光把另一头天魔折磨得死去活来，差点就直接溃散了，这些觉醒者士兵们绝对不会如此大意。不过就在这天魔认为自己已经逃出升天之时，先是一道迅猛的雷光狠狠地砸在他的身上，让他的身形为之一顿，紧接着一团深青色的火焰迅速就将他包裹了起来。嘶！
凄厉的嘶吼不断的响起，远在几百米之外的王峥都听得有几分瘆人。那天魔在这雷火交加之下不断的扭动，身体上的黑雾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着。有人会大意，有的人却不会放松半分。在单长旭和党连涛这一雷一火两种能力之下，本以为能顺利逃出升天的天魔瞬间被拦下。要不怎么人能当上尉，其他人只能当士兵呢？而当于少廷的操控者水球靠近时，那天魔已经完全被气化了。只听得哐当一声，从半空中掉落下来一枚通体漆黑的水晶，摔在地上滚了几圈，为今天这场抓捕计划画上了一个不太完美的句号。这时，所有的火力覆盖已经全部都停止了，在场的众人也都难掩失望之色，全都把目光看向党连涛。特别是之前停手的那几位队员，更是已经羞愧的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了。虽然他们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参与天魔的抓捕，甚至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天魔，但是行动失败就是失败了。原本他们今天的行动要求是优先活捉还在人体内的天魔，尽量保住被附身的人民，其次是活捉雾化的天魔实体，最后才是消灭天魔，防止自爆拿回天魔结晶。要知道军区费了这么大的劲，最后才获得这样的结果，还不如上来就直接火力覆盖，将这天魔直接轰杀至渣。也是直到现在他们才清楚的知道，之前看视频里的那位王峥少尉是多么厉害，举手投足之下天魔无处遁形，完全没有反抗能力。要知道面前这天魔被消耗了这么久，还在尸体上被电了半天，最后硬吃了单长旭上尉全威力的一发雷电，还差点跑了。要不是党队长几乎同时发出火球，搞不好今天还真的让这天魔给溜了。众人之中，尤其是于少廷更是懊恼不已，责怪是自己丢失了这次捕捉珍贵样本的机会，觉得是自己行动太慢了，如果早一些靠近过去，也许还能从党连涛的火焰中把天魔给接过来。党连涛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一方面感慨这天魔的智商之高，还会装虚弱逃脱，一方面认为自己对天魔抓捕计划还不够完善，针对此类突发状况的应变还是不足。不过这也没办法，他们以前也没遇到过几次天魔，虽然很可惜，但是也只能安慰自己吃一堑长一智了。而雷系的单长旭也在安慰着于少廷，我本身的雷电异能速度就比你们快嘛，而且党队的火球更是直接丢出去的，你为了抓捕天魔样本，只能一路用精神力包裹操控着水球跑过来，自然是没有他快的。就算有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嘛。我认为党队的反应过度，导致异能威力过大，直接把天魔烧没了才是主要责任，你不要太自责了。听到这话，党连涛无奈的直揉眉头，没好气的瞪了这家伙一眼，然后还是开口说道：这次的主要责任在我没有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计划，不过总结回去再做，现在通知所有人撤退。当党连撤退的命令下达时，一道身影飞快地贴着地面冲了过去。因为已经行动结束了，外围又有同事在值守，这道身影速度飞快，又是从偏僻的死角里冲出来的。除了少数几人直接召唤出远程异能丢了过去，党连涛几人还沉浸在任务失败的挫折中呢，根本就没有发现。而这一道鬼魅的身影，正是王峥一路跟着追过来的快递天魔。只见他对所有的攻击不闪不躲，双手护头，冲到之前天魔被消灭的位置，瞬间从胸口伸出一只黑色的物手，直接将还拿着天魔结晶的战士从背后捅了个对穿，然后透过他胸口的孔洞，物手在他的手中轻轻一抹，瞬间这位战士手中的天魔结晶就此易主。而这快递天魔也不恋战，物手飞速回收，将漆黑的结晶一下子就丢进了嘴里，随后抽身而退，迅速逃窜。只是简单的一个触碰，那战士不但胸口被洞穿，双手也被腐蚀掉了无数的皮肉，看起来鲜血淋漓，十分的恐怖。不过他还是坚持着没有倒下，还想伸手把那人影拦下，只不过他的身体早已经坚持不住了，刚刚一抬手就往前一扑，就此倒下了。咔嚓咔嚓，伴随着不断咀嚼的声响起，快递天魔并没有对地上的战士补刀，裂开恐怖的大嘴，勾勒出一个诡异的弧度，随后朝着原路飞速而退。见到此情此景，党连涛和单长旭都是目眦欲裂。党连涛愤怒之下发出的火球却被对方轻易的躲过，一下子砸在了空地上，砸出一个大坑，爆发出惊人的滚滚热浪。然后包含单长旭在内的多位电系觉醒者都身化闪电，直接追了上去。不过个人实力不同，速度也有快有慢，元素化不是真的说能让人变得跟闪电一样快速，只是对于灵气的特殊使用方式而已。再加上电系的特性确实会比其他元素稍微快上一点，仅此而已。如果真的有闪电般的速度，那雷系的觉醒者只要能够学会元素化就无敌了，没有王峥的嘲讽，谁也拦不住他们。所以在这些觉醒者中，就连速度最快的单长旭也没能一下子就追上这快递天魔，只是紧紧地掉在他身后，没有被甩开罢了。更别说此时还在原地的其他系觉醒者了。而党连涛现在已经羞愧得无地自容了，也迅速开启元素化追了上去。他觉得自己这个队长做的是非常失败，没有完成任务不说，还被另一只天魔给算计了。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这天魔如此执意的要来冒险抢这枚天魔结晶，他此前甚至都不知道还有另一位天魔在场。直到抓捕计划制定之前，在他们的情报系统内只出现了张氏肉莲的这一位天魔，这还是他们追查了许久才获得的线索，还是故意布下了陷阱这才遇到的。而之前的外卖员天魔似乎早就消失了，也不知道这一只是不是。党连涛现在只希望单长旭能够将其拦下，希望不要追到闹市区去了。虽然这里是码头，但是再往东走不远就是商业街，以他们这样的速度，恐怕要不了多久就能过去。到时候如果这天魔冲到人群之中，随便找个地方一躲，或者换个人附身，就真的很难再找到他了。更何况如果真的在闹市区打起来，万一造成了市民的死伤，那他就真的难辞其咎了。党连涛和一众队员在后面奋力的追赶，就只希望单长旭能在出码头之前把那突然出现的天魔给拦住。从这天魔突然窜出到击伤军区士兵吞下结晶逃跑，不过是转瞬之间，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愣在原地没有反应过来。而跑在最前方的快递天魔此时更是得意洋洋，虽然他只是靠着双腿在地上奔跑，但是随意的一步就能跨出去很远，速度非常之快。他是故意等到在外围警戒的人类收缩时才发动突袭，
就是为了能够更加顺利的逃脱。他对自己的速度可是非常有自信的。要知道，今天这一场大戏基本就是他一手主导的，现在完美的完成了目标，以后肯定少不了好处。然而，就在他得意忘形，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摆脱这包围圈之时，只见从一栋建筑的阴影中冒出一个年轻的身影。刚开始，这天魔还不以为意，只当是还有其他在外围警戒的人类没有退回去，正打算从他的头顶直接掠过。直到他看清了王峥的脸，以及感受到了他手中的圣光气息，这才被吓得亡魂大冒。这是物理意义上的亡魂大冒。只见他还在奔跑的过程中，身上有无数的黑雾冒了出来，凝聚成稍显暗淡的斗篷状，立刻朝着另一个方向遁去，速度隐隐比之前还要快上几分。还在奔跑中的身体瞬间就像失了魂一般，一头栽到地上，然后一路滑着到了王峥面前，表演了一手以头抢地，前列腺刹车。王峥在这里自然是看到了整个码头大战的全过程的。当那边的战斗结束之时，他正想从后面偷袭这天魔，没想到他的行动速度比自己还快，瞬间就窜出去，偷袭伤人，出手抢夺，吞食结晶，飞速逃窜，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本来王峥还想出去帮忙的，但是当他看到这天魔竟然原路返回时，他就安心了。这才出现了刚刚这一幕。只见王峥身边一连数道圣光冒出，朝着远遁的天魔射去，把这漆黑的码头映照得恍如白日。那天魔只是眨眼间就被圣光消融得干干净净，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直到这天魔被彻底的消融，单长旭等人才全都追到了附近。虽然他们都很诧异王峥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很明智的都没有问这些废话。他们在后面紧追不舍，自然是看到了天魔雾化逃跑，然后被圣光消灭的。他们几人先是在天魔消散的地方找了许久，最后并没有发现地上有遗留下天魔结晶。随后党连涛才带着单长旭走了过来，罕见的爆了粗口：妈的，今天真的失算了，这天魔也没留下灵气结晶，今天的任务算是彻底的失败了。王峥，要不是你，搞不好这天魔也会跑掉，就是可惜运气太差了，竟然没有留下结晶。单长旭也在一旁闷闷不乐，嘴里不干不净的骂着什么。他是觉得丢人，尤其是这样的事情还被他自认的小老弟给看到了，面子上有些挂不住。王峥看到两人的表情也是一乐，随后将手中还捏着的那团圣光直接按到了地上的快递员身上，不过对方却没有丝毫的反应。此时王峥心里的把握更大了，一道道圣光像是有节奏一般，慢慢的将地上的快递员包裹了起来。只见这快递员身上刚刚在地面上摩擦到血肉模糊的脸庞快速的恢复了起来。单细胞的单长旭还大大咧咧的问道：王峥，你这是在做什么？这人难道还有救吗？党连涛似乎是看出了什么，皱着眉头没有说话。随后王峥蹲了下来，看着那张已经恢复如初的脸庞，笑嘻嘻的说道：我有一整天的时间跟你玩哦，天魔先生。在王峥话音落下的瞬间，那原本已经没有了气息的快递员立刻就有了变化，脸色变得狰狞不堪，一双原本还算清明的眼眸瞬间变得血红，死死的盯着王峥，发出嘶的尖笑。围观中众人皆是一惊，没想到这天魔竟然又玩了一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更加惊讶在这样的情况下都被王峥看出了端倪，心中纷纷对王峥的高深莫测佩服得五体投地。啊，这单长旭这个大老粗现在已经完全惊呆了，张大嘴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了。要不说关键时刻还是得看老大哥的呢。党连涛连忙把他从震惊中喊醒，吩咐单长旭回去安排弟兄们把车开过来，然后准备撤退。王峥自然是早就看穿了这天魔的小伎俩，自从他看到码头上的老年天魔装虚脱差点逃出升天后，他就对这天魔的狡诈有了12分的警惕。当这快递天魔看到自己的那一刻，他分化出去的黑雾虽然看起来色差不大，尤其是在这灯光灰暗的地方还看不清楚，但是在王峥早就有所提防的情况下，还是被他察觉出了异常。而且还有一点，那天魔表现出来那么高超的智商，不可能判断不出，如果他就这么折返方向，如此之近的距离下，能不能逃过自己的追击？就算真的可以躲过圣光，但是后面还有单长旭追着呢，只要他稍微被耽搁一下，那他今天肯定就跑不了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当地上这具尸体滑动到自己身前时，他隐隐闻到一股恶臭味，虽然扫描之下并没有发现异常，但是他的观想物征兽甚至都有了一丝躁动。顾教授之前也说过，大部分的天魔死亡后都会遗留有天魔结晶的，除非这天魔是自己自爆的。党连涛他们没找到天魔结晶，以为这天魔是在王峥的圣光下知道跑不了，所以自爆了。但是王峥自己是能够感觉到圣光中的变化的，以上种种都能够证明这天魔绝对还藏有后手。思来想去之下，这后手也只有这倒在地上已经死在自己面前的尸体了。王峥想想就觉得自己很棒，心里默默地给自己点了个赞。要不是现在外面人多，他都恨不得拍拍自己的肩膀来一句：真有你的啊，阿征！就这点智商，还想着跟我玩灯下黑呢？老子名叫王，浑身都是心眼。征！就在王峥沾沾自喜的时候，忽然看到了这天魔仇恨的眼神正在死死地盯着自己，眼神中的阴毒丝毫不加掩饰，完全一副责任遇事的模样，仿佛随时都要抱起伤人，看得人不寒而栗。呵呵，王峥毫不在乎，冷笑一声，反手就是一个大逼兜子，然后挖了挖自己的耳朵。和你爹装什么呢？跟你好久了，不会说人话。看这天魔还是硬挺着，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只是用一双血红的眼眸在诉说着自己的倔强，这反倒是更加激起了王峥的胜负心。嘿，我还真就不信了，还治不了你了。王峥手里瞬间凝聚出来一团圣洁的光辉，不过他却丝毫没有想往外丢的意思，直接一把直接呼在了对方的脸上，特别是那双桀骜不驯的血眼，让王峥很是欣赏，所以更加特殊的照顾了一番。因为圣光束在手中没有激发出去，所以并不会消失，但是王峥这样的操作还是会有一定的灵气损耗的。不过看着数据面板里，他的灵气值间隔好几秒才掉一点，王峥完全不在意。这个过程仅仅只持续了30秒，这天魔就已经完全放弃抵抗了，抱着脸在地上不停地打滚，一双通红的血眼里竟然诡异地出现了一丝丝白色的光辉。
随后这天魔想要散出黑雾，脱离附身状态，显然是想拼死一搏，大不了自爆了。王峥将手上的圣光释放出去，瞬间就把对方散发出来的黑雾全部消散了，然后又是一脚踹了过去。我他妈让你跑了！王峥一把拎起地上死狗一样的天魔，掰开他的嘴，就要把圣光束凝结的光球直接往他体内灌。说不说？你说不说？嘴硬是吧？我让你嘴硬，我让你嘴硬！党连涛隐约察觉出来了王峥的状态不对，想上前制止王峥，却发现王峥身后也有红雾散开，不过这红雾直接凝聚出了征兽的形象，也在对着这天魔无声的咆哮。党连涛是知道王峥的信息的，自然知道这是他的观想物，只是没想到王峥不但圣光术的天赋异能可以克制天魔，似乎连他的观想物都对天魔有反应。王峥，看到王峥没有反应，还在以折磨这天魔为乐，党连涛不自觉地加大了音量。什么？怎么了？党哥？王峥瞬间惊醒，然后问道。党连涛看王峥似乎真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突然想到了之前顾老跟自己说过，王峥在精神方面可能有一点小问题，比较容易暴怒。虽然他们之间已经接触过好几次了，但是之前都没有发现王峥有什么异常，党连涛也只当他是一个懂礼貌、实力强、有责任心的好孩子。顿时责备的话语又说不出口了，只是支支吾吾地说道：你稍微注意点，别把他玩死了，这可是有大价值的。听到这话，王峥也已经反应过来了，看到周围人一副敬畏的表情，知道自己玩得有点过火了，于是他又给地上的天魔又补了一道圣光，看他一时半会儿应该醒不过来了，这才放弃了跟他较劲。而此时瘫软在地上的天魔已经是完全没有反抗能力了，一点反应都没有，死狗一样的瘫软在地上，嘴角边还时不时漾出一丝光晕。如果党连涛早点制止王峥的话，这天魔一定会哭着说话的。你他妈捏着我的嘴，问我说不说？说不说？我说啊，你倒是放开我啊！很快，所有的行动队员都已经聚集了过来，党连涛一把拽起地上的天魔就丢到了集装箱牢笼里。自从上次有天魔撞击牢笼自杀后，现在这灵气牢狱已经改进过了，被困住里面的天魔是无法脱离附身状态的，所以也不必担心他会自爆了。等把天魔安顿好，党连涛顿时松了一口气，安排队员们打扫战场后，这才跟王峥聊了起来。王峥，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今天要不是还有你在，真的就完全失败了。不过现在倒是转祸为福，抓到这天魔也算得上是意外之喜了，不但完成了最好的目标，似乎还能看出来一些天魔之间的端倪。你放心，这次我还是会给你请功的，不但大头归你，我的贡献点也给你。在一边的单长旭也接话，俺也一样。于少廷负责看守天魔没在这边，不然估计也要说一样的话。王峥虽然嘴里推辞，但是心里已经乐开花了。这党哥不愧能当领导的，就是有眼力劲儿，好兄弟，讲义气。虽然他不是冲着贡献点做任务来的，但是谁也不会嫌弃自己修炼资源多嘛。到时候去军区换上一手修炼资源，他不香吗？随后王峥把自己是如何发现这天魔的行踪，如何一路跟着他送快递，最后直接朝着码头过来，一路绕开警戒摸了进来，都交代了一遍。当然他也说了自己之前联系党连涛联系不上，这当时让老党一阵苦涩。他们外出行动哪里能带手机哦？要真的早点知道这情况，也不会被这快递天魔钻了空子。党连涛听完王峥的讲述后，深深地皱起了眉头。他虽然不知道天魔之间是如何交流的，这两只天魔之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但是按照王峥的描述来看，自己的行动是完全被看穿了的。而且现在再仔细想想，他们在追查这老年天魔时，有一些线索也来的诡异，不由得又多想了几分。王峥看到事情已经结束了，也跟党连涛辞行。党连涛却是挽留，希望王峥能够跟着一起回去军区的。不说别的，就他的这一手圣光术，折磨起天魔来，当真是一把好手，到时候审问可能用得上。不过王峥看了看时间，最终还是拒绝了。现在都快11点了，他还想着回学校把人同学的自行车还了呢。党哥，我看这家伙今晚也不一定能醒了，反正明天是周日，我明天白天过去呗，我借了同学的车还要还回去呢。党连涛一想也确实如此，也就没再坚持。最后在王峥拒绝了车队送他回学校的情况下，指挥着收队，一群人坐着车呼啸而去了。王峥看着瞬间变得冷清的码头，摇了摇头，自己默默地朝着码头外走去。这边热闹了这么久，竟然还没有人来查看，想来应该是党连涛他们提前打过招呼了吧。这一趟虽然没有捞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但是又加了一波军区的贡献点，相当于发了一笔奖金了。随后王峥也没有多想，他在心里打算今晚先把同学的车子给还回去，然后明天早上就去一趟京南军区，到时候看看他们能不能挖出来什么信息，顺便这次记得要把自己的贡献点换掉，也不知道自己累积了这么久的贡献点能换几枚灵气结晶了。等军区的事情结束，自己再回家拿老妈给的灵气结晶。哎嘿，这一波安排的就很完美。王峥畅想着这个美好的周末，连脚下的步伐都不由得轻快了几分。不过当他刚走到码头的外围时，现实立刻给了他一个沉重的耳光。只见王峥呆呆看着远处孤零零的上着锁的小电动，随后就扯着嗓子骂了起来：我操你姥姥，老子车呢？哪个天杀的偷老子自行车？气愤的王峥立刻掏出手机报警，随后就前往了最近派出所。他倒不是在乎这几个钱，主要问题是这么多异兽天魔都没让他王大少吃过亏，这一个鸡鸣狗盗之辈却让他吃了瘪，让他这美好的周末计划从刚开始就泡了汤。王峥那里还能放过他？等到达派出所之后，王峥阴沉着脸掏出了自己的军官证，辖区民警同志都被他吓了一跳。在核实过身份之后，立刻开始对附近的监控开始排查。乖乖，南京军区直辖特殊部队少尉，这军衔直接对应公安系统的警队分队长了。而且看着王少尉年纪轻轻，一看就是前途一片光明。虽然王峥一再强调自己只是便装执行任务，不过看这些民警同志们憋不住的笑脸，王峥还是有些无奈。不过好在党连涛他们提前打过招呼的，码头附近都隐蔽的起了警戒，大半夜在码头的附近的人很少，所以很快就有了结果。王峥看着监控画面内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不断的在码头附近游荡，
这时候应该是自己刚进去码头没多久，里面还没打起来。这小偷在发现电动车上了锁之后，暗骂了几声，踹了一脚，然后立刻就看到了王峥借来的自行车，随后更是眼睛一亮，鬼头鬼脑的看了眼附近没有其他人后，跨上车就跑了。王峥看的是咬牙切齿，这王八蛋还偷到老子头上来了，更何况这还不是他自己的车。看着电脑上的监控系统一路不停的切换，视角一直锁定着这个小偷，最后这小偷一拐进入了一条小巷，随后7转8转就没了踪迹，显然是惯犯了，知道哪里可以避开摄像头。王峥得到了线索，记下这小偷消失的方位，随后扭头就走。他准备自己去附近找，那小偷的特征很明显，而且一看就是个惯犯，今天偷了王大少的车，王峥哪里还能随便放过他？今天他王大少要为民除害。而那领头的民警看到王峥怒气勃发的样子，心里也是一紧，他可是知道今晚码头那边有大任务的，就算不看那电闪雷鸣、冰火交加的战斗场面，只是看在战斗开始后迅速被封锁隔离的街道，也知道这王少尉不是个普通人。他倒不是怕王峥吃亏，他是怕这王少尉年轻气盛，把人直接给打死了，那就出大事了。更何况那小偷看得眼熟，似乎是。随后转念一想，立刻跟了过来，低声说道：“王少尉，要不你还是等，算了，这边我熟，我跟你一起去。你一个人去找到什么时候？”他本来想劝王峥等他们消息的，他倒是有信心帮助王峥把车子给找回来。不过当他看到王峥气愤的表情，想想还是换了套说辞，只是在心里想着可能那车上有什么重要物品，所以这王少尉才会这么着急吧，干脆就打算一起跟着去了。王峥看了一眼他挂在脖子上的工作牌，又看了看他着急的表情，似乎是明白了什么。随后他想了想，这民警大哥说的也对，至少他们比自己要更了解周围的情况的，能尽快把车找回来就好了，别耽误了明天的正事。于是笑着说道：“那就麻烦您了，周大哥，我年纪小，您喊我小王就好了，不用那么客气。您放心好了，不会出什么大事的。而且我只是个医疗系的觉醒者，又不是什么暴力狂。”随后似乎是为了增加说服力，还在手上凝聚了一团圣光，展示给大家看。随着王峥的动作，整个房间内的空气似乎都清爽了几分，大家感受着王峥手里的圣光球中涌动着蓬勃的生命力，也在暗自松了一口气。只不过如果他们的家中有人在京南大学上学，亦或者是听到过王峥京南校霸名号的，估计他们就该明白是自己高兴的太早了。这周警官看到王峥答应，心里也是放松了下来，想着有自己看着应该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于是让王峥稍等一会儿，飞快地跑去换衣服了。在这期间也有其他警官好奇询问今天的码头情况的，王峥自然是不好多说什么的，只是说了声机密就闭口不谈了。众人见没有消息可以八卦，这才纷纷散去。过了没一会儿，那周警官就已经出来了，王峥随手散去了手中的圣光球，跟着这位周大生警官直接出门去了。这周警官十分的贴心，换了衣服还开了一辆普通的公务车，一边招呼着王峥上车，一边给他介绍：“王少尉，这里是老城区了，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那一片的惯犯我也基本都熟，放心吧，今天肯定能帮您把车给找回来。”见人这么客气，王峥更是笑着回复：“周大哥，您就别这么客气了，就喊我小王，不然这样出去被人听见了，您这衣服就白换了。”这周大生也是个人精，立刻就改了口：“那行，小王，咱们这就走了。不过我想问一句，这车里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文件或者？”王峥一下子给他问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要是真的就说没东西，只是丢了同学的车，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会不会显得太小气了？而这周大生看到王峥面露难色，立刻心领神会，懂了，明白了，这点分寸老周我知道的，不用勉强。王峥虽然知道对方领会错了意思，但也没有说穿，还给自己省去了麻烦。随后汽车启动，两人朝着破旧的老城区开了过去，不一会儿就到达了目的地。也确实如周大生所说，这一片他确实熟悉。下车后没过多久，从昏暗老旧的街道上七绕八绕的就走到了一处没有牌照的门面房。随后王峥就跟着周大生一头钻了进去。刚一进门，迎面来的就是震耳欲聋的音乐和呛人的烟熏味，绚烂的灯光晃得人眼睛都疼。不用多说，这里肯定是一个混乱之地，也厂子酒吧，而且这个时间这种地点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果然不出意外，他们还没走几步就碰上了好几对喝醉酒的男女，一些人甚至还在大吼大叫，肆意地发泄着自己无处安放的精力。王峥看着舞池中疯狂扭动身体、扭动腰肢的男男女女，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厌烦，总想着把大锤掏出来清场。周大生看到王峥这边已经深深皱起了的眉头，赶紧小声解释道：“一般这附近小偷小摸的，晚上都会来这边消遣，那偷您车的小贼大概率也会来这个地方，咱们只需要耐心等待一会儿就好，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王峥虽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环境，但还是强忍着问道：“怎么会允许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呢？你们就不把这些脏污内垢的地方取缔了？”周大生一看到底是年轻人啊，然后回复道：“他们这是有经营许可的，老板也有些社会关系，其次我们也需要有一些这样的地方，这样万一出了事也有个方向。您别小看这些三教九流的家伙，往往就属这些人的消息最为灵通，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他们比谁都清楚。”王峥仔细一想也是这么个道理，随即找了个卡座，眯着眼睛在疯狂的人群中找起之前的小偷来了。而周大生也随意的点了些果盘和饮料，随手便打发走了这夜店服务生。看他俩眉来眼去的样子，肯定也不是第一次来了。不过王峥却不担心这老油子会对自己不利，反而觉得自己能把车找回来的概率更大了。王峥心里想，也不知道这老周在这里的消费能不能报销，不过等会儿自己要是不付账，估计他这人精也会抢着付吧。两人在这夜店里一待就是1个小时，在这期间周大生也确实拦了几个小混混问了问情况，只不过暂时还没有收获。王峥实在受不了这样嘈杂的环境了，就算在他前世也都只是去一些清吧之类的地方消遣，像这样的野场子他确实有些嫌弃闹腾。我出去透透气，实在有些闷得慌。王峥冲着周大生丢下一句话，起身就往门口走去。只是他刚走到门口，就看到一个猥琐的身影出现在了酒吧的后厨门口，
还跟一个穿金戴银、光着膀子披着貂绒、嘴里叼还着雪茄的社会人士点头哈腰的在说着什么。嚯，就这身装扮也不嫌热。王峥先是扫过几人的信息，发现都是只普通人，也只有那社会大哥是个1级的觉醒者。随后一手搂开拥挤的人群，就大步的迈了过去。而那社会大哥身边的小弟看到王峥靠近，还想着过来阻拦，直接被王峥推了个跟头。紧接着，王峥一把从后面掐住那小偷的脖子，将他提溜了起来。总算让我把你给逮住了。那小个子被王峥抓住的一瞬间，浑身就像过了电一般，机械般的扭过头来，看到是一张年轻的面孔，这才放下心来。而那社会大哥看到自己的小弟被欺负了，也不动怒，因为他一时间也摸不清王峥的来路，说话便客气了几分。这位小兄弟，也不知道耗子犯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大动肝火，说出来，我虎哥或许能帮得上忙呢。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我虎哥的场子，这点面子还是有的。而那被王峥掐住后脖的耗子，一番挣扎之后，发现自己没办法挣脱，于是立刻向着虎哥求救。虎哥，我可不认识这小子，您快帮帮忙，这小子手劲贼大，王峥丝毫不在意周围围过来的一些小喽啰，笑着打断了他的话。你自然是不认识我的，不过我可以给你点提示，2个小时前中山码头自行车怎么样？有没有想起来什么？耗子面色不改，张口就来。我怎么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快放开我！你敢在虎哥的地盘撒野？那虎哥也不傻，估计是知道这耗子偷了人家的车，现在被找上门来了。不过像他们这样的灰色地带，入了口的东西自然是不会吐出去的，更何况一辆自行车而已。而且这小子一看也就是个学生，身上穿的也普通，能有多大本事？这年头有能耐的，谁他妈还骑个破自行车呀？想到这里，这虎哥也是来劲了，给你面子喊声小兄弟，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敢来这里撒野，赶紧给我把手撒开，不然别怪我给你长点社会经验了。王峥斜了他一眼，问道：你确定要给他担这事儿？虎哥自认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自然不会被这毛头小子的2句话就吓住，而且看着周围围过来的小弟，心里更是信心十足。只见他双肩微微一耸，身上的披着的貂绒外套就向后滑落，而在他身后站立的小弟眼疾手快，迅速弓着腰把这大衣接住。随后虎哥便露出了浑身结实的肌肉，并气运尽之后，周身灵气环绕，身形隐隐还大上了一圈，似乎是已经发动异能了，看起来卖相十分不俗。周围的小弟也纷纷聒噪了起来，大声嚷嚷着要虎哥给王峥一点教训。而这虎哥一副居高临下的表情，俯视着王峥，恶狠狠地说道：小子，你最好识相点，现在就走，我还可以不予追究，不然虎哥今天就要让你尝尝来自社会上的险恶。话不投机，王峥也不再多说，手中的 A 级合金大锤瞬间出现，轻轻一抡，扫开围过来的众人，然后随意的往空中一抛。嗖！大锤带着破空之声，瞬间就出现在了舞台的上方，砸烂了闪烁的灯球之后，巨大的重量在重力的加持下速度下落，瞬间把制造噪音的仪器一起砸得粉碎。无数在灯光下扭动身躯的男男女女们瞬间尖叫着四处逃窜，只剩下面前呆若木鸡的虎哥还有他的一帮小弟面面相觑，不知道这大锤是从何而来。王峥一手死死地捏住这耗子后颈，不让他趁乱逃跑。等到这酒吧内再次恢复平静，就只看到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跑了，空旷的大厅内就只剩下一把闪闪发光的大锤，在灯光的反射下熠熠生辉，一看就分量十足，价值不菲。而本来还在远处卡座上的周大生也被这一响惊动，心中产生了不妙的预感。等他站起身来，果然看到是王峥这边出了事，迅速从远处围观的人群中挤了出来，同时扯着嗓子大声喊道：警察办案，开灯，开灯，都给我让开！一番周折之后，这才跑到王峥身边，看着这边剑拔弩张的气氛，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了。不过王峥却不在意，看到酒吧内的灯光已经全部打开了，刺耳的音乐也停了，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才像样吗？终于像个能说话的地方了。虎哥，是吧？说说你打算怎么给我长长经验，尝尝社会的险恶？虎哥听到王峥点名了，心里咯噔了一下。咕嘟，他虽然只是个1级的觉醒者，但是好歹也是有几分眼力见的，看到王峥如此勇猛，顿时没了之前的嚣张。看那锤子飞出去的速度和力道，眼前这小子比自己这个力量型的觉醒者不知道要强了多少倍。而且最恐怖的是，那锤子是瞬间出现的，而且能用得起这种等级武器的还能是一般人。他心里已经把眼前这耗子骂了几百遍了，惹来了王峥这瘟神，也在骂王峥，明明这么厉害，非要骑个破自行车出门装逼，真的是害人不浅。于是虎哥结结巴巴的支吾道：我认为其中还是有一些误会的。王峥看到这虎哥这么懂事，随后又将目光转移到了偷他车的耗子身上，而那耗子看到自己的靠山都已经服软了，顿时也是一副双打茄子的蔫样，知道自己这回肯定栽了，主动说道：大哥，确实是误会，您的座驾现在就在酒吧的后门口停着呢，我就是看车子有些脏了，给您带回来保养保养。王峥也被这家伙的油滑给逗笑了，你家的自行车需要保养？那耗子也是个二皮脸，哥，你这是高端的公路车，自然是需要保养的，我现在就带您去取。随后他感觉到脖子上的钢钎已经松开了，也知道面前这年轻人自己惹不起，根本没打算逃跑，直接在前面带路，一把推开了后厨的大门，朝着酒吧的后巷走去。王峥看着呆站着的虎哥，笑着说了句：虎哥轻点下损失吧，我一会儿回来结账。那周大生连忙开口：王少屋，王少，这本来就是虎子不对，哪里需要您赔偿，他不给你赔偿就不错了。随后他推了一下那虎哥，愣着干什么，赶紧给王少道歉。那虎哥也不傻，立刻服软：王少，今天都是我胡子有眼不识泰山，希望您不要放在心上。王峥玩味的瞥了一眼这两人，也没多说，随后就跟那耗子走了。他自然是看得出来，这周大生和这虎哥是有些关系的，不过这也和自己没关系，他只要能把同学的车给找回去就好了。而在场的众人看到王峥已经离开，也是松了一口气。那虎哥责备的看了一眼周大生，抱怨着说道：老周，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你带这样的人来也不提前招呼一声，兄弟我今天差点就没了，你给透透底，这小子什么来头？周大生也不乐意了，
什么来头？大破天的来头，我不打招呼。你看看你自己手机打得通吗？那耗子进过几次局子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你怎么管教手下的？什么人都敢惹？要不是我今天跟着一起来了，就算你哥哥是副局长也没用。随后用手一指那大锤，还好你算聪明，没有真的起冲突，你就祈祷着人家东西没丢吧，不然真的出了事，你哥哥也保不住你。那虎哥听到这话，瞬间脸色就变了。周哥，您得帮我从中间周旋啊！您说的这些个小偷小摸的，哪里是什么我的手下啊？我这个都是正经生意，我哥哥那里……周大生不耐烦的挥手打断了他的话。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你自己跟人家正主解释去。要不是看你局长的弟弟，我才不淌这趟浑水。再看王峥，他跟着一路从酒吧的后厨穿过，隐隐在厨房内闻到一股特殊的腥臭味。不过他只当是这野厂子的饮食不太卫生，反正他也不吃，所以也没在意。至于在这里消费的人嘛，既然都能接受这样的乌烟瘴气的环境了，想必也是不会在意的。等那耗子陪着笑脸拉开后厨的大门，王峥看到自己借来的自行车完好无损地靠在墙边，这才松了一口气。好在是找回来了，不然到时候这事传出去了，他王大少借了同学的车，一晚上就搞丢了，那他还要不要进南大学混了？名声还要不要了？直到这时，王峥还觉得自己的名声有得救呢。而那自行车的附近还有2个小混混在蹲守，似乎是在看着这车。看到耗子过来，还以为是找到买家了呢。刚要上来说话，那耗子瞬间就冲了上去，一脚一个把他们都踹开，扯着嗓子骂道：“一点眼力见没有的东西，还敢盯着我们王少的车，还不快滚！”都是些混社会底层的，一个个的也是机灵的很，爬起来后瞬间头也没回的就跑远了。王峥看着这耗子，笑着说道：“你叫耗子？看不出来你倒是挺讲义气。”那耗子只是点头哈腰的陪着笑脸，没有说话。王峥也没有等他回话，一手拎起自行车就原路返回了。等再回到酒吧的大厅，看到一群等着看热闹的群众围着自己的大锤品头论足，心里也是不喜，眉头微微一皱。而那虎哥看到王峥回来了，立刻指挥着自己的小弟把围观的人都轰走。本来还想把锤子给王峥送回来，但是尝试了半天都没有拎起来，这才尴尬的作罢。随后一路快步走到王峥身边，将他引了过来。等王峥走到舞台的中央，单手轻轻的一提，随意的把大锤扛到肩上，然后对着虎哥说道：“怎么样，钱算出来了吗？我现在就给你转账。”那虎哥现在哪里还敢提钱的事？他刚刚在这里用尽全身的力气都没能把这锤子抬起来半分。现在王峥又给他表演了一手驾轻就熟，如臂使指，他现在乖顺的像个小猫，立刻笑着说道：“王少，您这说的是什么话？今天这事责任完全在我，那不长眼的东西偷了您的东西，还敢到我们店里来找卖家，真的是不知死活。是我应该给您道歉，是我不对，真不用我赔偿，真不用，真不用。那行吧。”王峥自然不会那么有原则，不用他赔钱正好，还省下来一笔呢。随后他看着在一旁一言不发的周大生，轻笑着说道：“周哥，那接下来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我就先走了。”那周大生也是面色一喜，心里想着王峥应该是不打算再追求了，连忙回复：“交给我，交给我，我保证处理得干干净净的，您东西没丢就好。”王峥早就看出来这两人之间有猫腻，不过也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是顺路来找车的。至于偷车的人，如果周大生不来，还能教训他一顿，但是现在嘛，他可还代表着京南军区的形象呢，更何况这虎哥还这么懂事。于是王峥潇洒的摆了摆手，一手锤一手车，大步的走了出去。而虎哥和周大生则是一路陪着笑，将王峥送到门外，看到他已经完全消失在了夜色中，这才齐齐的出了一口气。正当那耗子也放松下来，觉得自己逃过一劫时，只听得咔嚓一声，一副锃亮银手镯扣在了他的手腕上。随后就看到满脸阴沉的虎哥正在死死的盯着他，周身灵气环绕，浑身肌肉块块隆起，仿佛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宛若一尊战神。而耗子此刻就真的变成耗子了，缩在一旁瑟瑟发抖。虎哥，不要啊！王峥等到自己已经走远了，随手把自己的大锤收进戒指，自行车收进了自己的储物空间，随后打了辆车就直接回学校了。这大半夜的还要自己骑车回去，那真的是脑子秀逗了呢。他这次学聪明了，还没到学校门口就直接让师傅停车了，避免被门卫大爷给直接抓包。等他翻过围墙，一路小心翼翼的回到宿舍，才发现已经是凌晨了，因为找自行车的事情还是被耽搁了不少时间的。王峥一想到明天还要去军区，连忙洗漱完毕，飞扑到床上盘腿坐好，心中放空，开始观想。没几分钟就看到他身子一歪倒了下来，随后就传来了轻微的鼾声，显然是已经熟睡了。第二天早上8点，王峥站在楚小满的门口，哐哐的敲门。等王峥砸了半天，睡眼惺忪的楚小满才心不甘情不愿的开了门。开门就骂：“王峥，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周一到周五不赖床到最后1秒都不起床，周末起得比谁都早。”呜呼！王峥一把掐住了他的嘴，阻止了楚小满的继续输出。随后从走廊里把昨天那辆几经易主的自行车拽了过来。这是昨天傍晚我在学校门口借的，不知道是那个年纪的同学，你帮我发个在校园网发个告示或者通知，给人还回去。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没时间耽搁了，就这样，再见。话音落下，王峥一瞬间就跑得没影了，只剩下一脸不知所措的楚小满独自在走廊里凌乱了。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发出这灵魂3问之后，楚小满一把关上自己的大门，气呼呼的补觉去了。不过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随后气鼓鼓的一掀被子，拿出手机开始发帖子了。而此时的王峥已经坐上了前往京南军区的出租车。周末的早晨，路况还是很好的，一路上没有遭遇到什么堵车，很快就到了军区门口。在下车之后，王峥甚至都没有出示证件，站岗的小哥就放行了。这不认识不行啊，王峥可是这军区的大名人了，毕竟常年坐着出租车来军区，还有特战队的上尉来门口迎接的，也就只此一位了。进门之后，王峥虽然没有驾照，但是尝试着登记了一次，竟然直接就把车借出来了。王峥只是随便试了一下，没想到登记个军官证就行了，根本不需要驾照。而登记处的小哥也没想到，
这人没驾照，竟然也敢来登记借车。随后王峥一路稳稳地把车开到了研究所的门口，刚一进门就看到了愁眉苦脸的党连涛。党哥，这是怎么了？或者满脸的憔悴，一宿没睡啊？党连涛快步走到门口，直接抽出一根烟丢进了嘴里，很酷地伸出一根手指点燃了香烟，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昨天带回来的实体天魔，凌晨3、4点才醒，审了一晚上了，一点进展都没有，就是不愿意跟我们交流，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就是死不开口。经过昨天的战斗，我们也算是发现了，普通的元素系就算伤害他们的附身的肉体，也对天魔的实体没有多大损伤，除非想着直接消灭他，否则我们也没什么好的办法了。王峥顿时就来了兴趣，让我来试试吧，我觉得我的圣光还是对这些狗东西很有效果的，就看昨天他那痛苦的模样，我觉得不像是假装的。党连涛猛吸几口，3下2下就把一根烟抽完，然后一把搂过王峥的肩膀，笑着说道：“就是在等你这句话了，王中尉。”王峥不露声色地挣脱开来，然后疑问道：“中尉？”党连涛笑着解释道：“你之前在蜀朝的表现，还有昨晚在战斗中的突出贡献，我都如实上报了。老首长当时就大喜过望，都打算直接给你小子提到上尉了。虽然我们几个都觉得你的实力和心性完全可以胜任这个上尉，不过顾老还是想得更加稳妥。要不是顾老觉得你年纪还小，想帮你藏一藏锋芒，现在我就要叫你王上尉喽。”王峥心里暗骂：“老头子多事，快点升官，多点工资不是好事吗？”不过党连涛接下来的话立刻就让王峥笑眯了眼，连忙改口夸赞顾教授是真的懂。党连涛的下半句是：“顾老虽然压下了给你连升2阶的提议，不过却给出了另外一项建议，虽然是你还是中尉军衔，但是记3等功一次，破格享受上尉的所有福利待遇。”王峥和党连涛两人说说笑笑，很快就下到了研究所的地下基地。一路上，不管是军区的战士还是研究人员，都对王峥投来了尊敬的目光。这种认同感一下子让王峥觉得有些羞愧，毕竟他的行事一直都是以自我获利作为准则的，虽然误打误撞的入了军籍，但是实在是称不上是一个守护国家和人民的军人的。不过当他真的看着这些为国家做出贡献和牺牲的人对自己是如此的认可，他心里还是有些暖洋洋的。很快他们就到了关押天魔的最底层，而一脸疲惫的单长旭和于少廷也同样在这里愁眉不展，不过没有看到顾教授，这倒是让王峥松了一口气。这老头子的念叨功力连王峥都有些吃不消。党连涛看到王峥四处张望后的表情，也觉得有些好笑，不过还是出言解释道：“顾教授年纪大了，熬不得夜，后半夜就去休息了，估计还得睡上一会儿。”王峥看着这3人疲惫不堪的样子，一人给他们丢了一道圣光。不算昏暗的地下室内突然多出来3道圣洁的光柱，这一下子不但让面前的3人发出了舒爽的呻吟，更是把牢狱中的4位天魔都吓了一跳。党连涛和单长旭都是大老爷们，也一把年纪了，不在乎羞耻，只觉得浑身舒畅，仿佛一夜的疲惫都不翼而飞了。但是于少廷却还是个20多岁的黄花大闺女，一时间死死地咬住自己的嘴唇，努力克制着不让自己发出令人羞耻的呢喃来。而牢狱内的雾化体天魔早就在王峥进来的那一刻起就缩成了一团，和其余2位老住户一样，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了。只有昨天被抓来的快递天魔还是一副凶恶的模样，嘴里不断发出嘶的尖笑，同时还用头不停地撞击着灵气牢狱的边缘，然后被狠狠地弹回去，周而复始。王峥笑嘻嘻地走到他的面前，轻声说道：“我看你啊，是完全不懂吗？”看着他又凶猛地扑了过来，一副张牙舞爪的模样，然后又被弹回去，甚至连衣服都被崩开了线，露出了里面古铜色的肌肉。王峥继续嘲讽：“身材不错哦，蛮结实的吗？”随后扭头对党连涛说道：“党哥，让我试试吧，我来给他点好康的。”党连涛当机立断，把所有人都撤到了第1层防护屏障外。至于为什么这次没有留人下来保护王峥，开玩笑，现在谁不知道他王大少对天魔的绝对压制力？不派人保护这天魔就不错了，毕竟这是珍贵的试验样品，他们也怕这天魔刚抓回来就被王峥给玩死了。随着刺啦一声，快递天魔的牢狱迅速消失，而这天魔果然立刻就扑了上来，随后更是有无数的黑雾瞬间冒了出来，想要往王峥身上附着。王峥突发奇想，想着要不要让这天魔附上来算了，自己也可以试试，能不能把他在自己体内奶死，让自己一下子属性暴涨，这样就可以最快速度的全属性退凡了，而且比自己加点来的还要快。不过这个念头只是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很快就被王峥自己给否决了。毕竟这不符合王峥一直以来的稳健人设，想要提升实力也没必要拿自己来做实验嘛。就在王峥想要用圣光将这天魔逼回去快递员体内的时候，他的体内忽然有无数的红雾主动冒了出来，直接将那天魔的黑雾给包裹住了。只是瞬间，那些黑色的雾气一下子全部缩回了快递员的体内，再也不敢冒出来了。那快递天魔也开始在地上疯狂的扭动，叫声极其凄厉。而王峥身上环绕的红雾在变成征兽后，也是一个跳跃，径直没入了王峥的体内。只不过王峥很明显的感受到了征兽的肚子里有一团黑色的雾球，不过在他的腹部红雾尤其的浓重，除了王峥之外，没有其他人看到了这诡异的一幕。正当王峥心中惊吓之时，却意外的发现自己的观想物巨限进度变了。观想物征观想巨限进度 24%， 虽然没有增加额外的特殊效果，但是巨限物的观想进度却一下子涨了4个百分点，这一点堪称是意外之喜了。不过王峥并没有表现得太过惊奇，他只是觉得自己身上的秘密越来越多了，他这观想物完全和别人的不同，仿佛根本就是有自己的意志一般。不过在其他人的眼里，只会认为王峥中尉难怪会有这样的实力，毕竟他随时随地都在想着如何开发自己的观想物，而王峥自己心里则有一种预感，也许有一天等他的巨限进度上去了，他就会发现其中的秘密了。不过现在也不是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等什么时候回去再好好研究好了。随后王峥看着正躺在地上疯狂打滚的快递员，顿时手里的圣光显得更加明亮了。而屏障外的众人也在感慨王峥对付天魔的手段之多，他们折腾了一晚上都没什么效果，
现在王峥刚上手就已经让这天魔死去活来了，顿时对王峥更加的佩服了。王峥还是老套路开局，既然这天魔现在很明显已经不敢再从附身的肉体上出来了，那就继续用圣光吧。而王峥已经很久没有念过台词了，只见他身子微微前倾，蹲坐在地上，然后用高达99点的力量值死死地箍住快递天魔的脑袋，另一只手中的圣光凝而不散，一把就朝着他的脸上按去。信仰圣光吧！死！只见这天魔开始在接触圣光的那一刻开始了疯狂的挣扎，但是脑袋却丝毫不能动弹，一双脚已经把研究基地的合金地板都踩出一个大坑来了，整个身躯也是诡异的扭曲，脖子都转了270度了，像一根麻花似的。但他的脑袋被王峥用胳膊箍住了，脸接圣光，丝毫不漏。这个过程中，这天魔就跟被通了电的蚂蚱似的，不停地抖动，身上的黑雾也时不时地往外喷发，像是掉针了似的，一卡一卡的。毕竟是凶猛的外星异兽，他甚至还想着用冒出来的黑雾凝聚成锥子给王峥来上那么一下，但是那雾气锥还没有靠近，很快就被王峥身上的喷涌红雾给包裹住了，吸收掉了。不过这一次却没有继续增加观想物的巨限进度了。王峥心中猜测，可能是黑雾分量太少的缘故。王峥手上加大力度，希望这天魔都喷一些烟雾出来。但是这天魔似乎也是知道了用本体偷袭没有效果，反而会被王峥吸收，之后把所有的黑雾都吸收进了体内，死死的封闭周身每一个毛孔，丝毫不敢再有半分泄露了。天魔的这一操作，这倒是要让王峥有些失望。他还真不怕有什么幺蛾子，心里想着，反正自己的一身能力都是靠着数据面板来的，既然数据面板里都显示是提升进度了，那自然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要真是连面板都不可信了，那他自己也就没有任何作用了。而在外围那些没有见到昨天抓捕场面的研究员们，也全都呆住了，他们就没有见过如此勇猛之人。难道这王峥就不怕吗？王中尉这也太莽了，他一直这么勇猛的吗？对啊，万一他有个什么闪失，这可是对国家的损失。喂，我说你们的关注点不对吧？好歹看看那天魔呀，要死了都。党连涛也连忙出声，王峥，下手注意分寸啊，别真的给搞死了。王峥非但没有答应，反而手中的圣光球更加大了几圈，在圣光的照耀下，这块地缘脸上的皮肉都仿佛被灼伤了一般，露出满脸红色的血肉组织，随后又很快的恢复，然后又被灼伤，周而复始，循环不止。王峥看着这块地缘天魔的惨样，没有丝毫的同情，恶狠狠地说道：死了算了，大不了我再去抓，我就真不信他们一个个的嘴都这么硬。然后眉头一挑，看着远处瑟瑟发抖的3只天魔，脸上满是凶狠，继续说道：那边不还有3只吗？我看他们应该没这么硬气，正好晚死了就去审问他们。看到王峥的眼神扫了过来，还在牢狱中的天魔们纷纷发出凄厉的嘶吼，已经是吓得不行了。这倒是把王峥逗得哈哈大笑，还冲着那边丢了几道圣光，打得灵气牢狱一阵波动，随后被削弱后的圣光打在牢笼内部的地面上，溅起点点洁白的涟漪，把里面的天魔吓得惊叫连连。不过虽然王峥嘴上说的凶狠，看着这天魔已经开始没劲了，身躯也开始无力了，王峥稍稍把自己手中的圣光球抬起来了一丝，然后看着他逐渐涣散的眼神，笑着问道：你不是挺能说的吗？怎么现在不说了？啊，你不是还问我要手机尾号的吗？还敢追到我学校门口去，堵我是吧？没有，堵你。看到这天魔终于愿意交流了，王峥也是眼神一亮，然后又把手中的圣光球按了上去。你他妈还敢说谎，我看你还是不服。又是一阵剧烈的挣扎过后，这块地天魔已经像死狗一样躺在地上不动弹了。王峥等他又缓了一会，继续问道：那你跟我好好说说，你们到底是个什么生物？外星人？来蓝星有什么阴谋？你和另一只天魔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冒险去码头抢他的结晶？不能说，意识会消散，有禁制。看到王峥手里的圣光球又要按下来，这天魔连忙惊恐的尖叫，连话语都利索了几分，飞快的说道：我说的都是真的，王在我们体内都下了禁制，一旦涉及到机密，我们的意识会迅速湮灭的。王峥又在天魔这里发现了一个新的词语，那这就说明了这些天魔是群居生物，甚至不同的势力还有自己各自的首领。而以这块地缘天魔的行动来看，那大背头天魔很可能就是另一位王的手下。随后王峥将手中的圣光球靠近了几分，然后继续凶恶的威胁道：那就挑你能说的说，首先告诉我有没有名字。然后王峥又低下了头，用外人低不可闻的声音说道：其实我挺希望你不说话的，毕竟你尝起来十分的美味呢。听到王峥的话语，那天魔的眼神瞬间一凝，随后一种惊恐的情绪迅速从他的脸上蔓延开来。毕竟一直以来都是他们天魔在吞噬人类和异兽，这一次碰到了王峥这个怪胎，也确实是他的不幸了。而再看王峥此刻脸上的表情，明明他是笑得那么灿烂，却让这天魔感受到比家乡的万魔窟还要恐怖，让他的心比家乡最北的中烟之地还要寒冷。此情此景，也不知道谁才是反派了。此时一人一天魔靠得非常之近，王峥甚至都能够看到他眼神中细微的变化。忽略掉天魔那扭曲着还没有恢复正常的脖子，这两人看起来就像是躺靠在情侣席上的一对恋人，端视诡异无比。而在王峥看不到的屏障外，顾敏教授此刻已经赶过来了。基地内的研究员们在看到天魔开口的第一时间，就把这位对天魔研究了解最深的大拿给请了过来，而且一路上已经把之前王峥和天魔的对话都告知过顾教授了。要不要派个专业的审讯同志进去审问？我怕王峥问的不详细，而这天魔也不一定会透露真实的信息。顾敏刚刚过来，党连涛就在他的耳边小声的说道，而顾敏同样是轻声细语，从现在开始都别发出声音，就让小王去问，等他这边炸不出消息来，再让审讯员同志上场。现在所有人安静，给他一个良好的审问环境。此时的王峥死死地盯着天魔，同时发动了自己的狰狞可怖，给这天魔制造压力。自从王峥知道了他的观想物对天魔有特殊的克制力之后，他就立刻想到了这一招来给足压力。而就在征兽凝聚而出后，不断地对着地上的天魔嘶吼，
仿佛是活物一般。如果不是王峥此刻正在压制着他的话，仿佛现在就要将这天魔生吞活剥了一样。然后王峥对着远处的牢笼挑了挑眉，继续说道：“你说完之后，我会去找他们核对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很希望你们的话语不一致的。”而远处的天魔已经被吓傻了，嘶嘶嘶嘶的叫个不停，也不知道是在劝着新来的伙伴老实交代呢，还是在骂王峥不是个东西呢。不过应该是后者的可能性居多吧。他们一直以来在这实验室里都是被好吃好喝的伺候着，时不时还能有新鲜的异兽被丢进来供他们吞噬，过得完全是大爷般的生活。只是如今突然来了个王大少这般不讲道理的存在，他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一点没有把他们当做珍贵试验品的态度。如果王峥能听得懂天魔语言的话，肯定会被逗笑的。我们天魔也是有魔权的，不能折磨俘虏，反对不魔道主义。你这是虐待，是赤裸裸的违反了国际法和日内瓦公约。而这快递天魔现在也已经完全被吓坏了，脑海中不停回想着可以诉说的情报。我们天魔没有名字，没有性别，诞生自无尽的污秽之海。随后他看了眼自己胸口的工号牌，说道：“可以叫我骑兵。我跟昨天码头被你们打死的家伙不是一伙的。我抢他的结晶是为了吸收后获取他的记忆，上报这些情报可以让我得到好处。”王峥直接挥手打断他，不打算按照他的节奏来。先别急，先说你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目的？逃生是不是跟你有关系？他胡言乱语说的是什么意思？骑兵一双血眼直勾勾地盯着王峥，但是并没有开口说话。王峥看他一个字都不说，一把掐住了他的嘴，就要把圣光往里面灌。骑兵激动的又开始挣扎，嘴里还哭喊着：“卧朕没发槊，卧死了你妹，什么新戏都得不到了。”王峥看他这么没用，反手就是2个大耳刮子，心中暗骂：这个冰冰就是逊了。随后他突然眼珠子一转，想到一个好主意，手上的动作为之一停。那我来猜，你给我反应，对了点头，错了摇头。你要敢耍花招，呵呵，我有9种办法弄死你，9种。随后王峥对着后面招手，示意他们派一个专门的审讯员过来。在顾敏的示意下，很快就有一人走到了王峥身边，也不废话，直接就问：你们是不是地球本地生物？你刚刚说的污秽之海是在洞天里，你们不停地附身到蓝星的人类身上，传播末日言论，是为了动摇民心，制造恐惧。你们是不是在酝酿着什么针对蓝星的阴谋？王峥看着身下的骑兵像个木头似的一动不动，眼睛都不敢眨，顿时也是怒从心中起。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一把将手中的圣光球朝着他的嘴里塞去。随后骑兵的身子就像是抖动的筛子一般不停地颤抖。王峥想了想，决定加大力度，又凝聚了一团光球，想要往他嘴里塞。那进来审问的人员连忙制止住了王峥，说得十分客气，给足了王峥面子。王峥未先消消气，没有反应也是消息的一种嘛。我继续问，您看着补充。随后等那骑兵恢复过来一些之后，那审问人员继续问了几个问题。王峥看到他还是不配合，又要动粗，结果那骑兵好不容易听到终于有可以回答的问题了，眼泪都要急出来了，连忙开口，飞快地说道：你一直夹着我的头，我怎么有反应啊？王峥听到这话一下子就愣住了，他突然发现自己确实因为害怕这天魔挣脱，于是就稍微大力了那么一点点。王峥心里一想，其实也不怪自己，主要是这天魔力气太小了，要死要活的挣扎，结果力气这么小，自己似乎都没有感受到，于是一把松开了自己的胳膊，然后恶狠狠地骂道：你还有理了你？你不会早点说，我看你还是欠奶。性感天魔在线委屈，敢怒不敢言。于是王峥也不再理会他，丢下一句我很期待你尝试动手或者逃跑，就自顾自地走到了灵气牢狱附近，盯着里面瑟瑟发抖的2位老朋友，笑得十分开心。一会儿就轮到你们了，现在你们给我好好想想，等会要坦白些什么，说不出来有用的信息，你们一个也别想好过。看着这2只天魔被吓得瑟瑟发抖，王峥也没继续逗留，威胁完之后就拉过来一把椅子，大马金刀地坐在了审讯员的后面，看着之前的快递天魔冷笑不已。至于审问的事情，他再也没有过问了，专业的事情自然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他王大少嘛，负责耍横敲打亮肌肉就可以了。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王峥自己没吃早饭就出来了，本来还想着在基地蹭一顿早饭，看看军区的伙食如何的，结果一来就进入工作模式了。到现在已经日上3竿了，别说饭了，水都没喝上一口。可是他也不敢从里面出来，毕竟人家审讯员还在里面审问，他要留下来起到威慑作用，所以就只能继续忍耐着了。不过好在党连涛十分的贴心，没过一会儿就给他送来了好几份灵气食材，吃得王峥满嘴流油，拍手叫好。只可惜把里面的几只天魔都吓得够呛，没办法，本能反应吗？打个比方，任何一只老鼠看到猫在自己面前痛快地享受着美食，还时不时用贪婪的眼神扫视着自己，这你能不怕？更何况这些天魔对于王峥这个大恶人的恐惧程度，可比老鼠对猫的畏惧大多了。经过了漫长的询问，研究所这边也终于得到了足够的天魔信息，随后就把骑兵给囚禁起来了。至于这些消息的真假，就需要他们自己来斟酌着判定了。本来王峥还想对另外2只还有肉身在的天魔审问试试看的，不过却被顾敏给拦下了。倒不是顾老不愿意尝试，而是那2只天魔被附身的时间太久了，肉身状态太差了，即使王峥再怎么折磨他们，声带都干瘪萎缩了，哪里还能说出话来？顾敏只是说等之后他们重新附身后再开启审讯计划。至于这骑兵所说的信息，大概整理下，就是他们这群天魔生活在一个混乱黑暗的世界内，里面有不同的势力，彼此之间也常年打个不停。至于怎么来的地球，不知道，来干什么的不能说。逃生的事情是已经死了的大背头干的，因为大背头天魔的行动很异常，所以骑兵想要知道他的目的。在调查之下发现，大背头不但曾经附身过逃生，还在做着走私易瘦肉的买卖。为了得到有用的情报，他才会主动去接触逃生的，没想到却碰到了王峥。随后他将计就计，把加工厂那边的狂化老鼠给引过去招待所，想借着军区的手来调查大背头天魔的事情。
而大背头放弃身份之后，军区这边失去了线索，虽然最终还是找到了他，这也是有骑兵在暗中提供线索，在不断的引导。因为天魔之间的争斗，必死的一方肯定会自爆，不会留下天魔结晶。而人类的元素系觉醒者，如果能力够强，可以在天魔自爆之前就把他给消灭。骑兵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抢夺大背头的结晶，吸收记忆。至于他自己的目的和吸收到的记忆里的信息，则都不能说。随后，荆南军区这边很快就把消息都传给帝都了。帝都那边听说后，也立刻派了人过来，估计今晚就会到了。不过这些都跟王征没什么关系了，他也不想跟帝都的人接触，反正他相信国家方面肯定会更了解天魔的信息的，轮不到他一个小人物来操心。他现在正在党连涛的带领下前往军区的兑换处呢。之前就说他有工资，这2次任务还得了不少的奖励。王征现在满怀欣喜，就等着去看看能不能换点好东西。等王征到了地方之后，这才发现比起楚京南坐镇的京南大学物资管理处，这军区的兑换处可要大气多了，而且还是全自助，没有人工的。党连涛看着王征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也是觉得好笑。随便找一台空的机器，直接把你的军官证拿出来刷一下就好了。电脑上会有相关可以兑换的产品信息，你选择好之后，如果有现货的，可以直接拿着单子去仓库取；如果是预定的，到货了之后也会通知你。王征心里不断的点赞，不愧是军区，就是先进。随后王征问出自己心中的疑问：党哥，这兑换处怎么没什么人啊？党连涛解释道：原本是很热闹的，但是自从把兑换仪器接入宿舍楼之后，这里就没什么人来了。王征听到后直竖大拇指，军区内部都搞起来网购了，看看这格局，真应该让老楚来好好学学。在听到党连涛的教学之后，王征直接把自己的军官证拿了出来，放到了仪器上的扫描区。党连涛借口自己烟瘾犯了，要出去抽烟，就率先去门口等他了。王征知道他这是避嫌，不过王征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他现在已经完全被这新鲜玩意儿给吸引住了，哪怕自己换不起，也可以看看军区里都有些什么好宝贝啊。乃像大学里老楚、大楚都是2个小气鬼，有什么好东西都藏着掖着。但是结果很快就让王征失望了，在他扫描结束之后，整个页面上除了他自己的照片和个人信息之外，在物资兑换的那一栏位里，居然是需要权限解锁的。王征目前的兑换权限是上尉，和党连涛等人一个级别。他心里想着，这应该就是之前顾敏教授给自己争取到的福利待遇了。随后点进去查看可以兑换的物品，除了一些完全跟修炼不相干的生活物资外，就只有一些特殊合金武器、常用的修炼药剂，最后就是之前军训过的断体液了。王征心心念念的异兽肉灵气食材没有，他一直想要换一条可以让他变身时穿的裤子，没有。至于可以增加身体素质的灵果，更是影子都没看着。其中最多的就是灵气结晶了。王征失望之余，仔细一想，也是这么个道理。军区内部吃饭都是直接去食堂的，配备的服饰也都是统一的制式装备，除了顺手的武器需要自己选择，其他的都是国家发的，自然也不需要自己来换了。想通了其中的关键信息，王征也不再纠结了。不过当他看到自己的余额时，不由得骂出了声。他2个月的工资加上奖励，竟然也就只能换2枚灵气结晶，这真的是让王征有些欲哭无泪。亏他之前还心怀期待，想着自己出去时一袋子灵气结晶，满身的异兽内甲，感情是自己想多了。于是王征也没有继续多待，直接换了2枚灵气结晶，拿着单子就往前台去了。因为灵气结晶是绝大部分的战士们会换的物资，所以大厅内部也备着一些，直接现场取货就行了，不用额外去仓库取。当王征看着自己手里2枚亮晶晶的灵气结晶时，回想着这2次对其他人来说并不算轻松的任务，要知道这还是王征自己占了大头的情况下才能够换得起的。他第一次觉得手里的灵气结晶沉甸甸的，比想象中的还有分量。当王征走出大厅时，看到党连涛正靠在墙壁懒洋洋的抽烟，王征收拾好心情，笑嘻嘻的问道：党哥，之前都没问你，你这当兵还能抽烟呢？党连涛笑着回答：要是以前自然是不能的，不过现在嘛，大家常年的出任务，压力大，上面也就默许了。倒是你这么快就选好了，是不是有些失望？王征点了点头，东西有些少，贡献点也不多，就换了2枚灵气结晶修炼用。党连涛似乎看出来了王征兴致不高，拍了拍他的肩膀：走吧，天色也不早了，你这次帮了这么大的忙，今天又忙了一天，晚上我请客。王征一听有吃的了，立刻就来了精神，一想到中午吃的大餐，顿时又兴奋了起来。等2人到了食堂之后，王征发现单长旭和于少廷早就在里面等着了。与此同时，等待着王征的还有满桌子的异兽肉和灵气菜肴。王征没有客气，直接坐下来就开吃了。虽然军区内不能喝酒，但是饮料果汁还是管够的。王征也没敢把他的灵气果酒拿出来分享，当然他也舍不得。酒饱饭足之后，王征看着自己又长了10几点的灵气值，满意的摸了摸肚皮。单长旭笑着说道：不愧是年轻人，真是能吃啊，你这一顿就吃掉你党哥半个月的工资了。王征惊讶道：啊，这还要花钱？当兵的在军区食堂吃饭还不免费？看到对面几人的眼神，王征突然意识到，可能是他自己见惯了这些辅助修炼的东西，所以才有些不以为意。对于其他人来说，不管是灵气结晶还是异兽材料，可能真的是很珍贵的。党连涛没好气的瞪了单长旭一眼：王征，你别听他胡说，哪有那么夸张？食堂里的普通饭菜是免费的，不过灵气食材就需要自己用贡献点兑换了。不过我们平时吃的也不多，你吃饱没有？我给你加点。王征连忙摆手：饱了饱了，我吃不下了，不用浪费了。回想着中午的灵气食材饭菜，王征心里不由得感慨，到底是队长啊，多会做人啊，哪里像老单这个大老粗。王征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做着自己今后的规划。他之前有隐晦地问过党连涛，京南军区内部有没有异兽的加工基地。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王征试探性地问了问自己能不能进去实习一段时间，不要工资的那种。不过很快这事情就被王征自己否决了，
因为荆南军区内部很多的异兽都是不需要屠宰的，被运送到荆南军区的活体异兽，小部分被圈养了，剩下的攻击力足的都会被作为实战性质的消耗品给新兵战士们做训练对象。所以在知道了这边的所谓加工是指的保密等级很高的对异兽肉的特殊化处理，而不是屠宰之后，王峥立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可不想一辈子困住这里做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又没办法杀异兽获得灵气，增加观想进度。当他回到家后，李亮就直接拿出了2枚灵气结晶给王峥。虽然在1天之内直接获得4枚灵气结晶还是很值得高兴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升级属性、觉醒新的能力、升级异能，特别是升级功法所需要的海量灵气上限，王峥的兴致就有些高不起来。而且灵气结晶的获取也不简单，看他自己从军区兑换就知道了。王峥看着自己数据面板里的灵气值，他突然想到上次击杀那些老鼠获得的额外收获，于是就试探着问了问李亮和王胜荣，能不能给他送到战场去。毕竟哪怕只是屠杀最低级的异兽，也比自己天天这10天半个月还不一定弄得到1枚的灵气结晶来得快得多。而且王峥认为自己的实力肯定比那些刚刚训练完毕就被送上战场的年轻战士们要强，所以他也有这个自信。不过王峥的话一出口，把自己的爸妈给刺激得不轻。他们是知道王峥跟着军区去出过2次任务的，甚至于连王峥的表现也通过顾敏的口传过来了。但是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自家儿子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突然说想要上战场。在他们看来，王峥再怎么优秀，也无法和真正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战士相比较的。而且他们自己就是从前线退役回来的战士，自然是知道战场上的残酷。茂密的丛林、戈壁、草原、荒野，诡异的天气，无处不在的异兽，甚至如果是运气不好，遇上了什么高等级的异兽，连逃跑都是奢望。人家对于异兽战场躲都躲不及，没想到自己的儿子还上赶着要去冒险。虽然他们知道王峥可以靠击杀异兽快速提升观想物的巨限进度，也知道王峥能够快速的提高灵气上限，但是问题是他的灵气上限提升并不能带动身体素质上升啊。王峥之前的说法是他自己可以靠着提升的灵气上限，配合着锻炼对自己的5维属性进行针对性的提升。事实上，除了主动加点之外，也确实是这样。但是在他们看来，王峥资源也不缺，大学也还在上着，现在甚至偶尔还能跟着军区一起出一出针对性的任务，稳步提升自己的实力就好了，完全没必要这么着急的。而王峥自己，则是因为在得到天魔的消息之后，就隐隐有了一种急迫感。他总觉得自己就这么按部就班的上大学修炼，是对他能提升的一种浪费。不过在得到父母的反对之后，王峥也没有继续坚持，随后就自顾自的回去睡觉去了。回到房间后，王峥看着自己数据面板里，因为今天党连涛请客又涨了30多点，达到了2186点的灵气上限，直接拿出了自己获得已久的天魔结晶，随后迅速盘腿坐下，选择了吸收。他心里有种预感，甚至让他对自己的身份都产生了一定的怀疑。随着数据面板里灵气值的不断提升，王峥似乎感受到这一次和以往有所不同。他看着自己已经增长超过了200点的灵气上限，还在跑马灯似的飞速上升。王峥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朦胧中似乎看到一片漆黑的空间，背景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一群黑色的人影围成一圈，似乎在计划着什么。王峥和这群黑影之间的距离似乎很近，因为王峥可以听到黑影之间交谈发出了轻微的嘶嘶声，但是又仿佛相隔得很远，因为在王峥看来，那些黑影都是非常微小的细点，而且在彼此的中间相隔着无数的星辰。虽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能够看得清那么远的距离。不知道过了多久，其中有一人似乎察觉到了王峥的存在，随后转头望了过来。那是一位身着黑衣长袍的男子，看不清容貌，似乎面带笑容，但这人有一双血红的眼眸，让王峥格外的印象深刻。只是这一眼，立刻就让王峥感受到了灵魂被撕裂般的痛楚，他的整个脑海中就只剩下那一双血红的眸子了。随后一阵天旋地转，所有的一切又都消散于虚无。王峥大口喘着粗气，发现自己已经大汗淋漓了，周身环绕着无数红色的烟雾，但是并没有凝聚出征兽的模样。等他睁开双眼时，这无数的红雾又尽数没入了他的身体。随后王峥看向自己的数据面板，他一下子就呆住了，因为里面赫然显示着灵气值3230，3230。看着暴涨的灵气值，王峥心里有了一些猜测，但是他不敢想，也不敢说。王峥其实自己心里很清楚，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他都和天魔有脱不开的联系。不过很明显，是敌非友。从最开始的池伯飞到这一次的骑兵，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存在似乎破坏了天魔们的一些计划。且不管天魔们宣传的末日真主论是否真实，但是最起码王峥知道自己重生应该和这些背后的阴谋脱不了关系。不仅如此，他的观想物也很是奇怪，今天竟然主动吞噬天魔，还增加巨限进度。而且刚刚很明显，这红雾也是在保护着自己。还有之前交流赛和大宝对战时巨大化征兽的意象，在王峥认识的所有人里，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观想物在第一次观想的时候是可以活动的。他之前也已经问过吴欢了，他们看到的都是内视状态下的自己，随后才有从身上冒出灵气，自动勾勒出观想物的样子。王峥自嘲的一笑，或者自己这么着急的想要增加观想物的进度，是心里的潜意识想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吧。既然征兽今天表现出来了灵性，那自己要不要试一试？说干就干。随后王峥不再多想，也放下了紧绷着的心弦，迅速盘腿坐好。几分钟后，呼！第二天一大早，王峥精神饱满的伸了个懒腰，洗漱完毕后就去学校了。虽然他并没有如愿以偿的入定，也没有看到之前那遮天蔽日的神兽，不过王峥心里相信，只要自己不断的提升下去，总有一天能够搞清楚的。等王峥大摇大摆的进入教室时，上课的铃声正式响起。很棒，完美的卡点。不过当屈建双老师不满的眼神扫射过来时，王峥立刻变得乖巧无比，一路小跑着到了座位上坐好，然后开始上课了。好不容易撑到了下课，楚小满一脸怒容的把手伸到了王峥面前。王峥不明白这小屁孩又在发什么神经，疑惑的跟他击了个掌，试探着说道：“给我个5。”
楚小满直接一把抢过王峥的手机，我给你个大头鬼！然后3下2下的就点进去了校园网，翻到了自己昨天给王峥发的帖子。只见楚小满发的失物招领帖已经被顶上了校园论坛的首页，其中的回复中不乏有王峥当时强行借人家车的照片，还有一些对王峥匿名的评价，看得王峥心头火大，恨不得顺着网线把这些家伙揪出来揍一顿。然后他疑惑看着楚小满，问道：“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楚小满也是很生气，一手戳着王峥的脑门：“这就是你说的贱吗？王峥你真好意思，难怪你自己不发，非要我帮你发呢，在学校里强抢自己的同学。”王峥没好气的拍开他的手，说话请注意自己的言辞，什么叫抢？我说借都是严重了，准确来说是租，我付了钱的。楚小满还是不服，那人家怎么不来拿？还不是被你吓的。王峥，楚小满你是不是傻了？你看我像是缺这辆自行车的人吗？我那是真有急事啊，而且这人有毛病吧？帖子都被顶得这么热闹了，难道没看见？王峥立刻开始回复，并用楚小满的贴主身份进行置顶。瞬间，京南校园内无数吃瓜群众的手机都收到了提示。本人王峥于前天放学时在校区大门口租借了一位校友的自行车，当时事情紧急，烦请车主来城浦区楼下领取，或者告知宿舍位置，我给你亲自送过去。不得不说，王峥在京南的学生里名气是真的高，这个名气是好是坏吗？那就只是瞬间，这条回复就被顶了上百条评论。这是人民的胜利，京南恶霸终于顶不住舆论的压力，要还车喽。小了，楼上还是格局小了，我猜这是想把人车主骗过去再打一顿啊！这么恶毒吗？多新鲜，不然怎么叫恶霸？男大苦王峥久矣。这一页页的评论看得王峥肝疼，各种冷嘲热讽王峥都自动忽视掉了，但就是没有看到有人出来认领这辆破车。王峥也是无语了，如果到今晚还是没人出来领取的话，他打。回去之后就把那车丢到宿舍门口去，大不了加张纸条，车主自领，丢失必究。结束了之前的天魔事件后，王峥的又回归了平静的校园生活。之后帝都来的人有继续审问过天魔的信息，也有想过想要请王峥去见一面的，不过王峥给拒绝了。首先他不太愿意跟这些人打交道，其次通过顾教授隐约透露出来的风声来看，这些人对他圣光术的兴趣甚至比对天魔本身都要大，这一度让王峥在心里认为帝都那边对天魔的事甚至已经是知根知底了，只不过对所有人都隐瞒了信息。一转眼又是2周过去了，现在已经是12月底，马上就要元旦了。京南大学的安排是过了元旦之后就考试，等考完就正式放寒假了。王峥在这段时间内又把自己的属性提升了一番，体力值700/700，灵气值2195，体质70，力量99，142左圆括号58+84右圆括号加，智力58+，精神58+，敏捷58+。王峥在自己灵气充足的情况下，全力提升着自己。虽然属性高了之后，加点带来的后遗症也迟迟不能消退，但是在他的疯狂训练下，还是每隔2-3天就能提升一次属性。所以他毫不犹豫，直接花费了1200点灵气上限，把自己的4维属性全都提升到了58点，距离下个一阶段的全属性60已经不远了。而且因为王峥这段时间内为了消除加点带来的不适应，疯狂的站桩练习，这就导致他的横练法又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武兽横练法小成11/400，额外提升体质、力量、智力、精神、敏捷各4点。虽然带来的提升有限，但是好歹是凭王峥自己的实力锻炼出来的，这让他心里很是得意。他终于可以毫不亏心地喊出那句名言了：我所有的成就都来自我自身的努力。至于其他的能力并没有得到提升，这里就不一一表述了。只不过现在他的属性高起来之后，加点需要消耗的灵气上限越来越多了，要不是之前刷老鼠搞了一波2000多的灵气值，他现在的日子可没有这么富裕。而且让王峥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他在之前的交流赛上大出风头，他现在已经牢牢霸占了京南大学新生排行榜的第1位。顺带提一句，梅贻琦虽然进了交流赛10强，但是因为吴欢率先巨献，所以只排在了第3。至于楚小满吗？第6还是第7？王峥都为他这个自然觉醒者丢人，没少拿着是嘲笑他。虽然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成就，不过最起码让王峥的名气又狠狠地提了一波，虽然不是什么好名声就是了。但是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导致了现在整个大一群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挑战他，所以在之后的期末5试，王峥直接获得了免考的资格，直接满分。南大似乎在方方面面都体现着强者为尊的口号，给予头部的学生各种特权，就是为了让广大学子们奋起直追。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因为免考，他不需要去测试自己的灵气值，只是屈剑双来问的时候，王峥随口报了一个600点，这倒是让王峥松了一口气。因为受到之前天魔事件的影响，王峥没有想太多，直接就把天魔水晶给吸收了。虽然勉强算是获得了一些情报，但是也获得了1000多灵气值，这就导致了他的灵气上限在他的疯狂加点下还剩下了2000多点。王峥是不知道期末考试需要测试灵气上限的，要不是因为他直接免考了，也免不了测试一上走一遭的。至于文化科目考试，他是不在乎的，艺术学、直升学他有搜索引擎，虽然高数课上他经常睡觉，不过他的成绩还是挺不错的，虽然称不上最好，但是也算是名列前茅了。只不过和王峥一起的小伙伴们就惨了，京南这一批自然觉醒者里，除了王峥以外，成绩最好的竟然是楚小满，这倒真的是让王峥意外。梅贻琦现在痴迷于练习搓丸子，虽然还不能复现，但是也已经练习到第4阶段了，这就让他本就不怎么样的成绩变得更差了。至于吴欢，实力是越来越强了，对于观想物的特殊效果也看看渐渐的摸到了一点门道。至于成绩嘛，一如既往的稳定的垫底。白妹喜不需要考试，人家相当于是特招镀金的。只不过在最近风风火火的补课大潮中，他可能是觉得有趣，也学着楚小满的样子，在脑门上绑了根奋斗的头绳，一头扎进了根本就看不懂的知识海洋。他学没学到东西，王峥不知道，
反正每次看他睡得都挺香的。这几个人现在临时抱佛脚，搞学习会似乎还搞上瘾了，还想着元旦都留校让王峥去帮他们补课。他王大少哪里懂这个，也没兴趣，所以果断的冷酷拒绝了，也没太关注。只是听说他们后来找了和吴欢同班的何依依来帮忙，王峥给他们祈祷，这呵呵，既然不是特招的，希望他的成绩会好一些吧。27年的1月如期而至，这3天的元旦假期，王峥没有打算回家，他打算趁着不用上课，努力训练冲刺一下，争取尽快的适应身体带来的不便，提升到全属性60点。到时候即便不能再次提升扫描和升级的等级，最起码也可以做到扩容自己的储物空间，对于他自己内心打的小算盘也是很有帮助的。王峥起床后洗漱一番，就自顾自的出去吃饭了。回来时顺便专门去了一趟图书馆，看了看在里面埋头苦读的补课小分队。当王峥看到何依依一脸正经在给几人讲解之后，也没有露头打算，转身就要走。只有白妹喜一个人，因为不用考试，所以没什么紧张感。她现在的新鲜劲已经过了，只觉得学习好无趣，要不是楚小满死活拉着她不让她走，她早就跑了。现在白妹喜正探着个小脑袋，好奇的左右张望，结果刚一扭头，一下子就看到了门口鬼鬼祟祟的王峥。王峥看到了他眼睛里的欣喜之意，连忙把手指放到嘴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趁着他还在发愣，一扭头，瞬间就没了踪影。好险，要不是我自己反应快，差点就要被拖入堕落的泥潭了。训练，训练！王峥心里给自己鼓劲，然后径直冲向了国术馆。看着王峥一个人独自在训练馆内挥洒汗水，楚天行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一把推开了大门。王峥看清来人是楚天行之后，也没有停下。他目前还有10几分钟，这一组练习就要结束了，他也不想白白浪费之前的努力。呼！等王峥这一整套动作做完，楚天行拍了拍身边的座位，示意王峥过去。王峥刚走过去坐下，楚天行就开口了：“我听你妈说，你想要去战场。”王峥也没想到楚天行是来找自己聊这个的，他本来也想找楚天行，让他在寒假带自己去战场走一圈的，而且连地方他都找好了。虽然之前李亮和王胜荣都反对，但是王峥自己心里却一直没有熄灭这个心思。他现在很迫切的需要灵气上限来提升自己，如果只是在学校内按部就班的锻炼，他怀疑自己4年大学结束都不一定能够完成退凡。所以王峥在听到楚天行的询问后，直接就点了点头。楚天行接着问道：“你为什么要坚持去战场？你要知道，战区和京南完全就是2个世界，那里没有可以让你安稳修行的场所，每天除了厮杀就是厮杀，野外更是天天都在死人，不是异兽杀人就是人杀人，混乱的程度不是你可以想象的。”王峥没有回答楚天行的问题，直接反问道：“我们学校有学生去战场历练过吗？帝都大学和魔都大学呢？那些武斗会排名最靠前的人呢？他们去过吗？”楚天行似乎明白了王峥的意思，但他还是劝道：“他们即使都去过，那也是大3、大4之后，你才入学多久？1个学期还没结束呢。”王峥笑了笑：“那您觉得我比其他人差吗？我爸妈关心则乱就算了，您对我也这么没有信心？既然早晚都要去，我先提前过去踩点嘛。”楚天行一下子愣住了，他仔细想了想，似乎面前这小子的实力确实不弱，而且还有脑子，主要胜在没有弱点，防御高，力量足，还有恢复。看到楚天行沉默了，王峥接着说道：“您是知道我的实力的，而且您别看我平时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模样，其实我也有野心的，我可不甘心就以100点的力量属性退凡。我之所以想出去历练，就是为了迅速弥补上其他属性上的不足。而且我的观想物很特殊，您是知道的。您只知道它可以通过击杀异兽提升观想进度，但是上次我帮军区去做任务，抓捕了一位天魔，在我审问天魔的时候，那天魔物化后就要逃跑，最后还是被我的观想物给堵回来了。其他人都不知道，认为那是我控制的，但是我自己很清楚那并不是。还有之前交流赛和李大宝对战的时候，那巨大的凶兽也是自己出现的，根本就不是我所操控的。而且在那之前，我根本就不会那样变大的能力。对于这些，我不相信校长您一点猜想都没有，我也有。现在我想把它完完整整的给具现出来，我想知道真相。”即使王峥这样说，楚天行还是不打算答应。知道了又能如何呢？如果真的是像你想的那样，你有没有想过，这或许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王峥回答的十分坦然，总要试一试的嘛。而且我觉得这不会是坏事，每一次出现异常的时候，这神兽都是在帮我，而且这也都只是我们的猜测，如果不弄清楚，以后不就更加提心吊胆了？难道我一辈子不修炼了？还有啊，校长，这事我也就跟您一个人说过，我连我爸妈都没说，您可不要告诉他们，免得他们瞎担心。楚老头知道自己是劝不动王峥了，而且扪心自问，如果这事情是出在他楚天行自己身上，他大概率也是忍不住的。楚天行无奈地摇了摇头，接着问道：“那你想去什么地方？既然你自己都有打算了，不会想去哪里都没想好吧？”王峥嘿嘿一笑：“我想去云巅战场。”楚天行大惊：“云巅？你小子疯了？去那里干什么？那可是被称作觉醒者噩梦的地方，除了驻守的战士，基本没有冒险者愿意去那边的。要不是还有一些特殊的药物只能在当地生长，根本就不会有觉醒者原因去那边冒险。那里到处都是变异毒虫，而且成群结队，不但毒素迅猛，而且这些虫兽基本都是没有灵气结晶的，材料也没办法利用，根本就没有利用价值啊！而且周边临近红沙瓦底，当地政权已经分崩离析了，很可能还会碰到异国的觉醒者。你就算真的想要试炼，不会换个地方？”王峥挠了挠头，他只是在异兽学说里看到过全国的异兽分布，想着那边的异兽种类特别适合自己的反伤发挥，倒是没有想过还有毒素的问题。思考片刻，王峥问道：“校长，您既然了解得这么清楚，那您肯定去过的吧？那些毒虫长蛇的毒素对您来说有效果吗？就说以前您修炼功法之前，您可不要吹牛啊，是关我生命安危的。”王峥还记得第一次扫描的时候，老楚的体质才60点，如果他都能扛得住，自己肯定也没问题。而且寒假之前自己肯定能全属性60点了，到时候再把体质给加到80点，那就更稳了。
作为没有大范围杀伤性手段来说的王峥，云巅无疑是最适合他的战场。本来还想拍着胸脯保证说没问题的楚天行，听到王峥这话也是顿了顿，仔细思考了下，应该不会有效果吧？我也不太确定，毕竟普通的毒虫根本没办法靠近我的体表就被电死了，厉害的没靠近就被我发现了。虽然那边是冒险者的噩梦，但是也是元素系觉醒者最多的地方。况且我也不会闲着没事让那些毒虫来咬我吧？而且你怎么跟我比？得，白问了。王峥发现自家校长除了吹牛之外，说话也挺凡尔赛的，于是他鬼鬼祟祟地问道：“校长，你能不能搞到那边常见的蚊虫毒素啊？我先试试，我觉得以我的体质差不多能抗住，如果毒素实在迅猛，扛不住我就换地方。您忘记了，我可以反伤的，虽然我不是元素系，但是我给自己治疗可以反伤啊，而且我还能恢复生命力，一边给自己治疗，一边反伤，只要毒素不能对我造成致命伤害，哪怕我不用灵气护罩防御也没关系啊。我丢一次圣光，反伤能持续很久，完全足够撑到我灵气恢复了，这就不用担心灵气耗尽了，形成涌动了。”楚天行也是被王峥的奇思妙想给打败了，没好气的骂道：“我到哪里去给你搞这些东西？你爱去哪去啊？我不管了，你要真想试试，你去军区找顾敏看看，我弄不到。”说完，楚老头就气呼呼的走了。王峥看着这老头，心里也觉得好笑，明明给自己指引了方向，但是又傲娇的跑走了。王峥心里决定，之后抽空去一趟军区，看看能不能搞到相应的生物毒素。不过他对这个其实并不怎么担心，他高达70点的体质，一般的蚊虫能不能咬破他的皮肤都不好说，还毒素呢？而且他对自己的圣光术很有信心，圣光术这技能泛用性太广了，搞不好还真的可以解毒的。王峥心里想着，一会儿回去再好好做一做功课，归类总结一下，看看云巅有哪些异兽的毒素最强。如果自己真的不怕毒素的话，那就完全值得闯一闯这云巅战场。你想想，遮天蔽日的蚊虫飞营，那边光是入了品级的就不下10几种，哪一种不是按照群来计算数量的？哪怕只是最低的一品，既然入了品级，最起码体内肯定有灵气吧？哪怕一点上限一只，到时候一群群的蚊虫围上来，那还不得起飞喽？至于灵气结晶，灵气结晶算个屁！要真能这样，他能把所有技能都给顶满了。一想到自己在战场上大杀四方的场景，王峥顿时痴痴地笑出了声来，不由得沉醉在自己编织的美好愿景里了。咚咚咚！王峥的房门大清早的就被人雷得直响，他本来想装死不去管的，但是门外的敲击声持续了好几分钟都不带停歇的，这才把王峥从被窝的封印里解放了出来。当王峥打着呵欠，一把拉开宿舍的房门，果然不出所料的看到了一脸志得意满的楚小满。王峥一脸的无语，立刻就要关门。楚小满当然不依，直接一扭头钻了进来。王峥看到对方已经跑进来了，干脆就不管了，放开了房门的把手，直接迷迷糊糊的回到客厅，一头栽倒在沙发里，闭着眼睛就要继续享受假日的悠闲。而此时看到房门大开的吴欢，才跟在后面走了进来。这还是他第一次进入男生的宿舍呢，不免有些局促，站立在门口，好奇的四处张望。结果发现房屋内虽然没有太干净，但也算得上是整洁，没有出现他想象中臭袜子满天飞的邋遢现象。而此时的楚小满早就跳到王峥身前，一手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喝道：“王峥，我现在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学习会，告诉你，我可以是有独家的内部消息，可以保证你在几天之后的考试拿个好成绩。”哇，好棒，好棒！本来还强打着精神的王峥，在听到这话后，瞬间就没了兴趣，敷衍着拍了2下手，随后直接身子一歪，就要入睡。看到王峥这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顿时把楚小满气得跳脚，抄起拳头就要往王峥身上捶。但当他看到王峥身上白光一闪后，瞬间又怂了，一把将王峥从沙发上扶正。明天就要考国际近代史、现代思维概论，我告诉你，我手上可以是历年的原题，虽然不会一模一样，但是总体内容框架是不变的。你要是喊我一声小满姐姐，我可以考虑给你看看哦。王峥被他烦得不行，仅有的一点睡意也没有了，于是一个起身就拉住了他两边的脸皮，使劲地扯了起来。你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啊？你为什么会觉得我需要这些东西？楚小满，我告诉你，你不要用你的猪脑壳来揣测我的智商，你忘记我的量子波动速读法了。楚小满一把拍开王峥作恶的手，然后揉了揉自己的小圆脸，怒骂道：“混蛋东西，这2门课是选修课，你都没去上过课，你确定你不需要我最后给你一次反悔的机会？”王峥迷糊的脑袋终于彻底清醒了，他自己回忆了一下，似乎自己真的没有上过类似的课。他顿时好奇地问道：“既然是选修课，那为什么我自己不知道我选过？”楚小满得意地笑道：“你自己动动你的猪脑壳想想吧，当时我们3个在2楼吃饭，你说想要赚学分，听到说上选修课考试通过有学分拿，你让我帮你选的。”王峥皱着眉头仔细想了想，似乎好像还真的有那么回事，然后又问道：“那既然有课上，为什么我的课表里没有？而且你也没喊过我去上课啊？”因为选修课不用每节课都去上，只要考试通过就可以了，而且我自己也没去过几次。王峥立刻走到自己的书桌旁，一通乱翻之后，终于找到了这2本崭新的课本。这2本书一直被压在了书桌的最下层，随意的翻动了一下，仅仅只是花了10秒钟，王峥就已经把这2本书的全部内容都扫到了自己的脑海中了。闭目感受了一下脑海中的内容，王峥不由得啧啧称奇，也不知道脑海中的内存会不会满，他往里面扫描了这么多书籍，也没有提示内存不足呀。然后王峥大喇喇地走回沙发旁坐下，一脸严肃地说道：“被京南大学特招，让我的才华没办法得到施展。如果我没有被特招，而是去参加高考，江南省的高考状元指不定是谁呢？”楚小满一脸的不屑：“你就吹吧，你又在天上飞呢。”王峥无所谓地摇了摇头：“你爱信不信，反正我话放在这，其他人我不知道，反正不管你怎么作妖，我肯定分数比你高。”吴欢现在也已经好奇进过了，看着眼前吵吵闹闹的2人，心里觉得幼稚，然后自己默默地坐了下来，一手托着下巴，看着这俩活宝继续表演。楚小满被王峥的话气得直跳脚，
他自从上次被王峥在图书馆骗过之后，已经开始有些不相信王峥能够快速记忆书中的内容了。他思来想去，都觉得王峥自己肯定是暗地里有偷偷的刻苦学习，就跟他以前每天晚上回来都加练一样。上次去图书馆也肯定是提前背过书在整自己。于是他顿时来了信心，大声喊道：“那你敢不敢跟我赌一赌？”“怎么赌？”王峥听到这话，立刻来了兴趣。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就比明天的2门选修课考试，谁的分数高就是谁赢。不过你既然有那什么量子阅读，书里的内容你刚刚肯定都记下了吧？我要把你的书收走。王峥心里暗笑，你是真的聪明，我刚刚确实是记住了，但是还是面露难色，支支吾吾的说道：“那个，我虽然是记下了，但是收书就不必了吧？”楚小满看到王峥露怯了，心里顿时信心倍增，收，一定要收，不然怎么证明你的实力？王峥咬牙硬撑，那行吧，那赌注是什么？楚小满把头一昂，自信满满的说道：“就赌一个称号，分数低的人以后在教室里称呼另一个人为学神，你赢了我就喊你学神哥哥，我赢了你就要喊我学神姐姐，愿赌服输，你别到时候玩不起。”在楚小满的脑海里，仿佛已经看到了王峥在教室里苦着脸，左一个小满姐姐，右一个小满学神的狗腿子画面了，顿时笑的眼睛都眯成了月牙状。而王峥则是一脸的羞涩，眼珠子一转，说道：“这不好吧？你要是输了这脸要往哪里放啊？要不这样吧，就赌一个学期的2楼饭菜，也免得你天天赌我。你要是输了没学分，就去找你爷爷要，实在不行找你爸要也可以。反正整个南大都是你们一家子说了算的，仓库里那么多好东西留着不用也是白费。”王峥看到楚小满想要开口说话，一把就捂住了他的嘴，抢着继续说道：“你想啊，你家里也没有个哥哥姐姐什么的，你爷爷随便去战场上转一圈都不知道抢回来多少资源了，那么多好东西还不是丢进仓库里发霉了？就这给你加点学分怎么了？爷爷赚资源给孙女花，这是天经地义的，非要搞什么一致对待，这不是闲的要。小满你自己说对不对？搞得你每天想吃点好的还要跟我跑，多丢人啊！要我说你爷爷就是太正直了，你去他面前撒撒娇哭一哭，搞个几万积分完全不是问题。”王峥是真的觉得楚老头思想不对，他完全就是把自己的家当成是整个京南大学了，一心想着振兴学校。自从楚小满入学之后，那真是一点特殊待遇都没有了。不过也亏得这样，他自己才能一直从楚天行这里捞到好处。他之前听楚小满自己说过，原本在他觉醒之前，楚老头还时不时的给他送灵气结晶，帮助他提升灵气值。但是现在别说灵气结晶了，连学分都需要自己挣，可怜的不行。这要是换成王峥，别管用不用得上最高级的 A 级合金武器、高级异兽皮甲、灵气结晶、断体液，有多少给多少。甚至储物戒也不是啊，储物戒还是算了，毕竟在自己这里呢，就别瞎逼逼了。王峥看到楚小满已经在所有所思的点头了，继续加大火力输出。你也别说我欺负你，你跟吴欢2人一起上，算上他一起，加起来分数比我高就是，你们赢了，没我高，就算我赢。你要是赢了，我不但喊你想要的学神称呼，而且还包饭。你要是输了，我也不用你喊我学神哥哥，小姑娘家家的，多丢脸啊，直接请一个学期饭就可以了。王峥其实心里也没特别在意这个学期的饭菜，他就真的想给楚小满争取点福利，毕竟自己的亲爷爷这么厉害，一点好处没有也确实有点过分。而在一旁欢乐吃瓜的吴欢听到王峥这样说话，也是被气得不行，什么意思啊？看不起谁呢？你自己学习好也不能这么埋汰人啊！刚要开口，突然想到自己没有报选修课，哦，那没事了。不过他没开口，楚小满倒是接上话了：“欢姐没有报选修课，就我跟你报了，比赛也只有我跟你比。他当时说他自己几门主修的课程都已经学不……他话还没说完，就被吴欢把嘴给捂住了。吴欢没好气的说道：“你就说你自己，别带上我。”楚小满挣脱开来，大声喊道：“一言为定，你到时候别后悔。”他直接从王峥的笔记本上撕下2张白纸，刷刷刷，3两下就把赌约的内容给写上了，还一式2份，显得特别正式呢。王峥也是看得好笑，但是也不含糊，直接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等王峥签完字之后，楚小满拿起一份赌约，转身就走，显得十分潇洒。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把王峥的课本给带走了。他现在心里想的全是王峥输了以后，在班级里给自己当狗腿子的画面。至于万一自己真的输了吗？大不了就去找爷爷哭一场。他心里隐隐还是觉得王峥说的挺有道理的，反正输赢都不亏，又不用喊王峥学神哥哥。孙女输了赌注，要自己的爷爷帮着赔偿，也是理所应当的嘛。大不了到时候就说是王峥教的，就说是他哄骗自己打的赌。此时的楚小满心情格外的舒畅，走路带风。他觉得自己脑袋瓜子此刻转得异常的快，简直是太聪明了。在打发走了烦人的楚小满之后，王峥也没有睡意了，简单的洗漱一番之后，就继续去国术馆加练了。当他正在国术馆里挥洒汗水的时候，老楚终于带来了好消息。只见楚天行龙行虎步，气度不凡，大步的迈了进来，一把拎起王峥就要走。不过他似乎忘记了，现在王峥的力量可比他要大。一拎之下，王峥的双腿仿佛在地上生根了似的，稳稳地站在地上，纹丝未动。一时间，整个国术馆内的气氛有些沉默。王峥点头哈腰，立刻装出一副受了伤、岔了气的模样，在地上打起了滚来。看到楚天行的眼神变得柔和了之后，王峥迅速结束了自己的蠕虫行为，一个咕噜翻身爬起，坐在了地上。校长，您怎么来了？有结果了？楚天行俯视着王峥，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笑着点了点头，随后脸色瞬间变得严肃，一脸正色道：“以我自己个人的身份，是没办法让你有更好的历练效果的。为了给你多加一层保护，我和军区那边通了个气，让你用京南军区的身份过去历练。不过，我虽然会带你去云巅，但这并不代表我会一直守在你的身边，真的到了野外，就全靠你自己了。战场之上，刀剑无眼，生死由命。如果你这次就真的这么不幸，那也只能说你活该。
我最多也就给你抹2滴眼泪，大不了在云巅杀他一个来回。可是你就真的死了，我这么说，你可明白？看到楚老头难得这么严肃，王峥也是心中感动。他是知道楚天行这么做是顶着多大的压力的。校长，我明白的，你不是说过祸害刘千年吗？我是去提升实力的，可不是去为异兽的。楚天行紧紧地盯着王峥，看到他眼神中的坚定之色，也明白自己是吓不到他了，于是也不再纠结，开口说道：现在跟我去一趟军区，顾老给你找来了当地的几种毒素，让你自己去试试。如果你试完还是坚持的话，等到考试结束，学校正式放假，我就会带你过去。当然还有你爸妈那边，需要你自己去说服他们，如果他们坚决不同意，那此次云巅之行也只能就此作罢。王峥听到这话，高兴的立刻从地上蹦了起来。关于父母那边，他早就想好说辞了。快，咱们现在就去军区。听到王峥的催促，楚天行也不啰嗦，直接带着王峥就飞了起来，而且越飞越高，迅速钻到了云层之上。王峥还记得之前楚老头还只能身化闪电飞行的，没想到现在退凡之后更是精神力大涨，竟然可以直接御空而行了。再配合上老楚这一身的打扮，竟然还颇有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这两人的体质一个比一个强，云层之上的罡风没办法对他们造成丝毫影响。楚天行也是有意试探，所以把速度拉得飞快，不一会就到了军区门口，随后飘然落下。当他看到王峥落地后，一副无所谓的模样，心里也是暗自点头，觉得这小王八蛋还是有点东西的，不但力量超绝，这体质也是一等一的棒。好在军区附近本身就毕竟偏僻，周围人也不多，不然就这么2个人从天而降，即使是处于灵气时代，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冲击力巨大的。等到王峥出示了证件，2人进了军区内部，自然就不能再那么肆无忌惮的飞行了。王峥还是老规矩，去登记借了一辆车，随后就朝着研究基地开了过去。因为这次的事情和天魔没有关系，所以也不用下到地下室，只是在1楼测试就可以了。2人刚一进门，就迎来了个穿着普通、戴着眼镜的研究员。这人王峥也见过，就是记不得名字了。他看到王峥和楚天行进门，直接就过来了，带着2人就往前走。想来应该是顾老提前就打过招呼了。王峥虽然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但是他嘴巴会说啊，张口就问道：这次需要怎么测试？抗毒实验会不会有危险？研究员笑呵呵地回复道：王中尉放心，很安全的。这次实验选取的都是云巅那边蚊虫异兽中最常见的毒素，而且这些毒素都是被稀释过的，主要就是测试您的体质对这些毒素的抵抗性，没有任何危险的。听到这，王峥放下了心来，随后就坐在了座椅上，耐心地等待了起来。不一会儿，就看到这位研究员推着小车过来了，上面还放着7、8支颜色各异的注射针筒。他一边做着最后的检查，一边叮嘱王中尉，不要激活您的护体灵气啊，不然这针扎不进去。王峥自然是从善如流，安稳地坐好。随后呢，研究员也不废话，拿起一支试管对着王峥的胳膊就扎了下去。叮！只见那针筒刺在王峥的胳膊上，发出一声脆响。研究员王峥则是一脸的无辜，哥，我真没激活灵气啊。那研究员尴尬地笑了笑，随后捏了捏王峥的皮肤，没问题啊，肌肉是结实的，皮肤是有弹性的。他一脸的疑惑，换了根试管，又用劲刺了一下。叮！结果这次更加过分，那针尖戳在王峥的胳膊上，擦出了点点火星，甚至连针头都被捅弯了，根本就插不进去。那研究员一脸的无语，小声嘀咕着，就这身体强度，做什么毒素测试啊？哪有蚊虫能叮得进去你的皮肤？王峥也是一脸的尴尬，一时间2人大眼瞪小眼，场面就这么尬住了。楚天行顺手给了王峥一巴掌，然后接过了研究员手中的针筒，直接问道：只要直接注射进去就可以了吗？不需要挑选什么位置吧？那研究员想了想，回答道：我也没想到王中尉的体质居然这么好，既然这样的话，就直接注射到静脉血管吧，这样起效快，反应更加激烈，结果也会更准确。王峥这家伙不会是在报复我吧？测试的结果很快也很顺利，事实证明王峥的猜测完全是吃饱了撑着，想太多了。这些毒素一进入他的体内，立刻就被他的细胞吞噬后，随着体液排出了。至于他本人，更是屁事没有。而且更离谱的是，他的圣光竟然还能解毒。最后一支测试药剂注射的时候，王峥刻意的压制住了自己的血气，随后就看着胳膊一点点的肿胀了起来，还伴有一种酸酸麻麻的感觉。一边的研究员还在介绍，这个是吸血蝇的毒素，有麻痹感知的效果，往往在忍不住的时候就会被吸走大量的血液。吸血蝇不但口气锋利，同时它还会在人体内产卵，利用人体的体温和血液中的营养孵化，算是云巅最让人头疼的一种蚊虫类异兽了。王峥看着自己视网膜中的数据面板，血量纹丝不动，一点都没有下降，他的心里不禁有些得意，觉得自己的体质是真的强。随后他就尝试着对自己的胳膊刷了一发圣光术，结果不但手臂上的肿胀迅速消退了，就连之前那种酸麻难当的感觉也消失了。很明显，他的圣光术是具有解毒功效的，真就圣光破万法了呗。王峥咂巴嘴，这时的他已经完全放下了心中的最后一丝顾虑，就等着去战场之上大放异彩了。他想象着自己纵横在云巅战场的密林之中，无数蚊虫在自己的反伤下纷纷暴毙，灵气值无限上升的同时，自己的各种异能功法都被拉到满级，不由痴痴地笑出了声来。楚天行看到王峥发呆，直接就是一脚踢了上去，随后跟面前的研究员道谢之后就要走。王峥被踢了个踉跄，随后立刻清醒了过来。本来他还想着要和地下的老朋友们打个招呼的呢，不过既然老楚都已经提出要走了，他也不好说还想下去看看，最后只能悻悻地跟在楚天行身后一路回到学校去了。楚天行把王峥带到大学门后，也不和他多废话，丢下一句11号早上国术馆等我，就直接飘身而去了。那潇洒的御空术羡慕的王峥口水直流。而现在距离王峥的寒假刷灵气大计就只剩下最后一道难关了，那就是如何说服担心儿子安危的父母。对此，王峥早就有了相应的计划，直接打了个车就走了。不过他并没有回家，而是直接拐到了京南最繁华的商业街，按照之前在网上查找到的攻略，选了一家口碑最好的店铺走了进去。
王峥在里面整整待了几个小时，最后才心满意足的出来了，随后就径直回学校去了。接下来就要准备应付明天的考试了。时间：2027年1月4日，地点：京南大学期末考试考场。王峥左右翻动着老师发下来的卷子，摇头晃脑的，嘴里还轻轻的发出感慨。咚咚咚。这时，讲台上监考的老师走了过来，用指节敲了敲王峥的课桌，出言警告道：“王峥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吗？”这老师自然是认识王峥这个京南新人王的，毕竟当时的交流赛他也在现场，而且因为他的一句感慨，惹得罗岩老师现在还时不时的嚷嚷着要找王峥切磋呢。要是让王峥知道面前这位就是让黑阎罗对自己严防死守，打扰了自己赚学分大计的罪魁祸首，估计他肯定要和这位元素系的老师切磋了，好让他知道什么叫不能得罪治疗师。王峥看到监考老师都注意到自己了，连忙摇头。这老师继续说道：“那就不要耍宝，不要影响到其他人考试。”王峥连忙点头称是，随后铺开卷子，直接就对着答题卡上开始奋笔疾书了。这监考老师看到王峥下笔如有神助，也不用打个草稿，一直写个不停，很快就把答题卡上写得满满当当的了。虽然有些专业的问题他自己也不知道王峥是否答得正确，但是起码人家这态度在这里。这老师也没想到京南新人王环是个成绩不错的好学生呢，倒是和王峥在赛场上的形象不太相符，他还以为王峥会交白卷呢。随后他又四处扫视了一圈其他的考生，看了看考场内前后摆设的4组仪器都在正常运转，这才放心的回到讲台，开始认真的监考起来了。至于这些仪器是用来扰乱考场内的灵气的，要知道在这里参加考试的所有考生可都是觉醒者，就算不是超人系的同学，他们的视力和听力也都远超常人。不说千差万别的异能，个别身体素质高的学生用耳朵听都能听到其他人落笔后笔尖与纸张的摩擦声，以此来判断对方书写的内容。京南大学的期末考，这可不是某漫画中的吓人考试，用来比拼学生们的作弊能力的。不仅限于南大，所有的异能大学都是以培养出三观正确、学识丰富、综合能力较高的觉醒者战士为目标的。因此，考试就肯定要杜绝一切作弊的现象，要让考生们发挥出自己真正的实力。所以，这一种干扰器就应运而生了。这仪器没有其他的特殊功能，就是单纯的扰乱灵气分布，小幅度干扰人体磁场，干扰人的感知。不过这东西只对低级的觉醒者有效，对于高级的觉醒者是没什么效果的，最起码对于2位监考老师来说是没有作用的。不过，用来对付这些大学内的学生还是绰绰有余了。除了有干扰器屏蔽考生使用异能作弊，考场内一前一后还有2位监考老师监考。在此之外，在教室的4个角落还分布着4个摄像头，可以说是做到了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可以说，只要有学生想要作弊，保准第一时间就会被发现。不过王峥完全就是个怪胎，首先以他的身体强度，这些仪器根本就干扰不到他，其次他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到课本中所有的内容，根本就不需要调动灵气。为了这2场考试，他还特意去了图书馆，把2门课程对应的课外延伸内容都背了下来。至于王峥为什么嘴里发出怪声吗？因为他发现自己完全是小题大做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选修课考试内容不会太难的原因。这考卷上的试题内容全都是课本上的原题啊，所有的单选、多选、简答、概述，甚至是最后的综合大题，全都能在课本上找到答案，真就一点超纲的内容都没有啊！王峥仅仅只是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完全做完了整整8页的试卷，这谁顶得住的？这么简单的期末大考，甚至让王峥一度想要多错几个，免得太过引人注目了。不过一想自己的学霸天才人设早就稳稳的立住了，而且楚小满那边信心那么足，可见应该是有些手段的。王峥也怕自己到时候真的阴沟里翻了船，这才作罢。虽然他是不在乎喊几声学神姐姐的，但是输了还要请一个学期的灵气饭菜，这他可请不起。仔细思量之后，王峥还是决定满分就满分吧，谁叫自己就是如此的天才呢？这样的话，哪怕楚小满那边再厉害，自己最多也就打个平手，不输不赢。就这样，今天一天的2场选修课考试就以王峥2门满分的成绩落下了帷幕。至于其他的考试吗？4号、5号考选修，6至8号考主修课，剩下9号、10号2天考实战。不过这个王峥已经满分通过了，也就是说，只要8号下午最后一门主修科目考完，王峥就正式放假了，到时候就可以准备去战场上大闹一番了。2027年1月8号上午，大一新生的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王峥看着监考老师收走试卷，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这考试虽然比他想象的要简单，不过还是蛮考验临场发挥的。而且主修课的试卷比起之前的2门选修也难上了不少。看着周围的同学们或是欣喜，或是轻松，或是满脸的痛苦，王峥也算是第一次体会到了前世上学的氛围。毕竟以前大家重视的都是自己的修行和实力。到此为止，为期5天的文化课考试就在王峥的作弊搜索之下全部结束了。也就是说，王峥现在已经彻底解放了。他打算先回去宿舍收拾东西，之后就去商业街一趟，晚上就回家去说服自己的老妈。不过现在时间还早，不着急，搞不好老妈还要加班呢。王峥一个人在食堂的2楼享受过灵气午餐，双手抱着头漫步在校园内，不一会儿就已经回到自己的宿舍楼下了。刚上楼还没进门，就听到隔壁房间内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大喊，光是听声音他就知道楚小满这次考试可能发挥的不太好。王峥心里偷笑，然后直接就敲响了隔壁的房门。等他进去，就发现吴欢和他们几人的补课老师何依依也在呢。楚小满给他开门后，立刻就坐了回去，听着何依依在给他们对着答案，一会儿唉声叹气，一会儿又欢呼雀跃，像个十足的智障。而吴欢则是一副面无表情的冷酷模样。不过王峥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一丝不安，毕竟在京南大学挂科是要补考的，如果补考还不过，最终很可能会留学的。而何依依则是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痛斥着2人。说过多少次的题目了，结果还是错了。王峥听到这话后也是乐了，直接凑了过去，坐在了楚小满身边，小声问道：“怎么样？
准备好去你爷爷面前大哭一场了吗？楚小满脸色立刻就变了，虽然他准备了种种秘密武器，但是自己发挥的怎么样他还是很清楚的。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王峥考得比他还差。于是他心虚的大叫道：你先别得意，你连书都没看过，你能有什么好成绩？等成绩出来再说吧。略。王峥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要不这样吧，你现在当着大家的面说一声，王峥哥哥我错了，我不该小看你的实力。那一个学期的饭就缩减成1个月，这样你就算不去你爷爷那里哭诉，自己忍一忍，凑一凑，应该也付得起学分，怎么样？当然，我们的赌约也就此作罢了，就当你投降输一半好了。准确来说是输1/4。楚小满睁大了自己的眼睛，似乎想从王峥的脸上看出一些端倪，而王峥也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似的，眼神游离，躲躲闪闪的不敢看他。顿时楚小满信心大增，哈哈，你想诈我？告诉你没门，就等成绩出来，愿赌服输。说完，楚小满抬头望天，一副志得意满的模样，仿佛在他的眼里已经看到了王峥拿着成绩不如自己的试卷站在自己面前手足无措的模样了，顿时嘿嘿嘿的傻笑了起来。王峥见达到了目的，也不在意，随意的扣了扣耳朵。那你们继续讲吧。对了，小满，那2门选修课的试卷你带回来没？借我看看。王峥自己的考卷都是照着标准答案直接往答题卡上抄的，所以考完试试卷也没有带回来，也不需要像其他人一样先在试卷上打草稿做一遍，然后再把答案填到答题卡上。而楚小满考完试要对答案，肯定是带回来了的。这时的楚小满虽然是一脸的疑惑，但是已经认定了王峥肯定是考得不好，分数不如自己，想来打探自己情报了，于是更加警惕了。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不拿自己的？王峥一脸的无奈，这个傻子该聪明的时候呆，该呆的时候又精明，于是无奈的说道：不是都确定了赌约继续了吗？我又没办法改你的答题卡，你就当就让我看看我比你差在哪里了，还不行吗？听到这里，楚小满立刻高兴了起来，于是飞快的找出了自己的卷子递了过去，然后趾高气扬的说道：小满姐姐还是很大方的，你好好看，自己找找差距。王峥此刻看他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傻子，默默的接过试卷，随手拿过来一支笔，开始在试卷上写画画了起来。众人看到王峥的动作也是好奇，就连何依依都没心思继续给他们对答案了，紧紧的盯着王峥看他在耍什么花样。更何况是好奇心旺盛的楚小满和早就已经对答案对得头晕脑胀的吴欢了。仅仅只过了10分钟，王峥就把他们用来打赌的国际近代史和现代思维概论2张试卷给批改完了。然后王峥一把丢下手中的笔，淡淡的说道：啧，看不出来啊，楚小满，你可以吗？没想到一门69，一门81分呢，竟然都及格了。只不过就你这点分数，虽然拿到了学分，但是你是怎么敢答应继续要赌1个学期的饭的呀？楚小满愣了一下，低头看着王峥已经把他试卷上所有的错题都给纠正过来了，而且还在一旁写上了正确的答案。他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通红，随后他双目失神，一下子跌坐到沙发上，身子往后一仰，一脸的生无可恋，嘴巴还在轻微的蠕动。如果仔细听过去的话，应该还能听到诸如1学期、学分、跪着要饭之类的词语。王峥打击完楚小满之后，得意洋洋的就回去了，简单的收拾完一番之后，假模假样的背了书包就离校了，直奔商业街而去。他在取回了自己定做的商品之后，就径直回家了。等他推开家中的房门，看到只有王胜荣一个人在家，王峥毫不意外，他打了个招呼就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了。躺在自己的床上，王峥仔细地斟酌着自己晚上的说辞。他看着储物空间里包装精美的礼品盒，觉得这事已经稳了一大半。听到门口开门的动静，王峥就知道是自家老妈回家了。没等王胜荣招呼着吃饭，王峥一个咸鱼打挺就从床上翻了起来。看着满脸疲惫的老妈，王峥也是心疼，赶紧就是一道圣光照了过去。等这一家3口其乐融融地吃过晚饭，王峥立刻拿出了他精美包装过的礼物盒，放到了自己老妈面前。李亮虽然心中疑惑，但看到王峥的眼神示意后，还是打开了盒子。看到里面的礼物后，顿时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看着里面安静地躺着一条纯白色的毛绒围巾，虽然总体长度短了一些，但是皮毛油亮顺滑，在尾端还点缀着一颗火红色的灵气结晶，散发出阵阵的灵气波动。独特的设计显得高端又不失淡雅，雍容又不失大方。没错，以王峥直男的想法，他觉得送礼就能解决问题。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时楚金南跟他说的，没有任何女性觉醒者可以拒绝一件白为雪貂制成的衣物，如果有，那就再来一件。更别说这次送礼的对象还是自己的老妈。王峥过来也快小1年了，早就摸透自家老妈的性子。看着李亮欣喜的表情，王峥觉得这一波必拿下。至于为什么王峥送的是围巾而不是衣物吗？别问，问就是别出心裁。要知道，就制作这条围巾的材料，还是他在楚金南那里苦苦求来的。为此，王峥甚至还咬牙抵押了一枚灵气结晶，才以500积分的高价设下的。而这围巾的造型和点缀的灵气结晶，自然也是出自王峥自己的创意。楚金南那边定做慢不说，而且更重视的是功能性，至少王峥是不相信他们的审美的。他之前去商业街就是为了这事儿，以他前世领先这边不知道多少条街的时尚品味，再加上王峥独特的灵气结晶搭配，那效果可不是只1+1大于2那么简单了。而且这灵气结晶，这可比前世的任何宝石都漂亮多了。更何况制作这样一件艺术品的加工费也不过才几千块钱罢了，王峥还是付得起的。值得一提的是，原本那店家还想收购王峥提供的材料皮毛，不过在王峥出示过自己的军官证之后，那店铺的老板差点连加工费都没敢收。至于花费的2枚灵气结晶，哼，300点灵气上限罢了。王峥也看开了，有舍才有得，等到了战场上，灵气值要多少有多少。王峥看着自家老妈满脸欢喜的样子，心里也是开心。妈，天冷了，这是我专门在学校里换的材料，给您定做的，这样式还是我自己设计的哦。这枚火系的灵气结晶是我从军区拿贡献点换的，现在天冷了，您戴上之后肯定很暖和。李亮感动的俏目含泪，
立刻就从盒子中将这件珍贵的围巾拿出来围上了。妈妈很喜欢，你有这份心就好了。学校的学分和军区的贡献点有多难得，妈妈不是不知道。你现在还在实力的上升期，应该用在自己身上的。话说到这里，王峥立刻说道：“我实力提升得很快，这点东西不算什么。我就是想说，军区有一个去前线交流实习的机会，我已经申请过了。不过您不用担心，楚校长亲自陪同，贴身保护，完全不会有危险，而且时间不会很长，到时候准时回家过年。”一口气说完，王峥紧紧盯着自家老妈，大气都不敢喘，只是在心里祈祷着老妈不会再拒绝自己。李亮轻轻解下脖子上的围巾，然后看着王峥说道：“我知道你的想法，而且你们校长也跟我沟通过了，你有心想要多属性退凡，想要趁着假期冲刺，这是好事。我和你爸之前之所以拒绝你，也是怕你心里不成熟，大意之下出现危险。不过你现在也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想法很正常。如果你真的决心要去，那就去吧，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危，你自己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王峥没想到楚天行这个傲娇的老头说一套做一套，竟然还帮助自己偷偷做过老妈的思想工作了，心中也是大喜，一把扑了过去，给李亮一个结实的拥抱，然后说道：“妈，您就放心吧，我这次做了充足的准备，就连所有的毒素测试我都做过了。我跟您说啊，我现在的体质非常强，那些蚊虫类的异兽根本就没办法破开我的防御，而且就算真的受伤了，中毒了，我的体质还可以做到自动排毒，更过分的是，我的圣光术还能缓解中和毒素。这云巅战场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宝地，等这次回来，我肯定实力大涨。”听到王峥兴奋地说了这么一大堆，李亮和王胜荣立刻沉默了下来，而王峥也感觉到了气氛有些不对，看着自己的父母，小声地问道：“怎么了？我哪里说的不对吗？”李亮面色严肃地问道：“你刚刚说哪里的战场？”王峥满不在意，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云巅啊，听说在大娘山那一带。那你知不知道云巅战场隔壁就是红沙瓦底，那边无时无刻有偷渡者想要绕过异兽密布的无人山区，到我们华夏的国土上来搞风搞雨，而且能在云巅混的觉醒者没有一个好惹的，基地内部都天天有冒险者厮杀，时不时还有蚊虫异兽骚扰。你确定你要去云巅？王峥心里顿时明白了，原来自己父母担心的不是异兽啊，那就更不是问题了。王峥笑着回答道：“妈，您是不是忘记了，比起异兽，我更擅长对付觉醒者呀。而且您别忘了，我是代表军区去的，您就放心吧。还有一句话他还没说，人他也不是没杀过，和异兽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没有灵气收益而已。”虽然话是这样说，不过王峥心里还是闪过了一丝凶狠，他早就听到楚天行讲述过云巅的状况了，自然也是有相对应的心理准备的。没人来惹我就算了，要是真的有人敢来，战场上可是每天都在死人的，每天死掉几个可没什么人在意。听到王峥这样说，李亮的心里也稍稍的放松下来了一些，而王胜荣也开口劝道：“儿孙自有儿孙福，小峥已经长大了，难道你还能真的管他一辈子？而且这次是军方作保，楚校长作陪，这小兔崽子有这样的好运气，多少人都羡慕不来呢。我们那时候应招入伍，前线不比现在混乱多了，你就不要多担心了。”王峥知道自家老爹是一直支持自己上战场历练的，只不过苦于无法当家做主，他说了不算，有他的支持也没用。说来也搞笑，老王家两个姓王的大老爷们被一个姓李的治得服服帖帖的，真的叫人感慨啊。王峥挤眉弄眼的给王胜荣竖起一个大拇指，点了个赞。而李亮在听到王胜荣的安慰后，也是平复了下来，不过他还是有些不放心，还想多叮嘱几句。这时王胜荣及时的岔开话题：“小兔崽子，你怎么只给你妈准备了礼物，我的呢？”王峥虽然心里觉得老爸打的一手好助攻，不过听到这不要脸的话语后，还是无奈的翻了个白眼。这都讨论完了，定下来了，自己要去战场了，才敢开口，还好意思要礼物呢？自己什么家庭地位，心里没点数吗？于是王峥撇了撇嘴，一连几十道圣光落下，把整个客厅照得亮堂堂的。喏，这就算是给您的礼物了。这2天的实战考试，因为王峥免考，所以他也就没有去学校，只是在家里继续努力锻炼。对于王峥的缺勤，楚小满和梅一奇倒是十分的失望，因为这2人终于赶在本学期结束之前把自己的巨献物给观想出来了。只不过当楚小满意气风发的想要找王峥炫耀时，王峥根本就没在学校，他因为打赌的事情一直在偷偷摸摸的躲着王峥，没想到一直是在和空气斗智斗勇。王峥不仅在文化课考试后就直接离校了，就连他们新生实战的考核都没有来到现场，这让一心想要在王峥面前出风头的楚小满失望至极。他的电话是打了一个又一个，不过都没有联系上王峥。要不是楚天行告诉他王峥这2天在苦练，他都以为王峥是不是已经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而王峥在看到手机上无数的未接来电，还有梅一奇对自己的感谢和求指点的信息后，都只是简单的恭喜了他们一番，然后就把手机关机，继续去站桩了。他现在打算做最后的冲刺，一心一意全都扑在练功房里了。这拼命的劲头让王胜荣看得老怀大慰，他还以为王峥在学校内也一直这么刻苦呢。而在王峥的努力下，终于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他终于完全适应了加点的不适，又给自己的力、智、精、敏4种属性提升了1点，达到了全属性60点。现在王峥的完整属性是体力值800-800，灵气值11211121，体质80，力量99-144左元括号60+84右元括号加，智力60+，精神60+，敏捷60+，基础功能扫描1，储物1，升级1，武兽横练法通晓230-300，额外提升体质、力量、智力、精神、敏捷各3点，可升级。意念观想法小成200-300，可升级。观想物征，观想巨献进度24%，特殊效果狰狞可怖略，胸征玉骨略，荆棘之心 LV5+略，立体霜 Elf7 略，圣光束 LV3+略，
激战怒吼 LV1 略。王峥除了在2天内花费了400点灵气值，将除了体质之外的4维属性都提升到60点之后，他又花费了700点灵气值，将自己的体质直接提升到了80点。虽然这一下就让他的灵气上限掉了一大半，但是也算得上是给他自己的云巅战场之行又添加了一层保险了。而且他之前的猜测果然没错，这次全属性提升后，提升基础功能果然就只能用在储物上了，另外2项也不能选择。不过现在要上战场了，储物空间大一些也不是坏事，起码可以多带一些补给嘛。王峥现在脑海中的储物空间在升级过后，整整扩大了好几圈，从原本8个立方大小的空间，直接变成了10乘以10乘以10的黑洞，整整有1000个立方，真的给了王峥一波大的惊喜。至于其他的能力，除了因为需要克服加点带来的不适而加练横练法有一波熟练度的提升之外，其他就没有变化了。在完成了提升之后，虽然时间已经不早了，但是王峥还是决定忍着不适的身体出去一趟。只是当他走到小区门口时，突发奇想，一度想要试试能不能把小区门口搭建的保安室给装进去，不过转念一想，还是放弃了。那玩意儿是有地基的，并不是门禁中间的小亭子，要是真的被自己收走了，也太过惊世骇俗了。而且到时候保安赵大叔他们也太可怜了，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了。一路出了小区，王峥一边调整自己的步伐，一边歪歪扭扭的小跑了起来，就相当于是在适应新的60点敏捷属性了。不一会儿，他就到了最近的大型超市。在结账时，当收银小妹看到王峥一个人用链子将10几个小推车连在一起过来时，都被惊得合不拢嘴了。最后还是王峥自己解释说，10几个同学要出去野营，自己负责统一采购，这才让他放下了戒备。毕竟王峥不但东西买得多，而且还杂。除了吃的喝的，还有常见的百货工具，像什么锅碗瓢盆、铲子、铁锹，甚至连置物架都买了几组。这还是王峥进来超市之后才有的想法。他之前空间小没办法，他现在想要试试能不能在里面做好分类，免得关键时刻需要的时候还要花费心神在空间里找半天。在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结账之后，王峥拒绝了热情的保安大叔的帮忙，自己一个人将这些物资都拖到了地下室的停车场，趁着四周没人，全都收进了自己的储物空间。当然，超市的手推车他可没收，他又不是小偷，不然刚刚就在超市内就直接对着货架默念收纳了。当王峥在超市、百货店、桶装水店跑了几趟之后，他终于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家，看着自己的储物空间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各种物资，一脸满足地进入了梦乡。次日清晨，王峥早早的就起床了，一番简单洗漱之后，又再次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储物空间内的物品，就打算直接出发了。在离开之前，王胜荣拦住了王峥，随后丢给他一个小包，里面装的就是他之前见过的灵气药剂。虽然这些药剂王峥不是特别需要，他甚至都没有往这方面想过，不过也算是有备无患了。这是你妈给你准备的，她让我叮嘱你，去了战场上一定要小心谨慎，紧紧地跟在你们校长身边，不要冲动行事。还有很多其他的，我就不一一叙述了，你自己心里有分寸就好。你现在已经长大了，老爸以你为豪。说罢，王胜荣上前2步，给了王峥一个大大的拥抱。虽然时间很短，王峥还张开手臂愣在门口呢，王胜荣似乎是脸上挂不住，直接一脚将他踢了出去。赶紧滚吧，安全回来。随后砰的一声就关上了房门。王峥呆呆地站在门口，摸了摸自己的屁股，心里五味杂陈。老爸，你就等着我给你带灵果回来吧，到时候你不给我踢几脚，我都不给你，嘿嘿。说完后，王峥似乎听到了门后面有动静，吓得脖子一缩，立刻扭头就溜了。王峥现在有些克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下车之后直奔校内而去。门卫老大爷想跟他打个招呼，问问他为什么放假了还来学校，都还没来得及张口，王峥就像一台推土机似的咚咚咚的迅速消失在了他的视野之中。王峥昨天才加了属性，现在还有些控制不好力度呢。等他兴冲冲的到了国术馆，才发现楚天行早就在门口等着了，旁边还有停着一辆商务车。王峥可不相信他们爷俩就这么开车去云巅，而且看楚老头的样，肯定是不会跟自己换着开的。真要是开车去，到云巅都猴年马月了。而楚天行看到王峥身上什么都没有带，也是无奈的叹了口气，随后丢过来一个包裹。王峥接过来后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不少的瓶瓶罐罐，大部分都是用来回复灵气的回元药剂。可能楚天行也知道王峥自己可以恢复，另外2种疗伤类的药剂就少了一些。嘶！王峥倒吸了一口凉气，一脸诧异的看着楚老头，随后一拍脑门，似乎明白了什么。这老抠门今天不太对劲，他不会是觉得我只有一立方的戒指，放了2把大锤之后就放不下其他东西了吧？而且自己学分都变成易瘦肉吃到肚子里了，这2天也没来学校换点药剂什么的，他应该是觉得我没有积分，不好意思来赊账。王峥面色古怪，默不作声的将背包收进了胸口的储物戒，同时脸上似真似假的挤出来一抹感动。校长，您对我真好，您今天看起来格外的威武，简直帅呆了。王峥此刻心里已经是乐开了花，加上自己老妈给的补给，这就是双份的药剂了。随后自己主动上前，一把勾住了楚天行的胳膊。我准备好了，飞吧。王峥这次化被动为主动，他可不想再被楚老头拎着后脖领飞走了。虽然快是挺快的，但丢人也是真丢人。不过楚天行却是一点都不领情，身上白光一闪，就把王峥弹得开了手。随后低沉着嗓子说道：“飞个屁！门口开车去军区机场。”王峥一脸尴尬，甩了甩发麻的胳膊，然后挠了挠头问道：“咱们不是直接飞过去吗？还要去机场干嘛？难道坐飞机去啊？一路上要穿过不少战区吧？会不会不安全？”楚天行一脸的不耐烦，身上的电流愈发狂暴了，逼得王峥不由自主地往门口退了2步。看到王峥这副烂怂模样，楚天行气不打一处来，心里想着这小子一点都不靠谱，自己也不知道发什么疯，还要带他去战场。嘴巴上说的好听，做足了功课和准备，这小王八蛋做了个屁，真就一点都不让人省心啊！出发去前线战场，就这么空着手就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出门遛弯去呢。楚天行越想越气，大声骂道：“废话，这里到云巅战场3000多公里，难道老子带你飞过去啊？飞机上还有其他专门负责保护机体安全的觉醒者，
你怕什么？现实没这么远哈，直线2150公里，书里因为灵气复苏，版图扩大了。你胆子这么小，还去个屁的战场，滚回家算了。王峥心里还挺委屈，扣了扣耳朵，默默地走到门口开车去了。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嘛？被楚天行痛骂了一顿的王峥，现在正老老实实的开车呢。因为之前在军区，王峥在楚天行面前开过一次车，所以他现在也不敢说自己没有驾照的事情。他这一路上开得贼慢，心里祈祷着不要被警察叔叔拦下来，不然到时候就只能拿自己的军官证开道了。不过他似乎运气不错，似乎交警同志们都听到了王峥的祈祷，并没有来拦住他，一路顺利的就到了军区的机场。看着空旷的基地，王峥心里不由得感慨，现在这个时代，飞机已经成为了绝大部分平民遥不可及的事物了。就算是所有机体上都配备有强烈的音波干扰，实力强大的觉醒者战士，但飞机失事的新闻也都是时常可见。虽然现在是处于灵气觉醒的时代，但是能在天空中自由飞行的人还是极少数的一部分的。而在上万米的高空，一旦飞机被损坏，飞机上的普通人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性的。所以如果需要远距离出行，一般人还是会选择高铁的。毕竟现在的铁路基本上都全部重新铺设过了，绕过了绝大部分的山区，虽然需要花费的时间更久，但是胜在更加安全。而且在地面上行驶的列车也总是会给人带来一种脚踏实地的安全感。这也是王峥为什么会对楚天行选择坐飞机去云巅这么惊讶的原因。至于军区的机场嘛，顾名思义，那就是专门给京南军区使用的机场。偌大的基地内部，除了常见的运输机和护卫机，就没有其他的机型了。灵气热武器的研究一直没有突破，所以战斗机也成了摆设，就连护卫机上也只是装着屏蔽灵气波动的仪器和音爆弹、空爆弹两种武器。前者是音波攻击，后者扰乱磁场，只能说效果差强人意吧。王峥的车一路开进了机场都没有被阻拦，想来是楚天行提前打过招呼的。在他们俩下车后，立刻就有一位中年军官前来迎接。在王峥和楚天行都出示过自己的证件之后，那军官直接带着两人向着一辆大型的运输机走去。那军官边走边介绍，我是本次运输机的安全员和机长，我叫林有杰。本次任务是护送京南军区的一批物资送到宝山城，因为是临时接到的任务，加上之前只是单纯的运送物资，舱内可能没有那么舒服，所以还请王中尉和楚校长不要嫌弃。这还是王峥第一次在本世界看到飞行员呢，不由得多打量了几眼。这林有杰机长方面大耳，目光锐利，虽然个子不高，不过却显得很是沉稳，让人一看就很有好感。对方说是临时接到了任务，那肯定是知道王峥两人身份的，而且在看到楚天行的觉醒者证件之后，说话更是客气了几分，这让王峥顿时对自家的校长又多了几分认识。至于他所说的临时任务嘛，王峥也有所预料的，毕竟他也不会自大到认为军区会专门给他派一架军用机送他去云巅，不就是个搭顺风车嘛，王峥还是能接受的。王峥听到林有杰的话语，又看了眼楚天行，见他没有要说话的意思，于是连忙上前寒暄，林哥太客气了，应该是我们打扰了才对，希望不会对您的工作产生困扰。林有杰见这年轻的中尉如此好说话，心里也是活络了几分。原本还以为是个什么军区大佬的公子哥，还要楚校长这样的人物护送，肯定会盛气凌人，保不准还要因为狭窄的机舱内部不够舒适而大发脾气。现在看到王峥如此亲和，也是松了一口气，连忙带着两人上了飞机。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相谈甚欢。楚天行倒是跟在王峥后面一言不发，时不时还拿古怪的眼神瞄着他，心里暗自想着这小子待人接物确实是有一套。短短几分钟就已经和这位机长兼安全员称兄道弟了，以后等他毕业了，他要是敢不留校，老子就把他腿给打断了。楚天行心里默默地给王峥的未来做着规划，远远地追在了最后。需要配送的物资早就到位了，而这次的护送除了这些物资外，也就只有王峥和楚天行两个人了，所以等他们上了飞机，林有杰就径直走向了驾驶室，很快运输机就起飞了。因为是专门的运输物资的飞机，里面的座位确实不太舒适，只是靠着机舱边缘短短的一排长条，整个机舱宽度目测也就2米多一些，甚至比前世他所知道的运输机都更为狭窄一些，而且还在机舱中间堆放了不少物资，环境确实不太好。不过王峥也不是什么娇气的人，直接就坐下了，楚天行则是一言不发的坐在王峥的身旁。在一堆包裹的严严实实的物资之后，还有另外的2男1女3位随行的安全员。王峥心里猜测，一架运输机上应该是配备了4位安全员的。经过一阵短暂的颠簸，飞机已经平稳地滑行到了云层之上。王峥看到对面几人都解开了安全扣，也有样学样的解开了自己身上的扣子，站起身子走到前方的窗口处，朝着窗外看了过去。这还是他穿越以来第一次坐飞机呢。看着远处蔚蓝的天空一碧如洗，阳光散落在云层之上，闪烁着耀眼的金色光芒，王峥的心情都不由得舒缓了几分。白云之间还有几只巨大飞禽的身影在其中穿梭，时而俯冲，时而盘旋，带动着云层在不停的翻滚，就如同海浪一般涌动，很震撼吧？王峥，你第一次坐飞机吗？林有杰打开驾驶室的舱门，走到王峥身边，笑着向他问道。虽然王峥前世都是某航空公司的金卡顾客了，不过看着眼前壮观的情景，王峥还是点了点头。他指着远处不停翻涌的云层和若隐若现的黑点问道：林哥，那就是飞行异兽了吧？我们就这么飞过去没有关系吗？不需要警戒吗？还有，你作为机长不用一直待在驾驶室吗？林有杰笑着解释道。不用那么紧张，那都离得很远了，而且我们的运输机上都刷上了新型的灵气干扰涂层，一般的异兽都没办法发现我们的。而且运输机的速度快，体型大，一般的异兽都不会追过来的。就算异兽们靠近，我们还有音波干扰装置，绝大部分的飞行异兽都会被赶走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至于飞行嘛，就更不需要我操控了，现在都是有自动驾驶的功能的，所有飞机都会提前在计算机的模拟下选择最安全的路线，不到紧急情况是不需要人工驾驶的。要不然这么大一架运输机只有我们4个，哪里还兼顾得过来？王峥听到他的解释，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林有杰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轻松一点，来，给你介绍下我的战友们。随后，林有杰绕过舱内的货物，带着王峥走到了机舱的另外一侧。尤大志、史少磊、邱曼玲这3位都是我的搭档，都是经历过无数次飞行任务的老安全员了。然后又对着3人一指王峥，介绍道：“这位是京南军区的王峥，王中尉，这次跟我们一起到云巅的宝山城。”其实他们几人都是知道王峥的，只不过之前只是在听说过会有一位军区的战士要去云巅执行任务，要做他们的顺风车，但都只是听说过王峥的名字，没有见过真人。现在看到王峥如此年轻，众人也都在好奇的上下打量着他。在众人观察王峥的同时，王峥也在偷偷观察着他们。尤大志看起来年纪最大，面相憨厚，理了一个平头，看着就像是一位普通的邻家大叔。另一位男性史少磊则是面容俊朗，20多岁的年纪，周身灵气环绕，只是和王峥点了点头，就算是打过招呼了，比较高冷。最后是一位女性觉醒者邱曼玲，看起来年纪最小，矮矮的个子，看着比王峥也大不了多少，一双乌黑的眼睛扑闪扑闪的十分灵动。等一行4人都见过礼后，几人中最为外向的邱曼玲瞥了一眼独自闭目养神的楚天行，小声的向王峥问道：“王峥，楚校长一直是这么严肃的吗？我看到他都有种不怒自威的感觉，说不出来的压抑。他的精神力不会比我这个精神系的觉醒者还高吧？”王峥听到邱曼玲的话，随意的扫描了一眼他的信息，3000多点的灵气值上限，56点精神属性最高，中规中矩的 B 级觉醒者，精神力甚至还不如自己高。人家老楚精神属性都快是他的2倍了，当然会感到压抑了。于是王峥挽起袖子，露出胳膊上红红的痕迹，笑着回复：“我们校长凶得很，没事就喜欢电人。诺，今天出门刚电的，新鲜的很呢。”以王峥的体质，今天出门被弹那么一下，自然是不会有什么痕迹的。这是他刚刚挽袖子的时候自己掐的。不过邱曼玲听到王峥说的话后，面色顿时一凝，倒吸了一口冷气，顿时吸了上去和楚天行谈话的念头。狭小的机舱内，虽然有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掩盖，但是对于楚天行这样的高手来说，几人之间的对话还是听得清楚的。不过他在听到王峥的诋毁后，也只是冷哼了一声，并没有过来揍他，继续靠在舱壁上小憩，表现得仿佛毫不在意一般。王峥一开始还被他吓了一跳，后来发现楚老头没有要找自己算账的意思，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不过也没有敢继续胡说八道了。他哪里知道，楚天行不是不想找他麻烦，只是因为在飞机上乱用雷系异能会对运输机的飞行造成影响。如果只靠肉身，他的力量又没王峥的大，搞不好自己还要丢了面子，这才导致他熄灭了去揍他一顿的想法。不过王峥的湖州却已经完全被老楚记在心中了。以王峥插科打诨的功夫，很快就和几人打成了一片。众人中就连最为冷淡的史少磊也时不时的插上几句，聊得热火朝天的。如果王峥的数据面板能够列一个人物自带的普通技能表的话，那么王峥的口才和社交肯定是满级的。就在他们小声聊着以前在执行任务遇到的趣事时，整个机舱内忽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一时间，众人的面色都凝重了起来，就连楚天行都站了起来了，靠着窗户四处张望。而林有杰早在警报响起的第一时间就冲到了最靠近驾驶位的仪器旁，有条不紊地操作了起来。其余3人也是都站到舱门的一侧，凝神戒备，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妈的，是烈火雀！这群畜生不知道是发什么疯，飞得这么高，前面密密麻麻的一大片全是，音波干扰完全没有效果，已经避不过去了。大志、小林守住东面，西面交给我，少磊辅助运输机加速，我们加快速度全速前进，希望能够冲过去。已经检查完毕的林有杰大步返回，迅速做出应对方案，然后又扭头过来对着王峥说道：“王峥，你跟紧你们的校长，不用太过担心，只要我们速度够快，不一定能碰上的。而且烈火却实力不算太强，只要能够将他们逼退，不会有大问题。”王峥默默的点头，然后在脑海里搜索着烈火雀的资料。烈火雀，普通山雀吸收灵气进化而成，3品异兽，脊椎动物，鸟纲，山雀科，小型鸣禽，多栖息于山林灌木地带，性格暴躁，成群结队，一般活跃在低空地带。灵气复苏后的进化并未使它们的体型发生改变，但在脖子周围多了一圈暗红色的喉带，受到刺激会吐出喉带中分泌储存的体液，此种液体遇到空气会发生剧烈燃烧，产生爆炸。如果体液耗尽，而敌人未被击退，烈火雀会以自身为最后的攻击手段冲击过去，直接自爆。王峥回想着这些脾气暴躁的小型飞禽，心中默默祈祷，希望能够一切顺利，安稳的到达云巅。最起码在落地之前，希望不要出什么幺蛾子。在林有杰说完之后，几人迅速拉开舱门就钻了进去。应该是有考虑到可能会发生这样需要出舱战斗的情况。运输舰上除了尾部货物进出的入口外，在机身的2侧还有4个双层的舱门，2层舱门之间的位置十分狭窄，几乎就只能容纳1人站立。目前这4位安全员就是站在这2层舱门之间做着战斗准备。王峥看到他们4人行动迅速，将机舱内壁上的绳索取下，解开卡扣挂在腰间，随后各自按照方位站好。他心中猜测，这应该是防止等会战斗的过程中被飞机甩开所做出的准备。紧接着就看到他们各自拉开了运输机外侧的舱门。运输机的速度本就极快，在气流的干扰下，王峥看到几人身上的绳索瞬间被吹得笔直。所幸几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手，又实力不俗，浑身以灵气覆盖抵挡，这才稳稳地立在原地，没有被庞大的气流吹飞。那史少磊更是身手矫捷，直接翻身出了机舱，身躯紧贴着飞机的机身，直接爬到运输机的顶部，随后低俯下身子，一手按在了运输机的机体之上。随后就看到一道淡青色的光晕迅速从他的手心中蔓延开来，紧接着越扩越大，逐渐将整个运输机都包裹了起来。等到这淡青色的光晕将运输机完全包裹住，明明没有人操控的飞机，飞行速度又比之前快上了不少。这时王峥才发现，原来这几人并不都是精神系的觉醒者，这史少磊应该就是和梅贻琦一样的风属性元素系。刚刚的光晕应该就是起到降低风阻作用的，难怪之前林有杰让他去帮助飞机加速呢。几人很快就先后出了机舱之外，
随后就紧紧地把外侧的舱门给关上了。顿时整个飞机机舱内又安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了之前气流挤压的呼啸声。王峥站在窗边看着斜前方铺天盖地的一片赤红，扭头问道：校长，我们就不管了吗？要不要去帮忙？楚天行淡淡的回复道：我可以去帮忙，甚至出去把所有异兽杀干净都行。那我出去之后让飞机悬停在空中等我，还是你打算让我自己飞去云巅？看到王峥沉默，楚天行继续说道：放心吧，以他们的实力，这些烈火却不是问题的，人家有专业的处理方式，如果真的撑不住了肯定会求援的，哪里需要你瞎操心。虽然听到楚天行的安慰，但是王峥心中仍然有些不太放心，毕竟这里除了他就没有人不会飞了。左顾右盼之后，他在座位底下发现了几个备用的降落伞背包，虽然他不会用，但是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啊，更何况背包上还有简单几幅使用说明的图画。王峥迅速地翻看了一遍之后，选择了一个看起来最新的背包背在了背上。这一番操作下来，总算让他不安的内心得到了几分慰藉。随后王峥默默地站到窗边，看着不断掠过的白云，还有越来越近的鸟群，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着什么。楚天行看着他的行为觉得好笑，他觉得王峥真的是个奇葩，面对人人谈之色变的天魔勇猛无比。听说他配合军区出去执行任务，面对无数的鼠巢也是面不改色，但现在仅仅只是坐个飞机，却让他害怕的不行。而王峥看着运输机的飞行轨迹和前方的鸟群，不停地在心中做着对比，估算着运输机能不能赶在烈火雀群飞过之前离开这片空域。楚天行则是无奈的摇头，也只能随他去了。看着远处的异兽群越来越近，王峥现在甚至可以看到飞在最前的那几只烈火雀身上的每一根鳞羽，还有脖子上麻麻赖赖的肉瘤。喳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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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烈火雀的声音尖锐嘈杂，无数的鸟鸣叠加在一起，吵得人心烦意乱，甚至还有一些暴躁的家伙已经在朝着运输机的方位吞吐火球了。只不过他们目前离运输机还有一段距离，那喷吐出来的火球在半空中就自己炸裂了开来。王峥看到面前的场景，心里也紧绷了起来，随后他就感觉到自己脚下的运输机速度越来越快，应该是想要在烈火雀群对运输机合围之前冲将出去。这架运输机此刻已经完全超速了，不过很显然华夏出品必属精品，虽然超速飞行让整个飞机内部都产生了剧烈的颠簸，但是却没有运输机本身造成任何的损伤。庞大的机身从空中呼啸而过，带动着狂野气流，把两侧的烈火雀卷动着上下翻飞。而超速飞行的运输机导致机身两侧的空气都被抽空，四周无数的烈火雀被气压推挤，然后纷纷撞到机体之上。咚咚咚，轰轰！王峥在机舱内只听到不停的有重物撞击到机体之上，然后发出爆炸般的轰鸣，一时间整座运输机都被这些异兽炸得摇摇欲坠。无奈之下，楚天行也只能出手，爆发出强大的气势，震慑将外围大部分的烈火雀惊走。不过即便如此，这些烈火雀对着运输机发动自杀式的袭击，也整整持续了3分多钟。一时间，爆炸的轰鸣响彻云霄。等到书记已经远远地把这一群疯狂的异兽甩在身后时，先前出门的4人才顺着身上的绳索重新回到舱门处，关上最外侧的舱门后，整顿了一番，才重新进来。王峥看到几人虽然满脸疲惫，但是也没有什么伤势，这才放下心来，没有随便出手给他们治疗。而刚进入舱门内的林有杰就看到了王峥背后的降落伞背包，一时间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表情僵硬，十分的有趣。最后还是邱曼玲笑着跟王峥解释，运气不错，只是虚惊一场，那些烈火雀的目标不是我们，应该只是从这边经过，而且虽然有不少异兽都撞了上来，但是并没有造成机体的损坏。听到邱曼玲的解释，王峥也是松了一口气。正当他想要回话之时，舱内的蜂鸣器忽然响得比之前还要尖锐，还没等众人来得及做出反应，一道无比粗壮的赤红色冲击波就轰在了运输舰的尾部，爆发出剧烈的轰鸣。整个飞机的尾端已经被全部轰碎，无数的金属碎片被气流带动着往众人身上席卷而来。这架运输机受此重创后，还顽强地往前面冲了一截，随后彻底失去了动力，一头栽了下去。一时间飞机失控，整个运输舰内忽明忽暗，一片混乱。几人中实力最强的楚天行在飞机被击中的瞬间就反应了过来，他先是确认了王峥没有危险后，看了一眼王峥背后的降落伞，随后什么话都没说，直接化身雷霆朝着冲击波来时的方向激射而去。也不知道他是对王峥的实力有信心，还是觉得优先解决偷袭的敌人重要呢？亦或者真的就如他出发之前所说，上了战场生死有命。此时眼看着运输机就要坠毁了，天旋地转之下，王峥一手死死地拽住面前的货物，稳定住身体，另一只手一把拉住了刚刚在他面前站着的邱曼玲，将她护在了怀中。无数被炸碎的金属碎片打在王峥的背后噼啪作响，虽然并没有给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是却把他背后的背包给割得稀烂，显然是已经彻底报废了。这一变故把王峥气得要死，顿时胳膊更加死死地搂住了怀中的少女，不敢有半点松懈。再看远处，林有杰护着史少磊同样借助机舱内的挂绳稳住了身体，只不过那个憨厚的大叔尤大志就没有那么好运了，当胸插着一根小臂粗细的金属管，被死死地钉在物资堆里，嘴角还在不停地流出血沫。随着飞机的晃动，伤口还在不断地被撕扯。此时在上千米远的高空之中，一个粗壮的身影凭空而立，此人身着赤金色长袍，身材魁梧，双臂颀长无比，但面貌却不似人样，双颊消瘦，鹰钩鼻子，嘴部也十分尖锐，最为奇特的是一双眸子竟然是赤金色的双瞳，犀利中透露着无穷的阴鸷。他看着打着旋坠落的运输舰，不屑地撇了撇嘴，打歪了竟然。随后他张开嘴，呼出了一口灼热的气流，赫然与之前赤色冲击波的气息如出一辙。与此同时，王峥看着远处奄奄一息的尤大志，也顾不得隐藏了，意念一动之下，瞬间在他的背后有数道圣光凝结，然后朝着尤大志笼罩了过去。只不过运输舰已经晃动得非常厉害了，
这么多道圣光束也只有2道光柱射中了他，但是这圣光内蕴含的生命力已经足够他再多支持一会了。他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先离开这还在坠落的运输机内部。王峥看到远处的林有杰已经朝着犹大志那边支援过去了，顿时也没有功夫再去管他们了。现在最危险的是他王大少，目前还在机舱内的5个人中，只有他不会飞。王峥死死地搂住怀里的邱曼玲，脚下用力一蹬，顿时整个人如同离弦之箭一般，迅速从飞机的尾部窜了出去。降落伞背包被损坏，此时他怀里抱着的可就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之前这女生就说过，她是精神系的觉醒者，而且 B 级的实力还是安全员，肯定会精神力实质化了。王峥立刻运输键之后，身子迅速开始下落，他却老老实实的不敢动弹。他可不敢在自由落体的时候在下方生成自己的实质化精神力踏板，这要是把精神力给踩散了，那就不是一时半会可以恢复的事情了。而且在这半空中，要是身体失控了，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他自己曾经作死测试过，在他刚刚可以实体化精神力2段跳的时候，他为了试一试这精神力踏板的强度，稍稍用力踢了上去，结果当场人就倒地了。在实质化精神力爆散开的那一瞬间，王峥甚至觉得自己的脑子都成了一团浆糊，好似有无数根钢针插进了脑袋，然后疯狂的搅拌一样，甚至连他的圣光束都没有丝毫的恢复作用。这一脚让他在地上干呕了好几分钟，整整花了2天才缓过劲来。从那时候起，王峥就知道了，他的精神力属性虽然高，但是在实质化方面还是个地中地。自此以后，他就连每次使用2段跳都小心翼翼的，生怕给自己整伤了。所以他现在异常的老实，双手死死的抱住了邱曼玲，动都不敢动。有着工具人在身边，完全不需要自己冒险吗？随后王峥在他的耳边大声吼道：“快点，精神力，稳住！”毕竟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即使突遭变故，刚刚还被王峥一下子拉到了怀中，差点被憋得喘不过气来。不过在这危急时刻，也是及时反应了过来。邱曼玲迅速张开了自己的精神力，为2人提供了踏板。他先是控制着实质化的精神力，跟着2人一起慢慢下坠，随后渐渐的发力，在接住2人后，缓缓的止住了下落的趋势。只这一手精妙的操作，就够他王大少叹为观止了。随后，王峥看到在机舱内，史少磊和抱着犹大志的林有杰都飘了出来。很快，空无一人的运输机在重力的作用下，直接一路冒着黑烟向下俯冲，随后一头栽进茂密的树林中，炸出了漫天的火光。王峥抬头看向云层之上，无数阴云密布，雷光涌动，随后仿佛有漫天的火焰映照，大片的乌云都被染上了层层红晕。他知道这肯定是楚天航已经跟偷袭的运输机的存在打起来了。王峥抬头呆呆地看着头顶如末日一般的景象，他的心里满是羡慕，暗自下定决心要更快地提升自己的实力。今天这只是坐了一趟飞机而已，就已经这么危险了。如果不是有楚天行在，他们几人现在可以说是十死无生。他自来到这个世界以来，一直都待在父母和校长的庇佑之下，只是有些许实力的提升就感到沾沾自喜。如果这次不是被天魔和自己的观想物给刺激到了，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下定决心出来打怪声，嗨嗨，出来历练呢。这一刻，王峥心中对于自己实力提升的期待无比强烈。邱曼玲看到王峥抬头紧盯着云层之上，还以为他在担心楚天行的安危，于是便出言安慰道：“王峥，你不用太过担心，楚校长的实力国内公认的，就算是妖王，他也不止交手过1次2次了，不会有问题的。”林有杰也跟着说道：“根据我们坠毁的方位来看，这边应该是已经处于金乡省的大后方了，再往前走就快要到虞城了。我们现在先降落下去吧。运输机坠毁，应该还有部分有用的物资，最起码要把定位器找到。在这里逗留太不安全了，而且我们这样飘在空中，反而更加会成为飞行蜥蜴兽的靶子。光靠我们几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太过危险了。趁着现在运输机坠落爆炸的火光，应该会把大部分的异兽赶走。我们先帮大志把伤势稳住，他的状况不太乐观。等找到定位器后，我们立刻撤退，直接往虞城走。”听到林有杰开口，王峥这才反应过来，他们几人这里还有一位伤员呢，于是立刻又给尤大志补上了几道圣光，然后说道：“那咱们赶紧下去吧，我是治疗系，应该可以起到一点作用。”林有杰说这话就是等王峥帮忙呢。之前在运输机内部，他就看到王峥使用过异能给尤大志治疗，于是几人立刻下落，降落在爆炸的运输机周围。等几人落入地面之后，林有杰和史少磊立刻分散开来，打算从运输机的残骸中寻找需要的物资。王峥则是在观察着四周的环境，郁郁葱葱、高耸直立的大树，肆意生长的绿植，清新的空气中传来阵阵焦糊的味道，伴随着无数巨树被火焰包裹的噼啪声，有一种诡异的宁静。当然还少不了四周若有若无、饱含恶意的视线，让王峥有些本能的抵触。邱曼玲看到王峥紧张的四处张望，也释放出精神力来，感知着周围的动向。当他看到王峥背后被割烂的背包和衣服，心中不免有些感动。一想到之前被王峥搂在怀中的安全感，不由得脸颊微红。此时也出言安慰道：“这应该都是被运输机坠落的动静吸引过来的低阶异兽，一时间不敢靠近，所以在四周徘徊。只要林哥他们早点找到定位器，确定好方向，我们立刻就能撤离了。”王峥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是被爆炸声和火光所吸引来的本地异兽们，因为动静较大，让他们暂时不敢靠近。这也是为什么林有杰宁愿忍受着这冲天火光的炽热，也不敢离得太远的缘故。一旦被这些异兽们给纠缠上，先不说有没有能力可以应对，光是厮杀带来的血腥味就会把周围所有的异兽都给引诱过来了。而且若是等这边的动静再小上一些，这些嗜血的凶兽们就不会再隐藏在密林深处，就该上来挑战他们的权威了。王峥看着躺在地上精神状态萎靡不振的尤大志，他也没什么好的办法。严格来说，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治疗师，虽然上课的时候有教过一些简单的外伤处理，但是看着面前嘴巴里还在不断喷吐血沫的尤大志，还有胸口被撕裂的巨大伤口，这明显已经不属于简单伤势的范畴了。而且插在他胸口的钢管位置也十分的危险，迎胸而过，直接贯穿，也不知道有没有被击中心脏。这样恶劣的伤势，王峥也不敢太过冒险，
他也怕万一出什么闪失，就葬送了这大叔的生命，所以王峥也不敢直接把他胸口的钢管拔掉，万一真的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就得不偿失了。虽然没办法做进一步的治疗，但是给他稳固住伤势还是没问题的。王峥手上的圣光像不要钱似的丢出，一道道圣洁的光柱落下，将尤大志完全的包裹在其中。在他的扫描监控下，尤大志的体力值一直上上下下的不断起伏。根据王峥自己的判断，如果林有杰他们找不到什么有用的物资回来的话，想要带着他从这里赶到余城，估计很悬。因为很明显，尤大志的情况已经非常不理想了，圣光术带来的治疗效果也越来越差。原本可以恢复48点体力值的圣光，此时落在他的身上，效果已经被削弱了一半了。王峥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估计是最关键的钢管还一直在尤大志的体内，所以导致圣光没办法完全的起到效果，所以才会效果越来越小。这让王峥一时间有些急躁，他自然是不希望这群临时队友有人在这里遇难的。且不说几人关系如何，就他现在想要离开这金乡战场，也得依靠他们呢。但是现在要是真的想把尤大志治好，除非他们敢把尤大志胸口的合金钢管直接拔掉，让王峥放手一搏。反正王峥自己是不会提出来这个提议的，万一到时候人没救回来，搞不好还要被怪罪，他就在这当个无情的圣光机器，挺好的。不过这尤大志显然运气不错，很快林有杰就回来了，手里还提着一个医疗箱。当林有杰快步走过来之后，先是给他服下几颗药丸，随后从里面拿出一根长棍状的仪器，两头对接一拧，随即就有蓝色的灯光亮了起来。林有杰将手上的仪器展开之后，对着尤大志的胸口前后左右仔细扫描了一遍，等看清他体内的情况后，这才松了一口气。随后他对着王峥递过来几枚回元药剂。王中尉，大志这次遇上你，算是捡回来一条命了。这钢管的位置看似凶险，但是却没有实际击中心脏，只是从肋骨中穿了过去，在心脏的边缘蹭了一下。等会我把这管子拔掉，你治疗不要停。王峥接过他递来的药剂，点了点头，按照您的方式处理就好，我这边治疗管够。等到王峥的答复，林有杰也不含糊，让邱曼玲用精神力禁锢住尤大志的身体，紧接着就用自己用实质化的精神力，一把将这把人贯穿的钢管拔了出来。好在这管子是空心的，没有造成胸腔内的挤压，还没等伤口处的血液喷出，王峥的圣光就落下来了，随后就是肉眼可见的肉芽鼓动，不一会儿就连个疤痕都没剩下了。看到尤大志的脸色好转，逐渐变得红润，看起来应该是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王峥也是心中一喜，他虽然并不愿意主动承担一些额外的责任，但是如果这大汉可以恢复，王峥也是开心的。随后王峥问道：林哥，你们要找的东西都找到了吗？史哥怎么没回来？林有杰看到尤大志已经没有大碍了，也是心中松了一口气，连忙从医药箱中找出几颗药丸，掰开他的嘴唇塞了进去。定位器还没有找到，在之前的混乱中，我身上的定位器不小心遗失了，如果没有办法确定方位，我们是很难走到余城的。我担心大志的伤势，所以找到医疗箱后就先回来了。少磊还在找着呢。听到林有杰的解释，王峥点了点头。现在他已经不需要在尤大志身边看着了，有邱曼玲在这就已经完全足够了。而他也有些好奇周围的情况，于是打算四处走走，看看情况。啊！正在王峥起身时，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凄惨的哀嚎，他立刻就反应了过来，应该是一个人在寻找定位器，使少磊出事了。林有杰也听到了这叫声，当机立断，立刻站起身子就冲了过去，边跑边喊：小林，走！王峥，麻烦你留下来看着大志，少磊那边可能出事了。王峥本想说自己在地面上实力比他们强，想要过去帮忙，但是听到对方的命令，立刻顿住了脚步，止住的往前的身形。毕竟他们几人才是一个队伍的战友，而且让自己留下也未尝没有让保护自己的意思。所以当他看到两人迅速远去的背影，也只是阴沉着脸点了点头，并小声的回了一句：注意安全。王峥现在心里很是烦躁，有一种有力没地方使的感觉，还有四周若有若无的视线让他如芒在背。要不是他还得看护着这地上的尤大志，王峥早就掏出锤子去大杀四方了。当他强忍住出手的杂念，重新在尤大志的身边坐下来之后，听到头顶传来的巨响，不由得抬头看向了9天之上。那云层之上，一半乌云密布，雷光涌动，宛如银蛇乱舞，还有另外一半霞光满天，如举火烧天。时不时有2道渺小的身影在其中穿梭，不断的碰撞在一起，爆发出阵阵轰鸣。王峥看着看着不由得有些吃了，眼神逐渐空洞了起来，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金乡战场，云层之上，楚天行和之前偷袭运输机的壮汉已经交起手来了，两人之间似乎也是老相识了。李也在不停地叫骂着什么，这两人一人御雷，一人善火，各自占据一方，引动着周身狂暴的灵气。按照王峥的理解，那巨大的雷云和火云分别都是两人的领域，在一起碰撞，雷火交加之下，当真是风云变色，如天地巨变。但是很明显，那壮汉已经落在了下风，隐隐不敌，似乎随时要准备要逃跑了。反观楚天行，则是越打越有自信，天地法相已经完全的凝聚了出来，看着面前这自己以前打不过的对手，现在在自己的压迫下不断的后退，心中有说不出的畅快。而那壮汉原本赤金色的外衣也被楚天行的雷霆劈得焦黑，虽然没有破损，但是环绕的灵气明显暗淡了许多，把那壮汉心疼的不行。楚天行看到对方想跑，顿时哈哈大笑：你这扁毛畜生，这么多年来一点长进都没有吗？还敢主动过来偷袭？看老子今天把你宰了，带回去煲汤！说话间，楚天行的身形渐渐变得模糊，身边的灵气愈发厚重了起来，结实的身躯外围隐约多了一层虚幻的轮廊，那模样赫然是他的观想物亢金龙的模样。而楚天行的身影则是似乎模模糊糊地出现在了龙头的眉心位置，一道道的纯白的闪电撕破云层，在他的龙躯旁炸裂开来，配合上他身后乌黑的云层和时不时闪过的雷霆，让楚天行宛如神奇一般。这突如其来的异象把对面的壮汉腰王下的够呛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
这壮汉原本是金乡战场上的一只6品赤炎雕，原本一直生活在神农架的深处，一心修炼，不问世事。早些年间，除了会击杀闯入他领地内的冒险者，倒也没有过多的造成杀孽。直到10几年前，他隐约感受到化形劫即将到来，没入神农架的大山深处，选择了一处僻静之地，准备渡劫。虽然这化形劫九死一生，艰险异常，但是一旦跨过，就是鱼跃龙门，脱胎换骨。而这些异兽的修炼，为的就是成就自我，获得超脱。这赤炎雕经历过多重雷劫的洗礼之后，意识模糊，机遇先死，但好在底蕴深厚，这才硬挺了过来。谁料这异兽刚刚受过雷劫摧残，还没来得及享受最后的灵气灌体，就在最为关键的化形时刻，意外碰到了在金乡冒险刚刚吞下一果的楚天行。正所谓过了天劫，还有人难。刚得了机缘的楚天行心里无限膨胀，看到眼前的浩荡天威，滚滚雷霆，又看到了那赤炎雕被雷劫劈得奄奄一息，此刻正在褪去凡胎，化骨成人。于是不免起了杀妖夺宝，提前为华夏解决一位即将出世的妖王的心思。面对楚天行的突然发难，在最后的危机关头，这赤炎雕顾不上还在脱胎换骨的变形，被迫主动放弃了这次机缘，开始应战。这就导致他的化形不完善，落得了这人不人兽不兽的古怪模样。虽然这赤炎雕化形不全，但毕竟是已经过了天劫，在浓郁的天地灵气覆盖下，也恢复了不少。后面的故事就是楚天行被杀得大败而逃，狼狈逃窜。要不是欺负这赤炎雕王灵气不足，后继无力，估计也没有现在的楚天行了。而这也是楚天行当时隐瞒自己机缘，不愿意再次带队进入神农架大山的最大原因。这赤炎雕王天大的机缘被人类破坏，且永远没有了恢复的机会，在妖王之间更是沦为了笑柄，心中自是怨恨无比，从此越发的针对人类了。容貌外表暂且不说，单是这被打断的灵气灌体，就导致他先天比其他妖王都要有所不如，后期更是再难精进。于是这赤炎雕王在金乡战场上掀起了无边的杀戮，只要是有人类经过，被他遇上，基本逃不出被吞噬的下场。自此之后，这一人一兽就结下了生死之仇，也时常有交手。对此，金乡军部也不是没有针对这妖王做出过围剿行动，但因为其是飞禽出身，感知灵敏，化出真身之后速度也是异常之快，往往能在人族高手围剿之前提前逃跑，这让金乡军部十分头疼，屡次行动都是以失败告终了。这次这赤炎雕王原本只是想驱赶烈火雀来阻截这一架运输机，把飞机逼停之后再慢慢虐杀其中的人类的，但是在飞机冲破封锁的最后时刻，竟然发现了楚天行的气息。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气急败坏下才有了之前袭击运输舰的事情。只不过他没有想到，现在三属性退凡过后的楚天行实力早已今非昔比，两人交手之下，自己竟然被完全压在了下风。在和人类交手的这么多年里，他早就学会了一套打得过就杀，打不过就跑，跑远在了打得无赖流打法。虽是生死仇敌，但是眼下不敌，心中虽然无比愤恨，但他也懂得取舍。于是迅速往后飘去，在空中一个灵活的翻滚，顿时化作一头巨大的赤眼金雕，10几米长的双翼腾空一击，卷动无数的气流，迅速向着远处狼狈逃窜。而楚天行见机会难得，哪里还能让这畜生逃脱了去？在发出一声震天撼地的龙吟后，携带着滚滚雷霆，立刻追击了上去。此刻在运输舰坠落的地点，王峥已经渐渐的回过神来了，听着远处传来的打斗声，心里也是异常的纠结。他一方面担心众人的安危，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干等着。犹豫半天之后，还是选择抱起处于昏迷中的尤大志，小心翼翼地朝着战斗的中心靠了过去。刚刚绕过巨大的运输机残骸，还没等王峥靠近，他就看到浑身是伤的林有杰被打飞了回来，在地上翻滚了几十圈，摔落到王峥面前。此刻的林少杰面色苍白，浑身冷汗淋漓，显然是精神力消耗过度。一只胳膊反转扭曲，阴森森的骨茬刺破血肉，诡异地掉在肩膀上。他在看到王峥后，丝毫没有顾虑自己的安危，立刻大吼道：“王峥，跑，快跑！6品异兽金刚巨猿，精神力没办法控制住他，我们不是对手。少磊已经牺牲了，小林估计也凶多吉少了，我帮你拖住他，你带着大志快跑。”说完还挣扎着要爬起来，但是却因为一只手臂被废，无力支撑，又重重地摔倒在了地面之上。王峥看着这个趴在地上的汉子，因为疼痛扭曲的面容上满是坚毅，直到此刻还想着让自己逃跑。他轻轻地将尤大志放在地上，顺手给林有杰补上了几道圣光，柔声说道：“我去带他们回来。”随后双腿微曲，猛地蹬地，地面瞬间被炸出一个大坑，身影如同闪电一般朝着远处爆射而去。这金刚巨猿王峥也知道，所有异兽中皮糙肉厚的典型代表，原本在灵气复苏前就是力气巨大，受到灵气刺激后更是体型暴涨，一身蛮力无人能挡，加上天生附带的异能，可以免疫大部分的精神力伤害，端是难缠无比。而且金刚巨猿智商更是不低，不算妖王的话，在常人眼中，这种6品顶峰的异兽已经是站在所有异兽和人类的食物链顶端了。一想到之前在运输舰上那高冷的风系青年，王峥的眼神中瞬间就多了几分凶厉。还没等王峥靠近，就看到史少磊的身躯此刻已经歪七扭八的倒在了远处，整个脑袋都已经被金刚巨猿的巨力打爆，脖子处还突兀的立着一截断裂的颈椎骨，喷涌的鲜血将地面侵染的一片猩红，只有四周无数被锋刃切割的痕迹才能证明着他的身份。还没等王峥更加仔细的观察，他就看到邱曼玲已经昏迷不醒，被那4米多高的巨猿牢牢地握在了手中。那巨猿对疾驰而来的王峥毫不在乎，抬起丑陋的脸庞，高高的举起了自己的右手，将人送到了嘴边。王峥见此情景，发指自裂，手中2柄大锤忽的出现，只见他的右臂猛膨胀了整整1圈，借助着向前奔跑助力，使劲砸了出去。随后那大锤带着呼啸的破空声，瞬间就出现在了巨猿的面前。可惜还是迟了一步，只见那金刚巨猿巨大的手掌狠狠一捏，可以清晰的见到之前还被王峥护在怀中的少女立刻变得血肉模糊，无数的鲜血和肉泥滴落下来，整个人自腰间被捏成2段，连脊椎骨都在这巨力之下被捏断，显然是已经活不成了。
无数的血液、内脏、肉块滴落在金刚巨猿的脸上、胸口，给他那强壮的身躯又多添上了几分残暴。轰！这时，那飞出的大锤带着王峥的无匹巨力，狠狠再砸在了金刚巨猿的胸口。他那强壮的胸膛都被这 A 级的合金所制的大锤砸得微微塌陷了下去。金刚巨猿庞大的身躯不受控制的倒飞了出去，手脚乱舞的情况下，脸上原本享受的神色也顿时变成了惊慌。啊！此刻邱曼玲已经被剧烈的疼痛惊醒，那巨猿受到攻击，不自觉地松开了手，让他摔落到青青草地之上。刹那间，无数的鲜血喷涌出来，给这翠绿的草地添上了大片赤色的痕迹。被拦腰捏断的少女一时间还没有死去。当她艰难地抬起头来，看到冲将过来的王峥，嘴巴还在微微蠕动，似乎是在叫王峥快跑。此时的王峥已经冲到了他的身边，蹲下身子将他抱起后，这才发现他的身躯已经被捏成了一团肉泥，腰部以下的部位甚至掉落在了另外一边。紧接着，这年轻的女孩脑袋一偏就没了气息。她的心中有一团怒火无处宣发，右手狠狠地捏住拳头，手指刺入手掌中，甚至流出了鲜血，也不自知。王峥现在无比的悔恨，为什么之前自己不主动跟着出来探查？至少自己在地面上的战斗力比他们更强。你们校长一直都这么严肃吗？他的脑海中突然想到这女生跟自己说的第一句话，一时间王峥的脑海中嗡嗡作响，仿佛天地之间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他现在只想要发泄，他想要报复，他要杀手。顿时无尽的赤红涌入了他的眼眸，赤红色的血雾在他的身后凝聚，眼神中透露出无尽的杀意。看到王峥的滔天凶威，那金刚巨猿似乎也被吓到了，不自主地后退了几步。好，似乎是觉得被一个小小的人类吓到有损颜面，这金刚巨猿仰天长吼，双手猛地砸向地面，将地面砸出一个巨大的坑洞，然后一把抄起王峥的大锤砸了回来。王峥此刻低着头动也不动，似乎是对外界的一切都失去了感知，只是在大锤临之时身子猛地一偏，然后伸手捞住了这一把飞驰而来大锤，随后借助旋转消力稳稳地站定。紧接着他将邱曼玲的身躯轻柔地放在地面，然后单手举锤向前一指，我发誓你会死的比他们都要惨。好！金刚巨猿被王峥指着挑衅，此刻也是勃然大怒，疯狂地敲打着自己的胸膛，随后抬起巨大的脚掌，一脚踹断身边2、3人粗的大树，单手就拎了起来。那庞大的身躯和气势所带来的压迫感，似乎要将人压得喘不过气来，这就是6品顶级异兽的威慑力。顿时，整个密林之中，之前窥去众人的异兽们纷纷停止了呜咽，默默地倒退着，没入了森林的深处，逐渐消失不见。此时，除了运输机附近树木还在被大火烘烤，产生爆裂炸开的噼啪声之外，整座森林安静的仿佛没有活物一般。再看那金刚巨猿，10几米高的大树在他的手中如棍棒般灵巧，随便挥舞了几下，都带出了呜呜的呼啸，似乎是得到了趁手的兵器。此刻的金刚巨猿膝盖弯曲，猛然发力，脚下地面被轰然踏碎，巨大身躯暴起之下，带出剧烈的呼啸，眨眼间就到了王峥的身前。那巨猿手中的大树似乎都承受不住那下砸的力道，笔直的树干变得有些弯曲，在撕裂空气的破空声中，茂密的树冠对着王峥劈头盖脸的砸了下来。但是王峥此刻浑然不惧，如果对方是精神类特长的6品异兽，那以王峥60点的精神力，或许还会小心几分，暂避锋芒。不过既然是这种只会依靠蛮力和皮糙肉厚的选手，王峥也不认为自己99点的力量能比这6品异兽差到哪里去，更何况自己还有高达80点的体质托底，荆棘之心50%的反伤和激战怒吼10%的减伤。看到爆射而来的金刚巨猿，王峥的眼神和反应一刹那就变了，身体微微前倾，在大树砸下的一瞬间，灵巧地往他身后一绕，随后借力旋身，犹如蝴蝶滑步一般，轻易的就顺着树身下砸后涌动的气流闪到一侧。轰！那巨树重重地砸在地面之上，一时间灰尘四溅，泥土翻滚，地面如同海浪一般滚动，竟裂开一道几10米长的裂缝。树冠上的枝叶瞬间粉碎，无数的木屑激射而出，打在地上炸出无数的小坑。地动山摇之下，王峥稳稳地立于地面之上，紧接着右手紧握大锤，手臂发力，在转旋一个角度之后，抡圆了一锤，狠狠地砸到金刚巨猿的脚背之上。好！这一声嘶吼虽然同样高昂，但是隐隐还是透露出几分凄厉的。这巨猿虽然脚背被砸，甚至还被大锤的锤刺戳出了好几个血洞，但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大的伤势了。到底是6品异兽，身体的结实程度还是没得说的。即使连他脚下的泥土都被这一锤砸得凹陷下去，他也是只是一个踉跄就立刻恢复了正常。至于王峥自己想象中的直接废去这巨猿一脚的想法，也没能得到实现。金刚巨猿吃痛之下，猛地一跺脚地面，随后手中树干紧贴着地面横扫过来。王峥不慌不忙，轻轻往上一跳，就躲过了这一击。此时的金刚巨猿看到王峥高高跃起，嘴角咧开一个诡异的弧度，似乎就是在等着王峥起跳呢。当他看到王峥身处半空中无处借力之时，藏于身后的左手瞬间捏拳，如同炮弹般轰出，直接打向斜前方的王峥。本该避无可避的王峥对此早就有所防备，右脚在空中轻点，实质化的精神力瞬间凝结，让他整个人往右侧又偏了一大截，顺着金刚巨猿的身躯绕到了他的身后。轰！王峥的实质化精神力及时的消散，金刚巨猿这一拳虽然落空，但是巨大的拳风却仿佛实质化了一般，轰在了地面之上，大地被一下撕开，一道裂纹在顷刻间延伸10数米之远。隆隆隆隆隆隆，地面在轻微摇晃，这爆裂的一拳，甚至连金刚巨猿自己都有些受到影响。果然之前砸下的大树只是佯攻，与这必杀的一拳攻击力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此时的王峥已经翻身爬到了金刚巨猿宽阔的后背，他之所以没有选择使用胸针玉骨跟他硬拼，就是为了此刻。只见王峥眼神里露出残忍的凶意，双脚稳稳地勾在巨猿的背部，上半身微微后仰，双手持锤高举，整个人好似化作一张绷紧的大弓，周身无数赤红色的灵气环绕，身躯外围隐约多了一层虚幻的轮廊，
这种变化甚至影响到周围空间的气息，带来了一种难以言喻紧绷感。紧接着，王峥吐气开声，大声喝道：“给我死！”随着王峥一声怒吼，那虚幻的征兽猛地往外一扩，然后瞬间收缩，化为一片光晕，紧贴到王峥的身躯之上，甚至连两把大锤都被染上了一圈赤色。轰隆！一声巨响如同惊雷，王峥以锤代替拳，双锤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使出一招双风贯耳。两把大锤带着无匹的气势，一左一右，狠狠地砸在金刚巨猿的脑袋之上。顿！金刚巨猿那张面目可憎的丑脸似乎都扭曲了一下。呜！扭曲的气流向着周围扩散，那呼啸的风声如泣如诉，令人胆寒。虽然这金刚巨猿凭借着超高的肉身强度和身上覆盖的灵气，勉强挡住了这一击，但是看他明显涣散的眼神和那七窍流血的模样，显然是已经受伤不轻。趁他病要他命，王峥看到这巨猿失神，立刻乘胜追击。他从巨猿的后背稳稳落地，随后抓准时机，拧腰发力。死来！先是激战怒吼，强制嘲讽，让这巨猿还处于迷糊的脑袋微微偏转。随后比人还粗的巨锤一下子就砸到了他的脸上。擦咔！一声玻璃破碎的细微声响起，金刚巨猿身上的灵气护盾轰然破碎。这一次，锋利的锤刺直接破开了他的脸皮，携带着王峥无匹之力的锤刺，在他的面颊骨上刮出一道深深的白痕之后，径直划入了他的眼眶。这里不得不赞叹一句，不愧是6品异兽，对标 A 级觉醒者的存在，骨骼密度属实有些骇人听闻了。在这样的攻击下都没有被轰碎。吼！这只金刚巨猿在被轰飞的过程中发出了凄厉的嘶吼，他的眼球瞬间被戳爆，鲜血夹杂着灰白色的粘液喷洒得满地都是。金刚巨猿那庞大的身躯被王峥这一锤直接击飞几10米远，眼球被扎破的剧痛让他瞬间从愣神中清醒了过来。巨猿庞大的身躯落地之后，在地上翻滚了几圈，随后身体弯曲起来，挣扎着还想要爬起来。王峥哪还能给他起身机会，瞬间脚下发力，挠身而上，一步跨立在这巨猿的后背之上，手中两把大锤上下翻飞，敲打出索命的节奏。咚咚咚，一下2下3下，每一次的大锤落下都会让地面震颤几分，随后落锤之处一个坑洞轰然出现，越来越大，如蜘蛛网一般扩散出去，直到这金刚巨猿的整个脑袋已经被彻底砸烂，无头的尸体在地上不停地抽搐，王峥这才停了下来。此时，如果从这森林的顶部往下看去，在距离运输机坠落几百米远的方位，一个方圆几10米的大坑和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在坑洞的中央，除了那一人一兽之外，只有一枚泛着金属色泽的圆形灵气结晶，从那金刚巨猿破烂的脑壳中滴溜溜地滚落出来，诉说着这场战斗的惨烈。王峥的数据面板此时也传来了击杀的提示，灵气值28693121。王峥没有在此处过多的停留，稍稍触碰便把这死去的巨猿尸体丢进了自己的储物空间，随后从坑洞中爬出，快步走到了已经死去多时的邱曼玲身边。王峥没有嫌弃他们身上的血渍，轻柔地将两人的残尸抱了起来。这是他承诺过的，最起码要将两人的尸体带回去。王峥心中正在想象着一会儿该如何对面对林有杰。吼！正在此时，远处又是传来一声熟悉的巨吼响起，伴随着这一声吼叫，还有无数叽叽喳喳的细小嘈杂兽吼，而这些声音传来的方位正是林有杰和尤大志休憩的方向。王峥心中焦急，脚下发力，绕过熊熊的火焰，立刻赶了回去。当他远远地看到神色凝重的林有杰和尤大志的身边还有另一只体型更为庞大的金刚巨猿之后，王峥的一颗心已经沉了下去。本身一只6品的金刚巨猿已经不容易对付了，更何况在巨猿的四周还有数十头5品的大力猿在伺机待发，蠢蠢欲动。这大力猿虽然不及金刚巨猿皮糙肉厚，防御高强，体型也和普通猿猴一般无二，但是既然能得到这样的命名方式，自然是代表着他们的力量十足的。这大力猿是猴类野兽进化而来的异兽，虽然这两种异兽同属灵长目异兽，但是性格和生活习性完全不同。这大力猿是群居异兽，不管是觅食还是对敌，往往是成群结队的方式出现。此刻也正是这两方异兽正在对峙，刚刚的吼叫正是金刚巨猿在对着这些小猴子们示威。现在这一行10几只异兽也闻到了王峥身上的血腥味，于是纷纷扭头看了过来。而被异兽围困在中间的林有杰和恢复清醒尤大志也看到了王峥怀中抱着的队友，此时的他们眼中饱含热泪，因为王峥遵守了他的承诺，将自己的队友带了回来。但是面对这必死的局面，他俩自知绝无生还的可能。且不说精神力早就消耗的差不多了，而且就算真的能升空逃跑，难道留下王峥一人独自对敌吗？此刻这两人的眼神中透露出无比的坚定。当他们两人看到异兽的注意力已经被王峥所吸引，甚至还有部分大力猿已经主动放弃了包围圈，想要往王峥那边靠近，于是两人同时决定要把这一线生机留给王峥。林有杰看到王峥注意到了自己，面带微笑，嘴唇微动。王峥看懂了他的唇语，他是在让自己逃跑。随后只见林有杰和尤大志两人对视一眼，竟同时大吼出声：“人类必胜！”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喊将四周异兽的注意力又拉了回来，紧接着两人同时催动灵气，选择了引爆自己精神力。只见异兽包围圈内的上空，空气似乎都已经变得扭曲，无数气流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挤压，不停地压缩在坍塌，空间仿佛都已经被压碎，裂开来一道道漆黑的裂缝。滋啦滋啦的声音不断传来，仿佛整个天际都要崩裂一般。只见那些压缩到极限的精神能量如同一柄柄利剑，刺得人头皮发麻，忍不住的站立。忽然一股恐怖至极的气息从空间裂缝中爆发而出，向着四周扩散而去。这一刻好似时间都静止一般，气氛变得异常凝重。紧接着轰呜，被不停挤压的精神力猛地扩散开来，发出惊天的巨响。霎时间狂风呼啸，土石崩坏，无数的飞沙走石被卷起，整个地面开始剧烈的摇晃。
即使身处远端的王峥，也被这爆炸引起的风压撕扯得有些呼吸不畅，身上的衣衫被带动着猎猎作响。整整半分钟过后，这令人无法喘息的狂风才平息了下来，一切又恢复了最初的模样。这时候，刚刚包围住林有杰和尤大志的异兽们，一个个全都目光呆滞，摇摇晃晃的站不稳当。更有距离两人更为接近的异兽，直接被气流卷飞，远远的抛出丛林深处，生死不知了。王峥看着在风暴中央已经倒地的两人，压下脑海中的精神刺痛感，将怀中的残尸收入储物空间，然后迅速的朝着兽群冲了过去。虽然他没能救下几人的性命，但是最少也应该把他们的尸体带回家，最起码不能让他们埋骨荒野，化作异兽的腹中之物。而兽群之中实力最为强劲，对精神异能有天生抗性的金刚巨猿，此刻已经摇头晃脑的逐渐清醒了过来，眼神之中的清明之色也愈发的通透了。王峥脚下发力，只是几步就冲入了异兽群之中，随后双手按住两个人尸体，心中默念回收。尤大志的尸体瞬间就出现在了王峥的储物空间中，但是林少杰却还是躺在地上纹丝未动。王峥先是一愣，随后心中狂喜，他储物空间是没办法收进去活物的，那也就是说，虽然王峥已经感受不到林少杰的气息了，但是在系统的认知里，他还没有死。虽然一位 B 级的精神系觉醒者自爆精神力几乎有死无生，而且就算他现在勉强还算活着，但是能不能醒过来那就真不一定了。自爆时就算没有被庞大的精神力冲击冲死，也肯定已经精神涣散了。而且在这样的环境下，变成植物人的林有杰是幸运还是不幸就真不好说了。但是这对于王峥来说肯定是不利的。吼！此时因为这意外的情况被耽搁了这一会儿，那金刚巨猿已经苏醒了。当他看到王峥进入了自己的包围圈后，顿时满脸的残暴，双手紧握就是一拳砸了下来。轰！王峥抱着林有杰，利索地躲开了这从天而降的一击。而被这是大力沉的一拳所影响，此刻这群头晕目眩的大力猿也被惊醒。虽然他们现在还是头晕脑胀、耳鼻流血，但是在看到王峥向外逃窜时，还是本能地发起了攻击。被异兽包围，手里还抱着伤员，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接踵而来的一次次攻击，王峥也只能用激战怒吼的强制攻击和减伤，还有荆棘之心的反伤硬抗了。王峥宁愿硬吃下大力猿的伤害，也在不停地走位，灵巧地躲避金刚巨猿的攻击，随后利用两群异兽的间隙，迅速脱离了包围圈。随着王峥的突围，所有异兽似乎达成了一致，都把目光转向了王峥，仿佛是在说着先把猎物杀了，随后再商量怎么分配。狂奔中的王峥突然止步，然后就地一个翻滚，躲过后方呼啸而来的巨石。扭头看到这一大群异兽乌压压地冲了过来，王峥知道他带着一个伤员，想要在这群猿猴的主场逃离是不可能了。这里本就是异兽的主场，自己也没有定位器，找不准方向，胡乱逃跑下，甚至有可能引来更多的异兽。王峥一把将怀中的林有杰甩到背上，紧接着从储物空间中掏出一根绳索，将两人死死地绑在一起。随后他舔了舔牙龈，吐出一口淤血，看着远处的猿猴异兽，目光中喷发出无穷的战意。生死由命！好！金刚巨猿爆发出一声怒吼，随后好似带领着一群小弟似的，一股脑围了上来。此时的王峥背后背着伤员，不敢以背面受敌，闪转腾挪之下，应对起兽群的攻击十分吃力。好在他之前因为击杀了另一只巨猿，涨了2000多的灵气上限，所以此刻灵气还算充裕。现在王峥的心里只想着躲开金刚巨猿的攻击，然后使用反伤和大锤先清理这些五品的大力猿。因为被这群5、6品的异兽气息影响，四周的其他低阶异兽已经全都跑的跑，散的散了。只有先把这10几只大力猿都耗死，他才有可以把林有杰放下，安心的和这金刚巨猿分个生死。所以王峥现在是打定了主意要打消耗战了。这些大力猿个子小巧，更加灵活，相对金刚巨猿来说力量偏低，虽然他们的攻击打在王峥的身上，也足以让王峥胸闷气短，尖锐的利爪也能勉强破开他的皮肤，但是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效果了。王峥看着这一大10几小的两方猿猴，直接对着他就围了过来，心里也是着急。双方行动配合默契，要说之前没有打过交道，一起合作过，王峥第一个不幸的。他开始在猴群中不断的躲闪，一边使用激战怒吼控制着异兽们的动向，一边还要躲避金刚巨猿的攻击，还要防止背后的林有杰被击中。一心多用之下，王峥顾此失彼，一时间险象环生，不但身上多处被大力猿挠伤，看起来鲜血淋漓，就连背后的林有杰也被多次击中。鲜血将这群异兽刺激得更加狂暴了，甚至还有不知死活的大力猿想用舌头来舔舐王峥身上的血液，结果就是被一锤子砸在脸上，远远的飞了出去。不过数据面板没有提示灵气到账，所以这只贪婪的猴子应该是还没有死。计划赶不上变化，王峥也没想到这一群异兽的配合能如此之好，开战半天了，一只大力猿都没有反死不说，还把自己搞得险象环生。王峥感受着背上背着的林有杰传来微弱的呼吸声，心中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了。此时的王峥本就在被大力猿猴群以多欺少的围攻，见他分神，金刚巨猿抓准机会自上而下一拳狠狠地轰了过来，根本没有顾及到他的临时盟友。一时间仿佛空气都被撕裂，巨大的拳头带着猛烈的破空声轰然而至，瞬间就到了王峥的面前。而此刻王峥的左右都是猿群，避无可避之下，只能双手架在脸前，硬挡下了这爆裂的一击。轰！地面微微一震，拳臂相交之处居然打出了一种爆炸般的闷响，扭曲的气流带着一阵狂野的气浪，向着周围扩散出去，把四周的大力猿群都吹飞了出去。王峥被这一拳轰得倒飞而出，落地后双脚在地面之上离出了2道深深的沟壑。察觉到身后有异样，王峥右脚猛地发力，身子诡异的一扭，这才躲开了背后的巨树，没有让林有杰承受到这一次撞击的威力。但这靠蛮力强行改变轨迹的行为，让王峥本就受到攻击后有些气短的呼吸变得更加急促了。虽然王峥此刻颇为狼狈，
但那金刚巨猿也不好受，50%的反伤之力，再加上王峥本身的体力加成，也震得他倒退几步。一双丑脸上的眼眸也露出了几分人性化的诧异，似乎不明白这小小的豆丁为何能有如此巨力，还有自己并没有受伤的猿臂之上，竟然也有几分隐隐作痛。配合上被吹飞的大力猿群，一时间场面竟然有了片刻的平静。王峥此刻只觉得自己的双臂酸麻难当，虽然已经顺过了气来，但是也对这金刚巨猿的智慧多了几分忌惮。刚刚这一击，若是早上半分自己还没有被猿群围困，可以轻易的躲避；如果晚上半分，自己也能借助大力猿的攻击往相反的避开。而这金刚巨猿的攻击不早不晚，时机抓得非常精准。王峥心里知道，如果再这么下去，不但连林有杰的性命保不住，自己都有可能交代在这儿。于是心中发狠，有了决断。只见他先是掏出之前击杀巨猿的尸体，远远的丢了出去，想以此吸引大力猿群的注意，分散一部分敌对猿群的攻击。与此同时，也解开了自己身上的绳索，将林有杰放在树下，心中轻叹：林哥，也不要怪我，如果你真的就这么死了，那也只能说是你运气不佳，命数如此。大不了我到时候帮你把这些畜生全杀了，以为你的在天之灵。随后王峥的眼神扫视过一圈周围的情况，又无奈的自嘲笑道：也是，如果真的运气好，又怎么会碰上这群畜生？而他奋力丢出的巨猿尸体不断喷洒着鲜血，重重地砸在了大力猿猴群的中间，将他们惊得四处奔逃。当场面又开始恢复平静之后，大力猿群发现趴在地上的只是一具无头死尸，顿时开始蠢蠢欲动了起来。刚刚的金刚巨猿一拳轰来，根本就没有顾及到他们，这让两方本就岌岌可危的联盟多了一分裂痕。更何况他们为什么要追王峥？还不是因为觉醒者的血肉里含有丰富的灵气，所以他们在看到有美味送上的时候，顿时就忍不住了。更有甚者，直接跳到了尸体之上，对着血肉就开始啃食了起来。两个人类觉醒者和一头已经死亡的完整的金刚巨猿的尸体，谁更有分量，他们还是分得清的。好！而那头金刚巨猿看到自己同伴的尸体之后，竟然发出一声悲怆的嘶吼，三两步跑到尸体旁边，暴力驱赶走大力猿群之后，一双原目瞬间变得血红，死死地盯着王峥，目光之中的仇恨丝毫不加掩饰。王峥看到自己的计划果然奏效，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看着金刚巨猿怒气冲天的样子，很明显他们之间是有些关系的。而且王峥还观察到这两只巨猿性别一公一母，很有可能就是躲藏在这深山密林中的两口子。当王峥看到这公猿猴此刻悲痛欲绝的样子，心里只觉得快慰无比，随后大声叫骂道：好让你尝尝失去同伴的痛苦，给我死！话音未落，不等对方有所反应，手中的大锤忽的出现，狠狠地砸了过去。随后人随锤动，朝着这巨猿的方位爆射而去，强壮有力的大腿蹬在地面之上，巨大的冲击力将他脚下炸出一个大坑。之前这群畜生欺负自己，背着伤员畏手畏脚，现在风水轮流转，轮到他自己承受这样的苦楚了。只不过很显然，畜生就是畜生，即使他有了自己的智慧，开了慧窍，也没办法有人类这种保护同伴的精神。看到王峥的大锤呼啸而至，而且人也紧跟着冲了过来，那金刚猿猴不敢大意，丢下自己怀中的尸体，就是一拳朝着锤身砸了过来。看他的眼神中凶芒毕露，很显然已经被仇恨刺激的失去理智了。这时王峥之前换武器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6品异兽，实力上对应着 A 级觉醒者，身上的材料可以制作出 A 级的大锤。虽然这金刚巨猿已经是6品异兽中的巅峰存在了，但是想要凭空用手来锤爆王峥的大锤，那纯粹是天方夜谭了。Doom！ 一声空灵的轰鸣响起，飞行中的大锤被轰退，但是除了锤刺有一些磨损，整个锤身依旧坚固如初。疾驰中的王峥没有停顿，伸手一捞，稳稳地接住倒飞回来的大锤，凌空翻转，躲过金刚巨猿的另外一拳，随后扭动身躯，整个人在半空中忽然膨胀，无数红雾包裹之中，王峥赫然是发动了胸征玉骨，随后手中的大锤也附带上一层猩红的光晕，狠狠地砸向了巨猿的胸口。虽然王峥动作迅速狠辣，但那金刚巨猿也是身经百战，战斗经验甚至比之前已经死亡的大猴子还要丰富。见到王峥来势汹汹，立刻收回拳头，双臂交叉，及时地护住了自己的胸口。轰！又是一声巨响。虽然这金刚巨猿还是被王峥的巨锤击中，猛地后退几步，但是除了手臂上被刺出几个大洞之外，身上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伤势。瞬间，王峥和金刚巨猿这一大一小两个巨人又缠斗到了一起。一时间，地动山摇，爪锤相交之处发出砰砰砰的闷响，仿佛整个空间的一切都全部坍塌。大片大片的参天大树被两人的战斗余波所波及，顿时木屑四溅，枝条横飞。而在这郁郁葱葱的荒野密林之中，竟被诡异的清理出来一块空地。这一人一兽的战斗是拳拳到肉，你一找我一脚，双方的骨骼相互摩擦，发出咯嘣咯嘣的声响，整个地面都在剧烈颤抖着，仿佛对震了一般。在这惊天动地的场面下，即便是凶狠如大力猿这般的5品异兽，也不敢再靠近这一人一兽的战场中心。而此刻，除了少部分几只大力猿还满脸贪婪的在打着等他们俩两败俱伤，然后上去坐收渔利的主意之外，其他的大力猿都围到了之前死亡的金刚巨猿尸体身边。毕竟只有吃到嘴里的好处才是自己的，他们之所以攻击王峥等人，还不是贪图他们富含灵气的血肉。现在有了现成的6品异兽肉，他们哪里还愿意再去打生打死，先吃了再说。一时间，这群畜生吃的是满嘴鲜血，浓重的血腥味开始散发了出来。而看到已经有同伴在开始享受美味了，剩余的大力猿们也不干了，叽叽喳喳的叫嚣了起来，然后争先恐后的围了过去。虽然大力猿是群居生物，但是群居也不代表获得的食物也会平均分配。要是不趁着现在上去分一杯羹，等会就真的捞不到一丝好处了。瞬间，所有的大力猿都不再犹豫，开始分拾起母猿的尸体来了。看到此情此景的金刚巨猿，此刻双目之中仿佛要喷出火焰，想要过去驱赶那些残害自己同伴的猴子，但是却被王峥死死的缠住，不能脱身。王峥看到这样的场景，心中无比的畅快，
长啸一声，趁着对方这大猴子分神，抡起大锤，使出12分的巨力猛砸。虽然他没有办法扫描出这异兽的具体属性，但是根据这片刻的交手，他已经基本摸清楚了这金刚巨猿的底细。在这金香荒野的深处，一人一兽正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金刚巨猿是越打越惊恐，而王峥则是越来越自信了。他在心中不断的拿自己和这巨猿做着对比，敏捷上两人半斤八两，再看体质，对方可能隐隐还要胜过一筹。至于以力量来说，这金刚巨猿和极具化后的王峥也是相差无几。虽然王峥不知道异兽的具体修炼体系，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所谓的退凡一说，但是就单以力量属性而言，肯定是超过100点以上了。因为在王峥发动胸征玉骨之前，这大猴子的力气是要比他大上一些的。虽然王峥的力量属性因为拒绝了单属性退凡被卡在了99点，但是别忘了他还有功法附带的力量以及胸征玉骨的加成。而且胸征玉骨发动后，王峥自我感觉力量上较之以前起码提升了2成。但是即便是这样，这也才刚刚和这金刚巨猿拼个势均力敌，让人不得不赞叹一句，不愧是妖王之下最顶尖的一批异兽了。这一人一猿的力量半斤八两，王峥虽然体质弱上一筹，但是他手段更多，不但手中的 A 级合金大锤作为武器，激战怒吼还能改变金刚巨猿的攻击走向，甚至还有减伤，更别说还有可以恢复体力的圣光术和反射伤害的荆棘之心了。那金刚巨猿是越来越疲惫，越打越想跑，可是王峥就像是狗皮膏药一般，死死地贴住了他，就是要硬碰硬，伤换伤。激战到酣处，王峥甚至收起了大锤，和这大猴子玩起了贴身短打，拉开距离就用锤，贴近了身位就用拳。一双巨大的合金大锤在王峥的手中忽隐忽现，配合着储物空间，意念一动就能自如的收放，竟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打法。只见王峥先是一记左勾拳挥出，看到巨猿后撤半步，立刻改拳虚握，手中的大锤立刻鬼魅般的出现，然后狠狠地砸在了金刚巨猿的手臂上。要不是这大猴子经验丰富，格挡的及时，估计脑门上又要被开出一个大口子了。就这样，王峥越打越酣畅，渐渐的金刚巨猿已经被完全的压在了下风。也不知是不是之前云层上的楚天行和赤炎雕王的对决扰动了天气，此时密林之上的乌云忽的厚重了起来，随后更是阴云密布，天色一暗，不一会儿竟然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而之前被运输机坠落引发的火光也在这细雨之中渐渐的熄灭了下去。远处无数的异兽嚎叫，似乎是闻到了这边的血腥味，但是碍于王峥和金刚巨猿惊天动地的战斗动静，只敢在丛林的深处远远的观望，不敢靠近。而此时早已死去的母巨猿已经被围观的大力猿猴们分尸的差不多了，巨大的骨架横在地上，连内脏都几乎被掏空了。因为王峥和金刚巨猿越打越远，现在的大力猿猴群已经彻底的松懈下来了，没有来自他俩的威胁。为了争夺这所剩不多的6品巨猿血肉，他们甚至还争抢了起来，在泥水中沾染了满身的污秽。再看此时的金刚巨猿，现在一副凄惨的模样，可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嚣张霸气。左胸之上有一个巨大的凹槽，上面还零星点缀着几个血洞，一看就是出自王峥的大锤之手。他胸口还在剧烈的起伏，孔洞之中的血液不断的流出，汩汩作响，混合着雨水打湿了他身上的毛发，然后凝结成了块状。嘴里也没有了之前的怒吼，随着胸口的鼓动，不断的发出干涩的嘶嘶声，仿佛是已经被伤到了内脏。而这巨猿之前一张桀骜不驯的丑脸，此刻也是肿胀的厉害，2颗裸露在外的獠牙都被王峥打断了一颗，右眼已经肿得眯成了一条缝，眉角还被狠狠地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皮肉翻开，甚至还露出了惨白的颅骨，不停地有血液流淌下来。配合他龇牙咧嘴的模样，看起来十分的瘆人，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被另一只金刚巨猿打的呢。反观王峥，他浑身赤裸，除了一条紧身的短裤被撑得鼓鼓囊囊的，仿佛要炸裂一般，周身没有丝毫伤口。他在雨水的冲击下，连沾上的污泥、树叶都已经被清洗一空，充满爆炸性力量的肌肉块块隆起。如果仔细观察，似乎还能在他那白皙的皮肤之下看到有一丝丝圣洁的光晕流转。王峥此刻就静静地站在原地，双手持锤，死死地盯着这巨猿，等待着他的后手。虽然金刚巨猿早已经萌生退役，但是他看着面前的这个小矮子，眼神中流露出一抹深深的忌惮。这人类有一种神奇的能力，不但可以在对战时不停地影响自己的动作，甚至就连自己想要逃跑的时候，听到他的怒吼都会强制性的扭头被拉回来。而且自己的攻击打在这可恶的人类身上，自己竟然也会受到伤害。更过分的是，对方还会时不时的给他自己发出白色光束，他的身躯只要被这白光笼罩几秒，就能清晰的看到他身上的伤痕会快速的消散。如果这巨猿会说话，他肯定会骂出声来的。打他我受伤，他伤能治疗，不但有控制，跑他妈还跑不了，这还打个锤子。到这时，金刚巨猿心里明白，自己现在还想逃跑，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此时的金刚巨猿心中已经后悔了，猿猴类的异兽的智慧已然不低了，更何况他还是6品异兽中的佼佼者，如果运气够好，在沉淀几十年，度过化形劫，成就一代妖王也不是不可能。不过他今天在这里遇到了王峥，那很显然这巨猿的运气应该是没有那么好的。作为雄踞一方的异兽王者，这巨猿自然是吃过人的，他也知道人类体内的灵气比起异兽来说更为精纯，吃掉之后能更快的提升实力，所以在看到运输机坠落之后，就立刻带着自己的妻子过来寻找美味了。只不过他为了先去赶走一直在跟他们夫妻俩争夺地盘的大力猿猴，所以先一步离开了，在和猴群纠缠半天后，刚刚返回就遇到了状态不佳的林有杰和尤大志。还没等他开始享受这大自然的恩赐呢，刚刚被赶走的大力猿群又像是闻到了腥臭味的苍蝇似的紧跟了上来。随后在双方对峙的时候，王峥就抱着2具残尸回来了。金刚巨猿的眼神猛地一凝，浑身的灵气全力喷发，周身雾气缭绕，宛若实质一般。既然跑不了了，那就只能拼死一战了。这一刻，金刚巨猿的眼中又看到了已经几乎成了骨架的妻子，顿时满是鲜血的丑脸变得更加狰狞了。
一对赤色的瞳孔死死地盯住王峥，浑身毛发倒立，连庞大的身躯都似乎又隐隐胀大了几分。咔嚓！此时一道雷霆轰然劈下，借着雷声，这一人一兽同时动了。好！金刚巨猿双脚猛地一踩地面，随后高高跃起，双臂紧扣，带着风雨的呼啸声，狠狠砸向王峥。粗壮的上肢加上巨大的双拳，隐隐将王峥罩住，似乎想要凭此一击将王峥碾成肉泥。轰！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地面被砸得水花四溅，瞬间炸开一个大坑，一道裂纹在顷刻间延伸10数米。可王峥却在这一拳之下失去了踪影。金刚巨猿诧异的抬拳，他是知道王峥的力量的，虽然对方的体型不如自己庞大，但是一身蛮力却是丝毫不输自己的。刚刚这一拳砸下，完全没有感受到对方的力道，此刻这人类鬼一般的消失，肯定不是好事。想到这里，那巨猿立刻神色凝重，左右仔细观望，小心戒备了起来。忽然金刚巨猿察觉到身后传来一股凌厉的呼啸，这巨猿无愧于身经百战之名，来不及细想，扭腰旋身，朝着背后一拳狠狠地倒了过去。给我开！王峥怒喝一声，这使出12分力气的一锤直接砸在了巨猿的腰部，而那金刚巨猿狠辣的一拳也直接轰在了王峥的胸口。王峥硬吃下这一拳后，整个人向后滑出10几米开外，双腿在地面离出一道深深的泥石沟壑，背部狠狠地撞在一棵巨树之上，这才止住了身形。而那巨猿的腰间被砸出一个大坑来，庞大的身躯侧飞而出，飞行途中撞断无数棵巨木，最后一头栽到自己妻子的尸体附近。突然被轰飞回来的金刚巨猿把四周的大力猿群都吓了一跳，顿时四散而开。个别大胆的还站在不远处观望，似乎是在心中犹豫，想着要不要上去凑一脚。不过当那金刚巨猿咳出几口鲜血之后，又爬了起来。那周围的大力猿似乎是想到了对方的凶威，又退缩了起来。与此同时，在这巨猿刚刚爬起的时刻，王峥已经轰隆一声踏碎一片山石，身形一闪就消失在了原地，朝着这边电射而来。半空中的雨幕在瞬间炸开，只是眨眼间，王峥的身影又鬼魅般的出现在了金刚巨猿面前。直到这时，这群欺软怕硬的大力猿才瞬间逃离开去，只不过还在远远的观望着。王峥没有去管这群无品的大力猿，高举大锤猛砸而下。尽管这巨猿已经伤成这样，但是他似乎还能有一战之力。他刚刚那一拳虽然把王峥给轰退，但是反伤的力道也再一次加重了他自己胸口的伤势。再加上腰部吃了王峥这一记爆胜攻击，此刻似乎连站都有些站不稳当，一张腥臭的大嘴之中还有血沫不断的喷出，好不凄惨。看到王峥的巨锤砸下，巨猿身形一矮，脚步一顿，双脚猛踩地面，借助反冲之力后撤了一步，躲开了这朝头而来的狠辣一击，随后伸出巨爪朝着王峥的头部抓去。王峥一锤落空，将地面砸出一个巨大的坑洞，随后看着越来越近的利爪不躲不避，反而主动往前迈了一步，微微颔首用最坚硬的额头抵了上去。随后借助胯部的冲击力，微微侧身，扭腰转胯，只见刚刚埋在土中的大锤带起无数飞溅的泥点，自下而上，冲天而起，朝着巨猿的胯下撩去。那巨猿看到这毒辣的一击，脸色顿时就变了，心中一阵恶寒，于是瞬间收回挥出的兽爪，往身下挡去，放弃了以伤换伤的打法。轰！这一次的撩击被巨猿粗壮的手臂挡住，巨力之下虽然将他凌空击飞，但是却没有造成多大的效果。不过王峥并不以为意，在往前冲击的过程中，身子忽然变小，恢复成原本尺寸。此刻对比上身高足足4米有余金刚巨猿，仿佛是孩童一般。只见王峥身形一错，微微躬身，与此同时舍弃了手中大锤，直接收入了储物空间，随后竟然从巨猿的双腿之间钻了过去。刚到他的背后，王峥立刻又再次发动了胸蒸玉骨的特殊效果，整个人瞬间又膨胀了起来。在发动技能的同时，王峥迅速转身，一手扣住巨猿的背部，一手扣住他腰间的血洞，随后沉下重心，举臂发力。一时间，身形远比王峥还要魁梧上几圈的金刚巨猿，双脚离地，竟然被王峥给硬生生的扛了起来。王峥这一切的行动都是经过了周密的计算，出手又是狠辣迅速，一系列的操作都是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甚至令巨猿都没来得及反应过来。金刚巨猿在被举起的一瞬间就知道不妙，使出浑身的力气想要挣扎摆脱，但王峥的手法十分歹毒，一手扣住了巨猿的肩胛骨，一手从腰间的血洞中直接抠住了体内的骨骼。这一招顿时让巨猿身体发麻，使不上劲来。王峥没有错过这来之不易的机会，马步扎稳，随后双腿猛蹬地面，高高跃起，同时口中大喝道：“我他妈让你再狂！”4米高的金刚巨猿被王峥举在手中，无力的不停挣扎，但是却无济于事。就在王峥跳到最高点时，他在半空中高举双手，挺腰发力，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张拉满的大弓，充满了爆炸性的张力。随后抡圆了就往下砸去，轰隆！在王峥的巨力和惯性的加持下，仿佛地动山摇一般，地表之上无数的水流溅起，地面瞬间裂开了一道道巨大的裂缝。再看那巨猿，整个身躯都被砸进了地面，以他庞大的身躯为圆心，生生砸出一个直径上百米的圆形巨坑。此时那金刚巨猿趴在地上的身躯还在微微抽动，似乎还想要从碎石之中爬起。王峥脸皮一抽，心中也是佩服，只能说不愧是6品的巅峰异兽，够硬。随后2把大锤凭空出现，整个人从天而降，大锤带着王峥无匹巨力，狠狠地砸在了巨猿本就凹陷下去的腰部。好，这金刚巨猿趴在地上，仿佛是被从人中间折断一般，上半身和双腿都诡异地向上折起，昂起的头颅还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悲鸣。即便受此重创，这巨兽还是没有断气。王峥气恼之下，一脚踩住他的后背，然后抄起他2只粗壮的手臂就往反方向扯去。咔嚓，咯咯啦，噗！一阵绞盘转动的声音传来，王峥高大雄壮的身躯绷得笔直，随后死命地向后倒去，在他的巨力加持之下，竟直接将这金刚巨猿的2条手臂生生撕下。这还不算完，一想到之前惨死的邱曼玲，王峥随手丢掉2只巨大无比的毛绒兽爪，
随后一把抄起大锤，继续朝着金刚巨猿的腰部砸去。顿时无数的血液喷洒而出，脚下的巨猿也在疼痛中更加剧烈的挣扎了起来。紧接着，随着他的腰部被砸成了一滩烂泥，巨猿的挣扎也越来越小了。吼吼吼！真的不得不佩服这些高阶异兽的生命力，即使腰间已经只有一丝皮肉连接在了一起，竟然还能有如此顽强的活力。听着这金刚巨猿有气无力的嘶吼，看到他身躯上包裹的灵气越来越暗淡，王峥知道是时候该送他最后一程了。随后高举大锤，只用一锤就轻而易举地砸烂了他的脑袋。果然，对于高阶异兽来说，受伤严重后，灵气流失的速度会变快，防御力也会降低。同样是6品金刚巨猿的脑袋，这次可要轻松多了。随着王峥的数据面板里又收到了2200点灵气上限提升的提示，他也从金刚巨猿的脑袋里挖出来了一枚同样泛有金属光泽的灵气结晶。王峥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沾染上来的鲜血，纵身一跃就出了巨坑。扫视了一圈后，发现周围的大力猿群早已见势不妙，逃之夭夭了。一时间，心中竟然不知道是喜是忧。王峥随手给自己补上一道圣光束，补满了体力值，看着巨坑中已经死得不再死的金刚巨猿，吐了口口水。HTOA， 这也算是让你们夫妻团聚了。王峥立刻回到之前的大树下，看到还安然无恙，林有杰也是松了一口气。在给他丢了一道圣光之后，一屁股坐在了他的身边。现在的王峥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来到战场的第一天，准确来说是出发前往战场的第一天，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有到目的地呢。同行的4位军区战士已经死了3位，还有1位成了植物人，能不能活下去还不一定。在此之前，他一直把战场杀异兽当作是玩游戏，只是简单的打怪升级。但是直到今天这一刻，他才知道真正的战场上是多么残忍。3条鲜活的生命就在这转瞬之间消散了。不知不觉中，天空上的乌云已经散去，阳光重新洒落下来，照在王峥的脸上，让他感觉有点痒痒的。等王峥回过神来，缓缓睁开双眼，就看到楚天行已经站立在自己的身边了。实际上，楚天行刚刚在下落的过程中就已经看到这边战斗后的满目疮痍了，自然也看到了呆坐在树下发呆的王峥。他站在这边已经有好一会儿了，看到王峥已经回过了神来，沉声问道：“这就是你一直向往的战场？现在你还想继续吗？”王峥愣了一下，然后坚定地点了点头。楚天行看了一眼昏迷中的林有杰，以楚天行的实力，自然看得出他的身体状况，精神力已经干枯了。随后又问道：“其他3个人呢？跑散了？还是？”王峥挥了挥手，把另外3人的尸体都放了出来。都死了，史少磊和邱曼玲被第1只金刚巨猿杀害了，我给他们报了仇，把他们带了回来。说到这儿，王峥顿了顿，然后继续道：“等我回来的时候，就看到林有杰和尤大志已经被另一只巨猿和一群大力猿包围了，他们自知跑不了了，直接就自爆了精神力，尤大志当场就死了。我没办法，只把林有杰救出来了。”他的声音很沙哑，带着一丝失落，随后越来越低。楚天行走到他的身边，和王峥并排坐下，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没人能在你这个年纪从杀掉2只6品异兽，还能从一群5品异兽中救出一个的。”说实话，楚天行在降落时看到这2只金刚巨猿的时候都被吓了一跳，但现在王峥完好无损的在这里，那么自然也就只有这一种可能了。而王峥现在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他能够很理智地认识到，如果今天没有自己在这里，林有杰肯定活都活不下来，但另一方面，在他的脑海中又时常会出现之前几人一起在飞机上畅聊的场景。随后他仿佛是在说服自己一般，喃喃低语道：“生死有命，生死有命，我只有不断地变得更强，才能保证下次躺在冰冷地面上的不是我自己。”楚天行也紧跟着朗声道：“说的没错，就是要让自己不断地变得更强。你来战场不就是为了这个？即使你停下脚步，畏惧不前，时间也不会为你而停。”王峥的眼神里又重新恢复了光彩，点了点头，然后说道：“我可没有停下脚步，更没有畏惧不前，我只是在感慨生命有的时候太脆弱了。”楚天行挥手打断了他的话语，在战场上，谁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死了就是自己实力不够强，怨不得别人。然后又看着王峥继续问道：“你会不会怪我来得太晚？如果我早点来，或许情况就会有所不同，或许他们也就不会死。”王峥摇了摇头，笑着回复道：“这您要去问他们啊，您什么时候来是您的事情，我能不能救他们又是另一回事，我又没受什么伤，更何况生死有命，不是吗？”听到这，楚天行也笑了，他揉了揉王峥的头，然后笑着说道：“说得不错，生死有命，他们既然选择了这样的职业，自然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哪怕是我，如果有一天死在了战场上，那也是我楚天行的命，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还得等你小子给我报仇呢。只不过你小子现在还差得远呢，努力变强吧。”王峥现在已经从失落的情绪里走出来了，他其实并没有多伤感，只是觉得作为人类来说，生命有些太脆弱了。几个小时前还在一起嘻嘻哈哈的几人，瞬间就3死1伤了。他听到楚天行的话，也是没来由的回怼道：“那你要去楚金南老师啊？哦也对，你们俩关系不行，那你应该去找小满，找我算怎么回事？”楚天行本来还想着用自己作为例子，帮助王峥早点振作起来的，没想到这小子突然来了这么一句，一气之下顺手就给了王峥一巴掌。只是没想到王峥之前战斗开着荆棘之心一直没关呢。楚天行只觉得自己的手掌落下的瞬间，没来由的自己头皮突然一麻。随后楚天行和王峥2人便开始大眼瞪小眼了起来。王峥看到楚天行的表情，顿时尴尬的一笑：“我才结束战斗呢，这和我可没关系。”楚天行盯着王峥看了半天，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叹了口气，然后主动把王峥拉了起来：“把他们3位的遗体收起来吧，我们准备下，直接去鱼城，然后再转路去云殿。”王峥默默的点头，随后将几人的残肢断臂都收拢好，然后装到了自己的储物空间中。在经历了这次的坠机事件后，他变强的决心此刻更加强烈了。楚天行看王峥已经干脆利落的处理好了，拎着林有杰就走了过来，然后一手拽着王峥就准备飞走。王峥连忙喊停，将刚刚离地的楚天行拽了个趔趄。
王峥见状，连忙岔开话题，指着地上金刚巨猿的尸体问道：“这不值钱吗？就这么丢着不带走了？”楚天行没好气地回道：“废话，6品异兽的尸体，你说值不值钱？就是这品相差了点。你小子还是太嫩了，好好的完整骨架和毛皮都被你弄成什么样子了，莽汉一个！以后击杀异兽，记得最好要保留完整的皮毛和骨架。你要学的还多得很呢。”楚天行之前已经检查过了，没有发现灵气结晶的存在，知道最值钱的灵气结晶已经被王峥收走了，所以对这些剩余的材料也没有多在意。而王峥在听闻值钱后，顿时露出一脸幸福的傻笑。既然值钱，那就带走吧，这可是我战利品，校长您可不能抢我的。楚天行被这小王八蛋气了个半死，刚刚一副好为人师的模样也瞬间消失不见了。这一路笔直的飞过去，都还有好几百公里呢，怎么带？就算我能用精神力拖着，这血腥味还不把一路上的异兽都吸引过来？王峥一想也是，于是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说道：“校长，那个，我其实有储物空间，能装得下的。”一时间，两人间诡异的安静了下来。楚天行望着浑身清洁溜溜，只有脖子上挂了一枚戒指的王峥，好奇的上下打量，最后把目光凝聚到王峥那条10几块钱买的银链子上，随后深深的皱起了眉头。王峥看到自家校长赤裸裸的眼神上下扫视，于是连忙从储物空间里拿出衣服给自己套上了。当他发现楚天行误会了以后，连忙把自己胸口戴着的储物戒解下来，连同项链一起递了过去，然后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尴尬的一笑：“那个什么，校长，这戒指就算是物归原主吧，我的储物空间不是这链子哈，是在我的脑海里，观想内视的时候见到过一个大黑洞，空间还蛮大的，嘿嘿。”楚天行一手接过自己送出去的储物戒，仔细观察了一番，这项链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后把自己的精神力往戒指中一探，发现里面除了几套衣服和一些食物之外，什么都没有，顿时2条钢眉皱成了川字形。看着王峥随手把自己的大锤拿出来又收起，做着展示，楚天行疑惑地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怎么从来没说过？”王峥嘿嘿一笑：“你也没问过吗？也没多久，刚觉醒，学会使用圣光术的时候就有了，不过一开始还没发现，后来发现了，就找您问戒指的事情了。”王峥心里斟酌了一下措辞，准确来说也不算是撒谎。楚天行仔细地回忆了一下，顿时知道自己是上了这小子的当了，当时被他给骗了。在问自己储物空间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自己的储物空间了，那这王八蛋为什么当时要死要活，旁敲侧击的非要奖励他储物戒才肯去参加训练营？楚天行扭头看到王峥一副猥琐的模样，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心里忽然明白，这小子当时就打算靠着自己来掩人耳目了。一想到这里，楚天行的目光越来越不善，抬手就要打，但是一想到自己刚刚才被这小子反伤给弹到，这一巴掌才没有落下来。王峥看到自己校长高举着巴掌，脸色铁青，顿时吓得一缩脖子，结实的身躯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一边指着自己，一边喊道：“哎，校长，反伤状态还在呢，你要打我可别怪我烦你啊。”不过最终楚天行也只是无奈的苦笑，随后把储物戒又丢了回来。能装得下就全装起来，这戒指说过了是给你的奖励，你就自己好好带着吧。不过这事情你也不要随便的透露，我都不知道你小子还藏了多少手段了，你自己要小。楚天行本来还想再叮嘱几句，让王峥自己注意隐藏，保护好自己的，但是转念一想，这小子的心眼比自己都多，还是不操这些心了，于是这才没有继续往下说。王峥倒是立刻就领会了自家校长的意思，然后就打起了感情牌。您放心，我懂得，除了您以外，我连我爸妈都没说过，感谢校长的关心。说完后，立刻转身就走，飞快的就跑去打扫战场了，倒是把楚老头感动了一番。王峥先是一脸兴奋的把2具金刚巨猿的尸体收了起来，然后还扫视了一圈运输机上散落的物资。这几个箱子没有被损坏，很结实嘛，肯定是好东西，收起来。哎呦，这根钢柱在大火中被烧了这么久都没事，肯定也是好东西，收起来。哇，竟然还有完好无损的军用扫描仪，好东西。楚天行看着王峥东跑跑西逛逛，不一会就把整个战场打扫得干干净净，就连运输机上一些散落的零件他都没有放过。他一边感慨着这个小王八蛋的储物空间是真的够大的，另一方面也对王峥这雁过拔毛刮地3尺的样子有些无语。楚天行现在都恨不得把王峥的脑袋劈开，看看里面都装了些什么，有完没完了？这些垃圾你收起来干什么？马上！王峥听到楚天行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连忙把手里的铲子挥舞得飞快，把一块埋在土里的运输机引擎收了起来，这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他的捡垃圾的工作。楚天行看着王峥这没出息的模样，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吐槽了，挥手轻轻一压，顿时无数的电光闪耀，将整个运输机的残骸全部破坏掉。随后一把抓起王峥，瞬间冲天起，远远地向着余城的方向飞了过去。一路上，王峥不自觉地扭动着身子，但是他又不敢大力地挣扎，他害怕楚老头就真的这么给他从空中扔下去。他总觉得楚老头是故意的，可能是自己什么地方惹他生气了，要不就是还在气自己当初骗他储物戒指的事情，不然这没道理，这几百公里的路程非要捏着自己的脑袋飞，没看到隔壁晕着的林有杰都被夹在了腰间吗？在自己投诉几次都无果之后，王峥也是气愤异常，心里默默给老头子记上一笔，凭什么自己要被区别对待？可恶啊！这楚老头真小气，心里骂归骂，嘴上他还是表现得很恭敬的。校长，军区每次出任务都会这么危险吗？之前袭击我们的是什么异兽？您追到了没？楚天行叹了一口气，危险是肯定有危险的，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这么倒霉。以运输队的配置来说，就算是一般的6品异兽也追不上短时间内大幅提速的运输机的。而运输机上的安全员也都是配合默契的熟手，即使有个别异兽飞得快，追得上，也不会是他们4人联手的对手。有实力又能对运输机造成伤害的异兽其实很少。如果是妖王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不过妖王都已经化成人形，大部分都会选择寻找灵气充裕之地潜心修行，以谋求更进一步。一般不是从他们的领地低空掠过或者挑衅的话，
他们通常都不会轻易出手的。但要是真的运气不好遇上了，对方还对飞机发动攻击的话，那怎么都是个死，跑是肯定跑不掉的。王峥立刻就抓住了楚老头话语中的重点。那今天袭击我们的就是妖王？楚天行点了点头，然后说道：其实今天这事也怪我，如果不是我释放出了气息，被那扁毛畜生察觉到了，估计对方也不一定会动手。后来我追上去和他交手，虽然没有将他击杀，但也重伤了他，将他给打退了。只是没想到你们的运气这么差，正好坠落到金刚巨猿的领地上了。而且这几人一身实力都需要配合着运输机施展，碰到的又是身体强悍，完全不怕精神攻击的金刚巨猿，只能说命数如此了。嘿嘿，只是我没想到你小子竟然不声不响地干掉了2头金刚巨猿。不错不错，不愧是我教出来的学生，看来我选择带你出来历练也是正确的选择嘛。王峥刚开始听到楚天行说众人只是倒霉，被他分析了一通之后，也只能无奈接受了。他看了一眼被楚天行夹在腰间的林有杰，只是希望着他以后能醒过来吧，恢复实力什么的就不敢想了。到最后又听到楚老头不要脸的邀功，无奈的翻了个白眼。我的实力都是靠我自己苦练出来的，你教了个屁！而且来战场历练也是我自己坚持来的，现在就成你的选择了。虽然王峥心里嘀嘀咕咕的意见颇大，不过表现出来的还是很从心的，礼貌的继续问道：您说那妖王是扁毛畜生，那他就是飞禽喽？楚天行大笑着点头，他原身是一只赤炎雕，和我有旧怨，速度极快。他这次没料到我退凡后实力大涨，被我施展天地法相狠狠的电了一顿，差点就变成烤鸟了，就是可惜没能当场宰了他。不过总有一天我会亲手砍下这畜生的鸟头。说到最后，楚天行笑容尽收，浑身的灵气喷薄而出，脸上尽是无穷的凶狠。6品火属性的赤炎雕。王峥迅速从自己的数据库中搜索到了相关信息。没错。王峥好奇的继续追问，校长，是不是只有6品的异兽才能成为妖王？我之前听白师说异兽好像可以修炼提升品阶，那他们是会进化成另一种异兽，还是作为同种异兽中的特殊高级个体？楚天行略微思考了一下，还是按照自己的猜测说道，应该是你所说的特殊个体，因为不管实力如何变化，对于异兽来说是不会变成另一种不同的异兽的，也就是说异兽中所有种类都是单独的，不存在所谓的进化链的。不过在我所知道的妖王中，就没任何一位的原身是6品之下的异兽。就目前来说，我们已知的所有妖王都原本就是6品的异兽，经过多年的沉淀，度过化形劫后才成的妖王。白师口中所说的修炼，应该就是指的吸收天地灵气，但是光靠被动吸收速度太慢，以异兽的寿命来说，能不能活到实力提升还不一定呢。但是如果去厮杀，去吃人或者吞噬异兽，那就很容易被击杀，所以想从低阶一路进化上去太难了。王峥听闻后也算是了解了部分的妖王心秘，点了点头，随后也不再多想，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自己视线中的数据面板，开始总结起今天战斗的收获来了。首当其冲的就是灵气值上限，灵气值46075321，虽然只是击杀2只6品的金刚巨猿，剩余的一群5品的大力猿都跑掉了，但是仅仅这2只异兽就给王峥提升了4200点的上限。之前在战斗中还没有感觉，等王峥现在冷静下来，看到这突如其来的惊喜，甚至让他一度怀疑自己去云巅的决定是否正确。不过思来想去之后，王峥还是放弃了就留在金乡历练的想法。虽然他在对着金刚巨猿的战斗中基本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是这击杀的过程实在算不上轻松。要不是最后明悟了先让异兽受伤，消耗他们的灵气，最后一击致命这样的打法，像第一只金刚巨猿那样，就算给自己机会，直接给一套空到死，直接带走，都耗费了太久的时间了。王峥早就研究过这异兽的尸体了，这巨猿的皮肤和肌肉远没有和他战斗时表现出来的那么坚韧，可以说这巨猿的高防御都是因为灵气导致的，所以才在他们死后就立刻变得松弛。直到现在，他才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初楚老头会说，就算妖王在自己面前不还手，自己也没办法对其造成伤害了。两者之间的灵气值的差距太大了，99点的力量虽大，但是对付起来这6品的金刚巨猿都如此困难，更别说实力远超过他的妖王了。不过王峥对此并不灰心，反而更加期待自己200-300点力量以后再进行退凡的效果了。而且不留在金乡击杀异兽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根据楚老头所说，像这样的高阶异兽，他们的领地意识是很重的。如果不是因为大力猿群的实力和这2只金刚巨猿相差不多，很可能方圆几十里内都不会有其他的高级异兽出现。而事实也是如此，王峥之所以敢在战斗中把林有杰放下，也是因为他没有在外围暗中观察的异兽群中发现比较强大的气息。所以综合起来看，还是去云巅更为划算，不然老是漫山遍野的找异兽杀也不是个事儿。然后王峥又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储物空间中2枚新获得的闪耀着金属光泽的灵气结晶。根据王峥吸收了这么多结晶的经验，这2枚一看就是高级货，色泽明亮，质地温润，灵气十足。他心中怀疑，这2枚灵气结晶里蕴含的灵气值完全有可能超过之前的天魔结晶，甚至比击杀金刚巨猿本身所获得的灵气都要多，也不是不可能。不过这个需要等到安顿下来后来吸收的时候才能得到结果了。至于他观想物的巨限进度嘛，在击杀了2头6品异兽之后，竟然才提升到了 27%， 王峥自己也有些搞不懂这里面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只能留待以后继续观察了。不过有提升就好，他有这样的特殊捷径总是好的，只要一直这样击杀异兽，总有可以提升到 100% 的时候的。最后那就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了，因为自己的5维属性早就提到了全60，所以他在击杀异兽时也没有受到丝毫阻碍，灵气值瞬间就超过了5000点的大关。所以王峥看着自己的数据面板里，在第4个技能激战怒吼下又出现了一行新的灰色字体，他的嘴角不由得又往上翘了几分，越来越值得期待了呢。一时间王峥的思绪飘得很远，2人之间也沉默了下来。因为要照顾到受伤的林有杰，楚天行用自己的灵气包裹保护着他的身躯，所以飞行速度并不算太快。随着楚天行越飞越远，王峥拿出之前在战场捡到的定位器，仔细观察了半天之后，心里有些相反，
但还是有些不确定，于是小声问道：“校长，我们现在是去余城，还是直接去云巅？”楚天行没好气地回道：“废话，当然是去余城啊！起码先把林有杰安顿好，还有另外3人的遗体也都安置下，之后让余城的部队找机会送他们回去。”王峥又问：“那余城的位置是在我们正西方向对吧？”楚天行不耐烦地回复：“不然呢？我们现在处于金乡战场的后方，正西过去就是余城。”王峥直接把自己手中的定位器举了起来：“校长，我不太能看得懂，您仔细看看，我怎么觉得您再飞下去就要到钱柜了？”楚天行低头扫了一眼王峥高举着的定位器，不由得老脸一红，随即速度渐缓，偏了偏方向。“我能不知道吗？这不是前面的大山深处有妖王盘踞，我带着你这个拖累不想和他正面交手，所以绕了一段嘛。”“哦，原来是这样。”听到楚天行解释，王峥心里也算是放下了心来，也是楚老头这常年在战场打拼的人，怎么可能不认识方向呢？肯定是自己多想了。一想到这，王峥就打算把自己捡到的定位器收起来了。看到王峥放下去的手，楚天行突然出声：“哎，别收，举高点。”“王峥，我就说看着前面一片平坦，也没什么名山大川，哪来的什么大山深处？亏我还真的以为楚老头阅历丰富呢，没想到竟然是个路痴。”王峥按下心中的腹诽，手里高高举着捡来的定位器，好让楚天行不会真的飞错了方向，不然到时候一头扎进大山的深处了，哭都没地方哭。随着一路上不断的修改方位，王峥和楚天行2人经过2个多小时的跋涉，这才从金乡的密林中脱身出来。立在云层之上，王峥看着下方隐隐有座四面环山的城市，心中有些激动。他来到这个世界，还从未见过真正意义上的前线城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又会相信在这样的密林深处还能屹立着一座人类居住的城市呢？虽然此刻的距离还有些远，城市的轮廓看得并不是太清楚，但是隐约间看着，这也是一座现代化的巨城。整座城市全都包围在群山之中，四周不算太高的山峰也充当了这座巨城抵抗异兽入侵、森林扩张的屏障。而在城市周围的低矮山峰之上，绝大部分的山体都被削平，绝大部分的植被都已经被清理干净了，上面还矗立着一道道哨岗、卫所，时不时还能看到有步伐矫健的战士们在巡逻探查。再往里看，被群山环绕包裹的内部，这才是有将近1000多万人余城人民生活的地方。这样的城市，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奇迹。王峥在空中看着这样的景象，心中有些被震撼到了，因为他自己身处荆南，和前世记忆中的地理面貌相差不是很大，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感觉，只是把这边当成是2个一样的世界。但是直到现在，他看到这座和印象中完全不同的山城，他这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早就变得不一样了。王峥心中微微一叹，这个世界与自己原来世界差距实在太大了，不由得感慨万千。在灵气复苏的几十年里，这颗星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清了下面的城市，楚天行也松了一口气，直接朝着山上的哨所落了下去。当然，为了不必要引起过多的麻烦，他们降落的速度很慢，所以很快就被巡逻的战士们给发现了。还没等他们落下，就已经被下方的战士们给围了起来。不过，既然是能在空中飞行的人物，对方也没有太过愉悦，礼貌的上前问话。在等2人出示过证件后，立刻就被客气的带到了余城的指挥所接待处。到这时，王峥才发现，这座城市的军区竟然就直接设立在这一圈山峦之上，不由得感慨大手笔，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2人刚刚落座，带路的战士就先行离开了。王峥忍不住好奇的问道：“校长，这余城的防护这么严密，如果之前直接飞到城里去呢，他们不就没有办法了？”楚天行颇为无语。城市上空有灵气感测装置的，只要降落到一定的高度，就会被感知到的。在被发现的第一时间，军区的战士们就会出动的。而且像余城这样的前线城市，也不允许私自飞行入城。原来如此，王峥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此时的他忽然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黑科技手段了解的还是太少了一些。听着楚天行的介绍，王峥一时间也是沉默了，随后又检查了一遍林有杰的伤势，随手给他补上了2道圣光后，就开始安静的等待起来了。还没等2人坐一会，今天执勤的指挥官就过来了。此人身材格外的魁梧，看着年纪和楚天行差不多，大冬天的穿的还是夏季的军服，随意的披在身上，里面是一件军绿色的背心，壮硕的肌肉就这样展示在众人面前，显得格外的狂放不羁。人还没进门，豪迈的笑声就先传了进来。王峥看着他肩膀上2杠3星的肩章，还有浑身散发出来的气质，努力忍住了自己作死的心，没有敢去扫描。没想到来人和楚天行也是老相识，2人很快就聊上了。哈哈，老子就说今天怎么眼皮乱跳，原来是有贵人上门。老楚，什么风把你这个大忙人给吹来了？上次在荆南一别，我们得有4、5年没见了吧？我可是好久没有瞻仰到你的风采了，怎么这次来余城有任务？楚天行也是微笑，出门在外逼格拉满，只是带着学生去云巅历练，途中被赤炎雕王那个畜生给偷袭了，结果运输机失事，随行的安全员不幸遇难，就只能过来这边休整一下了。谁料那上校听闻后也是勃然大怒，气愤的猛拍了一下桌子。王峥看着那铁木制成的桌子，在这一掌之下有无数的木屑掉落，心里不由得和对方暗暗的比较了起来，最后还是无奈的摇了摇头。要知道这铁木可是实打实的4品植物异兽，树干在晒干压制后，坚韧程度甚至不会比 B 级的合金差，可想而知这瑞雄上校的力气得有多大了。瑞雄紧接着说道：“这畜生半年来已经第4次袭击我们的运输队了，总有一天我要宰了他。”楚天行也是怒而不发，云淡风轻的说道：“虽然这次被他逃了，但是最后关头还是被我的惊雷击穿了肺腑。这畜生不善疗伤，不出意外的话，他要是不偷偷找个无人之地休养个1年半载的，恐怕是恢复不了了。对了，王峥快过来，这是余城军区的瑞雄，瑞上校。”王峥自然是十分的乖巧，听到楚天行的招呼，主动上前行礼：“瑞上校您好，我是荆南大学的王峥。”好。
瑞雄连说了3个好字，也不知道是在夸奖王峥，还是因为得到了那赤炎雕王受伤的消息，身上的灵气波动十分活跃，显然是十分兴奋。随后他对着王峥上下打量了一番，又拍了拍王峥的肩膀，夸奖道：“很不错，身子骨够结实，年纪轻轻就敢上战场历练来了，快毕业了吧？毕业后有没有兴趣参军啊？我们余城的待遇很不错的，每天都有打不完的异兽。”他看起来应该是跟楚天行很熟，完全没有在乎楚老头的意思，直接就当面挖墙脚了。好家伙，王峥直呼好家伙，这上校这么憨的吗？还每天打不完的异兽呢？就这样恶劣的条件，你哪来的自信能招来人哦？虽然他自己心里在听到这话后，确实是有些心动就是了。不过这也就仅限于他王大少了，换成其他人，怕是躲都来不及。要不你换个屠宰场的工作，我贴钱都来。王峥看着楚天行已经快黑成铁锅的脸色，这话自然是不敢说出口的，于是连忙拒绝。他王大少的演技现在早已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了。只见他憨厚的一笑，然后挠了挠头，谢谢瑞上校赏识，不过我才大一，距离毕业还得好几年呢，而且我实力还不够，还需要我们校长多教导呢。什么叫顶级话术啊？国际后仰。这一句话不但委婉地拒绝了瑞雄的邀请，还表现了自己才大一就有上战场历练的实力，更是隐隐抬了楚天行一手，给自家校长挣足了面子。而瑞雄听到王峥才大一，不禁又仔细观察了一番，这才发现面前这小子的年纪确实不大，嘴上连绒毛都没长出来呢，然后连忙打了个哈哈，想掩盖过去。哈哈，果然是天才出少年啊，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心性，很不错，以后还要更加努力啊，可不能丢了你们校长的面子。他心里想得漂亮，不过楚天行就没这么客气，不打算轻易的放过这挖苦自己好友的机会。老瑞，你就别做梦了，就算这小子以后不会留在南大，也不是你可以摘桃子的。荆南军区的那位老首长可早就看上他了。什么？听到这个消息，瑞雄又仔仔细细将王峥打量了一番，甚至还用精神力对王峥探查了一遍。只不过除了精神力靠近他身边会产生一种难以施展、难以感知的憋闷感以外，就没有什么异常了。瑞雄满脸的疑惑，觉得眼前这少年除了一脸的憨厚，也没有什么出彩之处吗？他之前的招揽只是习惯了，只觉得能被处。行带上战场历练的高材生肯定差不了，直到现在才算是真正对王峥另眼相看了。王峥听到两人的对话，脸上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乖巧地站在楚天行的身后，一言不发。但是他心里其实早就骂开花了，你才是桃子，你全家都是桃子，我百分号井号人民币百分号井号。虽然王峥心里骂得起劲，但是瑞雄的所有表情变化都被他看在了眼里，心里却是对这位瑞上校的眼光实在是不敢恭维。特喵的，对自己的重视竟然不是因为自己本身就足够的优秀，王霸之气四溢，竟然是因为荆南的老首长对自己青眼有加。虽然他自己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消息，之前他还一直以为只是顾老对他格外的关照呢。要是让你知道，我在来余城之前的几个小时，刚刚无伤单杀了2只6品异兽，还不得把你吓死。王峥的暗自腹诽暂且按下不表，楚天行对着瑞雄把之前的情况都大概的描述了一番。瑞雄也是立刻就安排精神系的觉醒者和专业的治疗人员将林有杰带去军区医院内疗伤去了。虽然恢复清醒的可能性也不大，不过只能说是尽人事听天命吧。等医院的人过来之后，王峥也是赶紧将其余3人的遗体都从储物空间中放了出来，让同行的工作人员一起带走了。之后余城军部这边会有人处理，然后将他们和林有杰一起送回荆南。等处理完了这边最重要的事情，楚天行当即就提出要走了。老楚，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好歹吃个饭再走嘛，我们哥俩这么久不见，可得好好叙旧。而且我还私藏了一瓶好酒，嘿嘿，我告诉你那可是。相较于和老友重聚，小酌几杯，楚天行现在更想看看王峥的极限能到哪里，能在这次历练中成长到什么地步。他不想浪费时间，于是最终还是委婉的推辞了。下次吧，下次有机会的。其实王峥自己本人倒是无所谓的，他甚至想在这里再休整一天，好让他找个安静的环境把新能力给解锁了。不过楚天行既然都已经拒绝了，他一个小辈自然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按照老楚的节奏来走了。瑞雄劝解无果之下，最终也只能看着楚天行一把提起王峥，紧接着冲天而起，瞬间就消失在了云层之上。无奈的摇了摇头，随后叹了口气，慢慢的走了回去。虽然瑞雄的步履依旧矫健，但是那壮硕魁梧的身影竟然隐隐有着一丝落寞的味道。随后一声轻微的呢喃随着山顶的微风传了出去，下次，嘿，下次我们谁知道我们还有没有下次哦。在距离余城不远处的云层之上，王峥紧紧地抱住楚天行的胳膊，随后好奇地问道：校长，我以为您要从余城坐飞机走呢，怎么现在就直接飞了？这还有1000多公里呢。楚天行回道：本来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人家本身就有自己的任务，还是尽量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了。你也看到了余城的情况其实不算太好，我上次来的时候周边的丛林没有那么密集的，而且看山上巡逻战士紧张的模样，估计城外的异兽越来越多了。要不是林有杰需要治疗，我也没办法一直带着他，我甚至都不会将他们留在那边。说到这，楚天行忽然嘿嘿一笑，然后诡异地看着王峥笑道：更重要的是，在知道了你自己有储物空间之后，我就改变想法了，反正吃喝不愁，要历练的话哪里不是历练。要不是时间有限，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你丢下去，让你自己从川蜀穿过去到云巅，给你一次历练个够。王峥听到这话，脑海里立刻就浮现出自己独自一人在荒郊野岭风餐露宿，一路从余城徒步到云巅的场景，吓得他打了个哆嗦，立马抱紧了楚天行的身子。校长，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我来的匆忙忘记准备了，其实没有准备多少物资的，等到了云巅我还要去采购呢，咱们还是直接过去比较好。其实王峥倒不是害怕，只是寒假时间有限，他还答应了自家老妈要回去过年的。今天已经11号腊月初4了，下个月6号就要过年了，时间是真实对得上的，大家不用去翻了。眼看着距离华夏最重要的春节就只剩下20几天了，哪有时间在这里耽搁？
而且回去路上还得花时间呢，就算当天就能到，那也不能等到最后除夕才到家吧。再说了，自己到了云巅之后休整一下，就要尝试觉醒下一个异能了。如果在这荒郊野外的直接被丢下去，还不知道要浪费多少时间呢，这不是耽误事儿吗？所以听到楚老头的提议，王峥心里是10000个不乐意的。楚天行听到王峥这话，本来还有些犹豫，想着要不要自己再加把力，直接飞去云巅的。但是当他扭头看见王峥眼珠子乱转时，立刻就想到了这小子之前骗自己的戒指，给他自己打掩护的事情。以这小王八蛋狡猾似鬼的性格，真的会什么都不准备？楚天行迟疑了，再加上他现在鬼鬼祟祟的表情，楚天行现在对于王峥的说的话是一个字都不信了。同时还在心中还给自己提醒，以后不管这小子再跟自己再说什么话，都要先在脑子里过一过，免得又被他骗了。随后楚天行看着满脸讪笑的王峥直接说道：那你给我看看，如果你能给我证明真的没有准备，我就带你直飞云巅，如果证明不了吗？说话间，楚天行晃了晃胳膊，看着王峥脸色大变，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直到他的胳膊都被王峥的巨力捏得生疼，这才脸皮抽了抽，没有继续吓唬他。对于王峥忘记准备一事，楚天行想得很透彻，没忘记就是他在骗自己，活该受苦。如果真的忘记了，那就给他点教训，让他仗仗记性。古话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哪有什么事情都是一帆风顺，如他所愿的。再看王峥，他现在满脸的苦涩，非要说他现在是什么心情的话，那就是后悔，十分后悔。早知道自己就不该贪那2具金刚巨人的尸体。自从自己坦白了储物空间的事情，现在楚老头都变精明了，骗不到他了。王峥急得眼珠子乱转，心里一瞬间转过几万个念头，最后才支支吾吾地说道：校长，我不是不给你看，但是这玩意儿在我脑子里啊，我该怎么给您证明啊？您看这么重要的秘密，我连我妈都没告诉，就只跟您一人说了，这还不能证明我对您的信任吗？我是真的忘记了，您一定要信我。看到王峥真挚的表情，老楚有一瞬间差点就动摇了，不过一想到要给这小子一点教训，于是又狠下心来，径直往下落去。在离地10几米的时候，从怀中掏出一个定位器，往王峥手里一塞，一把扯开他的胳膊，就把王峥往下抛去，同时嘴上还说道：我累了，得休息一会，2个小时后来接你。话音刚落，楚天行身子一顿，随后迅速飞到云层之上，转眼间就消失不见了。自由落体状态下的王峥，在经过最初的慌乱，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本来就这10几米的高度，他就算直接摔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原本王峥还想用自己的精神力从侧面凝结，增加点摩擦力，减速的。不过当他看到地面上有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四周还有数只低阶的异兽之后，就改变了想法。双手抱头护住眼睛，随后一头扎进了河里。轰！巨大的水浪溅起，几只本在河边饮水的异兽瞬间被惊吓到了，开始疯狂的四处乱窜。轰隆！又是一声更大的轰鸣响起，王峥从水下冲出，找准其中巨角鹿的逃窜方向就追了过去。这巨角鹿是之前在蝴蝶岛上猎杀过的刀角鹿的近亲，在受到灵气复苏后的进化方向也十分一致，只不过一个体型变化小，鹿角锋利尖锐，一个体型变大，鹿角变粗变硬。当然最重要的是，不管是刀角鹿还是巨角鹿，它们都是群居。也不知道是因为生存在野外的原因，还是这些食草的异兽警觉性本来就十分之高。王峥远远地掉在巨角鹿后面跟了快1个小时，这才等到这只惊慌失措的小鹿返回鹿群。随后再靠着激战怒吼强制拉怪的能力下，王峥轻而易举就把这一群30几只2品异兽给击杀了。不过可惜的是，就连一枚低级的灵气结晶都没有获得。看着数据面板里才多了100多点的灵气上限，王峥无奈地撇了撇嘴，他现在有些膨胀了，花费这么久的时间才获得了这么点收益，让他有些不爽。不过好在这些巨角鹿的鹿角还算值钱，王峥在战斗的过程中有意地避开了去攻击这些鹿角，这才让他们得以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且还让王峥颇为可惜的是，除了之前在河边喝水那只幼鹿之外，还有几只应该是刚出生不久的小鹿，只可惜他一来没地方圈养，二来不会处理加工，这才让他熄灭了自己做个农场主想法。随后王峥把这些巨角鹿的尸体一起丢进了储物空间，又看了看定位器上的方位，这才继续朝着丛林的深处闯了进去，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又过了几个小时，王峥仅剩的一点耐心也被消耗一空了。他现在是真的相信之前楚天行说自己坠机的方位倒霉了，他所遇见的全是零零散散的低阶异兽，而且基本都是单独行动的。除了2只没脑子的，应该是被饿昏了头的猎狗敢主动上前袭击他，被他轻松扭断了脖子以外，其余的异兽见到王峥跑得比鬼撵的都快。王峥现在看不上这点灵气值，而且方向也不对，自然也没有去追。他现在无比的庆幸今天中午没有头脑子一热就选择留在金乡历练，这要是每天都是这么个进账，这还历练个屁呀！说好的2个小时就回来，现在天都要黑了，怎么还不来？难道楚老头真的忍心让我一个人摸黑在这荒郊野外过夜吗？王峥嘴上骂骂咧咧的，同时手脚麻利的在地上升起了火堆，随后将自己储物空间里的瓶瓶罐罐、锅碗瓢盆都拿了出来。这可不是王大少娇生惯养，只是他有一个作死的想法，心里这口气不出不舒服。在王峥利落的石头下，不一会儿功夫，3菜1汤加上几个香喷喷的大馒头就准备好了。滋滋，只听到轻微的电流涌动声响起，一直在云层之上默默注视着王峥的楚天行瞬间就出现在了王峥身边，看着小铁桌上的饭菜，满意的点了点头。王峥嘿嘿一笑，然后作死道：喜欢吗？想吃吗？不给你吃。随后立刻挥手，连桌子带饭菜一起收了起来。一时间，楚天行愣在了原地，紧接着身上的电流愈发的狂暴了。长夜漫漫，这将是一个凄惨的故事。楚老头，这个混蛋，欺人太甚，我们的账又多了一笔了。王峥独自走在茂密的森林中，一边用手中的开山刀劈开丛林中的荆棘，一边在嘴里恶狠狠地骂道，仿佛这些植物就是楚天行的化身一般。
这已经是楚天行临时决定更改历练计划的第2天了。自从昨天晚上被电了一通后，楚老头现在就换了新玩法了。每次在把王峥从空中丢下之后，会根据地形独自前往前面几十或者上百公里之外的地方等他。什么时候王峥到了，他们什么时候再次启程。对此，楚天行美其名曰年纪大了，消耗太多，需要恢复灵气。而且他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虚了，几乎飞不上一会儿就说自己要休息了，让王峥气得牙痒痒。要不是他自己不会飞，早就飞走了。为了破局，王峥甚至还拿出自己的大锤，企图用自己微薄的精神力御锤飞行。只不过他那点实质化的精神力，对于这重若千钧的大锤来说一点用都没有，甚至连轻微的波动都做不到。这样的结果让王峥一下子失望至极，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而这社死的一幕还被楚天行躲在暗罩看到了，差点把王峥羞得当场逃离地球。至于他为什么不尝试着用其他东西代替嘛，那是因为普通的物品根本就不能附着灵气，而且就算可以，按照以他现在的体重，他的精神力也完全不够用，更何况用不了多久他自己就能飞了，所以他对这些也没有过多的追求，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罢了。要不是害怕闹出的动静太大，他现在就……这一行两人虽然走走停停，但也不必担心云巅那边等不到他们，因为昨天从虞城出发时，楚天行就已经和云巅那边汇报过情况了。在确认了运输机已经失事之后，云巅那边也重新紧急安排其他地方的调度去了。至于这来历练的王峥中尉嘛，都有楚校长这样的大神看着了，他们自然是不用担心的。现在的王峥嘴里骂骂咧咧，手上动作却不含糊，左手劈开前方的植被，右手3指弯曲成爪，闪电般的探出，一把捏扣住一条从树枝上垂落下来，伪装成树藤的枯藤蛇。枯藤蛇2品异兽，毒性烈度中等，身躯1米到2米之间，土褐色，皮肤干燥且有黑色斑点，天生可以屏蔽自身气息，常悬挂于树枝之上，伪装成树藤偷袭猎物。王峥一边搜索对比着这蛇类异兽的信息，一边轻声地念了出来，随后中指向下微微发力，只听咔嚓一声，很是轻易的就捏爆了这条2品异兽的头颅。看着又是5点灵气值入账，王峥的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些觉得无聊。他已经把自己的灵气波动收敛到最低了，观想物的气息也没有泄露过半分。王峥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异兽都要躲着自己走。我真的很弱啊，我只是一个人畜无害的治疗系觉醒者啊，还有说好的战场凶险呢？不是说异兽遍地走，高阶不如狗吗？快来吃我呀！岂可休！王峥一手捏住枯藤蛇的尾巴，从下到上的撸了一遍，蛇身上锋利的鳞片在他的大力下被直接崩飞。在检查过没有灵气结晶后，王峥叹了一口气，随后将这条蛇的残尸收进了储物空间。蚊子再小也是肉嘛，反正装里头又不会腐烂。至于他为什么不用刀劈，要用手来捏蛇嘛，因为他怕这坚硬的蛇鳞把这开山刀给劈断了。王峥随手捡起地上被自己崩飞的鳞片，稍稍用力才将它掰成2半。要知道，这才是只是2品异兽的鳞片啊，都已经这么坚硬了。王峥看了一眼已经满是缺口的开山刀，然后在心里默默称赞着自己的明智。这刀可不是什么合金武器，这就是他在百货商店里随便挑的。当，又是一刀狠狠地劈下。王峥看着已经缺了一个口子的开山刀和面前完好无损的翠绿藤条，无奈地叹了口气，一手扶开这些藤条，然后低矮身子钻了过去。王峥一边回想着当石老板跟他吹嘘这刀有多么锋利的样子，一边将这把基本已经报废了的开山刀收了起来。回去得去找那秃头老板聊聊去，还吹牛说是荒野冒险者必选的宝刀呢，骗子，欺骗消费者。王峥现在心里已经后悔死了，要不是跟楚老头说了这储物空间的事情，现在自己早就在云巅大发神威了。很好，2027年1月12日，金南校长楚天行欠我一把 A 级合金打造的长刀。王峥默默地在心中记下一笔，然后继续向前走去。这完全不是他想要的战场历练嘛，从昨天到现在一共也就杀了小猫2-3只，加了200多点灵气上限。这和王峥自己想象中自己大吼一声，无数蚊虫蛇鼠疯狂地扑到自己身上，然后被反伤弹死，灵气上限疯长的情况，不能说是没有关联，只能说是毫不相干。这哪里是什么战场历练，分明就是荒野求生嘛，还是毫无难度的那种。他现在宁愿再来2头金刚巨猿和自己大战300回合，也不愿意再在这鸟不拉的荒野里行走了。正在王峥继续前进时，刚刚被他扶开的那根坚硬的藤条正在缓慢的伸长，随后垂入地面，跟着王峥行走的方向一路往前。随后周围的大树上越来越多藤条垂落下来，加入到追击的队列里，随着他们的不断前行，在地面上蠕动时发出沙沙嗦嗦的细微声响。这些声音不断的从远处传过来，渐渐的越来越近，最终在王峥四周停下来，逐渐形成一个包围圈，将王峥包围在其中。王峥的耳朵动了一动，嘴巴微微上翘，随后回头一看，只见在无数灌木丛中穿梭的藤蔓忽然全部止住了前进的步伐。王峥打了个大大的呵欠，然后大拉拉扭头继续向前走去。这一根根一条条的颜色都如此葱郁，而这些灌木则大多数都已经泛黄了，颜色完全不一致嘛，就这还玩伪装者呢。虽然嘴上还在吐槽，不过他一想到接下来要面对的植物异兽，此刻的心里就甚是喜悦。终于能有些收获了，就是可惜现在1月份的时间不对，不在花期。王峥淡淡的补了一句，随后就头也不回的继续往前走了。就在王峥继续前进之时，在他身边的那些大树上已经陆续有了更多的藤条垂落下来，随后紧接着是另外的树木，一根接着一根，将地面的道路完全封死。王峥耳中听着背后密集嘈杂的声音，想象着他们一路延绵而来的样子，无奈的摇了摇头。就在王峥无奈的回头之时，一条条藤蔓从地面上忽地拔起，瞬间缠绕向他的双脚。接着地面上、灌木中、大树上，无数藤蔓开始疯狂地缠绕着王峥的身体，而且还使劲地将他向上拖拽，想将他拉到脱离地面，使他的身体悬浮在半空中，无处受力。而王峥稍微感受了一下这些藤条的力道，最后就放心了下来，一直保持着平静的神情，任凭身后的那些藤条如何攻击自己，
他始终都是那样的淡定。而对于这些枝条的捆绑和抽打，王峥根本不闪不躲，嘴里还在不断的吐槽：“你们也不知道小点声，偷袭还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可是很失败的。”只这一句话的功夫，这些结实的藤条就已经布满了王峥的身躯，瞬间就将王峥缠绕了起来，将他整个人都捆绑住。王峥也不挣脱，就任由这些诡异的藤条放手施为。等到他已经被藤条包裹得严严实实，这些藤蔓开始带着这人肉的大茧往回收缩。而我们的王大少则是躺在由藤条编织的摇篮内，闻着大自然清新的空气，十分的惬意，甚至还扭动身子，翻了个身，选择了一个更为舒适的姿势。一阵悉悉索索的响动之后，王峥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再被拖动了。没过一会儿，一股失重的感觉传来，王峥感到自己已经被倒着吊了起来，随后身上的藤蔓就越缠越紧了。虽然王峥现在身体已经被这些藤蔓死死地捆住，但是他却丝毫没有慌张，感觉到已经停了下来，不再有动静了。王峥猜测此时应该是已经到地方了，他略微挣扎一番，就想要崩断身上的藤蔓，脱困而出。似乎是感受到了王峥挣扎所制造出来的动静，缠绕在他身上的藤条开始不断的收紧缠绕，如同巨蟒一般，死死地箍住了王峥的身躯，仿佛要将他绞断一般。王峥心中也是好奇，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植物类的异兽呢，反正只是3品的低阶异兽，王峥心里有底，于是便停下了发力的动作。他想要看看这些藤条能够玩出点什么花样来。咯吱咯吱咯吱，在藤蔓的收缩之下，不断有绞索转动的声响传出。王峥心里对此啧啧称奇，没想到这小小的3品异兽还能有如此力道，差点就把自己的表皮勒出红印来了。虽然这些藤蔓搅动的卖力，但是王峥的体质实在太强了，坚韧的藤蔓不断的收缩，甚至在王峥的身上摩擦出了点点火星。但是如果仅仅只是凭借这个就想要把王峥勒死，那也太看不起他80点的体质了。似乎是感觉到了自己在做无用功，这异兽也开始调整思路了。只见这些翠绿的粗壮藤蔓上一阵收缩，随后竟伸出无数密密麻麻的细小木刺。王峥定眼一看，好家伙，这些翠绿的木刺似乎还是空心的，然后随着藤蔓的收缩，想要往他的体内扎去。王峥还纳闷呢，闭上眼睛仔细的搜索这3品怀阴术的资料，没听说这怀阴术还有这样的能力啊？难道是变一个体，或者说是晋升过品级？一时间，王峥对这大树的兴趣更大了，心中隐隐期待着他是否还能有其他的手段。而这藤蔓似乎也是和王峥较上了劲，发现木刺没办法戳入王峥的皮肤后，开始继续发力缠绕，想要借助搅动的推力，将那些尖锐的木刺扎进王峥的体内，开始吸食他的血液。这喜欢吞噬血液的生物形态倒是和怀阴术一致，不过怀阴术需要用树根吸收，而这诡异的藤蔓则是更加霸道，直接在藤条上深处木刺扎入人体吸食。王峥丝毫没有反应，反而还在心中做着分析。再看那些细小的木刺，不但没有如愿扎破王峥的皮肤，反而在藤蔓不断的缠绕下，纷纷被他自己收缩的巨力所折断，竟然没有一只木刺可以扎进他的皮肤。噗嗤！这搞笑的一幕让王峥甚至忍不住笑出了声来。顿时，王峥都感觉到了这些包裹着他的细枝开始不断的颤抖了起来，仿佛折断的木刺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与此同时，无数透明的汁液从藤蔓断裂的伤口处流出，沾染的王峥的衣服都是黏糊糊的。一阵天旋地转的感觉传来，随后就是巨大的失重感。砰砰砰！在木刺计划失败后，这些藤条似乎已经发怒了，无数的枝条蜂拥而来，卷起王峥不断的砸向地面。顿时烟尘四起，泥土飞溅，地面都被砸出来一道道巨大的裂痕，以此来证明这大树的力气绝对不小。但是反观被包裹在其中的王峥，他除了有些许的失重感之外，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一时间，四周的空气都尴尬了起来，让这荒无人烟的密林深处出现了片刻诡异般的寂静。似乎这些藤蔓已经是黔驴技穷，没有其他的攻击手段了。在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对这包裹中的猎物造成伤害之后，仿佛认命般的放弃了，紧紧缠绕着王峥身体的藤蔓开始放松，在将他远远的将他抛飞了出去后，迅速收回。不过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无缘无故偷袭了他王大少，还能给他们好果子吃吗？在半空中的王峥稍稍调整了一下身形，随后转身扭腰，稳稳地站立到地面之上。咔嚓，从脚下传来一声脆响。王峥之前一直处于被包裹的状态之中，直到此时他才真正看身边的环境。只见一个极为粗壮的巨树矗立在不远处，这哪里是他所认识的3品植物异兽怀阴树，而且从他的脚下到大树面前覆盖着无数的惨白兽骨，方圆100米之内没有任何的植被存在。刚刚的脆响也正是因为王峥在落地之时踩断的骨头发出的声响。王峥看到面前这不同寻常的现象，脸上的笑容顿时就凝固了。妈的，这是什么鬼东西？怀阴树长不了这么粗吧？看着不远处的巨树，王峥不由得骂出了声来。这巨树明明整个树身的直径已经有4-5米左右，但是树干的高度却诡异般的和远处森林之中的其他树木相差不多，看起来非常的别扭。而且这巨树虽然长得矮壮，但是它的树冠却十分巨大，遮天蔽日一般不断的分叉出去，竟然将这满地的白骨尽数遮挡了起来。这些分叉的树枝就好像是一张无形的手臂，将整片空间给牢牢的抓住一般，将这片空间给包裹了起来。再向上看，巨树的顶端之上有着无数宽大厚重的树叶，将附近所有的一切全都遮住，使这片区域变成了一个十分阴暗的存在，只有一道道微弱的阳光透过那些树叶间的缝隙照射到树下。其中枝条上无数的藤蔓和四周的树木相连接，无数藤蔓和叶片犬牙交错，将这累累白骨之上的全部空间都覆盖了起来，看着似乎像是在隐藏着自己一般。而这巨树似乎也不是王峥所认识的任何一种植物异兽。王峥暂时没有理会远处诡异的巨树，蹲下身子仔细观察着脚下的白骨。他发现这都是一些异兽的骨头，而这些白骨已经完全脆化了，其中的灵气全被吸收殆尽，只是用手轻轻一捏，就全然碎成了一堆粉末，随着一股阴风向着远处飘散了。到了此刻，王峥已经完全确定了，
要么这是一种新的没有被发现的植物异兽，要么就是吞噬了过多的异兽血肉，经过了2次变异的。一想到这，王峥顿时浑身都站立了起来。不过他这却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兴奋。老实说，如果是让他在探索的过程中看到这样的古怪场面，他还真不一定敢直接进来探查的，最起码也得喊上楚老头一起。毕竟他王大少是以稳健著称的嘛。不过现在嘛，在知道了这古怪的大树没办法对他造成伤害之后，他已经把心稳稳地放进肚子里了。接下来肯定是要探一探这大树的虚实的。王峥之所以刚刚敢被藤蔓拉过来不做反抗，完全是因为他把那些藤蔓错当成是直升学课本上说过的3级植物异兽槐荫树了。也不怪他判断错误。槐荫树3品植物异兽，由槐树长时间被灵气滋养而成，多生长于密林之中，喜阴，藤蔓坚韧油亮，常用藤蔓缠绕猎物，吸食血液。你看，除了藤蔓的数量多一些，力气大了一些，延伸的长了一些，这完全符合刚刚的情况嘛。而且王峥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形，判断错误也情有可原。所以在当时的他眼里，这区区3级异兽是肯定没办法对他造成伤害的。王峥自然也是没有将这槐荫树放在眼里，更何况有槐荫树的地方必有冰晶蜂，冰晶蜂会在槐荫树上筑巢，然后在它的花期产出有巨大药用价值的蜂蜜。槐荫树本就属阴，结出的花朵也是阴气十足，配合上冰属性的冰晶蜂，能产出口感冰爽且灵气十足的冰晶蜜。更为重要的是，这冰晶蜂也是2品异兽，且数量庞大，成群结队，性格暴躁，不死不休。别看这是蜜蜂，但是在灵气复苏后，进化过的冰晶蜂不但体型暴涨，而且还吃肉的。这种虫类异兽不但锋刺富有寒毒，蛰中异兽后尾刺甚至还会主动脱落，脱落后非但不会死亡，甚至经过一段时间后还能重新生长出来，而且还附带有极强的冰属性毒素，口气还十分的锋利，称得上是十分难缠了。这2种异兽之间相辅相成，一个吸血，一个吃肉，是典型的共生关系。如果有敌来犯，他们甚至还会一起攻击闯入领地的侵略者。在这里插句题外话，在直升学课外延伸阅读关于半生异兽的相关概述一书中有写到，冰晶蜂的锋刺长度适中，还有属性伤害，很适合加工成新手觉醒者的初始短武器。但是因为冰晶蜂性格暴躁，无法驯养，所以它们的锋刺存世量不算太多，也就是说很值钱。总的来说，就是对于其他人来说，这2种异兽的组合可能是避之不及的梦魇，但是对王峥来说，这样的好事想都想不到啊。王峥为什么要去云巅，还不是贪图人家虫类异兽身子脆，数量多。所以即便现在不是槐荫树的花期，也不可能有蜂蜜，但是王峥还是主动放弃抵抗，被这些藤蔓拖过来了。其实他真正的目标正是那群不死不休的2品蜜蜂异兽啊。只不过现在看着面前的景象，让王峥的刷灵气计划再一次泡汤而已。不过王峥转念一想，很快又振奋了起来。不管这面前的巨树是个什么存在，但是对方没办法对自己造成伤害，这是肯定的嘛。搞不好还能有新的意外收获呢。对于王峥来说，要是问他最喜欢和什么类型的异兽打交道，第一种，攻高防低的脆皮异兽，因为对战这样的异兽根本不用王峥动手，他们自己就会被反伤反死，就像之前的狂暴老鼠，还未正式见面的云巅虫类异兽。第二种，力气大、防御高笨重异兽，对付起这样的异兽，王峥可以靠他的巨力和反伤慢慢消耗。典型的例子就是之前的金刚巨猿。总的来说，只要不是速度和反应能力极快，让王峥来不及反应追不上的，或者说有特殊天赋异能的，其他的大多数异兽，王峥都是有办法对付的。不管怎么说，这诡异的大树很现在并不在王峥不擅长面对的那一类别里。随着王峥一步步的靠近，这巨树上的藤条又开始抖动了起来，一股股纠结在一起，向着王峥抽打过来。王峥站在原地，眼睛微闭，心中却是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嗖嗖，这些藤条的速度极快，而且纠缠在一起，每一根都有手臂粗细，抽打过来时发出阵阵呼啸之声。他不闪不躲，任由那些藤条抽打到自己的身体之上，发出砰砰的闷响。看到这些藤蔓得寸进尺，还要朝着自己的身上缠绕而来，王峥脚步一顿，然后微微发力，伸手抓向那些烦人的藤条，一把将它们全部拽到了地上。看到远处有更多的藤蔓袭来，王峥随手一挡，就将这10几根藤蔓隔开，然后闪电般的探出手臂一捞，将这些翠绿的枝条牢牢地夹在了腰间，随后只是稍微用力一扯，就将这藤蔓绷得笔直。也不知是否是因为这些枝条都搅在一起的缘故，这一下竟然没有将这些藤条去全部扯断。随后王峥吐气凝神，开始发力。王峥手臂上的肌肉块块隆起，青筋暴露，仿佛隐隐膨胀了几分，强壮有力的臂膀上肌肉线条分明，充满爆炸性的力量。咯吱咯吱，撕拉！在王峥和巨树较劲的过程中，那藤蔓终于是承受不住，爆发出一阵布匹撕裂的声响，随后被王峥扯断。顿时翠绿色的枝叶溅得到处都是，落到地上竟给这惨白的地表白骨都腐蚀出一个大洞。王峥随意地擦掉自己脸上的树枝，一把扯下自己被腐烂的上衣，随后看着数据面板里丝毫未动的800点体力值，不屑地一笑：今天除非你能长出腿来跑了，否则我倒要看看你是个什么玩意儿。随后一手抛开手中的断裂藤条，随意地丢在脚下，继续向前冲去。看到王峥踏着白骨继续往前，那巨树似乎也慌了，顿时整个树冠都抖动了起来，原本笼罩住这片空间的无数枝桠都发出细微的摩擦声响，紧接着无数的藤条垂落下来，肆意的生长扭曲，然后不断的向王峥席卷而来。看到这些藤蔓如浪潮一般向自己涌来，王峥冷笑着，脚步轻点地面，身体不退反进。反正已经测试出这些藤蔓的力度了，王峥不管不顾，任由他这无数的藤条劈头盖脸的鞭打过来，他只是一步一个脚印，坚定的往冲去。只要稳住不被击飞，似乎靠近已经是无可避免的情况了。这时忽然爆发出一阵地动山摇的动荡，仿佛地龙翻身一般。只见无数巨大的树根从这累累白骨之下伸出，那巨大的力道使得整个地面都崩坏，皲裂开来，露出深不可测的地底阴暗。
无数的白骨顺着地面的缝隙掉落下去，很快就没了踪迹。然后这些干瘪的粗壮树根和藤条一起铺天盖地的向着王峥笼罩了过来，仿佛不惜一切代价，只要能够阻止王峥靠近，就算是成功。王峥在这片棕绿色的海洋中横冲直撞，靠着自身的蛮力继续往前冲去。就在这时，那些树根突然爆裂了开来，无数藤蔓化成碎片朝四面八方飞射出去，巨大的冲击力震得王峥不由得后退了几步。还没等王峥稳住身形，这棵巨树斑驳的躯干忽然裂开，然后一棵仅仅半人高的小树就仿佛活人一般钻了出来。随着古树开裂，一股奇异的香味瞬间飘散了出来，让远在几十米之外的王峥都精神为之一振，似乎连身边的灵气粒子都活跃了几分。透过面前藤蔓浪潮的缝隙，王峥看到那小树苗通体散发出金黄色的光晕，笔直的躯干上连树冠都是金黄色的。树干上只有2个细小树枝，一左一右，上面光溜溜的，没有任何枝叶，看起来就像是人手一般。再往下看，那树根好似人腿一般，球结成2股，从巨树的体内钻出后，迅速朝着丛林的深处逃去。这古怪的小树苗手脚并用，树枝忽的伸长，勾住远处的植物后快速收缩。脚下树根虽然看起来摇摇晃晃不太稳当，但是速度却奇快无比，瞬间就不见了踪迹。只是随着他一颠一颠行走，眼尖的王峥隐隐看到有2个通体金黄的果子在茂密的树冠中若隐若现，时不时还散发出阵阵磅礴的灵气波动。未知植物，灵气四溢，2枚黄金果。本来只是想看看这是个什么新型物种，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事。王峥顿时兴奋的眼冒金星。这古怪的黄金小树苗不但会借助大树掩盖自己，而且行事极为果断谨慎，很明显是已经拥有极高的智慧了。没想到他在发现不能对王峥造成伤害之后，竟然有这么大的魄力，立刻抛弃了自己的伪装，迅速逃跑。不过他既然这么胆小，面对威胁直接就逃跑了，而不是上来配合着巨树一起攻击，那是不是就说明他的本体其实并没有什么攻击力，肯定是个宝贝。一想到这，王峥心里就忍不住的亢奋，迅速发动胸针玉骨变大体型，脚下发力就要朝着小树苗消失的方位追去。但是王峥的身形刚刚腾空，就被无尽的翠绿压了下来，地表之上还带着点点泥土的树根也破土而出，席卷而来，一下子就裹住了他的身躯，将他使劲的往下拽去，不让他跳跃过去。王峥在半空中无处借力，虽然心中焦急，也只能发力崩断这些树根，然后重新落了下来。此刻地面上翻涌着无数粗壮的树根，配合着垂下的藤条，发了疯似的阻拦，一股脑朝着王峥涌去。不过这些除了稍稍降低一些王峥的速度以外，对他根本不起作用。没办法通过跳跃离开这些巨树范围的王峥，只能继续和这些树藤纠缠了。此时2米多高的王峥双手连连挥动，将面前缠绕在自己身上的树根藤条全部扯烂，然后右脚重重踏下，身子鬼魅的一闪就向前冲去。一路上挥拳开道，无数的藤蔓树根被崩断打飞，溅射出来的枝叶腐蚀的地上的白骨呲呲作响。与此同时，那巨树似乎也有智慧一般，仿佛是知道这样阻拦的效果有限，顿时地下的树根不再撑破地面涌出来对王峥展开攻击了，反而全部缩回了地面，每次都在王峥的落脚点附近活动，松化四周的泥土，甚至是直接在那边胀开地面，让王峥的脚步直接踏入裂缝中，让他无处受力，以此来降低他的速度。这样的战术转变一下子就让我王峥的速度慢了下来，一时间王峥烦躁无比，甚至都想要激活自己的最新异能了。但是一想到之前的尝试的时候出现的异样，这才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王峥现在被这些树根藤蔓折磨得苦不堪言，心中焦急之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此刻他暗暗发誓，去了云巅一定要换一把 A 级的长刀。自己的大锤虽然霸气，但是作为钝器来说，针对这样的场面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了。如果现在能有一把高级的刀具，至少要比赤手空拳要好上很多，而且以后从异兽体内取灵气结晶也会方便一些。分神之下，王峥一个没注意地表之下的动静，顿时又是一脚踩空，半条腿都没入了泥土之中。操！别让我逮住你！王峥一边咬牙怒骂，一边继续往前。在经过数分钟的折磨之后，终于从这巨树的树冠下又走了出来。这短短200米的距离，让王峥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一般。虽然这巨树没办法给王峥造成伤害，但他就是折磨你，恶心你。此刻的王峥却没空去想这些了，他现在的全部精神都已经被那2枚黄金色的果子给吸引了，就连刚刚从巨树的身边经过时，看到里面还有一些残余的金黄色枝叶，都没能让他停下脚步。王峥现在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全力感知着空气中的清香。虽然此时已经没有了黄金小树苗的影踪，但是他还是不死心，朝着远处又追了一段距离之后，发现已经彻底没有了黄金树的气息，这才骂骂咧咧的走了回来。等王峥回到巨树周围，发现这边的动静竟然还吸引来了不少2、3品的异兽，此刻都是一副虎视眈眈的模样，紧盯着巨树的躯干，但是却又不敢进入白骨覆盖的范围。不过实力4品或者以上的异兽，王峥却是一头都没见到，也不知道他们是知道这巨树的厉害，吃过了苦头呢，还是看不上这里的东西。王峥干脆利落的锤爆了几只血牙野猪的脑袋，然后迅速朝着其他的异兽暴冲而去。这血牙野猪一种群居的3品异兽，长着长长的獠牙，以大力凶猛著称。不过碰到了王峥嘛，也算他们倒霉。王峥没有追到自己的战利品，现在正憋着一肚子火呢。这些小东西还敢过来触他的眉头，能和6品的金刚巨猿死在同一把大锤下，也算是诸生不冤了。王峥残暴的行为，顿时把周围的异兽全都吓得不轻。当看到这猛人此刻还要追击，立刻扭头就要逃跑。但是满腔怒火的王峥哪里还能让他们跑了？身形鬼魅般的四处闪动，绕着白骨之地不断的游走。在一声声激战怒吼之中，这些低级的异兽纷纷朝着王峥聚拢过来，一边对着王峥发起攻击，一边自己发出凄厉的嘶吼。几分钟后就死尸满地了。至于更远处逃跑的几只异兽，他也懒得去追了。不是王峥现在膨胀了，
送上门的灵气上线都不要了，只是去追他们这些低阶的异兽太浪费时间。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先搞清楚这巨树到底是什么情况。王峥迅速的在这10几只异兽中找到了灵气结晶，然后将地上的尸体一把收入了储物空间。看着手中的4枚结晶，他微微叹了口气，唉，聊胜于无吧。随后王峥不再纠结这些异兽，朝着裂开的巨树身躯走了过去。让他意外的是，这巨树的树根和藤条现在都已经不再发动攻击了，甚至在他的激战怒吼下也没有反应。也不知道是已经死亡了，还是小树苗作为本体逃跑之后已经没树再控制了，亦或是有什么其他的蹊跷。直到王峥再次站到这棵巨树之下，他才不由感慨这大自然的神奇。只见这大树的内部竟然完全是空心的，只在最中心有一个凹槽，凹槽中有一圈金黄色的枝叶正在散发出浓重的灵气波动，而那些异香则都是从这凹槽里的金黄色的枝叶散发出来的。再看那凹槽的最下方，还能看到几根颜色宛若透明的中空树根。王峥猜测，这可能是巨树从地底吸收的养分，然后集中到这凹槽中，让那黄金色的小树苗来吸收的。虽然这巨树内部虽然已经敞开许久，但是得益于这边独特的环境，并没有什么风，所以王峥只是微微的靠近，就发现自己竟然有点轻微的晕眩。不过这可不是什么毒素或者疲劳导致的，而是灵气太过充裕的原因，俗称醉灵。同一时间内，某区域内的灵气含量过高，导致体内的灵气含量超过身体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就会出现这样的效果。他以前听楚小满说过，他第一次用灵气结晶修炼的时候就产生过这样的状况，不过后来身体强度上来之后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了。而王峥自己本就是个无底洞，不管灵气结晶内蕴含的灵气再充裕，也都是直接吸收一空，增加上限，自然也是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不过还没等他后退，就发现因为灵气过于浓郁而产生的氤氲纷纷打着旋往他的体内钻去，不一会就被他吸收一空了。王峥看着自己并没有因此而增加灵气线上的面板，若有所思，随后又看了看功法栏位里征收的巨线进度，也没有增加，当即便不再管这突然出现的异样，仔细观察起巨树内部的金黄色液体了。这些枝叶如蜂蜜一般粘稠，色泽金黄，无时无刻不在往外挥发着灵气。之前那浓郁到产生实质化氤氲的灵气粒子，也是由这些枝叶挥发产生的。王峥蹲下身子，闻着这股清香，实在忍不住用手指轻轻地刮了一点，放到了口中。顿时一股沁人心脾的清甜充斥整个舌尖，浓烈的香味充满了口腔，让王峥忍不住用舌头在嘴唇上舔了几下。随后一股暖流随着他的血液慢慢延伸到四肢百骸，仿佛整个人都轻松几分，卸下了身上的重担。王峥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享受这股美味。良久，王峥慢慢地睁开双眼，看着自己的数据面板上又增长了3点的灵气上限，不由得有些吃惊。要知道，他直接用指甲轻轻地刮了一点，就让他提升了3点上限，要是自己全给吃了，那要加多少？要是抓住的那之前的黄金树苗，将它圈养起来，或者直接吃了它树冠上的果子。一想到这，王峥的心里更加后悔了。他迅速从自己的储物空间里拿出大大小小的白色瓶子，开始操作了起来。可不要以为这是什么普通的罐子，要知道他之前专门测试过，普通的玻璃和塑料瓶，甚至连之前南凤仪给的灵气果酒都储存不住。这些天才地宝里蕴含的灵气，如果不用特殊物品阻隔住的话，里面的灵气是会自己挥发掉的，到时候这些灵物就和普通的清水没有任何区别了。而王峥这些瓶瓶罐罐，则都是王峥自己的奇思妙想。当时在王峥整理自己的储物空间时，发现自己已经累积了不少被吸收一空的空白灵气结晶。这些颜色各异的灵气结晶被吸收殆尽后，都会变成不蕴含任何灵气的透明晶体，除了勉强还算好看，质地还算坚硬之外，并没有任何用处，也不会自动吸收天地间的灵气粒子，重新充能。不过王峥却突发奇想，用自己的巨力将这些坚固的空白水晶都碾成了粉末，随后用特制的胶水重新粘合了起来，这就让这些空白的结晶体摇身一变，废物利用成了这或大或小的10几个瓶子。王峥利用它们不会重新吸收灵气的特点，将它们打造成了独一无二的储存物品。这还是他从南凤仪送给他灵气酒的容器陶罐那边得到的创意。而在那陶器罐中就掺杂了不少灵气结晶的粉末，这才让里面的灵气不会流失。只不过一般人不会有王峥这么奢侈，直接用添加剂来做瓶子的。这也没办法了，王峥自己不会这样的技术，而且空白结晶也多，就随意挥霍了。在王峥的辛勤努力下，不一会就把这边所有的黄金叶给搜刮一空了。要不是身边没有趁手的工具，他恨不得把巨树底部的那个凹槽都给挖走。在仔细确认了已经没有其他的宝贝后，虽然收获还是很喜人的，不过王峥还是不太满足，连这个2升的大瓶子都没装满，才这么点有个啥用？王峥晃了晃这个被装了9成满的瓶子，还是心疼。不行，还是不能放过那黄金树，等会得让楚老头再过来看看。一念至此，王峥又拿出5个100毫升的小瓶子，从大瓶里把黄金液又倒了出来，把这几个小瓶子都装满了。看着大瓶装里只剩下1半多一点的黄金液，王峥咂巴嘴，瞬间将这些瓶瓶罐罐全都收了起来。随后看了下定位器的位置，也不再寻找异兽了，直接朝着楚天行的方位埋头猛冲了过去。在王峥的暴力赶路下，无数的异兽被他惊动，不过王峥根本管都没管他们，只是朝着一个方向猪突猛进。一时间，整座无人的密林中灰土飞扬，听到噔噔噔的一声声爆响，地面被炸出一个个小坑，随后就是一道人影快速的呼啸而过，快得让人看不真切。无数的细小泥块、碎石被狂暴的力量震得飞起，四散而去，地上到处都是被撕裂的痕迹。而在荒野中肆意生长的低矮灌木和藤蔓，也被王峥冲击的巨力所扯断，树枝被强劲的力道撕成碎片。滋啦！还在狂奔中的王峥听到一声微弱的电流声响起，于是他连忙止步，双腿直接踩进泥土中，巨大的力道将身前的地面拱出一个小土包。而就在此时，一道电流组成的刀光贴着王峥的鼻尖划过，在王峥身侧，一棵参天大树被这一刀直接斜着砍断，
断裂处一片焦黑，还在冒着白烟。嘿嘿，反应不错嘛，还算是有点长进。王峥脚步一顿，转身看向了身后，无奈地叹了口气。校长，咱们就不要玩这样的套路了，有什么意思？我要是开着反伤，你又要被电了。没错，这已经不是楚天行第一次玩这样偷袭的套路了，美其名曰提高王峥的战场防偷袭能力。但是王峥自己却认为这是楚老头私心作祟，就是想要报复自己。于是，在上一次的偷袭中，王峥不闪不避，硬射他一道闪电，然后开启反伤后，给了楚老头一次狠的。虽然以楚天行的体质来说，这点伤害并不足以让他受伤，但是当王峥看到可能是已经多少年没有感受到触电滋味的楚天行愣在原地，猛地打了个哆嗦，这也让他得意了很久。虽然后果是他被楚天行暴揍了一顿。王峥的话音刚落，一道闪耀着蓝白之色的闪电便从他的身侧擦肩而过，滋吱吱吱的刺耳的低噪不断响起，如同无数的电流涌动，让人头皮发麻。而此刻已经现身站在王峥身边的楚天行，在听到王峥的调侃之后，立刻就想到了之前偷袭反而被王峥开反伤，把自己给电了一哆嗦的事情，顿时脸色变得铁青，双手紧握，青筋毕露，双眼中怒火熊熊燃烧，仿佛随时都要发飙了一般。王峥看到楚老头脸色骤变，知道他玩不起，要生气，于是连忙转移话题，不给他爆发的机会，直接从储物空间拿出100毫升的小罐黄金液递了过去。校长，先别打，先别打，听我说正事，您先看看这个，有天大的好处，有宝贝。楚天行看王峥说的严肃，没顾得上找他麻烦，一把接过他手中的小瓶子。他还没打开，只是看着这白色半透明的瓶子，就感受到了不一般，开始翻来覆去的仔细观察起来了。王峥一拍额头，心中暗骂自家校长没有见识，然后无奈地说道：校长，这瓶子是我自己用粉碎的空白灵气结晶自己做的，没什么好看的，您要是想要，回去后我多送你几个，主要是这里面的东西，您快打开看看。楚天行听到王峥的话语，也是老脸一红。废话，我能不知道吗？我就是觉得你小子这么浪费，简直是暴殄天物。然后不等王峥回话，直接一把拔出了这玻璃小罐子的盖子，顿时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就传了出来，剧烈的灵气波动让楚天行周身的电流猛地一涨。看着楚老头身上刺眼的电流闪过，王峥嘴巴一撇，不由得后退2步，然后一脸讪笑的继续解释：我发现一棵在课本里未知的黄金小树苗，当时它正偷偷的躲在一棵粗矮的大树躯干之中。那巨树会用树藤捆绑异兽，吸取血肉精华，习性十分类似3品的植物异兽怀阴树。一开始他把我当成猎物抓了回去，但是再发现没办法对我造成伤害之后，就把我远远的丢开了。那你也不行啊，这也能被抓？对于楚天行的质疑，王峥无奈的翻了个白眼。校长你别打岔，我那是故意的，我想去杀冰晶风来着。我说到哪了？哦对，那巨树部对我造成伤害。您想啊，我哪里是那怂人？当时我看着满地的白骨，想都没想就冲进去，打算一探究竟了。我寻思着，怎么也不能丢了咱们京南大学的名头不是？于是我直接就冲了进去，面对铺天盖地的藤蔓，是临危不惧，面色不改。楚天行听到王峥废话连篇，也是被吵得脑子嗡嗡作响，瞬间一道纯白色的雷霆劈炼般的砸在王峥脚下，炸出一个大坑来。你再说这些废话，就干脆别说了。王峥看到自家校长不但没见识，脾气还这么暴躁，没耐心，知道自己吹牛吹过头了，立刻回归正题。那巨树看到我前进，直接用树根和树藤阻挡我，发现效果不大后，躯干就突然裂开了，然后那通体金黄色的小树苗就跟自己长了脚似的，一溜烟就跑得没有踪影了。我追了半天没追到，只发现了这些金黄色汁液就在他藏身的树干里发现的。对了，我当时没忍住，用指甲挖了一点，尝了尝，似乎里面蕴含着大量的灵气和生命力，您帮我长长眼。听到这小子还敢自己试吃，楚天行也是觉得这小王八蛋胆子是真的大，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敢往嘴里丢。不过看他现在活蹦乱跳的样子，这黄金液应该也没什么问题，而且这黄金液充满了灵气波动，应该也不会是什么有害的产物。于是楚天行将这粘稠金黄色的汁液倒出来一滴，悬浮在手指上，感受着其中蕴含的磅礴的灵气，想也没想就将手举到了嘴边。不过当楚天行看到王峥一副期待的模样，顿时心里警戒了起来。不对劲，这小子胆子这么小，他敢自己先吃，不会是在骗我吧？让我给他试毒？王峥心里也纳闷呢，这楚老头搞什么飞机，手举起来老半天了，怎么还不吃？难道还有什么讲究不成？于是连忙催促道：校长，您快尝尝呀，不然一会儿就要挥发了，这可是很珍贵。楚天行看着王峥催促的模样，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于是趁着王峥说话的功夫，手臂鬼魅般的探出，直接将手指杵进了王峥的嘴巴里。王峥虽然不嫌弃这黄金液，但是他嫌弃楚老头的手啊，连忙将楚天行的手推开。呸！校长，你搞什么呢？不想吃就还给我！看到自己手指上的汁液已经被王峥给吸收了，而王峥也没有什么异样，楚天行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顺手将手指在王峥的衣服上擦了擦，然后也弹了一滴黄金液到自己的口中。顿时，楚天行身上的衣服无风自动，被衣服掩盖的肌肉忽地隆起，甚至将合身的中山装撑得就像是紧身衣一般，和当时被王峥不间断的用圣光术灌注的情况如出一辙。良久之后，楚天行才睁开眼。你的感觉不错，确实是个好宝贝。不过我就吃了一滴，反应都这么大，怎么你小子像是没事人一样？我能告诉你我吃下去就被系统吸收了吗？王峥没有理会他的疑问，随后敷衍了几句，然后开始转移话题。可能是我之前有吃过，有抗性了吧？对了，校长，您说这东西对我爸有用吗？楚天行挠了挠头，应该有吧，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宝贝啊。虽然这里面蕴含的生命力十分的丰富，但是想要一劳永逸，我看还是悬。听到楚天行的猜测，王峥也只能无奈的叹了口气。算了，反正也没指望楚老头能够知道这是什么，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被发现的材料太多了，到时候回家给老爸试试就知道了。
随后王峥不再多想，打算先带着楚老头回去找找，他实力强，又能飞，搞不好还有机会。万一找到了，那就……一想到之后有数不清的黄金叶，甚至是黄金果，王峥不由得有些吃了，嘿嘿嘿的笑个不停。楚天行这时也已经观察完了，看到一脸痴迷的王峥，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随后就把装着黄金叶的瓶子递了回来。王峥看到楚天行的动作，连连摆手，随后胳膊微微一抬，手中凭空出现4个一模一样的瓶子。这个就送给您了，如果您觉得对自己的作用不大，就回去给小满呗。要是对您有用，您就自己留着，我这还有呢。看到王峥晃了晃手里的瓶子，楚天行有心想要推辞，但是转念一想，这也是王峥这孩子的一份真心，得了好东西，不但不藏着掖着，还想着送自己一份。虽然平时这混小子嘴上说的抠门，不过真的得了好处，还能想到自己，在这样的强烈冲突对比下，一时间让楚天行有些感动。当然，要是他知道王峥另外藏了双倍于他所展示出来的分量，还会不会这么感动，就不得而知了。王峥看到楚天行一副脸色古怪的模样，一时间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心中暗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老婆抓不住流氓。于是咬咬牙，又递过去一个小瓶，紧接着开口说道：喏，再给您1瓶，您跟小满一人1瓶总藏了吧，剩下3瓶我就带回去给我爸妈了，可不能再给您了。楚天行一听这话，顿时被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心里想着：难道老子在这小王八蛋心里就是这样一个贪得无厌的形象？心里分神，脚下却不含糊，立刻旋身出腿，一脚把王峥踹了个跟头，滚一边去，我会贪图你这点东西。然后摇了摇手中的瓶子，既然是你小子的一片孝心，我就收下了，就当是我带你来云巅的报酬了。回去之后，我会帮你去研究研究这是什么成分的。王峥虽然被踹了个趔趄，但是听到楚天行不想要了，于是也不含糊，立刻把手里的瓶瓶罐罐全都收了起来，就当刚刚全然没有说过要再给1瓶的说法。看到王峥的动作，楚天行是又是好气又是好笑，真不知道他这颗心到底是怎么长的。看到楚天行已经把装着黄金叶的小瓶子收进了口袋，王峥又贱兮兮的凑了上来，小声说道：校长，我们再回去看看呀，您看仅仅只是这些枝叶都有这么强的效果了，更何况他还结了2颗果子，如果能更进一步把那小树苗抓住，移植到我们学校里，那……听到王峥说起这个，楚天行眼神立刻一亮，顿时就心动了，于是立刻一手拎起王峥，朝着他来时的方向快速飞去。仅仅只花费了10几分钟，两人就再次降落在了那片狼藉的埋骨之地。看到巨树的四周原本遮挡住视野的藤蔓已经变得稀疏，王峥立刻让楚天行降落下去。等到两人在巨树面前站定，王峥发现那棵被当作替身伪装的大树已经开始腐败枯萎了。从他自这边离开到现在重新返回一共也才个把小时的时间，没想到这大树衰败得如此之快，中间被破开的树心已经变得灰白，而树干外部的表皮也变得更加干枯，没有丝毫水分。再看之前生机勃勃阻止王峥前进的藤蔓，早就已经失去了翠绿的光泽，连上面的叶子也变得发黄发蔫。至于从地下钻出来的树根，早就已经干瘪，随意地耷拉在龟裂的地面之上，整片空间都透露出一股衰败的气息。楚天行心中好奇，走进去大树的内部观察了一下，也是对于这种新型生物的出现啧啧称奇。他甚至直接破开了凹槽下方的透明树根，不过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因为这巨树的衰败原本可以完全笼罩住四周的树冠也开始变得稀疏，更是无法再遮挡住上方的视野了。王峥一手指向之前小树苗逃跑的方向，随后说道：那古怪的小树苗就是从这个方向跑的，我追了没追到。楚天行二话没说，直接带着王峥冲天起，随后在整整寻找了1个小时无果之后，又重新回到了这里。王峥难掩满脸的失望，但也只能接受现实。算了，校长，可能真的是跑远了，哎，命里无时莫强求啊。看到老气横秋的王峥，楚天行气不打一处来，随手就是给了他一个暴栗子。王峥闪都没闪，只听嘟嗯的一声之后，楚天行自己觉得头皮一麻，正要发火的时候，王峥嘿嘿一笑：好听吗？好听就是好头。楚天行看到王峥又在发神经了，也不好再和他计较，一把薅住他的后颈，冲天起，瞬间就没了踪影。很快，这片无人的荒地又恢复了寂静，一阵微风吹过，无数树枝发出簌簌的声响，一副静谧而祥和的景象。而那棵被遗弃的巨树则是变得更加死气沉沉了。唉，看来真的是不会回来了。这时，原本无人的上空忽然出现2个人影，不是那王峥和楚天行，还能有谁？原来之前离开的景象都是王峥在回来的路上提议假装的。他总觉得这小树苗不会轻易的放弃这个根据地，因为要重现一个这样的环境，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了。所以王峥想要炸他一炸，但是没想到自己这次却是失算了。那小树苗似乎根本就没有回来。王峥苦着脸对楚天行说道：走吧，走吧，没机会喽。随后两人直接落入地面，不一会就没入了森林的深处。又过了1个小时，妈的，我还就真不信了。校长您注意着点周围的情况，我来把这棵破树给烧了。既然不回来，那就干脆都别好过。王峥一边骂骂咧咧的从暗处走了出来，一边从自己的储物空间往外搬出一桶汽油，就要往这棵大树的四周倾倒。楚天行连忙拦住了王峥，随后在他的耳边低语了几句，这才将他劝下。最后无奈的王峥也只能愤愤不平的走了。等到王峥和楚天行真的离开之后，就在他们脚底几10米深的地下，一棵通体金黄的小树苗正十分人性化的躺在这宽阔的地下空间里。整个地下被巨树的老树根完全盘踞包裹了起来，虽然地下空间的内部的灵气十分充裕，甚至已经荡漾起了氤氲，但是似乎这枯萎的树根有阻隔灵气传播的效果，在外部竟然没有丝毫的气息泄露出来。再看那金黄色的小树苗，正神色惬意的斜躺在树根空间内呢，根部2条晶莹剔透的触须正懒洋洋的交叠在一起，在轻轻摇曳着，时不时的还摆动2下，显示着它现在是非常舒服。而它一左一右的2条枝丫，其中一条时不时的轻柔碰触着树干，似乎是在挠痒痒一般，另外一条则是轻轻地搭在巨树粗壮的树根之上，好像是在通过那枯萎的巨树感应着地表之上的动静。仿佛是看到了王峥气急败坏的模样，
那黄金树的躯干开始抖动了起来，在这寂静的地下空间发出簌簌的脆响，漾起了一片片实质性的灵气波纹。看他那十分人性化的得意的模样，似乎是在嘲笑着没有找到他的王峥和楚天行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刚刚从巨树空间离开的楚天行和王峥两人正在天空中朝着远处飞去。此时的王峥完全没有了刚刚暴跳如雷的表情，虽然看起来还是有几分失落，但是比刚刚的无能狂怒可是好上太多了。很明显，刚刚的一系列操作也是王影帝的表演。什么叫演员的自我修养啊？叉腰后仰。王峥笑嘻嘻地问道：“校长，刚刚的定位您记录好了没？以后可别找不回来了。还有我们什么时候降落？”楚天行似乎是看穿了他的心思，笑着说道：“你之前不是不愿意在这边历练的吗？”王峥尴尬的一笑：“此一时彼一时嘛。”楚天行笑骂道：“你也不想想，哪有那么多天才地宝给你发现的？找到一次就是天大的幸运了。虽然我觉得你之前的推断很有道理，不过我们也不能无止境的把时间浪费在这里。反正那边地理位置偏僻，按照你的说法，那小树苗智慧也高，懂得隐藏。等我们回去荆南之前，再来这边探查一趟就是了。至于降落嘛，现在还不行，我们要绕一下。前面川蜀梁山之中有妖王盘踞，我们先改道向南，然后先至春城，再入宝山，最后抵达腾冲。”王峥好奇地问道：“腾冲就是那个国境线上的边城？这就是我这次历练的目的地吗？”楚天行点头应道：“没错，而且腾冲作为国境线上的最后一道壁垒，目前已经完全军管了。我们此行的目的也就是这里。等到了地方，你就只能靠自己了，知道吗？”王峥点了点头，接着说道：“我明白了。那我们现在直接去春城吗？”楚天行这次并没有回答，先是看了看手中的定位器，觉得位置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嘿嘿一笑，带着王峥从云层之上俯冲而下，在快要靠近地面的时候，一把将王峥抛了下去。看到王峥已经像个秤砣一般垂直的砸了下去，楚天行哈哈大笑道：“不是我们，是你自己。既然你这么想历练，那你就自己去吧，我会在春城等着你的。这里距离春城大概还有200公里左右，你自己慢慢来吧。”随着楚天行的话音落下，他的身形瞬间变成一道闪电，然后在西南方的云层之上一闪而逝，很快就没了踪迹。直到这白色的闪光消失在了天边，才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在这空旷的荒野上不断的回荡。再看此时的王峥，在自由落体的情况下，也没有丝毫慌乱，无他，为首熟耳。他已经对楚老头的不靠谱完全习惯了。王峥甚至还有空在坠落的过程中翻了个白眼。这几十米的高度，就算他完全不反抗，直接摔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后果，只不过会有些狼狈罢了。于是王峥在半空中拧腰转身，调整好身形，随后砰的一声巨响，稳稳地落在了地上。只不过地面之上泥土直接被炸开一个大坑，带出点点泥土的芬芳，显得他并没有那么的举重若轻。这楚老头绝对是有私心报复，就这还想吓我呢，也太看不起我王某人了。别着急，我很快就能自己飞了，到时候吓死你。王峥此时想要学会飞行的念头无比的强烈，如果他现在自己就会飞行，哪里还会有这么多的幺蛾子，自己飞走就行了。不过也不用着急，这一天已经很快了。随后王峥不再多想，拿出自己的定位器，仔细观察了半天之后，确定了自己的方位。不过他并没有朝着西方春城过去，反而直接转身掉头，一路南下了。他目前的位置处于临城和春城之间，这2座城市就是云巅和钱柜省会，也是当地最大的人口集聚地。这2座城市之间相隔的不是很远，直线距离也就500-600公里。而且如果王峥绕过山区再往前走一段的话，甚至还能走到2城相接的公路之上。相对来说，不仅路好走了很多，甚至连危险都少了不少。毕竟每天2座城市之间的车辆来往不少，沿路还会有军区的战士建立起了围挡，还会定期的清理靠近的异兽。所以王峥觉得楚老头从这里把他丢下，自己除了浪费时间之外是完全没有好处的。而他也不想自找苦吃，从这山区内一路穿过去。毕竟靠着城市这么近，基本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就算有异兽，也就零零散散的小猫2-3只，完全不值得花费这个时间精力。更何况王峥想要在今天天黑之前赶到春城去呢，到时候找个地方住下，让楚老头给自己在外面护法，来觉醒这个让他觉得有些吃力的第5种异能。要是从山地里穿越过去，能不能在天黑前找到地方，还真不好说呢。一想到这里，王峥的脚步顿时又快了几分，一路南下，朝着公路的方向跑去。果然，王峥仅仅朝南走了几公里，就看到了由特制的合金丝网和钢柱组成的围挡。透过丝网往前看，赫然能看到一条平整的公路。王峥心中大喜，立刻纵身越过围栏，站到了熟悉的道路之上，看着四周的景象，久违地感受到了一丝人气。王峥举目望去，一条平整道路绕开此起彼伏的山脉，一路蜿蜒地向前延伸着，道路两旁竟然还有着完整的围栏和路灯系统。也就是说，在这荒郊野岭的道路上，竟然还是通着电的。王峥的心中不由得产生一股自豪之意，不愧是基建大国，即使在这一兽频繁出没的高原山地区域，也还能有如此完善的交通系统。感慨完毕，根据路牌和定位器的指示，王峥找准了方向，随后就从储物空间中掏出来一辆专业的山地自行车。这还是托了上次那位学长的福，才让他有了这个想法。不是他想塞进去一辆摩托或者电动车，第一个是他没驾照，第二个是占空间不说，万一到时候半路上没电了、没油了，他也没地方加，总不能让楚老头来给他充电吧。所以干脆买辆自行车算了，以他王大少的强大体质作为动力，也不见得会比一般的小电驴速度差到哪里去。当然这得抛开自行车的上限。所以思来想去，王峥最后还是单纯的就买了一辆价格最高，据老板所说跑得最快的山地车。退一万步说，搞这些花里胡哨也只是为了享受罢了。王峥看着自己数据面板里的灰色字体，心里默默的想到，这些交通工具很快就用不着了。随后王峥利落的跨步上车，找准方向开始蹬了起来。
看着四周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丛林，再看王峥像模像样的在车的后座挂了2排背包，乍一看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时间：2027年1月12号。地点：G60号高速临春路段。此时，在距离王峥100多公里外的地方，有一行3辆汽车正在临城往春城的方向疾驰而来。来往车辆并不多的双车道公路上，这3辆汽车前后排列，正在急速前进。一前一后是2辆民用改装过的吉普车。这些吉普车上坐着一位位神情肃穆、目露金光、表现出强悍实力的壮汉。这些壮汉全部身穿黑色制服，警惕地关注着四周的情况，似乎在随时准备出手，应对可能会出现的危机。让他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保镖。而在领头的吉普车上，副驾上的则是一位容貌秀丽的短发女子。虽然此人看起来不过20几岁，圆圆的脸蛋上也一直挂着甜美的笑容，但是她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特殊气质，却给人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让那些严肃的战士们都不敢和她靠得太近。即使她把车辆的座位调到最后，一双笔直的长腿直接惬意地翘在前面的副驾台上，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将后面几位大汉的座位空间挤得所剩无几。后排几人也都唯唯诺诺的不敢吱声，仿佛是早就已经习惯了这位大姐头的模样。而在车队的最中央，则是一辆豪华的商务车。这辆车的后座上坐着一男一女，男的20岁左右，帅气英俊，身材挺拔修长，只不过浓浓的黑眼圈有些破坏形象。此时他正懒散地把自己深深地埋在真皮沙发的座椅内，半眯着眼睛，似乎随时都要睡着了，看起来十分的疲惫。另一位女孩看着14、15岁，脸上有点婴儿肥，皮肤白皙细腻，长相可爱，穿着打扮非常时尚，身材也是凹凸有致，尤其是胸前鼓鼓囊囊的。不过她此时却仿佛是第一次出城似的，一对狡黠的黑眼珠正在滴溜溜地乱转，好奇的前后打量，还时不时的和男性青年问话，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显得活力十足。浩哥，爷爷总是说外面有多危险，还不让我出城，我看着也没什么危险的嘛。听到这女孩的话语，那浩哥懒洋洋的翻了个身，嘴里嘟囔着，要不是现在已经上了高速，我怎么也要把你送回去。你觉醒了，异能就是这样用的，马上就是要去上大学的人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李梦瑶，我告诉你，这次回家，你等着看爷爷会怎么收拾你，你别指望我给你求情。那名叫李梦瑶的女孩对这番话却是一点都不感冒，吐着舌头说道，略，爷爷才舍不得打我呢，哼，我还用得着你给我求情吗？再说了，就是因为要去上大学了，我才更是要出来见见世面。虽然具体去哪里我还没想好，不过帝都大学和魔都大学可是都来人了。你说我如果真的去了2大名校，同学们问我钱柜是什么样子的，结果我说自己连0成都没出过，那岂不是要被人家笑死，还丢我李家的人呢？李浩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你还知道丢人啊？知道丢人还能靠着天赋异能是隐身能隐藏气息，就躲在后备箱偷偷溜出来。还有，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要随随便便把我们家挂在嘴边。爷爷虽然实力很强，但也只是占了地理位置的便宜，要不是和军区有些关系，帮着国家做点易售材料的生意，哪有现在的企业？你将这引以为傲才是真的丢人呢。而且他们不让你出门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现在金乡那边不太平，连我们家的运输路线都受到了影响，爸妈现在忙得不可开交，没空管你。听到自家哥哥又搬出了父母，李梦瑶连忙转移话题，打断他的唠叨，二哥，我记得你以前不是说要留在帝都发展的吗？怎么还会回来呢？听到这话，李浩的眼神一下就深邃了起来。这世道还是天才太多了啊！我自以为15岁觉醒，入学就一级，必定是天之骄子，时代的弄潮了。谁知道进了帝都大学，哪位新生不是如此呢？混了4年，直到毕业也不过才这点实力。人家实力比你强，家世比你显赫，还比你更努力，更是占据着地利的优势。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在帝都发展个什么？再说了，大哥去参军不肯回家，你又年纪还小，我再不帮家里分担些事务，怎么行？你要真去了魔都、帝都，那里的达官显贵不知凡几，千万别目中无人，得罪了人。我们家只是做点小生意，要知道古话说得好，民不与官斗。李梦瑶听到自己二哥的絮叨，也是频频点头，眼睛里冒着金光，脑子里想的全是对华夏2座顶级名校的向往，也不知道将他哥哥这些苦口婆心的劝说听进去了几分。哥，你快看，前面有个人在高速上骑车。随着汽车的飞速行驶，那李梦瑶突然像发现了什么新鲜事物一样，立刻兴奋地大喊道。李浩跟着李梦瑶所指的方向看去，只看到一个帅气结实的身影在卖力地蹬着自行车，然后一下子就被他们的车队给超越了。李浩看到在刚刚路过时，对方好像还对自己的车打了个招呼，只不过现在从后面看起来，对方已经变得越来越小，渐渐的就消失在视野范围之外了。李梦瑶好奇地扭头过去，似乎是还想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位对自己挥手的骑车少年。看了半天，发现人家早就不见了踪影，这才回头问道：哥，这是不是就是书里说到驴友，在全国各地骑行旅游的冒险者？我看他似乎有对我们招手，我们要不要去问问人家要不要帮助，送他一程？李浩听到这话，气得恼人生疼，感情刚刚的教育全都白说了，他气得当场就给了李梦瑶一个脑瓜崩，怒骂道：我刚刚告诫你的都忘记了吗？出门在外少惹麻烦，越是看起来不合常理的事情，越是不要好奇。这个世道早就变了，也许人家只是喜欢骑车呢。李梦瑶双手抱头，委屈的眼泪汪汪，只是心里对自家二哥的说法不屑一顾。我李梦瑶，天之骄女，14岁觉醒，新型天赋，名校特招，前途无量，我的骨子里刻着的全是冒险基因。他们看到的骑车之人，自然就是正在往春城前进王峥了。看着从身边呼啸而过的车队，王峥有些尴尬的放下了手。这条路接下来一路到底，就只能到达春城。他原本还想偷个懒，搭个顺风车的，只是没想到人家根本理都没理他，直接就从他身边疾驰而过了。而且领头的吉普车上还有个短发圆脸的美女，在错身的瞬间探出身子来，特意对他抛了个飞吻。这突如其来的热情让王大少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过对方身上的血腥气息他是感受到了的。王峥心里估摸着，这圆脸美女应该也是一位在边陲厮杀的老手，就是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对自己这么感兴趣呢？王峥心里微微叹气，唉，靠人不如靠自己啊！下次见到他，我一定要当众给他来上10几道圣光，好让他知道不能随便调戏帅哥。随后王峥不再多想，继续往前登车了。他看着定位器上距离还有几十公里就该到了，一想到最多个把小时就到达春城了，他的心里就火热了起来。要是楚天行今天不打算直接走了，还能在春城就休整一番的话，那么自己，嘿嘿嘿，之所以还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这可不能怪王峥没用。主要这山地车最多也就只能骑这么快了，没看到这车的脚蹬子都快被他踩出火星了吗？而且如果真的要追求极致的速度，他自己下来跑步或许都能更快一些。但是王峥转念一想，全力冲刺又累又耗灵气，在这野外还是太不稳了，不够安全，哪有骑车舒坦？唉，可不是我懒啊！王峥一边哼着家乡的小曲儿，一边继续往前，才骑了10几分钟，就隐隐看到前方有几个黑影。还没等他靠近过去，就看到一道巨大的裂痕横跨在公路之上。这条天堑宽度足有10几米，长度则是一眼望不到边际，径直没入了远处的密林之中。当王峥抬头望去，发现在这条裂痕的另外一头是一座连绵起伏的山脉，最近的那座矮小山峰都被削去了山头，光秃秃的一块变得更加低矮了。而山脉下的平原更是一片狼藉，这里整个被夷为平地，只留下了一些断壁残垣，还有一堆堆的废墟。这破坏道路的裂痕正是从这战场处蔓延过来的。而在道路的两侧，有无数身穿军装的战士们正在执勤警戒。王峥看到的黑影正是之前从他身边经过的车队，之前超过他的几辆车此刻都已经停在了路面的中央。此时他已经看到了相遇时调戏他冲他飞吻的女子了。这3辆车上就他一人独身上前，站在裂痕旁和那边执勤的军官在交涉，而其余的黑衣壮汉则都下车围着中间的豪车站成了一圈，隐隐挡着其他人靠近。王峥撇了撇嘴，他是不太看得上这些所谓的名门贵族的。看着这些保镖一副小心翼翼如临大敌的模样，王峥愈发不屑了。相较之下，他对远处惊天动地的战斗余波和公路上的巨大裂痕更加好奇。于是他想也不想，直接下车，推着自己的座驾就迈步向前走了过去。王峥才刚刚下车，还没靠过去，那停在道路中央的豪车旁就有一位大汉礼貌地走上前来。这位先生您好，前面的路况有问题，应该是出事了，希望您耐心等待一下，暂时不要靠近。这人虽然话说的客气，但是他字里行间的意思分明是不想让王峥靠近，害怕王峥是对自己的雇主有所图谋。王峥现在距离那裂缝的边缘都还上百米呢，哪里轮得到他们来阻止？再说了，他王大少什么时候受这种委屈？于是理都没理他，直接往前走去。那壮汉看到王峥对他并不理会，于是横跨一步，直接挡在了王峥的身前。王峥直接伸手轻轻一推，将眼前的壮汉推开，然后继续拎着自行车大步往前走去。怎么，这马路是你们修的？你说不能靠近就不能靠近？几位保镖原本就因为遇到突发事件，心弦一直紧绷着呢，现在看到王峥动手推搡，立刻神色紧张了起来。一时间，原本在豪车周围站着的其余的安保人员立刻就围了过来。只是瞬间，王峥的前方就堵了7、8位壮汉，将他前进的路线给封死了。他们也不动手，只是身上散发出一阵阵的灵气波动，似乎想以此制造出无形的威胁，让王峥知难而退。但是王峥会退吗？看到这样的情况，王峥心里的火气蹭的一下就冒上来了。前世他就老是看到新闻说这个明星、那个网红耍大牌封路，影响老百姓正常出行的，没想到这来了一趟灵气世界，还能让他遇到这样的事情，顿时怒气勃发，周身灵气波动了起来，随手将自己的爱车往后一放，就准备给这群不长眼的东西一点教训。你们算什么狗屁东西，这么大牌还敢封路？此时坐在车内的李梦瑶看到这样刺激的场景，立刻兴奋地大喊了起来。而与他同行的二哥李浩看到这剑拔弩张的场面，连忙推开车门，从另一边走了下来，同时大喊道：别，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这路又不是我们家的，再说了有这么多军区的战士在这儿呢，能出什么事？快让开，快让开，不用这么紧张。听到雇主的话语，众保镖也是不再纠结，纷纷让开一条路来。只不过他们一大把年纪了，还被王峥这毛头小子指着鼻子骂了一通。虽然让开了路来，但是周身的灵气和气势却是没停的，很显然是打算等王峥经过时给他点难堪。王峥自然是能看出来这些家伙的小九九的，一肚子火没发出来的他也是心中不爽，直接拎着车继续向前走去，看都没看他向他道歉的李浩一眼。至于那些保镖发出来的气势，王峥在走到众人中间时，突然就发动了狰狞可怖的特殊效果。顿时，在争兽无声的咆哮中，一众保镖都被这摄人心魄的气势所吓到，纷纷歪七扭八的退了好几步，更有不堪者直接一个摔坐在地上了，好不狼狈。而那李浩看到王峥没有理会自己，更是让自己的保镖们出了个大丑，也不生气。别人不知道，他可是能认出来，这少年身后可是完整具现的观想物。这功法几个月前才在各大高校公布出来，就连他自己都还没能具现成功呢。看眼前这少年的模样，不是顶级高校修炼几个月就成功具现的超级天才，那就是早早的就开始学习这功法，家世显赫的权贵之后。不管是哪一种，都最好不要轻易得罪的。看着那些保镖们狼狈的爬起，重新围到自己身边，但是李浩现在的心思早就不在这些人身上了。李浩现在既然已经下车了，也没打算立刻就重新坐回去。他正好看到之前去打探情况的领头女子返回，于是快步走到对方的面前问道：柔姐，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路面被破坏的这么严重，还来了这么多的战士？那柔姐只是摇头，嘴里暗骂了一句当地的方言，然后说道：这群当兵的死脑筋就只说公路被破坏了，车辆暂时过不去，其他的消息什么都不肯透露。随后这柔姐扭过头去，对着自己的伙计们问道：这边什么情况？我刚刚好像看到你们跟那小子起了冲突。
一群壮汉支支吾吾的不敢说话，其中一人结结巴巴的解释，就是一场误会，已经说开了，没事了。看到那柔姐的眉头已经皱起来了，那壮汉立刻低眉顺眼的像个小媳妇似的。而听到没法去春城的李浩，此刻也没了之前的淡定。他这次本来是带着一批货物从临城出发到春城交货的，而且因为活物的价值过高，他不但亲自出马，还高价聘请了这在临春两城之间享有盛名的温柔安保公司的人员来护送。没想到这临到目的地了，又出了这一档子事。